欢迎进入主宰世界，这里万族林立，妖魔横行，凶险无处不在，但也有诸多机遇和资源。提示1，你已被分配到996新手区，每个新手区的初始玩家为1000人。提示2，您将无法退出游戏，一旦被杀，代表的就是真正死亡。魏轩站在一座破旧的木屋内，盯着眼前的游戏光屏，一脸懵逼。5年前，全球空间站同时收到一条来自宇宙深处的神秘代码，经各国科研小组2年的破译，这条神秘代码竟是一款虚拟游戏的前置数据。于是又经3年打磨，这款名为《主宰》的网游终于在今天公测。没想到进入游戏后，居然没办法退出了。魏轩有些恍惚，这木屋又脏又潮，别说床了，连坐的地方也没有。于是他试图走出木屋，想看看外面到底什么情况。然而屋门根本打不开，而且游戏光屏上还有一圈红色警报闪烁。滴，游戏还未正式开始，暂无法走出新手木屋。提示1，新手木屋已被主宰祈福，没有您的同意，谁都不能闯入，这是玩家最好的庇护所。提示2，新手木屋有快速恢复身体疲劳、治疗伤痛和疾病的功效。好吧，原来这是新手木屋。既然暂时没办法走出新手木屋，那魏轩只好又看向游戏光屏。游戏还没正式开始，目前游戏光屏只有聊天频道和个人信息。玩家魏轩，等级1级0100，力量9，敏捷8，体力7，精神16。PS 升级是提升4维属性最直接的方式，但也可以通过任务奖励及奇花异草等机遇提升。战力1星，只根据4维属性评定，不计入天赋、技能、装备等。魏轩又打开聊天频道，这游戏好坑啊！我被关小黑屋了，又潮又脏，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我也是，呜，妹妹好害怕。谁屌大？出来解释一下。应该出现 bug 了吧？上面不是有提示吗？我们都没办法退出游戏了。确切的说，我们进入的这个游戏世界好像是真实的。我是1级，战力才1星。1星战力什么水平啊？我也是1星。大家应该都是1级，不过我的战力是2星。不会吧？你的4维属性是多少啊？我是跆拳道黑带高手，所以力量是17，敏捷16，体力14，精神12。哇，难怪是2星，4维属性居然这么高，我的都低于10。看到这么多人的状况都一样，魏轩心定了许多，同时对战力也有了一定了解。普通人的4维属性应该都在10以内，超过10的大概是习武或当过兵的人。自己虽然精神16，但其他3项属性都低于10，所以战力也只是1星。公告：即将进行天赋觉醒。提示1，天赋分 F、E、D、C、B、A、S、SS、SSS 9个等级。提示2，新手玩家大都只会觉醒最基础的4维属性天赋，但也有小概率觉醒元素天赋或特殊天赋。好的天赋可以决定玩家的未来和生死，祝你们好运。下一秒，嗡，一束光芒从魏轩的头顶落下。恭喜您觉醒 SSS 级无双天赋，完美提炼。居然是 SSS 级天赋，而且无双。魏轩激动间，其他人也都觉醒了天赋，正在聊天频道里疯狂讨论。你们觉醒的是什么天赋啊？我的是 F 级天赋，超强体，使用天赋时防御翻1倍。我也是 F 级天赋，不过却是超强力，力量翻1倍。嘿嘿，我的是E 级天赋，超狂速，速度翻2倍。我D 级天赋，超旋力，力量翻4倍。我骄傲了吗？哇塞，好棒啊，小哥哥求带。你们都好厉害啊！我的天赋是 F 级超强感，感知翻1倍。唉，根本不适合战斗。我和你们的不一样，我觉醒的是 C 级元素天赋，操控火焰。草啊，我承认我羡慕了。操控火焰，那岂不是异能者吗？好厉害！这个主宰游戏世界貌似很好玩啊。窥屏的魏轩陷入了沉思。看来大部分人觉醒的天赋都是 F 级和 E 级，能觉醒 D 级就已经很不错了，至于 C 级少之又少。还有就是元素天赋更加罕见。公告：本次天赋觉醒结束。觉醒 F 级天赋的玩家有656人，觉醒 E 级天赋的玩家有323人，觉醒 D 级天赋的玩家有18人，觉醒 C 级以上天赋的玩家有3人。提示：本次统计只包含996新手区。果然，和魏轩猜想的一样，1000名玩家只有3人觉醒了 C 级以上。这3人中，他算一个，那名觉醒了火焰元素天赋的算一个，另一个是谁就不知道了。哇，1000人里面只有18人觉醒了 D 级 ，C 级更少，才3人，好难啊！这么看来，我觉醒的1级天赋还算可以哦。3名 C 级天赋的人里，除了陈岩大佬觉醒的是火焰元素天赋外，另外2名是谁啊？对，我也好奇，
两位大佬赶快冒个泡呗，好让我们的膝盖有用武之地。这时，一个名叫穆宁雪的妹子说道：“我是 C 级寒冰天赋。”聊天频道的头像显示的都是真人真名。这个叫穆宁雪的妹子十分漂亮，是个冷艳美女。哇，美女啊，长得漂亮也就算了，觉醒的天赋还这么好，我羡慕了。哎，还有一个 C 级大佬是谁啊？冒泡让小的们开开眼呗。对，我的膝盖已经准备就绪。众人都期待最后一名 C 级大佬的出现。然而魏轩却没说话，毕竟这个主宰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切还是未知。自己虽然觉醒的是 SSS 级无双天赋，但这个天赋说到底没有战斗力，何况自己目前的战力才1星，而其他人既然有身体素质强大到2星，那未尝就没有3星乃至更强的。在没有绝对实力前，先猥琐发育，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才是王道。公告：游戏正式开始，请所有玩家走出新手木屋。来了，终于要美对这个神秘而未知的主宰世界了。魏轩深吸一口气，缓缓打开了新手木屋门。第2章新手考核。魏轩走出新手木屋后，才发现自己身处在一座村庄。只不过村庄不大，所有木屋基本都已倒塌，唯一还算完整的，也就只有魏轩身后的新手木屋了。除此之外，村庄内到处充满了阴暗的气息。这是一座破败的村庄。提示：您目前所在的新手村已被大量恶鼠摧毁。公告：新手考核即将开始。考核内容：清除村庄内的恶鼠，找到进化之泉，洗涤阴暗的村庄。考核时限2小时。考核奖励4维属性+5。失败惩罚抹杀。提示：击杀凶兽可获得能量提升等级。聊天频道：这就开始杀怪了吗？杀怪能升级啊？考核失败就会被抹杀，是不是真的啊？多半是真的。哎，我从小到大连只蚂蚱都没杀过。魏轩没再看聊天，考核内容只有3个小时，得抓紧完成考核才行。这时，一团光芒在他手上闪烁，光芒散去，竟是一把匕首。普通短匕，临阶武器，新手必备，攻击+2。魏轩挥动了2下，还算趁手。不过，略微沉思了一下，魏轩尝试性的用自己完美提炼天赋对普通短匕进行了提炼。嗡，光芒闪烁，魏轩的手上竟多出了一些金属杂质。再看那把普通短匕，竟通体散发散光，无比锋利。精炼匕首，1阶武器，攻击+6。魏轩微微欣喜，没想到自己的天赋可以这么用。不错，想了想，他又对手中的匕首进行提炼，然而这次却没成功。提炼失败，目标已没有提炼价值。好吧，看来同一件物品不能连续提炼。魏轩整理了一下思绪，就握着精炼匕首向前走去。然而没走多远，忽然一股危险的气息从后面袭来。魏轩的精神属性是16，超乎常人。几乎没做任何犹豫，魏轩身子向后一仰，只见一个黑影从自己头顶掠过。早有准备的他，手中精炼匕首挥动，直接划在了那黑影身上。噗呲，鲜血溅，黑影落地，发出一阵吱吱吱的叫声后，一命呜呼。击杀摧毁村庄的恶鼠，获得能量+5。魏轩刚稳住身形，便有一道光芒从头顶落入他体内。等级500，击杀凶兽可获得能量提升等级，看来是真的。这时魏轩也看清了那黑影的模样，竟是一只枕头大小的老鼠，通体漆黑，露出的门牙足有2根手指那么长，看着令人森然。摧毁村庄的恶鼠，临阶凶兽，战力1星。呼，好险！魏轩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刚才要不是他精神属性有16，恐怕就一命呜呼了。临阶凶兽都这么可怕，那1阶甚至更高等级的凶兽呢？变强，一定要变强！这个主宰世界是一场机遇，但也到处充满凶险，得赶紧提升自己的实力才行。想到这里，魏轩快步走到那只死去的恶鼠旁，用手一按，施展自己的提炼天赋。下一秒，嗡，一道光芒从恶鼠身上钻到魏轩体内。提炼恶鼠成功，获得敏捷+2，居然可以从凶兽身上提炼出属性。魏轩兴奋不已，打开人物面板，玩家魏轩，等级1级5100，力量9，敏捷10，体力7，精神16，天赋完美提炼。PS 升级是提升4维属性最直接的方式，但也可以通过任务奖励及奇花异草等机遇提升。战力1星，只根据4维属性评定，不计入天赋、技能、装备等。很好，虽然他的天赋暂时没有战斗力，但却可以不断提炼属性，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还能提炼出天赋，如此便可做到厚积薄发。摸清套路的魏轩信心十足，继续寻找恶鼠。
考核内容是击杀恶鼠，在恶鼠身上找到净化之泉，从而净化村庄。显然，用净化之泉净化村庄是关键，但村庄内有许多恶鼠，不确定哪只身上才有净化之泉，所以得不断击杀恶鼠才行。魏轩小心前行，很快又发现了一只恶鼠，枕头大小的恶鼠看着就瘆人。吱吱吱，恶鼠猩红的眼珠看向魏轩，发出令人不适的叫声，快速向魏轩扑来。魏轩就地一滚，反手将匕首扎在恶鼠身上，噗呲，鲜血四溅。击杀摧毁村庄的恶鼠，获得能量+6。魏轩毫不犹豫的又对恶鼠进行提炼，提炼恶鼠成功，获得力量+2。有了击杀恶鼠的经验，魏轩越战越勇，继续顺着阴暗的气息走去。有+6点攻击的精炼匕首，有精神16的感知，再加上不断提炼的属性，魏轩击杀恶鼠的频率越来越高。击杀摧毁村庄的恶鼠，获得能量+5。击杀摧毁村庄的恶鼠，获得能量+7。击杀摧毁村庄的恶鼠，获得能量+6。很快，魏轩击杀恶鼠的数量就达到了13只，收获了不少能量和4维属性。玩家魏轩，等级1级68100，力量16，敏捷17，体力14，精神22，天赋完美提炼，战力2星，战力达到2星了，总算看到了成效。要知道，这才过去20分钟，恐怕很多人的战力依旧是1星。而提升战力的方法就是增加4维属性。其他人想要提升4维属性战力，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升级，当然也可以通过任务或天才地宝以及丹药来获得。但像魏轩这么干脆的从凶兽身上提炼属性的根本没有，毕竟完美提炼这个天赋是 SSS 级无双的。魏轩正心想时，忽然脑海中传来了主宰公告：公告，玩家赵海被恶鼠击杀。公告，玩家王雪被恶鼠击杀。公告，玩家孙浩杰被恶鼠击杀。聊天频道，这就死了3人，真的死了吗？看公告视频啊！魏轩点开公告视频，只见那名叫赵海的玩家被一只恶鼠扑在身上，咬破了心脏。还有那名叫王雪的女玩家，似乎一直不敢出新手木屋，然而刚鼓起勇气，瑟瑟发抖地走出去，便被一只恶鼠从侧面扑在了身上。天哪，原来真的会死人！我该怎么办？我最害怕老鼠了。操！我他妈都杀5、6只恶鼠了，还是没有净化之泉。就当杀怪升级了，我已经有36点能量了，再有66点就能升2级了。第3章，3星战力。充斥着阴暗气息的破旧木屋内，足足有10几只恶鼠，其中一只恶鼠的体型较大，且眼珠猩红，浑身散发的阴暗气息更浓。摧毁村庄的变异恶鼠，临阶凶兽，战力2星。我靠！魏轩怎么也没想到，这座村庄居然还有变异恶鼠。虽然同样是2星战力，但凶兽更擅长战斗，而且无比凶残。当然，主要也是他现在没有任何战斗天赋，顶多有一把精炼匕首而已，不管用啊！除了变异恶鼠外，还有10几只普通恶鼠呢。魏轩头皮发麻，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扭头就跑。然而已经晚了，变异恶鼠猩红的眼珠泛着红光，发出吱吱吱的叫声，似乎是在发号施令。果然，10几只普通恶鼠瞬间向魏轩扑去，拼了！魏轩逃无可逃，挥动手中的匕首，立刻迎向最先扑来的一只普通恶鼠。噗呲！击杀摧毁村庄的恶鼠，获得能量+7。以魏轩目前的2星战力，击杀普通恶鼠倒也容易，只是目前10几只恶鼠一起攻击他，就有些棘手了。不过，魏轩忽然灵光一闪，在第2只和第3只恶鼠扑来时，立刻一个纵身跳到了刚才被他击杀的恶鼠旁，单手在其身上一按，发动提炼天赋，提炼恶鼠成功，获得敏捷+3。刚提炼完，又有一只恶鼠便扑了过来。魏轩早有准备，挥动匕首，精准地刺在了那只恶鼠身上，击杀摧毁村庄的恶鼠，获得能量+6。魏轩毫不犹豫地将之进行提炼，提炼恶鼠成功，获得力量+2。不过战斗还在继续，这次10余只恶鼠一起向魏轩撕咬而来，魏轩只好躲闪。他现在的敏捷属性比普通恶鼠要高，因此躲避间开始找机会逐个击杀恶鼠。魏轩的想法很干脆，就是一边击杀普通恶鼠，一边提炼属性，而且还能获得能量，升到2级。击杀摧毁村庄的恶鼠，获得能量+7。击杀摧毁村庄的恶鼠，获得能量+5。很快又有3只恶鼠被魏轩击杀，并且提炼了7点属性。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残影飞快掠过，瞬间扑到了魏轩跟前。魏轩心头一惊，赶忙躲开，可依旧被抓伤。好快的速度！魏轩定睛看去，只见刚才飞快掠来的残影正是变异恶鼠。来不及魏轩多想，
变异恶鼠连同10余只普通恶鼠开始向魏轩发动攻击。有变异恶鼠加入，魏轩的游走式战斗根本无法施展，主要是变异恶鼠的速度太快，让他已经很难应对了，根本抽不开身再去对付那些普通恶鼠，甚至那些普通恶鼠还让他再次受了2处伤。该死！魏轩恼怒间看了下自己的等级情况，等级1级98-100，就差2点能量了，只要再击杀1只恶鼠就能升级。魏轩眼看变异恶鼠又和10余只普通恶鼠向自己撕咬过来，于是心头一横，狠狠将手中的匕首甩了出去。噗呲，精炼匕首刺在1只恶鼠身上，击杀摧毁村庄的恶鼠，获得能量+5。恭喜您升至2级，4维属性+10。骤然，一道光芒自魏轩的头顶落下，升级了。随着4维属性各加10点，魏轩能明显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变化，强了不少。不过眼下来不及过多查看，变异恶鼠和10余只普通恶鼠已然扑来，但这次魏轩骤然闪身，快速接近其中1只普通恶鼠，一拳将对方轰飞，并顺手将精炼匕首从那只死去的普通恶鼠身上拔下。变异恶鼠有些懵逼，眼看这个人类就要被他们击杀了，怎么突然就变强了？杀！魏轩也没给变异恶鼠过多思考的时间，直接挥动匕首对那些恶鼠展开了击杀。击杀摧毁村庄的恶鼠，能量+5；击杀摧毁村庄的恶鼠，能量+7。升到2级的魏轩实力暴涨了一大截，击杀那些普通恶鼠简直摧枯拉朽。不到片刻，所有普通恶鼠都被魏轩击杀，变异恶鼠也受了重伤，吱吱吱就想逃走。魏轩岂能轻易放过？只见他手中匕首狠狠甩出，瞬间刺穿了变异恶鼠的身体。击杀摧毁村庄的变异恶鼠，获得能量+10，获得进化之泉。找到进化之泉了，魏轩欣喜间看了眼游戏光屏上的任务道具栏，果然有一个小瓶子。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处理这些恶鼠尸体，刚才他只对那10余只恶鼠进行击杀，还没来得及提炼呢。提炼恶鼠成功，获得力量+2；提炼恶鼠成功，获得力量+3；提炼恶鼠失败，同类型凶兽无法频繁提炼。魏轩一愣，没想提炼还有这层限制。不过转念一想也就释然，如果什么限制也没有的话，那他岂不是能一直在新手村苟着发育？既然普通恶鼠不能提炼了，那魏轩只好看向那只变异恶鼠。这只变异的应该可以提炼，毕竟虽然类型相同，但却是变异的。果然，提炼变异恶鼠成功，获得速度+5，获得 F 级天赋超强速。哈，有天赋了！魏轩大喜，果然和他猜的一样，变异凶兽的实力比普通凶兽强了不少，能提炼的肯定也相对较多。居然提炼出了超强速，天赋超强速，速度翻倍。虽然是最低级的天赋，但至少有了一项战斗天赋，是个好兆头。人物面板，玩家魏轩，等级2级75200，力量37，精炼匕首+6，敏捷38 ，F 级天赋超强速，体力35，精神42，本命天赋完美提炼，战力3星，凶险与机遇并存。这句话说的一点没错，刚才这波战斗不仅让自己提升到了2级，战力也达到了3星。魏轩忽然喜欢上了这种感觉。不过正当他沉浸在喜悦当中时，公告：恭喜玩家周恒将等级提升到2级，4维属性+10。公告：恭喜玩家王志凯完成了新手初步考核，4维属性+5。聊天频道，你们都好厉害啊，不是升2级的就是完成考核的，这才过去1个小时呢，一共就2个小时，不抓紧怎么行？我刚杀完第3只恶鼠，腿受伤了，好难啊！谁能来救救我？公告不是说了吗？这个初步的新手考核只能自己完成，而且每个村庄都有屏障，完成考核前根本找不到，自己也出不去。我粗略看了一下，目前已经有50多人完成了考核，300多人升到了2级，难受啊！魏轩皱眉，刚才他忙于战斗，错过了不少公告，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人都升到了2级，甚至有50多人直接完成了考核。不过转念一想，魏轩就释然了。虽然他能不断提炼属性，但毕竟起步就低，不说别的，就说天赋方面，至今他才获得一个 F 级超强速天赋，而很多人从一开始就有战斗天赋，包括那些初始战力就是2星乃至3星的，恐怕也有。这些人比他快，完全说得过去。目前升到2级的，应该都是觉醒了D级或1级天赋的人，不过他敢肯定，这些人的战力很多都也只是2星，而他因为能提炼属性，所以如今的战力是3星，甚至这种差距会越拉越大。净化村庄，魏轩收起思绪后，就在任务道具中点击了净化之泉。嗡，一道光柱冲天起，随即从村庄上空散落。光芒所到之处，村庄内的阴暗气息渐渐消失，
恭喜您完成新手初步考核，获得4维属性+5。提示1：这座村庄将会成为您的领地，目前有屏障保护，没有您的同意，谁都无法进入，但3天后屏障将会消失。提示2：村庄对您以后的发展十分重要，后续开启建设功能，到时可对村庄进行建设。提示3： 50分钟后将会公布新手2次考核，您可提前出村击杀凶兽，提升等级。居然还有2次考核！魏轩环顾了一下村庄，虽然没了阴暗气息，但依旧破烂不堪，还需要重新建设。但现在建设功能还没放开，那就先按照主宰提示为2次考核做准备吧。升级变强势，绝对的关键。心想间，魏轩快步向村边走去。第4章超狂感天赋。村边确实有一个透明屏障，将整个村庄笼罩在内。不远处则是茂密的丛林。魏轩来到屏障前，伸手探去，屏障如水波一样泛起涟漪。看来完成初步考核后，确实可以离开村庄。魏轩不再犹豫，走出屏障，很快便进入到了茂林的丛林。这时，主宰提示响起，提示：新手丛林1至2级凶兽区，凶兽种类有獠牙野猪、驯影雕、灵獾、柴虎等。新手丛林内树木参天，杂草也有1米多高，阳光只能通过树叶之间的缝隙照射进来，使得这片丛林昏暗且诡秘，仿佛原始森林。魏轩手握精炼匕首，谨慎前行。没多久，一只凶兽从侧面向魏轩袭来，魏轩心头一惊，赶忙躲闪。稳住身形后，魏轩看清了那只凶兽，竟是一只巨大的獠牙野猪。这野猪通体漆黑，比灵阶恶鼠大了至少10倍不止，光两边的獠牙就有1尺多长。魏轩试图查看这獠牙野猪的属性和战力，但却失败，暂未获得洞察类技能，无法查看。好吧，之前能查看恶鼠的属性和战力，想来应该恶鼠是任务凶兽。来吧，既然无法查看，魏轩索性就全力战斗。这时，那獠牙野猪发出一阵怪叫，再次向魏轩扑来。魏轩不敢怠慢，身形一动，躲过獠牙野猪的一扑，同时手中匕首狠狠划在了野猪背上。然而，这大家伙皮糙肉厚，匕首只在野猪背上留下一道很浅的血痕，基本没造成什么伤害。我靠！魏轩有些懵逼，他手中的匕首还是精炼匕首，如果换成提炼前的普通短匕，恐怕连血痕都留不下。这时，獠牙野猪发出的叫声更加剧烈，显然魏轩在他身上划了一下，把他惹恼了，于是更加疯狂地对魏轩展开攻击。好在魏轩目前有超狂速天赋，在速度上占有绝对优势，每次到也能躲过獠牙野猪的攻击。但很快，魏轩就感觉有些累了。獠牙野猪身上虽然被魏轩又划破了好几道，可攻击依旧疯狂。凶兽果然体质强横，此刻魏轩处于弱势，得赶紧想办法将这只獠牙野猪击杀才行，否则等体力再消耗一些，他迟早得被这只大家伙杀死。魏轩一边与獠牙野猪缠斗，一边在脑海中快速想着击杀这大家伙的方法。噗呲，魏轩又一次划在獠牙野猪身上。惊喜的是，这次的伤口很伤，野猪的叫声也透出些许疼痛。咦？魏轩定睛一看，原来这次划破的位置是獠牙野猪的腹部。腹部是要害，这一发现让魏轩信心倍增。只不过獠牙野猪的腹部受过一次伤后，似乎长了记性，哪怕在攻击时也不给魏轩刺杀他腹部的机会。魏轩暗暗着急，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于是心中一动，既然不让攻击腹部，那就攻击其他地方。此刻野猪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保护腹部上，所以魏轩找准机会，狠狠将手中的匕首刺在了獠牙野猪的双眼上。其他地方皮糙肉厚，但眼睛可是绝对的脆弱点，虽然不会致命，却可以失去很大的战斗力。被刺破眼睛，獠牙野猪发出痛苦的叫声，疯狂向后退去。魏轩趁此机会连忙提速追上，身形仰躺，手中匕首精准地刺在了野猪的腹部。噗呲，鲜血四溅，獠牙野猪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后一命呜呼。击杀獠牙野猪，获得能量加15。呼，没想这里随便一只凶兽都这么强。魏轩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这可比变异恶鼠厉害多了。当然，主要也是他现在没有力量天赋，如果有的话，刚才肯定能攻破獠牙野猪的皮糙肉厚。心想间，魏轩来到獠牙野猪的尸体旁，发动完美提炼。提炼獠牙野猪成功，获得力量加8。不错，力量又提升了8点。魏轩稍稍调整了一下状态，继续在这片新手丛林中寻找凶兽。有了刚才击杀獠牙野猪的艰难，魏轩前行时更加小心。要知道，这片丛林里的凶兽分1至2级，尽管他现在的战力是3星，可一旦遇到强大的凶兽就麻烦了。初步判断，想要在这片新手丛林有一定的安全保障，战力至少得达到4星才行。心想间，魏轩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兽吼及打斗声。
紧接着又是啊的一声惨叫。有人！魏轩心中一动，在他之前有50多人都完成了初步考核，甚至现在更多，想来这些人目前都在这片新手丛林中。这样想着，魏轩顺着打斗声而去。没多久，当魏轩微微拨开一片杂草后，便看到有2人正在与一只獠牙野猪战斗，还有一人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样子，显然刚才的惨叫就是这人发出的。砰砰砰！此刻那2人与獠牙野猪的战斗接近了尾声，随着其中一人爆发出天赋，狠狠将普通短笔刺在了獠牙野猪的腹部。终于杀了！那2人松了口气。不过看他们狼狈的样子，显然刚才经历的是一场恶战，尽管最终将獠牙野猪击杀，但獠牙野猪也让他们受了伤，甚至还有一人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李阳，李阳！2人上前叫了几声，但那人伤势太重，最后脖子一歪，彻底死亡。公告：玩家李阳被1级獠牙野猪击杀。唉，那2个叹了口气。算了，凶兽太难对付，我们赶紧再去找更多人组多吧，人多力量大。很快，那2个离开了此地。魏轩确定四周安全后，这才走了出来。看来这新手丛林中的凶兽确实很强。要知道，刚才这3人可都是提前完成初步考核的，即便这样，也是2人受伤，1人阵亡。甚至在这短短时间内，于这新手丛林中阵亡的人不止李阳，只是他没看公告而已。提升实力吧。魏轩不再多想，径直走到獠牙野猪旁，发动完美提炼。提炼獠牙野猪成功，获得力量加9。可以，这种简陋的感觉很好。魏轩笑了笑，正准备离开时，忽然顿住脚步，目光停留在死去的李阳身上。凶兽可以提炼，那人呢？想到这里，魏轩又走到李阳的尸体旁，将手放在了上面。提炼李阳成功，获得1级天赋超狂感。果然可以。魏轩大喜。虽然超狂感并非战斗天赋，但精神却可以翻4倍，可以有很好的探知能力。这样一来，如果有危险，就能提前发现。最重要的是，他验证了自己的天赋能够对人进行提炼。提炼凶兽大都只能提炼出属性，只有变异或一些特殊凶兽身上才具备血脉天赋。不过人不同，基本都有天赋，所以只要提炼，天赋必然会有。想到这里，魏轩的脑海中忽然涌起一个计划。第5章2次考核。魏轩没有急着再去找凶兽击杀，而是找了个安全的位置，打开聊天频道。什么情况？为什么好多提前完成考核的都被凶兽击杀了呀？操！别提了，你们先完成初步考核就知道了。完成初步考核后，就能前往新手丛林杀怪了。但说实话，新手丛林里的凶兽简直不是恶鼠能比的。啊？那咋办呀？我杀恶鼠都很吃力。呜！组队！大家组队吧，人多力量大。对，一个人在新手丛林杀怪太危险了。兄弟，你在哪里？我去找你组队。妈的，刚杀死一只驯影雕，差点没去见我祖宗。坐标302、104，速来。好，离得挺近的，我这就去。操，我也得赶紧完成初步考核，然后找你们组队杀怪。别说了，初步考核的时间只有15分钟了。一时间没完成初步考核的都不说话了。时间有限，想要不被抹杀，必须得完成初步考核。至于那些已经完成初步考核的，则在聊天频道组起了队。游戏光屏上有个小地图，只要一报坐标就可以知道对方的位置。魏轩大概看了一下，除了那些已经阵亡的人，目前完成考核的有500多人。也就是说，现在新手丛林有500多人都在互相组队。魏轩找了个离自己比较近的小队位置，暗中赶了过去。他想先捡漏，猥琐发育一波。尽管他现在有单独击杀凶兽的能力，但多少还有些吃力，所以先积攒一下实力就很关键。没多久，魏轩终于赶到了那支小队所在的位置，共有7人，5男2女。除此之外，地上还有4具尸体，2人2兽。哎，如果我们早到的话，他们2个可能就不会死了。没办法，刚才我们5个人对付这2只凶兽简直太难了。我们3个现在还活着，真的是幸运。走吧，先找个地方恢复一下伤势，然后我们7人再去刷怪升级。7个人就有很大保障了。魏轩大概明白了，显然刚才有5个人在击杀2只凶兽，但有2人丧命，后来又有4人加入，成功将这只凶兽击杀。当然，这跟魏轩无关，他目前要做的就是捡漏。于是等那7人走远后，魏轩先是来到那2只凶兽旁，是2只灵獾。灵獾通体有灵，像是披了个鳞甲一样。魏轩将手按在灵獾的尸体上，发起提炼天赋。提炼灵獾成功，获得体力加8。提炼灵獾成功，获得体力加9。果然，魏轩猜的没错。这新手丛林里的4大类型凶兽，獠牙野猪代表力量，灵獾代表体力。
不出意外的话，从驯影雕身上应该可以提炼出速度。而柴胡就是精神，获得17点体力，防御增强了不少。魏轩满意间，又来到那2具人类尸体旁进行提炼。提炼无强成功，获得 F 级天赋超强力；提炼正聪成功，获得 F 级天赋超强感。检测到你已具备1级天赋超强感，正在与 F 级天赋超强感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精神天赋进化为 D 级超玄感。恭喜，您的精神天赋融合进化时觉醒了技能灵眸。灵眸远视、夜视，查看万物本质。哈哈，居然能自动进化，还觉醒了技能。魏轩惊喜不已，赶忙打开人物面板。玩家魏轩，等级2级90200，力量69 F 级天赋超强力，精炼匕首+6，敏捷43 F 级天赋超强速，体力57，精神47 D 级天赋超玄感，本命天赋完美提炼，技能灵眸，战力5星，只根据4维属性评定，不计入天赋、技能、装备等。魏轩正沉浸在喜悦当中时，忽然主宰公告响起。公告：新手初步考核结束，43名玩家未完成，抹杀。只见公告视频中，那些未完成考核的人一脸恐慌地化为粉末。公告：996区目前在线人数为826人，都可以前往新手丛林击杀凶兽进行升级。现已开启新手2次考核，考核内容将等级提升至7级，考核时限3天，考核奖励开启村庄建设频道，考核失败抹杀。3天升7级，这考核很艰难啊！如果能组起一支好的队伍，倒也不是完不成。反正一个人是很难的，除非像陈岩和慕宁雪2位大佬一样，觉醒的是 C 级元素天赋。有道理。陈岩慕宁雪2位大佬，求带啊！你想啥呢？组队击杀凶兽是要分经验的，2位大佬明明能单独击杀凶兽，没道理再找个拖油瓶分经验啊！也是，那就只能找地级大哥们组队了。魏轩关闭聊天频道。3天升7级，对大部分人来说确实很难，但如果能加入一支好的队伍，倒也可以完成考核。不过魏轩不准备组队，一来他现在有单独击杀凶兽的能力，二来他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具体是什么天赋。现在我力量、速度、精神都有天赋，就只差体力了。魏轩暗暗想着，只要再提炼出一种体力天赋，那在这新手丛林就没什么弱点了。看了眼地图，魏轩朝新手丛林深处走去。想要升级，必须得击杀凶兽获得能量，所以得找凶兽比较多的地方刷怪才行。至于捡漏计划，就只能随缘了。不过机会挺大的，毕竟现在有800余人都在这新手丛林中。除此之外，魏轩也抽空研究了一下新手丛林的地图，发现獠牙野猪、驯影雕、林欢、柴胡都有专属区域。比如獠牙野猪区域，基本出没的都是獠牙野猪。当然，新手丛林也并不止这4兽，只是这4兽的数量比较多而已。事实上，还有一些其他凶兽存在。先去獠牙野猪区域吧。魏轩此刻的位置离獠牙野猪区比较近，于是便朝野猪沟走去。他的完美提炼天赋是有限制的，同一种类凶兽不能频繁提取，所以他想着等提炼獠牙野猪有了限制，再去其他凶兽区。4维属性他得都提炼到满才行。这样想着，魏轩很快便来到了野猪沟边缘。第6章力量满额。野猪沟是一片巨大的山沟，时而能听到獠牙野猪的怪叫声。魏轩没犹豫，径直走向野猪沟。大概2分钟后，第一只獠牙野猪向魏轩袭来。獠牙野猪1级凶兽，战力3星，果然可以查看凶兽属性了。魏轩刚才尝试用灵眸查看了一下眼前的獠牙野猪，的确有效，毕竟灵眸能查看万物本质。此刻獠牙野猪扑了个空，再度向魏轩冲来。不过现在魏轩有了超强力天赋，战力也达到了5星，对付这只战力3星的獠牙野猪不在话下。不到3个回合便将其击杀。击杀獠牙野猪获得能量+15，提炼獠牙野猪成功，获得力量+8。魏轩继续前行，很快再次遇到2只獠牙野猪。不愧是野猪沟，这里獠牙野猪出没的确实频繁，现在居然一次出现了2只。不过魏轩并不畏惧，只是多了几个回合，便再次将2只獠牙野猪击杀。击杀獠牙野猪获得能量+15，击杀獠牙野猪获得能量+15，提炼獠牙野猪成功，获得力量+8，提炼獠牙野猪成功，获得力量+9。继续。没多久，魏轩遇到了2具人类和1只獠牙野猪的尸体，除此之外还有2具活着的獠牙野猪，不过其中1只已经重伤。意外惊喜！魏轩欣喜间身形一动，挥动手中的匕首，很快便将那2只獠牙野猪击杀。击杀獠牙野猪
获得能量加16，击杀獠牙野猪，获得能量加17，提炼獠牙野猪成功，获得力量加8，提炼獠牙野猪成功，获得力量加8，提炼獠牙野猪成功，获得力量加9，提炼王明成功，获得 F 级天赋超强体，提炼孙成成功，获得 F 级天赋超强力。检测到你已具备 F 级天赋超强力，2次超强力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超强力进化为1级天赋超狂力。不错。魏轩欣喜间，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灵眸远视，竟是一支8人小队，5男3女。魏轩的战力虽然不断在飙升，但还没达到能和8人小队对抗的程度，尤其是还有地级天赋的强者存在。眼看8人小队向他这里赶来，魏轩快速躲了起来。很快，8人小队来临，为首的是一名青年。魏轩用灵眸查看对方属性：人类楚青云，等级2级，力量38，普通短笔加2，敏捷36，体力35，精神36，天赋地级超旋力，战力3星。果然是地级强者，不过这4维属性，魏轩暗暗在心中吐槽。同样是2级，他的力量现在都破100了，最差的敏捷属性也达到了43，可这楚青云都才30多。不过想想也是，其他人基本只能通过升级来提升4维属性，但他却能从凶兽身上直接提炼属性，自然不能比。此刻楚青云等人来临后，一眼便看到了3具獠牙野猪的尸体，其中一名长腿美女更是瞪大了美眸，惊呼道：怎么都死了？你们不是说这里的2只獠牙野猪有1只重伤了吗？不知道啊。听到他们的对话，魏轩明白怎么回事了，肯定是之前有几人在这里对付3只獠牙野猪，最后虽然击杀1只重创1只，但也阵亡了2人，因此其他人只好去搬救兵，于是找到楚青云他们，想来将重创的獠牙野猪击杀，结果被捡漏了。楚青云说道：该死，哪个小队这么缺德啊？哎，真倒霉，重创1只獠牙野猪挺不容易的。是啊，寻找凶兽也比较麻烦，数量太多不好对付，单独1、2只经验又太少，难啊。魏轩也是感慨，如果他没有完美提炼天赋的话，恐怕现在也和他们一样，只能组队击杀凶兽，但组队的人数越多，获得的能量就越少。不说别的，就拿这8人小队来说，必须一次性击杀8只凶兽，才能合到1人1只凶兽的能量，甚至还不到，因为队长会分的比较多。总之，组队其实并不划算，人多更不划算，但对很多人而言却是无奈之举。魏轩收起思绪，没再去管楚青云的8人小队，而是悄悄离开了。一路前行，魏轩所过之处，凡是遇到的獠牙野猪，渐渐可以做到秒杀了。如今他有1级力量天赋超狂力， F 级敏捷天赋超强速， F 级体力天赋超强体， D 级精神天赋超悬感，尤其是力量属性更是破100，秒杀这新手丛林里的1级凶兽，轻而易举。击杀獠牙野猪，获得能量加15，击杀獠牙野猪，获得能量加16，提炼獠牙野猪成功，获得力量加8，提炼獠牙野猪成功，获得力量加9，提炼獠牙野猪失败，同类型凶兽无法频繁提炼。獠牙野猪提满额了。魏轩打开人物面板，玩家魏轩，等级2级196-200，力量139， 1级超狂力，精炼匕首加6，敏捷43， F 级超强速，体力57， F 级超强体，精神47， D 级天赋超悬感，本命天赋完美提炼，技能灵眸，战力7星。就在这时，主宰公告再次响起，公告玩家楚青云将等级提升至3级，成为第20名达到3级的玩家。公告3级玩家已有20名，现开启榜单频道，只包含996新手区的玩家。公告等级奖励现已开启，首位达到7级者奖励黄金宝箱 X1， 第2名奖励白银宝箱 X1， 第3名奖励青铜宝箱 X2， 第4名到第10名奖励青铜宝箱 X1， 第11名到100名奖励黑铁宝箱 X1。 提示：开宝箱可获武器、装备、药物、技能、珍兽等物品。宝箱等级分为黑铁级、青铜级、白银级、黄金级、紫金子、钻石级、史诗级、神级。此公告一出，所有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第7章魔化野猪。魏轩打开榜单频道，第1名穆宁雪4级，第2名陈岩4级，第3名萧晨3级，第4名柳烟3级，第5名王志凯3级，
第6名周恒3级，第7名不凡3级，第8名方文3级，第9名杨云峰3级，第10名宋子宁3级，第36名魏轩2级，强者还是蛮多的。魏轩在心中感慨，不过他排在第36名只是暂时的，目前他的等级是2级，196-200，随便再杀一只凶兽就能达到3级。最重要的是，他之前是以猥琐发育为主，但那些 C 级 D 级天赋以及本身4维属性就比较强的，从一开始杀怪的速度就很快。然而现在不同了，他杀怪的速度比之那2个 C 级元素天赋的都要猛。总之，黄金宝箱，他势在必得。聊天频道，哎，不愧是 C 级大佬，都4级了。前2名就别想了，肯定是2位 C 级大佬的。不对啊，觉醒 C 级天赋的不是有3位吗？另一位怎么没进啊？谁知道呢？也不冒个泡，没准是飘了，然后就阵亡了也说不定。就目前来看，穆大美女和陈岩大佬霸占前2是肯定的，至于第3，排在前10的应该都机会争夺，毕竟都是地级大哥。是啊，我们就想办法进前100，得个黑铁宝箱吧。要个鸡毛宝箱，我只想安安稳稳的在3天内升到7级，完成2次考核。这话说的没毛病，不被抹杀就是王道。魏轩关闭聊天频道，开始向驯影雕区域赶去。獠牙野猪已提炼满额，现在该去提炼驯影雕了。不过魏轩没走多长时间，就感知到前方有战斗波动。灵眸远视，只见前方有3人正在与一只凶兽战斗。为首的青年魏轩认识，正是觉醒了 C 级火焰天赋的陈岩。另外2人则是2个腿长腰细的妹子，颜值也很哇塞。这2个妹子魏轩也认识，是分别排在第4名的柳烟和排在第8名的方文。没想到陈岩居然在带妹。不过眼下跟他们战斗的凶兽却并非獠牙野猪，确切的说并非普通的獠牙野猪，而是身形大了3-4倍，獠牙足有2尺多长，且是血红色，眼睛也是冒着血光，背部更是有一片血刺。咦，这只獠牙野猪难道变异了？魏轩赶忙用灵眸查看。凶兽獠牙野猪，魔化，等级1级，战力5星，特性狂暴嗜血，技能血刺，爆率1%。魔化凶兽，魏轩还是第一次遇见魔化凶兽，不知道是什么鬼，但看其属性应该十分厉害。战力达到5星，而且还具备技能，甚至还有爆率。说实话，魏轩有些感兴趣，于是一边观察陈岩他们与魔化野猪的战斗，一边暗暗靠近。只见陈岩与魔化野猪正面战斗，柳烟和方文在侧面夹击。1-2，文文，你们别怕，有我在，你们不会有事的。陈岩战斗间对柳烟和方文说道。不得不说，那样子还挺装逼的。然而话刚说完，魔化野猪便已临近。我靠！陈岩大惊，身形速退。紧接着一道火焰在他手中释放，直击魔化野猪。轰！火焰将魔化野猪包裹。1-2，文文，快！陈岩大声提醒。柳烟和方文反应过来，一左一右冲向魔化野猪，准备攻击其腹部。但魔化野猪岂是普通獠牙野猪能比？就在他们靠近魔化野猪时，魔化野猪发出一声狂暴的吼声，继而身体一抖，将其包裹的火焰消散。紧接着横冲直撞，将柳烟和方文撞飞。2位美女跌在地上后，唇边溢出鲜血。好强！陈岩心头再惊，再次催动火焰攻击魔化野猪。轰轰轰！随着一道道火焰燃烧，魔化野猪的吼声渐渐带有痛苦。显然，陈岩的火焰对其造成了伤害，但并不致命。很快，魔化野猪似乎怒了，越发狂暴。其身上泛起红光，下一秒便形成一道道血刺。嗖嗖嗖！3道血刺直奔陈岩3人。陈岩他们都算得上强者，大惊时迅速躲闪，但还是被血刺划伤手臂。陈岩，你的火焰能对他造成伤害，再释放几次他就不行了。柳烟捂着受伤的玉臂冲陈岩喊道。但这时陈岩有些尴尬，不行啊，我虽然觉醒了火焰天赋，但不能一直持续释放。魏轩撇了撇嘴，原来元素天赋也不是无敌的，似乎有冷却时间。那怎么办？方文看着有些慌。跑吧，我殿后。陈岩说着，再次用尽全力于手上凝聚出一道火焰。柳烟和方文略微犹豫了一下，便转身逃去。虽然心有不甘，但小命要紧。这时陈岩也将火焰释放，击中魔化野猪后身形暴退，逃之而去。魏轩眉头一皱，这3人说逃就逃啊，逃跑的方向还是他这里。果然，陈岩带着柳烟和方文很快便发现了魏轩。兄弟，你在这里做什么？陈岩顿住脚步，看着魏轩问道。没什么，拉屎来着。
魏轩随口说道。呸！柳烟清脆一声。你一个人？方文问道。魏轩点了点头。能活到现在，真算你命大。陈岩提醒道。不过你别再往前去了，前面有只不一样的獠牙野猪，很强，你去了肯定直接送命。没事，我得赶紧升级，到此。魏轩向陈岩三人一抱拳，赶忙向魔化野猪的方向跑去。唉，柳烟和方文想叫住魏轩，但魏轩已经跑远了。升级也得要命啊，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柳烟说道。又要死人了，唉。方文叹了口气。陈岩摇了摇头，算了，我们救不了他，还是先找个地方疗伤吧。柳烟和方文点了点头，与陈岩一起快速离开。没多久，他们三人找到一片隐秘的山洞，开始坐下来止血疗伤。然而就在这时，一条公告响起。公告：玩家魏轩击杀1级魔化野猪，猎魔值+5。公告：恭喜玩家魏轩成为首个猎魔者，成就+1。提示：成就点10分难得，达到10点成就为中级新手，50点成就为高级新手，100点成就为顶级新手。提示：每次突破成就都可获得主宰赐福。这一刻，陈岩他们三人都懵了。第8章血刺治疗。山洞内，陈岩、柳烟、方文三人面面相觑。魔化野猪，不会是我们遇见的那只吧？方文猜测道。陈岩皱眉，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遇见的那只獠牙野猪那么厉害，连我都不是对手。可是，柳烟迟疑了一下，说道：我们逃离时遇见的那个人就是魏轩。你怎么知道？方文问道。看榜单玩家头像。陈岩和方文赶忙打开等级榜单，果然在第23名看到了魏轩，头像都是真人，的确是他们之前逃离时遇见的。三人更是傻眼，这怎么可能？他一个人就击杀了那只魔化野猪。陈岩有些难以置信，柳烟和方文俏脸有些红，想到他们刚才说魏轩不知天高地厚，真是打脸。聊天频道，魔化野猪什么鬼？感觉魏轩大佬玩出了新高度啊！魏轩大佬也升到3级了，之前排名还在36，现在已经是23了，牛逼，好羡慕。其实正常吧，遇到一只罕见的凶兽，在其他人的配合下击杀，根本没什么。对，如果我们遇见，应该也能击杀，到时多获得一些能量，升到3级，排名也能跳一波。你这么分析，似乎也没毛病。确实，没人知道魔化野猪到底有多厉害，更没人看到魏轩是单独击杀魔化野猪的。不过下一秒就有了一则主宰提示。提示：同等级凶兽除了普通级外，还有变异级、头目级、统领级等，如果被魔化，实力将会更强，很难对付。不是吧？魔化凶兽似乎很特殊啊。照这么说，我们现在机遇到的都是普通凶兽。操！普通凶兽都这么难对付，那要是遇到变异级、头目级、统领级这些，岂不是要芭比 Q 了？如果再被魔化，天哪，恐怖如斯！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吧，毕竟大部分都是普通级的凶兽，变异级的都很少，更不用说头目级、统领级乃至被魔化的了，估计十分稀少，很难会遇到。可是那个魏轩就遇到了被魔化的啊，运气好罢了，估计10来个人费了好大力气把那只魔化野猪弄死吧。应该是，毕竟那魏轩的排名之前才36，现在也只不过23。尽管有了主宰提示，但很多人还是觉得被魔化的凶兽只要人多就能对付。即便是陈岩、柳烟、方文三人也后知后觉的以为那只魔化野猪已经被他们打残，而且肯定有人帮助魏轩了。当然，魏轩并不关心这些，此刻他正一脸兴奋地收获着击杀魔化野猪后的奖励。击杀魔化野猪获得能量+28，击杀魔化野猪获得猎魔值+5。恭喜您成为首个猎魔者，成就+1。恭喜您晋升至3级，4维属性+20。一道道光芒自魏轩头顶落下。说来他也是捡漏，那只魔化野猪确实被陈岩他们打残了，但没办法，陈岩他们受了伤，即便是伤残的魔化野猪也足够让他们阵亡，所以他们选择了逃离，反而最后被魏轩收割了。当然，即便魔化野猪没被打残，魏轩也有信心击杀魔化野猪，毕竟此前他的战力已然达到7星，而且4维天赋都有，力量属性更是破百。只是相对来说，魔化野猪还有血刺技能，如果没被打残的话，击杀起来比较困难罢了。可被打残后不一样，没几个回合，魔化野猪便就被他击杀。此刻魏轩来到魔化野猪的尸体旁，发动完美提炼。提炼魔化野猪成功，获得技能血刺。魏轩将血刺技能融合后，了解到了血刺技能的信息，无非是凝血成刺，可以将血刺激发出去，也可以覆盖在身体上，形成血刺铠甲。当然，这个技能也有一定的限制，就是消耗血液，
所以一般情况不能乱用。还不错，多了一种手段。魏轩还算满意，打开了人物面板。玩家魏轩，等级3级24400，猎魔者1级5100，成就初级新手1/10，力量159， 1级超狂力，精炼匕首加6，敏捷63 F 级超强速，体力77 F 级超强体，精神67 D 级天赋超悬感，本命天赋完美提炼，技能灵眸血刺，战力8星。果然多了猎魔者和成就数据，猎魔值应该是击杀被魔化的凶兽后可以获得，至于成就似乎极其珍贵，相对较难获取。魏轩也没再过多思索，而是快速向驯影雕的区域走去。驯影雕所在的区域和野猪沟是挨着的，以魏轩目前的速度，不到15分钟就已到达。击杀驯影雕获得能量加15，击杀驯影雕获得能量加14。以魏轩现在的战力，凡是遇到的驯影雕直接秒杀。收获一大波能量的同时，也不断提炼着敏捷属性。提炼驯影雕成功，获得敏捷加8；提炼驯影雕成功，获得敏捷加7。大概20分钟后，魏轩遇到一具人类尸体。提炼沈风成功，获得 F 级天赋超强体。检测到您已具备 F 级天赋超强体，2次超强体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超强体进化为1级天赋超狂体。恭喜，您的体力天赋融合进化时觉醒了技能治疗。可以。魏轩看了下，目前除了速度天赋还是 F 级外，力量和体力天赋都达到了1级，精神天赋更是达到了D 级。尽管他现在的战力是8星，但配合4维属性天赋以及血刺技能，至少能和10星的普通凶兽战斗。不过刚才有主宰提示，同等级的凶兽又分好几个等级，除了普通级外，还有变异级、头目级、统领级等。级别高的凶兽就得另说了，比如那只魔化野猪，虽然战力显示5星，但却有血刺技能，所以绝不止有5星战力。假如是被魔化的变异獠牙野猪，即便他此前的战力已经达到6星，也不可能是对手。当然，高级别的凶兽一般都有天赋和技能，甚至还有暴率。如此一来，那些高级别的凶兽对他而言未尝不是一种福利，前提是他得实力过硬。魏轩思索间也没有停止寻找驯影雕进行击杀。大概10分钟后，魏轩又击杀了一只驯影雕，然而刚提炼完就遇到了一支小队。第9章顺影。这支小队魏轩见过，正是以地级强者楚青云为首的那支，不过之前是8人，现在只剩下了7人。说起来，他之前还无意捡了对方的漏。不过楚青云他们并不知道，见魏轩独自一人，忍不住问道：“兄弟，你一个人？”魏轩点了点头。一个人能活到现在不容易啊。小队里的一名长腿美女俏眸流转，笑道：“看你长得不赖，加入到我们小队吧。”没错，赵永川刚才阵亡了，正好让他补上。另一名掐着纤细柳腰的美女也提议道：“这哪是看长相的，得用实力说话好吗？如果他实力不行，只会成为我们小队的拖油瓶。”楚青云点了点头，看向魏轩：“兄弟，你现在是什么等级？报一下你的4维属性和天赋吧。差不多的话，我们就让你加入我们小队。”“谢谢，不用了。”魏轩果断拒绝，然后顺着楚青云的后方快速离开。楚青云这支小队刚死了个人，离这里肯定不远，他得去提炼一下。哼，真是个呆瓜。看着魏轩离去的背影，长腿美女气得跺了跺脚。这人是要当独行者呀？不怕实力低位，就怕作死。哎，等等，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人有些脸熟？咦，我也发现了，好像在哪里见过。很快，我想起来了，他不就是那击杀魔化野猪的魏轩吗？还真是。有人一拍大腿，赶忙查看排名榜单上的头像，果然是魏轩。这魏轩居然是独行者，那魔化野猪岂不是他一个人击杀的？7人目瞪口呆，只觉得大脑有些凌乱。也就这时，公告响起：公告，玩家庞迅被魔化林欢击杀。公告，玩家严永康被魔化林欢击杀。公告，玩家劳俊峰被魔化林欢击杀。提示：此5人是一支小队。负面。聊天频道炸了，魔化凶兽这么厉害的吗？真特么的，5人小队直接负面。之前的魏轩是怎么击杀魔化野猪的？有地级大哥带吗？谁跟魏轩一个队？冒个泡吧。就在众人纷纷好奇魏轩到底和谁一队时，楚青云那支小队里的人终于说话了：“大家都别猜了，魏轩是位独行者。没错，我们刚遇到了魏轩，的确是一个人，本来还想让他加入我们小队呢，但人家没同意。”这个消息一出，聊天频道再次炸锅。什么？
独行者，这怎么可能？不是吧？魔化凶兽那么厉害，连5人小队都对付不了，魏轩一个人怎么可能击杀？方文应该就是魏轩一个人击杀的。柳烟，我们之前也遇到过他，的确是一个人。陈岩，之前我跟柳烟和方文对付过魔化野猪，差点没阵亡。魏轩击杀的那只，应该就是我们对付的那只。虽然那魔化野猪受了伤，但战力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不然我们3个也不会逃。陈岩3人组的信息再次让所有人都惊呆。我滴个大草！连陈岩大佬加上排名第4和第8的柳烟与方文都对付不了魔化凶兽，我真的想不通，魏轩到底是怎么一个人击杀魔化野猪的？陈岩，我特么也想知道啊，简直难以置信。魏轩到现在不是才排名第23吗？不对，我看了一下，魏轩现在排第12了。什么？就这么一会儿，连跳11名？还真是！所有人都震惊了，纷纷猜测魏轩很有可能就是那位隐藏的 C 级大佬。不过魏轩并没有在聊天频道冒泡，毕竟聊天就代表着浪费时间。此刻，他顺着遇见楚青云小队的方向一路前行，很快便找到了那名阵亡之人。只是当魏轩看到那具尸体后，不禁唏嘘，因为对方的尸体已经不完整了，明显是被凶兽啃食过，难怪很少遇见尸体。其实魏轩一直都有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这新手丛林中有数百人都在击杀凶兽，肯定有一些已经阵亡了，但魏轩却很少遇到阵亡的尸体。现在看来，一是新手丛林比较大，数百人都分散了；二是即便有人阵亡，也会被凶残的凶兽啃食掉，包括被击杀的凶兽也是，保不准也是被同类吃了。拿眼前这具尸体来说，恐怕他再晚些过来就会被凶兽全部吃光。算了，提炼人的尸体还是随缘吧。魏轩收起思绪，还是来到那具尸体旁，尝试发动提炼。提炼将然成功，获得 F 级天赋超强速。检测到你已具备 F 级天赋超强速，2次超强速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超强速进化为1级天赋超狂速。恭喜，您的敏捷天赋融合进化时觉醒了技能瞬影，成功了。魏轩欣喜，本来还以为这么不完整的尸体会提炼失败，没想到居然可以，而且又觉醒了一种技能。至此，他的力量、敏捷、体力天赋都达到了1级，精神天赋更是达到了D级。其中敏捷天赋觉醒了瞬影技能，体力天赋觉醒了治疗技能，精神天赋觉醒了灵谋技能。似乎每次融合都有很大几率会觉醒技能，当然也仅仅是几率大，却不是一定。拿力量天赋融合时就没觉醒技能。瞬影，魏轩尝试施展了一下瞬影技能，只见诡异的一幕出现，不远处竟又出现了一个魏轩。下一秒，2个魏轩之间出现一道残影，融入到其中一个魏轩身上。不错，这瞬影技能是一种诡异的身法，在战斗时能起到奇效。之前无论灵谋还是治疗，都只是辅助技能，并不能直接用于战斗，但这瞬影却可以。魏轩满意间，也再次开始寻找迅影雕击杀，凡是遇到皆是秒杀。大概半个小时后，提炼迅影雕成功，获得敏捷+8；提炼迅影雕成功，获得敏捷+9；提炼迅影雕失败，同类型凶兽无法频繁提炼。迅影雕也满额了。魏轩看了眼自己的敏捷属性，达到了156，可以和力量属性差不多了。之前他提炼的基本都是獠牙野猪，所以力量都破100了，但敏捷、体力、精神属性都还在60、70。现在提炼迅影雕，把敏捷属性提上来了。至于体力，得从林欢身上提炼，柴胡则是提炼精神。魏轩要的是4维属性均衡提升，只有这样自己才能没有破绽。于是魏轩又赶到了林欢的区域，再次展开了杀戮提炼盛宴。而在这期间，聊天频道也一次次的炸锅了。第10章变异火蜥。随着魏轩不断秒杀凶兽，他的排名也一直在上升。聊天频道，快看，魏轩大佬的排名到第9了。宋子杰，我被挤出前10了。魏轩大佬这是什么速度啊？排名蹭蹭往上涨，就这么说话的功夫又到第8了。啊，不是吧？为什么我看到的是第7？我滴个大槽，还真是。所有人都震惊于魏轩的上升速度。而此刻魏轩正在疯狂击杀林欢，击杀林欢获得能量+16，击杀林欢获得能量+15，提炼林欢获得体力+8，提炼林欢获得体力+9，击杀林欢获得能量+15。恭喜您升至4级，4维属性+30，升级了。魏轩笑了笑，来到刚被他击杀的林欢尸体旁，发动提炼。提炼林欢失败，同类型凶兽无法频繁提炼。林欢也满额了。魏轩看了下自己的4维属性，力量189，敏捷186，体力185，精神97。
现在就只剩下精神属性还没跟上了，只要再将柴胡提炼满额就行。那时他就得前往更高等级的凶兽地图了。毕竟新手丛林常见的四兽已经没有了提炼价值，而他的战力在这里也没有了挑战。或许更高等级的凶兽能让他有更多的收获。想到这里，魏轩快速向柴胡区赶去。聊天频道，看，魏轩大佬升到4级了，排名到第3了。这跳级速度，我特么简直服了。实锤了，魏轩肯定就是那位 C 级大佬。照这速度，恐怕很快就能赶上陈岩甚至穆大美女了吧。一处山洞内，陈岩看着榜单排名，贼特么懵逼。陈岩，你的第2好像要不保喽。方文一双美眸看向陈岩，有些打趣的意思。这魏轩真的很强。柳烟也说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陈岩像是打了鸡血一样，蹭地站起身，看向柳烟和方文。你们伤好了没？没大碍了。走，刷怪，我要特刷狂刷。陈岩板着张脸，显得很是不服。他绝不能让魏轩超越。同样是 C 级天赋，魏轩能升级那么快，他也可以。而且他还想超过穆宁雪呢。要知道，第1名的奖励是一个黄金宝箱，第2个是白银宝箱，第3名才2个青铜宝箱。总之，就算不争第1，他也得保住第2。于是带着柳烟和方文2位美女直接出了山洞。魏轩赶到柴胡区后，再次展开了杀戮。击杀柴胡，获得能量加15；击杀柴胡，获得能量加16；提炼柴胡成功，获得精神加8；提炼柴胡成功，获得精神加9。大概半个小时后，提炼柴胡失败，同类型凶兽无法频繁提炼，精神属性终于也满额了。魏轩看了下，精神属性达到了198。如此一来，4维属性基本都在同一个发展线上了。战力也有18星了，18星的战力完全可以前往更高等级的凶兽地图。魏轩打开小地图看了下，穿过柴胡区就是新手丛林深处。与新手丛林深处相连的是藏灵谷，那里都是3至5级凶兽。魏轩想了片刻，便决定前往藏灵谷。于是，一路前行，向新手丛林深处赶去。也就这时，一则公告响起：公告，玩家石坤被2级变异火蜥所杀。公告，玩家秦猛被2级变异火蜥击杀。公告，玩家叶修明被2级变异火蜥所杀。此公告一出，聊天频道所有人都慌了。变异凶兽出现了，而且还是2级的，好害怕！呜呜，恐怖如斯啊！石坤可是排名第12的地级强者呀。秦猛和叶修明他们排名也不低。不是说新手丛林只有獠牙野猪、驯影雕、林欢、柴胡4兽吗？不是只有，而是这4种凶兽占大部分，但深处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2级凶兽。咦，这次没有提示小队覆灭，应该还有人幸运吧？刚才遇见变异火蜥的有谁幸存啊？出来冒个泡，给大家说说变异凶兽到底有多厉害呗。过了片刻，一个名叫柳莹莹的女生头像跳动。我就是那个幸存者，其他4人都阵亡了。2级凶兽好厉害，变异的更恐怖，拥有地级天赋的石坤根本不是对手。我也是利用速度优势才侥幸逃脱的。哦，现在我浑身是伤，真的好害怕，谁能来救救我？带我一起组队吧，我会以身相许的。聊天频道安静了2秒，不过很快有人便说道：妹子别怕，报一下你的坐标。柳莹莹似乎很高兴，果断报出了自己的坐标402、369。你什么能来救我？我没说要救你啊。那你干嘛让我报坐标？我只是想避开那只变异火蜥而已。太特么损了。魏轩很少聊天，但随着实力不断暴涨，赶路时偶尔也打开聊天频道。此刻看到聊天频道里的内容，他顿时心中一动。坐标402、369。魏轩看了一下，刚好前往藏灵谷时路过，不禁大喜。根据柳莹莹所说，他们5人小队死了4个，其中石坤还是地级强者。如此一来，他倒可以过去提炼一番，顺便会会那只变异火蜥。以他目前18星的战力，底气倒也十足。于是加速向402、369坐标赶去。很快，魏轩就遇见了幸运女柳莹莹，身上衣服破烂，露出的雪白肌肤被鲜血所染，显然伤得不轻。一见到魏轩，柳莹莹欣喜不已：大哥，救救我！魏轩急着去提炼尸体，本来不想理会的，但柳莹莹不停呼救，魏轩只好顿住了脚步。他并非善类，但也绝非铁石心肠。虽然一路提炼了一些尸体，可那都是无法避免的。眼下既然遇见，能救便救吧，不然这柳莹莹必然会死在这里。魏轩来到柳莹莹身旁，蹲下身检查对方的伤势。咦，你是魏轩大佬？柳莹莹看清魏轩的模样后激动不已。哇塞，果然是独行者，太帅了。魏轩看了对方一眼，网红脸倒也漂亮。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动容，
而是一手按在柳莹莹的领口，一手按住其大腿，施展了技能治疗。只见魏轩的手上泛起一片绿光，很快便将柳莹莹的伤势包裹住。紧接着，柳莹莹身上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尤其是领口部位，本来被烧伤的皮肤脱落，不到半分钟便长出了新的皮肤。柳莹莹看呆了，阴唇呈 O 型。哇，魏轩哥，你好厉害啊！魏轩没理会柳莹莹，见对方身上的伤势好的差不多后，便站起身。行了，你往回走吧，这里是新手丛林深处，很危险。说完，魏轩转头就走。唉，柳莹莹叫住魏轩，魏轩哥，你带我呗，我自己一个人好害怕。不好意思，带不了。开什么玩笑，他准备去藏灵谷了，带个柳莹莹只会成为拖油瓶。眼看魏轩要走，柳莹莹果断脱掉了自己的衣服。魏轩哥，只要你带上我，晚上我就好好伺候你，好不好？不好。魏轩看了眼柳莹莹的身体，把心思用在杀怪升级上吧，实力是拼出来的，不是靠身体来换的，好自为之。说完，迅速离开。柳莹莹想跟上，但发现魏轩已经不见了。第11章烈焰刀。魏轩在坐标402、369附近开始寻找石坤等人的尸体，他也只是到这里碰碰运气，如果石坤等人的尸体被凶兽吃掉，顶多也只是浪费些时间，可要是没被吃掉，那他就能提炼出一个地级属性。魏轩一边想着，一边用灵眸四处搜索。很快，果然看到了石坤等人的尸体，不过其他人的尸体都已经稀烂，只有石坤的尸体相对还算完整，毕竟是地级强者，肯定是最后一个阵亡的。魏轩身形一跃，2个呼吸间便来到了石坤的尸体旁，果断发动提炼。提炼石坤成功，获得地级天赋木之操控。哈哈，成了！魏轩大喜，自己终于有元素天赋了。木之操控可操控草木元素，亦可分解重组各种草木，厉害啊！如此一来，他魏轩除了血刺和瞬影外，又多了一种战斗手段。接下来，魏轩又尝试对那3个稀烂的人进行了提炼，可惜都失败了。果然，如果尸体太过不完整，是无法提炼的。不过能提炼出地级天赋木之操控，已经很不错了。魏轩正满意间，忽然神情一凝，目光闪烁。下一刻，一道火焰顺着茂密的丛林向他袭来。好在魏轩反应极快，速度也非比寻常，再加上超狂速天赋，瞬间躲开。这时，一个大家伙扑在魏轩跟前。魏轩定睛一看，竟是一只蜥蜴模样的凶兽，通体赤红，像是冒着火焰一般。灵眸查看，凶兽变异火蜥，等级2级，战力10星，特性火焰、凶残、狂暴，爆率5%。果然是变异火蜥，战力居然达到了10星，不过也有5%的爆率。魏轩并不惧怕，在那变异火蜥扑来之际，身形一跃，于空中挥动精炼匕首，骤然刺向变异火蜥的背部。然而精炼匕首临近变异火蜥，其身上便冒出一团火焰，一股炽热感扑面而来。魏轩大惊，连忙收势，刚落到地上，变异火蜥又是一记甩尾，向魏轩袭来。魏轩快速拉开距离，旋即施展技能血刺。只见魏轩身上泛起一片血雾，接着凝聚成5道血刺，骤然向火蜥攻去。嗖嗖嗖！好，5道血刺落在变异火蜥身上，似乎对变异火蜥造成了一定伤势，使其发出凄厉的嘶吼，但并不致命。变异火蜥无比愤怒，向魏轩喷出一道火焰。魏轩刚用完血刺，因消耗鲜血而微微感到有所不适，此刻眼看火焰向自己袭来，不禁瞳孔一缩，第一时间使用木之天赋。只见周身树木迅速分解成无数颗粒草木元素，紧接着草木元素汇聚，形成一片幕墙，挡在魏轩身前。可变异火蜥喷出的火焰撞在幕墙上后，幕墙顿时燃烧，轰！幕墙很快被烧尽。可恶！魏轩感到有些麻烦，木属性天赋刚好被火焰克制。瞬影虽然能用，但一临近变异火蜥，对方身上就冒起火焰，根本攻不下。血刺倒是能远距离对其造成伤害，但却很难致命。如果频繁使用血刺，消耗的是鲜血，到时自己也会陷入虚弱状态。魏轩怎么也没想到，变异火蜥居然这么难对付。好，此刻变异火蜥再次向魏轩扑来，魏轩只好利用速度躲闪，同时再次挥动精炼匕首，尝试攻击变异火蜥。但这只变异火蜥似乎对危险有本能的感应，每次只要魏轩一靠近，身上就冒起火焰，让魏轩不得不退开。不过就在魏轩思考着怎么才能击杀这只变异火蜥时，忽然他看到变异火蜥身上的火焰有些弱了。咦，看来这变异火蜥身上的火焰也不是无限的。发现这点，魏轩再次疯狂攻击起了变异火蜥。果然，随着变异火蜥的身上每次都冒有火焰，渐渐的其火焰越来越弱，
一直攻击不到魏轩，让变异火蜥陷入狂躁状态。但他的火焰虽然厉害，速度却根本无法与魏轩相比。大概10分钟后，变异火蜥似乎释放不出火焰了，似乎他也明白自己被这个人类给耍了，如今处境十分魏轩，于是掉头就逃。想逃，魏轩哪能给变异火蜥逃跑的机会？嗖嗖嗖，3道血刺激荡而出，骤然刺在了变异火蜥身上。噗呲，鲜血溅，变异或许扑通倒在了地上。击杀变异火蜥，获得能量加37。恭喜您击杀变异火蜥，爆出武器烈火刀。公告：玩家魏轩首次击杀2级变异火蜥，获得成就加1。爆了，哈哈！魏轩大喜，2%的爆率，居然爆了！武器烈火刀，等级2阶，属性攻击加15%，攻速正 3%， 暴击率正 2%。终于有把像样的武器了。魏轩拿起烈火刀看了看，长5尺，通体火红，还算不错，比精炼匕首强很多。不过，魏轩目光一闪，尝试性的对烈火刀发动完美提炼。嗡！只见光芒闪烁，下一刻，烈火刀竟如解封一般，其刀身上的火红更加鲜艳，犹如闪烁着丝丝火焰一般，看着也更加锋利。提炼烈火刀成功，恭喜您获得烈焰刀。魏轩欣喜不已，只见手上多了一些褐红色的金属杂质，将褐红色的金属杂质扔掉。魏轩赶忙查烈焰刀，武器烈焰刀，等级2阶，特性释放烈焰刀气，属性攻击加25%，攻速正 6%， 暴击率正 4%， 暴击效果灼烧。厉害了，虽然还是2阶，但属性都提升了，而且还多了一种特性级暴击效果。魏轩满意的挥动了一下烈焰刀，顿时空中出现一道火红刀气，轰！刀气所过之处，树木拦腰而断，范围不小，威力很大。最重要的是，一旦出现暴击，还有灼伤效果。刚才如果有这烈焰刀，对付变异火蜥根本不用有多麻烦。总之，这把烈焰刀让他实力大增。魏轩将烈焰刀代替了精炼匕首后，便来到变异火蜥的尸体旁，发起提炼。提炼变异火蜥成功，获得力量加15%，火抗加12%。咦，居然有火抗属性！千万不要小看这12点火抗，刚才如果有这12点火抗，那他贴身攻击变异火蜥时，即便变异火蜥身上释放火焰，他也一样能将其击杀。此番击杀变异火蜥，虽然麻烦了些，但收获不错。魏轩心满意足地向藏灵谷方向赶去。没多久，前方激烈的战斗声让魏轩顿住了脚步。第12章穆宁雪聊天频道，魏轩大佬居然击杀变异凶兽了，而且还是2级的。不久前，石坤等人就是被2级变异火蜥击杀的，结果魏轩大佬一个人就把2级的变异火蜥给挑了，简直太厉害了，真是不能比啊！我击杀一只普通的獠牙野猪都感觉很困难。哎，魏轩大佬又获得了一点成就，要是能跟着魏轩大佬混就好了。众人既震惊又感慨。魏轩却没水聊天频道，此刻他悄然来到战斗声处，只见一名美女正在和一条硕大的蟒蛇对抗。那美女身着白裙，即便在这丛林中也依旧一尘不染，白皙匀称的笔直长腿，纤细的柳腰，领口的紧绷，无不栓饰着诱人的身材。美女的脸蛋儿也很漂亮，瓜子脸，杏目阴唇，只是看着有些冷艳。穆宁雪，魏轩认识对方，正是等级排名第1的穆宁雪，人类穆宁雪，等级4级，力量97，敏捷98，体力95，精神96，武器寒风剑，天赋 C 级寒冰操控，战力9星。咦，这娘们儿不简单啊！魏轩暗暗分析。一般来说，1级升到2级加 10.4 为属性，2级升到3级加 20.4 为属性，3级升到4级加30点。如今穆宁雪是4级，按说应该是60点属性才对，即便加上完成初步考核所奖励的 5.4 为属性，也不过才70多点。可这娘们儿却是90多，临近破100了。甚至还有武器寒风剑，同样是 C 级天赋，陈岩和穆宁雪还是有差距的。话说回来，宇宙浩瀚，无奇不有，拿所有人都进入这主宰世界来说就很神奇。所以蓝星上那些习武之人，甚至传说中的异能者、奇人异士等，并不一定是虚构。假如蓝星上那些隐藏在都市背后的超凡势力进入到这主宰世界，绝对会占据很大优势。4维属性很有可能开局就很高，保不准还身怀装备、技能等。穆宁雪没准就是这类人，当然这也只是魏轩的猜测，具体怎么样谁也不清楚。轰轰轰！就在魏轩沉思间，穆宁雪和那条蟒蛇的战斗也越发激烈。那蟒蛇长约10米，成人小腿那么粗，
通体黑色，吐着墨绿色的蛇信，蟒口大开间喷出一片毒雾，显然是条毒蟒。好在穆宁雪的战力也达到了9星，且有寒风剑及寒冰天赋，释放的寒冰倒也能抵挡毒雾，不过却是弱势，主要是在穆宁雪和毒蟒战斗的周围还有7、8条比较小的毒蟒的尸体。魏轩用灵眸查看那些毒蟒尸体，凶兽丛林毒蟒，等级2级，战力8星，特性毒嗜血。再查看那条正在和穆宁雪战斗的毒蟒，凶兽变异毒蟒，等级2级，战力12星，特性毒嗜血狂暴，技能毒雾，爆率2%。原来是这样，不用想也知道穆宁雪先前击杀那7、8条普通的2级毒蟒消耗很大，眼下对付这条变异级的毒蟒就显得捉襟见肘了。此刻穆宁雪释放出一道寒冰，将变异毒蟒冰冻，但很快变异毒蟒身上的寒冰便崩碎，显然这种冰冻很难对变异毒蟒造成致命伤害。也就这时，变异毒蟒大口一张，竟喷出10几条小拇指那么点的小墨绿小蛇，是由毒素所化。10几条墨绿小蛇直奔穆宁雪。穆宁雪此刻处于虚弱状态，眼看10几条小蛇向他袭来，不禁大惊，赶忙挥动手中的寒风剑。寒风剑释放出道寒冰剑气，将一条条墨绿小蛇击溃，但还是有2条小蛇逼近。穆宁雪猝不及防间击杀掉一条，但还是有一条咬在了他纤细的柳腰上。同时，变异毒蟒甩尾一击，正中穆宁雪小腹。啊！穆宁雪喷出一口鲜血，身形倒飞出去。我靠！正在分析局面的魏轩心头一惊，眼看穆宁雪朝他跌来，下意识起身，张开了双臂。跌落的穆宁雪被魏轩稳稳接住。穆宁雪一愣，抬起美眸看向魏轩，见自己被这么一个小子接住，漂亮的脸蛋儿不禁泛起红晕。魏轩朝穆宁雪的领口瞄了一眼，然后尴尬的笑了笑：“我不是故意的，谢谢。”穆宁雪冷冰冰的说了一句，然后从魏轩怀中跳到地上，身形踉跄。说起来，穆宁雪一路刷怪到这里，根本没看任何公告，更没水聊天频道。至于等级榜单，也只是刚开启时大概看了一眼，所以这妹子根本不认识魏轩。此刻眼看变异毒蟒吐着蛇信冲他叫嚣，不禁擦了擦嘴角的血迹，冲魏轩说道：“你快离开这里！”魏轩错愕问道：“不需要我帮忙吗？你不是这家伙对手。”穆宁雪觉得他自己在榜单上排名第1，连他都难以击杀这毒蟒，更何况别人。那好吧。魏轩刚说完，变异毒蟒就再次向这边袭来。快走！穆宁雪一把推开魏轩，挥动手中的寒风剑，勉强与变异毒蟒对抗。魏轩撇了撇嘴，感觉这穆宁雪太冷太傲，索性就让他多吃点亏，暂时倒也死不了。于是魏轩快速来到一条普通的毒蟒尸体前，发动完美提炼。提炼丛林毒蟒成功，获得力量加15。果然，从普通凶兽身上大概只能提炼4维属性，而从变异凶兽身上就有几率提炼抗性，甚至还从最初的变异恶鼠身上提炼出过超强速天赋。当然，猜测没错的话，从变异凶兽身上提炼出天赋的概率很小，或许等级越高，几率就越大，包括爆率也是。如果将来能遇到头目级乃至统领级，岂不是收获丰丰？魏轩一边心想，一边来到第2条丛林毒蟒的尸体旁，用手一按，提炼丛林毒蟒成功，获得力量加16。蚊子再小也是肉，虽然从这些普通毒蟒身上只能提炼出4维属性，但魏轩并没有看不上。换句话说，4维属性是一个人的根本所在，更是评估战力的关键，所以不断提升4维属性也极其重要。很快，魏轩又来到第3条丛林毒蟒的尸体旁进行提炼。接着是第4具、第5具。不远处，穆宁雪和变异毒蟒正在战斗，看到魏轩不断在那些毒蟒的尸体间穿梭，时而用手按按，不知道在干什么。说真的，穆宁雪和变异毒蟒都有些懵逼，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第13章副本：神秘洞穴。茂密的丛林中，穆宁雪和变异毒蟒在激烈战斗，魏轩却若无其事的在那些普通的毒蟒尸体间穿梭。这一幕看着极其滑稽，尤其是穆宁雪，大咪都要气炸了。自己好心劝这小子离开，可这小子居然不知死活。同样陷入愤怒的还有变异毒蟒，该死的人类居然当着他的面践踏他那些手下的尸体，简直没把他放在眼里。当即，变异毒蟒发出狂暴的咆哮，掉头向魏轩攻去。穆宁雪见此，立即挥动寒风剑，释放出大片寒气，将变异毒蟒冰冻。紧接着，他瘫坐在地上，显得无比虚弱。元素天赋虽然厉害，但却并非无限释放的，一是有冷却时间，二是消耗比较大。何况之前穆宁雪还被一条小毒蛇咬中，此刻毒素发作，他再也支撑不住。最后释放寒气，将变异毒蟒冰封，
也只是觉得自己逃不掉了，索性就帮那不知死活的小子拖延一下时间，让那小子尽快逃离。然而魏轩并没有离开，变异毒蟒身上的冰冻很快便碎裂，继而再次喷出数条由毒素所化的小蛇，直接咬在了穆宁雪身上。随即变异毒蟒便不再理会穆宁雪，而是全力向魏轩攻去。魏轩早有准备，此刻他也将所有普通的丛林毒蟒提炼完，眼看变异毒蟒向自己攻来，立刻跃起迎击。几个回合后，魏轩一声大喝，施展木之天赋，顿时2道木藤出现，将变异毒蟒缠绕住。变异毒蟒大感不妙，这人类小子特么在扮猪吃虎！死！魏轩也没拖泥带水，手中烈焰刀挥动，一道烈焰刀气直奔变异毒蟒。轰！威力巨大的烈焰刀气落在变异毒蟒身上，骤然将其劈成2半，击杀变异毒蟒，获得能量加39。虽然先前穆宁雪对付过这条变异毒蟒，但能量依旧全部被魏轩获得，并不算组队。像那些组队的人，一般都需要在光屏上形成组队模式，然后选出队长。那样的话，击杀凶兽获得的能量就会均分，队长相对会多一些。这次击杀变异毒蟒并没有爆出东西，毕竟爆率只有 2%， 上次能爆出武器已经很不错了。魏轩来到变异毒蟒的尸体旁，发动提炼。提炼变异毒蟒成功，获得毒抗加13。不错，毒抗也有了。不远处，虚弱的穆宁雪处于半昏迷状态，隐隐看到魏轩一刀就将变异毒蟒劈成了2截，不禁领口的紧绷处起伏。一向冷艳高傲的穆宁雪这一刻险些破口大骂，真是去了，原来这小子实力这么强，亏自己还让这小子赶紧走，甚至到最后还想帮这小子拖延时间让其逃离，简直多此一举。不过这小子这么厉害，早干嘛去了，害得他此刻中毒，想来活不成了吧。这时提炼完变异毒蟒的魏轩看向了穆宁雪，发现伤得不轻，还中毒了，于是走到对方跟前，蹲下身检查伤势。话说这宁雪虽然冷艳高傲，但心肠不错，一开始劝自己离开，最后又帮自己拖延时间，就一下吧。然而当魏轩将手按在穆宁雪身上时，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穆宁雪顿时睁开美眸，别碰我，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讲究。魏轩并没有停止手上的动手，不碰你，你就会死。这次穆宁雪没说话，魏轩则是发动治疗技能，光芒闪烁，穆宁雪身上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只是被那些小毒蛇咬中的地方依旧呈墨绿色，显然毒素开始蔓延了。治疗不管用，治疗技能可以让伤口愈合，但没有解毒的功效。怎么办？魏轩面色凝重，如果任由毒素蔓延，穆宁雪很快就会死。想了想，魏轩忽然灵光一闪，自己不是刚获得13点毒抗属性吗？应该可以的吧。魏轩略作犹豫后，直接俯下身，凑到穆宁雪白皙的玉颈处，开始为穆宁雪吸取毒素。异样的感觉染上穆宁雪心间，微微睁眼一看，这小子居然在……不要！穆宁雪没想到魏轩是在帮他吸取毒素，以为是看他虚弱，趁机侮辱他。别说话！魏轩将吸取出来的毒素吐掉，继而再次凑了上去。不得不说，美女就是美女，香香的，触感也不错。穆宁雪可是要急死了，想要挣扎，但此刻虚弱的她根本使不出一点力气，只能娇躯微微扭动。魏轩看了穆宁雪一眼，见对方脸蛋泛着红晕，娇躯不断扭来扭去，心想这妹子这么敏感的吗？算了，还是赶紧吸取毒素吧。将玉颈上的毒素吸取完，魏轩又找到下一处被小毒蛇咬中的部位，刺啦一声将腰间的衣服撕开，继而再次俯身凑了上去。穆宁雪无奈地发着声音。随着魏轩一次次的举动，穆宁雪最终竟然流下了眼泪。造孽啊！许是急火攻心，穆宁雪喷出一抹鲜血，彻底昏了过去。魏轩摇了摇头，继续在穆宁雪身上那些中毒的部位凑来凑去。好在不久后，所有毒素都被魏轩吸取了出来，只是穆宁雪依旧处于昏迷当中，魏轩也不能就这么离开，真是麻烦。于是魏轩抱起穆宁雪，准备找个隐秘的地方等对方醒来。夕阳西下，茂林的丛林渐渐陷入漆黑，许是黑夜即将降临，一些凶兽开始出没，尤其是越临近藏灵谷的方向，遇到的2级凶兽就越多。不过大都是普通凶兽，变异级的并不多，像之前遇到的变异火蜥和变异毒蟒，只是运气好罢了。当然，对魏轩来说是好运，对别人而言可能就是没运了。轰轰轰！击杀火蜥，获得能量加20；提炼火蜥成功，获得体力加18；击杀丛林毒蟒，获得能量加22；提炼丛林毒蟒成功，获得力量加17；击杀剑齿豹，获得能量加24；提炼剑齿豹成功，获得敏捷加19；击杀鬼面蜘蛛，
获得能量加23。提炼鬼面蜘蛛成功，获得精神加18。一路上，魏轩遇到不少2级的普通凶兽。这丛林深处的2级凶兽差不多也有4种：火蜥、丛林毒蟒、剑齿豹、鬼面蜘蛛，同样是分别代表了4维属性。魏轩索性一手抱着昏迷的穆宁雪，一手挥动烈焰刀。那些普通的2级凶兽根本抵挡不住烈焰刀气，倒是让魏轩获得了不少能量和4维属性。只是随着天色渐渐漆黑，视野开始变得模糊，甚至还出现了瘴气。虽然有灵眸，但还是多多少少有所阻碍。不久后，魏轩的前方被一座大山阻挡，但想要前往藏灵谷，就得通过这里。如果绕道的话，会绕很远，至少要浪费2个小时的时间。何况现在天色漆黑，还抱着个穆宁雪。正在魏轩想着该怎么爬上这座大山时，忽然发现山脚下有一座山洞。魏轩走进洞口，施展灵眸，本想看看山洞内安不安全的，结果却查看出一条信息：神秘山洞可通往藏灵谷。咦？魏轩略作犹豫，直接走了进去。然而刚一走近，主宰提示便随之出现。提示：您已进入神秘山洞副本，危险将与机遇并存，请做好准备。提示：副本中将会锁定您的榜单排名，完成副本挑战才能离开。魏轩愣了愣，然后扭头发现洞口已被封闭。这居然竟无意间进副本了，还必须得完成挑战。魏轩打量了一下，这是一个偌大的地穴，跟之前玩游戏时进入的副本地穴十分相似。不远处一片植物池内长着不少奇花异草。就在魏轩准备过去查看时，忽然一阵轰隆声回荡，紧接着兽吼咆哮，一只只凶兽涌现。看着那一只只凭空涌现的凶兽，饶是魏轩也有些头皮发麻。第14章疯狂战斗。副本地穴内凭空涌现出了数十只凶兽，依旧是火蜥、丛林毒蟒、剑齿豹、鬼面蜘蛛4种类型，但又和普通级别的不同，一个个全都双目血红，甚至还有一只变异火蜥，一只变异毒蟒，一只变异剑齿豹，一只变异鬼面蜘蛛。魏轩灵眸扫视，凶兽火蜥，魔化，等级2级，战力10星，特性火焰、凶残、狂暴、魔化，技能血爆火，爆率2%。凶兽丛林毒蟒，魔化，等级2级，战力10星，特性毒、嗜血、狂暴、魔化，技能血爆毒，爆率2%。凶兽剑齿豹，魔化，等级2级，战力10星，特性剑刺、嗜血、狂暴、魔化，技能血爆剑刃，爆率2%。凶兽鬼面蜘蛛，魔化，等级2级，战力10星，特性吐丝、凶残、操控、魔化，技能血爆蚕丝，爆率2%。魏轩倒吸一口凉气，这些凶兽虽然都是普通级别的，但全都被魔化过。操，足有50-60只啊！还有4只变异凶兽。凶兽变异火蜥，魔化，等级2级，战力15星，特性火焰、凶残、狂暴、魔化，技能火焰、血爆火，爆率4%。凶兽变异毒蟒，魔化，等级2级，战力15星，特性毒、嗜血、狂暴、魔化，技能毒、血爆毒，爆率4%。凶兽变异剑齿豹，魔化，等级2级，战力15星，特性剑刺、嗜血、狂暴、魔化，技能剑刺、血爆、剑刃，爆率4%。凶兽变异鬼面蜘蛛，魔化，等级2级，战力15星，特性吐丝、凶残、操控、魔化，技能蚕丝、血爆、蚕丝，爆率4%。魏轩的额头微微沁出一丝冷汗，这下麻烦了。虽然他现在的战力不低，但一下子对付这么多魔化凶兽依旧吃力，稍有不慎就会阵亡。不过让魏轩欣慰的是，肩上的穆宁雪却在这时发出一声嘤咛，悠悠醒来。魏轩二话没说，便将穆宁雪放在地上。穆宁雪一看到魏轩，顿时羞愤交加，一拳就向魏轩砸去。魏轩反应也快，抓住穆宁雪皓腕，说道：“先看下这里的凶兽吧。”穆宁雪扭头一看，瞬间头皮发麻，差点没瘫在地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凶兽？进副本了！魏轩将寒风剑递给穆宁雪：“你能战就战，不能战就自保吧。”其实穆宁雪此刻倒也没事了，
伤势已被魏轩的治疗技能治得痊愈，毒素也都被魏轩吸取了出来。也就之前消耗巨大，再加上以为魏轩玷污他，所以被气昏迷了。但如今已经恢复了不少，倒也能勉强自保。这时，数十只凶兽一起发出咆哮，震耳欲聋，随即全都向魏轩和穆宁雪冲了过来。这些都是魔化凶兽，你小心！魏轩说完，拎着烈焰刀便迎了上去。战吧，不战就会死！轰轰轰！魏轩一刀劈出，烈焰刀气纵横，硬生生劈出了一条栈道。临近魏轩的两只毒蟒瞬间毙命。击杀魔化毒蟒，获得能量加35，猎魔值加10。击杀魔化毒蟒，获得能量加36，猎魔值加11。然而，那两只被劈成两截的毒蟒尸体竟鲜血汇聚。不好！魏轩大感不妙，身形立刻暴退。轰轰！下一秒，那些汇聚的鲜血竟爆炸开来，鲜血夹杂着毒素，将魏轩蔓延。血爆毒，原来这就是血爆！吼！其他凶兽见魏轩被毒素蔓延，气势立即高涨，疯狂朝魏轩冲去。不过，魏轩已有毒抗，毒素将他包裹，并未让他中毒，反而迷惑了其他凶兽。在那些凶兽临近之际，骤然一条条木藤出现，将那些凶兽缠住。噗呲！轰！魏轩趁机挥动烈焰刀，开始击杀那些凶兽。然而，有两只剑齿豹的身上突然涌现一团鲜血，下一刻，血团爆炸，一道道血剑攻向魏轩。魏轩当即施展木之天赋，身前出现一道幕墙，将那些血剑抵挡。可紧接着，三只鬼面蜘蛛在后方出现，同样施展血爆，继而一条条蛛丝交错汇聚，很快便形成了一片蛛网。蛛网落下，将魏轩缠绕包裹。可恶！魏轩大急，这些魔化凶兽的实力根本不是普通级能比的，很棘手。眼看魏轩被蛛网覆盖，那些凶兽再次趁机冲向魏轩。魏轩无奈，身上立即长出一道道血刺，瞬间便将那些蛛网划破。紧接着，手中烈焰刀斩下，烈焰刀气交错间，一只只凶兽骤然被击杀。有了经验的魏轩这次快速躲开，与那些毙命的凶兽尸体拉开距离，以免遭到血爆。击杀魔化火蜥，获得能量加36，猎魔值加10。击杀魔化鬼蛛，获得能量加37，猎魔值加11。击杀魔化剑齿豹，获得能量加35，猎魔值加10。击杀魔化毒蟒，获得能量加38，猎魔值加12。另一边，穆宁雪比魏轩更加艰难。不过这么一会儿，身上就被剑齿豹的剑刃刺伤，衣服也被火蜥的火焰烧毁大片，露出雪白的肌肤。但他倒也顽强，拼命挥动寒风剑，寒气所过之处，数只凶兽被冰封，继而碎落成一地冰块。可即便如此，依旧有血爆释放，仿佛这些血爆是强行按在这些凶兽身上的，跟这些凶兽的死活无关。嘶嘶嘶！这时，一条条蛛丝向穆宁雪袭来，骤然将他缠住。无法动弹的他咬牙挣扎，却无济于事。一只毒蟒见状，赶忙释放血爆毒，让穆宁雪再次染上了毒素。救我！穆宁雪大喊。刚击杀完两只剑齿豹的魏轩，眼看两只火蜥冲向被缠绕的穆宁雪，立刻施展木之天赋，幕墙挡在穆宁雪身前，将那两只剑齿豹抵挡。随即又一刀砍出，巨大的烈焰刀气将那两只剑齿豹击杀，同时也劈断了缠绕穆宁雪的蛛网。也就这时，一只变异火蜥从后方向魏轩袭来。刚脱险的穆宁雪眼看那变异火蜥临近了魏轩，刚忙大声提醒小心。然而变异火蜥还是咬中了魏轩。穆宁雪顿时心悸。第15章大丰收。穆宁雪眼看魏轩被那只变异火蜥咬中，心想完了，他自己更对付不了这么多凶兽。然而很快，一道身影便出现在他身旁。穆宁雪定睛一看，居然是这小子。再看看被咬中的那个，竟缓缓散开，继而化作一道道残影，与眼前的这小子融合。身法技能，你怕了？魏轩站在穆宁雪身旁，微微瞥了眼俏脸煞白的穆宁雪，问道：我才不怕。穆宁雪到现在还保持着高傲的倔强。你既受伤又中毒，坚持不了多久了。魏轩看了眼穆宁雪，一会儿你尽量抵挡其他凶兽，我去对付那4个变异级的。好。穆宁雪也不笨，他也看出来了，这些凶兽作战有序，明显是那4个变异级的在指挥。只要将那4个变异级的击杀，其他凶兽就好对付了。见穆宁雪点头，魏轩当即一个闪身，向那4个变异级的冲去。此刻4个变异级的凶兽也陷入暴躁当中。2个人类就敢闯此方地穴，居然还坚持到现在，击杀了他们不少手下，这如何能忍？更可恶的是，那人类小子竟然还朝他们冲了过来。也罢，这小子的确是个麻烦，索性就先让对方阵亡再说。电光火石间，
魏轩就和4个变异级的凶兽战斗在了一起。轰轰轰！一时间，火焰、毒雾、剑刺、蛛丝疯狂蔓延。魏轩这里烈焰刀气纵横，更有木之天赋攻防兼备，加上血刺、瞬影配合，倒也立于不败之地。反倒穆宁雪本就中毒受伤的他，一下子面对太多凶兽，只能勉强躲闪，用冰封招架，很费力的才能击杀一只。好在没多久，在穆宁雪击杀了一只毒蟒后，骤然头顶光芒落下，升级了。穆宁雪升到了5级，4维属性加40。如此一来，穆宁雪实力大增，不禁欣喜。可凶兽还有不少，他也不敢怠慢，全力抵挡着。不过随着伤口的撕裂和毒素的蔓延，穆宁雪渐渐有些不支。你快点！穆宁雪被2道剑刺划伤后，忍不住冲魏轩大喊。魏轩抽空瞥了穆宁雪一眼，见对方连连受伤，不禁目露果断。这时，变异毒蟒和变异鬼蛛再次首当其冲，喷着毒雾向魏轩攻来。就拿你开刀！魏轩施展瞬影，躲开毒雾后，烈焰刀骤然斩出。给我爆！轰轰轰！这次的烈焰刀气无比巨大，甚至还燃烧着火焰，落在了变异毒蟒和变异鬼蛛身上。烈焰刀出暴击了！随着夹杂着暴击的烈焰刀气站在变异毒蟒和变异鬼蛛身上，2只变异级的凶兽瞬间毙命，甚至还有一部分烈焰刀气触碰到变异火蜥和变异剑齿豹身上，也对其造成伤势。这就是烈焰刀的暴击效果，威力果然巨大。击杀变异毒蟒，魔化，获得能量加48，猎魔值加20；击杀变异鬼蛛，魔化，获得能量加49，猎魔值加21。恭喜您击杀变异鬼蛛，魔化，爆出奇物鬼蛛魂骨。恭喜您的猎魔等级升至2级，4维属性加20。嗡！一道光柱自魏轩头顶落下，猎魔等级提升了。没想到提升猎魔者等级也可以提升4维属性，而且还爆出了奇物鬼蛛魂骨。不过魏轩并未来得及查看，因此变异火蜥和变异剑齿豹眼看2个同伴毙命，顿时一起陷入愤怒狂暴状态。吼吼！他们全力对魏轩展开攻击。然而4只变异凶兽魏轩都能与之周旋，更何况2只。很快，变异火蜥和变异剑齿豹便发现了不对劲，他们的身体渐渐灼热，仿佛有一团火焰在他们体内燃烧一般。魏轩见状，嘴角勾起一抹笑意，灼烧起效果了。刚才烈焰刀出现暴击，变异火蜥和变异剑齿豹虽然只受到一丝波及，但灼烧却附加上了。死！魏轩一刀斩下，变异剑齿豹在灼烧效果下失去了战斗力，被烈焰刀气击中后瞬间毙命。不过变异火蜥本身就是火属性，所以对火焰有一定的抗性，但只剩下苟延残喘的变异火蜥在魏轩跟前没用任何抵抗力，2个回合便被魏轩斩杀。击杀变异火蜥，魔化，获得能量加47，猎魔值加21；击杀变异剑齿豹，魔化，获得能量加48，猎魔值加22。至此，4大变异级凶兽全部阵亡。另一边，穆宁雪在释放出最后一片寒气，抵挡了几只凶兽后，便彻底失去了战力，向后仰躺倒去。也就这时，魏轩跳到他身旁，将他接住，继而挥动烈焰刀。轰轰轰！烈焰刀气斩下，数只凶兽当场毙命。没有了4个变异级凶兽的指挥，这些凶兽虽然是被魔化的，但根本对魏轩造成不了威胁。木藤交错，血刺纷飞，时而瞬影躲闪，时而烈焰刀气落下，一只又一只凶兽随之阵亡。击杀魔化火蜥，获得能量加38，猎魔值加21；击杀魔化毒蟒，获得能量加37，猎魔值加20；击杀魔化鬼蛛，获得能量加39，猎魔值加23；击杀魔化剑齿豹，获得能量加38，猎魔值加22。恭喜您击杀魔化剑齿豹，爆出装备剑灵豹1。5分钟后，恭喜您升至5级，4维属性加40。恭喜您的猎魔等级提升至3级，4维属性加30。升级了！升级光柱从头顶落下，魏轩战力大增，击杀那些凶兽更加轻松。不到10分钟，所有凶兽便全都被魏轩击杀。恭喜您完成副本第1关挑战，奖励青铜宝箱 X1。居然还有奖励！魏轩欣喜。不过他没有立即查看，而是看了眼怀中无比虚弱的穆宁雪，确定这副本地穴没有危险后，便将其放下。紧接着，魏轩又不出意外地为穆宁雪吸取毒素。此刻的穆宁雪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露出雪白如玉的肌肤，看得魏轩微微咽了抹口水，倒是省去撕衣服环节了。魏轩俯下身，朝那些中毒的地方凑了上去。嘤！昏迷中的穆宁雪感受到身上传来的异样，微微睁开虚弱的眼皮，看到魏轩又凑到他身上后，再次怒火攻心，噗！喷出一抹鲜血，
彻底昏了过去。魏轩将一口毒素吐出，看了一眼穆宁雪，翻了个白眼，然后继续。很快，毒素吸取完，魏轩又用治疗技能帮穆宁雪疗伤治愈。最后确定穆宁雪没有大碍后，魏轩便开始清理战场。提炼魔化火息成功，获得力量加25，火抗加10。提炼魔化毒蟒成功，获得体力加26，毒抗加11。提炼魔化鬼蛛成功，获得精神加28，技能血爆。提炼魔化剑齿豹成功，获得敏捷加27，技能无相剑阵。爽！魏轩继续提炼，不过很快4维属性就从4种凶兽上提炼满额，但抗性依旧可以提炼。直到被魔化的普通凶兽提炼完，魏轩便开始提炼那4只变异级的凶兽，这是重点。提炼变异火息魔化成功，获得火抗加21，一级元素天赋火。提炼变异毒蟒魔化成功，获得毒抗加22，一级元素天赋毒。提炼变异剑齿豹魔化成功，获得一级元素天赋金。提炼变异鬼蛛魔化成功，获得技能蛛丝罗网。3种一级元素天赋，魏轩嘴都笑裂了，简直大丰收啊！第16章提炼灵值。将所有凶兽提炼完，魏轩接下来就是清点自己的收获。各项属性暂且不说：1. 鬼蛛魂骨， 2. 剑灵豹衣， 3. 青铜宝箱， 4. 技能血爆， 5. 技能无相剑阵， 6. 技能蛛丝罗网， 7. 火毒金3大一级元素天赋融合。嗡嗡嗡，一道道光柱顺着魏轩头顶落下。很快，魏轩融合完毕。下一刻，锵锵锵，鬼蛛魂骨从魏轩后背钻出，竟是8根鬼蛛触手。其晶莹剔透，但却无比坚硬，每一根猪腿上都有锋利的倒刺。这就是鬼蛛魂骨，绝对是攻防兼备的一种近身战斗手段。魏轩熟悉了一下鬼蛛魂骨，确定跟自己活动双手一样后，便又开始研究其他。只见魏轩双手一弹，嗖的一声，一根透明细丝迅速出现，紧紧缠绕在了一根石柱上。继而运力一扯，蛛丝未断，但石柱却倒塌。这蛛丝威力很强啊！魏轩惊喜不已，随即又嗖，连续释放出更多蛛丝，骤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蛛网。这就是蛛丝罗网，很不错。接下来就是血爆，这个技能和血刺差不多，都是消耗自身鲜血形成的一种技能。威力虽然同样不小，但因为消耗的是鲜血，所以轻易还是不要用的好。至于无相剑阵，此阵可以配合一级金元素天赋使用。魏轩尝试动用金元素，顿时凝聚出一道庚金剑刃。紧接着是第2道、第3道。当魏轩凝集出12道剑刃后，只见12道剑刃互相交错纵横，看似无序，实则蕴含某种规律。很快，一尊2丈多高的虚幻神像浮现，周身12道剑刃环绕，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厉害！这仅仅是12道庚金剑刃凝聚成的虚幻神像，但无相剑阵的威力是剑刃越多，剑阵越强。24道、36道、72道、108道都将是一种质变。可惜眼下他虽获得了一级金元素天赋，但不知道是不是等级太低，最多只能凝聚出12道剑刃。想来火元素和毒元素也是，应该并非无限制释放的。当然，或许随着天赋进化，等级越高，限制就越小吧。不过就目前而言，这些手段足够了。这剑灵豹衣没什么用。魏轩查看了一下爆出的装备，只是一阶装备，防御加不了多少，给现在的他有些积累。而且大男人穿个豹纹，形象也不好啊。这时魏轩的目光看向依旧处于昏迷状态的穆宁雪，对方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烂的不像样了，几乎到了衣不遮体的地步。于是略有犹豫后，将剑灵豹衣盖在了穆宁雪身上。最后是青铜宝箱，记得等级排名奖励的也是宝箱，只不过第1名是黄金宝箱。显然宝箱等级越高，开出的物品就越好。虽然魏轩有些不太能看上这青铜宝箱，但还是选择了打开。开启青铜宝箱，恭喜您获得储物空间。提示：储物空间已开放。魏轩打开游戏光屏看了一下，果然多了一个储物功能。之前都是任务道具栏和临时空间，现在好了，有了储物空间功能，倒是可以存不少东西。接下来魏轩又打开了人物面板。玩家魏轩，等级5级12461600，猎魔者3级325400，成就初级新手2%，力量356，一级超狂力，敏捷357，一级超狂速，体力355，一级超狂体，精神368，地级天赋超旋感，抗性火抗加155，毒抗加158，武器烈焰刀，攻击加15，攻速正3%，
暴击率正2%。技能：灵眸、治疗、瞬影、血刺、血爆、无相剑阵、鬼蛛魂骨、蛛丝罗网。元素天赋：木1级，火1级，毒1级，金1级。本命天赋：完美提炼。战力35星，只根据4维属性评定，不计入天赋、技能、装备等。可以，现在人物信息就很华丽了。魏轩十分满意。接下来，他又看向地穴不远处的那片植物池，里面长满了奇花异草，而在植物池旁还有一个光芒漩涡。魏轩走过去，用灵眸查看地穴副本第2关通道。进入第2关地穴，第1关地穴将会关闭。魏轩并没有急着去闯第2关，而是来到植物池前。清源草1阶灵植，养心木1阶灵植，通脉草1阶灵植，百洛参2阶灵植，五色花2阶灵植，血云芝2阶灵植。魏轩大致数了下，共有50多株灵植。只不过这些灵植是直接吃还是试试提炼吧？当即魏轩摘下1株灵植，尝试提炼。提炼清源草成功，获得力量+5。咦，果然可以提炼出属性。也就这时，公告响起。公告：玩家魏轩炼化清源草，发现灵植功效，获得成就+1，又获得了1点成就。目前有3点成就了，再有7点就能升级了。魏轩没再多想，而是将50多株灵植全部采摘，开始一一进行提炼。提炼养心木成功，获得精神+5；提炼赤炎果成功，获得火抗+6；提炼七彩魔成功，获得毒抗+6；提炼百洛参成功，获得体力+10。魏轩的属性不断增加，虽然每株灵植增加的属性不多，但蚊子再小也是肉，而且提炼灵植似乎没有限制，架不住多呀。彼时，聊天频道又是魏轩大佬，居然发现了灵植功效。灵植到底什么功效啊？我刚才也采到1株闪闪发光的植物，不知道是不是灵植。我也有，但我看它长得太黑，没敢吃，怕中毒。我这株是白色的，肯定没毒，我要吃下试试。我也得试试。10分钟后，公告：玩家赵雄因食用寒毒灵植中毒身亡。原来灵植不能乱吃啊！这特么，我刚才吃了1株，不会也中毒吧？应该不会，刚才我尝试吃了1株，提示我炼化需要1天时间，炼化完成后速度会+5。咦，吃灵植可以增加属性吗？目前来看，灵植可以增加属性，但如果吃含有毒素的，挺不过去就会死。那我要不要吃啊？难受。看着屏幕上的聊天内容，魏轩愣了愣，似乎他有灵眸，可以看出灵植的功效。换句话说，即便他看不出来也没事，因为别人都是吞服，而他是直接提炼。最重要的是，别人吞服需要很长时间，但他却可以瞬间完成，简直 bug 呀！第17章秘制精品烤肉。魏轩将50多株灵植全部提炼完后，便在地穴的灵池中捡来一堆草木枯枝，坐在了昏迷的穆宁雪身旁。从进入这主宰世界到现在，魏轩几乎一直处于战斗状态。此刻闲下来，忽然感觉十分疲惫，于是取出精炼短笔，将一支剑齿豹进行处理，继而手指一弹，一团火焰落在了堆好的草木枯枝上。轰！昏暗的地穴内，篝火的出现使这里忽然多了几分宁静。魏轩一边烤着凶兽肉，一边怀念没进主宰世界之前的生活。父母去世的早，他和妹妹一直相依为命。虽然妹妹只是父母当年捡到的一枚女婴，和他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兄妹的感情一直很好。唉，也不知道妹妹现在怎么样。魏轩有些感慨，他和妹妹是一起进入这主宰世界的，确切的说是学校组织的。因为主宰这款游戏是世界级的，龙国也有参与，据说将会使文明进步，于是学校就组织他们进入主宰世界体验。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一进来就出不去了。这个游戏世界成为了真实的主宰世界。如今他所在的是996新手区，不仅没和妹妹分配到一个区，就连一个熟悉的同学也没有，也不知道他们都被分配到哪个区了，现在有没有阵亡。魏轩越想越多，最后又深深叹了口气。不过他一定要努力变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找到妹妹。又思绪了片刻，烤肉终于好了。魏轩咬了一口，说实话，味道不咋地。不过他忽然突发奇想，尝试对烤肉进行提炼。虽然对提炼过的凶兽无法再重复提炼了，但现在是被加工过的烤肉，不知道行不行。提炼烤肉成功，获得精品烤肉+1。咦，居然真的可以！魏轩看了眼手上的烤肉杂志，将其抛掉后，又咬了一口烤肉，味道果然变好了。而且，食用精品烤肉，身心疲惫1；食用精品烤肉，精力乏累1；食用精品烤肉，身体疲劳1。咦，
精品烤肉居然有这作用！魏轩有些惊喜。虽然随着等级的提升，身体素质远超普通人，即便好几天不吃不喝不睡觉也没关系，但长时间战斗也会令人感到疲劳乏累，这时就很影响战斗发挥了。而凶兽体内富含能量，有恢复疲累的作用，倒也正常。不过直接食用凶兽烤肉是不行的，因为凶兽肉里的杂质堵住了能量，无法起到效果。但它将之提炼后，杂质驱除，变成了精品烤肉，凶兽肉里的能量也得到了激发，因此才有效。公告：玩家魏轩炼制出精品烤肉，成就+1。公告：玩家魏轩发现精品烤肉有减少身体疲累、恢复精力的妙用，成就+1。提示：升级固然重要，但有时生活小妙招也很关键。聊天频道：魏轩大佬又获得成就了，运气真好，我现在连一点成就也没有。咦，原来烤肉可以减少身体疲累、恢复精力的妙用啊！说真的，我现在又累又困，如果再这样下去，肯定会死。我也是，谁架得住一直战斗啊？但升到7级的考核只有3天时间，现在马上就要过去1天了，还剩2天，我才3级啊！关键等级越高，升级所需的能量越多，所以我也得弄些烤肉去恢复一下后，得抓紧战斗。我也想弄烤肉，但没有火呀，要是有火焰天赋就好了。QAQ， 钻木取火呗，生火的技巧多了，求指点。当即，大部分人都开始生火烤凶兽肉了，魏轩则趁机处理了更多的凶兽，一一烤熟后提炼为精品烤肉。这样一来，只要长时间战斗感觉累了，就吃一些精品烤肉，精力就能快速恢复。反正现在他也有储物空间了，而在储物空间内也不用担心肉质会变。大概1个小时后，聊天频道：我他妈生不着火呀，咋办？谁有烤肉？给我点呗。别他妈要了，我倒是点着火了，凶兽肉也烤熟了，但根本没有减少疲劳和恢复精力啊。我也是，咋回事啊？你们烤出来的是精品烤肉吗？魏轩大佬炼制的可是精品烤肉啊，这精品烤肉怎么做啊？同问+1，看来这精品烤肉需要特殊制作方法，貌似只有魏轩大佬会啊。魏轩大佬，我才2级，现在疲惫的不行，能给我点烤肉吗？魏轩，求精品烤肉啊！你们都别痴心妄想了，魏轩大佬何许人也，哪有时间给你们烤肉？不少人都想问魏轩要烤肉，甚至还有好多人都在问魏轩要精品烤肉的制作方法。但更多的人知道魏轩不是慈善家，不可能挨个给他们烤肉，所以只能无奈哀叹。不过这时，一则主宰公告响起：公告，空间交易频道现已开启，玩家们可以自由进行交易。咦，交易频道？魏轩看了下，主宰光屏上果然多了一项交易频道。研究了一阵儿，魏轩弄明白了，自己可以在交易频道中上架任何物品，然后供其他人购买。至于其他人用什么购买，就是他自己设置了。此刻魏轩已经烤出了不少烤肉，想了想，然后开始将这些烤肉上架。暂时设置为5斤烤肉1株1阶0值，10斤烤肉1株2阶0值，15斤烤肉1具1阶变异凶兽尸体，30斤烤肉1具2阶变异凶兽尸体。当然，魔化凶兽也可以。公告：玩家魏轩首位使用空间交易频道，成就+1。咦，魏轩大佬在交易频道上架烤肉了吗？快去看看！果然上架烤肉了，但5斤烤肉需要用1株1阶0值兑换吗？魏轩大佬，你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地道啊？是啊，0值多珍贵，可烤肉只要有秘方和凶兽尸体就能制作吧？不少玩家看到魏轩的交易内容后都表示不满。魏轩皱了皱眉，在聊天频道说道：大家都明白，我们如今是在一个充满危险与机遇的未知世界，实力十分重要，搞那些虚的没用。所以恕我直言，精品烤肉目前只有我能制作，制作方法就是驱除凶兽肉里面的杂质。如果你们有这种手段，那你们就自己制作，如果制作不了，那就只能在我这里购买。当然，如果你们觉得交易不值，可以不买。魏轩说完就关闭了聊天频道。0值固然可以提升4维属性，但很多0值都有毒，容易致命。最关键的是，如今所有人都面临3天升至7级的考核，所以时间很重要。疲惫和精力不足时，使用精品烤肉将会直接恢复，这就大大省去了休息的时间。相信用不了多久，就有人明白这个道理了。第18章，小贼，我杀了你！如魏轩所料，虽然很多人都觉得魏轩的烤肉有些贵，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购买。不久后，聊天频道：精品烤肉果然牛批啊！对，我刚才食用了1斤，就1斤，不到10分钟就精力充沛了。我也是，食用前疲劳得很，现在食用了精品烤肉，疲劳感全无。哦，下划线，哦哈哈！操，刚才我们小队一个个都累得跟狗一样，遇到1只2级凶兽，只有逃跑。现在吃了精品烤肉，
赶紧去宰了他个狗日的！说真的，就这精品烤肉的效果，5斤才一株一阶灵植，一点都不贵好吗？就是魏轩大佬已经很可以了，在这个世界这种情况下才卖这么便宜，要是我高低得宰你们一把。谁说不是呢？明明这种烤肉只有魏轩大佬才能制作，可他却用这么低的价格卖给我们，简直爱了，么么哒！以魏轩大佬的身份，就算不卖给我们又能怎么地？现在有谁再敢说魏轩大佬的精品烤肉贵，王大亨第一个不答应。哼！看着聊天频道的内容，魏轩忍不住笑了笑。这时，一条又一条交易提示响起。玩家刘少明用一株一阶灵植购买了您5斤精品烤肉。玩家吴昊用一株一阶灵植购买了您5斤精品烤肉。玩家冯文东用一株2阶灵植购买了您5斤精品烤肉。玩家楚青云用一具一阶变异野猪尸体购买了您5斤烤肉。魏轩乐开了花，这买卖相当划算啊！当然，他这也不是坑别人，毕竟确定只有他才能制作精品烤肉，而灵植很多人都不敢食用，即便食用，炼化时间也很慢。但他不一样，直接提炼就可以。包括凶兽尸体也是，对别人而言没什么用，但他却可以提炼属性。反之，精品烤肉却是目前所有人的需求，所以这是一个双赢的交易。对魏轩来说，蚊子再小也是肉，当数量多了，也会成为相当不错的数据。想到这里，魏轩再次开始制作起了烤肉。新手丛林深处，陈岩带着柳烟和方文在疯狂击杀凶兽。虽然组队会分配经验，但他们3人实力都不俗，一个 C 级火焰天赋，2个 D 级天赋，他们3人组杀怪的频率将会大大提升。尤其是陈岩，自从上次在魔化野猪那里装逼失败，并眼看魏轩跳到第3名后，他就慌了，以至于陈岩后面像发了疯似的击杀凶兽，简直跟玩命一样。不得不说，拼命是有回报的。陈岩和柳烟、方文3人组不断击杀凶兽，实力大增的同时，也击杀了一些魔化和变异级的凶兽，倒也爆了几件装备，这让他们越发有信心。不过眼下他们3人都十分疲惫，对战斗影响很大。陈岩，要不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以我们现在这种疲惫状态，如果再遇到变异级凶兽，很难应付啊。方文有些气喘吁吁道。柳烟也是领口起伏，这样长时间战斗，任谁都顶不住。陈岩却是有些犹豫，我马上就能升到5级了，他真怕自己连第2都保不住。柳烟和方文似乎看出了陈岩的心思，队友一场也觉得陈岩在这时候休息，很容易被别人赶超。3人一时都有些沉默。不过很快，当方文打开主宰光屏看向聊天频道后，顿时眼睛一亮。你们快看聊天频道，好热闹啊！方文说道。陈岩和柳烟愣了愣，也将聊天频道打开，果然看到大家都在聊一种精品烤肉。于是他们向上翻了翻聊天记录，顿时明白过来，魏轩居然能制作精品烤肉。陈岩略作犹豫，真有那么神奇吗？柳烟撩了撩额前的发丝，不管有没有那么神奇，目前我们必须得兑换精品烤肉试试。刚好咱们之前也有采到灵植，还有我们刚击杀的这只变异凶兽，可以兑换一下。行，陈岩点了点头，当即便用一株2阶灵植兑换了10斤精品烤肉。交易成功后，他们取出精品烤肉，3人分了分，便啃了起来。不错呀，想不到这魏轩制作的精品烤肉还挺香。方文美眸一亮，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柳烟说道。陈岩没说话，因为他是真的疲累了，此刻啃起这精品烤肉，至少心理上暂时得到了满足。然而2分钟后，陈岩忽然目露惊喜，我的疲累感在减少。我也是。方文一笑，哈。柳烟也点了点头，果然有效，而且效果很可观。10分钟后，3人将烤肉全部食用完。我恢复最佳状态了。陈岩握了握拳，而且我能感觉到，只要有足够的烤肉，我火焰天赋的冷却限制就能大大减少。那还等什么？快购买啊！数量有限，别被其他人抢光了。当即3人便拿出了全部家当。地穴内，魏轩又提炼出了不少烤肉，便再次查看交易频道。玩家陈岩用一株1阶灵植购买了您5斤精品烤肉。玩家陈岩用一株2阶灵植购买了您10斤精品烤肉。玩家陈岩用一只1阶变异柴胡尸体购买了您15斤精品烤肉。这家伙疯了！魏轩担心道，可别撑死啊！吐槽归吐槽，魏轩还是很乐意多来些像陈岩这样的客户的。继续制作精品烤肉。不过没多久，穆宁雪悠悠醒了过来。魏轩瞅了这妹子一眼，醒了。穆宁雪还有些恍惚，掀开盖在身上的剑灵豹衣，坐起了身。此刻魏轩正处于身心放松状态，所谓温饱思淫欲，见穆宁雪掀开剑灵豹衣后，便目光停留在了穆宁雪身上，那白皙如玉的肌肤，绝了！魏轩微微咽了咽口水。穆宁雪察觉到魏轩的目光，然后缓缓看向自己的身体，居然衣着不堪。
虽然有不少都是被剑齿豹的技能划破，但更多的却是被撕开的。这时，穆宁雪的脑海中也浮现出了魏轩不断凑向他身子的一幕幕，一时间羞愤交加。淫贼，我杀了你！说时迟那时快，穆宁雪骤然起身，拿起身边的寒风剑便刺向了魏轩。第19章挑战令。穆宁雪挥动着寒风剑向魏轩刺去，魏轩根本没做任何防御准备，穆宁雪离他又近，很难反应过来。眼看寒风剑临近魏轩的心脏时，鬼蛛魂骨骤然从魏轩后背钻出，枪！鬼蛛魂骨交叉挡在了魏轩的心脏时，寒风剑刺在上面，根本没能刺穿。紧接着，魏轩快速施展瞬影，与穆宁雪拉开了距离。臭娘们儿，你想干嘛？魏轩瞪着眼吼道：“妈的，那么多凶兽他都杀了，要是最后被一娘们击杀，那就滑天下之大稽了！淫贼，你羞辱我！”穆宁雪二话没说，直接释放出一道冰寒之气冲向魏轩。魏轩一挥手，一道火焰释放而出，与冰寒之气碰撞在一起。轰！能量波动扩散间，魏轩右手指速弹，顿时一道道蛛丝飞出，瞬间便缠绕在了穆宁雪身上。随着一根根蛛丝将穆宁雪缠住，暴躁的他再也动弹不了。你放开我！穆宁雪又羞又怒，冲魏轩吼道：“有本事你杀了我！”“我杀你干毛啊！”魏轩走到穆宁雪跟前，朝穆宁雪的身子看了看，说道：“倒是你，干嘛恩将仇报？”“恩将仇报？”穆宁雪瞬间疑惑。“对啊，之前你差点被变异毒蟒杀死，要不是我，你早死了。”魏轩又指了指此方地穴，还有这副本地穴，那么多凶兽，你觉得他们都是凭空毙命的？魏轩这么一说，穆宁雪倒是渐渐冷静下来，想起了之前魏轩击杀变异毒蟒，以及在这地穴中击杀凶兽的威猛身影。可是，你救我归救我，但不能羞辱我。显然，穆宁雪觉得魏轩救他，就是贪图他的美貌，想霸占他的身子。魏轩无语，你这小娘皮，虽然你有几分姿色，但这可是主宰世界，我忙着升级呢，哪有时间跟女人 XO？ 去你的！说的跟你和女人 XO 需要多长时间似的。话说回来，以魏轩现在的身体素质，弄1-2个小时应该不在话下，甚至更长时间也有可能。这么一算，确实浪费时间啊！穆宁雪气愤不已，被蛛丝缠住的紧绷处不断起伏。我什么我？之前我是在帮你吸取毒素。魏轩翻了个白眼，你下面有没有破？痛不痛？你感觉不出来？穆宁雪脸一红，下意识低头看了看，确实不痛，似乎也没破。你真的是在帮我吸取毒素？穆宁雪相信了大半，但还是疑惑。那你不会中毒？我有毒抗。魏轩说着，见穆宁雪冷静下来，便将蛛丝一收，解开了穆宁雪。对不起。弄明白怎么回事的穆宁雪只好向魏轩道歉。不过他还是撅着嘴，虽然他身下没被破，但眼前这家伙到底还是在他身上胡作非为了。偏偏他却不能怪对方，毕竟是在帮他吸取毒素，不然他确实活不到现在。他是个爱恨分明的人，眼前这家伙救了他就是救了他，没什么好说的。只是，你还看？穆宁雪见魏轩盯着他身体不断乱看，不禁美眸一瞪，红着脸转过了身。可后面一样漏了呀，给你准备了件衣服，穿上吧。魏轩指了指地上的剑灵豹衣，这还是一件一阶装备呢。穆宁雪走过去一看，去你的吧，豹纹的，而且还是紧身的，不穿算了，给我吧。魏轩伸手，穆宁雪赶忙收起剑灵豹衣，转过去，不许看，穿这个总比现在身上这件好，哪哪都露。魏轩撇了撇嘴，转了过去。很快，穆宁雪换好了衣服，魏轩转身一看，顿时瞪直了眼。还别说，这剑灵豹衣穿在穆宁雪身上还挺合身，将诱人的身材衬托得淋漓尽致，特别性感，配上穆宁雪冷艳高傲的气质，别有一番韵味。你在笑？穆宁雪红着脸冲魏轩挥了挥寒风剑，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眼前这家伙的对手。话说这小子谁啊？真的很猛。于是见魏轩在烤肉，便坐到了魏轩身旁，打开了主宰光屏。他一直忙于刷怪升级，基本从一开始就没怎么看聊天频道，此刻不断翻着之前的聊天，他的美眸时不时的都会看向魏轩，满目不可思议。这家伙原来叫魏轩，首个击杀魔化凶兽者，首个击杀变异凶兽者，还不断跳级，更获得了不少成就。如今还带着他进入了这副本地穴，不得不承认，这家伙真的很强。那魏轩见穆宁雪在看主宰光屏，于是便递向一把精品烤肉。穆宁雪看着魏轩递过来的精品烤肉，微微咽了抹口水，说实话，他有些馋。你这精品烤肉能卖，我不占你便宜。
穆宁雪说着，掏出一个巴掌大小的黑色令牌，说道：“现在我没凶兽尸体和灵植，只有这东西，和你换吧。”魏轩接过黑色令牌，这是什么？新手挑战令。穆宁雪接过精品考核，吃了一口，边嚼边说道：“我无意间得到的，你看看说明吧。”魏轩赶忙查看，新手挑战令，可任选一个新手区进行挑战。挑战方式：等级、建设、财富、刷怪积分、杀戮战场。挑战获胜区资源翻倍，所有玩家四维属性加30，并人手奖励一件一阶武器。挑战失败区资源减半，所有玩家四维属性30，并没收所有玩家武器。单人发起挑战者失败后四维属性60，装备没收，天赋降级。单人赢下挑战者四维属性加60，黄金宝箱 X2。看到这挑战令的信息，魏轩陷入沉思，原来还能这么玩。这东西是机缘，但也是危险。魏轩说道：“玩好了是机缘，玩坏了就是炸弹，所以我干脆给你，你有足够实力玩这东西。”其实穆宁雪本来想着等自己足够强大时，再向其他新手区发起挑战的，但遇上魏轩后，他知道至少在996新手区，没人比魏轩强。当然，烤肉的价值是不能跟挑战令比的。穆宁雪用这挑战令来换，也有一部分原因是魏轩救了他。魏轩看着挑战令想了片刻，最后将之收了起来。眼下他并不知道其他新手区究竟是什么样的，贸然发起挑战，一旦失败了，不仅害了自己，也会害了整个996新手区。这精品烤肉果然好吃。穆宁雪一边吃着精品烤肉，一边自顾自地说道。很快，他就发现自己身上的疲累感渐渐消失了，精力也恢复了不少。没想到魏轩这家伙还能制作出这么神奇的精品烤肉。你在这里慢慢吃吧，我要去闯这副本第2关了。魏轩见穆宁雪没事了，自己也将状态调整到了最佳，于是起身来到了通往副本第2关的光芒漩涡处。第20章挑战。正在美美的吃着精品烤肉的穆宁雪见魏轩要去闯副本第2关，赶忙起身舔了下沾油的玉指，说道：“你不带我了？”魏轩看向穆宁雪，之前你是昏迷状态，天也黑了，我没好意思把你扔荒郊野岭，现在你没事了，还想占我便宜？呸，谁占你便宜了？这副本是我发现的，你让我带你，不是占我便宜是什么？穆宁雪见魏轩盯着他的豹纹领口看，不禁脸一红，赶忙提了提衣领，剜了魏轩一眼。你进副本第2关刷怪升级了，我自己在这里干坐着，3天后升不到7级，直接让我被抹杀。我一旦进入第2关，第1关就会关闭，到时你就能出去了，不用一直在这里。可是，穆宁雪还是有些不甘，说白了，他就是想和魏轩组队刷怪。然而就在这时，一则主宰公告在所有996新手区的玩家脑海中回荡。公告：238新手区向996新手区发起挑战。挑战规则：2大新手区最先有玩家升至7级获胜。挑战获胜区资源翻倍，所有玩家4维属性加30，并人手奖励一件一阶武器。挑战失败区资源减半，所有玩家4维属性30，并没收所有玩家武器。单人发起挑战者失败后4维属性60，装备没收，天赋降级。单人赢下挑战者4维属性加60，黄金宝箱 X2。提示：正在将238新手区和996新手区进行关联，关联成功，挑战期间2区玩家可进入公众频道进行发言。此公告一出，所有人全部心惊。996聊天频道，挑战是什么鬼？很明显，这主宰世界不止我们996新手区，还有很多新手区，现在有其他新手区向我们发起挑战了。靠，输的新手区所有玩家4维属性30，没收武器啊！但赢的新手区所有玩家4维属性还加30呢，并且人手奖励一把一阶武器。为什么要这样玩啊？我至今才3级，4维属性才30多，万一输了就什么都没了，还怎么通过考核？往好的想，万一赢了，我们996新手区基本所有人都有机会通过考核。对，没错。也就这时，公告：玩家陈岩升至5级，4维属性加40。哇，陈岩大佬居然升到5级了，好棒耶！大家快看榜单排名，陈岩大佬取代穆大美女登顶第1了。众人赶忙查看等级榜单，第1名陈岩5级，第2名穆宁雪4级，第3名萧晨4级，第4名柳烟4级，第5名方文4级，第6名魏轩4级，第7名王志凯4级，第8名周恒4级，第9名不凡4级，第10名杨云峰4级。陈岩大佬咋做到的？居然这么快就达到5级了！你们看，魏轩大佬竟然跌到第6名了，咋回事啊？魏轩大佬，
之前跳级不是跳得很厉害吗？哎，我估计魏轩大佬后来没再杀怪，而是学习生活小妙招了。有道理，不然也制作不出精品烤肉。生活小妙招固然关键，但等级才是重中之重啊！看来这次挑战全都要仰仗陈岩大佬了呀。是啊，目前来看，最先达到7级的人就是陈岩大佬了。陈岩大佬，你一定要赶快升级啊，这样我们才能不被减4维属性，还会增加呢。从现在开始，陈岩大佬有什么需求，尽管给我们说，我们必定全力助陈岩大佬迅速达到7级。支持加1。新手丛林深处，陈岩看着聊天频道，脸上忍不住浮现出笑意。所谓实力越强，责任越大。这一刻，陈岩心中涌起了带领996新手区走向胜利的决心，一股巨大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于是，在聊天频道上说道：“大家放心，为了996新手区，我陈岩定当竭尽全力，义不容辞。”陈岩大佬好样的，好有强者风范哦。陈岩大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对，我们要为你尽些微薄之力。陈岩想了想，说道：“如果大家有灵植和变异或者魔化凶兽尸体，可以帮我多去魏轩那里兑换些精品烤肉，越多越好。”没问题，从现在开始，我除了自己所需的精品烤肉，剩下的全都给陈岩大佬，不攒了。我也是，以后一次少吃点，剩下的也都提供给陈岩大佬。陈岩又说道：“另外，如果有变异凶兽或魔化凶兽，大家可以报一下坐标，如果距离不远的话，我去击杀。”好，没问题。我觉得大家目前的小队可以结合起来，多些人手。如果遇到变异或魔化凶兽，可以一边与之周旋，一边等陈岩大佬过去击杀。这办法不错，我先报一下我们小队吧。目前共7人，坐标在135、602，有想结合的速来。我们小队6人，坐标147、258，速来。一时间，所有人都激情澎湃，开始以陈岩为中心，为这次挑战活跃起来。陈岩也看向身旁的柳烟和方文，说道：“为了快速升级，我们就先解除组队模式吧，让我独吃经验。等我快速升级7级后，再帮你们快速升级。”好。柳烟和方文以前在蓝星就和陈岩是同学，这也是他们3个一直组队的原因，所以他们之间还是彼此信任的。当即，陈岩和柳烟、方文3人组加速寻找起了凶兽进行击杀。与此同时，238新手区的聊天频道，八嘎，怎么还能向其他新手区发起挑战？挑战就挑战了，这才是我们大樱花国的意志。但是在知道其他新手区是什么实力的情况下，贸然发起挑战，危险性很大。搜德斯纳，到底是谁发起的挑战？一旦输了，我们就完了。该死，我可不想被无缘无故减少4维属性。原来这238新手区都是樱花国的玩家。此刻，樱花国所有人都在气愤发起挑战者。不过这时，有位名叫伊藤惠子的女人说道：“我是中川大人的助手，这次挑战是中川大人发起的，刚好996新手区都是龙国人。中川大人曾是一名上忍，来到这主宰世界后更觉醒了 B 级天赋，如今已是5级1011600，所以请大家相信中川大人一定会带我们大樱花国取得胜利，帮大家完成3天升到7级的考核。”这位名叫伊藤惠子的玩家发完言，整个238新手区都陷入了狂欢。尤西，原来中川大人是一名上忍，真是令人没想到啊。Soga， 这次我们大樱花国赢定了。八嘎，我最痛恨龙国人，总是针对我们，这次一定要让他们输。我刚去996新手区看了一下等级排名，最厉害的是一名叫陈岩的人，觉醒的是 C 级火焰天赋，10分钟前才升到5级。尤西 ，C 级天赋怎么可能比得过 B 级天赋？而且中川大人已经是5级1011600了。该死的龙国人，我要去公众频道告诉他们，这次挑战他们输定了。没错，让他们都陷入恐慌。当即，一些樱花国玩家就去公众频道叫嚣去了。第21章，玄水地牢。996新手区，一些人出于好奇心，也到238新手区看了一下。这么一看，顿时愣住了。你们知道238新手区都是什么鬼吗？什么鬼？都是樱花国那些鬼子。擦，是不是啊？向我们发起挑战的居然是樱花国。是啊，这帮鬼子简直不安心好心。你们快去公众频道看看，那些鬼子在向我们叫嚣呢。一时间，不少人都切换到了公众频道。八嘎，可恶的龙国人，这次你们输定了！去你妈的小鬼子，别瞎放屁！就是你们小鬼子就是这样狂妄自大，你们凭什么说我们龙国会输？八嘎，你们龙国天赋最好的不过是那名叫陈岩的，才 C 级火焰天赋，而我们中川大人不仅是 B 级天赋，还是一名上忍，并且我们中川大人现在的等级是5级1011600。什么 B 级天赋？这下
996新手区这边的人都愣住了，他们赶忙去238新手区查看。果然，排在第一的是一名叫中川一郎的人，等级的确是5级。虽然看不到能量进度，但第2名的伊藤惠子也是5级。这说明这个中川一郎的能量进度肯定很多。看大樱花国那些人的讨厌，中川一郎好像真的是 B 级天赋，并且还是一名上人。238聊天频道，伊藤惠子，中川大人现在要去藏灵谷击杀凶兽了，但需要一些跟随者。Soga， 我去，能成为中川大人的跟随者，我感到十分荣幸。伊藤惠子，中川大人需要的跟随者是身材1级棒、长得1级漂亮的年轻女人，他们得为中川大人助兴。当然，这些跟随者不会白为中川大人助兴，等中川大人获得挑战胜利，会亲自带这些跟随者升级。Soga， 中川大人既然能带我们取得胜利，那需要跟随者助兴是应该的。万一中川大人最终输了呢？中川一郎，八嘎，我不可能输，如果输了我就切腹。尤西，既然中川大人这么说，那我们就放心了。身材1级棒、长得1级漂亮的年轻女性，赶快去找中川大人助兴。公众频道内还有不少樱花国人在不断叫嚣着，但996新手区这边却没人再说话了。此刻他们正慌的一匹，怎么办啊？238樱花那边的中川一郎都开始找年轻女性助兴了。那中川一郎还说，如果挑战输了就切腹。操，小鬼子就喜欢切腹，还他妈找年轻女性助兴，操，搞得这么郑重，不就是发泄吗？小鬼子真恶心，我们还是先冷静冷静吧，商量一下怎么赢下这次挑战。对，一定要赢，怎么也得出口气。不赢的话，4维属性一下30，没收武器，我们完成不了考核都得死。话是这么说，可怎么赢啊？那中川一郎虽然恶心，但却是觉醒了 B 级天赋的上人，眼看就要升到6级了。这时陈岩说话了，那中川一郎去藏灵谷，我也去。陈岩大佬，我看了一下，藏灵谷可都是3至5级凶兽啊，虽然你也达到了5级，但凶兽都比我们人类强大，如果遇到变异和魔化凶兽，情况更糟糕。是啊，光新手丛林就有变异和魔化凶兽出没了，藏灵谷应该会更多。我看了一下，新手丛林的危险指数是2星，但藏灵谷可是5星的危险指数啊。陈岩，没办法，新手丛林顶多是2级凶兽，而且数量不多，还得一边寻找一边击杀，就算击杀了也没有多少能量，但藏灵谷肯定多，而且击杀后获得的能量也多。唉，陈岩大佬，这是为了我们拼命了啊！萧晨，陈岩，我去帮你。王志凯，我也去。既然这样，那所有地级天赋的人都跟陈岩大佬一起去藏灵谷吧。人多力量大，我就不信藏灵谷的凶兽再厉害，能厉害得过我们这么多拥地级天赋的人。好，陈岩大佬，我们这就会合，陪你去藏灵谷。一时间10几名地级强者全都汇合起来，跟陈岩一起向藏灵谷赶去。这让996新手区的人又看到了些许希望，但心里还是难免忐忑。也有一些人时刻关注着238那边的动态。另一边，副本地穴，穆宁雪看完聊天频道的内容，然后将目光落在魏轩身上。想不到238的樱花区竟然有上人，还觉醒了 B 级天赋。穆宁雪震惊的同时也有些忐忑，虽然他心里也清楚，目前他和魏轩都升到了5级，可依旧没多少把握能比那中川一郎先达到7级。魏轩也颇意外，但事已至此，他必须得赶紧去副本第2关升级。如果他能第一个达到7级，不仅能带996区获得胜利，他自己的4维属性也能一下增加60，最重要的是还能获得2个黄金宝箱。我走了。魏轩不再犹豫，直接走向通往副本第2关的光芒漩涡。你小心！穆宁雪说完，见魏轩已经穿过了光芒漩涡，也不知道那家伙有没有听见。看了看身上的剑灵暴衣，穆宁雪不知想到了什么，娇颜染上一抹红晕，然后微微叹了口气。没多久，魏轩似乎赶到了副本第2天，所以这第1关的地穴副本自动关闭，变成了一座普通的洞窟。不远处就是洞口。穆宁雪想了想，握着寒风剑向外走去。不管怎么说，他也要赶紧升级，让自己变得强大。彼时，魏轩顺着光芒漩涡来到副本第2关。当光芒散去后，魏轩看到了第2关的模样。这第2关竟是一座巨大的水牢，水是黑水，没过了小腿。也就这时，提示响起：提示，您已进入副本第2关玄水地牢。提示，玄水地牢属于藏灵谷地图。居然到藏灵谷地图了！魏轩有些惊讶，想了想，这副本应该是在新手丛林和藏灵谷的分界线上，第1关还是在新手丛林，第2关就到藏灵谷了。猜测没错的话，第1关都是新手丛林的凶兽，但这第2关应该就是藏灵谷的凶兽。果然，魏轩正环顾间，忽然感觉自己没在水中的双腿
被什么东西抓住了。魏轩大惊。第22章水之天赋。魏轩的双腿在水中被什么东西抓住了，这让他心中大惊，几乎没有犹豫，魏轩立刻向上一跃，可根本无法跃起，反而被水下的东西向下一扯，整个身体向水中跌去。很快，魏轩全身没在水中，竟发现这水下竟是一座山峰。刚才他站立的位置是峰顶，因此只漫过小腿。可随着他此刻跌入水中，几乎在水中越陷越深。偏偏他没有水之天赋，不懂水性，只能凭借强大的身体素质于水下憋气。也就这时，魏轩终于看清了抓他双腿的东西，那是一只类似章鱼的巨大黑色怪物，伸着触手正向他双腿咬去。魏轩没有任何犹豫，立即挥动烈焰刀，顿时烈焰刀气于水中掀起一片巨浪，直奔那章鱼怪。可惜烈焰刀气在这玄水中威力大减，且有水的阻力，速度也慢了许多，以至于那章鱼怪快速躲开了烈焰刀气。不过魏轩的双腿也因此得到了解脱。魏轩立刻用灵眸查看那章鱼怪。凶兽玄水怪魔化，等级4级，战力22星，特性遇水凶残再生魔化，天赋水之操控 F 级，爆率5%。魏轩查看间，更多的玄水怪从深处时向上游来。此水是玄水，水下几乎是漆黑一片，而那些玄水怪也是通体黑色，若非离得近，很难看清。灵眸全开，魏轩想要先游到上面再说，于这水下他的战力会大大缩减。可还没等魏轩游到水下峰顶，那些玄水怪便冲了过来，一只只触手直奔魏轩。可恶！魏轩有些烦躁，直接施展金之天赋，顿时数道剑刃释放，将那些向他伸来的触手斩掉。不过魏轩刚松口气，后方便又伸出一些触手，因为太黑，再加上他在这水中大受影响，反而那些玄水怪能遇水，又有水之天赋，在水中战斗可谓游刃有余，以至于魏轩身后的那些触手他根本没能察觉。此刻发现后，那些触手已然临近，偏偏这玄水中有着很大阻力，没有水之天赋的魏轩速度变得极其缓慢。眼看那些触手就要攻到魏轩身上时，鬼蛛魂骨骤然出现，砰砰砰，那些触手落到鬼蛛魂骨上，顿时被魂骨上的倒刺划断。但还是没完，魏轩刚躲过一险，下方再次出现一些触手，直接将他双腿缠住。该死！魏轩心知，如果不解决反应迟缓上的被动，那他最终的结果只会被这些玄水怪击杀。当即，魏轩伸手一弹，嗖嗖嗖，5道蛛丝释放，快速落在那水下峰顶上。紧接着用力一扯，蛛丝具有很强的韧性，在延伸和收缩上都有很好的效果。魏轩就是想利用蛛丝的特性，于这水下解决反应迟缓的问题。果然，随着蛛丝向上一扯，魏轩的身形骤然向上而去。尽管还是有阻力，但却比之前好多了，仿佛有人在强行拽魏轩一般。缠住魏轩双腿的触手也随着魏轩飞快向上而浮现。魏轩毫不犹豫，金之剑刃嗖嗖嗖将那些触手斩断。可暂时脱离危险区的魏轩凝眸一看，那些被他斩断触手的玄水怪竟又缓缓长出了新的触手。再生！魏轩忽然想到了玄水怪的特性，其中一个就是再生。可恶！如果这样，那本就不擅长水性的自己，岂不是根本没办法击杀这些玄水怪？心惊间，足足数十只玄水怪再次活动着触手向魏轩攻来。嗖嗖嗖，一道道蛛丝释放，魏轩依靠蛛丝的拉扯代替了他自身的行动，勉强倒也能躲过那些玄水怪的触手。可渐渐的，他便有些喘不过气了。说起来，还是既没水性又没水之天赋。没办法，魏轩只好上了峰顶，然后又释放蛛丝于墙上，使自己脱离水面，以免被那些玄水怪的触手再拉下水。真是麻烦！魏轩有些急，这一下可真难倒他了。这些玄水怪都有再生能力，怎么办？正当魏轩思索间，忽然几个玄水怪露出了水面，但很快却又缩了回去。魏轩却是目光一凝，不在水下，他忽然发现玄水怪真的和章鱼一样，除了触手外还有脑袋，脑袋上还有一只眼。只是刚才在水里，这些玄水怪的触手太多，将脑袋挡住了。但有几只玄水怪却随着他浮出水面，应该是想看看他的情况。触手能再生，那就攻击脑袋。魏轩隐隐觉得自己找到了击杀玄水怪的弱点，当即蛛丝释放，魏轩再次砰地跃进水中。没办法，如果不去水里，那些玄水怪不可能主动出来，他也不能一直待在这副本第2关。此刻刚跃进水中的魏轩再次被一只只玄水怪的触手包围，似乎他们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将魏轩就地正法。但魏轩也早有准备，鬼蛛魂骨全部开启，继而一手蛛丝
一手烈焰刀，远攻还有12道金之剑刃。可以说，魏轩也是火力全开，轰轰轰！烈焰刀气纵横，虽然受玄水阻力影响，无法击中那些玄水怪，但却能造成不小的威势。果然，那些玄水怪躲避烈焰刀气间，一时没了阵势。魏轩趁此操控12道金之剑刃，将那些玄水怪的触手斩断。虽然那些玄水怪的触手可以再生，但也是需要时间的。而在这再生期间，那些玄水怪会变得很呆滞。发现这一点，魏轩立刻用蛛丝粘住一只断了触手的玄水怪，没了大量触手遮挡，这只玄水怪的脑袋暴露出来。魏轩利用蛛丝直接临近那只玄水怪，继而手指烈焰刀一斩，轰！直接砍在那玄水怪的脑袋上，鲜血流淌，那玄水怪直接毙命。击杀魔化玄水怪，获得能量+65，猎魔值+40。果然可以！魏轩大喜间，见那只毙命的玄水怪向深水下落去，赶忙追了过去。完美提炼，提炼魔化玄水怪成功，获得水抗+30F 级水之天赋。光柱顺着魏轩头顶落下，使魏轩瞬间感到自己仿佛与这黑水融合了一般，终于有水之天赋了。第23章玄水怪头目。魏轩获得的水之天赋虽然只是 F 级，但比之前好了太多太多。此刻他完全可以像鱼一样在这水中呼吸，完全没有缺氧不适的感觉。正欣喜间，大量玄水怪也向魏轩冲来。来吧！有了击杀一只玄水怪的经验，再加上刚刚获得了水之天赋，魏轩哪还惧这些玄水怪？蛛丝罗网，收！魏轩一声大喝，骤然一根根蛛丝于水中收缩。原来他之前释放蛛丝，一是想借蛛丝之力于水中快速活动，二是布置蛛丝罗网。此刻蛛丝罗网一收，顿7、8只玄水怪被困于网中。紧接着12道金之剑刃临近，刺向那些玄水怪。魏轩更是挥动烈焰刀，释放烈焰刀气。被困于蛛丝罗网中，那7、8只水怪根本逃不掉。轰轰轰！烈焰刀气落在那些水怪身上，有的直接毙命，有的脑袋未受伤，但却被金之剑刃直接命中。击杀魔化玄水怪，获得能量+66，猎魔值+41。击杀魔化玄水怪，获得能量+65，猎魔值+40。击杀魔化玄水怪，获得能量+68，猎魔值+43。恭喜，您的猎魔等级提升至4级，4维属性+40。猎魔等级提升了。魏轩欣喜，同时对那些毙命的玄水怪进行提炼。提炼魔化玄水怪成功，获得水抗+32F 级水之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 F 级水之天赋，2次 F 级水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F 级水之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10%。提炼魔化玄水怪成功，获得水抗+33F 级水之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 F 级水之天赋，2次 F 级水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F 级水之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10%。提炼魔化玄水怪成功，获得水抗+32F 级水之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 F 级水之天赋，2次 F 级水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F 级水之天赋进化为1级。恭喜，您的水之天赋融合进化时觉醒了技能玄水风暴。水之天赋进化为1级，还觉醒了技能玄水风暴。哈哈，爽！魏轩没急着查看玄水风暴技能，而是继续对那些玄水怪展开了屠杀。虽然一开始这些玄水怪对他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但一来他不懂水性，二来没找到玄水怪的弱点。可现在既有了水之天赋，又知道玄水怪的弱点，那击杀起来犹如摧枯拉朽。毕竟这些玄水怪也只是普通的4级凶兽，即便被魔化了，战力也才20多星。可他的战力可是35星以上，又有众多手段，可谓立于不败之地。轰轰轰！有了水之天赋，魏轩在水中挥动烈焰刀也没了阻碍。烈焰刀气纵横，蛛丝遍布，12道金之剑刃飞纵，那些玄水怪不断毙命。击杀魔化玄水怪，获得能量+67，猎魔值+42。击杀魔化玄水怪，获得能量+65，猎魔值+40。击杀魔化玄水怪，获得能量+68，猎魔值+43。提炼魔化玄水怪成功，获得水抗+34F 级水之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1级水之天赋，正在与 F 级水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1级水之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10%。魏轩击杀的玄水怪的同时，也在不断提炼，想尽可能的让自己的水之天赋达到D级。但随着天赋等级的提高，想要融合进化十分困难，尤其是元素天赋，进化起来比4维属性更难。好在每次融合虽然天赋等级不变，但强度却能提高。魏轩倒也不急，能提炼就行，继续刷。
击杀魔化玄水怪，获得能量加68，猎魔值加43。击杀魔化玄水怪，获得能量加69，猎魔值加44。恭喜，您的猎魔等级提升至5级，4维属性加50，奖励猎魔勋章 X1。恭喜，您的等级提升至6级，4维属性加50，猎魔等级又提升了，居然还有奖励。不过魏轩没得及查看猎魔勋章究竟是什么东西，自身等级也达到了6级。魏轩隐隐有些兴奋，只要再升1级，就能赢下来自鹰岛国的挑战。不过从6级升到7级的能量值需要3500，而现在他的等级是6级1253500，还得刷够3000多点能量才行。也就这时，轰轰轰，玄水深渊传出一阵巨响，紧接着整个玄水域波浪起伏。魏轩立即暴退，凝眸一看，竟从水底出现了一个无比巨大的玄水怪。那玄水怪比普通级的大了好几倍，触手更多，且脑袋上的眼睛是血色红。除此之外，在那巨大的玄水怪身后还跟着10只稍小一些的玄水怪，但却比普通的玄水怪大了1倍。凶兽变异玄水怪魔化，等级4级，战力27星，特性遇水凶残再生魔化，天赋水之操控1级，技能水遁，爆率 7%。 凶兽玄水怪头目魔化，等级4级，战力38星，特性遇水凶残再生魔化，天赋水之操控D级，技能水遁玄水分身，爆率 10%。 魏轩倒吸一口凉气，竟是一只头目级的玄水怪和10只变异级的玄水怪，而且这副本中的凶兽都是被魔化过的。若非他能不断提炼属性和天赋，换成一般人进入这副本后必定阵亡，即便组队也相当凶险。此刻玄水怪头目发出剧烈的咆哮，引起阵阵巨浪。他看向闯入这玄水地牢的人类，愤怒到了极点。之前在水底的他忽然发现自己不少孙儿们都沉落下来，全都死了，于是带着10个儿子前来查看，居然是人类在这玄水地牢进行屠杀，而且只有一个人竟杀害他那么多孙儿们，这让他无法容忍。于是巨大的触手不断蔓延，直奔魏轩而去。同时那10只变异玄水怪也向魏轩袭来，包括那些普通的玄水怪也像是得到了某种指令，疯狂攻向魏轩。杀！魏轩如今也有了水之天赋，手段极多，自然不惧。眼看大量玄水怪涌来，魏轩火力全开，迎了上去。击杀魔化玄水怪，获得能量加68，猎魔值加43。击杀魔化玄水怪，获得能量加65，猎魔值加40。击杀魔化玄水怪，获得能量加69，猎魔值加44。提炼魔化玄水怪成功，获得水抗加35 F 级水之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1级水之天赋，正在与 F 级水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1级水之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10%。提炼魔化玄水怪失败，同类型凶兽无法频繁提炼。普通的玄水怪提炼满额了，但魏轩的屠杀还在继续。吼吼吼！眼看自己的子孙被不断屠杀，玄水怪头目和那10只变异玄水怪顿时陷入疯狂的愤怒当中。下一刻，玄水怪头目和那10只变异玄水怪竟都消失不见了。魏轩一愣，怎么回事？这是要跑吗？不对！骤然，魏轩心头一惊，却见那10只变异玄水怪忽然在他身旁出现，一个个张着大口，似要将他吞入腹中。第24章终极新手。眼看10只变异玄水怪的大口临近，魏轩立刻释放烈焰刀气，同时12道金之剑刃回旋，想和这10只变异玄水怪硬碰硬。然而当烈焰刀气和12道金之剑刃斩向那10只变异玄水怪时，那10只变异水玄怪竟又凭空消失了。魏轩皱眉，还来不及思索，一条巨大的触手又在他身前凭空出现，迅速攻来。鬼蛛魂骨！魏轩有些猝不及防，只好释放鬼蛛魂骨，但那巨大的触手攻在鬼蛛魂骨上却并没有断，反而还将他震得连连倒退。这巨大触手显然就是玄水怪头目的，可为什么只见触手却不见玄水怪头目的全身？魏轩疑惑间，刷刷刷，又是一道道触手袭来，是那些普通玄水怪的。找死！魏轩有些烦躁，身形于水中暴窜，就要去击杀那些普通的玄水怪。可还没等他临近那些普通的玄水怪，便在他身旁又凭空浮现出一条条巨大的触手。魏轩虽有准备，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触手，还是有些猝不及防。砰砰砰！那些触手落在鬼蛛魂骨上，全都没断，反而将他震得气血翻涌。可恶！魏轩擦了擦嘴角的血迹，鬼蛛魂骨全开，12道金之剑刃在周身旋转，蛛丝罗网更是在他身前护着。
甚至魏轩还释放了木之天赋，彻底摆出防御之势。是水遁，无论玄水怪头目还是那10只变异玄水怪，都有水遁技能。尤其在这玄水之中，水遁更是占据很大优势，所以他们凭空消失，并非真的消失，而是施展了水遁，仿佛他们与这玄水融于一体了。魏轩忽然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刷刷刷，一条条触手再次凭空袭来，因为离得太近，躲闪是不可能的，魏轩只能被动防御。偏偏玄水怪头目和变异玄水怪的触手都比普通玄水怪的触手坚硬，鬼蛛魂骨的倒刺和金枝剑刃很难将其斩断，而且即便能斩断也没办法，因为玄水怪的触手能再生。想要击杀玄水怪，必须攻击其脑袋，可现在玄水怪头目和那10只变异玄水怪隐匿于玄水中，根本没办法攻击，反而他们不断让触手对魏轩进行攻击。那些普通的玄水怪也在远处不断骚扰着魏轩，一旦魏轩去攻击他们，那些隐匿起来的变异玄水怪就会全力向他进攻。如此一来，魏轩就陷入了相当被动的局面。他们在消耗我。没错，玄水怪头目眼看魏轩实力强横，便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用水遁的优势，打算将魏轩消耗死。怎么办？魏轩大脑快速运转，很快一个办法迎上心头。毒，他还有毒元素天赋啊！既然这些玄水怪都施展了水遁，与玄水融合在一起，那他用毒让这玄水变成毒水，毒死他们。只不过怎么释放是关键。对了，玄水风暴。魏轩忽然想到了自己的水天赋在融合进化时觉醒的技能玄水风暴，将毒天赋和水天赋融合，让毒融于玄水风暴中，不知道可行不可行。试试吧。不过玄水风暴并非秒放的，而是有施法前奏，何况眼下还需要融合毒天赋，所需的时间更长。为了不被打扰，魏轩直接施展木天赋，形成一道道木墙将自己护住，更有12道金枝剑刃和蛛丝罗网掩护。于是在那些玄水怪不断攻击木墙防护说，魏轩开始施展玄水风暴。片刻后，砰砰砰，木墙溃散。也就这时，魏轩骤然一声大喝：玄毒风暴成！都去死吧！哗哗哗！这一刻，大量玄水涌动，赫然在水底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龙卷。玄水翻滚，玄毒风暴开始席卷，所过之处，那些普通的玄水怪瞬间被卷得溃散。很快，10只变异玄水怪浮现在玄水龙卷中，他们虽受了重伤，但却不致命。包括最后显露的玄水怪头目，也仅仅是受了伤。直到龙卷渐渐消散，玄水怪头目看到他全部死去的孙儿们，不禁发出悲痛暴怒的咆哮。可很快，咆哮便戛然而止。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身体有很大不适，包括那些变异玄水怪，更是心生恐惧。他们都中毒了。唉，魏轩却是微微叹了口气。虽然他有毒元素天赋，但却只是1级，而且没有任何毒元素技能，因此玄水怪头目和这10只变异玄水怪都没有死。不过他们中毒是真的，战力大幅度下降，甚至没办法再使用水遁技能了。魏轩没再多想，毫不犹豫开始击杀。那10只中毒的变异玄水怪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被魏轩摧枯拉朽般一一击杀。击杀变异玄水怪，魔化，获得能量加76，猎魔值加51。击杀变异玄水怪，魔化，获得能量加75，猎魔值加50。击杀变异玄水怪，魔化，获得能量加78，猎魔值加53。恭喜您击杀变异玄水怪，魔化，爆出技能水遁，爆技能了。魏轩大喜间，忽然发现玄水怪头目向玄水底逃遁而去。是的，玄水怪头目怎么也没想到，这人类居然这么强悍，手段多得吓人。虽然他的儿子孙子们都被这该死的人类击杀了，他很愤怒，但他深知自己不是这人类的对手，只能逃。你逃不掉。魏轩眼看玄水怪头目逃向水底，立即追了上去。1刻钟后，魏轩来到水底，因为这水底下是一座巨大的山峰，此刻来到水底也是来到了山脚。山脚处有一座洞穴，玄水怪头目逃了进去。想来这洞穴就是玄水怪的老巢。魏轩毫不犹豫地向洞内追去。没多久，一团团亮光在漆黑的洞内浮现。魏轩来到洞内尽头一看，那些亮光竟是一种类似矿石的东西。至于那玄水怪头目，趴在洞内一动不动，跟死了一样。魏轩走过去，挥动烈焰刀，直接砍向玄水怪头目。可那玄水怪头目竟化作一团水泡消散。魏轩凝眉一皱，玄水分身。环顾洞穴，并没有看到玄水怪头目，但魏轩却笑了。紧接着，魏轩凭空消失。如今他也会水遁技能。消失后的魏轩与此方玄水融为一体，很快便看到了玄水怪头目正向洞外跑去，显然是要来个金蝉脱壳。
一旦让他从这里逃掉，即便魏轩再次施展玄水风暴，也顶多将这座洞穴摧毁，但那时他已经逃之夭夭了。但他千算万算，也没算到魏轩也获得了水遁技能。眼看玄水怪头目逃向洞口，魏轩毫不犹豫释放蛛丝罗网，紧随其后的是12道金之剑刃，以及烈焰刀气。轰轰轰！玄水怪头目根本没想到魏轩会发现他，此刻这些技能像攻去，令他猝不及防。当然，即便他有准备，此刻中毒的他也不可能抵挡。吼！玄水怪头目发出凄厉的惨叫，最终被烈焰刀气斩破脑袋，毙命。到底他都没想通，这个人类是怎么发现的？击杀玄水怪头目，魔化，获得能量加87，猎魔值加63。恭喜您击杀玄水怪头目，魔化，爆出猎魔勋章 X3。恭喜您击杀玄水怪头目，魔化，爆出技能玄水分身。恭喜您完成副本第2关挑战，奖励白银宝箱 X1。公告：玩家魏轩首个击杀头目级凶兽，成就加2。恭喜您的成就值达到时，自动升级为终极新手。终极新手奖励4维属性加30，奖励白银宝箱 X1。魏轩大喜，没想到成就升级不仅增加4维属性，还能获得宝箱。第25章收获连连。魏轩没有立即打开白银宝箱，而是先将那10只变异玄水怪和玄水怪头目进行提炼。提炼变异玄水怪，魔化成功，获得水抗加48，碱水抗加20，一级水之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一级水天赋，2次一级水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一级水之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20%。提炼变异玄水怪，魔化成功，获得水抗加46，碱水抗加21，一级水之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一级水天赋，2次一级水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一级水天赋进化为地级。恭喜您的水之天赋融合进化时觉醒了新形态冰。魏轩欣喜，居然还能进化形态，如此一来，他等于也有了寒冰天赋，但却源于水之天赋。也就是说，他的冰和水天赋是共存的，水是液态，冰是固态，2种天赋完全可以融合使用，很不错。除此之外，自己又多了一种属性，碱水抗。有抗性，当然也有减抗。有些凶兽的身体是具备抗性的，这样一来，减抗就十分重要。不得不说，自己无意间闯入的这个副本，虽然凶险了些，但却不断给自己制造着惊喜。魏轩笑着将10只变异玄水怪的尸体都提炼完后，又对玄水怪头目进行了提炼。提炼玄水怪头目，魔化成功，获得水抗加58，碱水抗加31，地级水之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级水天赋，2次地级水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水之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地级水之天赋并没有进化成 B 级，想来天赋等级越高，进化提升就越难。魏轩倒也释然，以后有的是机会。这时，魏轩又看向洞内那些发光的矿石物，灵眸查看，一阶玄铁，材料资源可用于锻造、建筑等。原来是材料。魏轩觉得这些材料以后肯定能用到，于是将洞内的玄铁一一挖掘。恭喜您挖到一阶玄铁加1。公告：玩家魏轩成为首个挖矿者，成就值加1。恭喜您挖到一阶玄铁加1。恭喜您挖到一阶玄铁加2。提示：铁矿品质分为普通、中等、上等、精铁、玄铁。不错，这玄铁原来是铁矿中的极品。魏轩将所有玄铁全部挖完后，数量共有142块，留着以后用吧。接下来，魏轩又查看了一下升到5级猎魔者以及击杀玄水怪头目时爆出的猎魔勋章。物品：猎魔勋章。来源：猎魔者达到一定等级时，主宰赐予，亦可击杀魔物获得。用途：可在商城频道开启后兑换猎魔套装。提示：等级越高的猎魔套装，需要的猎魔勋章数量越多。原来是兑换猎魔套装用的。魏轩想了想，这猎魔套装肯定不凡，先收着吧，也不知道商城频道什么时候开启。目前他已确定猎魔等级的提升，除了4维属性外，很有可能还会有其他奖励。除了猎魔等级外，成就等级也是每次突破都有奖励。刚才成就达到终极新手时，就奖励了一个白银宝箱，包括完成这第2关的挑战，同样奖励了一个白银宝箱。看看能开出什么，魏轩还是很期待的。宝箱等价分为黑铁级、青铜级、白银级、黄金级、紫金子、钻石级、史诗级、神级。等级越高的宝箱，开出的物品就越珍贵，当然这也得运气。总之，宝箱里什么都能开到。
之前魏轩完成这副本第1关的挑战时，就奖励了一个青铜宝箱，从里面开出了储物空间。不知道这次能从这2个白银宝箱里开出什么。心想间，魏轩直接打开了第1个白银宝箱，开启白银宝箱。恭喜您获得装备御风靴。装备御风靴，等级3阶，属性敏捷加38，闪避加25，移速正 30%。特性可御风而行。不错，移速正 30%， 以后能大大缩减赶路时间了。魏轩取出御风靴，精美飘逸，于是立刻穿上。御风靴很轻盈，穿上之后能明显感觉自己的敏捷有所增加。最重要的是，此靴能御风，一跃7、8丈，一去2、3里，应该不是问题。魏轩很满意，但还是发动提炼，结果提炼御风靴失败，目标无需提炼。好吧，看来也不是每件装备都能提炼的。这御风靴属性不错，应该是3阶里的极品，无需提炼。魏轩也没失望，而是看向第2个白银宝箱，将其打了开来。开启白银宝箱，恭喜您获得技能麻痹。出技能了。魏轩有些激动，赶忙将麻痹技能融合。此技可以使目标陷入麻痹状态，丧失知觉和运动功能，配合独之天赋，简直完美。魏轩打开人物面板，玩家魏轩，等级6级，28973500，猎魔者5级，17242000，成就终极新手1/50，力量536，一级超狂力，敏捷537，一级超狂速，体力535，一级超狂体，精神548，地级天赋超旋感，抗性火抗加155，毒抗加158，水抗加862，减抗减水抗加245。武器烈焰刀，攻击加15，攻速正 3%， 暴击率正 2%。装备御风靴，敏捷加38，闪避加25，移速正 30%。技能灵眸、治疗、瞬影、血刺、血爆、无相剑阵、鬼蛛魂骨、蛛丝罗网、水冰盾、玄水冰分身、玄水冰风暴、麻痹。元素天赋木地级，水冰地级，火一级，毒一级，金一级。本命天赋完美提炼。战力53星，只根据4维属性评定，不计入天赋、技能、装备等。魏轩分析了一下，一般人达到6级后也就16星战力，如穆宁雪那样的特殊之人，战力应该也就20多星。当然还有一些奇人异事，不过想来也不会超过30星。但是无绝对，或许有人炼化了大量奇花异果，以及遇到了一些机遇，然后4维属性暴涨也不一定。除此之外，像那些奇人异事，应该也具备一些特殊手段。总之，在这主宰世界，一切都有可能。至于他现在的战力，看似只有53星，但如果加上各种天赋和技能手段，击杀60星的凶兽绝对没问题，甚至70星的也有一战之力。前提是不能遇到那些具备特殊天赋和技能的凶兽，就比如他之前不懂水性又没水之天赋，偏偏遇到那些玄水怪，着实给他制造了不少麻烦。所以没有绝对的强，只有不断变强。想到这里，魏轩抬头看向玄水洞的上方，那里有通往副本第3关的光芒漩涡。第26章尸魔怨咒。就在魏轩准备通往第3关时，996新手区聊天频道，陈岩大佬到藏灵谷了吗？都多长时间了？肯定到了呀。方文，大家不用担心，现在我们所有地级天赋的人都已汇聚藏灵谷，全力帮陈岩升级。陈岩，我现在是5级，8261600，大家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努力的。哇，这升级速度不慢。对了，你们发现没有，穆大美女也升到5级了。看到了，不过应该没陈岩大佬快。是啊，主要穆大美女有些高冷，不说话。魏轩大佬也是，基本就没说过话。不过不久前有公告，魏轩大佬好像击杀了一只头目级凶兽，获得了2点成就值。但是你看魏轩的等级还是4级，都没在前10名了。唉，亏我以为他是真的大佬，没想到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没准魏轩大佬想走生活玩家的道路吧？你看刚才好像还挖矿了。算了算了，我们现在就一心关注陈岩大佬就行了。魏轩之前确实惊艳到我了，但是我现在最关心的还是挑战胜败，谁能帮我们996新手区赢下挑战胜利，以后谁就是大佬。对，我也是。那肯定是陈岩大佬啊。238聊天区，八嘎，996龙国那边的陈岩居然达到5级，8261600了，他怎么会升级那么快？好像他们那个区所有地级天赋的人都去帮那个陈岩了。八嘎，龙国人就是这么无耻。公告，玩家中川一郎将等级提升至6级，4维属性加50。搜嘎，中川大人升6级了。
996龙国人，统统死啦死啦地！伊藤惠子，请大家放心，中川大人一定会赢。虽然中川大人刚升到6级，但现在我们遇到一片凶兽群，中川大人的升级能量正在不断增长，目前已经是6级4383500了。尤西，这次我们大英岛国赢定了！中川大人可是用切腹发下誓言的，我们不可能会输。公众频道，八嘎，懦弱的龙国人，出来啊！我们中川大人已经6级4383500了，你们呢？搜嘎，你们龙国人输定了！懦弱的龙国人，统统死啦死啦的！996聊天频道，那个中川小鬼子升到6级了，而且是6级4383500。操，这狗日的怎么那么快？那些小鬼子们在公众频道叫嚣的越来越过分了，他妈的，好气啊！我也气啊，但没办法，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根本没底气去和那帮小鬼子吵。完了，本来以为看到获胜的希望了，没想到那中川小子升级那么快，这下完了。要是输了，我们真就惨了，是会死的人啊！都别说丧气话呀！陈岩大佬正在拼了命的为了我们升级，我们这时候说丧气话，陈岩大佬会寒心的。没错，我们得更努力的支持和帮助陈岩大佬。方文，大家放心，谁输谁赢真不一定啊。那中川一郎之所以升级快，是遇到了一片凶兽群。不过现在我们也在藏灵谷发现一座山洞，里面似乎也有凶兽群。真的吗？要是真有凶兽群的话，那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山洞好啊，山洞里奇遇多，万一陈岩大佬遇到奇遇，实力大增，然后将局面扭转呢？柳烟，这山洞确实有凶手群，我们要去猎杀凶兽了。方文美女，柳烟美女，你们和陈岩大佬一定要小心啊！还有那些地级大哥们，一定要团结起来，谁都不要阵亡。新手丛林最深处，穆宁雪关闭聊天频道，然后身形一跃，不久后便来到了藏灵谷。也不知道那家伙怎么样了，穆宁雪在心里念叨了一句。不过目前的局面没有太多时间让他思绪，想办法取得挑战胜利才是关键。魏轩那边的升级进度到底怎么样，他也不清楚，但有一点他明白，就是在副本里闯关不是件容易的事。第一关都那么麻烦了，何况第2关呢？一旦被副本里的凶兽缠上，魏轩的升级进度将会大大变慢。但愿魏轩能平安从副本里出来就好。至于挑战的事，既然大家都在帮陈岩，那他也去帮一下好了。毕竟现在他的升级进度确实没陈岩快，那么多人都在帮陈岩，肯定要比他一个人来的容易。索性他也去帮陈岩，先赢下挑战再说。想到这里，穆宁雪加速找陈岩等人去了。彼时，魏轩已经来到了第3关。这是一座巨大的黑色祭坛，边缘有4根血色石柱，其上符文流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凶兽残骸被肆意堆积在这祭坛中。这一幕让魏轩触目惊心。提示：您已进入副本第3关封魔祭坛。魏轩凝眉一皱，因为相对第1关和第2关来说，这第3关只有一个人坐在祭坛上。不对，那不是人。对方头生犄角，通体漆黑，手脚上是尖长的指甲，犹如魔爪。一条条锁链将对方身体锁住，使对方似乎难以动弹。也就此刻，对方缓缓抬起了头，那是一张狰狞恐怖的面孔，双目足有鸡蛋大小，呈血红色，嘴角长着獠牙。饶是魏轩已经击杀过不少凶兽，但此刻看到对方依旧心惊，头皮发麻，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怖。魏轩赶忙用灵眸一扫，异类尸魔，等级5级，战力47星，天赋技能怨咒，来历界外一族，误入蓝星后陨落，后被魔气侵蚀，化为尸魔。特性阴森、邪恶、施怨、夺舍。提示极度危险。魏轩暗暗心惊，没想到这副本第3关就是一个被魔气侵蚀的异族之尸。不过魏轩来不及有更多分析，那祭坛中央的尸魔便发出一声森然怪笑，结300年了，终于又有人类闯到这里了，结。尸魔怪笑间，鸡蛋大小的血色双目骤然一闪，紧接着阵阵极为瘆人的恐怖之音于这祭坛上空回荡。那恐怖之音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像是婴儿哭啼，又像老人悲鸣，更像女人发笑。如果用一个词形容，那就是鬼叫。渐渐的，魏轩大脑一片空白，双目也渐渐失神。但很快他便一咬舌尖，清醒过来。不对，这是怨咒。魏轩的额头上惊出丝丝冷汗，没想到自己无形中险些迷失心神。即便此刻清醒过来，但随着怨咒的回荡，他还是烦躁不已，像是要疯掉崩溃一般。杀！魏轩当即一声大喝，挥动烈焰刀直奔尸魔而去。他不知道这尸魔究竟如何，但可以确定的是，对方被锁链锁着，根本无法动弹。既如此，不如主动出击，先杀了对方再说。
虽然击杀起来没他想的那么简单，但他手段众多，毫无畏惧。然而魏轩还是低估了这尸魔的能力。就在魏轩斩向尸魔时，忽然大脑仿佛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随之而来的便是阵阵晕眩感。啊！魏轩发出一声惨叫，跌落在地上，双手捂着头，感觉整个脑袋都要炸开一般。也就这时，那祭坛边缘的4根血色石柱骤然血光大盛，紧接着4道身影分别从血色石柱内涌现。第27章血夺。那4道身影通体血红，也是魔爪獠牙，分别拎着一条血色的锁链向魏轩走去，看架势是要将魏轩锁住。1步、2步、3步，很快4道身影走进魏轩，果然拿着血色锁链就要去捆魏轩。然而这时鬼蛛魂骨骤然从魏轩后背出现，魏轩瞬间清醒，想都没想便施展瞬影，与那4道身影拉开距离。咦？尸魔露出惊诧的神色，这人类居然能从怨咒晕眩中缓过神。不过尸魔也没多想，顶多觉得魏轩有些实力而已，不然也闯不到他这里。魏轩则是紧紧盯着尸魔与那4道身影。异类血尸，等级5级，战力36星，天赋技能血化，来历曾经的人类，挑战副本失败后被尸魔以血祭之法炼成血尸，特性阴森邪恶，被操控。异类血尸，等级5级，战力38星，天赋技能血化，来历曾经的人类，挑战副本失败后被尸魔以血祭之法炼成血尸，特性阴森邪恶，被操控。魏轩暗暗心惊，这4具血尸原来曾经和他一样，也是闯到这副本第3关的，结果都挑战失败了，然后被尸魔炼成了血尸。目前来看，那尸魔虽然被锁链封印，无法动弹，但却可以操控这4具血尸，甚至还有咒怨这一诡异技能。结。这时那尸魔再次发出一声怪叫，像是在发号施令。果然随着尸魔的怪叫声回荡，那4具血尸低吼着朝魏轩冲去。此刻魏轩还有些头痛，眼看4具血尸临近，赶忙挥动烈焰刀，并释放出12道金之剑刃。随着烈焰刀气和12道金之剑刃落在那4具血尸身上，那4具血尸骤然化作4滩血水。魏轩一愣，这就击杀了？但肯定不会就这么简单。只见那4滩血水快速凝聚，形成4道血链，直奔魏轩。这就是血化。魏轩心惊不已，这种血化技能可化作血水，变换任何形态。眼看4具血尸化作的血链临近，魏轩骤然施展水之天赋。水之天赋蔓延，很快便将4道血链覆盖。冰冻，魏轩立刻将水切换成冰形态。只见那4具血尸化作的血链骤然被冰冻，定格在魏轩跟前。魏轩暗暗松了口气，赶忙拉开距离。最中央的尸魔看到这一幕，更加诧异，想不到你这人类小子手段还挺多。说完，尸魔再次发出结的怪叫声，紧接着咒怨回荡。只见被冰冻的4具血尸渐渐从冰块中消失，然后便迅速钻进了祭坛边缘的4根血柱上。魏轩瞳孔一缩，这尸魔虽然不能动，但对方的咒怨技能却十分诡异。此刻4具血尸被某种力量重新吸进血柱内，可很快一抹抹鲜血便从尸魔身上进出。那些鲜血顺着尸魔身上的铁链蔓延，很快便覆盖在4根血柱上。4根血柱竟再次冒起血光，随着血色符文流转，4具血尸又从血柱内重新出现。这次4具血尸化为魔爪，向魏轩抓去。蛛丝罗网，魏轩赶忙释放出一道道蛛丝，欲将4具血尸缠住。可蛛丝罗网刚将4具血尸缠住，那4具血尸又变换形态，挣脱了蛛丝罗网的束缚。蛛丝罗网困不住，火！魏轩又释放火焰天赋，想将4具血尸燃烧殆尽。可火焰刚将那4具血尸包裹，最中央的尸魔再次发出咒怨，4具血尸再次于火焰中消失，被尸魔吸进了血柱内。紧接着，尸魔仿佛又通过锁链向石柱内充能一般，令那4具又一次于血柱内浮现。该死！魏轩感觉这次真遇到麻烦了，这4具血尸他根本无法击杀。烈焰刀、金之剑刃、蛛丝罗网、火天赋似乎都无法击杀这4具血尸，有些类似玄水怪的再生技能，但又和再生技能有很大不同，因为这4具血尸明显是被尸魔操控的。即便火焰天赋能将其燃烧，冰形态能将其冰冻，可都会第一时间被尸魔用怨咒的诡异之力吸进那4根血柱中，然后尸魔似乎能为其充能，让4具血尸重新从血柱内出现。那就先拿你开刀。魏轩陡然看向坐在祭坛最中央露着森然诡异笑容的尸魔。既然这4具血尸是被尸魔操控的，
那肯定是秉承着尸魔的意志，所以只要将尸魔击杀，4具血尸自然可以击溃。当即，魏轩催动疾风靴，再施展瞬影技能，直奔最中央的尸魔。但尸魔似乎知道了魏轩的想法，竟第一时间加强了咒怨之声。啊！魏轩的脑袋仿佛又被什么刺了一下，疼痛间跌落在地，阵阵眩晕感让他眼前模糊，整个头都要炸裂一般。结，乖乖接受本尊的夺舍吧！尸魔怪笑间，咒怨再起。紧接着，魏轩仿佛被某种力量束缚一般，竟缓缓飘去，身体无法动弹分毫。4具血尸也在这时化作血链，分别缠住魏轩的手脚，继而与4根血柱连接。血夺大阵，起！尸魔的声音伴随着咒怨回荡，整个祭坛随之震动，那4根血柱也随之血光大盛，上面符文急剧流转。魏轩明显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血液在一丝丝流逝，然后顺着血链注入那4根血柱内。锁着尸魔的锁链也在这时变成血红色，这是尸魔在通过这些锁链吸取血柱内的血色能量，或者说是在吸取血柱在他身上抽取的鲜血。这是夺舍，血液夺舍。偏偏魏轩此刻无法动弹分毫，仿佛被某种意志强行束缚一般。怎么办？难道就要这么挂在这里了？魏轩在脑海中疯狂想着解脱之法，可现在他被那4具血尸化成的血链锁着，十分被动。他的手段根本无法击杀血尸，即便可以用冰形态冰冻、火天赋燃烧，但只要尸魔一施展咒怨，还是没用。魏轩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鲜血顺着血链被血色石柱抽取，再让尸魔吸收，心中大急。然而很快，一抹灵光在他脑海中闪烁。等等，毒！没错，他可以尝试一下用毒啊。刚才他之所以没用毒，是因为那4具血尸并非真正的生命体，而是被尸魔用鲜血炼成的。说白了，血尸秉承的只是尸魔的意志，所以对4具血尸用毒根本没用。可现在不一样，尸魔正在通过血色石柱以及4具血尸化作的血链吸取他身上的血液，那么明的手段不行，那就来暗的吧。当即，魏轩暗暗操控毒天赋，配上麻痹技能，融于自己的血液中。第28章怨尼玛咒。鲜血的滋味真是不错。尸魔怪笑连连，而魏轩这时双目渐渐变得有些空洞，且意识模糊，仿佛有某种能量要强行占据他的身体，将他灵魂击溃。魏轩心惊，原来尸魔不仅在吸取他的血液，更在消磨他的意志。想必这时候尸魔已经吸取他寒毒的血液了，麻痹效果快生效啊！魏轩心中大急，用带有麻痹效果的毒克制尸魔，只是魏轩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具体可行不可行，他也不知道。关键现在他感觉自己的意识已经十分微弱了，就算麻痹效果有用，自己到底能不能坚持到那时候还是两说。魏轩只能不断咬牙，让自己的意志保持清醒。你这人类的意志还挺强。尸魔有些惊诧，一般6级的人类精神属性都是20多星，即便有特性情况也很难超过30星。按说他消磨一个6级人类的意志应该很容易，为何到现在这人类还在坚持？很快，尸魔便没了耐心，当即咒怨再起。魏轩也在这时意识渐渐陷入漆黑。很快，魏轩感觉自己的身体在漂浮，环顾一看，竟来到了一片漆黑的空间。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一个身影便出现在他前方，正是尸魔。去死吧！尸魔面部狰狞，向魏轩扑来。魏轩想施展技能，可什么都施展不出来，只能用此刻轻飘飘的身体去格挡。尸魔抓着他的手臂，张着獠牙，想强行将魏轩吞噬，就像是2个在摔跤一般。尸魔的力气很大，可魏轩不得不咬牙与对方相拼。此刻他已明白，这应该是自己的精神空间，目前自己的身体只是精神体。这尸魔也是，一旦自己的精神体被尸魔吞噬，那他就彻底没了。该死，你的精神体怎么会这么强？该死，快让本尊吞噬！尸魔眼看魏轩挣扎的厉害，渐渐没了耐心，变得暴躁不已。一般的精神体在他面前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可眼前这人类的精神体不仅还手，还能与他相拼，这怎么可能啊？这尸魔哪会知道，魏轩虽然才6级，但却一直在提炼4维属性，如今精神属性已经达到了548。这时，尸魔空洞的血目泛起血光，顿时力量大增。魏轩的精神体险些崩溃，眼看着尸魔的獠牙在一点点向他逼近。可恶，任由这样下去，自己的精神体肯定会被对方吞噬。魏轩急迫间陡然想起了一种可能，自己的精神体比对方强大不就行了？一念至此，魏轩尝试动用精神念力，果然主宰光屏出现。他毫不犹豫地用意念操控交易频道，只见交易频道中他的精品烤肉早就售卖空了。完成的交易空间内有着不少灵植和变异凶兽的尸体。
魏轩直接将灵植和变异凶兽尸体快速分类。片刻后，所有能提升精神属性的灵植和变异凶兽尸体被分裂出来。魏轩立刻开始对那些灵植和变异凶兽尸体进行提炼。提炼养心木成功，获得精神加5；提炼凝魄草成功，获得精神加10；提炼变异柴胡成功，获得精神加17；提炼变异鬼蛛成功，获得精神加28。轰轰轰！这一刻，魏轩精神体的气势不断攀升。本来尸魔的獠牙已经临近魏轩的精神体了，但随着魏轩精神体的气势攀升，瞬间将局面逆转过来。尸魔大惊：“不，这不可能！你的精神体怎么突然变强了？该死！”砰！魏轩趁尸魔惊骇时，立刻用力一推，将尸魔的精神体推开。就算你精神体突然变强了，也不可能拼得过本尊。咒怨！尸魔急了，想要再次施展咒怨。魏轩也慌了。咒怨明显是精神类技能，尸魔有精神技能，可他没有。一旦让尸魔施展咒怨，那他的精神体即便增强了不少，但依旧会在咒怨下无法与尸魔对抗。不过，魏轩慌了好一阵儿，忽然发现尸魔并没有施展咒怨。定睛一看，只见尸魔此刻神情萎靡，精神体摇摇欲坠，跟喝了假酒一样。哈哈哈哈！麻痹效果有用。该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尸魔露出惊恐的表情，渐渐从魏轩的精神空间中消失。魏轩也意念一动，让精神体回归肉身。封魔祭坛。本来陷入昏迷的魏轩陡然睁开双眼，其双目清明，一时间气势大增。反观尸魔，神情萎靡，面露恐惧。给我破！尸魔被麻痹，渐渐丧失了知觉能力，意志虚弱的同时，那4具血尸化作的血链也威力大减。随着魏轩一声大喝，4道血链骤然崩溃，重新化作4具血尸。可魏轩根本没理会他们，而是火力全开，直攻尸魔。趁你病，要你命！此时尸魔陷入麻痹，若不赶紧击杀，等尸魔恢复过来，那他就只能等死。至于4具血尸，一旦尸魔毙命，这4具血尸根本对他造不成任何威胁。为防止万一，魏轩将全部手段都用上了。烈焰刀气纵横，12道金之剑形成了无相剑阵，一尊2丈多高的巨大神像出现。蛛丝罗网，水冰天赋、火之天赋、木之天赋、血刺、血爆齐涌而至。怨咒，怨尼玛的咒，让特么你怨咒！这一刻，魏轩因之前险些阵亡而陷入疯狂。轰轰轰！封魔祭坛震动。不！尸魔发出凄厉的惨叫，但随着巨大的能量波动炸开，尸魔直接毙命。那4具血尸也化为尘埃。击杀血尸，获得能量加123，猎魔值加75。击杀血尸，获得能量加126，猎魔值加76。击杀血尸，获得能量加124，猎魔值加75。击杀血尸，获得能量加128，猎魔值加77。击杀尸魔，获得能量加359，猎魔值加115。恭喜，您的猎魔等级提升至6级，4维属性加60，奖励猎魔勋章 X2。恭喜，您的等级提升至7级，4维属性加60。恭喜，您击杀尸魔，爆出猎魔勋章 X5。恭喜，您击杀尸魔，爆出神秘之物，丢失的信笺，特殊道具，需在指定区域打开。恭喜，您完成神秘山洞副本，获得通关奖励5阶猎魔套装，任选1，黄金宝箱 X1。公告：玩家魏轩完成副本挑战，成就加10。公告：玩家魏轩守卫达到7级，奖励黄金宝箱 X1。公告：玩家魏轩完成2次考核，开启村庄建设频道。魏轩身形踉跄，神情疲惫，但却笑了。与此同时，238区已经欢呼一片，不少樱花国人正在公众频道疯狂叫嚣着，而996区这边一个个低落、郁闷、恐慌、无奈。第29章，我们怎么输了？996新手区聊天频道，陈岩大佬，现在是什么进度啊？我好慌。是啊，刚才我去238那边看了一下，那中川小鬼子都6级，18753500了。操，太快了，我特么心脏都要跳出来了。也就这时，公告：玩家楚青云被4级变异苍狼击杀。公告：玩家聂雄被4级魔化苍狼击杀。此公告一出，聊天频道瞬间炸锅。什么情况啊？楚青云和聂雄可都是地级强者啊，怎么就突然挂了？陈岩，到底发生了什么？宋子宁，大家先别问了，我们遭遇了狼群，虽然只有4级，但数量很多，而且还有被魔化的，甚至变异的。啊，那岂不是有很多能量供陈岩大佬提升等级吗？宋子宁，不是，这些狼群太难对付，有一只苍狼头目在指挥，让狼群作战有序，我们很难击杀。
刚才楚青云和聂雄就不幸阵亡了，我也受了重伤，幸亏被穆宁雪救下，目前正在一个洞缝里疗伤。穆大美女也去帮你们了。不过因为形势凶险，所以我们很难做到给陈岩大佬让经验了。现在陈岩大佬好像才6级，5723500，那怎么办啊？这下是真的BBQ了。估计再有1个小时，那中川小鬼子就会升到7级，到时我们手中的武器不仅会被没收，而且4维属性也要30，最重要的是我们996区的资源也会减半。如果真输了的话，我们至少区的人至少会死8成。我还不想死。238聊天频道 ，Soga 996龙国那边快完了，他们现在被狼群包围了，都受了伤，还死了2名地级天赋的强者。中川一郎，中川大人，请尽快赢下他们，拜托了。伊藤惠子，请大家放心，中川大人目前已经是6级，21383500，最多再击杀10只凶兽就可以赢了。尤西，龙国那个陈岩才6级，5723500，他和我们中川大人的差距很大。龙国死啦的。公众频道，龙国的懦夫，我们中川大人马上就能达到7级了。八嘎，你们出来！死啦地龙国，你们要完了。Soga， 我们大樱花帝国是最强的。238区，藏灵谷，中川一郎击杀掉1只变异凶兽后，露出满意的笑容。在他身边，除了伊藤惠子外，还有10几名身材1级棒、长得1级漂亮的美女。伊藤惠子汇报道：“报告中川大人，996龙国那边跟您的差距很大，目前等级最高的就是那个陈岩，才6级，5723500。尤西，那我们赢定了。”中川一郎看了眼身边的10几名美女，先让他们给我助兴吧，等助完兴，我就一举升到7级。嗨！伊藤惠子立刻对那10几名美女说道：“还请你们为中川大人助兴。”嗨！当即10几名美女开始宽衣，将中川一郎围了起来，为其助兴。那画面无法言喻。然而，中川一郎正享受着10几名美女给他助兴的快感时，忽然一则公告响起：公告，996新手区的玩家魏轩升至7级，4维属性加60。公告，996新手区的玩家魏轩提前升至7级，获得来自238区的挑战胜利，奖励4维属性加60黄金宝箱 X2。公告，本次238新手区向996新手区发起挑战失败，30秒后将对238新手区资源减半，所有玩家4维属性30，并没收所有玩家武器。公告，本次996新手区获得来自238新手区的挑战胜利，30秒后将对996新手区资源翻倍，所有玩家4维属性加30，并人手奖励1件1阶武器。公告，238区的玩家中川一郎因主动挑战996新手区失败，单人惩罚4维属性60，装备没收，天赋降至 C 级。随着一条条公告出现，所有人都懵逼了。本来正无比畅快的中川一郎瞬间瞪大眼珠，八嘎，这不可能，龙国人一定在作弊。很快30秒到了，238区顿时开始地形大变，凶兽、副本、奇花异果等资源骤然消失了一半。紧接着，所有238区的樱花国人的武器也全部消失，一道道光束从他们身上升起，4维属性直接减了30。八嘎，这是怎么回事？亚麦蝶！238区的樱花国人全都发出惊呼，一个个面露惊恐。八嘎，中川一郎不是一定会赢吗？请问中川大人，为什么996区会赢？为什么？中川大人不是用切腹保证不会输的吗？伊藤惠子也懵了，感受到身上的4维属性减少了30，武器也没了，资源也没了，他忍不住看向中川一郎：“中川大人，请问您要切腹吗？需要我帮您借错吗？”八嘎！中川一郎啪的一巴掌扇在伊藤惠子脸上，然后一脚将围在他身边的那些帮他助兴的美女踢开。996区的龙国人肯定作弊了，我们一定要报仇。996区，随着一则公告响起，本来都在悲叹恐慌的人瞬间愣住了。紧接着30秒后，所有人的手中都多了一把1阶武器，并且4维属性嗡直接都加了30点，甚至996区的山川河流也在扩大，不少副本、奇花异果、各种材料、矿脉也凭空出现。本来正在和狼群交战的陈岩等人，在听到公告后也直接目瞪口呆。要不是穆宁雪提醒他们暂时后退，他们几乎要被狼群扑到身上了。我们赢了！是魏轩！天哪，魏轩大佬怎么做到的？所有人都无比震撼，甚至是想不通。尤其是陈岩，本以为自己才是996区赢得胜利的最大希望，可万万没想到，到最后是魏轩带领996区赢得了胜利，简直不可思议。所有人都以为他们是在做梦，但感受到4维属性的增加，看着手中的1阶武器，
再看看眼前突然增加的狼群，他们不得不信。慕宁雪冷艳的娇颜则是露出了罕见的微笑，他知道魏轩没死，而且闯过了副本。第30章猎魔铠甲。996聊天频道，我他妈不是在做梦吧？我们赢了，胜利来得太突然，我都没做好准备呢。魏轩大佬，是魏轩大佬，他带领我们赢下了挑战。天哪，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之前看魏轩大佬不是才4级吗？怎么突然就7级了？我知道了，你们看公告，魏轩大佬完成了副本，成就加10。明白了，肯定是魏轩大佬在副本里把他的等级排名暂时关闭了。我滴个大槽，魏轩大佬好牛逼啊！呜呜，魏轩大佬明明可以赢下挑战，为什么不说啊？之前吓死我了。我也是啊，差点吓尿。我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株灵植，我这里也是，哈哈，嘿嘿，我终于有一阶武器了。不说了，我们全体说一句魏轩大佬威武，然后去公众频道对一波那帮小鬼子去。魏轩大佬威武，魏轩大佬威武加1，魏轩大佬威武加2。公众频道，日你奶奶个腿的小鬼子们，你爷爷出来了，来啊，开骂啊！操，我就想问你们一句，4维属性被30爽不？武器被没收爽不？资源减半爽不爽？你们那什么中川不是说输了要切腹吗？他切了吗？对，让他切啊！还他妈找身材1级棒、长得1级漂亮的女人助兴，真他妈的恶心死了！八嘎八嘎，扒你妈个头啊！中川一郎，你们龙国人大大低坏，居然作弊！我一定会报仇的，一定会！操，死鸭子嘴硬是吧？承认自己垃圾就那么难？你他妈作弊一个给老子看看！来啊！公告，本次挑战已结束，2区关联就此断开，公众频道就此关闭。公众频道关闭了，996新手区和238新手区的关联也断开了。一切好像又回到了之前，但看着手中的1阶武器，感受着凭空增加的30.4维属性，所有996区的人都知道，如今的996区资源增翻倍，他们的战力都涨了不少。当然，这也让他们意识到，在这主宰世界可不仅仅只有他们这一个新手区。今天有238新手区来挑战，明天可能还会有其他区来挑战，所以变强极为重要。虽然这次是他们赢了，但那是因为魏轩大佬牛逼。可下次呢？如果下次再有其他区挑战，他们会不会赢？一旦输了，下场将会很惨。想要不被这主宰世界淘汰，变强是唯一的道路，没有之一。封魔祭坛，随着魏轩将尸魔击杀，一道道光束自魏轩头顶落下。等级提升7级，4维属性加60。猎魔等级提升，4维属性加60，奖励猎魔勋章 X2。完成副本挑战，成就加10。赢下来自238新手区的挑战，4维属性加60，黄金宝箱 X2。副本通关奖励，猎魔套装，任选1，黄金宝箱 X1。守卫达到7级，奖励黄金宝箱 X1。击杀尸魔，爆出猎魔勋章 X5。神秘之物，丢失的信笺。魏轩虽然身形踉跄，神情疲惫，但却笑得很开心。提示：神秘山洞副本即将关闭。这一提示让魏轩精神一振，几乎不假思索的身形一闪，来到毙命的尸魔旁，立刻发动提炼。提炼尸魔成功，获得技能精神念咒。果然是精神类技能。魏轩大喜，精神算是4维属性中最玄妙的一种。当然，即便是其他3维属性也不能小觑。尽管有不少元素类、特殊类的天赋和技能看似都比4维属性的天赋强，但究其根本，4维属性还是极为重要。否则，战力也不会是根据4维属性来评定。比如力量强大，便可一力破万法；速度强大，可缩地成寸，踏破9天；体力强大，亦可天塌不惊，地陷不乱；精神强大，更是一念千里，神游四海，甚至杀戮于无形。总之，千万不要小看4维属性天赋，尤其是精神类。尽管之前精神天赋进化时只进化出灵眸这一辅助技能，但并不代表精神就没有攻击技能。这次对抗尸魔，魏轩险些栽在对方手上，就是因为对方精神强大，有咒怨这一无形诡异的技能。由此可见精神类技能有多恐怖。此刻，魏轩获得精神念咒这一技能后，瞬间就明白之前自己为什么会突然出现晕眩乃至身体被束缚的感觉了。原来这精神念咒有2大效果：一、精神之刺，可令目标晕眩乃至头痛欲裂；二、精神束缚，可用精神束缚目标。当然，如果对方精神强大，那就效果大减，甚至无效。而且施展精神念咒对精神消耗极大，一般还是不要轻易使用的好。毕竟他现在手段不少，拿束缚目标来说，就有蛛丝罗网，只是蛛丝罗网是有形的，不像精神束缚是无形的。但如果不遇到特别难缠的对手，
蛛丝罗网就够用了。魏轩整理思绪间，副本也渐渐关闭，变化了一座山洞。这座山洞应该是和新手丛林深处的山洞相连，一边是新手丛林深处，一边是藏灵谷。如今他所在的这边必然是藏灵谷了。不过魏轩并没有急着出去，而是整理起了自己的收获。丢失的信笺，特殊道具需在指定区域打开。指定区域，魏轩有些错愕，这东西到底是干嘛用的？没一点说明啊。算了，先留着吧，没准以后能用上也不一定。魏轩没再研究丢失的信笺，而是开始选猎魔套装。猎魔套装分为猎魔武器、猎魔铠甲、猎魔手套、猎魔护腕、猎魔戒指、猎魔手镯、猎魔肩、猎魔靴、猎魔盔，共9件。完成通关副本后，只奖励1件。魏轩想了想，如今自己的攻击手段已经不少了，倒是防御这方面还有所欠缺，于是便选了1件5阶的猎魔铠甲。嗡，1件5阶的猎魔铠甲出现。装备：猎魔铠甲，等级5阶，属性：体力正 25%， 所有元素抗性正 15%， 血上限正 10%， 气上限正 10%， 致命防御正 50%。被动：受攻击时自主开启防御罩，有一定几率产生反震。反震效果：所受攻击会100%反击给目标。看到这猎魔铠甲的属性，饶是魏轩也忍不住惊了一下。这猎魔铠甲简直牛逼啊！属性居然全是以百分比的形式加的。比如他现在的体力是715，那加 25%等于直接加了178点体力。也就是说，他的属性越高，这种百分比的形式加的就越多。而且所有元素抗性还加 15%， 血上限、气上限也加 10%。千万不要小瞧这 10% 的血上限和气上限，对战斗可是有着很大帮助的。最重要的是，致命防御还加 50%， 这等于是多了半条命啊！还有被动，还有几率产生反震。魏轩呼吸急促，5阶的猎魔装备就这么牛叉，那更高等阶的呢？这一刻，魏轩忽然有些期待商城开启后，用猎魔勋章兑换更多的猎魔套装了。不过想要兑换猎魔套装，肯定需要更多的猎魔勋章。至于猎魔勋章，通过提升猎魔等级奖励的猎魔勋章有些少，但击杀魔化凶兽似乎有几率能爆出猎魔勋章。比如击杀玄水怪头目、魔化和击杀尸魔时就爆出了猎魔勋章。不过击杀变异级魔化凶兽似乎不爆猎魔勋章，普通的魔化凶兽更不用说。当然，也有可能是之前击杀的魔化凶兽等级比较低。总之，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多收集猎魔勋章。如果将9件猎魔套装都凑齐，肯定牛叉到天际。魏轩越想越激动，直到将猎魔铠甲与自身绑定后，这才平复了一下心情，准备开启那4个黄金宝箱。通过奖励了1个，带领996新手区赢得挑战胜利奖励了2个，守卫达到7级奖励1个。4个黄金宝箱，不知道会开出什么，魏轩隐隐有些期待。第31章解救。魏轩一脸期待地打开了4个黄金宝箱。开启黄金宝箱，恭喜您获得武器穿云弓。开启黄金宝箱，恭喜您获得真兽弹火雀。开启黄金宝箱，恭喜您获得阵图5行绝煞阵。开启黄金宝箱，恭喜您获得物品终极宝箱合成符。咦，魏轩惊奇不已，一一查看开出的物品。武器穿云弓，等级5阶，属性攻击加57%，攻速正 15%， 射程正 20%， 穿透加300%，命中正 10%。使用拉弓时运转天赋能量便可形成剑枝。特性十箭齐发，这弓相当哇塞啊！魏轩取出穿云弓看了看，通体银色，拉起来十分顺手。将穿云弓收在储物空间内，魏轩又查看另一件物品：真兽弹火雀，品阶朱雀后裔，血脉等级 B 级，自身等级以火能量浇灌，可提高先天等级。认主说明每日以鲜血喂养，孵化时间未知。这火雀不简单啊，竟然是朱雀后裔，血脉等级达到了 B 级。如果将来这小家伙重生了，肯定能成为自己的一大帮手。魏轩取出火雀真兽弹，足有半人多高，通体火红，其上符文流动，散发着一股炽热感。魏轩摊开手，浸出一抹鲜血，落在火雀真兽弹上，顿时鲜血被真兽弹吸收。紧接着真兽弹晃了晃，显得很是欢快。魏轩也笑了笑，隐隐能感觉到真兽弹里面的火雀在和他打招呼。片刻后，魏轩将火雀真兽弹收起，然后又查下一件物品：阵图5行绝煞阵，等级5阶，说明此阵需以5行元晶为阵眼，炼制24面阵旗方可完成布置。威力5行变换，煞气凛然，可凝聚5行煞灵攻击入阵者。不错，
虽然五行绝煞阵没有华丽的数据介绍，威力介绍也比较简单，但魏轩觉得应该很厉害。当然，具体效果还要以后布置了再说。不过现在肯定无法布置，一来需要五行元晶为阵眼，二来还要炼制24面阵旗。先学习，以后有机会找一下五行元晶吧。当下，魏轩学习了五行绝煞阵，一束光芒自头顶落下。魏轩掌握了五行绝煞阵的布置以及阵旗的炼制方法。继续查看最后一件物品：中阶宝箱合成符。使用可将5个宝箱进行合成，从而提升宝箱等级。说明中阶宝箱合成符只可合成白银宝箱及黄金宝箱。还可以这样？魏轩陷入沉思。照这么说，初阶宝箱合成符是将5个黑铁宝箱合成一个青铜宝箱，或者将5个青铜宝箱合成一个白银宝箱。中阶宝箱合成符的范围是白银宝箱和黄金宝箱。那如果是高阶合成符的话，岂不是可以将5个紫金宝箱合成一个钻石宝箱，或者将5个钻石宝箱合成一个史诗宝箱？魏轩呼吸急促，早知道有宝箱合成符这东西，他刚才就不将4个黄金宝箱开启了，直接再凑够一个黄金宝箱，然后收购一个宝箱合成符，合成一个紫金宝箱，肯定能开出更好的东西。想归想，但魏轩很快也就释然了，连他都是第一次见到这宝箱合成符，估计其他人更不知道。将中阶宝箱合成符收起，魏轩接下来又打开了主宰光屏。如今他的主宰光屏上多了一个村庄建设功能，想来这个村庄就是进入游戏时自己所在的那个残破村庄吧。这个主宰世界，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残破村庄，后续村庄会成什么样，就看每个人的建设了。现在想想，第一次考核是清除村庄恶鼠，第二次考核是将等级提升至7级。等级提升，实力强大后就开放村庄建设频道。这么看来，村庄建设也十分重要啊。魏轩进入村庄建设频道，发现有不少功能，但目前都是灰色，还没解锁。只有一个是亮的。修复村庄需找到缺失的木料、缺失的石料、缺失的沙土。提示1：前往藏灵谷，引出藏灵3怪并击杀，可获得缺失的木料、石料、沙土。提示2：藏灵3怪实力强大，建议至少5人组队击杀。这修复村庄也很考验人啊。魏轩看了下，所谓藏灵3怪分别是枯木巨妖、碎石金刚、泥流之主。这3怪都有具体的坐标，只不过需要一定契机才可以引出藏灵3怪。其实也有些类似于副本了。看来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藏灵3怪了。魏轩沉思道，早早修复村庄必然有大作用。片刻后，魏轩走出山洞，刚准备朝藏灵3怪的坐标而去时，忽然眉头一皱，听到不远处传来激烈的打斗声，伴随着打斗声还有阵阵狼叫。魏轩身形一动，以极致的速度来到打斗声处，定睛一看，居然是陈岩等人在和一只狼群战斗。穆宁雪也在。那狼群分4种颜色，灰色最多，大概有50-60只，黑色次之，10来只左右，再者是青色，只有3只，还有一只是银色，虽然只有1只，但体型巨大，气势很足。银色苍狼没有参与战斗，只是站在一座巨石上指挥。凶兽苍狼，等级4级，战力12星，特性凶残嗜血。凶兽魔化苍狼，等级4级，战力16星，特性魔化凶残嗜血。爆率3%。凶兽变异苍狼，等级4级，战力18星，特性变异凶残嗜血。爆率4%。凶兽苍狼头目，等级4级，战力22星，特性头目凶残嗜血守护。天赋1级超狂力，爆率6%。4级魔化苍狼才16星战力。魏轩愣了愣，他在副本里遇到的4级玄水怪可是20多星了。不过转念一想就释然了，可能副本内的凶兽都比较强吧。轰轰轰！此刻穆宁雪和陈岩等人正在拼命和苍狼群战斗。在苍狼头目的指挥下，这群苍狼都作战有序，且悍不畏死，给穆宁雪和陈岩等人制造了不少麻烦。虽然他们击杀了不少苍狼，但他们也一个个都受伤了。如果只是苍狼群还好，关键有魔化苍狼和变异苍狼，战力强悍，往往掩护普通的苍狼战斗。渐渐的，穆宁雪和陈岩等人已经开始处于弱势，那些地级天赋之人也都伤势加重。照这么下去，这些人多半得死在这里。穆宁雪和陈岩是 C 级天赋，如果拼命逃的话，应该能逃出来，但其他人就不好说了。何况苍狼头目还没加入战斗。眼看情况危急，魏轩想了想，都是同胞，不能见死不救，于是身形一跃，开始对苍狼群展开屠杀。第32章，这特么简直离谱！
狼群中，陈岩等人节节败退，10几名地级天赋之人已经死去2个，还有好5、6个陷入重伤，其他人多少也都受了伤。他们想逃，但此刻被狼群围着，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即便此前因为魏轩带领996区赢下挑战胜利，让他们实力涨了一波，可碍于资源翻倍，狼群数量也增多了。可恶，难道我们都要就这么死在这里？杨云峰击退2只苍狼后说道。操！陈岩大骂一声，怒不可遏。现在他心里更多的是憋屈和愧疚。本来他想当996区的英雄，带领996区赢下挑战的，结果最后魏轩突然升到了7级，这让他无比懵逼。更夸张的是，在场的地级天赋之人可都是来帮他的，可现在遇到苍狼群，很有可能要全军覆没。真他妈的！柳烟和方文也都嘴角挂着鲜血，俏脸上挂着丝丝绝望。穆宁雪手持寒风剑，寒气弥漫，将冲过来的3只苍狼冰冻。他身上没有穿剑灵豹衣，在来帮陈岩之前，他就已经寻了件合适的衣服套在了外面。此刻他见几只苍狼向柳烟和方文扑去，立刻释放寒冰天赋，在柳烟和方文身前出现了一面冰墙，抵挡了那几只苍狼的攻击。不过他也受了不小的伤势，释放完寒冰天赋后，隐隐有些身形踉跄。也就这时，2只变异苍狼和6只魔化苍狼向他袭来。显然苍狼头目也发现穆宁雪的战力很强，于是就分出一半变异苍狼和魔化苍狼，全力对穆宁雪展开攻击。小心！穆姐姐，小心！柳烟和方文赶忙提醒。然而此刻穆宁雪持续释放寒冰天赋，再加上受伤，已然有些虚弱。何况2只变异苍狼和6只魔化苍狼已经临近，穆宁雪很难做出反应。所有人都是一惊，如果穆宁雪倒下，他们必然会很快溃散。要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在苍狼群中支撑这么久，很大一部分是穆宁雪功劳。虽然穆宁雪和陈岩一样都是 C 级天赋，但穆宁雪的实力比陈岩要强。若非穆宁雪不断释放寒冰天赋掩护他们，恐怕现在他们死的就不止2人了。可眼下2只变异苍狼和6只魔化苍狼扑向穆宁雪，他们却无能为力。然而眼看穆宁雪就要在狼爪下香消玉殒时，忽然8道蛛丝激荡，骤然落在那2只变异苍狼和6只魔化苍狼身上。紧接着8只苍狼骤然身下倒飞，轰轰轰，一个巨大的烈焰刀气从空中落下，那2只变异苍狼和6只魔化苍瞬间毙命。烈焰余波扩散，7、8只普通苍狼受到波及，没有任何幸免，也直接一命呜呼。嗷嗷嗷！苍狼群顿时恐慌，众人懵了，这他妈啥子情况？穆宁雪也有种劫后余生之感，凝眸一看，却见一道身影落在他身前，还扭头冲他咧嘴笑了笑。这人他熟啊！不光他，陈岩、柳烟、方文3人组也和这人有过一面之缘。哇，好帅！方文满目桃心。喂，魏轩！柳烟美眸圆瞪，陈岩也一脸的不可思议。啥？魏轩？真的是魏轩大佬？刚才那一刀好牛逼啊！众人也将目光落在那身穿猎魔铠甲、脚踏御风靴的青年身上，可不就是刚带领他们996村赢下挑战的魏轩大佬吗？谢谢。穆宁雪美眸闪烁，他又被魏轩救了一次。太好了，有魏轩大佬加入，我们战胜狼群就有希望了。是啊，毕竟魏轩大佬已经7级了。众人激动不已。可除了穆宁雪外，谁也没见过魏轩的实力，只觉醒魏轩应该很强，能带他们战胜狼群。然而接下来他们一个个都惊掉了一地下巴，却见魏轩手持烈焰刀直接跳到苍狼群中，无论是普通苍狼还是魔化苍狼，亦或是变异苍狼，全都刀刀秒杀。没错，以魏轩目前的战力，击杀这些苍狼完全不费吹灰之力。轰轰轰！随着烈焰刀气纵横，一只苍狼被轰飞，直接毙命。巨石上，苍狼头目眼看突然来了这么一个猛人，想都没想便向魏轩迎了上去。小心！众人大惊，苍狼头目可不是好惹的。然而魏轩看都没看苍狼头目，直接一道道金之剑刃释放。嗖！嗷！苍狼头目发出一声惨叫，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一道道金之剑刃刺穿身体，当场毙命。众人彻底傻眼了，这特么秒杀，直接将苍狼头目秒杀。苍狼头目一死，苍狼群瞬间土崩瓦解，纷纷逃窜。不过魏轩秉承着蚊子再小也是肉的原则，哪能放过他们？随着烈焰刀气轰鸣以及金之剑刃的穿梭，不到片刻，所有苍狼尽皆毙命。我滴个草，这特么简直离谱，恐怖如斯，太猛了这也！所有人都惊掉一地下巴。妈的，差点将他们团灭的苍狼群，
竟然被魏轩一个人砍翻了，包括那只对他们而言是恐怖存在的苍狼头目，也没能撑过一个回合。确定魏轩大佬是和他们一起进入这主宰世界的？陈岩的喉咙不断滚动。说实话，之前他们第一次遇见魔化凶兽时被魏轩击杀，那时他觉得魏轩肯定投机取巧了。后来魏轩跳级，他也不服魏轩。然后就是前不久魏轩带领996村赢下挑战，他陈岩也有些酸。毕竟本来他被捧为996村的大佬了，结果半路又杀出个魏轩，换谁心里都不好受啊。然而现在看到魏轩单人砍翻苍狼群，尼玛，不服个毛线，酸个锤子啊！自己拿什么跟人魏轩比？呸！确切的说，就不应该跟魏轩大佬比。穆宁雪美眸闪烁，同样呆呆的看着苍狼群尸体，一脸震惊。他记得魏轩没这么厉害啊，这家伙闯了个副本，比以前强的不是一丁半点。魏轩没心思理会众人目瞪口呆的震撼，此刻他正在对这些苍狼尸体进行提炼。第33章，枯木巨妖。击杀苍狼群，收获了3000多点能量，猎魔值也有500点。魏轩相当开心，毕竟如果刻意寻找的话，自己不一定能找到群居凶兽。当然，除了能量外，魏轩自然也不会错过提炼。趁着陈岩等人震撼之际，魏轩对苍狼群尸体一一提炼。提炼苍狼成功，获得力量加21；提炼苍狼成功，获得力量加22；提炼苍狼成功，获得力量加23；提炼苍狼失败，同类型凶兽无法频繁提炼。将苍狼身上的力量属性提炼满额后，魏轩又对魔化苍狼和变异苍狼进行了提炼。虽说同类型凶兽无法频繁提炼，但魏轩发现魔化凶兽、变异凶兽和普通凶兽却没有冲突。比如同样是苍狼，如果将普通苍狼提炼满额后，还是可以提炼魔化苍狼和变异苍狼的。只可惜无论魔化苍狼还是变异苍狼都没有天赋或技能，甚至连抗性也没能提炼到。果然和副本里的凶兽不能比。副本里的凶兽哪怕魔化和变异凶兽都有很大几率具备天赋或技能，无论爆率还是实力都相对来说比较高。毕竟副本里的凶兽都是被魔化的，即便是变异级和头目级也不例外。魏轩在脑海中分析间，便来到了苍狼头目的尸体前，发起提炼。提炼苍狼头目成功，获得1级天赋超狂力。检测到你已具备1级超狂力天赋，2次1级超狂力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1级超狂力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10%。 毕竟是头目级凶兽，果然还是有天赋的。虽然天赋没能进化升级，但强度提高了 10%， 还算不错。喂，魏轩大佬，你在做什么？就在魏轩提炼完苍狼头目的尸体后，陈岩等人掉在地上的下巴这才恢复，来到魏轩跟前。哦，没什么。魏轩也没多说，看向陈岩等人，这藏灵谷还是蛮危险的，你们还是去新手丛林练级更安全。众人顿时脸色一滞。操，侮辱人啊！你特么一刀砍翻狼群，说这藏灵谷危险。不过话说回来，对他们而言，如果真遇到这种群居凶兽，确实危险。但对魏轩来说，可能这藏灵谷就没任何挑战性了。当然，主要也是他们之前有来自238区的压力，急于帮陈岩升级，所以有些冒失。如果正常练级的话，谨慎一些，即便遇到苍狼群，就算不敌也可以智取。凶兽一般来说固然比人类强大，但人类的智慧却比凶兽高。轩哥，刚才多谢了。是啊，要不是轩哥及时赶到，我们恐怕都要葬送于此了。陈岩等人都一一对魏轩表示感谢。大大咧咧的方文也笑盈盈的说道：轩哥哥真是太棒了。哼！穆宁雪轻哼一声，将俏脸撇到了一边。魏轩笑了笑，见陈岩等人身上都有伤，于是说道：你们聊聊伤吧。魏轩大佬会疗伤？魏轩说着便伸手在陈岩身上施展治疗技能。果然，陈岩身上的伤势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片刻后，死。好了。陈岩活动了一下筋骨，激动道：真的没事了，好神奇！不愧是魏轩大佬，居然还掌握这种治疗技能。如果我有这种技能就好了，受伤什么的都是小事。众人又惊奇又羡慕。魏轩也没多说，在众人的夸赞中一一给他们治疗。轮到方文和柳烟时，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触碰到了不可描述的部位。方文倒没什么，性格开朗，不过柳烟却是俏脸微红。但没办法，在这个主宰世界，有时得抛开男女之别，活下去是最重要的。最后轮到穆宁雪时，大概又想到魏轩之前帮他吸取毒素的一幕幕，娇颜像要红透了一般。魏轩嘿嘿一笑，悄悄向他问道：豹纹呢？穆宁雪顿时美眸一瞪，剜了魏轩一眼，但还是没好气的说道：在里面呢，可以，没扔就行。魏轩给穆宁雪疗完伤，
便对众人说道：“我走了，你们小心。轩哥哥，你不带我们升级吗？”方文说道。魏轩脚步一顿，扭头笑了笑：“我要去猎杀10级凶兽，如果你们能自保的话，那就跟着好了。”啊，这……方文没说话了，众人也一个个低下头，沉默不语。的确，现在的他们都不配跟魏轩大佬组队。嗨，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魏轩没再多说，身形一跃，眨眼便消失不见。好快的速度，这应该是身法技能吧？移速真快啊！众人惊叹。之后，穆宁雪也说道：“我也走了。”穆姐姐，你不跟我们组队了？方文眨了眨俏眸。还有1天时间就到2次考核的期限了，我们这些人一直组队，你们觉得能都升到7级吗？穆宁雪说道。众人错愕，对啊，虽然他们赢下了来自238区的挑战，但2次考核还没结束呢。升级，必须得赶快升级。穆宁雪跟众人道别后，就自己离开了。之后，其他人也都互相说了2句，就各自分别。魏轩离开陈岩等人后，就打算先找到缺失的木料、石料、沙土。看了一下地图，离他现在比较近的是枯木巨妖坐标，于是，在确定位置后，便奔着枯木巨妖的坐标赶去。路上倒也遇到了一些凶兽，但以魏轩现在的实力，根本就是刀刀秒杀。藏灵谷的凶兽对现在的他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挑战力了。当然，击杀的这些凶兽也没有爆出东西，除了4维属性外，更没提炼出天赋和技能。要不是为了修复村庄，他都打算去更高级别的凶兽了。当然，至于藏灵3怪是什么实力，还是未知。但不管怎么样，都得先修复村庄，这应该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这样想着，魏轩很快便来到了枯木巨妖的坐标。然而，这里除了一棵巨大的枯树外，什么也没有。第34章枯木假身，这该不会就是枯木巨妖吧？魏轩看着眼前的巨大枯树，有些愣住了。这棵枯树高约10丈，但至少需要10个成年男子环抱那么粗，通体黑色，透出诡异的气息。主宰提示说，想要获得缺失的木料、石料、沙土，必须击杀藏灵3怪获得，更给出了藏灵3怪的坐标，但没有明确说怎么引出藏灵3怪，只说需要一定契机。其他2怪暂且不说，看来想要引出枯木巨妖，应该就得从这棵巨大枯树入手了。既然不确定怎么引出，那就暴力些吧。魏轩心想间，立刻挥动烈焰刀朝巨大枯树砍去。轰！巨大枯树晃动，但却并没有断。不过，一声咆哮却是从枯树内传出。紧接着，巨大枯树上出现一圈圈波动，只见一个个木怪从波动中钻了出来。那些木怪的身体是一个个枯树桩，手脚是枯树枝，身上还有树藤和枯叶缠绕。30多只木怪一出来，立刻便发出怪异的叫声，将魏轩围住。精怪枯木小妖，等级5级，战力16星，特性枯木残忍守护，爆率1%，才16星战力。魏轩毫不在意，直接对这些枯木小妖展开了屠杀。以魏轩现在的战力，对付这群枯木小妖根本用不到任何华丽的技能，而是直接挥动手中的烈焰刀。火克木，在烈焰刀气的交错纵横下，一只只枯木小妖尽皆化为枯木杂枝。击杀枯木小妖，获得能量加65；击杀枯木小妖，获得能量加67。恭喜您击杀枯木小妖，爆出物品枯木印章。咦，居然还能爆出东西！魏轩赶忙查看，枯木印章凑齐10枚，可引出枯木巨妖。原来如此，只要凑齐10枚，就可以引出枯木巨妖了。于是，魏轩击杀那些枯木小妖的速度不禁加快。短短片刻，30多只枯木小妖便全被魏轩击杀，不仅收获了2000左右的能量，还爆出了2枚枯木印章。可2枚枯木印章根本不够引出枯木巨妖啊！不过这时，眼前的巨大枯树再次发出一阵咆哮，随着剧烈摇晃，枯树上再次传出一圈圈波动。只见又是一些枯木妖从波动中出来，不过这次的枯木妖有几只跟刚才的枯木小妖不一样，身体大了不少，而且长着獠牙，手中还拿着木叉。其中一只双目通红，看着与其他枯木妖不同。精怪变异枯木妖，等级5级，战力22星，天赋木之操控 F 级，特性枯木变异残忍守护，爆率3%。精怪枯木妖头目，等级5级，战力28星，天赋木之操控1级，技能木之假身，特性枯木变异残忍守护，爆率5%。原来是变异枯木妖和枯木妖头目。此刻，这群枯木妖全都发出怪异的叫声，向魏轩冲来。不过这对魏轩而言，就是送能量的。当下，
挥动烈焰刀，又释放出金之剑刃，对这些枯木妖展开屠杀。击杀枯木小妖，获得能量加66。击杀枯木小妖，获得能量加68。恭喜您击杀枯木小妖，爆出物品枯木印章。短短片刻，所有枯木小妖在被击杀，那些变异枯木妖则释放出一条条木藤，瞬间便将魏轩缠绕。见魏轩被缠住，那些变异枯木妖立刻拎着木叉向魏轩刺去。然而那些变异枯木妖刚一临近，魏轩身上突然涌起一片火焰，轰！缠绕在他身上的木藤瞬间被烧散，紧接着火焰蔓延，直接将那些冲过来的变异枯木妖燃烧散架。击杀变异枯木妖，获得能量加75。击杀变异枯木妖，获得能量加76。恭喜您击杀变异枯木妖，爆出物品枯木印章。咔咔咔！枯木妖头目发出愤怒的怪叫，似乎要替他那些小的们报仇，立刻无数条藤蔓向魏轩缠绕而去，同时一根根木枪也刺向木枪。死！魏轩毫不畏惧，烈焰刀气纵横，直接将那些藤蔓和木墙斩尽，继而金之剑刃飞纵，嗖嗖嗖刺向了枯木妖头目。然而金之剑刃刺中的那枯木妖头目却化作一个枯木桩。魏轩眉头一皱，木之假身。看了眼刚才爆出的木之印章，已经有9枚了，不出意外的话，击杀完这个枯木妖头目刚好10枚。正在魏轩思索该怎么击杀枯木妖头目时，忽然枯木妖头目从身后出现，举着木枪便向他刺来。不过魏轩早有防范，鬼蛛魂骨释放，提前刺中了枯木妖头目。然而被刺中的枯木妖头目再次变成了枯木桩，依旧是假身。魏轩有些不耐烦了，杀不死这枯木妖头目怎么办？既然这样，那就只好用它了。当即魏轩便掐指念诀，施展起了玄水风暴。不过这次他是将火焰天赋与玄水风暴融合，使这个风暴变成玄焰风暴。没错，玄水风暴与毒天赋融合就是玄毒风暴，与火融合便是玄焰风暴。只见魏轩的身前出现一股火焰旋风，随着火焰旋风旋转越来越大，很快便形成了火焰龙卷。轰轰轰！火焰龙卷骤然席卷，树木被摧毁，仿佛末日火焰来临一般。咔咔咔！枯木妖头目发出一声惨叫，虽然他制造了不少替身，但在玄焰风暴的席卷下全都摧枯拉朽。这就是范围攻击的威力，任你再有躲避，乃至假身技能都无处可逃。击杀枯木妖头目，获得能量加8气。恭喜您击杀枯木妖头目，爆出物品枯木印章。恭喜您将等级提升至8级，4维属性加70。又升级了。魏轩欣喜，果然还是想要能量来得快，就得成群击杀。7级升到8级的能量需要7000，如果单独找凶兽击杀的话，得浪费很多时间。可之前他先是击杀苍狼群，现在又击杀了不少枯木妖，7000能量积攒成功，直接升到了8级。看了眼自己的等级，目前是8级，5215000。随着等级的提升，需要升级的能量也越来越多，几乎是翻倍增长。好在自己如今的战力强大，手段众多，倒也不用过于担心升级变慢的问题。此刻魏轩没有立刻用枯木印章引出枯木巨妖，而是看向那些被他击杀的枯木妖，开始一一提炼。提炼枯木小妖成功，获得木抗加30。提炼枯木小妖成功，获得木抗加32。提炼变异枯木妖成功，获得木抗加37。F 级木之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 D 级木之天赋，正在与 F 级木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D 级木之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10%。提炼枯木妖头目成功，获得木抗加42，减木抗加28。木之假身技能 E 级木之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 D 级木之天赋，正在与 E 级木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D 级木之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20%。没想到天赋达到 D 级后，想要进化成 C 级这么难。魏轩连续提炼了好几个 F 级的木之天赋，还有枯木妖头目的 E 级木天赋，可都没能让他原有的 D 级木天赋进化成 C 级。果然天赋等级越高，进化起来就越难啊。不过虽然天赋没晋级，但却又获得了木之假身技能，倒也不错。魏轩没再多想，而是在任务道具栏里找到了那10枚枯木印章。接下来就该引出枯木巨妖了。第35章黑暗腐蚀。魏轩看了眼枯木印章的说明：1. 枯木巨妖每10分钟刷新一次，每名玩家在凑齐10枚枯木印章后，都可以引出枯木巨妖。这个不难理解，无非是即便这次引出枯木巨妖将之击杀，10分钟后枯木巨妖还可以刷新，让别人引出并击杀。毕竟每个区那么多名人，每人一个村庄，如果自己将枯木巨妖击杀之后没有的话，那别人就无法获得缺失的木料，没有缺失的木料就无法修复村庄，那还玩个毛线。所以
10分钟刷新一次，这很公平。2. 每个玩家只有3次引出枯木巨妖的机会，但击杀成功后不可重复。要是能一直引出枯木巨妖击杀的话，那他魏轩就一直在这里刷，不断获得缺失的木料，到时跟别人交易，生意肯定爆火。只可惜这么明显的 bug， 主宰不可能给机会。3. 引出的枯木巨妖战力根据每个玩家的实力而定，玩家实力越强，引出的枯木巨妖战力就越强。好吧，看来主宰不会轻易让玩家们获得缺失的材料，但魏轩还是决然地使用了枯木印章。嗡！就在魏轩使用了那10枚枯木印章后，身前的巨大枯树骤然震动，紧接着一股黑色能量从巨大枯树上散出，随之蔓延，使周遭的环境骤然改变。魏轩也是凝眉一皱，好浓烈的枯木气息，而且此刻这里都被黑色能量覆盖，甚至四处都长满了一根根枯木。没多久，一只巨大的枯木妖凭空出现。这只枯木妖之巨大，足有10来丈高，其模样狰狞，周身透着枯竭死气，那些死气翻涌，竟化成一只黑色血目的乌鸦。精怪枯木巨妖，等级5级，战力70星，特性枯竭、黑暗、邪恶、腐蚀，天赋木之操控地级，黑暗操控地级，技能枯木假身、木盾、死气乌鸦，爆率10%。我靠！魏轩慌了一下，这特么70星的战力，自己目前也不过才78星。果然如枯木印章上的说明一样，引出的枯木巨妖战力是根据每个玩家的实力来定的。但让魏轩没想到的是，以他现在的实力，引出来的枯木巨妖竟然这么恐怖。70星战力不说，而且还是双天赋3技能，其中一种天赋还是诡异恐怖的暗黑天赋。操，接下来应该是一场硬仗了。此刻枯木巨妖彻底被引出后，便看向了魏轩，继而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该死的人类，杀了我那么多手下，竟还敢叫我引出！我要用你的鲜血浇灌我枯竭的身体！结！随着枯木巨妖发出阵阵怪笑，其巨大的枯木拳头骤然朝魏轩砸来。魏轩催动御风靴，又施展瞬影，直接躲过了枯木巨妖硕大的拳头，继而一道烈焰刀气朝枯木巨妖斩去。先试探一下对方的实力再说。只见烈焰刀气斩向枯木巨妖，可刚一临近，便直接被枯木巨妖周身的死气腐蚀。这黑暗死气竟有腐蚀效果！魏轩惊然时，枯木巨妖再次一脚向魏轩踩来。没办法，魏轩只能再躲，同时释放金之剑刃继续攻击枯木巨妖。可金之剑刃临近枯木巨妖时，依旧被腐蚀。目前来看，枯木巨妖的死气腐蚀具有很强的防御性，想要攻克并不容易。这时枯木巨妖又向魏轩攻来，好在枯木巨妖虽然巨大，但有御风靴和瞬影技能的魏轩却能在速度上胜过枯木巨妖。可恶！枯木巨妖见魏轩一直躲来躲去，立刻发出不耐烦的咆哮，紧接着巨大的枯木巨妖骤然消失。魏轩见状，心头一跳，不好，这是木盾。即便魏轩反应极快，但还是有些迟了。只见凭空消失的枯木巨妖于魏轩身后出现，直接挥动着巨大的枯木手臂向魏轩砸来。一切发生的太过突兀，以及于魏轩根本躲闪不及。不过眼看枯木巨妖就要砸到魏轩时，忽然魏轩周身光芒闪烁，出现了一圈防御罩。对啊，自己有猎魔铠甲。魏轩稍稍松了口气。然而砰！枯木巨妖砸到猎魔铠甲的防御罩上时，防御罩一阵颤动，里面的魏轩也有些吃不消。这还是自己有木抗，甚至猎魔铠甲的防御也十分惊人的情况下，即便这样，枯木巨妖的攻击也让魏轩有所不适。可见枯木巨妖的实力有多恐怖。此刻枯木巨妖见魏轩的周身出现了防御罩，满目不屑，再次向防御罩砸去。魏轩只好躲闪，可枯木巨妖紧接着又再次施展木盾，突兀地出现在魏轩身后，一拳砸下。可恶！魏轩大急，眼下这里都是枯木，可以很好的配合枯木巨妖的木盾，所以一旦魏轩用速度躲闪，枯木巨妖就会用木盾跟随，然后一拳砸在猎魔铠甲的防御罩上。幸亏猎魔铠甲的防御惊人，否则绝不可能经受得住枯木巨妖的不断猛砸。但如果不找到击杀枯木巨妖的办法，任由枯木巨妖一直这么砸下去，猎魔铠甲的防御罩肯定会破。可问题是，如何击杀枯木巨妖？就目前来看，无论烈焰刀还是金之剑刃，包括蛛丝罗网、火天赋、水冰天赋、毒天赋等，都破不掉枯木巨妖周身的死气。所以最大的关键还是枯木巨妖散发的那些黑暗死气。魏轩思索间，不断砸着防御罩的枯木巨妖似乎耐心耗完了，于是发出一声咆哮：弱小的人类，尝尝我的死气乌鸦！一时间枯木巨妖也不砸了，
只见他周身那些由死气幻化成的死气乌鸦突然向魏轩飞来，大量的死气乌鸦落在猎魔铠甲的防御罩上，令魏轩顿时大惊。果然，那些死气乌鸦散发出来的死气，让猎魔铠甲的防御罩快速腐蚀着。照这么下去，不出2分钟，防御罩就会被腐蚀消散。魏轩真的急了，怎么也没想到这枯木巨妖竟然这么难对付。偏偏强大的精神念咒对付这种由枯木和黑暗死气形成的精怪根本无效。难道自己今天要陨落在这里了不成？眼看着防御罩在一点点的被死气乌鸦腐蚀，魏轩渐渐感觉自己仿佛被死亡的阴影笼罩住了。第36章森林之雨。魏轩很清楚，一旦猎魔铠甲的防御罩被破，那他将陷入巨大的被动当中。别看他手段众多，可没有一个是能破得了死气防御的。至于速度，也会被枯木巨妖以木盾配合地形优势克制着。然而，就在魏轩渐渐感觉自己被死亡的阴影笼罩时，奇迹出现了。只见猎魔铠甲的防御罩瞬间光芒大盛，紧接着一股反震之力豁然涌现。随着反震之力的释放，那些死气乌鸦骤然溃散。魏轩大喜，这是猎魔铠甲的防御罩出现反震效果了。也就这时，他忽然双目一缩，只见随着死气乌鸦的溃散，枯木巨妖竟发出一声惨叫咆哮，甚至其身上的死气也少了一些。这一发现瞬间让魏轩想到了什么。只见魏轩迅速释放出金之剑刃，直奔枯木巨妖。很快，金之剑刃临近枯木巨妖周身的死气时，直接被腐蚀掉。但魏轩看得很清楚，当金之剑刃临近时，枯木巨妖很刻意地将死气乌鸦保护起来。至于那些死气，就是死气乌鸦释放的。原来如此，魏轩瞬间明白过来。所谓万物相生相克，没有绝对的无敌，只要找到对方弱点，一切皆有可能攻破。而枯木巨妖的弱点就是那些死气乌鸦，只要将其周身的那些死气乌鸦消灭，枯木巨妖也就容易击杀了。此刻，枯木巨妖见自己的死气乌鸦被真震散，顿时变得暴躁起来，咆哮间竟又释放起了木盾。不过魏轩岂能一直让枯木巨妖这么肆无忌惮地用木盾攻击他？当即，魏轩趁猎魔铠甲的防御罩还没消散之际，快速挥动烈焰刀，开始摧毁此地的那些枯木。轰轰轰！随着那些枯木被摧毁，枯木巨妖的木盾渐渐效果大减，已经不能像一开始那般直接出现在魏轩跟前进行突兀的攻击了。见此，魏轩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枯木巨妖的木盾之所以能和他速度媲美，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依靠枯木地形的优势。但只要摧毁这些枯木，枯木巨妖的木盾也就不攻自破了。这就跟曾经玩游戏一样，有时你感觉很强的 BOSS， 但只要找到方式方法，那么击杀 BOSS 就会变得十分容易。眼下，魏轩就找到了对付枯木巨妖的方法。没多久，这里的枯木被摧毁了大半，使枯木巨妖无法很好的施展木盾。那么接下来，他就能全力攻击枯木巨妖周身的那些死气乌鸦了。此刻，枯木巨妖似乎也知道继续施展木盾没用了，于是再次发出愤怒暴躁的咆哮：“该死的人类，给我死！”魏轩也不墨迹，浑身散发着肃杀之意，直接释放出所有金之剑刃。随着等级和战力的提升，金之剑刃能释放的数量也达到了18。此刻，魏轩释放金之剑刃的同时，也释放出一根根蛛丝。这还没完，烈焰刀气也纵横斩向枯木巨妖。除此之外，还有木之天赋、水之天赋、冰之形态。魏轩可谓火力全开，全面释放。但这些都会被枯木巨妖周身的死气腐蚀，魏轩明白，所以这些都只是铺垫。真正的手段是魏轩在后续施展了血刺和血爆这两个技能，魏轩很少用，因为他手段众多，一般像这种消耗鲜血的技能他用不上。但不用并不代表血刺和血爆不强，血刺胜在速度，有种类似暗器的存在，而血爆则是威力大，甚至可以融合火、毒等一些元素在其中。眼下魏轩释放的血爆就将火焰融入到了里面，也就是和所谓的血爆火。魏轩之所以施展血刺和血爆，是因为他忽然想到了枯木巨妖的死气虽然有腐蚀的作用，但鲜血比较特殊，很难被腐蚀。就算能被腐蚀，肯定比其他手段被腐蚀的要慢一些。何况他还为血刺和血爆铺垫了那么多技能，应该足够了。轰轰轰！只见烈焰刀气纵横，直奔枯木巨妖。但跟之前一样，刚临近枯木巨妖周身的死气，烈焰刀气便被死气防御腐蚀。不过紧接着一道道蛛丝临近，然而那些蛛丝也依旧被腐蚀，但腐蚀的效果却略微慢了半拍。紧随蛛丝而至的是18道金之剑刃，同样被腐蚀，但腐蚀的效果又比蛛丝慢了一些。继而木之天赋、水之天赋、冰之形态也一齐轰向枯木巨妖。枯木巨妖发出剧烈的咆哮，身上死气翻涌。最终
木之天赋和水之天赋以及冰之形态的轰炸也被腐蚀。尽管如此，可魏轩看得很清楚，枯木巨妖身形摇晃了一番，周身死气翻涌的更加明显。就是现在！魏轩抓住这一机会，直接让血刺和血爆攻向枯木巨妖。他刚才释放的那么多技能，之所以说是铺垫，是因为他发现，在攻击枯木巨妖时，虽然枯木巨妖周身的死气能腐蚀一切，但似乎有冷却时间。虽然这种冷却时间几乎微不可察，可随着技能的不断轰炸，其周身的那些死气还是出现翻涌。这种死气翻涌，应该就是枯木巨妖在让死气乌鸦释放死气。可一旦如此，就会出现那么一丝冷却期，甚至死气乌鸦也会露出来。魏轩正是抓住这种时机，让不易被腐蚀的血刺和血爆攻击枯木巨妖周身的那些死气乌鸦。果然，随着血刺和血爆临近，枯木巨妖明显有些猝不及防，周身的死气急剧翻涌，似乎想将攻向他的技能腐蚀。但这次让枯木巨妖没想到的是，血刺和血爆并没有立刻腐蚀成功。砰砰砰，一道道血刺直接刺在了那些死气乌鸦上。随着一些死气乌鸦被血刺击中，枯木巨妖身上的死气骤然减弱大半。趁此机会，魏轩大喝一声爆，血爆技能轰然炸开。这一刻，隐藏在血爆中的火焰骤然焚烧。火克木，尽管那些死气有腐蚀效果，但此刻死气效果减弱大半，再加上血爆技能已然渗透死气，此刻燃烧的是枯木巨妖本体。不可能，我不甘心，不甘心啊！被烈焰燃烧，枯木巨妖发出凄惨的咆哮。魏轩翻了个白眼，搞得跟真的似的，10分钟后又不是不刷新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主宰世界一切都是真实的，也许10分钟后刷新的枯木巨妖，并非此刻的枯木巨妖，也不一定。也就在魏轩心想时，烈火渐渐将枯木巨妖焚烧致死，覆盖在此地的黑暗能量也逐渐消散。击杀枯木巨妖，获得能量加500。恭喜您击杀枯木巨妖，爆出物品：缺失的木料、黄金宝箱。公告：玩家魏轩首个击杀枯木巨妖成功，获得成就加5。魏轩眼看着周遭环境在渐渐恢复，忽然想到了什么，立刻身形一闪，来到被焚烧的枯木巨妖跟前，快速发动提炼。提炼枯木巨妖成功，获得木抗加175，减木抗加116，地级黑暗天赋，地级木之天赋，技能木盾。检测到您已具备地级木之天赋，2次地级木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恭喜您的地级木之天赋进化为 C 级木之真意。恭喜您的木之天赋融合进化时觉醒了技能森林之雨。妈的，这种劫后余生的收获真爽！第37章都在找魏轩。枯木巨妖的坐标处，周遭的环境都已恢复，枯木巨妖的尸体也消失殆尽。魏轩长长松了口气，这次对付枯木巨妖的魏轩程度，仅次于在副本中遇到的那个尸魔。也不知道后面的碎石金刚和泥流之主怎么样。魏轩摇了摇头，现在想再多也没用，无论碎石金刚和泥流之主实力如何，都得面对。一旦退缩，就会在失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然，既然修复村庄必须要击杀藏灵3怪，那肯定所有人都得完成，所以只要找到方法，藏灵3怪也没有多强。就像这枯木巨妖，先斩周遭枯木，使其无法很好的利用土遁，然后再找准机会攻击那些死气乌鸦，击杀起来真的容易得多。这应该算是攻略吧。不过说起来容易，但换成其他人的话，肯定得需要组多。毕竟不是谁都像他一样有这么多手段的。如果组队的话，一部分人先攻击周遭的枯木，一部分人对枯木巨妖展开轰炸，趁其让死气乌鸦释放死气时，快速击杀死气乌鸦。死气乌鸦一灭，枯木巨妖也就成不了气候了。捋清思绪后，魏轩就没再多想，而是看了眼任务道具栏，多了一样物品，正是缺失的材料。除此之外，击杀枯木巨妖还爆了个黄金宝箱，不过魏轩不打算开启，想等凑齐5个后，用那张宝箱合成复合成紫金宝箱。将黄金宝箱收好后，魏轩又打开了人物面板。玩家魏轩，等级8级525-15000，猎魔者6级3664000，成就终极新手16%，力量916，一级超狂力，敏捷786，一级超狂速，体力785，一级超狂体，精神798，地级天赋超悬感，抗性火抗加155，毒抗加158，水抗加862，木抗加857，减抗减水抗加245，减木抗加163。武器烈焰刀，攻击加15，攻速正 3%， 暴击率正 2%。装备御风靴，敏捷加38，闪避加25，移速正 30%。猎魔铠甲，体力正 25%， 所有元素抗性正 15%， 血上限正 10%，
气上限正 10%， 致命防御正 50%。技能：灵眸、治疗、瞬影、血刺、血爆、无相剑阵、鬼蛛魂骨、蛛丝罗网、水冰盾、玄水冰分身、玄水冰风暴、麻痹、精神念咒、木盾、木之假身、森林之雨。元素天赋：木之真意 C 级，水冰 D 级，火 E 级，金 E 级，毒 E 级，黑暗 D 级。本命天赋：完美提炼。战力78星，只根据4维属性评定，不计入天赋、技能、装备等。木元素天赋达到了 C 级，尽是木之真意。魏轩有些惊喜，而且还觉醒了一项新技能森林之雨。这次获得的木之假身、木盾2种技能就不说了，至于这森林之雨则有些特别。技能森林之雨，说明可凝聚大量木元素，平地涌现一片森林。效果1：身处这片森林，自己和队友的战力都会得到相应的增幅，且能群体治疗。效果2：有一定几率召唤出精灵与您并肩战斗。厉害啊！魏轩乐坏了，没想到天赋进化到 C 级后还能觉醒出这么厉害的技能。可以想象，一旦施展森林之雨，那他的木盾技能也可以很好的发挥，群体增幅加治疗，甚至还有机会召唤出精灵，真是不错。当然，森林之雨这个技能也有缺陷，一是施法前缀太长，比玄水风暴都要长；二是消耗巨大，所以尽量在必要时找机会使用才好。查看完森林之雨，魏轩又研究起了黑暗天赋。要说相比元素天赋，黑暗天赋更加诡异和恐怖。目前他虽然获得了D级黑暗天赋，但却只能操控释放一些黑暗之力，配合其他天赋倒是可以使用，但如果能有黑暗系技能的话，应该更好。想了一阵儿，魏轩笑着摇了摇头，自己目前的手段已经够多了，不可能一口气吃成大胖子。眼下最重要的是尽快获得缺失的石料和缺失的沙土，然后前往更高级的凶手区进行升级。当下魏轩不再犹豫，朝着碎石金刚所在的坐标赶去。路上，魏轩又顺手击杀了一些凶兽，提炼出了不少4维属性，包括挂在交易空间里的那些精品烤肉也售卖一空。将他人交易的灵植和变异魔化凶兽的尸体取出来，魏轩也一一提炼，又收获了一些4维属性。就这样，魏轩的战力从78星飙升到了85星。除此之外，魏轩也没急着去引碎石金刚出来，而是又制作了不少精品烤肉，调整自己状态的同时，也再次往交易空间挂了不少。然后魏轩打开了聊天频道，发现众人正在积极讨论着。还有20个小时就到3天期限了，你们现在都几级啊？我是6级，5233500，呜呜，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考核。行了兄弟，你至少6级了，最后20个小时冲刺一下，肯定没问题。我他妈现在才5级，14791600，你们知足吧。我看了一下，目前最差的都5级，11581600。说实话，如果运气好些，20个小时内升到7级还是有希望的。其实我们现在能这样，真的多亏了魏轩大佬带我们这个区赢下了挑战，让我们的4维属性多了30点，还人手奖励了一把一阶武器。对，关键魏轩大佬还制作了那么多精品烤肉，让我们基本上不用休息，能一直战斗，这等于为我们增加了许多时间呢。是啊，如果我能通过这次考核，一定要把我的初吻献给魏轩大佬。楼上你男的女的啊？男的呀。那你说屁呢？魏轩大佬可是真男人。嘤，我是纯欲小姐姐，只要魏轩大佬愿意，我肯定不会吝啬的哦。都别扯了，时间紧，任务中，抓紧刷怪吧。可是我现在好累啊，但魏轩大佬的精品烤肉已经售卖空了。我也是，如果现在有精品烤肉的话，我有信心在10个小时内升到7级。魏轩大佬，还有没有精品烤肉啊？再上点呗。魏轩，求上。魏轩，好哥哥，快点吗？魏轩咧嘴笑了笑，这些人可真骚气啊。于是，在聊天频道，刚才又制作了一批精品烤肉，已经挂在交易空间了，大家可以去看看。哇，魏轩大佬简直太棒了！大佬真是及时雨啊！魏轩，爱你哦。就在魏轩准备退出聊天频道时，忽然陈岩、柳烟、方文等好多人都开始起了魏轩，甚至连慕宁雪也不例外。第38章攻略换人情。聊天频道，陈岩魏轩大佬，枯木巨妖怎么击杀呀？柳烟，我们拿枯木巨妖一点办法都没有。方文，呜，魏轩哥哥，刚我差点挂掉哦。萧晨魏轩大佬啊，我们看前不久你刚击杀掉枯木巨妖，求告知攻略。杨云峰魏轩大佬，我给您跪了。宋子宁魏轩，还有我的膝盖。慕宁雪魏轩。魏轩愣了下，没想到连一向冷艳高傲的慕宁雪也了他。话说这些人都开始挑战枯木巨妖了吗？魏轩看你一眼等级榜单频道，第1名
魏轩8级，第2名穆宁雪7级，第3名陈妍7级，第4名柳烟7级，第5名方文7级，第6名萧晨7级，第7名周恒7级，第8名不凡7级，第9名杨云峰7级，第10名宋子宁7级。魏轩有些意外，没想到这么多人都提前升到7级了。不过转念一想，如今离3天升到7级的考核只剩不到20个小时了。如果连这些D级天赋之人都还没升到7级，那底下那些 E 级或 F 级天赋的人岂不是只有被抹杀的份？当然，陈岩等人之所以能升级这么快，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魏轩带领996区赢下挑战，让他们的4维属性得到了增加，甚至一阶武器的作用也很大。更关键的是，996区的资源翻倍，一些天才地宝也能为他们提供很大的实力，包括凶兽也变得多了，寻找凶兽更加容易，一些特殊凶兽的爆率也会有所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陈岩等人又被魏轩刺激了一番，所以击杀起凶兽变得无比疯狂。陈岩大哥，你们在说什么啊？是啊，什么枯木巨妖？为啥我听不懂呀？我刚才看到有公告，好像是魏轩大佬击杀了什么枯木巨妖。难道这枯木巨妖每个人都要击杀吗？感觉他们玩出了新高度啊！应该是他们都升到了7级，有新的任务吧？哎，强者就是强者，总是走在我们这些弱者的前端。一些没升到7级的人有些听不懂陈岩他们在说什么。周恒升到7级后，不是会解锁村庄建设功能吗？但想要建设村庄，必须得先对村庄进行修复，而修复村庄需要3种材料，这3种材料只有在击杀藏灵3怪后才能获得。王志凯，枯木巨妖就是藏灵3怪里的其中一怪。哦，原来这样啊！照这么说，当我们升到7级后，岂不是也要想办法击杀枯木巨妖？不凡，那肯定啊，除非你们不想修复村庄。虽然修复村庄不是指定任务，但想来应该十分重要。杨子宁，刚才我们组队击杀枯木巨妖，结果差点全军覆没，要不是穆大美女和陈岩大哥掩护，我们可能都要挂了。萧晨魏轩大佬啊，求您告诉我们攻略吧。啧，看来还是魏轩大佬牛逼啊，一个枯木巨妖，难道所有人但却被魏轩大佬一人就击杀了？应该是一个人吧。方文，魏轩哥哥是独行者哦。陈岩魏轩大佬，要不我们拿自己身上所有的灵值跟您换攻略行不？魏轩见陈岩等人都挺着急的，于是在聊天频道说话了。魏轩，用灵值换就不必了，一个击杀枯木巨妖的攻略而已，也没什么。其实魏轩觉得，就算陈岩等人身上的灵值全部加起来，应该也没多少，提炼成4维属性也加不了什么战力，倒不如卖陈岩等人一人情。陈岩，多谢魏轩大佬。柳烟，谢谢。方文，魏轩哥哥真好。萧晨大佬，您真帅。周恒大佬，么么哒。不凡，姓周的，你恶心大佬是不是？杨云峰，都起开，魏轩大佬是我的。杨子宁，臭不要脸。魏轩，嗨嗨，其实想要击杀枯木巨妖并不难，你们应该是组队击杀的，所以在引出枯木巨妖后，得先分出一部分人将周遭的那些枯木摧毁，只有这样，枯木巨妖的木盾技能才会大大减弱。陈岩，原来这样啊，我他妈咋就没想到呢？萧晨，我们真是笨死了，只看到了枯木巨妖的木盾技能牛逼，根本没想到原来他的木盾是依靠那些枯木的。穆宁雪，其实枯木巨妖的木盾技能还好，因为我们是组队，倒也能勉强应付。可最主要的是枯木巨妖的黑暗天赋，他周身的那些死气根本破除不了。魏轩笑了，看来枯木巨妖把他们折腾得不轻啊，连穆宁雪都显得很着急。魏轩，别急，让枯木巨妖不能很好的施展木盾，主要是为接下来破除他周身的那些死气做铺垫。其实想要破除死气并不难，重点是攻击那些死气乌鸦。魏轩将攻击死气乌鸦的关键说了出来，直到魏轩说完，陈岩等人全都大喜。原来是这样啊，听魏轩大佬这么一说，我有信心多了。哈哈，大家调整一番，稍后我们继续杀枯木巨妖去。不愧是魏轩大佬，不仅实力强，而且心思缜密，连枯木巨妖那么小的弱点都能发现，赞。魏轩笑了笑，其实之所以能发现枯木巨妖的弱点，还是多亏了猎魔铠甲的反震效果。不过他也没有解释，而是关掉了聊天频道，起身向碎石金刚的坐标一跃而去。枯木巨妖的坐标是藏灵谷比较近的一处，所有陈岩等人也是先去的枯木巨妖，其次是碎石金刚，最后的泥流之主则在藏灵谷深处。眼下魏轩调整好了状态，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击杀碎石金刚和泥流之主，然后去等级更高的凶兽区进行升级。毕竟陈岩等人都也已经7级了，如果他不抓紧升级，一不小心就会被陈岩等人追上。虽然陈岩等人即便赶上他的等级，甚至比他等级更高，也不可能比他战力强，
但等级高总是占据优势的。主宰世界的根本应该还是自身等级。心想间，魏轩很快便来到了碎石金刚所在的坐标。第39章绝对防御。碎石金刚坐在的坐标是一处乱石岗。魏轩同样没看到碎石金刚，但有了引出并击杀枯木巨妖的经验，魏轩觉得前面应该会有一些小怪。击杀小怪及其10枚碎石印章，应该就能引出碎石金刚了。此刻，在乱石岗的最中央有一块高达10丈的巨石，魏轩也没犹豫，直接一刀向巨石砍去。枪！巨石震动，紧接着一股滂沱的能量涌现，似是某种牵引，令四周那些乱石迅速活了过来。很快，30多个蛋人便将魏轩包围住。怪物碎石小怪，等级5级，战力16星，特性碎石勇猛守护，爆率1%。果然和枯木巨妖的套路一样。陡然，30多只碎石小怪向魏轩冲来，魏轩挥刀迎上，并释放出一道道金之剑刃。锵锵锵！随着烈焰刀气和金之剑刃纵横，那些碎石小怪根本不堪一击。击杀碎石小怪，获得能量加65。击杀碎石小怪，获得能量加67。恭喜您击杀碎石小怪，爆出物品碎石印章。很快，碎石小怪便被魏轩击杀完。然而紧接着，又是大量碎石怪从地下冒了出来。有一只体型较大，颜色呈青色，还有鸡只是赤红色。怪物变异碎石怪，等级5级，战力22星，天赋超强体 F 级，特性变异碎石勇猛守护，爆率3%。怪物碎石怪头目，等级5级，战力28星，天赋超狂体1级，技能硬化，特性头目碎石勇猛守护，爆率5%。咦，超狂体天赋硬化技能。魏轩惊疑间，那些碎石怪全都朝他攻击而来。碎石小怪没什么气候，不到1分钟便被魏轩全部击杀。至于那些变异碎石怪，有超强体天赋，防御倒是强一些，可依旧逃不脱被魏轩斩毙。击杀碎石小怪，获得能量加66。击杀碎石小怪，获得能量加68。恭喜您击杀碎石小怪，爆出物品碎石印章。击杀变异碎石怪，获得能量加75。击杀变异碎石怪，获得能量加76。恭喜您击杀变异碎石怪，爆出物品碎石印章。没多久，整个乱石岗就只剩下了碎石怪头目。碎石怪头目发出刺耳的咆哮，直接向魏轩一拳砸来。魏轩却是一刀迎上，枪！石拳和烈焰刀碰撞，让魏轩没想到的是他不仅没能将碎石怪头目砍翻，反而自己被震得后退了几步。再看碎石怪的头目，竟浑身散发着一股奇异之力，让其碎石之身变得无比坚硬。这就是硬化技能。魏轩有些意外，没想到硬化技能的防御这么惊人。不过魏轩倒也不慌，有过不少对战经验的他，深知无论什么技能都有冷却，就像枯木巨妖的死期防御同样有冷却时间。所以这碎石怪头目的硬化技能看似防御惊人，连烈焰刀都无法伤其分毫，但如果一直拿技能轰炸，也不是不能将其击杀。但魏轩不想这么麻烦，他想以威力取胜。虽说烈焰刀的威力也不小，可还是不如他的一项技能威力巨大，那就是无相剑阵。无相剑阵是以金之剑刃助阵，从而出现金之神像。金之神像的一击威力堪称恐怖。此刻魏轩也没犹豫，直接释放18道金之剑刃，快速组成了无相剑阵。随着无相剑阵的形成，只见一尊3丈多高的金之神像出现。杀！随着魏轩一声大喝，金之神像身上出现一股无形的压迫感，骤然轰向碎石怪头目。轰轰轰！大地震动，能量波动扩散。当烟尘散去，魏轩看到躺在地上的碎石怪头目，头颅已然滚到了一边。击杀碎石怪头目，获得能量加8气。恭喜您击杀碎石怪头目，爆出物品碎石印章。魏轩看了下任务道具栏，碎石印章以及70枚。不过他没有立刻引出碎石金刚，而是先对那些碎石怪进行了提炼。提炼碎石小怪成功，获得体力加25。提炼碎石小怪成功，获得体力加26。提炼变异碎石怪成功，获得体力加33，金抗加27 ，F 级超强体。检测到您已具备1级超狂体，正在与 F 级超强体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1级超狂体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10%。提炼碎石怪头目成功，获得体力加42，金抗加32，减金抗加21。硬化技能1级天赋超狂体。检测到您已具备1级超狂体天赋，
2次1级超狂体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1级超狂体天赋进化为地级超玄体。恭喜，您的体力天赋融合进化时觉醒了技能无敌金身，体力天赋终于也成为地级超玄体了，而且又增加了2个防御天赋。魏轩欣喜不已，目前他的4维天赋、精神天赋是地级玄感，体力天赋是地级超玄体，回头得想办法把力量和速度的天赋等级也提升一下。不过刚才获得的2个防御技能还是很让魏轩满意的，一是硬化，二是无敌金身。尤其是无敌金身，虽然持续时间只有3秒，但在关键时可以抵挡住致命一击。算上猎魔铠甲的致命防御正 50%， 等于他现在多了一条半命。而且以他现在的防御，将超玄体一开，再加上硬化、猎魔铠甲、鬼蛛魂骨，即便站在那里让一些凶兽攻击，也不可能破得了他的防御。何况他还有治疗以及森林之雨，可以说完全立于不败之地。魏轩握了握拳，随即也没再耽搁，打开任务道具栏，使用了10枚碎石印章。轰隆隆，大地震颤，周遭环境渐渐发生了变化。第40章石化。就在魏轩使用了10枚碎石印章后，大地开始震颤，周遭的环境赫然发生了变化。原本的乱石岗竟变成了一片金属色调，确切的说，是那些乱石变成了金属矿石。紧接着，一尊高达10丈的碎石巨人凭空浮现，发出一声怒吼咆哮。那碎石巨人通体呈金色颜色，乍一看像是变形金刚，但仔细看去却又是由一块块金属矿石组成，其模样更像是怒目金刚。怪物碎石金刚，等级5级，战力80星，特性金属碎石，勇猛，守护，天赋超玄体地级，金之操控地级，技能硬化、金盾、石化，爆率 10%， 竟然是80星战力。魏轩有些惊讶，不过转念一想，自己的战力都达到85星了，引出来的碎石金刚是80战力也没毛病。可恶的人类，一个人竟敢来送死，赶紧滚！此刻碎石金刚看着眼前的魏轩，怒然自威，收拾你，我一个人足够了。魏轩做出战斗之势，那就死吧。碎石金刚立刻移动巨大的身体，一拳朝魏轩砸来。魏轩不敢怠慢，但也心中无惧，挥动烈焰刀迎上。枪！枪！枪！只是片刻，魏轩和碎石金刚便硬碰硬10数个回合。然而烈焰刀斩在碎石金刚身上，却根本无法伤其分毫。好强的防御！相对枯木巨妖而言，这碎石金刚没有黑暗与邪恶，但却透出勇猛和刚毅。不过如今魏轩深知一个道理，那就是天地万物，哪怕再强也有弱点，或者说绝对有能被攻破的地方。这碎石金刚是由金属矿石形成，浑身坚硬无比，再加上超玄体天赋和硬化技能，烈焰刀斩在其身上，连挠痒痒都不算。甚至即便动用无相剑阵形成的神像，也无法击破这碎石金刚。弱小的人类，你不可能杀得了我！碎石金刚见魏轩连番攻击无果，皱眉沉思后，不禁得意道。说着，他却对魏轩又是拳砸又是脚踩，很简单的攻击，不过看着倒是像在大人逗小孩子玩。杀不了你？未必。魏轩躲开碎石金刚的一记脚踩后，骤然斩出几道烈焰刀气，直奔碎石金刚。紧接着18道金之剑刃、蛛丝以及火、木、水、冰形态全面对碎石金刚展开攻击。所谓乱中取胜，魏轩就是想以这种乱攻的方式寻找碎石金刚身上的弱点。果然，随着种种手段攻向碎石金刚，虽然都没能伤及分毫，但在一道金之剑刃刺向碎石金刚的脑袋时，碎石金刚却下意识用手臂挡了一下。咦？魏轩自然注意到了，看向碎石金刚的头，其是怒目金刚模样，因此在碎石金刚的额头上有一只树木。不过这只树木也是金属颜色，所以看着并不明显。但此刻随着碎石金刚下意识去挡金之剑刃，魏轩注意到了，于是魏轩再次发动攻击，全部朝碎石金刚的那只树木而去。枪枪枪！果然，碎石金刚竟将那些攻击全部用手臂挡了下来。至此，魏轩可以肯定，碎石金刚的弱点就是其树木。但随着魏轩刚才不断攻击碎石金刚的树木，以至于碎石金刚陷入暴躁状态。可恶的人类，你该死！说完，碎石金刚巨大的身影骤然消失。魏轩眉头一皱，是金盾吗？有了对付枯木巨妖的经验，魏轩第一时间开启了超玄体，又施展了硬化技能，鬼蛛魂骨也释放而出。下一刻，碎石金刚突兀地出现在魏轩身后，一拳砸来。魏轩也没躲避，他深知这里都是金属矿石，
碎石金刚利用这些金属矿石施展的金盾不亚于他的速度，跟枯木巨妖利用枯木施展木盾是一个道理。砰！当碎石金刚砸向魏轩时，猎魔铠甲的防御罩自动开启。然而，就在魏轩准备如对付枯木巨妖那样，先将此地的金属石矿摧毁时，碎石金刚再次砸在猎魔铠甲的防御罩上。但这一次，一股奇异的能量波动从碎石金刚巨大的金属拳头上散出，紧接着猎魔铠甲的防御罩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石头，继而猎魔铠甲的防御罩碎裂。碎石金刚拳头上散发出的奇异能量又蔓延在魏轩的双腿上，使魏轩的双腿也变成了石头。不好！魏轩大惊，这是石化技能！该死，自己还是大意了。此刻魏轩被石化的双腿没了知觉，无法动弹。死吧！碎石金刚也在这时再次向魏轩砸来。魏轩想都没想，直接开启了无敌金身技能。陡然，无敌金身一开，魏轩整个人都被一层金色光芒包括。砰！碎石金刚砸在魏轩身上，骤然被反弹开来，这让碎石金刚不禁惊疑。很快，无敌金身消失，魏轩的额头上惊出一丝冷汗。趁着碎石金刚惊疑间，魏轩快速施展了黑暗天赋和火焰天赋，这也是魏轩在开启无敌金身的一刹那能想到的唯一脱身之策。石化技能比较特殊，用其他手段恐难应付，但黑暗天赋不同，虽然它并没有任何黑暗系技能，但黑暗天赋本身就带有侵蚀效果。这种黑暗侵蚀与火焰天赋配合，效果最佳。此刻，随着魏轩施展黑暗与火焰两种天赋迅速融合，黑暗烈焰！魏轩大喝。轰！只见魏轩的身上瞬间涌起一团黑色火焰，在黑色火焰的燃烧下，魏轩双腿上的石皮骤然脱落。这不可能！眼看自己的石化技能被破，碎石金刚立刻慌了。也就这时，魏轩与碎石金刚拉开距离。这种石化技能应该是需要临近目标才能施展的，否则刚才碎石金刚也不会用金盾到达他身边再对他进行石化。不过魏轩不打算再给碎石金刚使用石化技能了，于是火力全开，立刻开始摧毁此地的金属矿。碎石金刚大怒，想要阻止，但有过对付枯木巨妖经验的魏轩根本没给碎石金刚机会。不到片刻，此地的净石矿便被魏轩摧毁殆尽。可恶的人类，我要把你砸成肉泥！碎石金刚暴怒，身上石化能量涌动，向魏轩冲来。魏轩可以躲避，但他没躲，而是释放出蛛丝和金之剑刃，迅速攻向碎石金刚。按照他的想法，是以蛛丝缠住碎石金刚的双臂，使其无法抵挡他的攻击，从而能很好的破其树木。然而，当魏轩用蛛丝缠住碎石金刚双臂，金之剑刃眼看就要攻击到其树木时，忽然那些金之剑刃被石化，继而碎落一地。第41章御频道开启。看到被石化后碎落一地的金之剑刃，魏轩眉头一皱，紧接着缠住碎石金刚的蛛丝也被石化，并且不断蔓延，似乎石化之力要顺着蛛丝袭击他。魏轩赶忙将蜘蛛丝切断，并看了看那些同样碎落在地上的蛛丝，石化防御。原来石化之力不仅可以攻击，还可以防御，就像枯木巨妖的死气防御一样。但枯木巨妖的死气有冷却，想来这碎石金刚的石化之力也有冷却。只是枯木巨妖的死气冷却是那些死气乌鸦，那这碎石金刚石化之力的冷却又是什么？魏轩施展灵眸，暗暗观测环绕在碎石金刚上的那些石化之力。很快，他找到了，正是碎石金刚的那只树木。碎石金刚的那只树木每次眨动，石化之力就会有那么一瞬间的微弱消失，所以只要趁着碎石金刚眨动树木的时机，就可以对其进行攻击。但魏轩没必要这么麻烦，因为他刚才试过，黑暗天赋和火焰天赋结合就能克制碎石金刚的石化。当即，魏轩再次施展黑暗烈焰。死！魏轩浑身黑暗烈焰释放，下一瞬便攻向碎石金刚。轰！随着黑暗烈焰将碎石金刚蔓延，碎石金刚发出悲惨不甘的咆哮，但没用，黑暗烈焰很快便燃烧在碎石金刚的树木上。碎石金刚挣扎不已，不过没多久，巨大的金属身体便扑通一声倒了下去。击杀碎石金刚，获得能量加500。恭喜您击杀碎石金刚，爆出物品：缺失的石料、黄金宝箱。公告：玩家魏轩首个击杀碎石金刚成功，获得成就加5。也就这时，周身的金属色调开始渐渐恢复。魏轩立刻身形一动，来到倒下的碎石金刚前，发动提炼。提炼碎石金刚成功，获得金抗加176，减金抗加115，地级超玄体天赋，地级金之天赋，技能金盾石化。检测到您已具备地级超玄体天赋，2次地级超玄体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超玄体天赋等级不变，
强度提高 30%。检测到你已具备1级金之天赋，正在与地级金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1级金之天赋进化为地级。恭喜，您的金之天赋融合进化时觉醒了技能金属磁场，又获得了3个技能。魏轩惊喜不已。金盾就不说了，如今他已具备水盾和木盾，加上金盾，一共是3大盾法。只要回头再想办法弄到火盾和土盾，无形盾法就齐了。至于石化技能，刚才也见识到了，若非他及时融合了黑暗与火焰天赋，用黑暗烈焰解救，恐怕现在已经完了。最后，金属磁场这个技能相当有意思，就是利用大量的金属元素在周身形成一个金属磁场，然后制造正负极，可以达到同极相吸、异极相斥的效果。虽然并非威力型技能，但在战斗时也相当于多了一个不错的手段。金之天赋也达到地级了。魏轩深呼了一口气，继而尝试释放金之剑刃，1道、2道、3道。很快，整整36道金之剑刃环绕在魏轩周身。金之天赋达到地级后，竟能操控金属元素凝聚出36道金之剑刃。如此一来，无相剑阵的威力也上升了2个等次。最后一个藏灵怪，泥流之主。整理完自己的天赋和技能后，魏轩直奔泥流之主的坐标而去。就在魏轩赶去泥流之主坐标的路上，聊天频道，哈哈，7级了，我也终于升到7级了。我刚看了一下，现在我们区差不多有将近100人都升到7级了。看魏轩大佬已经升到8级了，我刚算了算，从7级升到8级应该是需要7000能量，从1级升到7级的全部能量加起来也没7000能量吧。照这么说，虽然魏轩大佬只比我们高1级，但目前的能量值其实比我们高整整1倍不止。可以这么理解，大佬就是大佬，简直恐怖如斯。看着聊天频道里的内容，魏轩笑了笑，从8级升到9级可是需要15000点能量的，而他现在已经是8级5689150000了。这些能量都是在藏灵谷随手击杀凶兽以及刷碎石怪获得的。真要算的话，他现在的能量基本快赶上那些刚升到7级之人的2倍了。不出意外的话，在刷完泥流之主，能量就可以妥妥的过万。虽然陈岩等人也开始刷藏灵3怪了，但他们都是组队刷的，均分之下远没有他自己单人刷获得的能量多。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现在的战力已然达到85星了。后续再随手杀些凶兽以及交易空间的那些灵值和凶兽再进行提炼，绝对可以突破到90星。8级90星的战力，其他人如果达到8级，正常战力也就30星，好一些的可能接近40星，但基本不可能超过50星。何况自己还不断复制了各种天赋和技能，手段众多。不过话说回来，目前996区虽然只有将近100人才升到7级，但剩下的其他人也都6级多了。这最后的10几个小时都在冲刺，恐怕会一直有人不断升到7级，直到3天结束时，应该都有机会完成升到7级的考核。当然，如果有没升到7级的，那也没办法。优胜劣汰，在这充满未知且凶险残酷的主宰世界，只有适者生存。魏轩正心想间，忽然又有一人升到7级了。也就这时，一则主宰公告响起：公告，996区已有100人完成7级考核，特此激活域频道。提示：蓝星界划分万域，每域又分1000区，996区归属7号域。提示：996区正在与7号域进行连接。提示：连接成功，996区正式成为第52个加入7号域频道的新手区。此公告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紧接着，全都打开主宰光屏，发现聊天界面底下除了私信、队伍、区频道外，现在又多了一个域频道。第42章，龙国被针对了。996区频道开启域频道了。我感觉这主宰世界被渐渐拉开了。一域1000区，一区1000人，照这么说，每个域岂不是有100万人？兄弟，还有一部分阵亡或被抹杀的人呢，那也不少啊。走，咱们赶紧去跟其他区的打个招呼吧。没错，好像我们是第52个加入域频道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之前有51个区已经加入域频道了。魏轩看着聊天频道，默默沉思。他比别人看得要远，从目前主宰提示的信息来看，不难猜出主宰世界划分了很多小世界，而他们所在的这片世界为蓝星界。一界有万域，一域有1000区，单是蓝星界就有100亿人。那其他界呢？这个主宰世界似乎十分庞大啊。对了，还有之前自己在副本中遇到的尸魔，对方的来历介绍就是界外一族。那岂不是说蓝星界除了原本的100亿人外，应该还有界外一族？魏轩越想越觉得主宰世界不简单，神秘与未知中必然有强大的存在。自己目前看似不弱，但跟其他区、其他域乃至其他界相比，
算强吗？片刻后，魏轩摇了摇头，路得一步一步走，虽然前面有很多神秘与未知，但千万不能畏缩。于是魏轩收起思绪，打开了玉频道。此刻996区的人作为新加入的，正在跟其他区打着招呼。哈喽，大家好，我们是996区的，终于能认识新朋友了，开心。呵呵，又来一批新加入的，他们是第52个加入玉频道的，还算不错。不错个屁，离考核期限只剩10几个小时才有100人升到7级，这996区太差了。是啊，我们区都有300多人升到7级了，甚至还有3人达到了8级。就在刚才，他们终于组队击杀了枯木巨妖，仅凭他们3人，简直太厉害了。996区的人都是一愣，他们满怀欣喜的在玉频道跟其他区的打招呼，但其他区的人竟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要说这玉频道中，也是每个发言人的前面都有姓名和头像，甚至还有区号。魏轩看着玉频道里的其他人，皱了皱眉，这里面好像有黑人老外啊。果然，这时终于有人问道：996区是哪国人？有知道的吗？哦，他们好像是龙国人。我们龙国人怎么了？该死，还真是龙国人，我讨厌龙国。阿西吧，龙国人总是抢我们南蚌国的传统文化，端午节明明是我们的。还有象棋，也是我们阿三国的，因为象棋中有象。龙国一向被称为东亚病夫，我们漂亮国真想消灭他们。一连串针对性的侮辱，让996区的人都陷入了愤怒当中。我们龙国人怎么你们了？就是你们这么针对我们，有意思吗？谁让你们龙国抢我们南蚌国的文化？在现实世界，我们阿三国不想跟你们计较，但现在大家都在这主宰世界，我们阿三国不会再对你们客气了。你们龙国明明都是东亚病夫，后来又是探月又是抗疫的，还成了世界第2大经济体，太嚣张了。我们漂亮国不可能看着你们强大起来。没错，你们龙国在蓝星上太抢眼了，我们必须要把你们干翻，用我们干净的小脚踹爆你们肮脏的屁股。操！996区这边都要被气炸了。可一拳难敌4手，在这玉频道中，众多国家纷纷联合起来针对龙国，根本骂不过。也就这时，一则主宰公告响起：预公告，238区突破7级的玩家达到100人，特此成为第53个加入玉频道的新手区。996区的人都愣了，魏轩也愣了愣。238区不是被他们打败的樱花国人吗？居然也有100人达到7级了。不过转念一想，虽然樱花国输掉挑战后资源减半，所有人被没收武器，还扣掉30.4维属性，但这主宰世界有太多未知的可能，并不代表他们就一定升不到7级。毕竟樱花国的中川一郎是一名上忍，而且还觉醒了 B 级天赋，尽管输掉挑战后天赋降级，但也是 C 级。事实也的确如此。238樱花国的中川一郎在输掉挑战后，心中无比愤怒，还被一些人喊着让他切腹。于是中川一郎一发狠，就把骂他的那些人都给杀了，然后以残忍的忍术将他杀死的这些人进行血祭，使他实力大增。甚至他还挑了一部分人成为他的亲信，同样用血祭忍术帮这些人提升实力。当然，他挑的这部分人大都是年轻漂亮的女性。但不管怎么样，在中川一郎极端的做法下，238区一部分人变强了，并在中川一郎和伊藤惠子的带领下快速升级，这才能在现在有100人达到7级。不过238区差不多也就这100人能达到7级了。至于其他人，要么被中川一郎杀了，要么实力太弱被中川一郎抛弃了，很难在考核结束前升到7级。玉频道，我们大樱花帝国来了！尤西，原来每个域有1000个区呢，真是太精彩了。八嘎，居然有52个区都赶在我们前面加入了玉频道。呵呵，这新加入的238区是樱花国人，樱花国也不怎么样，这里也就漂亮国能跟我们阿三国比，毕竟我们阿三国人都喝恒河圣水，无论身体素质还是潜力都很超级棒。八嘎，原来你们是阿三国的，我之前喝过你们的恒河水，串吸了半个月。哦，喝我们恒河水串吸，那你喝你们樱花国的核废水吧。眼看樱花国和阿三国在玉频道打起了嘴炮，漂亮国赶忙出面打起了圆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可不要内讧，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怎么对付996区的龙国人。八嘎，996区，没错，996区是龙国人，龙国人全都死啦死啦的。该死的996，我中川一郎要报仇，报仇，报你妈个头啊！一个失败者，叫嚣个蛋！八嘎呀路，死啦死啦的。南蚌国，阿西吧，看来樱花国跟996区的龙国有仇啊。八嘎，上次我们中川大人向996区发起挑战，要知道我们中川大人可是一名上人，而且还觉醒了 B 级天赋，结果996区赢了。卑鄙的龙国人，肯定作弊了。阿三国作弊，这很像龙国人的作风。
漂亮国哦，樱花国的朋友，既然你们跟996区有过一次挑战，肯定知道他们的底细了。樱花国，他们996区天赋最高的也不过是 C 级天赋。南棒国，阿西吧 ，C 级天赋怎么可能赢下挑战？看来真的作弊了，作弊无耻！漂亮国，哦，原来才 C 级天赋。如果我们漂亮国向他们发起挑战的话，就算他们996区会作弊，也绝不可能会赢。阿三国，你们漂亮国比我们阿三国都要自信啊！那是当然，我们漂亮国的基米尔大人可是一名高贵的血族伯爵，并且觉醒了 A 级天赋，在绝对实力面前作弊根本没用。南棒国，欧巴，原来是高贵的血族伯爵，还觉醒了 A 级天赋。阿三国，漂亮国确实有自信的资本。樱花国，搜嘎，还请漂亮国为我们樱花国报仇，拜托了。漂亮国简直太强大了，我们落日国支持你们，我们高卢国也支持，我们西盟诸国也表示支持。一时间，玉屏道大半的新手区都开始支持漂亮国，每个区都是一个不同的国家。眼下支持漂亮国的新手区都是跟龙国关系不好的国家。最开始他们只是暗暗观察，但一看到漂亮国的基米尔是一名血族伯爵，并且觉醒了 A 级天赋后，一个个都出来支持了。毕竟血族伯爵可是很强大的，再加上罕见的 A 级天赋，基米尔绝对是7号域最强大的存在。本来一些跟龙国关系还算可以的国家还想着帮996区说几句话的，结果看到基米尔的强大后都没敢吭声。如此996区在7号域被孤立了，甚至是被针对。其中以漂亮国为首，还有曾经输给996区的238樱花国，以及叫嚣着抢了他们文化的南棒国，甚至一向不服龙国的阿三国。第43章五行天赋。玉屏道，以漂亮国为首的各个国区都开始讨伐996龙国区。996的众人一个个无比愤怒，但无论怎么说都没用，骂又骂不过。比实力的话，漂亮国那边可是有着一位血族伯爵，而且还是 A 级天赋，确实恐怖。此刻，眼看不少国家都表示支持，漂亮国的基米尔终于露面了。哦，亲爱的小伙伴们，既然你们都觉得龙国可恶，那我就替你们向996区发起挑战，刚好我这里有一枚挑战令。樱花国，优西，那就拜托基米尔大人了。阿三国，要不是我们没有挑战令，就不用麻烦漂亮国了。不过现在基米尔大人亲自出手，那肯定万无一失。南棒国，阿西吧，让抢我们南棒文化的龙国人都去死吧！眼看挑战一触即发，996区的所有人都心慌起来。怎么办？漂亮国的基米尔应该很快就要对我们发起挑战了。哎，真是可恶！我们又没得罪那些国家，他们为什么要针对我们？他们就是酸啊！我们是不是要完了？屁！我们有魏轩大佬，怕什么？可是魏轩大佬只是 C 级天赋，反观那基米尔血族伯爵加 A 级天赋，那该有多恐怖？没错，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这个主宰世界很有可能存在许多奇人异事，比如忍者、血族。曾经我们都不相信，但现在不信也得信。大家赶紧升级吧，就算不为了通过考核，也得为我们龙国争口气。对，赶快升级，提升实力，让那些针对我们的老外全都去他娘的！996的众人虽然又慌又怒，但却并没有因此丧失斗志。他们没继续待在玉屏道，既然那些国区要针对他们，那他们无论说什么也没用，骂两句成口舌之争更没用。所以他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升级，提升实力。魏轩也退出了聊天频道，他自己就有一枚挑战令，自然清楚挑战令有很多挑战方式，除了比拼等级外，还有建设、财富、刷怪积分、杀戮战场等。不过目前有几种方式并未开放。即便如此，魏轩也不确定那基米尔究竟会选择什么方式来向996区发起挑战。好在使用挑战令时会有一个预备期，所以在这预备期内，他必须得尽可能的做足准备才行。此刻，魏轩已经赶到了泥流之主所在的坐标，这里是一片泥流地，充斥着浑浊之气。魏轩也没犹豫，直接挥动烈焰刀对这片泥流地发起了攻击。很快，一个个小怪从泥流地中冒出。怪物：泥流小怪，等级5级，战力16星，特性泥流、浑浊、守护，爆率1%，和枯木巨妖及碎石金刚的套路一样。30多只泥流小怪冲魏轩攻击而来。不过这样的小怪，魏轩收拾起来根本就是摧枯拉朽。随着烈焰狂刀挥动，30多只泥流小怪很快就被魏轩全部击杀。击杀泥流小怪，获得能量加65。击杀泥流小怪，获得能量加6气。恭喜您击杀泥流小怪，爆出物品泥流印章。这时，更多的泥流怪从泥流中冒出，其中一只身形高大，泥流密度也十分惊人。还有几只虽然身形和泥流密度不如那只，但也远远高于泥流小怪。
怪物变异泥流怪，等级5级，战力22星，天赋土之操控 F 级，特性变异泥流浑浊守护，爆率 3%， 怪物泥流怪头目，等级5级，战力28星，天赋土之操控1级，技能土遁，特性头目泥流浑浊守护，爆率 5%， 果然是土系天赋。魏轩有些兴奋，如今他金木水火天赋都有，就差土质天赋了。要是能5行天赋都具备的话，以后他的弱点就能大大降低。不过现在不是细想的时候，那些泥流怪已经冲他攻击而来。魏轩也没犹豫，催动御风靴和瞬影技能，手中烈焰刀挥动，不到片刻便将那些泥流小怪全部击杀。变异泥流怪因为有土质操控，手段倒是多了一些，时而用泥流展开攻击，时而又用泥流防御。但以魏轩如今众多的手段，击杀那些变异泥流怪也只是稍加力气而已。击杀泥流小怪获得能量加66，击杀泥流小怪获得能量加68。恭喜您击杀泥流小怪，爆出物品泥流印章。击杀变异泥流怪获得能量加75，击杀变异泥流怪获得能量加76。恭喜您击杀变异泥流怪，爆出物品泥流印章。很快，这片泥流之地只剩下泥流怪头目。对方发出愤怒的咆哮，立刻释放出数道泥流，直奔魏轩。不过这样的攻击对魏轩根本没用。魏轩催动御风靴，配合瞬影技能，轻而易举地躲开，接着烈焰刀气纵横，斩向泥流怪头目。然而当烈焰刀气临近时，泥流怪头目瞬间没入泥流之地。土遁，虽说这里是泥流，但终归还是土，就像石头属金，枯木也是木一样。魏轩皱眉间，泥流怪头目骤然从魏轩身后的泥流中露出，一把将魏轩抓住，并猛然将魏轩向下一拽，却见魏轩大半个身体被拽进泥流中。泥流怪头目大喜，一旦目标被他拽进这泥流之中，那对方就算完了。于是泥流怪头目骤然从泥流中跳出，全力攻向魏轩。砰！泥流怪头目的攻击落在魏轩身上，但下一刻被击中的魏轩却缓缓化作玄水模样，正是玄水分身。此刻玄水分身溃散，泥流怪头目一愣，随即大惊，但他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烈焰刀气及一道道金之剑刃便已临近。去死吧！泥流怪头目身后，魏轩一声大喝，紧接着烈焰刀气和金之剑刃一齐落在泥流怪头目身上。砰砰砰！泥流怪头目毫无意外的被击杀。击杀泥流怪头目获得能量加88。恭喜您击杀泥流怪头目，爆出物品泥流印章。魏轩看了看任务道具栏，泥流印章刚好10枚。不过在引出泥流之主前，他快速先对这些泥流怪进行了一波提炼。提炼泥流小怪成功，获得土抗加25。提炼泥流小怪成功，获得土抗加26。提炼变异泥流怪成功，获得土抗加33 F 级土质天赋。提炼变异泥流怪成功，获得土抗加32 F 级土质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 F 级土质天赋，2次 F 级土质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F 级土质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10%。提炼泥流怪头目成功，获得土抗加38，减土抗加27，土遁技能1级土质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 F 级超狂体天赋，正在与1级土质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F 级土质天赋进化为1级。检测到你已具备金木水火土5种天赋，已达到5行天赋标准，只需一张天赋融合符就能融合成5行天赋。咦，5行天赋？魏轩有些惊喜，仔细查看了一下说明，这才发现原来天赋是可以融合的。金木水火土5种天赋融合，就可以成为5行天赋。一旦成就5行天赋，那金木水火土就可以自由融合转换。不过，想要将5种天赋融合成5行天赋，必须得有天赋融合符。天赋融合符得从更高级的凶兽身上爆出，或者等商城开启后从商城购买。了解情况后，魏轩没再过多研究，等回头想办法弄到天赋融合符再说吧。收起思绪，魏轩立刻使用了10枚泥流印章。第44章虚弱。魏轩使用10枚泥流印章后，这处泥流之地立刻不断翻涌，明明是泥流，却如海浪一般。轰轰轰！一只巨大的泥流怪从泥流中涌出，高达10丈，其通体黑褐色，手中拿着一把泥流之剑，不断有泥流往下流淌，仿佛流之不尽。怪物泥流之主，等级5级，战力80星，特性泥流浑浊粘体守护，天赋土质操控 D 级，黑暗操控 D 级，
技能土遁，泥流分身，虚弱，爆率 10%， 竟然也有黑暗天赋。魏轩暗暗谨慎。根据之前对付的枯木巨妖和碎石金刚来看，这泥流之主应该也有绝技。枯木巨妖是那些死气乌鸦，有腐蚀效果；碎石金刚有石化技能。如果猜测没错的话，这泥流之主应该就是虚弱了。魏轩思索间，泥流之主也发出了愤怒的咆哮：该死的人类，竟敢来挑战我！废话真多。魏轩发现每一个藏灵怪出现后都会说句愤怒的话，跟玩游戏时的副本 BOSS 一样。你这弱小的人类，给我死！泥流之主立刻发动攻击，手中泥流之剑挥动间，顿时大片泥流向魏轩席卷而去。魏轩催动御风靴，施展瞬影技能，骤然躲开席卷的泥流，随即挥动烈焰刀，烈焰刀气纵横间斩向泥流之主。他想先试试泥流之主的虚实，果然，烈焰刀气刚一临近，泥流之主就从原地消失了。魏轩心头一紧，下一刻，泥流之主出现在魏轩身后。毫无意外，这是土遁。此刻，泥流之主在魏轩身后直接发动攻击，大片泥流很快便将魏轩覆盖。泥流之主见状，发出一声冷哼，不堪一击。只是他刚说完，不远处魏轩的身形显露。泥流之主皱眉，又看向身旁被泥流覆盖的魏轩，竟化作了一滩玄水，正是魏轩的玄水分身。早在一开始，魏轩就施展了玄水分身，毕竟凭借对付枯木巨妖和碎石金刚的经验来看，这泥流之主也会施展土遁。不过此地泥流除了泥土外，还掺杂着水，倒是能够让魏轩利用，施展水遁及玄水分身。当然，如今他也会土遁。该死！泥流之主眼看自己被戏耍了，不禁更加愤怒。而这时，魏轩也没犹豫，直接再次施展玄水分身，顿时他的身影一分为三。3个魏轩同时朝泥流之主攻击而去。就你会分身吗？泥流之主见状，巨大的身影竟也一分为三。3个泥流之主，这是泥流分身。不过在3个魏轩一起攻向泥流之主时，3个泥流之主骤然消失，又是土遁。下一秒，3个泥流之主出现在3个魏轩身后，泥流席卷。就你会土遁吗？就在泥流席卷之际，3个魏轩的身影也消失了。泥流之主大惊，这该死的人类居然也会土遁。就在他失神间，3个魏轩的身影也出现在他身后，手中烈焰刀挥舞，立刻斩向泥流之主。去死吧！魏轩大喝。然而当烈焰刀携带着烈焰刀气落在泥流之主身上时，其中有2个泥流之主消散，自然是分身；还有1个泥流之主是本土，但却并未被烈焰刀斩杀，而是烈焰刀粘在了泥流之主身上。不好！魏轩大惊，但为时已晚。只见泥流瞬间释放出数道泥流，粘住了魏轩的手脚。哈哈，没想到我是粘体吧？泥流之主大笑。魏轩却是表情肃然，没想到自己还是中招了。这泥流之主的泥竟附带粘性。更可怕的是，当魏轩准备释放黑暗烈焰摆脱身上的泥流时，却忽然发现自己的身体没了力气，各种天赋和手段也很难施展。提示：您已被虚弱，移速降低 50%， 免疫降低 60%， 防御抗性降低 70%， 战力、天赋、技能削弱 80%。 可恶，这是虚弱，好可怕的技能！移速、免疫被降低，战力、天赋、技能也被削弱 80%， 这该如何是好？魏轩心惊的同时，泥流之主也对魏轩施展了必杀攻击。不过猎魔铠甲的防御罩却在这关键时开启。砰砰砰！泥流之主的攻击被猎魔防御罩抵挡，可很快猎魔防御罩也渐渐被虚弱。这样下去，防御罩很快就会被消散。可恶的人类，手段还真多！泥流之主没了耐心，全力释放泥流。下一刻，猎魔防御罩便被泥流覆盖。没多久，轰！猎魔防御罩彻底消失，魏轩也被一股股泥流席卷。片刻后，哼！不知天高地厚，一个人竟敢也来挑战本尊！泥流之主发出一声冷哼，随即收起泥流。但下一刻，泥流之主就愣住了。只见眼前根本就不是人类尸体，而是一根木头，正是魏轩的木之假身。刚才魏轩挥动烈焰刀斩向泥流之主时，就已经想好了一切。毕竟枯木巨妖有死气防御，碎石金刚有石化防御，那这泥流之主肯定也没那么好击杀。所以在烈焰刀被粘住的一刻，魏轩第一时间就施展了木之假身。没想到还真是对了，否则硬碰硬的话，自己现在很有可能就BBQ了。此刻魏轩正在泥流之中穿梭，他在想办法摧毁此地泥流，让泥流之主无法施展土遁。尽管他也会施展土遁，但却只能和泥流之主在此地拼消耗，想要击杀还得大费周章。
所以得和对付枯木巨妖和碎石金刚一样，先摧毁枯木和乱石，再全力攻击其破绽。好在魏轩不仅有土遁，还有水遁，于这泥流中穿梭，毫不费力。这时，泥流之主见眼前被自己击杀的是一根木头后，知道自己又一次被耍了，不禁发出愤怒的咆哮，开始大肆寻找魏轩。但以魏轩的土遁配合水遁，泥流之主根本不可能找到。而且此刻魏轩也找到了让此地泥流消失的办法。泥流之中有几处坐标存在地洞，被粘性泥流堵住了。魏轩二话没说，直接将那些粘性泥流摧毁。果然，此地泥流全都流进了那几处地洞中。这就是游戏机制，每个 BOSS 都有手段，对付起来也得讲究方式。此刻，泥流之主正在疯狂寻找魏轩，但很快他就发现此地的泥流竟然全都没了，他和魏轩都显露了出来。可恶的人类，该死！泥流之主发出无比愤怒的咆哮，骤然向魏轩发起攻击。魏轩催动御风靴和瞬影躲避，无法施展土遁的泥流之主在速度上自然赢不过魏轩。不过魏轩也用烈焰刀气和金之剑刃等手段对泥流之主发起了几波攻击，结果却和他猜测的一样，这泥流之主有虚弱防御，任何攻击和手段临近对方时都会被虚弱。不过枯木巨妖的破绽是那些死气乌鸦，碎石金刚的破绽是其第三只树木，那这泥流之主的破绽应该就是其手中那把不断有泥流滴落的泥流之剑。换做其他人，肯定是不断用技能轰击那把泥流之剑，趁其冷却间将其重伤并击杀。但魏轩不用，只见他直接释放黑暗烈焰，骤然轰向泥流之主。结束了。随着黑暗烈焰将泥流之主覆盖，泥流之主发出阵阵凄厉的咆哮。不过很快，凄厉的咆哮消失，宣告着泥流之主已然毙命。击杀泥流之主，获得能量加500。恭喜您击杀泥流之主，爆出物品：缺失的泥土、黄金宝箱。公告：玩家魏轩首个击杀泥流之主成功，获得成就加5。魏轩来到毙命的泥流之主跟前，发动提炼。提炼泥流之主成功，获得土抗加175，减土抗加116，地级黑暗天赋，地级土质天赋，技能虚弱。检测到您已具备地级黑暗天赋，2次地级黑暗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黑暗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检测到您已具备1级土质天赋，正在与地级土质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恭喜您的1级土质天赋进化为地级。恭喜您的土质天赋融合进化时觉醒了技能土质分身。第45章村庄商城。魏轩看着自己的提炼成果，虽然黑暗天赋没进化成 C 级，但强度却提高了 30%， 土质天赋也达到了地级，并觉醒了土质分身技能，还算不错。魏轩打开人物面板看了看，玩家魏轩，等级8级10072-15000，猎魔者6级3664千，成就终极新手50%26%，力量916，一级超狂力，敏捷928，一级超狂速，体力935，地级超玄体，精神974，地级超玄感，抗性火抗加155，水抗加862，木抗加857，金抗加453，土抗加426，毒抗加158，减抗减水抗加245，减木抗加163，减金抗加137，减土抗加128。武器烈焰刀，攻击加15，攻速正 3%， 暴击率正 2%， 穿云弓，攻击加57，攻速正 15%， 射程正 20%， 穿透加300，命中正 10%。 装备御风靴，敏捷加38，闪避加25，移速正 30%。 猎魔铠甲，体力正 25%， 所有元素抗性正 15%， 血上限正 10%， 气上限正 10%， 致命防御正 50%。 技能灵眸，治疗，瞬影，血刺，血爆，麻痹，硬化，石化，虚弱，木盾，金盾，土盾，水冰盾，玄水冰分身，玄水冰风暴，土之分身，木之假身，无相剑阵，鬼蛛魂骨，蛛丝罗网，精神念咒，森林之雨，无敌金身，金属磁场。元素天赋木之真意 C 级，水冰地级，土地级，火一级，金地级，毒一级，黑暗地级。本命天赋完美提炼。战力92星，只根据4维属性评定，不计入天赋、技能、装备等。魏轩对自己现在的面板还算满意。试问这主宰世界有几个能在8级时战力达到92星的？这还不算他的众多手段。以他目前的实力，
战百星级别以上的存在根本不在话下。当然，接下来他得找机会把力量和敏捷天赋也提升一番。除此之外，还有火天赋以及毒天赋，目前都还只是1级。如果能让5行天赋都达到 D 级乃至 C 级，那后续想办法弄一张天赋融合符，融合出更高级的5行天赋，肯定厉害。此番刷藏灵3怪，收获不小，最重要的是还获得了3个黄金宝箱。眼下只要再弄到2个，就能合成出一个紫金宝箱了。魏轩快速整理完自己的思绪后，便打开任务道路栏，里面分别有缺失的木料、缺失的石料及缺失的沙土。打开村庄建设功能，魏轩毫不犹豫地进行村庄修复。下一刻，嗡，主宰光屏闪烁，任务道具栏里的3种材料一齐消失。而996区某处，魏轩的初始村庄中有一道道光芒落下，本来破旧的村庄渐渐焕然一新，虽然不大，但木屋成排，十分整齐。魏轩从主宰光屏上也看到了这一幕，似乎将村庄修复后，打开村庄建设功能就能查看村庄里的一切，就像卫星定位一样，还能拉大看到村庄里的一草一木。公告：玩家魏轩首个修复村庄，成就加10，奖励黄金宝箱 X1， 解锁村庄功能。提示：第2名完成村庄修复的玩家，成就加5，奖励白银宝箱 X3； 第3名成就加3，奖励白银宝箱 X2； 第4名到第10名成就加1，奖励白银宝箱 X1。看来这修复村庄是一个非强制性的公共任务啊。魏轩想了想，这个公共任务虽然只有前10名有成就和宝箱奖励，但后续完成的也会解锁村庄功能。自己是第一个完成的，奖励了一个黄金宝箱。如此一来，只要再有一个黄金宝箱，就能合成一个紫金宝箱了。而且他的成就已经达到了36点，只要再有14点，就可以升级为高级新手了。当然，最重要的是修复村庄后，村庄建设频道自动解锁了功能。魏轩看了看村庄频道里的功能有3个：回村、建造、商城。魏轩看了看回村介绍，居然是一键制，不过回村时需要在原地停留30秒，保持不动。而且回村功能每天暂时只能使用3次。至于建造，点开后可以建造各种设施，比如民房、农场、牧场等。不过想要建造设施，必须得有相应的建筑图和材料。最后是商城，魏轩期待已久，点开后发现商城分主宰和玩家店铺2个界面，玩家还可以在商城开店铺。魏轩好奇之下点开玩家店铺，但却空空如也，想来目前还没有玩家注册店铺。不过魏轩却尝试注册了一下店铺，结果需要交保证金1000财富值。没错，商城的通用货币是财富值。魏轩看了眼商城右下角，自己的财富值目前是0，但他还是点开了主宰界面，想看看里面会有什么好东西。结果让他失望了，商城内的东西没几样，有一些金疮药、解毒散、补元丹等药品，但都是一阶的，虽然效果比精品烤肉要好一些，但价格却很贵，最便宜的也要50点财富值。除了药品外，还有几件一阶武器和装备，不过属性并不好，同样也不便宜。总的来说，这商城有些鸡肋，尤其是对现在的魏轩来说，更是没什么用。当然，商城下面有一个注释：1. 商城每24小时刷新一次； 2. 村庄等级越高，商城每天刷新的物品也会越高级。原来如此，魏轩明白了，原来这商城每24小时刷新一次，每次刷新后，里面的物品都会发生改变。不过，目前村庄等级太低，就算再刷新，对他来说也都是积累。想要获得更高级的物品，必须提升村庄等级才行。当然，事无绝对。魏轩很快便在商场中发现还有2个分类：特殊、兑换。咦？魏轩立刻点开了特殊页面，有2样东西让魏轩眼前一亮，正是宝箱合成符及天赋融合符。然而，一个中阶宝箱合成符的售价却要1万财富值，天赋融合符更贵，一个地级的竟然需要10万财富值。魏轩表示无奈，不过很快又发现了一个好东西——一阶能量石。看了一下一阶能量石的说明，这居然是供玩家升级用的。一块一阶能量石居然能让玩家获得100点能量，售价也还算可以，只需要100财富值。也就是说，1点财富值就代表着1点能量。如果能拥有无穷无尽财富值的话，岂不是坐着购买能量石就能升级？但魏轩很快就打消了这一念头，因为能量石是限购的，每人每天最多只能购买100块能量石，100块就是1万点能量，也相当可观。不过这样一来，对他就比较没用了。魏轩没再过多去想，而是又查看了兑换分类，里面果然能兑换猎魔套装，但目前只有1-3阶的猎魔套装，而且一件3阶的猎魔套装竟然需要100个猎魔勋章。魏轩一脸震撼，一件3阶的都需要100个猎魔勋章，那如果想兑换成套的话，岂不是需要900个？
这还只是3阶的，5阶乃至6阶的岂不是更贵？靠！自己现在也只不过才攒了11个猎魔勋章啊！魏轩懵逼了好一阵儿，才渐渐释然。猎魔铠甲的兑换这么贵，也可以理解，毕竟这种装备的确很厉害。不说别的，就拿第一次对付枯木巨妖来说，要不是猎魔铠甲的反震效果，他大概率不会第一次就将其击杀。关键时候，猎魔铠甲是真能救命的。释然归释然，但魏轩却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随着商店的开启，他发现自己的征程才刚开始。这主宰世界的挑战才渐渐拉开序幕。第46章赚财富值的 bug。 魏轩没有继续在商城乱逛，毕竟他现在的财富值是0，毛都买不起。当然，随着商城开启后，每个人是可以赚取财富值的。魏轩点击右下角的财富值，立刻便出现了赚取财富值的介绍。不得不说，赚取财富值的渠道还是挺多的。最简单直接的就是等级达到10级后，每升1级都有财富值奖励。除此之外，猎魔等级和成就等级的提升也有可能奖励财富值。再者就是做任务、刷副本、建设村庄都可以。当然，如果能在商城中注册店铺的话，自然也能售卖各种物品赚取财富值。另外就是商城的左下角还有一个回收功能，如果有破损的武器、装备或者没用的材料等，都可以被商城回收，从而获取财富值。不过被商城回收需要扣除一定的回收费，所以回收价格都比较低。对了，我这里还有一堆玄铁，试一下。魏轩尝试性的取出一块玄铁，让商城回收了。回收玄铁成功，获得50点财富值，居然能回收出50点，魏轩有些惊喜。之前他一共得到142块玄铁，也就是说，只要他愿意将手里的玄铁都进行回收，瞬间就可以有7000多点财富值。当然，一块玄铁之所以能回收出50点财富值，主要还是因为这种玄铁十分珍贵。铁矿分为普通、中等、上等、精铁、玄铁。如果是普通铁矿，可能连10点财富值都回收不了，毕竟商城里的一阶材料都才10点财富值一块，不知道凶兽能不能回收。魏轩突然想到了这一点，于是他立刻在交易空间取出一只凶兽尸体进行回收，结果并不能。想来也是，如果凶兽也可以回收出财富值的话，那财富值就太廉价了。不过魏轩并没有因此放弃，他还是想在凶兽上打主意，于是取出1斤精品烤肉进行回收。回收精品烤肉成功，获得1点财富值。哈哈，果然可以！魏轩欣喜不已。要知道，这种精品烤肉是他将烤肉进行提炼后制成的。确切的说，只有他能提炼出精品烤肉。如此一来，也等于是凶兽尸体可以回收出财富值。为了确定自己心中所想，魏轩还专门将一块未经提炼的普通烤肉进行回收，结果回收失败。哈哈，果然，别人无法将凶兽尸体转换成财富值，但他这样的话，以后凶兽尸体的用处就更大了。魏轩狂喜，尽管1斤精品烤肉只能回收出1点财富值，但架不住多呀。要知道，一只凶兽至少能有数百斤，就算驱除皮毛等杂物，再进行烧烤提炼后会大大缩水，可也能回收出不少财富值，爽爆了！魏轩想了想，然后将交易空间里精品烤肉的兑换设置改了一下。之前他的精品烤肉只能用灵值和魔化、变异等凶兽来兑换，普通凶兽无法兑换。但现在魏轩发现了财富密码，立刻设置成精品烤肉也可以用普通凶兽的尸体进行兑换。一只1级的普通凶兽可以兑换10斤精品烤肉，虽然精品烤肉等于10点财富值，但丝毫不亏呀。毕竟10点财富值换一只普通凶兽，而普通凶兽制成精品烤肉的话，怎么也有100-200斤吧？100-200斤精品烤肉就是100-200点财富值，这特么简直就是暴利！如果让别人知道的话，绝对会大呼离谱。但没办法，凶兽尸体对别人来说根本没用，可对他魏轩而言，不仅能进行提炼，还能制成精品烤肉，回收出财富值。魏轩暗爽了好一阵儿，才将心情平复。可惜现在没时间整理交易空间内的凶兽尸体，毕竟他得为接下来的挑战做准备才行。于是魏轩就准备退出村庄频道。然而刚要关闭，却显示出一则主宰提示。提示1：您已成功修复村庄，请为您的村庄命名，一旦命名成功，将无法改变。提示2：村庄对您十分重要，只要您足够强大，日后可将村庄扩建成为领地、镇城、帝国、域界。村庄建设果然很关键。魏轩双目一缩，没想到随着村庄还可以扩建成为领地、镇城、帝国、域界。可以想象，如果以后将村庄扩建为域界，那他岂不就是一界之主？当然，村庄扩建肯定没那么简单。目前来看，自己似乎刚踏上这主宰世界的主题。如果想要发展村庄，未来必定会不断厮杀。毕竟一个区的初始人数就有1000名，
每个玩家都会有一个村庄，而区上面还有域，一域又有千区，域之上更有界，一界有万域。由此可见，未来必定是无数势力争霸的场面，强者肯定不少。想到这里，魏轩紧紧捏了捏拳头，然后收起思绪，在村庄的命名框中填上了2个字：魏村。公告：玩家魏轩正式将村庄命名为魏村，此名独享。公告：玩家魏轩首个命名村庄，成就值+5。轰！此公告一出，996区所有人都无比震惊。哇，魏轩大佬好牛逼！我们都还没完成7级考核，魏轩大佬却已经命名村庄了。魏轩大佬总是走在我们的最前端。你们快看，魏轩大佬把交易空间里精品烤肉的兑换设置修改了，一只普通的凶兽尸体就能兑换10斤精品烤肉。感谢魏轩大佬，我正愁没变异或者魔化凶兽尸体兑换精品烤肉呢。魏轩大佬肯定觉得离考核时间不多了，所以想帮我们尽可能的让我们都能在考核结束前升到7级。魏轩大佬如此大爱，真是爱了爱了。魏轩，么么哒，度。魏轩摸了摸鼻子，如果让别人知道他只是在用10点财富值换取100-200点财富值的话，不知会作何感想。也就这时，陈岩等人冒了出来。陈岩，魏轩大佬，太感谢了，我们击杀枯木巨妖了。方文，魏轩，爱你哟。萧晨，枯木巨妖太难杀了，要不是魏轩大佬说出了死气乌鸦的弱点，凭我们根本击杀不了。杨云峰，没错，接下来调整一下就要去刷碎石金刚了，不知道碎石金刚的实力怎么样。宋子宁，我们刷枯木巨妖时，魏轩大佬已经把碎石金刚和泥流之主都刷完了。不凡，魏轩大佬，说说碎石金刚和泥流之主的攻略呗。陈岩，是啊，既然都是藏灵3怪，那碎石金刚和泥流之主肯定不比枯木巨妖弱。柳烟，魏轩。周恒，魏轩。王志凯，魏轩。穆宁雪，魏轩。魏轩想了想，这些人都是 C 级 D 级天赋强者，刷怪速度肯定不慢，早点让这些人刷完藏灵3怪，然后再去杀凶兽，找他兑换精品烤肉。可以。于是魏轩在聊天频道发言，无论人还是凶兽都有破绽，藏灵3怪也不例外。枯木巨妖的破绽是死气乌鸦，碎石金刚的破绽点是其第3只树木。另外切记，碎石金刚有石化技能，大家一定要跟他拉开距离进行攻击。至于泥流之主，其身上的泥流有粘性，大家千万不要用武器进行攻击，否则会被泥流的粘性粘住。另外就是对方释放的泥流有虚弱效果，大家千万不要被击中。和刷枯木巨妖一样，把碎石金刚引出来后，一定要分出一部分人摧毁周围的乱石。泥流之主也要摧毁那片泥流之地，不过泥流之主的摧毁方法需要攻击指定位置，坐标分别是213、460、247、415。魏轩将碎石金刚和泥流之主的攻略说完，聊天频道安静了几秒。紧接着，陈岩等人无不膜拜，大大咧咧的方文更是献了好几枚香吻，全都大呼魏轩牛逼。尤其是摧毁泥流之地的坐标，虽然他们还没开始刷泥流之主，但光听着就震撼。这要是没魏轩的攻略，他们怎么去找摧毁泥流之地的坐标位置？当然，陈岩等人觉得魏轩牛逼到天际，但那些还在未升到7级发愁的人却是听得一脸懵逼。这些人叹了口气，不过还是默默地将魏轩所说的攻略收藏了。也就在魏轩说完后，正准备关闭聊天频道时，忽然一则主宰公告响起。公告：438新手区基米尔向996新手区发起挑战。此公告一出，996区的所有人都是一惊。基米尔终于还是向他们发起挑战了。第47章赢下财富挑战。公告：438新手区基米尔向996新手区发起挑战。挑战规则：2大新手区最先有玩家赚到1000点财富值获胜。提示：财富挑战期间，2区暂时关闭交易频道，且不能通过他人馈赠获取财富值，必须个人玩家自己赚取。挑战获胜区资源翻倍，所有玩家4维属性加30，并人手奖励1件1阶武器。挑战失败区资源减半，所有玩家4维属性30，并没收所有玩家武器。单人发起挑战者失败后4维属性60，装备没收，天赋降级。单人赢下挑战者4维属性加60，黄金宝箱 X2。提示：正在将438新手区和996新手区进行关联，关联成功，挑战期间2区玩家可进入公众频道进行发言。这个挑战规则一出来，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了懵逼。996区聊天频道，财富值达到1000是什么鬼？这又是什么挑战玩法？财富值是什么东东？陈岩、穆宁雪、方文、柳烟，不仅那些 F 级 E 级天赋的人不知道，就连 D 级 C 级的陈岩等人也表示茫然。好在这时魏轩发言了：当你们升到7级并刷完藏灵3怪后，
就能修复自己的村庄，一旦将自己的村庄修复，就会解锁村庄建设功能，其中一项功能就是村庄商城，而村庄商城的通用货币就是财富值。解释完，魏轩看了下自己的交易空间，里面的凶兽尸体都无法取出，但上架在交易空间的精品烤肉就可以，毕竟凶兽尸体是别人交易给他的，而精品烤肉是他自己制作的。魏轩大概看了看，完全有千斤精品烤肉。这样的话，嗨嗨，这基米尔挑战什么不好，居然挑战财富值。魏轩笑了笑，然后立刻取出精品烤肉，开始让商城进行回收。而这时996区的所有人都把宝压在了魏轩身上。我们区目前只有魏轩大佬修复了村庄，也就是说只有他能赚取财富值。哎，这次挑战又得靠魏轩大佬了，就是不知道1000财富值好不好赚。好不好赚不知道，但魏轩大佬刚修复完村庄，财富值很有可能是0。可那基米尔，大家快去玉频道看看！所有人都是一愣，赶忙前往了玉频道。此刻玉频道内，其他国家的人都在疯狂艾特基米尔。哦，高贵的基米尔大人，你明明有那么强的实力，为什么要和996区挑战财富值？8嘎，财富值是什么东西？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我们阿三国来挑战996区。阿西吧，为什么要挑战财富值？为什么？面对诸国的质疑，基米尔发言道：“哦，无知的小伙伴们，你们还没修复完村庄吗？简直太遗憾了！你们听好了，升到7级后，击杀藏灵3怪，然后修复村庄，解锁村庄商城，这时就会产生财富值。我想我们整个7号域目前只有我成功击杀完藏灵3怪了，所以只有我解锁了村庄商城。他们996区根本连财富值是什么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挑战他们的财富值绝对是必胜的。”看到他们基米尔的发言，诸国终于释然。游戏是我们无知了，还请基米尔大人恕罪。基米尔大人果然强大，我们南蚌国目前最厉害的3人刚刷完枯木巨妖，看来除了漂亮国就属我们阿三国最强了。现在我们阿三国的萨米特大人和布罗德大人正在刷弥留之主。八嘎，要不是我一直在带我的手下区藏灵3怪，不在话下。基米尔，不好了，他们996区有一个叫魏轩的，刚才也成功修复完村庄了。八嘎，就是这个魏轩，害得我们输了挑战。基米尔大人小心，他会作弊。阿西吧，现在996区也有人修复完村庄了，那基米尔大人岂不是无法必胜了？基米尔，一个小小的龙国弱者，就算他刚完成村庄修复又怎样？我早在1天前就完成了，目前我的财富值已经达到了651点，只要再稍加努力，3个小时内赚够1000点不是问题。游戏明白了，看来基米尔大人早有把握呀。欧巴，基米尔大人厉害思密达，看来漂亮国确实要比我们阿三国强大不少，尤其是基米尔大人，绝对是7号域最强者。基米尔大人这么一说，我们就放心了。这次996区肯定要完蛋了，哈哈哈！996区完了，BBQ了，这次我们输定了。哎，那基米尔居然已经有500多点财富值了，可魏轩大佬半个小时前才完成村庄修复，这怎么赢？魏轩大佬已经很棒了，可惜那基米尔更强。在这2次考核的最后关头，如果我们被扣属性，再没收武器，那真的会有一大批人要被抹杀的。我不想死，趁现在还没被扣属性，我们赶紧升级吧。对，既然挑战失败已成定局，我们只能在这期间尽可能的升到7级，保住自己不被抹杀。玉频道，哦，996那边一个个都摔起来了，呵呵。搜嘎，他们终于也要被扣除4维属性了，尤其是那魏轩，天赋要被降级了。龙国人，统统死啦死啦地！阿西吧，这就是抢我们南蚌国文化所付出的代价。基米尔，哦，刚才我发现了一株2阶灵植，赚了100点财富值，很棒。高贵的基米尔大人，那岂不是说现在你已经有751点财富值了？基米尔，你说的很对，真是不错啊。这一刻，玉频道那些针对996区的诸国都兴奋了，胜利在望。尤其是樱花国群众纷纷在玉频道叫嚣，不断艾特996的人。南蚌国更是不断思密达。最搞的是阿三国居然跳起了舞，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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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哒哒哒。玉频道诸国都在骂龙国是东亚病夫，而996区这边已然看不到胜利了，甚至不少人都陷入了绝望。可面对玉频道那些国家的嚣张、谩骂和挑衅，他们忍无可忍，直接就去玉频道跟那些人对骂起来，但根本骂不过。然而就在玉频道针对996区的诸国以为漂亮国要胜利，气焰正无比猖狂时，一则公告响起。公告：996新手区玩家魏轩财富值达到1000，赢得来自438区基米尔的挑战。此公告一出，所有人都陷入了懵逼当中。第48章紫金宝箱。
公告：996新手区玩家魏轩财富值达到1000，赢得来自438区基米尔的挑战，奖励4维属性加60黄金宝箱 X2。公告：本次438新手区向996新手区发起挑战失败，30秒后将对438新手区资源减半，所有玩家4维属性30，并没收所有玩家武器。公告：本次996新手区获得来自438新手区的挑战胜利，30秒后将对996新手区资源翻倍，所有玩家4维属性加30，并人手奖励1件1阶武器。公告：438区玩家基米尔因主动挑战996新手区失败，单人惩罚4维属性60，装备没收，天赋降至 B 级。这些公告一出，所有人都懵逼了。正在骂骂咧咧的樱花国人瞬间没了声音，气焰无比嚣张的南蚌国人也顿时蔫了，无比得意的漂亮国人更是瞪大了眼，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正在跳舞的阿三国群众一个个举着双手，一脸问号。高卢国、落日国、西蒙诸国全都傻了。哦，上帝，告诉我，我是不是出现幻听了？法克！法克！法克！天哪，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高贵的基米尔大人居然输了！那996区的魏轩不是刚修复完村庄吗？怎么一刻钟不到就赚到1000财富值了？八嘎，作弊！这魏轩绝对在作弊！啊西吧，这不是真的，肯定不是真的。龙国不是东亚病夫吗？为什么还能这么强？为什么？诸国正在玉频道难以置信时，996区所有人的手中再次多了把1阶武器，4维属性更是嗡嗡嗡增长了30点，甚至996区的山川河流也又一次扩大，更多的副本、奇花异果、各种材料、矿脉也再次凭空出现。本就资源翻倍过一次的996区，此刻资源更是无比丰富。那些刚才陷入绝望中996区众人，感受着自身4维属性的增长，看到眼前出现的灵值和凶兽，全都一脸不可思议。我他妈出现幻觉了？不是幻觉兄弟，是真的，我们赢了！魏轩大佬简直是神人啊！上一刻刚修复完村庄，下一刻就狂赚1000财富值。虽然我还不知道1000财富值究竟是多少，但从那基米尔一天才赚500-600点来看，财富值应该很难赚。魏轩大佬做到了，他又做到了，哈哈，又多了一把1阶武器，而且4维属性也再次多了30点，再加上翻倍的资源，12个小时内我必升7级。感谢魏轩大佬，跪了！魏轩，爱你爱你哟！3红心。另一边，438漂亮国，所有人都扣除了30点4维属性，手上的武器更是凭空消失。一支老外队伍本来发现了一株灵植，正要去摘时，眼前的灵植忽然没了。还有一支队伍正在与一只变异凶兽战斗，马上就要将变异凶兽击杀时，那变异凶兽也没了。这一刻，438漂亮国所有人都慌乱恼怒。到底发生了什么？欧上帝为什么要掠夺我们的资源？为什么？法克，这简直太荒唐了！基米尔，快给我们一个解释！基米尔，你不是说必胜的吗？438的所有人都在基米尔，质问与愤怒，让这位高贵的血族伯爵陷入疯狂。他的4维属性被扣除60点，身上的装备也没了 ，A 级天赋被降至 B 级，这令他简直无法接受。该死的魏轩，我基米尔一定不会放过你！吼！这一刻，基米尔身上散发出滔天血雾，其双手上渐渐长出尖长的指甲，嘴角更是露出2个獠牙，面部无比狰狞，就像蝙蝠一般。最重要的是，基米尔的背后还生出了一对蝙蝠翅膀，血雾弥漫，基米尔陷入了疯狂当中。另一边，魏轩感受着自身增长的60点4维属性，暗暗松了口气。这次挑战赢得相当轻松。此刻他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战力，已然达到98星，再有2星就能破100了。除此之外，这次赢下了挑战，还奖励了2个黄金宝箱。这样的话，他现在已经有6个黄金宝箱了，可以合成一个紫金宝箱了。当即，魏轩取出5个黄金宝箱和那张中阶宝箱合成符，点击使用中阶宝箱合成符后，主宰光屏上立刻便出现了5个格子。魏轩毫不犹豫地将5个黄金宝箱放在了那些格子中，合成。嗡，一束光芒落下，5个黄金宝箱骤然变成了一个紫金宝箱，散发着紫金光辉，看着就比黄金宝箱高了一个档次。魏轩有些激动，现在对很多人来说，白银宝箱都十分难到，黄金宝箱更是连见都没见过。至于紫金宝箱，恐怕想都不敢想吧。魏轩平复了一下心情，立刻将面前的紫金宝箱开启。开启紫金宝箱，恭喜您获得武器蛟龙枪。一把通体散发着银色光辉的长枪出现在魏轩面前。武器蛟龙枪，等级7阶，特性枪出蛟龙，属性攻击加79%，攻速正 30%， 穿透加500%，命中正 25%， 暴击正 20%。
暴击效果，绞杀、撕裂，全是7阶武器。魏轩大喜，一把将蛟龙枪握在手中。他尝试提炼了一下，但却提炼失败。这说明蛟龙枪在7阶武器中堪称极品。魏轩手握蛟龙枪，气势立刻攀升，不由挥动了一番，顿时一道道蛟龙之影出现。枪出蛟龙，砰砰砰，蛟龙所过之处，空气炸裂，威力比烈焰刀强了太多。魏轩十分满意。烈焰刀虽然趁手，但毕竟是2阶武器，对如今的他而言已经有些鸡肋。刚好这蛟龙枪可以将之替换。蛟龙枪比烈焰刀拿着要轻一些，挥动起来也比烈焰刀轻松，但威力绝对爆炸。将烈焰刀收到储物空间内，魏轩身穿烈魔铠甲，脚踏御风靴，手握蛟龙枪，如同战神一般。是时候前往更高凶兽区了。魏轩不再犹豫，径直向更高凶兽区赶去。第49章目标蛮荒大地。魏轩离开弥留之主的位置后，便打开了主宰光屏上的小地图。他研究了一下，目前主宰光屏上的小地图有很多凶兽区，每个凶兽区都有标注危险指数。比如新手丛林的危险指数是2星，藏灵谷的危险指数是5星。当然，这些危险指数是针对普通玩家来说的，像魏轩这种的危险指数只是一个参考。除此之外，1至2级的凶兽区只有新手丛林，3至5级的凶兽区只有藏灵谷，6至9级的凶兽区却有5处，然后就是10级以上的凶兽区居然有10处。危险指数一处比一处高，等级越高，危险指数越高的凶兽区越是深远辽阔。魏轩想了想，这还不算一些副本秘境。不过令魏轩费解的是，虽然10级以上的凶兽区有10处，但一个区的地图不止于此吧。小地图上除了这些凶兽区外，其余地方都是一片黑色，没有任何标注。这让魏轩有些好奇，那些黑色区都是哪里？有一点可以肯定，主宰世界绝对大到惊人。甚至魏轩猜测，目前小地图显示的应该只是区世界，不出意外的话，区世界之上还有域世界。魏轩思索了片刻，最后摇了摇头。所谓更大的世界，不是现在的他能涉及的。毕竟单论等级来说，他才8级。主宰世界的尽头是什么？谁都不知道，唯有不断前进变强才最关键。魏轩不再多想，而是往更高等级的凶兽区赶去。目标蛮荒大地。蛮荒大地乃10级以上的凶兽区，那里不光凶兽数量超过，而且还有一些怪物部落，是刷怪升级的最佳选择之地。甚至有提示，蛮荒大地内还有一些隐藏副本，资源机缘都有不少。魏轩打算去闯一闯。当然，前往蛮荒大地会途径血色山与枯骨荒原。血色山是一处6至9级凶兽区，枯骨荒原是一处10级以上凶兽区，不过危险指数远没有蛮荒大地高。魏轩途径这2片凶兽区，刚好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的实力。这样想着，魏轩催动御风靴，加速前进。一路上，凡是遇到的凶兽，直接被他秒杀，然后将其提炼，并制作成精品烤肉。当然，赶路间他又打开了聊天频道，发现那些老外还御频道不断的骂骂咧咧。作弊的龙国人，你们真的很无耻！做你妈的头啊！输不起就直说。阿西吧，你们不仅抢我们的文化，还喜欢玩阴的。没错，连我们阿三国都还没修复完村庄，你们龙国人怎么可能修复？而且刚修复就赚了1000财富值，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去你妈的阿三，捡你们牛粪去吧！可恶，我要让师婆惩罚你们龙国。谢特，该死的，居然害得我们漂亮国所有人都没了武器，4维属性还扣除了30点。法克，龙国人该死，高贵的基米尔大人一定会为我们报仇的。来啊，让你们再被天赋降级啊！基米尔，等我对漂亮国所有人完成初拥，我一定要你们龙国付出惨重的代价。龙国人简直太嚣张了，我最看不起龙国人。哦，上帝，求你赶紧带走这些龙国人吧！高卢国、落日国、西蒙诸国全都跟着骂了起来。龙国群众虽然在极力讨回场子，但真的是敌不过众国侮辱性的言语。魏轩也怒了，发言道：樱花国、漂亮国、南蚌国、阿三国、高卢国、落日国、西蒙诸国，你们给我等着！说完，魏轩就关闭了聊天频道。与其现在与那些老外打嘴炮，不如赶紧提升实力。等自己足够强大到睥睨7号域时，就让那些侮辱龙国的老外悲惨痛哭。魏轩全速向更高等级的凶兽区赶去，同时又打开了村庄建设频道。村庄魏村，等级1，村长魏轩，村民无，可邀请其他玩家加入。建筑临街民房100。除此之外，村庄是可以升级的。从1级村庄升至2级，必须达到以下条件： 1. 村民数量达到100； 2. 村长房屋达到2阶； 3. 50座民房达到1阶。
4. 一阶木料 x100， 一阶石料 x50， 一阶泥土 x50， 一阶铁矿 x10。5. 低阶村庄升级令。看来升级村庄并不简单。魏轩看了看，所谓的村长房屋就是自己进入时所在的新手木屋，目前只是0阶。不只是他的，所有民房都是0阶。升级这些木屋也是需要材料的，从0级升到1级需要0阶木料 x10， 0阶石料 x5， 0阶泥土 x5， 动物皮毛 x1。从1级升到2级需要1阶木料 x20， 1阶石料 x10， 1阶泥土 x10， 1阶铁矿 x5。所以说，无论升级村庄的木屋还是升级村庄本身，都离不木料、石料和泥土。看来从现在开始，自己得多多留意这3种材料了。这样想着，魏轩施展灵眸，查看周边树木。普通树木可当木柴，普通树木可做木雕，普通树木可制木具，都是普通树木。魏轩明白了，0阶材料虽然是0阶，但却并不普通，确切的说已经入阶了，跟普通的不一样。看来不是随便砍些树木、挖些石头就能当0阶材料的。0阶材料都这么难找，那1阶、2阶乃至更高阶的呢？这还是996区资源2次翻倍的情况下，如果不翻倍，岂不更难？魏轩心想间，渐渐进入了一片密林，这里的树木比前面的都高大不少。看了看坐标，原来这里是藏灵谷的边缘。穿过这片密林的话，就是血色山。不过魏轩在这片密林中没前进多久，便忽然顿住脚步。0阶树木可用于升级0阶木屋，0阶树木可用于升级0阶木屋。这片密林越往深处，0阶树木就越多。当然，主要是魏轩有灵眸，可以查看万物本质，所以一眼就能辨别出0阶树木。如果是其他人的话，只能砍下来后才能知晓这棵树木是不是0阶。不过0阶树木跟普通树木还是有些区别的，一是高大，二是颜色更深。总之用心辨认的话，挑着去砍，倒也相对容易获得0阶木料。魏轩暗暗记下这片密林的坐标后，便毫不犹豫地释放出一道道金枝剑刃。金枝剑刃所过之处，那些0阶树木纷纷倒塌。获得0阶木料+1，获得0阶木料+1，获得0阶木料+1。不到半分钟，周围所有0阶树木全都被魏轩砍伐完。魏轩看了看，一共获得了23块木料。从0阶木屋升到1阶，只需要10块就够了。魏轩本来想将多余的木料进行回收的，结果1块0阶木料才回收2点财富值。想了想，还是以后留着交易给别人吧。当然，这片密林很大，除了这处外，其他位置应该也有。但魏轩懒得收集这些0阶木料，于是加速朝蛮荒之地赶去。第50章，战力突破第1极限。魏轩穿过藏灵谷边缘的密林后，呈现在眼前的便是一片血色。很快，他便遇到了血色山的第1只凶兽。凶兽血纹虎，等级6级，战力25星，特性嗜血凶猛，才25星。魏轩撇了撇嘴，没意思啊。看来这6至9级的凶兽区对他而言没有任何挑战性。果然，那只血纹虎吼叫一声，便扑向魏轩，结果被魏轩一枪秒杀，不费任何吹灰之力。击杀血纹虎，获得能量+86。当然，魏轩也不忘对其进行提炼。提炼血纹虎成功，获得力量+35。魏轩没做任何停留，继续前进。于这6至9级的凶兽区，魏轩凡是遇到的凶兽，皆是直接击杀。毕竟9级的凶兽也才50星战力。击杀血纹猿，获得能量+87。提炼血纹猿成功，获得体力+36。击杀血纹豹，获得能量+85。提炼血纹豹成功，获得敏捷+35。击杀血纹狐成功，获得能量+89。提炼血纹狐成功，获得精神+37。魏轩一路击杀，一路提炼，能量增长的同时，4维属性也在增加。很快，战力便破100了。破100的一刻，顿时一则公告响起：公告，玩家魏轩首个突破战力第1极限，成就+10。聊天频道，哇，魏轩大佬又获得了10点成就。是啊，感觉魏轩大佬不断在刷新我们的认知。话说战力第1极限是多少？那谁知道，反正我们谁也没突破到战力第1极限。我们先用排除法，目前我战力是22星，并没有突破第1极限。你特么废话，我战力25星都没突破，你22星算个毛！陈岩，哎，我们刷枯木巨妖时，本以为能赶上魏轩大佬的步伐了，结果魏轩大佬反手一个修复村庄，又反手一个1000财富值，现在又反手来个突破战力第1极限，我特么心态崩了啊！方文，你崩个毛线，根就不应该跟魏轩哥哥比。产生这种想法时，你已经输了，懂不？柳烟，赞同。升级升级，赶紧升级，只剩下最后10个小时了，大家加油啊！嘿嘿，我大概再杀3只凶兽就能升7级了，我再杀2只。
大家都升级这么快吗？那肯定啊，魏轩大佬可是帮我们赢下了2次挑战胜利呢，等于资源翻了4倍呢。没错，先后涨了60点4维属性，我现在一个人就敢在葬灵谷刷怪了。我也是，一手一把一阶武器，刚才独自击杀了一只魔化凶兽，爽。魏轩没看聊天频道，此刻他的神情有些激动。首先，战力突破第1极限后，奖励了10点成就，这让他的成就点一举超过了50。之前修复完村庄后，成就便达到了36，后来又为村庄命名，获得了5点成就，再加上现在的10点成就，已然达到了51点。恭喜，您的成就值达到50，自动升级为高级新手。高级新手奖励4维属性加60，奖励黄金宝箱 X1。嗡，光束落下，魏轩的4维属性直接涨了60点，并又获得一个黄金宝箱。之前他有6个黄金宝箱时，用5个合成了一个黄金宝箱，所以还剩1个，加上刚获得的这个，又有2个了。但魏轩激动的不止于此。提示1，您的战力已达100星，突破战力第1极限，可前往玄天殿点亮命星。提示2，点亮命星后，您将获得天地之力，战力也会发生质变。提示3，您已开启开图任务，激活并完成开图任务后，可获取玄天殿位置。魏轩惊喜不已，想来战力达到100星后，就算突破战力第1极限了。照这么说，后面是不是还有第2极限、第3极限？每次突破战力极限就能点亮命星，获得天地之力。命星是什么？获得天地之力后，战力将会发生怎样的质变？魏轩并不知道。想要完全了解，必须得先找到玄天殿才行。不过想要获取玄天殿的位置，必须得激活并完成开图任务。这样想着，魏轩立刻在主宰光屏上打开了任务频道，果然多了一个开图任务。只是目前开图任务呈灰色，显然是还没激活。激活条件：集齐3大王者图腾。提示1，前往蛮荒大地，捣毁王者部落，可获得王者图腾。咦，这要巧！魏轩抿了抿嘴，他正准备前往蛮荒大地呢，结果开图任务的激活条件也需要在蛮荒大地完成。如此一来，去蛮荒大地的目标也就更加明确了。至此，魏轩正式将开图任务放在第1位。他隐隐觉得，一旦完成开图任务，应该就会揭开神秘一角。最重要的是，他得前往玄天殿，点亮命星，获得天地之力。提示说，点亮命星获得天地之力后，战力会发生质变，所以这肯定是十分关键的一环。魏轩不再多想，收起思绪后加速前进。路上遇到的凶兽全都被魏轩随手秒杀，血色山的凶兽根本抵挡不住魏轩前进的步伐。但不得不说，每处凶兽区的面积都十分庞大，尤其是等级越高的凶兽区。新手丛林其实已经不算小了，但葬灵谷的面积至少比新手丛林大了1倍，而血色山的面积又比葬灵谷大了3倍不止。至于那些10级以上的凶兽区，最小的都比血色山大6倍。所以魏轩长时间的赶路，总觉得有些浪费。于是他索性就将多余的精品烤肉全部在商店内进行回收。回收精品烤肉成功，获得5点财富值。回收精品烤肉成功，获得10点财富值。回收精品烤肉成功，获得15点财富值。直到血色山的路程过半，魏轩看了看右下角财富值，顿时咧嘴笑了。自己的财富值居然达到了6500，这还不算交易空间和储物空间内的凶兽尸体。等回头抽出时间，再将那些凶兽尸体转换成财富值吧。对他而言，凶兽尸体就是财富值，只不过得先制成烤肉，然后提炼成精品烤肉。说白了，就是需要转换，这一点别人无法做到。所以只要给他足够多的凶兽尸体和时间，他的财富值将会多到惊人。魏轩一边赶路一边思绪，却在这时，吼！一阵兽吼声从森林中回荡，紧接着一个巨大的黑影向魏轩扑了过来。魏轩目光一闪，立刻施展瞬影，躲开那巨大黑影的攻击。第51章枯骨荒原。魏轩朝那巨大黑影看去，竟是一只熊类凶兽。凶兽变异开山熊，魔化，等级8级，战力59星，天赋地级超玄力，特性变异、魔化、狂暴、凶猛，爆率7%。终于遇见一只能看的凶兽了，不容易啊！魏轩心中感慨。他这一路行来，遇到的基本都是普通凶兽，偶尔遇见一只魔化或变异的凶兽，也都没天赋和技能。外面的凶兽不比副本中的，无论实力还是爆率都没有副本中的凶兽高，以至于魏轩渐渐发现了外面凶兽的规律。1. 普通凶兽没有天赋、技能以及爆率，即便提炼也只能提炼出一些属性。2. 魔化凶兽和变异凶兽有爆率，但具备天赋和技能的几率极低。3. 头目级凶兽具备天赋和技能的几率很高，所以
想要提炼天赋或技能，最好是找头目级乃至更高品级的凶兽。不过事无绝对，魔化凶兽和变异凶兽具备天赋或技能的几率虽然极低，但并非没有。就像最早时他遇到的那只魔化野猪，就具备血刺技能。眼前这头开山熊也是具备地级超旋力天赋。当然，主要也是这头开山熊不仅是变异级，更是被魔化过的。好，此刻开山熊发出一声咆哮，直奔魏轩袭来。找死！魏轩立刻挥动蛟龙枪，顿时一道蛟龙之影出现，向开山熊撕咬过去。砰砰砰！开山熊毫不意外地倒在地上毙命。击杀开山熊，获得能量加105，猎魔值加70。恭喜您击杀变异开山熊，魔化爆出猎魔勋章 X2。魏轩笑了笑，总算又爆出猎魔勋章了。对于猎魔勋章的爆率，普通魔化凶兽似乎不会爆，变异魔化凶兽有一定几率，头目级凶兽爆率更高。看来想要兑换猎魔套装的话，得多找变异级以上的魔化凶兽猎杀才行。心想间，魏轩又来到开山熊的尸体旁进行提炼。提炼变异开山熊，魔化成功，获得力量加42，地级天赋超旋力。检测到您已具备1级超狂力天赋，正在与地级超旋力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1级力量天赋进化为地级超旋力。恭喜，您的力量天赋融合进化时觉醒了技能痛击，力量天赋终于也达到地级了。魏轩有些欣慰，毕竟4维属性天赋还是蛮重要的，属于每个人的根本。F 级的4维天赋属性翻1倍，E 级翻2倍，D 级直接翻4倍，这种天赋增幅相当可观。对了，此番进化还觉醒了一种力量型技能。魏轩赶忙查看，痛击辅助攻击手段，增强攻击时造成异常状态效果。不错，魏轩明白了，所谓痛击也可称为沉痛打击，说白了就是攻击目标时可叠加伤害，或者说让目标承受的伤害巨大化。比如在目标身上划破一个口子，这个目标所承受的伤害是1，如果配上痛击的话，那目标承受的伤害可能就是2或3。总之，这个痛击技能相当实用，配合它众多攻击手段有很好的效果。不过这个技能也是有冷却时间的，所以在战斗时得想好配合哪种手段在关键时使用。魏轩收起思绪后，继续朝着蛮荒大地的方向出发。可惜这一路遇到的大都是普通凶兽，偶尔遇到魔化或变异级，也只是随手击杀后获得一些能量以及少量魔化值而已。既没爆猎魔勋章，也没有任何天赋和技能。当然，主要是类似开山熊那种的变化魔化级凶兽本来就少，再加上他忙于赶路，根本没刻意寻找。最重要的是，无论魔化凶兽还是变异凶兽，对其他玩家而言已经算难对付的了。只是以他现在的实力对付这些凶兽没有任何挑战性而已。再者，无论之前挑战副本还是击杀藏灵3怪，爆率和提炼天赋技能都比较频繁，所以如今很长时间没爆率也没天赋技能供他提炼，难免有些不适应。但这种情况对其他人来说属于正常。如果随便走着走着就能遇见变异和头目魔化级凶兽，恐怕其他人会哭着大骂这 TM 怎么玩。不过魏轩也不是没有其他收获，这一路行来倒是发现了一处临街石料和临街泥土的位置。将临街材料凑齐后，魏轩又抽空取下一只凶兽皮毛，然后打开村庄建设频道升级自己的房屋。片刻后，一道光束落下。恭喜您将新手木屋升为1级，获得4维属性加10。公告，玩家魏轩守卫将新手木屋升为1级，获得成就加5。咦，原来升级自己的木屋也能获得4维属性。魏轩有些惊喜，照这么说，如果将村庄升级的话，或许奖励会更多。接下来他得留意一阶材料了。心想间，魏轩在主宰光屏上看到自己的村庄中，属于自己的新手木屋陡然有一束光芒落下。紧接着，新手木屋增大了1倍，本来显得破旧的木瓦也都变得崭新。尤其是木屋内又脏又潮的环境也变得整洁通风，阳光也能照耀进来。最重要的是，木屋内多了一张床和一套桌椅，这才是一个住处该有的样子。魏轩还算满意，自己的这个木屋就是村长房屋，后续可得好好建设才行。毕竟升级村庄的条件就包括提升村长房屋和其他民房的等级。思绪了片刻，魏轩没再继续多想，直到又前进了一大段路程后，终于看到了与血色山挨着的枯骨荒原。枯骨荒原10级以上凶兽区，虽然危险指数远没有蛮荒大地高，但目前其他人很难走到这里。片刻后，魏轩进入枯骨荒原范围。要说10级以上凶兽区就是不一样，光是气息就充斥着巨大的危险。行至一刻钟，魏轩发现了不少枯骨残骸，这里的色调也是褐色，透着浓浓的昏暗。有些地方的杂草足有1米多高，甚至一些山丘看着如魔鬼一般狰狞而森然。
远处，一群类似羚羊一样的凶兽正在河边饮水。那些凶兽看似像羚羊，但体型却很大，头生三角，四肢有刺，且口生獠牙。羚羊凶兽群大部分都是黄色，还有几只是棕色，更有一只体型比其他羚羊凶兽都要大的黑色。那只黑色羚羊凶兽本来正在饮水，但突然似是有所察觉，瞬间朝魏轩赶来的方向看去。下一刻，黑色羚羊凶兽发出一阵刺耳的咩咩声，其他羚羊凶兽像是得到某种命令一般，立刻朝魏轩冲了过去。速度之快，眨眼便已达到魏轩跟前。魏轩心中一惊。第52章荒原灵。魏轩进入埋骨荒原的范围后，便小心谨慎起来。毕竟枯骨荒原是10级以上的凶兽区，也就是说，这里的凶兽等级最低也是10级，可能是12级、15级乃至更高。虽然魏轩在血色山赶路时无比轻松，但在这里却不能掉以轻心了。所以，魏轩一边赶路，一边观察周围的情况。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刚发现远处正在饮水的羚羊凶兽群，下一刻那些羚羊凶兽便朝他冲来，只是眨眼功夫便已临近，速度太快了。魏轩心中大惊，眼看这群羚羊凶兽从四面八方向他攻击而来，却是避无可避。虽说身上有猎魔铠甲，可触发防御能量罩，但魏轩并不想太过依赖防御手段。毕竟猎魔铠甲的防御罩虽然不弱，可却并非坚不可摧。如之前枯木巨妖的死气、碎石金刚的石化、泥流之主的虚弱，都可快速消散猎魔铠甲的能量罩。于是危急之下，魏轩立刻施展五行遁法之土遁。如今五行遁法他已掌握金、木、水、冰、土4种，要说最实用的还是土遁。毕竟金、木、水、冰不是哪里都有的，但泥土一般到哪里都存在。当然，为了以防万一，魏轩施展土遁的同时，也动用了木之假身。下一刻，那群羚羊凶兽的攻击便落到了魏轩身上。黑色羚羊凶兽显然是羚羊凶兽群的头目，眼看魏轩被攻击到，顿时露出不屑的神情。哼，小小人类，一个人就敢闯这枯骨荒原，简直找死！然而，这样不屑的想法刚一生出，便陡然发现被攻击到的人类赫然砰的一声，烟雾升腾，那人类居然变成了一块枯木。羚羊凶兽头目顿时一惊，发出刺耳的咩咩声，似是在提醒他的手下们赶紧散开。但已经晚了，却见魏轩突然从不远处的地面上显露身形，继而手中长枪挥动，轰轰轰，一道道蛟龙之影飞出，赫然落到羚羊凶兽群中。咩咩，羚羊凶兽群发出惊慌的叫声，以极快的速度散开，但还是有1/3的羚羊凶兽在惨叫中毙命。击杀荒原灵，获得能量加108；击杀荒原灵魔化，获得能量加107，猎魔值加71；击杀变异荒原灵，获得能量加126。魏轩用灵眸查看灵群，凶兽荒原灵，等级10级，战力60星，特性群居、敏捷、守护。凶兽荒原灵魔化，等级10级，战力70星，特性魔化、群居、敏捷、守护。爆率7%。凶兽变异荒原灵，等级10级，战力75星，特性变异、群居、敏捷、守护。爆率8%。凶兽变异荒原灵魔化，等级10级，战力85星，天赋1级超狂速，特性变异、群居、敏捷、守护。爆率9%。凶兽荒原灵头目魔化，等级10级，战力98星，天赋地级超旋速，技能急速跳跃，特性头目、群居、敏捷、守护。爆率11%。运气这么好吗？魏轩隐隐有些震惊，没想到10级魔化凶兽头目的战力就接近100星了。这就是10级以上凶兽区，果然不是血色山和藏灵谷能比的。何况这枯骨荒原的危险指数比蛮荒之地要低一些，可以想象蛮荒之地的凶兽会有多强。但魏轩也无所畏惧，他这一路已经把战力提升到了108星，甚至他的实力远不止表面上的战力，一来天赋多样化，二来技能手段也多。只要在不遇到凶兽具备特殊手段的情况下，即便是150星的战力，他也能将其击杀。咩咩，此刻荒原灵头目眼看自己的手下被眼前的人类击杀了1/3，顿时发出愤怒的叫声。紧接着，其他荒原灵重新调整阵心，再次向魏轩攻袭而来。不得不说，这些荒原灵的速度很快，虽然他们没有天赋，但血脉里却隐藏着速度基因。魏轩也是突然发现的这点，就是一些普通凶兽看似没有任何天赋和技能，但
但血脉隐藏的基因使这些凶兽拥有专属的成长资质，说白了就是擅长的特性。当然，以他魏轩如今的敏捷属性和1级超狂速天赋，再加上御风靴及瞬影技能，配合土遁，完全不惧这些荒原灵。枪出蛟龙，魏轩立刻挥动蛟龙枪，顿时一道道蛟龙之影出现，紧接着一道道金枝剑刃也紧随而出。轰轰轰！荒原灵对普通玩家来说或许不弱，但对魏轩而言同样不堪一击。咩咩咩！那些荒原灵面对一道道蛟龙之影，只能在惨叫中毙命，即便是那些变异、魔化、极也不例外。不到片刻，荒原灵群已经死了一大半。荒原灵头目见状，顿时心中震撼，这个人类怎么会这么强？尽管他的战力已达98星，但心知不敌这人类，于是撒腿就跑。其他零零散散的荒原灵也像是吓破了胆，同样逃遁而去。跑得掉吗？只见魏轩的身形一分为三，赫然是土之分身和水之分身。紧接着两道分身向其他荒原灵追去，本体则施展土遁，以极致的速度追向荒原灵头目。眼看就要临近时，大惊的荒原灵头目立刻身形跳跃起来，其速之快，眨眼便已到远处，就像瞬移一般。但却和瞬影又不一样，这应该是荒原灵头目的技能极速跳跃。不过荒原灵头目的这个技能明显消散巨大，只跳跃了2下，与魏轩拉开距离后就没再跳跃了。魏轩继续施展土遁，催动御风靴和瞬影技能，再次逼近荒原灵头目。眼看荒原灵惊慌之下就要又一次施展极度跳跃时，魏轩早有准备，立刻释放出一道道蛛丝，将荒原灵头目缠住。咩咩咩！荒原灵头目惊慌间用力挣扎，魏轩也没犹豫，顿时金属磁场释放，一粒粒金属元素附在荒原灵头目身上，使其成为正极。紧接着魏轩单手凭空一抓，荒原灵头目立刻以极快的速度飞向魏轩，这是有种不受控制的吸力。荒原灵头目被吸进后，魏轩手中的蛟龙长枪一挥，噗呲，荒原灵头目发出惨叫，随后毙命。也就这时，木之分身和土之分身也用蛛丝将其他逃跑的荒原灵缠住，继而释放一道道金枝剑刃，尽数击杀。第53章罪恶城堡。击杀荒原灵，获得能量加107。击杀荒原灵魔化，获得能量加108，猎魔值加72。击杀变异荒原灵，获得能量加125。击杀变异荒原灵魔化，获得能量加138，猎魔值加77。恭喜您击杀变异荒原灵魔化，爆出猎魔勋章 X3。击杀荒原灵头目魔化，获得能量加160，猎魔值加80。恭喜您击杀荒原灵头目魔化，爆出猎魔勋章 X5。恭喜您将等级提升至9级，4维属性加80。嗡！一束光芒落下，魏轩升至9级，4维属性又暴涨了90点，战力直接达到了117星。除此之外，还收获了20个猎魔勋章。如今猎魔勋章已有36枚，但离兑换整套猎魔套装还差得远。毕竟一件3阶的猎魔套装就得100个，整套兑换的话就得900个。当然，这还只是3阶，如果是5阶、6阶将会更贵。不过目前村庄商城只有3阶猎魔套装，想来应该随着村庄的升级，商城里的物品也会更好吧。总之，兑换猎魔套装的条件还差得远，现在就慢慢攒着猎魔勋章吧。魏轩没再多想，而是对那些荒原灵的尸体进行提炼。提炼荒原灵成功，获得敏捷加45。提炼魔化荒原灵成功，获得敏捷加50。提炼变异荒原灵成功，获得敏捷加52。提炼变异荒原灵魔化成功，获得敏捷加55。1级天赋超狂速，检测到你已具备1级超狂速天赋，2次1级超狂速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1级超狂速天赋不变，强度提高 20%。提炼荒原灵头目魔化成功，获得敏捷加60。技能极速跳跃地级超旋速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1级超狂速天赋，正在与地级超旋速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1级敏捷天赋进化为地级超旋速，敏捷天赋终于也达到地级了。魏轩很是欣喜，至此他的4维属性天赋都已达到地级，可惜这次敏捷天赋融合进化时没有觉醒出新的技能。不过这也没什么，魏轩倒也释然，毕竟天赋融合进化时觉醒技能也是有概率的，并非100%。而且虽然自身没觉得出新的敏捷技能，但却从荒原灵头目身上提炼出了极速跳跃技能。这个技能跟御风靴的特性差不多，可一跃2-3丈，一去7-8里，只是相对御风靴来说，极速跳跃更加迅猛，给人一种瞬移之感。此技能搭配御风靴和瞬影技能，绝对会有奇效。虽然他如今掌握着金、木、水、
土4种遁法，但这些遁法其实跟速度是挂钩的。比如土遁，自己遁入地下，可速度跟不上，在地下就跟蜗牛在土壤中一般。目前我掌握的天赋已然不少，大都是地级，只有火与毒2种天赋还是 E。魏轩查看着自己各大天赋的情况，心想得把火与毒2种天赋也提升一下才行。当然，地级并非终点，甚至 C 级、B 级在这主宰世界都不算什么，真正的强者至少也得具备 A 级天赋。不过大部分人的天赋无法改变，除非有特殊机遇才有可能2次觉醒或者进化。但他魏轩有完美提炼，可以不断提炼天赋进行融合，所以他绝对是开挂般的存在。尽管地级天赋不算什么，但架不住多呀。何况魏轩的天赋还能继续融合进化。如今他 C 级天赋只有一种，那就是木之真意。魏轩能清楚地感受到 C 级的木之真意比那些地级天赋强的不止一星半点。如果说地级只能操控10点元素，那 C 级至少能操控20至30点元素，操控的元素越多，效果也就越好。可惜木天赋的攻击性不强，没有金之剑刃那样的威力。五行之中，金主杀伐，这也是魏轩将金之剑刃当作常用手段之一。当然，除了金系外，火系的威力也不弱，只是目前只有1级罢了。总之，天赋达到地级，只能勉强不算弱者，但离真正的强者还差得远，所以他得继续提升。魏轩的目标是天赋越好越好，而且最好都至少达到 S 级，只有这样才能让自身的破绽最小化。就像他之前没有水系天赋，对付玄水怪时无比艰难，可提炼出水系天赋乃至水系技能后，击杀玄水怪就容易得多。枯木巨妖的死气腐蚀，碎石金刚的石化，泥流之主的虚弱，都是同样的道理。下次如果再遇到这些手段，他完全可以轻松应付。魏轩越想越投入，直到日落西山，他收起思绪，继续赶路。只见魏轩身影一跃，下一刻拖带着一道道残影，于空中以半圆弧度落到了数里开外。这正是极速跳跃加御风靴加瞬影达到的效果。当然，魏轩也只是初步尝试一番，却不能持续用这种方式来赶路，否则消耗很大。不过即使正常情况下，魏轩赶路的速度也不慢。一路上他又遇到了不少凶兽，但都不是像荒原林那样群居的，而且大多是普通凶兽。偶尔遇到魔化或变异凶兽，也没有天赋或技能可提炼，只是能积攒一些能量和猎魔值以及4维属性罢了。达到9级后，升级所需的能量值已然是3万。想要快速升级，必须得找群居凶兽才行。心想间，魏轩看了眼天色，夕阳已落入西山，夜色开始降临。本就昏暗的枯骨荒原更加雾气森森，危险的气息也越发浓重。偌大的枯骨荒在夜色的覆盖下，荒凉而死寂。褐色土壤中的枯骨残骸，狰狞如恶魔般的山丘，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自己一人，又好像有无数双诡异的眼睛在盯着自己。饶是魏轩也不禁有些毛骨悚然。就在这时，赶路间的魏轩发现前方有一座建筑物，快速临近一看，竟是一座古朴破旧的城堡。魏轩眉头一皱，在这荒凉死寂的枯骨荒原中，这座城堡显得十分诡异。越是走近，危险的气息就越凛然。很快，魏轩在城堡门口的上方看到了4个大字：罪恶城堡。也就这时，主宰光屏突然弹出一则提示：提示发现罪恶城堡，您可打开神秘道具丢失的信笺。咦？魏轩一愣，他想了起来，这个丢失的信笺是他在藏灵谷的副本中击杀尸魔后获得的。当时丢失的信笺只显示需要在指定区域才能打开，所以魏轩也没在意。没想到自己运气还挺好，原来这指定区域竟是枯骨荒原的罪恶城堡。魏轩立刻取出丢失的信笺，将其打开。第54章连环任务。魏轩打开丢失的信笺，顿时从信笺中出现一道白光，被主宰光屏吸收。恭喜您激活连环任务，遗落的公主。第1篇，进入罪恶城堡，歼灭罪恶一族，救出遗落的公主，并将丢失的信笺交到公主手中。提示：罪恶城堡危机重重，建议至少10人组队完成任务。公主？魏轩感到疑惑，也不知道这遗落的公主是 NPC 还是主宰世界的本土之人。思绪未果，魏轩只好又看向罪恶城堡。这应该也算是一个副本，而且既然任务都激活了，那就没有不做的道理。至于建议10人组队的提示，既然这罪恶城堡是在枯骨荒原，想来这个任务副本也是给新手做的。10人组队应该是指普通新手，但自己天赋和技能手段众多，别说10人了，就算几十个也不如自己一个。魏轩艺高人胆大，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于是果断向罪恶城堡走去。然而这时，主宰光屏上出现2则提示：提示：罪恶城堡于戌时出现，于卯时消失，如今尚未开启，请子时进入。魏轩皱了皱眉，又走近一些，
果然看到罪恶城堡被一层屏障覆盖，尝试用金枝剑刃攻击了一下，却未能攻破。看来只有等子时才能进入了。不过这期间自己是在这里等待，还是去别的地方刷刷怪？魏轩思考了一阵儿，绝对在这里等待。毕竟主宰提示说，罪恶城堡于戌时出现，于卯时消失。如果自己去别的地方刷怪，万一被厉害的凶兽耽搁了，错过了卯时，那罪恶城堡就消失了。必须得等第二天的子时前才能再来。所以魏轩斟酌之下，就找了个合适的位置坐下，一来调整状态，二来将那些凶兽尸体竟制作成精品烤肉。因为交易空间内上架的精品烤肉已经没了，以至于聊天频道内很多人都在魏轩，魏轩大佬，精品烤肉没了。魏轩好哥哥，我还没升到7级，但现在已经疲惫的不行了，求你上点精品烤肉吧。魏轩大佬，跪求精品烤肉。魏轩哥，我会不会被抹杀，全靠你了呀。魏轩叹了口气，如果不是自己意外发现完美提炼可以制作出精品烤肉的话，恐怕会有很多人都无法完成2次考核吧。毕竟疲惫时必须得需要休息，怎么不得休息2-3个小时？这可都是时间啊。说白了，2次考核就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过程。当然，新手木屋也有恢复身体疲劳的功效，但在野区返回新手木屋也需要浪费时间。何况如今大部分人应该都组队在藏灵谷，离新手木屋更远。总之，精品烤肉绝对是很好的选择。魏轩，刚才在忙，我这就制作精品烤肉。说完，魏轩就开始从储物空间凶兽尸体，先是将那些凶兽尸体进行提炼，然后释放金枝剑刃进行处理，接着又释放火之天赋将其烧烤。烤肉完成后，魏轩将其一一进行提炼。精品烤肉这就算制作完成了。这看上去简单，但也需要一定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对魏轩来说已经不慢了，可架不住凶兽尸体多啊。因此魏轩如法炮制，不断取出凶兽尸体，又不断提炼、处理、烧烤，再提炼。值得一提的是，魏轩接下来要进罪恶城堡了，所以制作精品烤肉时也能对交易空间内的凶兽尸体进行提炼，包括一些灵植。不过因为凶兽尸体也能兑换精品烤肉了，所以很少有人用灵植兑换。魏轩倒也无所谓，毕竟无论灵植还是凶兽尸体什么的，对他来说都有很大的价值。尤其在发现精品烤肉可以回收出财富值后，这个价值更大。提炼蛇心果成功，获得毒抗+7；提炼沉积木成功，获得力量+8；提炼百洛参成功，获得体力+10；提炼变异獠牙野猪成功，获得力量+10；提炼变异火蜥魔化成功，获得火抗+15，一级火焰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一级火焰天赋，2次一级火焰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一级火焰天赋不变，强度提高 20%。提炼变异毒蟒魔化成功，获得毒抗+15，一级毒之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一级毒之天赋，2次一级毒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一级毒之天赋不变，强度提高 20%。魏轩上架完一些精品烤肉后，便将交易空间内的灵植和凶兽尸体都提了个遍。至于变化火蜥魔化和变异毒蟒魔化这些凶兽，魏轩看了看，大部分都是陈岩等人交易给他的。变异魔化凶兽身上有概率会有天赋或技能。果然，魏轩从火蜥和毒蟒身上提炼到了几次火毒属性，尽管没有进化，但强度提高了，也算离进化到地级不远了。很快，交易空间内的灵植和凶兽尸体被魏轩提炼完了。看了一下自己的战力，居然达到了136星，不错。魏轩比较满意，接下来又开始不断制作起了精品烤肉。随着夜色越来越深，罪恶城堡散发出来的危险气息越发浓烈。渐渐的，城堡内还泛起了片片瘴气。那些瘴气的飘散，使将其覆盖的屏障渐渐开始淡弱。想来用不了多久，屏障就会消失，直到子时就能进入罪恶城堡了。魏轩没再多想，而是继续快速的制作精品烤肉。他打算在子时前将交易空间和储物空间内的凶兽尸体全都制作成精品烤肉，然后回收成财富值。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一只只凶兽被魏轩制成精品烤肉，直到将所有凶兽尸体都制作完。魏轩看了一下，居然有32500斤精品烤肉，爽！魏轩欣喜不已。想那基米尔之前为了1000财富值来对996区进行挑战，由此可见对其他人而言财富值是很难得的，但他只用了差不多2个小时的功夫就赚了3万多财富值。当然主要也是别人之前交易给他的凶兽尸体一直没提炼，包括这一路上击杀的凶兽尸体也都存进了储物空间。说白了就是大量凶兽尸体都是现成的，他只是将这些凶兽尸体制作成精品烤肉，就是一个转换的过程而已。回收精品烤肉成功，获得5点财富值。
回收精品烤肉成功，获得10点财富值。回收精品烤肉成功，获得15点财富值。魏轩将30500斤精品烤肉回收成了30500点财富值，至于剩下的2000斤，他打算留着自己用以及上架交易空间。至此，算上之前的6500点财富值，如今他已拥有37000点财富值了。这在996区乃至整个7号域，恐怕其他人想都不敢想。此刻，将所有凶兽尸体都处理完后，魏轩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然后看向罪恶城堡，将其覆盖的屏障还差一丝才能消失。所幸闲来无事，魏轩又打开了聊天域频道，发现其他国区的人还在不断的对996区进行言语上的挑衅。第55章阵营挑战。域频道。哦，可恶的龙国人，害得我到现在都没升到7级。八嘎，尤其是那个魏轩，让我们樱花国死了很多人，真想看到龙国人统统去死啊！阿西吧，我讨厌龙国，讨厌那个魏轩。也就这时，基米尔，哦，亲爱的小伙伴们，我已对我们438区所有幸存的人完成了初拥，接下来我要再次挑战那魏轩。伊藤惠子，尤西，刚刚我们中川大人也忍术大成，并一举达到了9级，也准备找那魏轩报仇了。阿三国，我们阿三国也要出面。刚才我们的萨米特大人和布罗德大人已经刷完了弥留之主，并创建了阿三村。他们听说996区的魏轩很嚣张，也准备挑战一下。南蚌国，我们南蚌国的3位大人正在刷弥留之主，相信很快也能修复村庄了。到时我们南蚌国也要挑战那魏轩。我们日落国支持，我们高卢国也支持，西蒙诸国也表示支持。一时间，由基米尔吹起的挑衅之风再次刮向996区以及魏轩，似乎挑战996龙国区、挑战魏轩成了他们最大的目的。996区，该死！玉频道那些家伙到底脑子抽什么风，这么爱针对我们龙国？他们就是在外面的世界嫉妒我们太久，但又无可奈何，现在进入这主宰世界就想灭了我们。可恶啊！别怕，有魏轩大佬在，我们会怕他们？没错，我们别搭理那些死老外，让他们叫去吧，我们赶紧升级才是关键。不是啊，这次他们好像联合起来了，似乎要联合挑战我们。啥？联合挑战？什么意思啊？这特么挑战还能联合？大家赶紧去看看吧，那些老外真的一心就想弄死我们。当即，不少人都去了玉频道。基米尔，哦，亲爱的小伙们，既然大家都想挑战996和那魏轩，那我们不如联合起来吧。伊藤惠子，尤西，我们中川大人正是这个意思。既然那魏轩会作弊，那我们就联合起来，让他有弊做不成。南蚌国，阿西吧，似乎挑战令上有很多挑战方式，可惜我们都没升到10级，无法开启杀戮战场挑战。阿三国，挑战时可以划分阵营，把我们归到一个阵营，让996单独一个区成为阵营，我们以数量取胜。基米尔，奈斯，那我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不过目前我这里没有挑战令了，谁有？伊藤惠子，我们樱花国这里也没有。阿三国，我们萨米特大人和布罗德大人有挑战令，这就准备向996区发起挑战。樱花国，尤西，这次我们赢下挑战，让他们996区的人统统去死吧。落日国，阵营挑战的话，应该就是比刷怪积分，我们这么多人肯定赢定了。高卢国，没错，记得把我们也算上啊。还有我们西蒙诸国，人多力量大。基米尔，目前我一个人就可以前往血色山刷怪了。伊藤惠子，我们中川大人正在赶往血色山的路上。阿三国，我们萨米特大人和布罗德大人也准备去血色山。南蚌国，能单独去血色山刷怪的都是强者思密达。996区，这帮杂碎居然联合起来搞我们，狗日的！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是阵营挑战啊？就是用挑战令发起挑战时，有很单挑模式和阵营模式。阵营模式可以很多国区联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漂亮国区、樱花国区、阿三国区、南蚌国区、落日国区、高卢国区、西蒙国区全都联合起来对付我们996龙国区。他们这么多国区一起刷怪，就算魏轩大佬再强也刷不过他们啊！所以说他们这么搞就很卑鄙无耻。我们不能拉其他国区加入我们阵营吗？可以是可以，但现在7号域也就53个国区，其中大半都是我们的敌对方。至于那些少数国区，估计也不敢轻易加入我们阵营。操，那我们岂不是又要完蛋了？应该是的。大家也不用慌，我刚才看了下，咱们区只有少数人还没升到7级，但目前都已经达到6级了。所以在这期间，我们努力冲一冲，应该大都能达到7级。通过2次考核是没问题的，到时就算输了挑战，也至少可以活命。而且我们已经赢下2次挑战了。话是这么说，可他妈我们咽不下这口气啊！哎，谁说不是呢？但他们一划分阵营，我们根本没办法。眼瞅着7号域的诸多国区准备联合起来，以阵营的方式向996区发起挑战
996区这边所有人都唉声叹息，多少有些慌。在他们看来，魏轩前2次能够为他们赢下挑战已经很了不起了，可这次一拳难敌4手，肯定难了。此时，魏轩默默关闭了聊天频道。7号域的其他国区太过嚣张，等回头有机会，定要灭灭那些国区的气焰。收起思绪，魏轩站起了身。此刻，子时降临，覆盖在罪恶城堡的那层屏障已经完全消失。魏轩手持蛟龙枪走向罪恶城堡。也就这时，一则公告响起。公告：338区萨米特向996区发起挑战。挑战模式：阵营。挑战规则：最先获得1万积分的阵营获胜。提示：击杀20星战力凶兽可得1分，30星战力凶兽可得2分，40星战力凶兽可得4分，50星战力凶兽可得8分。挑战获胜阵营资源翻2倍，所有玩家4维属性加50，人手奖励1件2阶武器。挑战失败阵营资源减大半，所有玩家4维属性50，没收所有玩家武器和装备。单人发起挑战者，失败后4维属性100，天赋降2级。赢下挑战获取积分最高者4维属性加100，黄金宝箱 X3。提示：请邀请阵营。438区漂亮国同意338阵营邀请。238区樱花国同意338阵营邀请。250区蓝棒国同意338阵营邀请。748区落日国同意338阵营邀请。486区高卢国同意338阵营邀请。384区西蒙诸国同意338阵营邀请。不出所料，7号域大多数国区都加入了338阵营，甚至之前不针对龙国的国区也在这次选择中加入了338阵营。毕竟挑战获胜后赢下的奖励太诱人，而目前这种情况，明显338阵营能赢，等于加入这个阵营后跟白捡奖励的一样。所以之前一直潜水的国区也都浮出了水面。至于996这边，不断有人在7号域寻找着能加入他们这边阵营的国区，可邀请来邀请去，根本没人加入他们。第56章，人儿等装逼。996区一个个都十分着急，怎么办？没人加入我们阵营啊！完了，338阵营那边至少有10几个国区，可我们这边只有我们一个，这怎么玩？太可恶了！关键这次阵营挑战的模式一旦输了，就要扣除50点4维属性，资源减大半啊！好 TM 气啊！没办法，真的没一点办法。我把7号域那些潜水的国区都邀请了个遍，他们全都拒绝了。唉，也就这时，邀请阵营结束，挑战正式开始。双方阵营已开启积分榜单。注：各自阵营只能查看乙方阵营榜单。提示：只有单人击杀凶兽才会获得积分。哦，为什么只有单人击杀凶兽才能获取积分？阿西吧，起步就得击杀20星战力的凶兽才能得分。8嘎，这是什么破规则？我目前只有6级，战力只有18星，一个人根本没办法击杀20星战力的凶兽。我倒是7级，可战力也才22星，击杀20星战力的凶兽也相当费劲。一时间，那些加入338阵营的国区都有些郁闷。他们这个阵营虽然人多，但很多人根本无法单独击杀20星战力的凶兽，甚至即便有能击杀的，也得费好大劲才行。不过这时，基米尔发言了：基米尔、法克，都吵什么？我们这边大部分人没办法击杀20星战力的凶兽，难道996龙国那边就都可以吗？蠢蛋！伊藤惠子、优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人多的。阿三国，没错，我看996区那边只有一个魏轩，其他人都是垃圾。南棒国、阿西吧、龙国都是病夫，没几个人能击杀20星战力的凶兽。高卢国，弱小的龙国，他们输定了。奈斯，这样我们就放心了。996区，怎么办？必须得单人击杀20星战力的凶兽才能获得积分。陈岩，魏轩大佬一直都没发话，应该是有别的事要忙。唉，是不是魏轩大佬也没把握赢下这次挑战，所以不好意思发言了？穆宁雪，魏轩不是那种逃避的人，而且这次挑战是阵营模式，需要大家一起刷怪获取积分。就算魏轩真的发话又怎样？前2次都是他一个人带我们赢下挑战，这次我们也得努力。柳烟，没错，我们得一起努力。方文，不能再让魏轩哥哥一个人承担压力了。萧晨，20星战力的凶兽藏灵谷不多，所以我们想赢下这次挑战，必须得前往血色山。杨云峰，可是血色山的凶兽远不止20星啊，别说其他人了，就算我们这些地级天赋者，稍有不慎就得挂掉。确实，虽然目前大部分人都升到了7级，而且还因为赢下2次挑战，先后获得了60点4维属性，但战力依旧不超过30星。像那些地级天赋者的战力会比较高些，可战力也不会超过40星。陈岩跟穆宁雪是 C 级天赋者，战力却也不会超过50星。
也就是说，只有陈岩跟穆宁雪单人前往血色山尚有自保能力，但也不是绝对。那些地级天赋者倒也可以去，可自保能力相对来说差了些。在血色山遇到一两只普通凶兽还好，如果遇到魔化或者变异级就麻烦了，甚至遇到群居凶兽必死无疑。至于那些地级天赋以下的人，即便升到了7级，战力接近30星，单人前往血色山的话，生还的几率极小。穆宁雪，不管怎么说，争取吧。弥留之主暂缓再刷，现在我得前往血色山。陈岩，我也去。萧晨，草，拼了，不争馒头争口气，就算死在血色山也得努力一下。周恒，没错，虽然希望很渺茫，但我们得尽最大努力，万一奇迹出现了，狠狠打那些国区的脸。柳烟，我也去。方文，还有我。妈的，我们这些E级 F 级天赋的也得朝血色山的方向赶，实在害怕的就去组队，就算不击杀凶兽，至少可以帮地级大佬们探路或者打探凶兽情况。没错，所有升到7级的人都他妈去血色山，我们龙国没有孬种。好，有组队的没？我们去帮陈岩他们探查情况。兄弟，说坐标。一时间，龙国这边群起激愤，凡是升到7级的，全都朝着血色山的方向赶去。反观338阵营那边，虽然有不少都升到了7级，但大部分人都不敢去血色山。可即便如此，他们依旧觉得他们会赢，因为338阵营这边的国区确实多，人数比996区这边多了10倍不止。说白了，338阵营这边轻轻松松都很难输，而996阵营就算一个个拼命也很难赢。338阵营，哈哈，我刚去996频道看了一下，他们到现在才向血色山赶，而且那些刚升到7级的弱小者也都去了。尤西，我也去看了，那些弱小者竟然要为几个拥有地级天赋的人探查情况，真是可笑。龙国人就是愚蠢。阿西吧，好搞笑的龙国人，死到临头还要做无谓的抵抗。哦，那个会作弊的魏轩明显被吓怕了，一直都没露面。是的，我也觉得那魏轩肯定已经放弃了。就算他们996区所有升到7级的人都去血色山又怎样，只不过是去送死罢了。而且我们的人数是他们的10倍。叶斯，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阵营有好几位大佬，我们漂亮国的基米尔大人已经赶到了血色山，他的战力已经达到了62星，几乎可以在血色山横着走了。要不是上次挑战失败，基米尔大人的战力会更强。八嘎，我们中川一郎大人也是，目前战力60星，也因为那该死的魏轩而输掉一次挑战，这次我们一定要讨回来。哦，看来目前我们阿三国是最强的，我们萨米特大人和布罗德大人可是强大的苦修士，目前已经开通了瑜伽阴流第10门，战力达到了68星，单独击杀50星的凶兽完全不在话下。我们南邦国的3位大人也具备 B 级天赋，目前战力也都达到了65星。思密达，哦，真是不错呀！我们338阵营有这么多位强者，阵容相当华丽，这次根本不可能输。是的，这么多位强者，每人击杀一只50星战力的凶兽就是8点积分，甚至运气好的话，遇见60星战力的凶兽可以获得16点积分。他们996区谁能办得到？哈哈，我们338阵营已经赢了，就等看他们996区的龙国统统哭吧。338阵营这边的人无比得意，似乎他们已经看到了胜利之光。反观996区这边，以陈岩和穆宁雪为首，正全力赶往血色山。其他人也都心怀愤怒，是要为996区为龙国争一口气，一个个全都抱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决心。然而，无论338阵营这边还是996这边，他们所有人都并不知道，魏轩在进入罪恶城堡后就被大量罪恶之庸包围了起来。这些罪恶之庸竟全都是90星的战力。按照挑战规则的提示，击杀20星战力凶兽可得1分，30星战力凶兽可得2分，40星战力凶兽可得4分，50星战力凶兽可得8分，每增长10星战力翻1倍。以此类推，那90星战力的凶兽就是128点积分。第57章黑暗冰风暴。魏轩在进入罪恶城堡的一刹那，立刻罪恶之气席卷，紧接着一声厉喝回荡：何人敢闯罪恶城堡？那声音沉闷且空荡，仿佛另一个空间的厉鬼传出一般。魏轩眉头一皱，顿住脚步。只见随着罪恶之气翻涌，罪恶城门关闭，继而一个个人影将魏轩包围。那些人影全都有2米多高，身穿黑色铠甲，手持黑矛，看似是人形，但面部阴森，乍一看如果骷髅头一般。魏轩用灵眸查看，一族罪恶之庸，等级12级，战力90星，来历罪恶一族死后以罪恶之气魔化成佣兵，特性罪孽、邪恶、魔化、残忍、嗜血，爆率8%，一族罪恶之庸头目，等级12级，战力115星，天赋黑暗操控
地级。来历：罪恶一族死后，以罪恶之气形成佣兵。特性：头目，罪孽、邪恶、魔化、残忍、嗜血。爆率12%。竟是异族。魏轩有些惊讶，这是他第一次遇到异族。在刚进入主宰世界时，就有提示说这个世界万族林立，妖魔横行。由此可见，除了凶兽外，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异类、精怪、怪物、异族、魔物，不可谓不精彩啊！就在魏轩心想间，那罪恶之庸头目再次开口咆哮：一个小小的人类，竟敢独自闯罪恶城堡，简直找死！废话真多。魏轩手持长枪，做出攻势，杀！罪恶之庸头目也一声令下，顿时那些罪恶之庸全都挥动着长矛向魏轩攻去。枪出蛟龙，魏轩也挥动蛟龙枪，顿时一道道蛟龙之影释放。轰轰轰！战斗波动轰鸣。以魏轩如今136星的战力，本以为对付这些没用任何天赋和技能的罪恶之庸会十分轻松，但蛟龙之影落在那些罪恶之庸身上时，顿时那些罪恶之庸的周身泛有阵阵黑气，那些黑气透露着邪恶与罪孽气息，以至于蛟龙之影被那些黑气席卷之下，立刻萎靡，随之消散。那些罪恶之庸倒也不是一点伤害也没承受，被蛟龙之影震退一些，但也仅仅是震退一些。魏轩皱眉，蛟龙枪居然无法对这些罪恶之庸造成致命伤害。这时，那些罪恶之庸再次向魏轩涌来。金之剑刃，魏轩立刻释放出一道道金之剑刃，但结果和蛟龙之影一样。当一道道金之剑刃斩向那些罪恶之庸时，其身上黑气再次翻涌，令金之剑刃失去了大部分攻击。紧接着，木、土、火、水冰等天赋攻击齐出，可即便如此，也只是让那些罪恶之庸受伤，却并未毙命。很明显，他的攻击被那些罪恶之庸身上的黑气抵挡了大半。这些黑气是罪恶之气。魏轩与那些罪恶之庸拉开距离，暗暗在脑海中快速思索。以对付藏灵三怪的经验来看，罪恶之庸周身泛出的黑气很有可能是罪气护体，这些罪气护体必然有破绽。可这些罪恶之庸数量太多，先寻找破绽再逐个击杀，既麻烦又浪费时间。当然，自己手段众多，如果用技能手段不断轰炸，倒也能破开护体罪气。不过对付藏灵三怪时只有一个大 boss， 可如今罪恶之庸却有足足70-80个，用技能硬轰对体力精力消耗十分巨大。尽管有精品烤肉能恢复，可这罪恶城堡显然不止这些罪恶之庸。该死的人类，难怪敢独自闯罪恶城堡，手段真多。罪恶之庸头目眼看魏轩手段层出不穷，不禁略带愤怒地咆哮道：不过你再厉害也没用，敢闯罪恶城堡者必须死。谁他妈给你的自信啊？魏轩忽然发现这主宰世界的一些 boss 都爱说些狠话。尼玛，要是其他人可能就被吓到了，但他是一般人吗？真是死。与罪恶之庸不同，罪恶之庸头目手持大刀，乒乓球大小的眼窝深陷，没有眼珠，只有通红光芒。似乎被魏轩的话激怒了，罪恶之庸再次命令那些罪恶之庸冲向魏轩。同时，罪恶之庸头目也挥动手中大刀斩向魏轩。顿时，一道巨大的黑色刀气朝魏轩落去。从那巨大的黑色刀气中，魏轩能感受到响通的邪恶、罪孽之气。显然，罪恶之庸只能在受到攻击时被动释放罪气护体，而且罪气威力也不强。但罪恶之庸头目应该是有黑暗天赋的原因，所以能释放威力比较强的罪气。以魏轩的经验，如果被这些罪气攻击到，身体肯定会有不良效果。就像枯木巨妖的死气能腐蚀碎石金刚的石化，泥流之主的虚弱。对了，罪气应该也属于吧？魏轩忽然灵光一闪，眼看大量罪恶之庸冲来，巨大的罪恶刀气也临近，他立刻施展土遁。下一刻，轰轰轰，罪恶刀气落下，能量波动扩散。然而魏轩早已借助土遁消失在了原地。那些冲过来的罪恶之庸一愣，人呢？罪恶之庸头目也发出愤怒的咆哮：懦弱的人类，给我出来！片刻后，魏轩从远处现身，只见他双手掐诀，周身能量涌动，似有一股可怕的力量正处在爆发点。爷爷在此！魏轩冲远处的罪恶之庸头目喊道。罪恶之庸头目立刻扭头看到了魏轩，随即大刀一指，带着那些罪恶之庸向魏轩冲去。直到罪恶之庸头目带着那些罪恶之庸临近后，魏轩顿时大喝：黑暗冰风暴，统统去死！骤然，魏轩周身的能量全面释放，在他身前，一个寒冰风暴出现，急速旋转之下越来越大。这片寒冰风暴散发着浓烈的寒气，但却是黑色，散发着黑暗诡异的气息。正是魏轩用土遁与这些罪恶之庸拉开距离后，施展了旋水风暴技能。当然，
魏轩的水天赋可以切换冰形态，冰比水的威力要强，因此魏轩就将玄水风暴切换成了冰风暴。自从获得这个技能后，魏轩只在藏灵谷的副本中用过，出来后就再也没用，实在是用不到。尽管这个技能威力不俗，且还是群攻，但一来前摇时间太长，二来消耗也大，所以对付一般的凶兽没必要用此技能。但眼下这些罪恶之庸有些麻烦，于是魏轩就想到了冰风暴。当然，由于这些罪恶之庸有罪气护体，所以魏轩就尝试将黑暗天赋与冰形态融合，正如黑暗烈焰一样。但魏轩没直接用黑暗烈焰，一是罪恶之庸的数量比较多，用冰风暴比较合适；二来如今的火焰天赋只是一级，威力多少有些欠缺，所以魏轩才会施展土遁拉开距离，施展黑暗冰风暴，将水天赋切换成冰形态，再加上冰风暴的前摇时间以及融合黑暗天赋，这个过程很需要时间。如果是其他人，在战斗中绝对无法做到这点。可魏轩速度不弱，又掌握3种遁法，实在不行还有土、木、水、冰3种分身来拖延时间，所以制造出黑暗冰风暴还是比较轻松的。此刻，罪恶之庸头目看着魏轩跟前的黑暗冰风暴，再也没有了愤怒，而是惊恐。如果只是冰风暴还没什么，可他清晰地感受到了黑暗力量。可恶，这个人类居然有黑暗系手段，罪气是无法抵挡黑暗技能的。一念至此，罪恶之庸头目惊恐间立刻嘶吼，掉头就带着他那些手下准备逃走，但已经晚了。只见黑暗冰风暴迅速席卷，所过之处，所有建筑植物都被冰冻，继而碎裂。罪恶之庸头目和他的那些手下也很快被黑暗冰风暴卷入其中。第58章，再次赢下挑战。就在魏轩与罪恶之庸战斗期间，穆宁雪和陈岩等人还在前往血色山的路上，他们心急如焚，但却没丝毫办法。一来是黑夜，二来越是藏灵谷深处，遇见凶兽的概率就越高，且这些凶兽的实力都还不弱。如果遇到20星战力以上的凶兽还好，如果不到20星，那这些凶兽根就会大大浪费他们的赶路时间。而在穆宁雪和陈岩之后，柳烟、方文、萧晨等一众地级天赋者也在努力赶路。在之后还有那些已经升到7级的1级、F 级天赋众人，当然还有一些人在时刻关注着积分榜以及338阵营那边的情况，形势十分紧张。996聊天频道，同志们，陈岩和穆大美女他们到没到血色山啊？还没呢，不过快了。到没到血色山不重要，重要的是积分榜单。挑战积分榜，第1名穆宁雪5分，第2名陈岩4分，第3名萧晨2分，第4名柳烟1分，第5名方文1分。除此之外，其余都是0分。天哪，这也太慢了吧！这啥时候能刷够1000积分啊？哎，毕竟他们还没到达血色山，藏灵谷20星战力的凶兽并不多。但是就算抵挡了血色山，照这速度也不快啊。我分析了一下，以陈岩和穆大美女目前的战力，最多只能击杀40星战力的凶兽，一次获得4分。像萧晨他们地级天赋者，只能击杀30星战力的凶兽，一次获得2分。照他们几人的这种情况，想刷够1万几分得猴年马月啊！你这么一算，还真是。那我们岂不是已经芭比 Q 了？不对，我们还有魏轩大佬啊！关键魏轩大佬不知道在干嘛，不仅没说话，而且挑战几分到目前还只是0。完了，魏轩大佬不会在睡大觉吧？哎，认命吧，就算真的把魏轩大佬也算上，也不够看啊。不见得吧，虽然我们这边刷怪慢，但338那边也不一定就快。屁，你们快去338阵营频道看看，他们的积分都好几百了。什么？怎么会这么快啊？这才多大会儿啊！338阵营频道挑战积分榜，第1名基米尔67分，第2名萨米特63分，第3名布罗德60分，第4名中川一郎56分，第5名朴成贤55分，第6名金智恩52分，第7名崔相赫50分，第8名伊藤惠子31分。338阵营总积分614分。尤西，不错嘛，既然都600多分了。欧巴，还是几位大人给力思密达。我们阿三国的2位大人刚才只是在热身，很快就可以冲到第1了。哦，上帝，这次一定要让我们胜利。尤西，肯定会胜利的。我刚去996频道看了一下，他们一个个都急坏了。耶斯，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抵挡血色山，总积分连20都没有。那个魏轩完全没声音了，积分一直是0，应该是在睡大觉。哈哈哈 ，Soga， 终于能报仇了。片刻后，哦，亲爱的小伙伴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我们的基米尔大人在血色山遇到了一个凶兽群，都是20星战力以上，
有几只应该达到了30星，还有头目绝对达到了40星。粗略算了一下，刷完这个凶兽群，我们基米尔大人的积分绝对能轻松破100。真是不好意思，你们再刷新一下积分榜，我们阿三国的萨米特大人和布罗德大人的积分已经破100了。挑战积分榜，第1名萨米特107分，第2名布罗德104分，第3名基米尔86分，第4名朴成贤75分，第5名中川一郎71分，第6名金智恩68分，第7名崔相赫64分，第8名伊藤惠子38分。338阵营总积分732分。哦，真是太意外了，萨米特和布罗德2位大人怎么会这么快？因为我们2位大人从小就喝恒河水长大，后来更是成为了苦修士，开通了瑜伽阴流第10门。就在不久前，他们也分别遇到了凶兽群，对他们来说，击杀那些凶兽将十分轻松。欧巴简直太棒了！不过我们的普大人也发现了一个凶兽群，另外2位大人也正在寻找凶兽群。伊藤惠子、Soga， 我刚刚也发现了一个凶兽群，但实力有限，所以正在让我们的中川大人赶过来。奈斯，看来我们阵营的形势相当不错呀。996龙国那边还没抵达血色山呢，没准儿他们现在都哭惨了。病夫而已，依靠作弊赢了2次挑战，就以为他们很了不起，简直滑稽。他们龙国人终究是懦弱无能的。哦，现在我们闲着没事，要不要去玉频道骂骂他们龙国？尤西，我们一起。阿西吧，我也去。玉频道338阵营这边的人早已经挑衅开骂了。懦弱的龙国人，你们快出来！这次你们输定了。尤西，我们阵营的积分马上就要破1000了。阿西吧，这就是抢我们南蚌国文化需要付出的代价。龙国懦夫，你们敢出来吗？哦，上帝，请让我用我漂亮的小脚踹爆龙国人肮脏的屁股吧。病夫就是病夫，你们那什么魏宣会作弊又怎么样？有本事让他出来啊！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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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338阵营在玉频道骂得越来越凶，996这边一个个既愤怒又无奈。妈的，真是太气了！那帮老外在玉频道叫嚣得很难听，我特么真想跟他们拼命！操！338阵营那边的挑战积分已经接近1000了，可我们这边连100都不到，相差10倍啊！哎，本以为我们拼一拼会有一丝丝胜算，现在看来0.1%的胜算都没了。我还没升到7级，难道要被扣除50点4维属性，没收所有装备了吗？关键这次我们去的资源还要减大半，大家都别怪魏轩大佬，可能他已经很累了。对，前2次他一个人带我们赢下胜利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次真不能怪他。那帮老外联合起来对付我们，这根本顶不住啊！唉，996区的所有人此刻都沉浸在愤怒的绝望中，一个个全都黯然神伤。可就在这时，一则公告响起：公告，996阵营的挑战积分达到1万，赢得本次挑战。此公告一出，所有人都懵了，这次是真的懵，脑子里嗡嗡的。第59章，这特么简直离了个大谱。438区漂亮国，基米尔正在狂刷凶兽群。本就是血族伯爵的他，不仅掌握很多血族手段，更是具备着 A 级天赋。当然，上次挑战失败，所以如今他的天赋是 B 级。可即便如此，他的实力依旧不容小觑。只见他周身血雾弥漫，手持一把血刃，席卷之下，数只凶兽尽皆毙命。他杀得很尽情，也十分努力。毕竟，如果最后赢下挑战积分排名第1者，奖励会无比丰富，而且以后还会成为7号域第1强者。一想到这里，基米尔就很兴奋。然而，就在他准备继续刷怪时，忽然一则公告响起：公告，996阵营的挑战积分达到1万，本次338阵营挑战失败。基米尔瞬间瞪大了双眼，面部渐渐扭曲，咆哮道：“法克，法克！哦，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NO！238区樱花国，中川一郎也赶到了伊藤惠子发现的凶兽群位置。伊藤惠子，中川大人，您终于来了！中川一郎，优希，刷完这个凶兽群，我的积分肯定能到第1。伊藤惠子，是的，中川大人。中川一郎，这次我们一定要让那帮龙国人统统死啦死啦的，为我们那些死去的樱花国人报仇。伊藤惠子，嗨，中川一郎，惠子，还请你为我证明，如果这次我们无法取得胜利，我就当场切腹。伊藤惠子，嗨，中川一郎，优希，我这就去刷凶兽群。说完，中川一郎就准备冲向那群凶兽。然而这时公告响起：公告，996阵营的挑战积分达到1万，本次338阵营挑战失败。此公告一出，中川一郎脚步一顿，伊藤惠子也人傻了。八嘎，这是怎么回事？八嘎！中川一郎也咆哮起来。
伊藤惠子，报告中川大人，我们好像输了。中川一郎，不可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伊藤惠子，中川大人，我们的确输了，需要我为您借错吗？八嘎！中川一郎一巴掌扇在了伊藤惠子脸上。338区，阿三国，萨米特和布罗德是阿三国的2名苦修士。正如阿三国人所言，这2位已经开通了瑜伽阴流第10门，更具备 A 级天赋，实力比天赋降级后的基米尔还要强上一些。此刻，他们2人正在血色山的不同位置刷着凶兽群。在他们看来，这次挑战的积分必然是他们其中一个。果然没多久，他们先后刷完凶兽群，并很快在寻找凶兽时碰面。萨米特、布罗德，你的积分比我要少一些。布罗德，后面我会追上你的，毕竟我出生于高贵的沙地利。萨米特，不，实话告诉你，1个小时前我捡到了一坨牛粪，那可是湿婆大神的馈赠。布罗德，我也捡到了，并且是一只牛怪刚释放出来的，很新鲜。就在这2人一边寻找凶兽一边争执时，公告响起。公告：996阵营的挑战积分达到1万，本次338阵营挑战失败。2人瞬间懵逼。萨米特，这是怎么回事？布罗德，我们输了。该死，这怎么可能？与此同时，南蚌国的朴成贤、金智恩、崔相赫全都收到了挑战失败的公告。懵了，全都懵了，如同五雷轰顶，一个个眼珠子都瞪出来了。338阵营欢快的聊天频道瞬间安静下来，预频道那些人对996区的挑衅谩骂也戛然而止，只感觉脑子里不断轰鸣，还夹杂着无数问号。公告：996阵营的挑战积分达到1万，赢得本次挑战。积分榜单已公布，第1名魏轩9016分，第2名萨米特127分，第3名布罗德124分，第4名基米尔118分，第5名朴成贤112分，第5名中川一郎109分，第6名金智恩101分，第7名崔相赫98分，第8名伊藤惠子38分。公告：996阵营玩家魏轩以9016积分勇得挑战积分榜第1，奖励4维属性加100黄金宝箱 X3。公告：本次996阵营赢下来自338阵营的刷怪积分挑战，30秒后将对996区资源翻2倍，所有玩家4维属性加50，人手奖励1件2阶武器。公告：由于本次996阵营是以单区赢下本次挑战，因此所有玩家4维属性额外加20，人手1件1阶护甲。公告：本次338阵营挑战996阵营失败，30秒后将对338阵营所有国区资源减少大半，所有玩家4维属性50，没收所有装备和武器。公告：鉴于338阵营以多欺少未能赢下挑战，额外惩罚暂时关闭已修复村庄玩家的商城频道。公告：338区玩家萨米特因主动挑战996区失败，单人惩罚4维属性100，天赋降2级。上帝，这不是真的，这肯定是幻觉。八嘎，到底是为什么？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湿婆大人，快来带走那魏轩啊！阿西吧，卑鄙的龙国人，无耻的魏轩，肯定又在作弊！所有人都难以置信，他们愤怒、恐慌，甚至还有那么一丝后悔。但主宰可不给他们太多时间谩骂。30秒后，漂亮国区、阿三国区、樱花国区、南蚌国区、落日国区、高卢国区、西蒙诸国区纷纷大地撕裂，山河消失，各种灵植、凶兽、副本等资源纷纷减少了大半，且所有人的4维属性都减少了50，身上的武器和装备也统统消失。阿三国的萨米特的4维属性更是扣除100，天赋降了2级，直接成为了 C。上帝，快停下！亚麻爹！阿西吧，不，哈基玛！湿婆大神，快保佑我！不要！一时间，7号域针对996龙国的那些国区陷入了无尽的慌乱与狼狈之中。而996区这边，陈岩和穆宁雪本来已经先后赶到了血色山，那些地级天赋者也都全力奔着血色山而去。其他人虽然绝望，但还是为了心中的愤怒，努力寻找着那一丝丝渺茫的希望。可就在这时，公告响起，陈岩和穆宁雪瞬间顿住脚步，愣了。那些地级天赋者也傻了，其他人都以为自己听错了。直到积分榜单公布，所有人都一脸懵逼，紧紧盯着那个第1名魏轩9016分。9016，这个数字在所有人的脑海中徘徊，卷带着一连串的问号。他们都不敢相信，一度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直到30秒后，整个996区轰隆隆震动，山河起，草木生，凶兽、副本，所有资源统统翻了2倍。
并且所有人的4维属性直接加了50点，不对，是70点，额外还加了20点，甚至人手1件2阶武器奖励，包括额外奖励的1阶护甲。傻了，996区的所有人都狂咽口水，这特么简直离了大谱啊！第60章5大罪恶使者。996区所有人骂了很久，这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我们赢了，好像是吧？看来是的，我的4维属性增加了70点，手里还多了1件2阶武器，身上也多了1件1阶护甲。我以为就我出现幻觉了，呸，这特么不是幻觉，是真的。我滴个大草，我特么到现在都一脸懵逼，我们到底咋赢的啊？我也懵逼啊，而且还赢得这么快，赢得这么突然。你们看积分榜啊，好好瞪大你们的 24K 钛合金狗眼，看看第1名是谁，积分有多少？魏轩大佬9016积分，9016，我的妈，尿了呀！我记得前一刻看魏轩大佬的积分还只是0，怎么突然就成9016了？9016，这特么得刷多少凶兽啊！魏轩大佬简直是神人，原谅我没文化，只能说牛逼了。不得不承认，魏轩大佬一个人超过了2个阵营所有人加在一起的积分，而且是8、9倍的样子。什么基米尔萨米特、中川一郎，跟魏轩大佬一比都是垃圾啊！本来我在2次考核到期前很难升到7级的，可现在凭空又涨了70点属性，还获得了1件2阶武器，而且资源还翻了2倍，这简直不要太爽，妥妥的能升到7级啊！太爱魏轩大佬了，猫啊！我也是，好想给魏轩大佬生个孩子哦。你们别闹，我觉得就魏轩大佬这种神人，也就我们区的木大美女有资格给魏轩大佬生孩子。方文，我也可以的吧？都先别吵吵，听我号令，全体用膝盖向魏轩大佬致敬。已经赶到血色山的陈岩正准备找凶兽开刷了，可突然起来的胜利让他瞬间在了原地。随后看到积分榜单上的魏轩积分后，不禁喉咙滚动，然后想起自己曾经不服魏轩，还妄想成为996第一。操，真是傻逼！另一边，穆宁雪在看到积分榜单上的第1名是魏轩后，不禁露出了欣然的笑容，然后又撅了撅红润的樱唇，这家伙太变态了。正想着魏轩时，忽然又看到聊天频道的内容，只有穆大美女有资格给魏轩大佬生孩子，瞬间椒盐涨红，呸，谁要给那家伙生？彼时，罪恶城堡，一座偌大的地室内，分别有3男2女。第1名男子身材魁梧，站在那里如果一座小山，手中拿着一根狼牙棒，凶神恶煞，浑身透出浓浓的杀戮气息。第2名男子身穿黑袍，面孔煞白，嘴唇却是黑色，双手上的指甲足有手指那么长，妖里妖气。第3名男子十分肥胖，此刻正在生啃一只鹿形凶兽。至于那2名女子，其中一个是位美妇，身姿婀娜，面貌艳丽，怀中抱着一个不断哭泣的婴儿。好不容易婴儿不哭了，美妇却拿出一把锋利的刀刃，在婴儿脸上划了一道，使婴儿继续凄厉的哭着。美妇脸上这才露出满意森然邪恶的笑意。另一名女子长得更加诱人，身材曼妙，双目含春，光滑如玉的身体上只有一袭轻纱，半掩半露，浑身散发着浓浓的魅意，令人欲罢不能。但修长的玉手中却有着一颗血淋淋的心脏，时而舔上一口，魅意中带着森然。这5位乃罪恶城堡内的5大使者：杀戮、气魂、极恶、月二娘，是新美人。此刻坐在一张椅子上的气魂使者凭空抓出一缕巴掌大小的光团，仔细看去，那光团就是一缕残魂，说道：外面似乎有试炼者闯来了。杀戮使者面部抽搐，好久没杀人了。月二娘笑道：让这批的试炼者帮我生些孩子再杀。是新美人媚意盎然：二娘，我们一起吧，等这批的试炼者帮你生完孩子，让我把他们心脏挖出来。极恶流着哈喇子说道：我要吃掉他们，好久没尝到过人肉的滋味了。气魂，魂魄归我。这5大罪恶使者跟那些罪恶之庸不同，那些罪恶之庸是死后以罪恶之气魔化成的佣兵，但这5位却是真正的罪恶一族。此刻感受着外面试炼者的气息，杀戮开口道：我们罪恶一族被主宰困在这里上千年，是时候破咒了。没错，1000年时间，我们已经击杀了999名试炼者，只要再杀一个，我们就能破解身上的禁咒，到时我们就能重新获得主宰光屏的使用权，可以继续升级了。哈哈哈！5大罪恶使者发出森然可怖的笑声。彼时，魏轩看着黑暗，冰风暴渐渐消散，那些罪恶之庸全部毙命，就连罪恶之庸头目也承受不住黑暗冰风暴的席卷攻击。击杀罪恶之庸，获得能量加165，猎魔值加80，挑战积分加128。击杀罪恶之庸，获得能量加166，猎魔值加80，挑战积分加128。恭喜您击杀罪恶之庸，爆出猎魔勋章 X3。恭喜您的猎魔等级提升至7级，4维属性加70，
奖励猎魔勋章 X5，击杀罪恶之庸头目，获得能量加300，猎魔值加120，挑战积分加512。恭喜您击杀罪恶之庸，爆出猎魔勋章 X6，黄金宝箱 X1。咦，居然还有猎魔值！魏轩有些惊喜，这罪恶之佣兵没有显示魔化，居然也有猎魔值。不过转念一想，之前他用灵眸查看这些罪恶之庸时，似乎是说这些罪恶之庸都是死后由罪恶之气魔化而成，而且特性上也显示了魔化。副本就是副本，单单这些罪恶之庸竟都是被魔化的，而且还都有爆率。魏轩看了眼自己的猎魔等级，7级34288千，又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猎魔勋章，之前只有36枚，如果居然达到了115，甚至升级能量也获得了1万多点。当然，最重要的是，就这么一个罪恶之庸，竟能获得128点挑战积分。之前7号域那些国区向996区发起挑战时，他也担心会输，毕竟对方人多，效率并不慢。谁知刚进入罪恶城堡就冲出来这么多罪恶之庸，每个还都是90星的战力，自己一个黑暗冰风暴技能直接将这些罪恶之庸统统击杀，一举获得挑战胜利，确实很爽。此刻魏轩这里也听到了996区挑战胜利的公告。嗡，随着一束束光芒从头顶落下，魏轩的4维属性直接增长了100点，不对，是120点。996区每人还额外奖励了20点，以及一件异阶护甲。不过异阶护甲对魏轩并没什么用，留着以后用来交易吧。除此之外，还有3个黄金宝箱。之前他合成紫金宝箱后，还剩下1个黄金宝箱。如今算上击杀罪恶之庸头目爆出的1个黄金宝箱，再加上赢得挑战胜利奖励的3个黄金宝箱，正好5个。在商城买一个终极宝箱合成符，又能合成1个紫金宝箱了。第61章沦陷。魏轩没有急着将5个黄金宝箱合成紫金宝箱，而是先对那些罪恶之庸进行了一波提炼。提炼罪恶之庸成功，获得力量加52，暗抗加30。提炼罪恶之庸成功，获得敏捷加54，暗抗加31。提炼罪恶之庸成功，获得体力加53，暗抗加30。提炼罪恶之庸成功，获得精神加56，暗抗加33。提炼罪恶之庸头目成功，获得精神加66，暗抗加37，减暗抗加25。地级黑暗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地级黑暗天赋，2次地级黑暗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黑暗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咦？魏轩愣了愣，没想到这些罪恶之庸的属性并非单一性的。像之前提炼凶兽，一般同类型凶兽只能提炼出力量或者敏捷、体力、精神，但这罪恶之庸4维属性都具备。想了想，应该是这些罪恶之庸并非凶兽，确切的说跟人差不多。这样也好，4维属性可以均衡。魏轩没再多想，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暗抗上，自己又多了一种元素抗性。在此之前，他已具备金木水火土毒6种抗性，如今算上这暗抗，已经有7种了，还算不错。可惜黑暗天赋依旧没能进化成 C 级，果然越到后面进化起来就越难。他的黑暗天赋最开始是从枯木巨妖那里提炼来的，之后又在泥流之主那里提炼过1次，算上这次已经融合2次了，也不知道还得融合几次才能达到 C 级。此刻魏轩收起思绪，打开了任务栏，连环任务遗落的公主。第1篇，歼灭罪恶一族，救出遗落的公主，将丢失的信笺交到公主手中。任务进度：罪恶之庸已完成，罪恶之庸头目已完成，罪恶使者05。任务提示：击杀罪恶使者，获得杀戮碎片、气魂碎片、极恶碎片、怨婴碎片、是心碎片，可找到遗落的公主。难怪这些罪恶之庸击杀起来比较容易，原来只是前期的开胃菜。魏轩立刻提高谨慎，一边观察四周，一边在城堡内前行。这座城堡并不大，但也不算小，一些房屋建筑虽然依旧存在，可却是破旧不堪。加上此刻是夜晚，使这座城堡内充斥着荒凉与森然。罪恶使者在哪里？没提示啊。魏轩有些头大，这罪恶城堡里的房屋建筑数量不少，难道要自己挨个寻找？心想间，魏轩只好开启灵眸查看，但并未发现有关罪恶使者的东西。不过他也不是一点发现也没有，这里的建筑都是现成的一阶材料。魏轩从那一座座房屋建筑中查看到了很多一阶材料，一阶木料、一阶石料、一阶泥土，应有尽有。回头拆一下，不过眼下不是拆材料的时候，得先完成任务再说。这罪恶城堡到卯时就会消失，所以必须要在卯时前找到并击杀5大罪使。于是魏轩继续在城堡中前行，寻找着5大罪使。与此同时，5大罪恶使者所在的地势，杀戮使者，外面的试炼者闯过我们的佣兵团了。气魂使者，不错嘛，
也不知道这批试炼者有多少个。极恶使者，越多越好，统统吃掉。月二娘，是哦，这批试炼者越多，我的孩子就越好。咯咯咯。是新美人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最好都是男人，男人的心脏最好玩了。气魂使者，要不是我们运气不好，上次那批试炼者就差一人，现在我们已经破解咒印了。杀戮使者，现在我们就差一个试炼者，只要再杀一个，我们就能破咒。极恶使者，我们谁先出去看看那些试炼者的实力？是新美人，当然我去喽。魏轩在罪恶城堡漫无目的寻找着，但却没有任何头绪。片刻后，就在魏轩渐渐没了耐心时，城堡内的景象忽然大变，一座座破旧的房屋建筑顿时变得无比豪华，而且魏轩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其中一座建筑变成了酒吧，里面各种美女舞动着性感的身姿，一股股充满诱惑的荷尔蒙气息扑面而来。魏轩忽然有些迷醉，但他毕竟精神属性不俗，立刻运转超玄感天赋，这才清醒。可另一座建筑变成了浴池，白雾飘飘，里面同样有很多美女，一个个香肩裸露，嬉戏畅游。魏轩情不自禁地往前迈了2步，有种要跳进浴池和那些美女来搏鸳鸯浴的冲动。但他一咬舌尖，再次清醒过来。荡秋千的美女，花丛中的美女，一时间魏轩四周的环境可谓千娇百媚，各色各样的美女看得他眼花缭乱，双眼时不时地开始迷离。该死！魏轩心智坚定，陡然挥动手中的蛟龙枪，瞬间一道道蛟龙之影朝那些美女和豪华的建筑撕咬而去。轰轰轰！蛟龙之影冲散了豪华的建筑，那些美女也全都消失。不过这时，一个美妙的声音响起：“来爱我吧！”随着美妙诱人的声音回荡，周遭的色调竟变成了一片玫瑰红，一朵朵玫瑰花瓣缓缓飘落，透出香艳旖旎的气息。魏轩凝眉一皱，只见一名美女从远处缓缓走来。那美女身姿曼妙，双目含春，光滑如玉的身体上只有一袭轻纱，半掩半露，浑身散发着浓浓的魅意，令人欲罢不能。魏轩的眼神渐渐痴迷起来，他竟有种想跟那美女一亲芳泽的冲动。很快，那名美女走到魏轩跟前，将修长的玉臂搭在魏轩肩上，吐气芬兰：“哥哥，快爱我吧！”美女的声音和眼神似乎有种魔力，让魏轩情不自禁地俯下身，吻在了那美女娇润的红唇上。这一刻，魏轩仿佛迷失了自我，沦陷在其中。然而，却在最关键时，那美女的手中忽然多了一把刀，狠狠插在了魏轩的心脏上。第62章，初见破咒者。是新美人的刀刺穿了魏轩的心脏。这一刻，是新美人露出阴森邪恶的媚笑：“哥哥，原来这批试炼者只有一个人，9级就敢独闯罪恶城堡，还以为有多大本事呢，原来这么不堪一击。”是新美人说着，手中的刀便在魏轩的心脏处挖了一下。然而就在是新美人得意间，眼前的试炼者忽然发生变化，竟化为一棵枯木。不好！是新美人面色大惊，正心经间一道寒芒闪烁，枪尖临近他预备。不过身为5大罪恶使者之一，是新美人的实力相当不弱。电光火石间，是新美人身上的轻纱旋转，快速将蛟龙枪缠住。但虽然躲过致命一击，却也被蛟龙枪划破玉臂，白皙光滑的肌肤上多了一抹鲜红之血。可这一切还没完，就在是新美人准备拉开距离时，骤然又是一道道金枝剑刃回旋，迅速向他刺来。是新美人慌乱间，周身赫然涌现出一抹醉气。然魏轩可以让黑暗天赋与火焰天赋融合，之前也让黑暗天赋与冰形态融合，自然也能让黑暗天赋与金枝天赋融合，且这种融合越发熟练。所以此次释放的金枝剑刃都是黑色，融合了黑暗天赋的黑暗剑刃。是新美人的醉气比那些罪恶之庸的醉气护体要强不少，但也只是稍稍抵挡了片刻黑暗剑刃。嗖嗖嗖，黑暗剑刃再次将是新美人划伤，光滑雪白的肌肤上鲜红之血更多。该死！是新美人再也没有了魅意，脸上充斥着愤怒之意。不过魏轩的攻击还是没完，一道道蛛丝罗网激荡而出，迅速缠住是新美人纤细柔软的柳腰，甚至冰形态释放，赫然将是新美人冰冻。魏轩身形显现，蛟龙枪再次刺穿，带着蛟龙之影攻向被冰冻的是新美人。就在魏轩以为自己会将是新美人击杀时，忽然被冰冻的是新美人发出一阵心脏跳动之音。随着心脏跳动之音回荡，一股强大的力量扩散而出，这股力量隐隐与天地产生了共鸣。轰轰轰！冰散，蛛丝断，巨大的力量波动将攻向是新美人的魏轩也弹开。好可怕的力量！魏轩稳住身形后，心中震撼。若非自己速度够快，防御和各种抗性惊人，再加上硬化和裂魔铠甲的加持，刚刚这股力量至少会让自己重伤。这是什么力量？此刻是新美人也彻底挣脱了魏轩制造的手段，
他稳住身形，有些狼狈地看向魏轩，难怪敢单人闯罪恶城堡，确实有些手段。魏轩看着眼前的女人，长得很漂亮，身材又好，关键身上除了那层轻纱，什么都没有，半掩半露，诱人的很。当然，最重要的是，对方身上散发出的魅意很是勾心。刚才这女人出现时，魏轩就感受到了对方危险的气息，也察觉到自己的心神有些失守，于是立刻运转超玄感天赋，并施展了木之假身。至于后续的手段，他也只是尝试性的攻击一下，想看看对方的实力。现在看来，对方实力很强。不过，让魏轩疑惑的是，眼前这女人受了伤，鲜血流淌，这明显跟那些罪恶之庸不同。罪恶之庸确切的说是死亡傀儡，但这个女人好像是活生生的人。奇怪，难道是其他玩家？不对啊，主宰有提示，996区的新手玩家初始只有1000人，但这女人明显不是。难道说，这主宰世界除了他们这些玩家外，还有其他人？魏轩疑惑间也尝试用灵眸查看。罪恶使者，噬心美人，破咒者，等级15级，战力130星，第一命星，已点亮 50%。 秘典魅心魔功。天赋技能特点跳动之心。来历罪恶一族，因与魔物签订契约而被主宰施了禁咒，被困罪恶城堡1000年，等待破解禁咒，爆率 14%。 咦，破咒者，秘典。魏轩有些疑惑，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破咒者这个词。被主宰施了禁咒的就是破咒者。除此之外，还有秘典，也是一个新的发现。不过魏轩来不及过多思考，因为这是新美人已点亮了第一命星，虽然只点亮了 50%， 但也算半颗命星了。难道对方刚才释放出的强大力量就是天地之力？天地之力可与天地共鸣。就在魏轩暗暗谨慎间，忽然一股浓重的杀戮气息从远处席卷，杀戮使者扛着狼牙棒赶了过来。除此之外，地面震动，肥胖的极恶使者也紧随其后。另一处，鬼气魂鸣，婴儿惨叫哭泣，气魂和月二娘也来了。魏轩呈防御之势，紧紧盯着5大罪恶使者。罪恶使者，杀戮破咒者，等级15级，战力135星，第一命星已点亮 50%。 秘典杀戮魔功。天赋技能特点尸山血海。来历罪恶一族，因与魔物签订契约而被主宰施了禁咒，被困罪恶城堡1000年，等待破解禁咒，爆率 14%。 罪恶使者，气魂破咒者，等级15级，战力132星，第一命星已点亮 50%。 秘典万魂魔功。天赋技能特点焚魂夜焰。来历罪恶一族，因与魔物签订契约而被主宰施了禁咒，被困罪恶城堡1000年，等待破解禁咒，爆率 14%。 罪恶使者，极恶破咒者，等级15级，战力133星，第一命星已点亮 50%。 秘典吞食魔功。天赋技能特点深渊巨口。来历罪恶一族，因与魔物签订契约而被主宰施了禁咒，被困罪恶城堡1000年，等待破解禁咒，爆率 14%。 罪恶使者，月二娘破咒者，等级15级，战力131星，第一命星已点亮 50%。 秘典极怨魔功。天赋技能特点毒妇怨婴。来历罪恶一族，因与魔物签订契约而被主宰施了禁咒，被困罪恶城堡1000年，等待破解禁咒，爆率 14%。 查看完这些罪恶使者，魏轩皱起眉头，目中的谨慎难以掩饰。这5大罪恶使者怕是不好对付啊。第63章独占5大罪使。魏轩并没有主动攻击5大罪恶使者。刚才他查看这些罪恶使者，发现无法查看对方的天赋与技能。记得上次无法查看到天赋时，是在藏灵谷副本的血魔身上，但当时无法查看对方天赋，技能却是怨咒。可这次竟连一个技能都没显示。魏轩猜测，无法查看对方天赋技能的原因无非有2个：一，灵眸这个技能本身就存在无法查看的东西；二，对方比较特殊，所以无法查看。不过这5大罪使使者都有特点：跳动之心、尸山血海、焚魂夜焰、深渊巨口、毒妇怨婴，这些特点看着就厉害非凡。魏轩想到进入罪恶城堡时有提示，罪恶城堡危机重重，建议至少10人组队完成任务。当时他想的应该是建议10名普通玩家组队，但现在看来显然不是。如果真的10名普通新手玩家进入这罪恶城堡，即便能击杀那些罪恶之庸，也根本不敌这些罪恶使者。甚至1名罪恶使者
就够10名普通新手玩家受的。不过，魏轩倒也没多畏惧，毕竟他不是普通新手玩家，甚至如基米尔、中川一郎那样的强者，跟魏轩比也根本不够看。当然，这5大罪恶使者也绝非普通的副本 BOSS， 虽然战力是130多星，天赋最高也只是 C 级，可却点亮了半颗命星。有关点名命星的实力究竟如何，魏轩并不清楚。何况这5大罪恶使者还都修炼了秘典。秘典这东西，魏轩也是首次接触，具体怎么回事，有机会得想办法了解一番。就在魏轩暗暗思索时，5大罪使站在了一起。杀戮罪使看了魏轩一眼，向身旁的是星美人道：“这批试炼者只有一个人。”“就一个。”是星美人盯着魏轩点了点头。9级就敢独闯罪恶城堡，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是星，一个9级的试炼者，你至于把我们都叫过来？只有这么一个，不够我杀，也不够我吃。这小体格能帮我生几个孩子？是星美人瞥了其余4使一眼，郑重道：“这小子不简单，你们认真一下，越不简单越好。杀一个不简单的人，总比杀些臭鱼烂虾要强。”杀戮罪使似乎来了兴致，顿时一挥手中的狼牙棒，让我看看这小子有多不简单。顿时，杀戮罪使向魏轩冲去。魏轩不敢怠慢，挥动蛟龙枪迎上，瞬间一道道蛟龙之影袭向杀戮罪使。然而，轰轰轰，却被杀戮罪使用狼牙棒轻松击散。魏轩双目一缩，要说他的蛟龙枪已然不弱，蛟龙之影的攻击也相当厉害，可却被这杀戮罪使轻松击溃，确实很强。不过如此，杀戮罪使击溃蛟龙之影，继续向魏轩攻去。魏轩立刻释放出一道道蛛丝，骤然将杀戮罪使缠住。很快，蛛丝罗网便将杀戮罪使束缚。杀戮罪使有着 C 级力量天赋，但并不擅长速度，而蛛丝纤细透明，若不注意，很容易被缠住。当然，魏轩并不觉得蛛丝罗网会真正束缚住杀戮罪使，但只要延缓对方的攻击足矣。果然，杀戮罪使眼看身上多了一套蛛网，顿时皱眉，下一刻激发力量天赋一撑，身上的蛛丝罗网破碎。也就这时，魏轩的攻击早已临近，一道道金枝剑刃于杀戮罪使前回旋，继而快速凝聚成一个巨大的虚幻神像，正是无相剑阵。以魏轩现在的实力，可凝聚出72道金枝剑刃。72道金枝剑刃凝聚成的神像，威力无比惊人。却见虚幻神像散发出惊人的气势，手中大剑骤然朝杀戮罪使斩下。此刻杀戮罪使刚破开蛛丝罗网，猝不及防间，眼看巨大的虚幻神像斩来，立刻大喝：“天地怒击！”顿时，杀戮罪使身上爆发出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似与天地产生了共鸣。魏轩倒也不陌生，此前是星美人也释放过，猜测没错的话，这应该就是天地之力。轰轰轰！杀戮罪使手中的狼牙棒挥动出天地怒击，与无相剑阵形成的虚幻神像大剑碰撞在一起，顿时能量四溢，轰鸣震动。3秒后，杀戮罪使被虚幻神像的大剑弹开，身形爆飞出去，与另外4大罪使身前踉跄着稳住身形，脸色无比狰狞。他的嘴角隐有鲜血流出，显然在刚才的碰撞中，杀戮罪使落了下风。但无相剑阵形成的虚幻神像也散去，形成72道金枝剑刃于魏轩周身回旋。魏轩暗暗心惊，只点亮半颗命星就这么厉害，如果命星全点亮，岂不是更加变态？此刻，另外4名罪使见杀戮罪使被击退，再也没有了刚才轻松的表情，而是一个个凝重起来。气魂罪使，这小子什么来头？月二娘，按时间推荐，这批试炼者进入主宰世界最多也就3天，3天升到9级不算什么，战力突破第1极限也不奇怪，但实力这么强悍的就少之又少了。极恶罪使，难道是高维世界的试炼者？是星美人？不可能，我们所在的这一界只是一个低维世界。魏轩听到对方所说，顿时皱眉。高维世界？低维世界？操，不理解啊！杀戮罪使，这试炼者战力突破第1极限了，但应该还没点亮命星。气魂罪使，先杀了这小子，破解我们的禁咒再说。一起上！陡然，5大罪使一齐朝魏轩攻去。来吧！魏轩战意盎然，立刻分出4道分身，2道土之分身，1道水之分身，1道冰形态分身。2道土之分身分别对上气魂与极恶，水之分身迎上月二娘，冰形态分身迎上是星美人，本体则继续对战杀戮罪使。轰轰轰！一时间，战斗能量扩散，轰鸣不断。魏轩各种手段层出不穷，时而火焰释放，时而枯藤缠绕，时而冰水覆盖，时而土墙抵挡，甚至连血爆和血刺都用上了。鬼蛛魂骨更是开启，战的5大罪使暗暗心惊，这个试炼者
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实力？但他们也非弱者，随着天地之力释放，也是施展着各种手段。然双方交战数十个回合后，已然越发机灵，但魏轩却根本无法击杀这些罪使使者，罪恶使者也无法在魏轩身上取得便宜。似乎是不耐烦了，气魂立刻一声大喝：“分魂！”陡然，以气魂罪使为中心，顿时升腾起一片黑色火海，火海之上，一缕缕魂魄悲鸣凄泣，仿佛一片炼狱。随着焚魂炼狱的出现，与气魂交战的土之分身随之溃散。第64章罪恶结界。随着气魂释放出大招，极恶罪使也紧随其后。一张巨大的深渊之后赫然出现，深渊巨口一出，顿时将另一个土之分身也吸了进去。月二娘也放了大招，只见其将抱着的怨婴抛出，那怨婴骤然变大，竟形成了一个面部狰狞可怖的巨婴。那巨婴不断哭泣，但眼泪却是墨绿色的毒素，落在水之分身上，立刻将水之分身融化。是新美人的上空则出现了一颗血淋淋的巨大心脏。砰！巨大的心脏跳动了一下，冰形态分身竟也随之膨胀，随即炸开。最后是杀戮罪使，周身竟出现了一片尸山血海，尸山涌动，血海翻腾。魏轩想都没想，立刻施展土遁，可他的身影刚一消失，顿时气魂周身的那片黑色火海翻涌，一道道凄惨之魂竟没入地底，向魏轩追去。魏轩心头一惊，立刻催动御风靴，又施展瞬影和急速跳跃拉开距离，继而土遁转换为木遁。这罪恶城堡内有不少房屋建筑，包含金与木，如此一来，魏轩就能很好的在土遁、木遁、金遁之间切换自如。魏轩施展土遁时，气魂便操控那些魂魄展开追击；施展金遁时，极恶罪使的深渊巨口竟吐出一片腐蚀之酸，瞬间将那处石料腐蚀。切换成木遁，杀戮罪使的血海便将那处木料覆盖，可渗透其中，对他攻击。遁法不行啊！魏轩大急。五大罪使似乎能感应到他的遁法位置，从而用各种手段对他攻击。若非他有超玄速天赋，再加上御风靴、瞬影、急速跳跃的支持，恐怕早已被攻击到。可即便如此，也让他有些狼狈。直到片刻后，魏轩与五大罪使拉开距离，看着那尸山血海、焚魂炼狱、深渊巨口、跳动之星、巨大怨婴，魏轩隐隐有些心悸。该死的试炼者，不得不承认，你手段真多。气魂紧紧盯着魏轩，面色阴沉。另外4名罪使也带着不耐烦的表情，他们在这罪使城堡守了1000年，从没有试炼者能这么难对付过。即便有次20人组队的试炼者闯入这罪恶城堡，也只是极恶、月二娘、是新美人3人将他们轻松团灭。可这次他们5人一起出手，甚至动用了天地之力，也没能拿下眼前这试炼者，逼得他们不得不施展大招。就算手段再多，今日也得葬身于此。杀戮罪使周身杀气席卷，大喝道：“罪恶结界！”顿时，那片尸山血海顿时向魏轩覆盖而去，强大的杀气弥漫，魏轩竟内心有种恐惧之感。他本可以躲闪，但眼睁睁看着那片尸山血海临近，魏轩这才反应过来，避无可避，魏轩只好选择硬抗。其实，就算魏轩想躲，也躲不开了。五大罪使的手段并不少，何况如果不硬抗，一直躲闪根本不是办法。而且他想完成任务，必须得击杀这5大罪使才行。所以魏轩选择跟这5大罪使的大招碰撞一番。此刻，随之尸山血海将魏轩覆盖，那一具具尸体开始向魏轩展开攻击。血海翻腾之下，仿佛对那些尸体有所加持。除此之外，气魂的焚魂炼狱也迅速袭来，与尸山血海配合着击杀魏轩。不止如此，是新美人的跳动之心、极恶罪使的深渊巨口、怨二娘抛出的巨大怨婴，纷纷将魏轩包围。这些手段仿佛自成一界，令魏轩身临其境。好诡异的手段！魏轩皱眉，这难道就是结界？此刻，魏轩已经看不见5大罪使了。确切的说，他好像被卷进了一个灾难世界。这个世界一半是翻腾的尸山血海，一半是焚魂炼狱。上空，一颗血淋淋的巨大心脏和深渊巨口仿佛日月。对面是一个巨大的怨婴，面部狰狞可怖，哭泣间不断有毒素弥漫。魏轩有种感觉，想要击杀5大罪使，必须得冲破这个世界。而冲破这个世界的关键，便是碎心脏、毁巨口、斩尸山、断血海、灭炼狱、杀怨婴。除此之外，似乎别无他法。此刻5大罪使站在一起，满脸得意。在他们身前是一个充满罪恶之气的阵法世界。当然，从外面来看，这个世界只有一片足球场那么大。可5大罪使深知，一旦被这个罪恶结界卷入，就不可能再出来。这正是他们5人施展的大招融合在一起后制造出来的。1000年来，他们5个的目的都很明确：击杀试炼者，
破解身上的咒印。所以这1000年来，他们将各自的技能不断融合，便形成了这罪恶结界。不过这罪恶结界他们很少用来对付其他试炼者，因为根本用不着，而且即便用，也只是2人或3人来。像这次他们5人一起制造这罪恶结界的情况，这是第一次。实在是他们觉得这次的试炼者太过不简单，手段层出不穷，若不出全力将会十分麻烦。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击杀了999个试炼者，只要把这次的试炼者杀了，他们就能破解身上的咒印，重新获得主宰光屏的使用权，从而继续升级。这试炼者能死在我们的罪恶结界中，也算值了。气魂罪使盯着眼前的罪恶结界说道。他们看不到罪恶结界内的情况，但却自信可以击杀任何试炼者。不知道这小子能挺多久？杀戮罪使说道。绝对不可能超过1刻钟。哎，本来还想让这批试炼者帮我生些孩子呢，没想到只有1个，还让我们不得不动用罪恶结界。这下好了，生不了孩子了，我的人肉也吃不成了，我的心脏也没了。只要能破解我们身上的咒印，离开这罪恶城堡后，想生多少孩子生多少孩子，想吃多少肉就吃多少，心脏魂魄也不会缺。说的也是，哈哈。一时间，5大罪使已经想好破解身上咒印后的情景，于是就站在罪恶结界前，等待里面的试炼者被诛杀。而此刻，魏轩在罪恶结界内也确实陷入了无比被动的凶险当中。第65章死亡笼罩。罪恶结界内，那些尸山化作一具具阴尸，疯狂朝魏轩攻去。后方，炼狱中的无数阴魄也携带着黑色烈焰冲向魏轩。除此之外，深渊巨口和跳动之心也诡异森森。那巨大的怨婴更是不断哭泣，泪是毒素，且那哭声令魏轩很是不适。杀！魏轩也不再多想，眼下这局面唯有一个字：杀。一时间，魏轩挥动蛟龙枪，72道金之剑任回旋，轰轰轰！战斗波动扩散，轰鸣声回荡。那一具具阴尸虽实力一般，但一来不是活物，悍不畏死；二来数量太多，又有血海加持，十分麻烦。只见一具阴尸从后方冲来，刚一临近魏轩，就被魏轩释放出的鬼蛛魂骨刺穿。但那阴尸并没有就此毙命，反而更加疯狂地抓向魏轩。操！魏轩心头一惊，好在那具阴尸抓来之际，猎魔铠甲的防御罩开启。其实就算没有猎魔铠甲的防御罩，以魏轩如今全身的抗性和防御力，再加上硬化技能，这些阴尸根本伤不到他。不过时间长了，对他的消耗很大，而且阴尸数量太多，轮番攻击他也顶不住。此刻魏轩眼看那具阴尸被刺穿身体而不死，顿时皱起眉头。但他经验丰富，很快便发现了这些阴尸的破绽。头颅，想要彻底击杀这些阴尸，必须得攻其头颅。当下一道金之剑刃回旋，划穿那具阴尸的脖子，头颅随之落下。阴尸彻底死亡。击杀阴尸获得能量加128，猎魔值加65。咦？魏轩愣了一下，没想到击杀这些阴尸还有能量值和猎魔值，这让魏轩不禁施展灵眸，查看了一番那些阴尸。邪物阴尸，等级10级，战力78星，来历曾经的试炼者被杀戮罪使击杀后，以魔功炼为阴尸。邪物阴尸，等级9级，战力70星，来历曾经的试炼者被杀戮罪使击杀后，以魔功炼为阴尸。邪物力尸，等级11级，战力90星，天赋超狂力1级，来历曾经的试炼者被杀戮罪使击杀后，以魔功炼为力尸。咦，力尸具备天赋？魏轩这才注意到，在大量的阴尸之中，有极少部分的阴尸戾气很重，且青面獠牙，更加恐怖。想来这应该就是力尸了。魏轩想了想，这些阴尸既然都是试炼者，那应该是和自己一样的，所以具备天赋并不奇怪。估计只有被杀戮罪使炼成力尸后，才能保留生前的天赋。不过力尸应该很难炼成，所以数量少之又少。此刻魏轩一边击杀阴尸，一边暗暗在脑海中思绪。可很快他就不敢多想了，因为更多的阴尸向他冲了过来，甚至另一边的大量阴魄也冲向魏轩。魏轩目中寒芒一闪，一部分金之剑刃迎向那些阴魄。可让魏轩没想到的是，金之剑刃竟然从那些阴魄的身体中穿过，根本攻击不到。魂体！魏轩皱眉间立刻分出水之分身、土之分身、冰形态分身，杀向那些阴尸和阴魄。对付那些阴魄，显然物理攻击没用，即便是那些阴魄身上的黑色烈焰，竟也是虚幻的。魏轩只好动用特殊手段，当即冰形态分身释放出一片寒气，骤然将一些阴魄冰冻。除了寒冰手段外，魏轩更是施展了石化技能。赫然，大片阴尸和阴魄被石化，随即蛟龙之影横冲直撞，
将那些被冰冻以及石化的阴尸阴魄击杀。击杀阴尸获得能量加125，猎魔值加60；击杀阴魄获得能量加117，猎魔值加55。阴魄也可以获得能量和猎魔值。魏轩暗暗惊喜，同时也再次施展灵眸查看那些阴魄。邪物阴魄，等级10级，战力75星，来历曾经的试炼者被气魂罪使击杀后，以魔功炼为阴魄。邪物厉魂，等级11级，战力92星，天赋超狂速1级，来历曾经的试炼者被气魂罪使击杀后，以魔功炼为厉魂。果然，这些阴魄当中也有极少部分具备天赋的厉魂。魏轩有些兴奋，一时间陷入了疯狂的战斗当中，各种手段齐出。然而，这种手段齐出的状态没持续多久，魏轩便渐渐感觉疲惫。毕竟不断施展各种手段，对身体的消耗是巨大的。虽然他有精品烤肉恢复，但随着等级和实力的提升，精品烤肉对身体恢复的功效越来越小。以眼下的情况，精品烤肉根本不足以支撑他的战斗状态。再看那些阴尸阴魄的数量，依旧很多。更糟糕的是，远处那巨大怨婴似乎见魏轩在大杀特杀，于是哭得更厉害了。这时，怨婴的哭泣比先前更加刺耳，而且这种哭泣回荡间仿佛有股魔力，竟让魏轩心神不宁，甚至有种悲痛欲绝的冲动。好诡异！魏轩屏息凝神，只好全力克制。但如今他本身就疲惫，再分出精力克制那种悲痛欲绝之感，无疑是雪上加霜。然而，更诡异的是，此刻天空上那颗血淋淋的巨大心脏忽然跳动了一下。砰！心脏跳动的瞬间，整个结界似乎也跟着跳动了。魏轩的心脏也不例外，剧烈起伏的一时间，整个心仿佛要跳出来，使他天旋地转，眼前恍惚而迷乱。砰！巨大的血淋淋心脏再次跳动，魏轩身上的负面效果更加严重。也就这时，一些阴尸阴魄向魏轩袭来，伴随着心脏的跳动，魏轩根本无法躲避。嗡！猎魔铠甲的防御罩自动开启，抵挡住了那些阴尸阴魄的攻击。然而，空中的深渊巨口却在这时吐出大片墨绿色的唾液，直接将魏轩覆盖。那墨绿色唾液落在猎魔铠甲的防御罩上，竟开始腐蚀防御罩。这深渊巨口的唾液居然是腐蚀之酸！该死！魏轩极力克制着这一切。如今他已明白，在这结界内，5种手段已经能相互配合。阴尸阴魄胜在数量，跳动之心可让人产生负面效果，失去战斗力。深渊巨口有腐蚀之酸，巨大怨婴的哭泣也十分诡异。这一刻，魏轩陷入了全面的被动当中，甚至隐隐感觉到了死亡的笼罩。第66章光之精灵。魏轩快速在脑海中想着应对之策。目前来看，先解决跳动之心最为关键，其次是深渊巨口和那怨婴。至于阴尸阴魄，只是胜在数量，但以自己如今的手段，击杀起来并不难。可如果任由跳动之心和深渊巨口以及那怨婴干扰作乱，他很难做到击杀这些阴尸阴魄。想清楚这点，魏轩立刻一跃而起，直奔那跳动之心攻去。然而，砰！跳动之心再次跳动，但魏轩早有准备，强忍着心脏要跳出来的各种负面效果，直奔那跳动之心。可眼看就要成功时，那巨大的怨婴却忽然出现在跳动之心前，骤然哇地发出一声剧烈的悲泣惨叫。此声瞬间让魏轩头痛欲裂，脑袋似要炸开一般。偏偏那怨婴悲泣惨叫间，泪水竟形成一道道毒箭，向魏轩刺来。魏轩虽有毒抗，可也不敢硬挨毒箭，立刻向后暴退。但那怨婴的手段远不止哭泣，似乎哭泣只是一种被动状态。此刻那怨婴哭得越厉害，面部就越狰狞，如陷入愤怒的疯狂当中，巨大的拳头竟直接向魏轩砸来。而且这怨婴的手臂竟能随着魏轩的躲闪而延伸。好在魏轩在速度上还没输过，直接催动御风靴加瞬影，配合急速跳跃与怨婴拉开距离。砰！巨大的拳头落在血海上，令血海波涛汹涌。操！魏轩此刻浑身不适，身上的负面效果很多。刚才本想先解决掉那跳动之心，但他的想法显然有些简单了。自己越接近跳动之心，那巨大心脏跳的就越厉害。而且那巨婴站在深渊巨口和跳动之心中间，似乎在刻意保护。关键那巨大的怨婴也十分厉害。邪物怨婴，等级13级，战力150星，天赋技能来历被怨二娘杀死的万千幼婴以魔功炼制而成，战力竟是150星。魏轩记得5大罪使的战力才130多星，可这怨婴的战力竟有150星，而且这怨婴竟是怨二娘杀死万千幼婴后以魔功炼制而成，此行为天诛地灭。魏轩来不及多想，
此刻大量阴尸阴魄又向他冲来，跳动之心仍在跳动，深渊巨口也喷出腐蚀之酸，怨阴的哭泣也越发剧烈。本就精力匮乏的魏轩被各种负面效果加深，很难再应付这些阴尸阴魄。怎么办？魏轩大脑快速运转，直到那些阴尸阴魄冲来，魏轩再一次用速度拉开距离，只能用这招了。当下，魏轩不再犹豫，立刻又释放出水、土、冰三道分身，同时也动用了木之假身，本体则施展水遁于血海中。直到片刻后，水、木、冰三道分身溃散，阴尸阴魄似察觉到了魏轩的藏身之处，纷纷涌去。可就在这时，魏轩的身形于血海上空显现，继而一声大喝：“森林之雨！”没错，魏轩如今能想到的只有这招。此乃木之天赋进化成 C 级时所觉醒的技能，不过因为前摇时间太长，再加上消耗巨大，所以魏轩从没使用过。当然，确实也用不着。但眼下在这结界内，逼得魏轩不得不施展这森林之雨。刚才释放分身，只是为了给施法拖延时间。此刻，随着魏轩大喝森林之雨，顿时血海之中一根根巨木拔天而起，无论血海还是炼狱，皆被覆盖。很快，整个罪恶结界便被森林取代。除此之外，在这片森林中还出现了一只又一只精灵。这些精灵蓝身碧眼，长得很是美丽，耳朵尖长，大都手持弓箭。魏轩有些欣喜，这森林之雨有群体增幅加治疗的效果，但召唤精灵只是几率性的。没想到自己第一次施展就出现精灵了，而且随着森林之雨的出现，他本来疲惫的身心瞬间得到了恢复。甚至其中一只身上泛着光芒的精灵看了魏轩一眼，直接释放出的一道光芒将魏轩覆盖。顿时，魏轩身上的各种负面效果统统消散。这是……魏轩大喜，赶忙用灵眸查看这些精灵。一族光之精灵，战力155星，天赋光之操控地级，技能净化，特性美丽、善良、光合作用，被召唤。光之净化，魏轩嘴巴都笑开了。这些精灵正好都是光之精灵，刚才解除他身上负面效果的光，肯定就是净化技能了。很好，杀！魏轩一声大喝，首当其冲，直奔那些阴魂阴魄而去。那些光之精灵也展开了攻击，他们主要的攻击手段是射箭，但都是光芒之箭。这些光芒之箭正好可以克制那些阴魄。轰轰轰！魏轩大杀特杀，光之精灵的光芒箭也不断击杀着那些阴魄。这时，砰！那颗跳动之心再次剧烈跳动起来，但魏轩的身上提前被一层光芒包裹，进化不断，已然不受影响。而且在森林之雨的增幅下，他的战力至少翻了1倍。杀这些阴尸阴魄如砍瓜切菜。当然，也有一些光之精灵开始对空中的巨大心脏和深渊巨口展开攻击，可却都被怨阴挡了下来。而且深渊巨口的腐蚀之酸也相当厉害，喷吐之下竟让一些光之精灵消散。又过片刻，深渊巨口竟发出一股吸力，一些光之精灵骤然不受控制的向那深渊巨口飞去，仿佛要被对方吞掉。魏轩见状，心头一惊，金属磁场。金属磁场有排斥和相吸的作用。此刻魏轩将自己和光之精灵都制造成正极，立刻将那些光之精灵吸到了自己身边，躲过了被深渊巨口吞掉的一劫。这深渊巨口的吞噬之力很强，但应该有冷却时间。魏轩趁此立刻加大对阴魂阴魄的击杀，尤其是那些厉魂厉尸。击杀阴尸获得能量加128，猎魔值加65；击杀阴魄获得能量加117，猎魔值加55；击杀厉尸获得能量加135，猎魔值加66；击杀厉魂获得能量加136，猎魔值加67。当然，魏轩的目的并非将这些阴尸阴魂杀尽，而是想从厉尸厉魂身上提炼属性以及有用的天赋。所以在击杀掉那些厉尸厉魂后，他利用速度优势对那些厉魂厉魂一一提炼。提炼厉尸成功，获得力量加65，一级超狂力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级超玄力天赋，正在与一级超狂力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超玄力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20%。提炼厉魂成功，获得敏捷加66，一级超狂速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级超玄速天赋，正在与一级超狂速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超玄速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20%。提炼厉魂成功，获得精神加65，火抗加44，一级火焰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一级火焰天赋，2次一级火焰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一级火焰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20%。提炼厉尸成功，获得体力加62，精抗加42，地级精之天赋。
检测到你已具备地级金之天赋，2次地级金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金之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魏轩且杀且提炼。要说这些力师力魂大部分都是E级，也有少部分的 F 级具备地级天赋的少之又少，但这些力师力魂都是曾经和他一样的试炼者，所以肯定有比较厉害或者罕见的天赋。果然，片刻后，魏轩终于发现了一个很不错的地级天赋。第67章雷霆万钧。罪恶城堡，5大罪恶使者正站在结界前焦急地等待着。如今1刻钟早已过去，杀戮罪使显然有些不耐烦了，里面的试炼者怎么还没死？气魂罪使也面色难看，没想到这次的试炼者手段这么多，居然能在我们的罪恶结界内坚持这么久。是星美人，幸亏我们提前动用了结界，否则还真不好击杀那试炼者。月二娘，放心，那小子进了我们的罪恶结界，就算他手段再多，也不可能有生还的余地。极恶罪使想了想也说道，二娘说的没错，有杀戮老哥的阴尸配合气魂的阴魄，再加上二娘的怨阴，那小子不可能应付得了。何况还有是新的跳动之心和我的深渊巨口，一个才9级的试炼者，就算手段多些，又能有多大本事？杀戮和气魂点了点头，的确如此，一个才9级的试炼者而已，根本不可能在他们的罪恶结界内生还下来。他们之所以着急，主要是迫切想解除身上的咒印。千年来，他们杀了999名试炼者，只差在击杀这最后1名，却搞得这么麻烦，难免有些急切。当然，急归急，但他们对罪恶结界有信心，绝对可以让那试炼者葬身在里面。于是5大罪恶使者继续等待着。罪恶结界内，魏轩不断寻找力师力魂击杀，从而提取他们的属性和天赋。此前有跳动之心和深渊巨口以及怨阴悲泣的干扰，他很难击杀阴尸阴魄。但如今施展森林之雨，不仅能增幅战力和恢复精力，更有光之精灵掩护，并为他套上了净化光环，倒是给他制造了很少的战斗环境。击杀阴尸获得能量加128，猎魔值加65；击杀阴魄获得能量加117，猎魔值加55；击杀力师获得能量加135，猎魔值加66；击杀力魂获得能量加136，猎魔值加67。提炼力师成功，获得力量加65，一级超狂力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级超旋力天赋，正在与一级超狂力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超旋力天赋不变，强度提高 20%。提炼力魂成功，获得敏捷加66，一级超狂速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级超旋速天赋，正在与一级超狂速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超旋速天赋不变，强度提高 20%。提炼力魂成功，获得精神加67，毒抗加45，一级毒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一级毒天赋，2次一级毒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一级毒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20%。提炼力师成功，获得体力加64，土抗加43，地级土之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级土之天赋，2次地级土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土之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魏轩一边杀一边提炼，但提炼的天赋基本都是他目前所具备的，实力倒是在不断增长，可想要摧毁跳动之心和深渊巨口以及那怨阴却并不容易。直到片刻后，魏轩发现了一个力师所具备的地级天赋是他没有的，而且相当不错，这让魏轩眼前一亮，骤然向那力师杀去。很快，击杀力师获得能量加138，猎魔值加67；提炼力师成功，获得力量加66，雷抗加45，地级雷之天赋。嗡！骤然，紫色光束顺着魏轩头顶落下。雷之天赋，此天赋让魏轩欣喜万分。要说他如今的手段虽然众多，可真正威力强横的却不多。金之剑刃形成的无相剑阵算一个，蛟龙枪的威力虽然也不错，但真要对上类似杀戮罪使那样的对手，就有些稍逊了。当然，火焰天赋在元素属性中也是不弱的，金主杀伐，但金属性攻击更多的是点和线，而火焰却能群体焚毁。只是一直以来，魏轩的火焰天赋只是1级，威力还是有所欠缺的。然而此刻获得了雷之天赋，倒是补足了这一切。雷霆灭世既有金属性的点线杀伐，又有火焰的群体毁灭，最重要的是雷电几乎能克制一切，威力霸道强横且又直接。此刻魏轩获得雷之天赋后，身上骤然有雷电出现，那些冲过来的阴尸阴魄见状，竟罕见的不敢上前。这就是雷系，克制阴尸阴魄。当然光属性倒也可以，但并没有雷系来的霸道直接。滋滋滋，魏轩周身雷电弥漫，
此刻仿佛雷霆战神。也就这时，砰砰砰，空中的巨大心脏开始剧烈的跳动，四野对魏轩身上的雷霆产生了畏惧，那深渊巨口更是再次释放出吞噬之力。找死！魏轩这次不闪不避，任由那股吞噬之力将自己覆盖，向那深渊巨口飞去。可眼看就要临近深渊巨口时，一道道蛛丝缠住了森林中的树木，使魏轩停在了空中。紧接着，魏轩一声大喝，身上的雷霆骤然攻向那深渊巨口。一旁的怨婴见状，似乎想要阻，伸手向雷霆抓去。然而，轰轰轰！那怨婴抓向雷霆的手直接断毁，发出更加凄厉的哭泣。其余雷霆钻进那深渊巨口中，顿时深渊巨口表面被雷霆覆盖。痛击！魏轩又施展痛击，落在那深渊巨口上。下一刻，滋滋滋，砰！深渊巨口骤然炸开。恭喜，您成功摧毁深渊巨口，获得能量加300，猎魔值加155。砰砰砰！巨大的心脏跳得更加剧烈，怨婴的悲泣声也愈发凄惨。即便身上有净化光环，魏轩也感到所有不适，强忍着负面效果，魏轩又朝跳动之星冲了过去。这时，那巨大的怨婴发出巨大的悲泣声，身上竟长出万千婴儿的脑袋，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怨念之力。但威力此刻势不可挡，精神念咒，骤然，一股股无形的精神之力爆发。精神念咒有2大效果：一、精神之刺，可令目标晕眩乃至头痛欲裂；二、精神束缚，可用精神束缚目标。此刻，随着一股股精神之力攻向怨婴，对方的哭泣声立刻停止，取而代之的则是痛苦的挣扎。见状，魏轩立刻释放雷霆之力于蛟龙枪上，随即抛出，轰隆隆，蛟龙枪上遍布雷霆，快速刺向那怨婴。受精神念咒影响的怨婴头痛欲裂，甚至产生了眩晕效果，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直接被蛟龙枪刺穿身体。滋滋滋，怨婴睁大眼睛，身上被雷霆覆盖。下一刻，他没再悲泣，脸上的狰狞也消失，甚至魏轩也有些恍惚，因为那巨婴身上的万千婴儿头颅都露出了解脱的笑容。轰！在雷霆的攻击下，巨大的怨婴骤然崩溃消散。恭喜，您成功击杀怨婴，获得能量加300，猎魔值加155。魏轩微微叹了口气，但也没过多感慨，而是再次释放雷霆之力，攻向那颗跳动之星。第68章，命星融合。没有了深渊巨口和怨婴的影响，再加上魏轩身上有净化光环，所以用雷霆击杀跳动之星也相当容易。只见一道道雷霆将跳动之星覆盖。下一刻，砰！跳动之星也随之炸开。恭喜，您成功击碎跳动之星，获得能量加300，猎魔值加155。接下来就是你们了。魏轩看向那些阴尸阴魄，继而运转雷之天赋，并双手掐诀，施展起了范围性技能雷霆风暴。此技能乃魏轩在藏灵谷副本的玄水地牢中获得，也是他目前攻击范围最大的技能。本来是玄水风暴，但后来魏轩将毒元素和水元素融合，形成了玄毒风暴。此后，魏轩又分别用火焰和冰形态施展此风暴，效果相当不错。如今对此技能，魏轩已经很熟悉了，运转之下，无论配合哪种天赋属性都可施展。这也是魏轩在战斗中不断摸索出来的，天赋和技能是可以相互融合的。当然，这种融合很需要磨合，而且也不是哪种天赋和技能都可以融合成功，比如火和木融合就很难。除此之外，融合天赋或技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而且是短暂性的。如果是其他人，在战斗中很难做到这点，毕竟不是谁都像他一样掌握好几种分身和盾法的。当然，别人也不可能像他一样有这么多天赋和技能。不过，若是有天赋融合符就另说了。天赋融合可将2种或多种天赋进行融合，这种融合可是永恒的。一旦融合，或许2种天赋就可切换自如。魏轩觉得，既有天赋融合符，那应该也有技能融合符吧？如果有的话，那魏轩对天赋和技能融合符还是很期待的。他的天赋和技能已然不少，以后还会越来越多。如果将这些天赋和技能融合的话，威力和效果必然会有质的提升。当然，此刻不是多想的时候。魏轩已然将雷霆风暴运转成功。吱吱，轰隆隆，骤然，强大的雷霆风暴于魏轩身前形成，立刻向那些阴尸阴魄席卷而去。击杀阴尸，获得能量加127，猎魔值加64。击杀阴魄，获得能量加123，猎魔值加60。恭喜，您的猎魔等级提升至8级，4维属性加80，奖励猎魔勋章 X10。恭喜，您的等级提升至10级，4维属性加90。随着雷霆风暴的席卷，那些阴尸阴魄几乎被摧枯拉朽的击杀。
自身等级和猎魔等级也双双提升。从魏轩获得雷霆之力到摧毁深渊巨口、怨婴、跳动之心，此刻又用雷霆风暴屠灭阴尸阴魄，这前后根本没用多长时间。结界外，五大罪使本来正焦急地等待着，但很快他们一个个便冷笑起来。是星美人，刚才我感应到了，我的跳动之心已经对那试炼者制造了很大的负面效果。极恶罪使，没错。月二娘，我的怨婴也开始对那试炼者展开攻击了。气魂罪使，看来那试炼者很快就不行了。杀戮罪使，我们等待了上千年，破咒就在今日。五大罪使一起大笑起来。然而他们正得意间，忽然是星美人俏眉一皱，不对，那试炼者好像又开始反攻了。月二娘，怕什么？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极恶罪使，没错，我话还没说完，极恶罪使便忽然面色大变，紧接着噗的喷出一大口鲜血。我的深渊巨口被摧毁了！什么？另外4名罪使全都一惊，深渊巨口被摧毁，这怎么可能？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月二娘又脸色一变，同样喷出一抹鲜血。我的怨婴，我的怨婴！是星美人紧随其后，我的跳动之心也没了。不可能，这杀戮罪使和气魂罪使正难以置信间，竟也双双喷血为你。这一刻，五大罪使纷纷心惊，看向罪恶结界。下一秒，他们眼前的罪恶结界竟发出咔嚓咔嚓声，接着砰的一声碎开，轰隆隆，滋滋滋。魏轩手持蛟龙枪，浑身布满雷电，金之剑刃更是于身前不断回旋。你，这不可能！五大罪使无比震撼，他们敢肯定，眼前这试炼者比刚才还要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该结束了。魏轩气势睥睨，挥动蛟龙枪，立刻出现一道道蛟龙之影，夹杂着雷霆之力，攻向五大罪使。72道金之剑刃紧随其后，其上同样有雷霆，正是金天赋和雷天赋的暂时融合。不好！五大罪使全都大惊，赶忙抵挡。轰轰轰！战斗波动溃散，五大罪使渐渐落了下风，直到最后分别被蛟龙之影和金之剑刃击退，再次喷出鲜血，狼狈不堪。他们神情狰狞，心有不甘。我们等待了上千年，击杀了999名试炼者，只差你这最后一个就能解咒，为什么？为什么？五大罪使愤怒咆哮。魏轩眉头一皱，什么是破咒者？什么是试炼者？还有，你们修炼的秘典是什么？这是魏轩心中的疑惑，想从这五大罪使口中得知一些信息。然，魏轩的话倒是提醒了他们。哈哈，这小子果然还没点亮命星，用命星杀他！要说五大罪使最大的倚仗，就是杀戮罪使的尸山血海，气魂罪使的焚魂炼狱，极恶罪使的深渊巨口，是星美人的跳动之心，以及怨二娘的怨婴。如今这五大倚仗已被魏轩破掉，但得知魏轩并没有点亮命星后，他们又多了一个倚仗——命星。当即，五大罪使的身上忽然爆发出一股神秘力量，与天地共鸣间，一颗拳头大小的物体出现。那物体虽然不大，却散发的气息却令魏轩皱眉。定睛一看，竟是一颗拳头大小的星辰。不过，这5个星辰都只亮了一半，另一半还是灰色。这应该就是五大罪使点亮半颗的命星了。此刻，随着5个点亮一半的命星出现，竟骤然开始融合。嗡！很快，一颗完整的命星形成，通体漆黑，散发着浓浓的罪恶魔气。这正是五大罪使的第2手段，将他们各自的命星进行融合，以魔功形成这颗罪恶魔星。尽管动用此手段后会让他们重伤，进入虚弱状态，但只要能击杀这试炼者，自损1000又何妨？嗡嗡嗡！在五大罪使的催动下，罪恶魔星开始急速旋转。这一刻，天地真正的与之共鸣，风云色变。杀！五大罪使大喝间，那罪恶魔星带着滂沱的天地之力飞向魏轩。见状，魏轩毫不犹豫地抛出带着雷霆之力的蛟龙枪，同时又是一道道金之剑刃出现，72道、73道、81道、100道。此前魏轩已然可以释放出72道金之剑刃，极限可释放出80道。但刚才在结界内，他提炼了不少属性，且等级也提升，更提炼出了3个金之天赋。虽说金之天赋没能进化成 C 级，但强度却增加了不少。所以现在他能释放出的金之剑刃足有100道，可并非极限。魏轩咬牙运力，极限之下，直接100释放出了108道金之剑刃。108道金之剑刃携带着雷霆之力，骤然形成了无相剑阵。巨大的虚幻神像出现，手持巨剑，散发着威严与肃杀，其身上更是有雷霆之力游走，仿佛雷霆剑神。也就这时，蛟龙枪临近那罪恶魔星。让魏轩惊喜的是，
那蛟龙枪骤然化作一条巨大的蛟龙。此蛟龙并非实体，但也不是虚幻之影。如果蛟龙魂，好！蛟龙魂发出一声咆哮，夹杂着雷霆之力，立刻形成绞杀之意，天地仿佛都要被撕裂。正是蛟龙枪的暴击效果。下一刻，蛟龙魂与金之神像夹杂着雷霆之力，同时与那罪恶魔星碰撞在一起。第69章变化。轰轰轰！蛟龙枪因暴击所化的蛟龙魂，由108道金之剑刃的无相剑阵形成的巨大神像，再加上雷霆的附加效果，威力堪称强悍到了极致。与那罪恶魔星碰撞在一起后，天地震动，能量扩散，使整个罪恶城堡的房屋建筑不断塌陷。余波爆炸间，魏轩感受到蛟龙抢化作的蛟龙魂骤然崩溃，无相剑阵所形成的神像也很快消散。魏轩身形倒飞出去，噗地喷出一抹鲜血。然而由罪恶魔星所释放的天地之力还没结束，直接将魏轩覆盖。猎魔铠甲的防御罩自动开启，但很快便碎裂。好在猎魔铠甲能抵挡 50% 的致命一击，抵消了不少伤害，可剩下的 50% 伤害依旧超然。硬化超玄体天赋开启，各种抗性在这一刻全面运转。趁着防御抵消间，魏轩毫不犹豫地开启了无敌金身。嗡！金光闪烁，魏轩保住了一命。3秒过后，战斗余波渐渐消失，魏轩再次咳出一抹鲜血，精神萎靡，但却第一时间施展治疗技能，快速恢复着伤势。这就是点名命星后的天地之力吗？魏轩暗暗心惊，这次若非自己防御手段众多，恐怕真要栽在这里了。没有多想，魏轩起身向5大罪使走去。虽然刚才魏轩险些交代在这里，但5大罪使更好不到哪儿去。此刻5大罪使瘫倒在地，已然虚弱到站不起身的地步了。眼看魏轩向他们一步步走来，5大罪使全都瞪大了眼。不，这不可能！你明明没有点亮命星，为什么能抵挡住天地之力？能抵挡住就算了，可这试炼者此刻居然还能站起身，而且看样子还有战斗力。一个低维世界的试炼者才进入主宰世界不到3天，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强的实力？万恶的主宰，我们明明已经击杀了999名试炼者，就差最后一个，为什么要让我们失败？为什么？我不甘心，不甘心啊！正如他们所言，已然击杀了999名试炼者，偏偏这最后一个却让他们失败了，如何能甘心？这让他们想起上次试炼者进入罪恶城堡的情况，就只差1人。如果能再多1人，那上次他们就破咒成功了。要怪，只能怪运气不好。不过，魏轩也没给他们太多懊恼的机会，而是捡起蛟龙枪，一记横扫，瞬间将5大罪使击杀毙命。击杀杀戮罪使、破咒者，获得能量加1000，猎魔值加600。击杀气魂罪使、破咒者，获得能量加1000，猎魔值加600。击杀极恶罪使、破咒者，获得能量加1000，猎魔值加600。击杀是新美人、破咒者，获得能量加1000，猎魔值加600。击杀怨二娘、破咒者，获得能量加1000，猎魔值加600。恭喜您成功击杀5大罪使，获得杀戮碎片、气魂碎片、极恶碎片、是新碎片、怨婴碎片。恭喜您击杀5大罪使，爆出猎魔勋章 X50， 财富值加100，黄金宝箱 X2， 修炼石 X1， 秘典无量诀。公告：玩家魏轩首个击杀破咒者，获得成就加20。咦？魏轩愣住了，感觉有些转不过遭。首先击杀这5大罪使，竟一举获得了5000能量值和3000猎魔值，是因为这5大罪使点亮了半颗命星，还是因为对方是所谓的破咒者？最重要的是，还爆出了财富值。击杀破咒者还能爆财富值吗？魏轩不得而已，然后又看向爆出的秘典和修炼石，这2样东西有些陌生。无量诀、赤极秘典，点名命星后可进行修炼。修炼石内含10点修炼值，用于修炼秘典的必需品。原来如此，魏轩多少了解到了，似乎点亮命星以后就能修炼秘典了。猜测没错的话，秘典应该是和天地之力挂钩的吧。至于修炼石更不难理解，无非是想要修炼秘典就必须得用修炼石。大概弄清楚后，魏轩也没再多想，而是对已经毙命的5大罪使进行了一波提炼。提炼杀戮罪使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50，修炼值加20，地级超玄力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地级超玄力天赋，2次地级超玄力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超玄力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提炼气魂罪使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50，修炼值加20，地级火焰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1级火焰天赋，正在与地级火焰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1级火焰天赋进化为地级。恭喜，
您的火焰天赋融合进化时觉醒了技能火焰分身，提炼极恶最始成功，获得自由属性+50，修炼值+20，地级超玄体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地级超玄体天赋，2次地级超玄体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超玄体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30%。提炼噬心最始成功，获得自由属性+50，修炼值+20，地级超玄感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地级超玄感天赋，2次地级超玄感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超玄感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30%。提炼怨婴最始成功，获得自由属性+50，修炼值+20，地级毒之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一级毒之天赋，正在与地级毒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一级毒之天赋进化为地级。恭喜，您的毒之天赋融合进化时觉醒了技能五毒阵，自由属性，修炼值。魏轩再次愣住了，没想到这次的提炼也发生了改变。以前他所提炼的都是指定的4维属性或者抗性及减抗性，但这次提炼到的却是自由属性。魏轩看了下，的确是那种能自由加点的属性，也就是说，这些自由属性可以加力量，也可以加速度，当然各种抗性和减抗属性也可以加，这倒是不错，以后哪里不足就点哪里。而且这种自由属性除了能给自己加点外，还可以转给别人。虽然魏轩并不圣母，没打算随随便便给别人转自由属性，但必要时没准能用到。不过提炼出自由属性的条件是什么？是因为5大最始是破咒者，还是对方点亮了半颗命星？魏轩不太确定，得以后在提炼时多印证一番才行。暂时抛开自由属性，魏轩又将注意力放在了修炼值上。第70章，公主的解答。修炼值和修炼石是一样的，都适用于修炼秘典。1颗修炼石等于10点修炼值。魏轩有些惊喜，他现在已经确定，等点亮命星后，必然是要修炼秘典的，而修炼秘典就必须得用到修炼值。别人似乎只能依靠修炼石，但他却能提炼出修炼值，这等于又是比别人多了一个 bug 呀。猜测没错的话，应该是击杀修炼秘典的目标才能提炼出修炼值，这是一个好的开端。魏轩隐隐有些期待点亮命星了，尤其是修炼秘典，肯定十分重要。就拿5大最始来说，虽然自己没能查看出他们的天赋和技能，但从提炼结果来说，似乎并不怎么样，都是地级天赋。至于那尸山血海、焚魂炼狱、深渊巨口、跳动之心、怨婴，似乎都是秘典手段。除此之外，5大最始最后将各自点亮的命星融合成完整，所爆发的天地之力也相当恐怖。那种天地之力似乎也是经过秘典加持的。魏轩越想越觉得自己必须加快赶到蛮荒大地，从而激活开图任务，完成后前往玄天殿点亮自己的第1颗命星。当然，眼下他得先救出遗落的公主，完成这连环任务的第1篇才行。此次进这罪恶城堡的确凶险万分，但收获也是不小的。自身等级和猎魔等级的提升自不必说，最重要的是接触到了新的发现，破咒者、秘典。除此之外，还获得了地级雷系天赋，火和毒2种天赋也达到了地级，尤其是毒系天赋觉醒的新技能五毒阵相当不错。此技能可释放毒物形成一个毒阵，此阵可凝聚出蜈蚣、毒蛇、蝎子、蟾蜍、毒蜥五毒作战，再加上阵法本身的毒素，入阵者将十分被动，甚至很难生还。对于阵法，魏轩如今也算有所了解。阵法分2种，一种是技能之阵，如无相剑阵、五毒阵，还有一种则是阵图，需要在固定的地方进行布置，比如他之前获得的5行绝杀阵。这种阵法威力肯定很大，但却得有阵眼和阵旗。5行绝杀阵就需要5行元晶和24面阵旗才能布置。说起来，对5行元晶和炼制阵旗的材料，他至今都一无所获，这个只能以后再慢慢寻找了。魏轩没再多想，收起思绪后，便看向任务道具栏，杀戮碎片、气魂碎片、极恶碎片、噬心碎片、怨婴碎片。任务进度：罪恶之雍已完成，罪恶之雍头目已完成，罪恶使者已完成。任务提示：将杀戮碎片、气魂碎片、极恶碎片、怨婴碎片、噬心碎片进行合成，可找到遗落的公主。魏轩毫不犹豫地将5种碎片进行合成。嗡，光芒闪烁，很快5种罪恶碎片自动飘起，于身前形成一把类似钥匙的石符。紧接着一道光门出现，石符缓缓落到光门上的一个凹槽上，骤然光门开启。下一刻，一道美丽的倩影从光门中缓缓飘出，随着光门渐渐消失，魏轩看清了那倩影的模样。身着白色素衣，
但却难以掩饰那凹凸有致的窈窕身姿。金发碧眼，高挑的鼻梁，粉润的小嘴儿，面容比穆宁雪都要美丽，更有着高贵优雅的气质。想来这位就是遗落的公主了。只是这位公主的身影是虚幻的，好像是魂体。此刻公主飘在空中，先是有些茫然，然后看向眼前的魏轩，用悦耳好听的声音问道：勇士，是你救了我吗？魏轩点了点头。所以自己做这个任务，这是救了个魂体。也不知道连环任务的第2篇是什么。谢谢你，勇士。公主的眼睛很好看，明亮又清澈。这时魏轩似乎想起了什么，取出丢失的信笺向公主递了过去。公主接过信笺的一刻，那信笺瞬间化为粉末，被公主虚幻的身体吸收。恭喜您救出遗落的公主，并将丢失的信笺交给公主，完成第1篇任务。任务奖励：黄金宝箱 X2， 自由属性加50，财富值加500。公主的解答。咦？魏轩愣了愣，任务奖励居然也是自由属性。除此之外，公主的解答是什么鬼？魏轩看了看，原来公主的解答是如果自己有什么疑惑，可以从公主口中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果然，公主看着魏轩说道：勇士，我叫艾菲琳，现在可以解答你2个疑问。这就来了吗？够直接。魏轩也不犹豫，直接问道：这是个怎样的世界？艾菲琳想了想说道：勇士，对于你这个问题，我无法详细解答，只能说这是一个被主宰创造的宇宙。主宰不断吸引无数世界玩家进入这片宇宙，根据被吸引进来的世界文明划分成高维世界、中维世界和低维世界。世界维度越高的玩家，在这片主宰宇宙中的优势就越大。说完，艾菲琳眨了眨美眸，似乎在等待魏轩的第2个疑问。这就完了？好吧，虽然艾菲琳解答的比较简单，但也算了解到了一些东西。首先，这里并不能称之为主宰世界，而是一片被主宰创造出来的宇宙。主宰宇宙包含了无数世界，但这些世界又划分成了无数高维世界、中维世界和低维世界。比如他所在的蓝星界就属于低维世界。高维度世界的玩家比低维世界的玩家要强很多，但具体强多少，艾菲琳没说，魏轩也懒得问，没意义。回头自己遇到高维世界的玩家就知道了。至于第2个疑问，魏轩本来想问主宰究竟是怎样的存在，但想了想还算了，艾菲琳不可能解答他这个问题。于是魏轩只好问道：破咒者和试炼者之间有什么联系？艾菲琳笑了笑，继续解答道：被主宰吸引进来的无数世界玩家统称为试炼者，但除了试炼者外，主宰宇宙中也存在了很多本土玩家，其中包括人族、妖族、异族。无论试炼者还是本土玩家都可以使用主宰光屏，这是玩家升级提升实力的最大倚仗。不过有一些本土玩家因为种种原因被主宰施了禁咒，无法继续使用主宰光屏，这类本土玩家就是破咒者。破咒者的目的就是破解身上的禁咒，他们有2个选择：一，认试炼者为主，让试炼者帮他们破解禁咒；二，击杀试炼者。总的来说，试炼者和破咒者之间可以友好共处，也可以相互击杀。当然，即便没有被施禁咒的本土玩家，跟试炼者之间也基本是这2种关系。本土玩家击杀试炼者是有很大好处的，试炼者击杀本土玩家也是如此，所以试炼者和本土玩家之间友好共处的不多。原来如此，也就是说，破咒者就是被施了禁咒的本土玩家。只不过本土玩家在和试炼者之间到底是友好共处还是相互击杀的问题上可以自由选择，但破咒者不行。就像5大罪时选择了击杀1000名试炼者为破咒任务，所以跟试炼者之间就是不死不休的关系。第71章御世界。艾菲琳解答完魏轩的2个疑惑后，虚幻的身体竟渐渐开始消散。勇士，我要沉睡了，希望我们还能再见。说完，艾菲琳便化作点点光芒，被魏轩的主宰光屏吸收。恭喜您开启遗落的公主第2篇天使呼唤。提示：您需完成开图任务，前往御世界才可激活任务第2篇。咦，还得前往御世界才能激活？御世界？魏轩抓住了御世界这一重点。之前他就猜测，如今他所在的只是区世界，虽然有10处10级以上凶兽区，但小地图的四周却都是黑色，没有任何标注。现在看来，那些黑色区域应该就是某种屏障，只有完成开图任务才可穿过那层屏障，从而进入御世界。想来玄天殿也应该是在御世界当中，那么接下来就得加速前往蛮荒大地了。只有捣毁3大王者部落，获得3大王者图腾，才能激活开图任务。一念至此，魏轩迈步就要离开罪恶城堡。可在离开前，他还有一件事，收集此处的一阶材料。这罪恶城堡内的房屋建筑有不少，虽然破旧不堪，但还是有很多现成的一阶材料可以使用。当即，魏轩释放出一道道金之剑刃，
开始从那些房屋建筑中拆取材料。恭喜您获得一阶木料加5，恭喜您获得一阶石料加5，恭喜您获得一阶泥土加5。罪恶城堡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以至于魏轩足足用了半个小时才将所有房屋建筑上的材料全部拆取完。此刻，魏轩查看自己的储物空间：一阶木料 x3148，一阶石料 x2257，一阶泥土 x2069，赚大了！魏轩大喜，这些一阶材料对以后村庄建设可是很有用的。零阶材料易找，但一阶的可不好遇到。偏偏以后一阶材料应该会一直用到，毕竟村庄里的那些房屋以后升级都得需要，而且村庄本身的升级也得用。心想间，魏轩一边离开罪恶城堡，一边打开了建设频道。如今他的木屋已经升至1级，想要升到2级，需要一阶木料 x20，一阶石料 x10，一阶泥土 x10，一阶铁矿 x5。目前木料、石料、泥土都已经够了，至于铁矿，他的储物空间内还有141块玄铁呢，也是铁矿的一种。当即，魏轩开始给自己的木屋升级。嗡，一束光芒落下，恭喜您将新手木屋升至为2级，获得4维属性加20。公告：玩家魏轩守卫将新手木屋升为2级，获得成就加10。魏轩从村庄建设的小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魏轩属于自己的那座木屋陡然有一束光芒落下，继而魏轩的村庄木屋竟整整大了2倍，变成了2间木屋一片小院。没错，成了独门独院的建筑。院子里还有石桌石凳，地面是青石板，看着又敞亮又干净。这算是我在这个世界的家吗？魏轩忽然有些恍惚。来到这个世界后，他几乎一直处于精神紧绷状，此刻闲下来时难免有些不真实。毕竟在进入主宰宇宙前，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一个和妹妹相依为命的3好青年。当然，虽说感到不真实，但魏轩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魏轩微微叹了口气，也不知道妹妹有没有在7号域，是否坚持了下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寻找到妹妹。魏轩暗暗下定决心后，又看了看升级村庄的条件：1. 村民数量达到100； 2. 村长房屋达到2级，已完成； 3. 50座民房达到1级； 4. 一阶木料 x100， 一阶石料 x50， 一阶泥土 x50， 一阶铁矿 x10， 已具备。5. 低阶村庄升级令。就目前来看，想要将自己的村庄升至2级，最难的就是村民数量和低阶村庄升级令了。村民数量的话，似乎可以邀请其他玩家加入。魏轩心思着，如果他向996区的同胞们发出邀请，他们会不会加入？此事回头可以再说，但低阶村庄升级令他是真的没有一点头绪，不知道从哪里可以获得。魏轩摇了摇头，也没再多想。以他对主宰的套路理解，既然有陌生的东西出现了，那后续肯定会让你遇到的。就像他的战力突破到了第1极限，然后很快就让他遇到了点亮半颗命星的5大罪使。刚想了解破咒者和试炼者时，公主的解答就来了。所以冥冥中主宰自有安排。不久后，魏轩离开了罪恶城堡。也就这时，一连串公告引起了魏轩的注意。公告：玩家穆宁雪成功修复村庄，成就加5，奖励白银宝箱 x3， 解锁村庄功能。公告：玩家陈岩成功修复村庄，成就加3，奖励白银宝箱 x2， 解锁村庄功能。公告：玩家萧晨成功修复村庄，成就加1，奖励白银宝箱 x1， 解锁村庄功能。公告：玩家柳烟成功修复村庄，成就加1，奖励白银宝箱 x1， 解锁村庄功能。公告：玩家方文成功修复村庄，成就加1，奖励白银宝箱 x1， 解锁村庄功能。魏轩笑了笑，这些人还挺快。不过话说回来，以穆宁雪和陈岩为首的一众地级天赋者组队击杀藏灵3怪，再加上他的攻略，肯定会轻松不少。如今刷完藏灵3怪，都修复了村庄，看起来还不错。聊天频道，哇，好羡慕穆大美女他们，居然也成功修复村庄了。是啊，我刚升到7级，目前正准备去刷藏灵3怪呢。兄弟，组队吧，不然一个人真不好过。何止一个人啊，你看穆大美女他们都还那么多人一起组队呢。也是，那兄弟，你报一下坐标，我去找你。不用耽误时间，我们直接去枯木巨妖那里汇合吧。行，谁要刷枯木巨妖，速来，我已经在这里了，正在看魏轩大佬的攻略。没错，魏轩大佬的攻略一定要看，仔细看。话说我们刷藏灵3怪如此兴师动众，可魏轩大佬就一个人吧？对，魏轩大佬一直都是一个人，但他比谁都先刷完藏灵3怪，还为我们提供了攻略，简直太牛逼了。要不是魏轩大佬，我们别说刷藏灵3怪了，估计升到7级都难。那肯定啊，3次挑战，魏轩大佬仅凭一己之力就让我们获得了130点4维属性，而且资源翻了好几倍，
甚至如今人手1件2阶武器和1阶护甲。哎，我们真的要好好感谢魏轩大佬。对了，刚才魏轩大佬把自己的木屋好像提升到2级了。看到了，这有啥稀奇的？魏轩大佬领跑在我们的最前线，这已经是很稀松平常的事了。还有前不久，魏轩大佬击杀了什么破咒者？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破咒者应该不是凶手吧？魏轩大佬在不在？能说说破咒者是怎么回事吗？有请魏轩大佬魏轩。一时间，不少人都纷纷起了魏轩。第72章，灵界空间。眼看众人都纷纷自己，魏轩索性发言道：“所谓破咒者，其实就是这个世界的本土玩家，我们都是外来的，被称为试炼者。而那些本土玩家，有一部分人经各种原因被主宰施了禁咒，这类人就是破咒者。我们这些试炼者和破咒者之间可以是有好共处的关系，但也可能会相互击杀。总之，以后大家如果遇到破咒者，尽可能小心就是了。不过我觉得在新手区的范围内，破咒者少之又少，除非是某种特殊任务或者副本才有可能碰到。”当魏轩说完，聊天频道安静了片刻，然后忽然又爆发了：“本土玩家，原来这主宰世界还有本土玩家，也不知道本土玩家长啥样，有没有美女？呸，要啥美女？想想怎么提升实力吧。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还是太少了。哎，我是不是很菜啊？到现在都还没升到7级呢。我也是，不过最多再有1个小时应该就能升了。兄弟们加油啊！离考核期限只有3个小时了。魏轩大佬帮了我们那么多，我们996区没理由有被抹杀的。对，大家不要辜负魏轩大佬对我们的帮助，加油！”魏轩关闭了聊天频道，然后打开整体人物面板。玩家魏轩，等级10级5837-60000，猎魔者8级3149-15000，成就高级新手36100，力量1857 D 级超旋力，敏捷1832 D 级超旋速，体力1846 D 级超旋体，精神1985 D 级超旋感，抗性火抗加535，水抗加926，木抗加937，金抗加764，土抗加785，毒抗加543，暗抗加836，减抗减水抗加276，减木抗加253，减金抗加218，减土抗加249，减火抗加201，减毒抗加206，减暗抗加25。武器蛟龙枪，攻击加79，攻速正 30%， 穿透加500，命中正 25%， 暴击正 20%， 穿云弓，攻击加57，攻速正 15%， 射程正 20%， 穿透加300，命中正 10%。 装备御风靴，敏捷加38，闪避加25，移速正 30%。 猎魔铠甲，体力正 25%， 所有元素抗性正 15%， 血上限正 10%， 气上限正 10%， 致命防御正 50%。 技能灵眸，治疗瞬影，痛击，血刺，血爆，麻痹，硬化，石化，虚弱，土遁，木遁，金遁，水冰遁，水冰分身，土之分身，火焰分身，木之假身，元素风暴，无相剑阵，五毒阵，鬼蛛魂骨，蛛丝罗网，急速跳跃，精神念咒，森林之语，无敌金身，金属磁场。元素天赋木之真意 C 级，水冰 D 级，土 D 级，火 D 级，金 D 级，雷 D 级，毒 D 级，黑暗 D 级。本命天赋完美提炼，战力185星，自由属性300，修炼值100，财富值38100。物品猎魔勋章165，秘典无量诀，火雀蛋，修炼石1，黄金宝箱9，一阶木料3128，一阶石料2247，一阶泥土2059，玄铁136。看着华丽的数据面板，魏轩十分满意。此次在罪恶城堡，他的战力竟一举达到了185星，如果达到200星时，应该就是第2战力极限了吧。除此之外，黄金宝箱也达到了9个。于是魏轩立刻打开村庄商城，花了1万财富值购买了一个终极宝箱合成符。和上次一样，魏轩点击使用终阶宝箱合成符，然后主宰光屏上就出现了5个格子。魏轩将5个黄金宝箱放在了那些格子中，合成。嗡，光芒闪烁，5个黄金宝箱立刻变成了一个紫金宝箱。看着眼前的紫金宝箱，魏轩毫不犹豫地将之开启。开启紫金宝箱，恭喜您获得奇物灵界空间。只见魏轩的身前多了一团巴掌大小的白色光团。灵眸查看，灵界空间滴血认主后可摄入体内，能容纳生命体，亦具备成长性。魏轩查看完灵界空间后欣喜不已，不愧是紫金宝箱，开出的物品就是不错。
虽然灵界空间不像武器装备那样对战斗有直接的提升，但却不能因此否定此物的价值。说白了，只要滴血将此空间摄入体内后，等于是随身带了一片空间。这可跟储物空间不同，储物空间只能存放一些死物，但这灵界空间却可以容纳生命体，而且还可以不断成长。试想，如果有天灵度空间成长到和一个界面一样，岂不牛逼？魏轩越想越激动，于是毫不犹豫地在巴掌大小的白色光团上滴上一抹鲜血。顿时，一些关于灵度空间的使用信息出现在了魏轩的脑海中。紧接着，白色光团钻进了魏轩的身体里。魏轩咧嘴笑了笑，然后心念一动，身形瞬间消失。而在他之前停留的地方，有一抹米粒大小的光点，若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这抹光点正是灵界空间。此刻，魏轩已经进入到了灵界空间内部。这是一片白蒙蒙的空间，目前可容纳的空间约莫10亩大小。正好，他目前击杀凶兽后，需要先把凶兽尸体暂存起来，等回头再转换成财富值。所以，对现在的他来说，空间越大越好。当然，储物凶兽尸体只是次要，最重要的是，这灵界空间可以容纳生命体，甚至无论什么都可以搬到灵界空间来。尤其是自己可以瞬间出入灵界空间这一点，魏轩相当满意。以后无论在战斗时拖延时间，还是提前隐匿，都会有不错的效果。片刻后，魏轩从灵界空间中出来，然后取出火雀蛋，先是以滴落鲜血让其吸收。感受到里面的小家伙欢呼的波动，魏轩笑了笑，然后将其放进了灵度空间。也不知道这小家伙什么时候能出世，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灵界空间肯定比在储物空间待着要好。另外就是回头得注意一下火系物品，毕竟用火能量浇灌火雀蛋可以提高火雀的先天等级。魏轩收起思绪之后没再犹豫，全速向蛮荒大地赶去。第73章，再遇半星凶兽。夜色如墨，偌大的枯骨荒在夜色的覆盖下荒凉而死寂，褐色土壤中的枯骨残骸狰狞如恶魔般的山丘，无不充斥着雾气森森，危险的气息无比浓重。魏轩于枯骨荒原中疾驰，仿佛这世界只剩自己一人。如果说有作伴的，应该就是空中的那一轮血月了。没错，圆月鲜红而浑浊，令人极度不适。不过以魏轩如今的实力，在这枯骨荒原中疾驰，问题倒也不大。毕竟如今他具备4维天赋、5行天赋，外加冰、雷、毒、暗，这些天赋可都达到了D级。木之天赋达到了 C 级，成为了木之真意。下一步，他就要将所有天赋都提升到 C 级乃至 B 级。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技能手段，再加上185星的战力，即便在这枯骨荒原遇到一些强大的凶兽也是不惧。就在魏轩暗暗分析自己的战力间，忽然一阵难听的叫声传来，哇哦哇哦！随着叫声越来越近，一群浑身斑点的凶兽向魏轩围了过来。魏轩顿住脚步，看了眼那群凶兽，样子竟和猎狗差不多。凶兽：荒原猎狗，等级13级，战力106星，特性：凶残、食腐、邪恶。凶兽：荒原猎狗，魔化，等级13级，战力120星，特性：魔化、凶残、食腐、邪恶，爆率8%。凶兽：变异荒原猎狗，等级13级，战力130星，特性：变异、凶残、食腐、邪恶，爆率9%。凶兽：变异荒原猎狗，魔化，等级13级，战力140星，天赋 D 级超旋力，特性：变异、魔化、凶残、食腐、邪恶，爆率10%。凶兽：荒原猎狗头目，魔化，等级13级，战力160星，第一命星，已点亮50%。秘典无。天赋技能特性：头目，魔化，凶残，食腐，邪恶，爆率11%。咦？魏轩发现自己的灵眸无法查看荒原猎狗头目的天赋和技能，就跟5大罪使一样。最重要的是，荒原猎狗头目竟也点亮了半颗命星，不过却还没开始修炼秘典。照这么看，战力过百突破第1极限的未必就能点亮命星，例如其他的荒原猎狗，而点亮命星的就未必修炼秘典，就像这只荒原猎狗头目。呜嗷！此刻，荒原猎狗头目发出一阵难听的叫声，像是在发号施令。果然，其他猎狗纷纷冲向魏轩，不自量力。魏轩眼中寒芒一闪，立刻挥动蛟龙，强展开杀戮。同时，一道道金枝剑刃也不断回旋，轰轰轰！蛟龙之影和金枝剑刃所过之处，那些荒原猎狗纷纷毙命。尽管这些荒原猎狗的战力都已过百，在这片荒原中的实力算不错了，但跟魏轩却还差得远。
击杀荒原猎狗，获得能量加185。击杀荒原猎狗，魔化，获得能量加206，猎魔值加110。击杀变异荒原猎狗，获得能量加215。击杀变异荒原猎狗，魔化，获得能量加230，猎魔值加120。恭喜您击杀荒原猎狗，魔化，爆出猎魔勋章 X5。恭喜您击杀变异荒原猎狗，魔化，爆出猎魔勋章 X8。魏轩在荒原猎狗群中可谓大杀特杀，对他而言，这种级别的凶兽就是为他送能量、送猎魔值、爆猎魔勋章的。眼看着人类竟如此厉害，荒原猎狗头目立刻发出愤怒的咆哮，纵身一跃向魏轩扑了过去。魏轩不躲不避，立刻释放出一片火焰，骤然向荒原猎狗轰去。荒原猎狗头目大惊，这该死的人类到底有多少手段啊！慌乱之下，荒原猎狗头目立刻释放出天地之力，一时间与天地共鸣，爆发力属实震撼。但魏轩早已料到如此，立刻施展痛击技能，轰轰轰！荒原猎狗头目的天地之力与魏轩的火焰碰撞，能量余波大肆扩散。下一刻，荒原猎狗头目无比狼狈地跌落在地，但却并未毙命。幸亏他有天地之力，否则魏轩火焰天赋的这一击足以将其击杀。荒原猎狗头目再次看向魏轩时，尽是恐惧之色。这人类太可怕了，逃吧！当即，荒原猎狗头目便掉头就逃。然而他还没跑2步，体内便骤然涌起阵阵灼烧感。下一秒，轰！荒原猎狗头目的身上竟有火焰燃烧起来，正是痛击技能。痛击增强攻击时造成异常状态效果，也就是说，魏轩用火焰配合痛击技能，那目标就会产生火焰的灼烧效果；用寒冰配合痛击，目标就会产生冰冻效果。一旦被痛击命中，伤害将会叠加，所承受的伤害效果也会巨大化。魏轩平时很难用到此技能，但对付点亮命星的目标，痛击这一技能倒是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呜嗷！荒原猎狗头目发出凄厉的惨叫，但却只能在火焰的燃烧下渐渐毙命。击杀荒原猎狗头目，魔化，获得能量加500，猎魔值加260。恭喜您击杀荒原猎狗头目，魔化，爆出猎魔勋章 X15，修炼石 X1。荒原猎狗头目一死，其他荒原猎狗立刻四散逃窜，但以魏轩的手段，只是片刻便将那些逃窜的荒原猎狗尽数击杀。一番下来，竟收获了1000多点能量，2000多点猎魔值，猎魔勋章也收获了150多枚。不过，对于能在这里遇到一只点亮半颗命星的凶兽，魏轩还是挺意外的。也许越往蛮荒大地前进，遇到点亮命星的凶兽就越多。当然，以他如今的实力，对付点亮半颗命星的凶兽倒也不难。即便是点亮一颗完整命星的凶兽，他也可以击杀。但如果是点亮了完整命星，又修炼了秘典的凶兽，就比较麻烦了。例如上次对付5大罪使，虽然只点亮了半颗命星，但一来对付都修炼秘典，二来他们将各自的半颗命星融合成了完整的一颗，所以危险程度就很高。不过魏轩的实力也还会不断提升，虽然点亮完整命星加修炼秘典的凶兽会棘手，但也不是不能一战，主要还是看对方修炼的秘典程度和等阶。暗暗分析了一波，魏轩收起思绪，便开始提炼那些荒原猎狗尸体。第74章狂暴之境。提炼荒原猎狗成功，获得力量加58。提炼魔化荒原猎狗成功，获得力量加65。提炼变异荒原猎狗成功，获得力量加70。提炼变异荒原猎狗魔化成功，获得力量加75。地级超旋力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地级超旋力天赋，2次地级超旋力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超旋力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提炼荒原猎狗头目魔化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55，地级超旋力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地级超旋力天赋，2次地级超旋力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力量天赋进化为 C 级力之真意。恭喜您的力量天赋融合进化时觉醒了技能狂暴之境，终于又多了一个 C 级天赋。魏轩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天赋进化越到后面越难提升，虽然此前他也融合了一些力量天赋，但提升的都是强度，并没有直接提升天赋等级。好在这次达到 C 级了。至此，他除了木之真意外，又多了一个力之真意。从 D 级到 C 级可谓是一个质变。拿4维属性来说， D 级增幅4倍，但 C 级直接增幅8倍。正如此刻的魏轩只感觉浑身充满力量，在没点亮命星的情况下，他完全能一拳轰死一只百星凶兽。除此之外，这次力量天赋进化到 C 级，又觉醒了一种技能狂暴之境，将力量不断压缩，形成一个狂暴点，击中目标后可在3秒后引爆。注：压缩的力量越多，消耗越大，
但威力也会越惊人。不错呀，魏轩有些惊喜，这倒是又多了一种威力强横的攻击手段。最重要的是，这狂暴之劲有些类似暗器的样子。此前他倒是能释放蛛丝，因为是透明细丝，所以在战斗时很容易攻击到目标。但蛛丝束缚目标还行，真要伤敌就不足了。如今有了这狂暴之劲，不仅比蛛丝更难察觉，威力也十分可观，正好可以当做一种强横的暗器来使用。魏轩有些跃跃欲试，当即便开始在体内压缩力量，力量化尽，压缩成一个点。片刻后，魏轩的指尖多了一股无形的波动，此波动极其微小，若非在魏轩跟前很难感应到。当然，魏轩却清楚，这微小的波动内却隐藏着恐怖的劲力。魏轩没再犹豫，立刻将那股波动弹出。嗖！这道狂暴之劲的速度极快且无形，非常符合暗器标准。砰！一道轻微的闷响，狂暴之劲钻进了不远处的一片山丘当中。魏轩紧紧盯着那片山丘。3秒后，爆！轰轰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烟尘四起。魏轩吓了一跳，赶忙后撤。直到爆炸余波渐渐消散，魏轩看向那片山丘，居然出现了一个直径丈许的深坑。我的个乖乖！饶是魏轩也有些震惊了，没想到这狂暴之劲这妖牛逼。要知道，他这还只是压缩了1/10的力量，如果压缩更多力量的话，威力将恐怖到何种程度？甚至再配合痛击施展的话，魏轩越想越激动。有了这狂暴之劲，他更有信心对付那些点亮命星的凶兽了。对了，这次提炼荒原猎狗头目获得的也是自由属性。魏轩基本可以确定，只要提炼点亮命星的凶兽，就可以获得自由属性。不过并没有提炼出修炼值，想来应该是荒原猎狗头目没有修炼秘典的原因。弄明白后，魏轩又看了眼自己的力量属性，竟达到了2177，力量属性突破2000了。后续再将敏捷、体力、精神都突破到2000，应该就可以突破第2极限战力了。自由属性也达到了355点。不过魏轩并没有急着加点，毕竟这些自由属性除了4维属性外，还可以加抗性和减抗性，必要时这些自由属性在战斗中也可以起到不错的效果。收起思绪，魏轩将那些荒原猎狗的尸体收进储物空间后，便继续朝蛮荒大地赶去。夜色如墨，圆月染血，但却丝毫不影响魏轩在枯骨荒原疾驰。一路上，魏轩倒又遇见不少凶兽，不过都被他随手秒杀。主要这些凶兽并不成群，而且战力都没过百，即便有过百的也没点亮命星，倒是让魏轩又收获了一些能量和猎魔值以及提炼出的属性。目前敏捷属性已经达到了1937，体力属性也有1946，精神属性则突破了2000大关，达到了2085，战力突破第2极限，指日可待。此刻魏轩又疾驰了一段时间，忽然听到不远处传出一阵轰隆隆的巨响，紧接着阵阵兽吼声传来。魏轩脚步一顿，略微沉吟了片刻，便稍稍改变了一下方向，这并不耽误前往蛮荒之地。很快，魏轩顺着茂盛的草丛来到传出巨响的地方，却见这里竟有一座巨大的火山。说是火山，但魏轩隔了很远都能感受到火山内散发着浓浓的煞气，因为那火山周围枯骨成堆。除此之外，在巨大的火山前竟有着4只巨兽，一只象兽，一只狮兽，一只牛兽，一只在天空盘旋的鹰兽。这4只巨兽一看就很不普通，即便是头目级的凶兽，在其面前也顶多算是小弟。浑身散发的气势，饶是魏轩也感到深深的凛然之意。魏轩立刻施展灵眸，先是查看那座火山。地煞火山由大量枯骨堆积形成，内含煞火，可产材料或奇物，不定时喷发。紧接着，魏轩又用灵眸查看那4只凶兽。凶兽猛犸魔象，统领级，等级15级，战力190星，第1命星，下品，已点亮100%。秘典魔煞残篇。天赋技能特性统领、魔化、土系、凶猛、守护，爆率15%。凶兽魔焰狂狮，统领级，等级15级，战力190星，第1命星，下品，已点亮100%。秘典魔煞残篇。天赋技能特性统领、魔化、火系、凶猛、守护，爆率15%。凶兽金甲牛魔，统领级，等级15级，战力190星，第1命星，下品，已点亮100%。秘典魔煞残篇。天赋技能特性统领、魔化、精细、凶猛、守护，爆率15%。凶兽风翅魔鹰，统领级，等级15级，战力190星，第1命星，下品，
已点亮100%。秘典魔煞残篇。天赋技能特性统领魔化风系凶猛守护爆率 15%。 咦，查看完那4大巨兽，魏轩愣了愣。第一命星下品，难道命星还分品级？第75章战4兽。魏轩之前查看5大罪史和荒原猎狗头目时，并未发现命星品级一说，但如今这4大统领级凶兽却有说明。想了想，应该是之前5大罪史和荒原猎狗头目点亮的都是半颗命星，没达到完整，所以不入品。而眼下这4大统领级凶兽已然点亮了完整的命星，自然就有了品级。下品命星，猜测没错的话，下品之上就是中品、上品、极品。此刻，魏轩看着远处的4只巨兽，暗暗心惊。这4只巨兽不仅战力达到了190星，更是各自点亮了一颗完整的命星。虽然只是下品，但依旧不容小觑。何况这4只统领级凶兽还修炼了秘典，不过他们修炼的秘典好像只是残篇，连1阶都不到。一般来说，初始修炼的秘典是没有等阶的，只有随着不断修炼才能升阶。如之前5大罪史的魔功，就是修炼到了1阶层次，等阶越高，对天地之力的提升应该就越大。当然，魏轩心惊那4只巨兽实力强横的同时，也发现了他们竟都是统领级凶兽。凶兽分普通级、变异级、头目级、统领级。此前魏轩遇到的凶兽最高是头目级，顶多再加一个魔化。统领级这还是第一次遇到。当然，根据主宰提示，统领级之上还有将级、王级、皇级、尊级、帝级。不过就目前来看，统领级已然罕见了。至于将级乃至更高级别的凶兽，现在应该很难遇到，至少在这枯骨荒原应该没有。或许蛮荒大地存在，毕竟那里的危险系数比枯骨荒原要高。此刻魏轩暗暗庆幸，得亏他在这枯骨荒原发现了罪恶城堡，让他提升了不少实力。否则，如果贸然前往蛮荒大地的话，以他当时的战力根本不够看。即便是现在的他，或许在蛮荒大地也得小心翼翼。所以在抵达蛮荒大地前，尽可能的提升实力将十分关键。魏轩暗暗心想间，火山前的4大巨兽竟先后发出阵阵吼声，看他们的样子，像是在等待什么。就在魏轩正观察时，忽然那座巨大的火山一阵摇晃，发出轰隆隆巨响。见状，那4大巨兽立刻互相咆哮起来。他们是在等地煞火山喷发吗？魏轩静观其变，他隐隐觉得这座火山内可能会有什么宝物。时间1分1秒的流逝，直到天边泛起一丝鱼肚白。轰隆隆，那座巨大的火山又一次发出巨响，但这一次的巨响没有立刻停止，而是不断持续。4大巨兽也纷纷发出咆哮，似是激动，又好像蓄势待发。果然，下一刻，轰的一声，地煞火山竟开始喷发，那是一股充斥着煞气的岩浆，其上煞火升腾。同时，一颗颗火珠也从火山内喷发出来，散落而下。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火系材料。魏轩看傻眼了，这特么简直就是火之盛宴啊！不对，除了火焰外，还有浓浓的煞气。这一刻，4兽一跃而起，咆哮间疯狂争夺。就在魏轩犹豫要不要也上前时，忽然火山内又喷出一块巴掌大小的晶石。这是火元晶。魏轩很快就认出了那块晶石。5行绝煞阵需以5行元晶为阵眼，再炼制24面阵旗方可布置。所谓5行元晶，便是金元晶、木元晶、水元晶、火元晶、土元晶。没想到在这里会发现火元晶，而且还是这么一大块，必须得到。此刻，那4大巨兽不断在争抢着那些材料，但在见到那块火元晶后，便一起朝那火元晶冲了过去。他们似乎要争抢那块火元晶，这让魏轩感到奇怪。按说这4大凶兽只有魔焰狂狮好像是火系，其他3兽都不是啊。抢那火元晶干嘛？很快，魏轩就注意到了，原来那块火元晶不仅充斥着火系能量，而且还有浓浓的煞气。这块火元晶竟是一块煞火元晶，更加罕见。再结合之前魏轩查看4兽时所修炼的秘典魔煞残篇，想来他们争夺的并非此地的火，而是煞。但无论争夺什么，这块煞火元晶他魏轩要定了。此刻，魏轩眼看4兽冲向那块煞火元晶，争抢间似要将煞火元晶吞掉。魏轩看着心中一急，立刻毫不犹豫地跳纵过去。4兽你争我夺，谁也不让。然而，正当他们激烈抢夺间，忽然一个身影以极快的速度掠过他们，直奔煞火元晶而去。吼！4兽懵逼了，完全没想到这里会出现一个人类，甚至还想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抢那块煞火元晶。可恶！该死！4兽愤怒了，
但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那突然出现的人类抓向那块煞火元晶，随手一甩，消失不见。魏轩将煞火元晶装进灵界空间后，表情轻松了许多。幸亏他速度够快，又趁四兽不注意时抢到了煞火元晶，否则这么好的一块材料被一只畜生吞掉，简直浪费。吼吼吼！四兽彻底疯狂了，一起朝魏轩冲来。魏轩没要跑的意思，毕竟这四兽中有一只风翅魔鹰，速度应该不比他慢。当然，他也没打算跑，这里的火山喷出了不少火系带煞的材料，不收获一番太过可惜。而且，他也想和这四兽战斗一番。若这种情况就跑，那他还谈何前往蛮荒大地？于是，魏轩见四兽向他冲来时，立刻迎向。随着魏轩挥动蛟龙枪，一道道蛟龙之影出现。然而愤怒的四兽根本没当回事，浑身煞气凛然，直接将蛟龙之影击溃。这就是点亮了完整命星、修炼了秘典的统领级凶兽。当然，这也在魏轩的意料当中，却见他又释放出一道道金之剑刃，直奔四兽。吼吼吼！四兽更加恼怒，这该死的人类，难怪敢一上来就抢他们的煞火元晶，倒也有些手段。但再有手段，也得死在这里。骤然，猛犸魔向鼻子一甩，竟不断延伸，将一道道金之剑刃甩开后，直接向魏轩袭去。金家牛魔则任由金之剑刃落在其身上，未能伤其分毫。紧接着，其发出一阵哞的叫声，伸着两根犄角撞向魏轩。魔焰狂狮则喷出一片火焰，抵挡金之剑刃的同时，也向魏轩席卷而去。空中的风翅魔鹰扇动翅膀，立刻一股狂风呼啸，夹杂着煞气攻向魏轩。寒冰！魏轩骤然将水天赋切换成冰形态，随着寒冰蔓延，猛犸魔象的鼻子被冰冻，金家牛魔和魔焰狂狮也不例外。只是风翅魔鹰在空中有些不好攻击到，当然，即便被攻击到也没用。却见寒冰将另外三兽只是冰冻了一瞬间，便骤然崩溃。不过魏轩也只是小试牛刀，雷霆天赋骤然释放，滋滋滋，一道道雷霆击向四兽，威力惊人。风翅魔鹰见此，立刻飞向高空。其余三兽也是发出阵阵吼声，浑身爆发出骇然的气势，释放的力量与天地产生了共鸣，正是天地之力。轰轰轰！雷霆与天地之力发生碰撞，魏轩只感觉浑身气血翻涌，显然是被天地之力波及到了些许。若非他防御惊人，怕是要重伤。不过三兽也好不到哪儿去，纷纷被雷霆震退。好！眼看这可恶的人类如此厉害，四兽再也没了耐心，所释放的天地之力纷纷骤然席卷。魏轩眸光一闪，深深地感受到了那些天地之力中出现了浓浓的煞气。第76章真正的命星。感受到四兽所释放的天地之力出现了浓浓的煞气，魏轩眸光一闪，他知道这应该是四兽运转了秘典，对天地之力有了加持。果然，滂沱的天地之力夹杂着浓浓的煞气，立刻让四兽的气势不断攀升，甚至此地的煞气也跟着产生了共鸣，纷纷向魏轩席卷而去。魏轩欲要闪躲，可这时猛犸魔象的大脚一跺地面，立刻地面开始晃动，紧接着一股地刺陡然从魏轩的位置出现。嗡！这一刻，魏轩身上的猎魔铠甲自动开启防御罩，躲过了地刺的攻击。然而魔焰狂狮却操控着此地的煞火向魏轩袭来，金甲牛魔也是横冲直撞，根本不给魏轩喘息的机会。轰轰轰！魏轩各种手段全面施展，与二兽发瞬间交战数个回合。可空中的风翅魔鹰再次扇动翅膀，一股股煞风将魏轩覆盖，使魏轩身形晃动间，即便有猎魔铠甲的防御罩，也感到气血翻腾。而且四兽所释放的煞气似乎能让人产生负面效果，魏轩只觉得精神萎靡，无论战力还是各方面属性都在下降，速度也被干扰了。这煞气跟虚弱有些类似。该死！魏轩急了，立刻一咬舌尖，使自己瞬间精神一振。眼看金甲牛魔又向自己撞来，魏轩立刻大喝：五毒阵！四兽之中，金甲牛魔的防御力最为惊人，以毒克制，效果最好。一时间，金甲牛魔的周围毒雾弥漫，随着毒雾席卷，渐渐化出蜈蚣、毒蛇、蝎子、蟾蜍、毒蜥，五毒骤然攻向金甲牛魔。某！金甲牛魔发出阵阵吼声，不过看样子一时很难挣脱五毒阵。值得一提的是，魏轩在释放毒之天赋时也施展了麻痹技能，配合五毒阵，效果更佳。眼看五毒阵暂时困住了金甲牛魔，魏轩立刻释放出108道金之剑刃。在对付五大罪使时，魏轩竭力才能极限释放出108道金之剑刃，但如今并不用。此刻，随着108道金之剑刃出现，其上滋滋滋闪烁着雷电，正是融合了雷霆之力。但就在魏轩准备将108道金之剑刃凝聚成无相剑阵时，空中的风翅魔鹰立刻又释放出两股龙卷风，
这两股龙卷风融合了天地之力，更有煞气丛生。轰轰轰！龙卷风煞所过之处，天地轰鸣，更将金枝剑刃吹散，根本无法凝聚无相剑阵。该死！魏轩有些愤怒，偏偏他无法飞行，甚至都攻击不到风赤魔鹰。这只凶兽绝对是一大隐晦。既然这样，那就先解决你。当即，魏轩心头一发狠，在猛犸魔象和魔焰狂狮冲来之际，骤然释放精神念咒。精神念咒一出，向魏轩冲来的猛犸魔象和魔焰狂狮立刻攻势一顿，紧接着发出凄厉的吼声。他们的表情显得极为痛苦，摇摇晃晃倒在地上，不断挣扎着。空中的风赤魔鹰也在一瞬间向下跌落而来，可他很快便发出一声悲鸣，挣扎着向上空飞去。显然，风赤魔鹰也清楚，一旦他坠落下来就危险了。可他强忍着不让自己坠落，但魏轩也有其他办法。当即，魏轩手中光芒一闪，取出了一把弓——穿云弓。此弓他早已获得，只是一直没机会用。今天倒是派上用场了。这穿云弓只要在拉弓时运转天赋或能量，就可形成箭枝。而且不仅攻速加15%，射程还挣 20%， 更有300的穿透和 10% 的命中。魏轩也没犹豫，趁着风赤魔鹰还在精神念咒的负面状态下挣扎时，立即拉弓运转了雷电天赋，同时利用狂暴之劲对雷霆之力进行压缩。没错，魏轩就是要以狂暴之劲的方式释放雷霆之力。很快，雷霆之力利用狂暴之劲压缩成了一支雷霆之剑。嗖！下一刻，雷霆之剑迸发出去，以极快的速度瞬间穿透了风赤魔鹰。空中的风赤魔鹰发出惨烈的悲鸣，浑身被雷霆覆盖。3秒后，爆！轰！狂暴之劲爆发，风赤魔鹰的身上出现了一个窟窿，直接跌落了下来。击杀风赤魔鹰，获得能量加800，猎魔值加460。恭喜您击杀风赤魔鹰，爆出猎魔勋章 X20， 修炼时 X2， 秘典风煞诀。公告：玩家魏轩首个击杀统领级凶兽，成就加10。呼！魏轩暗暗松了口气。虽说击杀风赤魔鹰看似简单，实则他是在精神不振的情况下强行释放精神念咒，又让雷霆之力与狂暴之劲融合，配上穿云弓才将其击杀。此刻魏轩只感觉浑身疲惫，再加上此地煞气浓郁，让他很受影响。也就这时，猛犸魔象和魔焰狂狮从精神念咒的负面状态中恢复过来。他们先是看了眼毙命跌落下来的风赤魔鹰，然后又怒视魏轩，发出惊人的咆哮。这该死的人类，不仅抢了煞火元晶，居然还将风赤魔鹰给杀了。他们好歹是统领级的凶兽，怎么可能输给这可恶的人类？绝不允许！当即，二兽再次释放出被秘典加持的天地之力，冲向魏轩。魏轩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用108道金枝剑刃凝聚出无相剑阵。滋滋滋，夹杂着雷霆之力的金枝剑刃快速形成虚幻神像，其手持巨剑，散发着威严与肃杀，身上更是有雷霆之力游走，仿佛雷霆剑神。此前魏轩对付5大罪使就是用这种方式将其击杀的，威力自不必说。果然，感受到由无相剑阵形成的雷霆剑神散发出的恐怖威压，猛犸魔象和魔焰狂狮也终于认识到了眼前这人类的实力。顿时二兽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各自喷出自己的命星。2颗命星散发着浓浓的煞气，唯一不同的是，猛犸魔象的命星是土煞，魔焰狂狮的是火煞。魏轩目光一缩，他记得当时5大罪使将各自的命星融合时，也是释放出了命星。想来点亮命星后，释放命星战斗就是最后的手段了。但不到万不得已，应该都不会释放命星战斗，毕竟点亮命星不易。虽然威力不俗，但万一命星崩溃，自身不死也得重创。就像他刚才击杀的那只风赤魔鹰，到死都没释放出命星，必然是大意了。此刻土与火2颗煞星一出现，立刻天地震战，风云色变。这就是真正的命星吗？魏轩有些心惊，猛犸魔象和魔焰狂狮所释放出的这2颗命星，隐隐比5大罪使融合出的那颗命星还要强。毕竟5大罪使融合出的命星看似完整，但说到底不是自身点亮的，顶多算是一颗完整的伪命星。可猛犸魔象和魔焰狂狮释放的却是真正命星。当然，因为5大罪使是将秘典修炼到了1阶，而猛犸魔象和魔焰狂狮修炼的秘典仍处于残篇，所以也差不了多少。终于，轰轰轰，雷霆剑神与2颗命星碰撞在一起，强大的能量波动扩散，仿佛要将此处夷为平地。煞气倒卷，岩浆弥流，猛犸魔象和魔焰狂狮只感觉一股剑与雷的意志向他们冲来，震得他们直接倒飞了出去。但雷霆剑神也是很快崩溃。片刻后，当战斗余波渐渐平息，猛犸魔象和魔焰狂狮明显受了不小的伤，
但他们却比五大罪使要强不少，以至于此刻缓缓爬了起来，迈着沉重的步伐，看向了倒在远处奄奄一息的人类。第77章，风翼魂骨。随着战斗余波渐渐散去，猛犸魔象和魔焰狂狮虽然受伤不小，但却还有战力。何况这时，蓦的一声牛吼，金甲牛魔也释放出命星，破开了五毒阵。而反观魏轩，倒在地煞火山边缘，嘴角流淌着鲜血，精神萎靡，奄奄一息。吼吼吼！三兽立刻朝魏轩冲了过去。猛犸魔象和魔焰狂狮刚才释放命星，虽抵挡住了魏轩的雷霆剑神一击，但自身也受了不小的伤势。金甲牛魔也是在五毒阵中与五毒战斗，虽然五毒阵的威力没有那么直接，可有麻痹效果，让这大块头也吃不消。此刻金甲牛魔也受毒素影响，战力减了大半，若非有命星护体，怕是中毒更严重。不过他们尽管狼狈，但能活活吞掉眼前这人类，也能解心头之怒。他们看得出来，眼前这人类已经重创，完全没有战力了。于是三兽一起冲向魏轩。猛犸魔象的长鼻将魏轩卷了起来，金甲牛魔的犄角刺向魏轩，魔焰狂狮也直接向魏轩拍了过去。然而他们的攻击刚落到魏轩身上，砰！魏轩的身体便直接迸发出一片烟尘。三兽大惊，定睛一看，这奄奄一息的人类竟变成了一块枯木。说时迟那时快，三兽顿感不妙，立刻就要逃遁，可已经晚了。只见魏轩的身形骤然从他们身后的地面中窜出，三根指尖上分别有金、火、雷三种元素光点，正是利用狂暴之境压缩成的这三种元素能量。魏轩没有犹豫，骤然将三个光点探出，嗖嗖嗖，三个元素光点分别钻入三兽体内。吼吼吼！三兽咆哮，立刻朝魏轩冲去。但魏轩只是身形一退，3秒后，爆！轰轰轰！却见三兽骤然的身体骤然爆炸，恐怖的能量蔓延。片刻后，三兽倒地，身上都出现了一个因爆炸产生的窟窿。击杀猛犸魔象，获得能量加800，猎魔值加460。恭喜您击杀猛犸魔象，爆出猎魔勋章 X20， 修炼时 X2， 秘典土煞诀。击杀金甲牛魔，获得能量加800，猎魔值加460。恭喜您击杀金甲牛魔，爆出猎魔勋章 X20， 修炼时 X2， 秘典金煞诀。击杀魔焰狂狮，获得能量加800，猎魔值加460。恭喜您击杀魔焰狂狮，爆出猎魔勋章 X20， 修炼时 X2， 秘典火煞诀。魏轩长长松了口气，此刻他无比疲累，只感觉身体再也使不出任何力量了。魏轩立刻取出一些精品烤肉，虽然这精品烤肉对如今他缓解身体疲累和缓解心神疲劳微乎其微，但好在数量多，对战斗后的恢复还是能起到些许作用的。不得不说，点亮一颗完整命星，又修炼了秘典的凶兽，没有一个是弱的。若非他此前获得了狂暴之境技能，这次怕是真不好对付这4兽。之前他能击杀5大罪使，一是对方5人点亮的都只是半颗命星，而且当时蛟龙枪也出现了暴击，配合雷霆剑神才将其重创到奄奄一息，然后轻松将其毙命。可这次的4兽比5大罪使还要强一些，再加上雷霆剑神并没有产生暴击的蛟龙枪配合，魏轩深知不可能将其击杀。所以刚才在雷霆剑神与猛犸魔象和魔焰狂狮的命星碰撞的一刻，魏轩便提前推开，并制造了枯木假身迷惑他们，自己则利用土遁隐藏起来，并暗中压缩了3种元素能量的狂暴之境。哎，这还只是一颗下品的命星，如果是中品乃至上品的命星，岂不是更难对付？叹气间，魏轩吃了些精品烤肉，身体恢复了一些，然后走向毙命的4兽，开始提炼。提炼猛犸魔象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70，修炼值加30，地极土之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极土之天赋，2次地极土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极土之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提炼魔焰狂狮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70，修炼值加30，地极火之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极火之天赋，2次地极火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极火之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提炼金甲牛魔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70，修炼值加30，地极金之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极金之天赋，2次地极金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极金之天赋进化为 C 级金之真意。恭喜您的金之天赋融合进化时觉醒了技能金属分身。提炼风翅魔鹰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70，修炼值加30，地极风之天赋。恭喜您额外提炼出魂骨风翼。咦，魏轩心中一喜，随即一束光芒自头顶落下，风翼魂骨与他自身融合。一时间，
魏轩感觉自己的体内仿佛多了一双手，就像当初刚融合鬼蛛魂骨一般。于是魏轩心念一动，背后立刻出现了一对风翼，风翼扇动，魏轩立刻飞了起来。这跟御风靴和急速跳跃不同，而是真的飞到了空中。爽！第一次翱翔在空中，魏轩兴奋不已。不过他此刻状态欠佳，在空中飞了片刻，便重新落到地面。此番收获不小，不仅得到了一大块煞火元晶，金之天赋还进化到了 C 级，金之真意。当然，风系天赋也不错，最关键的是风翼魂骨，让自己对了一对风翼，可在空中飞行。如此一来，赶路就轻松多了。魏轩正喜悦间，忽然感受到灵界空间内传来一阵波动。是火雀弹。魏轩将火雀弹取出，里面的小家伙竟自动飞到地煞火山口上空，自动吸收起了此地的煞火能量。见状，魏轩先是一愣，随即便明白过来，火雀对火焰能量特殊的感应。这地煞火山处的煞火能量浓郁，虽然火雀还没彻底孵化出来，但在里面一样可以吸收火焰能量。吸收的火焰能量越多，先天等级越高。魏轩笑了笑，任由火雀弹子地煞火山上空吸收浓郁的煞火能量，自己则一边调整疲惫的状态，一边开始收获刚才地煞火山喷发出来的材料。刚才地煞火山喷发出来的不仅仅只有煞火元晶，还有不少好材料，不捡白不捡，没准哪天能用得到。第78章战力第2极限。赤火草2阶灵植，可提升自身火属性，亦可用于制药。火琉璃2阶材料，可提升自身火属性，亦用于建设和铸造。魏轩围绕着火山不断收刮各种材料，大部分都是火系，也有部分是地煞之物。对魏轩而言，这些火系灵植虽然可以提炼，但效果却是微乎其微。虽然蚊子再小也是肉，可与其微乎其微的效果用在他身上，倒不如回头让火雀弹吸收掉。至于如火琉璃这类材料，由于可用在建设上，所以魏轩就干脆留着了。除此之外，魏轩最后又发现了一种有用的材料，地煞木3阶材料，可用于建设和铸造。真是不错呀，看来有很大机会能布置成5行绝煞阵了。魏轩有些惊喜，地煞木正是炼制5行绝煞阵阵期的主材料。这一番下来，竟捡到了115块地煞木。一块地煞木就能炼制出1面阵旗，115块就是115面阵旗啊。当然，布置5行绝煞阵只需要24面阵旗就够了，不过剩下的可以留着以备不时之需。火元晶有了，地煞木也有了，炼制阵旗的方法对魏轩而言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只要再找到另外4种元素的元晶，就能布置5行绝煞阵了。魏轩小小期待了一下，便继续收获起了此地的材料，直到他的状态渐渐恢复。刚才地煞火山喷发的材料都已被魏轩塞入灵界空间当中，又看了看火雀弹，依旧还在吸收此地的煞火能量，显得十分欢快。魏轩索性坐下来等待，闲来无事，他又打开了人物面板。玩家魏轩，等级10级，200006000，猎魔者8级7015000，成就高级新手46100，力量2177，力之真意，敏捷1937，地级超玄速，体力1946，地级超玄体，精神2085，地级超玄感，抗性火抗加535，水抗加926，木抗加937，金抗加764，土抗加785，毒抗加543，暗抗加836，减抗减水抗加276，减木抗加253，减金抗加218，减土抗加249，减火抗加201，减毒抗加206，减暗抗加25。武器蛟龙枪，攻击加79，攻速正 30%， 穿透加500，命中正 25%， 暴击正 20%， 穿云弓，攻击加57，攻速正 15%， 射程正 20%， 穿透加300，命中正 10%。 装备御风靴，敏捷加38，闪避加25，移速正 30%。 猎魔铠甲，体力正 25%， 所有元素抗性正 15%， 血上限正 10%， 气上限正 10%， 致命防御正 50%。 技能灵眸，治疗，顺应，痛击，血刺，血爆，麻痹，硬化，石化，虚弱，土遁，木遁，金遁，水冰遁，元素风暴，水冰分身，土之分身，火焰分身，金属分身，木之假身，无相剑阵，五毒阵，风翼魂骨，鬼蛛魂骨，蛛丝罗网，急速跳跃，狂暴之境，精神念咒，森林之雨，无敌金身，金属磁场。元素天赋金之真意 C 级，木之真意 C 级，水冰 D 级，土 D 级，火 D 级，雷 D 级，风 D 级，毒 D 级，黑暗 D 级。本命天赋完美提炼，战力195星，自由属性630，
修炼值220，财富值28100。物品：猎魔勋章400，无量诀、土煞诀、火煞诀、金煞诀、风煞诀、火雀蛋。修炼石10，黄金宝箱4，一阶木料3128，一阶石料2247，一阶泥土2059，玄铁136，赤火草210，火琉璃205，地煞木115。先突破一下战力第2极限吧。魏轩见自己的自由属性达到了630，于是便开始给敏捷和体力属性加点。当这两种属性达到2000时，陡然一则公告响起：公告，玩家魏轩首个突破战力第2极限，成就加20，又获得了20点成就，目前是66，只要再获得34点属性，自己的成就等级就能达到顶级新手了。紧接着，主宰光屏上又探出了提示：提示1，您的战力已达200星，突破战力第2极限，可前往玄天殿点亮第2命星。提示2，点亮命星后，您将获得天地之力，战力也会发生质变。提示3，您已开启开图任务，激活并完成开图任务后，可获取玄天殿位置。魏轩心中一动，他的猜测果然是对的。每100星战力为1极限，达到这个标准后就能点亮一颗命星。如今他还没能点亮命星，但实力已经能击杀第1命星者了，哪怕是第2命星的，也有一战之力。魏轩心思着，自己在完成开图任务，抵达玄天殿时，战力最好达到第3极限乃至更多。如此一来，就能直接点亮3颗甚至更多的命星。话说战力达到100星可点亮命星，那如果突破1000星呢？想了一阵儿，魏轩就笑了。虽然自己依靠完美提炼这一天赋，成长比其他人快，但离1000星还是有着不小距离。先完成开图任务，见识见识域世界才最关键。区世界的破咒者少之又少，只有一些副本或特殊任务才能遇到，但域世界的破咒者应该就多了。魏轩收起思绪，没再多想，而是趁着等待火雀蛋吸收煞火能量的机会，又一次制作起了精品烤肉。如今他的天赋已经很多了，得想办法多弄些财富值，然后购买天赋融合符。当然，如果有技能融合符的，那会更好。天赋或技能的融合，对实力的提升将十分关键。第79章，996的同胞们在搞事。魏轩取出交易空间和储物空间内的所有凶兽尸体，大概用了将近半个小时，终于又制作出了一大批精品烤肉。然后将这些精品烤肉在村庄商城进行回收，直接又赚了30050点财富值。看了下自己的财富值，已然达到了58150点。58000多点财富值，这对其他人而言绝对是眼下不敢想的数字，但魏轩却赚到了，而且赚的还很轻松。不过他还是有些不满足，看了眼商城内的天赋融合符，居然需要10万点财富值，而且这还只是地级的，地级以上的暂时没有，想来是需要将村庄升级后应该才会出现。不过地级以上的天赋融合符肯定更贵，但他肯定得需要地级以上的天赋融合符。不说别的，眼下他无论力量还是金木2种天赋都已达到 C 级，后续其他天赋也必然会都升到 C 级，届时地级的天赋融合符就用不到了，只能用更高级的。所以升级村庄，让商城出现更高级别的物品十分重要。除此之外，还有猎魔套装，也是只有将村庄升级后，商城内的兑换中才有更高等级的猎魔套装。前面的路还很长啊。魏轩感慨间打开了村庄商城，暂时倒也没有他需要的东西，不过倒是可以先开一下店铺。随着以后的发展，这种玩家店铺肯定会用得到。虽然目前有交易空间，但却只能是以物换物，不如店铺来的直接。于是魏轩点开商城里的玩家店铺频道，右下角有一个我要开店功能。魏轩按照步骤进行操作，最后显示是否缴纳1000财富值。是。下一秒，嗡，光芒闪烁，商城的玩家店铺频道中多了一个我的店铺。这时一则公告响起，公告，玩家魏轩首个在商城内成功注册店铺，成就加10，这也有成就奖励，不错，成就达到76点了，再有24点就能升为顶级新手。不过这时新注册的店铺需要上架一些物品进行售卖。魏轩想了想，没将精品烤肉上架到店铺内。一斤精品烤肉对他而言是1点财富值，但对其他人来说，花1点财富值去购买1斤精品烤肉就有些舍不得了。这不是值不值的问题，而是此前其他人都是用凶兽尸体换精品烤肉，对其他人来说，凶兽尸体根本没用，所以这精品烤肉跟捡的一样。最重要的是，魏轩用5斤精品烤肉就能换1具凶兽尸体，一具凶兽尸体就算驱除皮毛和内脏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再加上烧烤和提炼，最后也至少能有100多斤精品烤肉。100多斤精品烤肉就是100多点财富值，所以这个买卖是暴利，相当划算。
但如果将精品烤肉上架到店铺内，对其他人来说舍不得用财富值买，对他自己而言也很亏。所以魏轩想了想，便将之前获得的一些临街材料上架到了店铺内，定价1块材料2点财富值，这定价算是很良心了。上架完临街材料，魏轩又将自己的烈焰刀弄了上去。此刀虽然是2阶，但属性很好，堪比3阶，不过对现在的他来说已经没用了。上架到店铺，看谁需要的话直接带走。至于售价，魏轩想了想，干脆定了个2000财富值的价格，这价格绝对不贵。将店铺弄完，魏轩又打开了聊天频道，996区的同胞们正在里面聊得一包欢快。哈哈，爽，弄死那些老外，让那些老外再嚣张，坑死他们，这简直不要太过瘾啊！既能搞那些老外，又能让咱们快速升级。说真的，这一切要不是魏轩大佬，我们根本不可能这么爽。对，话说不久前有公告提示，魏轩大佬好像击杀了一只统领级凶兽。统领级啊，那该有多强？我现在只能击杀变异级的凶兽，遇到变异级、魔化、凶兽也勉强能对付，但面对头目级的，只有逃跑的份儿。魏轩大佬都已经击杀统领级的，而且还是一个人，真是太厉害了。没办法，魏轩大佬就是这么如此的牛逼。主要是魏轩大佬好像都已经突破战力第2极限了，也不知道战力第1极限和第2极限究竟是多少。总感觉我们跟魏轩大佬玩的不是一个游戏。对了，魏轩大佬好像在商城注册店铺了，恭喜魏轩大佬哈！@魏轩，恭喜大佬！@魏轩，恭喜大佬！都别恭喜了，赶紧去捧场啊！捧场是肯定的，不过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得赶紧搞那些老外。对，目前我们还有几十个同胞没升到7级，先让他们升到7级再说。只剩最后2个小时了，我们必须得抓紧做生意。没错，之前那些老外一直侮辱我们，现在是时候还以颜色了。陈岩，兄弟们，所有升到7级的先去刷藏灵3怪，刷完藏灵3怪就赶紧修复村庄，然后负责购买能量石去玉频道售卖。方文，没升到7级的兄弟们继续刷怪，一会儿我们赚到的能量石让你们直接升到7级。萧晨，记住一定要以高价售卖为主，能顺便斗斗那些老外就尽情的斗。杨云峰，兄弟们请注意，大家一定不要藏私，把你身上的好东西都跟那些已经修复完村庄的兄弟们去交易，因为他们购买能量石也需要财富值。王志凯，没错，灵值、材料、没用的武器装备都可以，千万不要让能量石断货了。放心吧，我们肯定要团结，一整那些老外，2是帮助那些没升到7级的兄弟们升级，3是我们自己也能赚财富值。兄弟们，走起！魏轩看着聊天频道里的内容，瞬间有些目瞪口呆，似乎在他和四兽交战时，玉频道也开启交易功能了，而996的同胞们貌似在跟玉频道的那些老外做生意啊，这好像很有意思。于是魏轩切换到了玉频道，一看玉频道里的聊天内容，顿时笑了。第80章龙国爸爸们。玉频道，陈岩，最新出炉的能量石，起价10株1阶灵值，5株2阶灵值，或者用等价物品或材料进行交换。穆宁雪，能量石有限，先到先得。萧晨，还没升到7级的要抓紧了，一颗能量石就是100点能量，比刷怪强多了。漂亮国陈岩，哦，这真是上帝的恩赐，我愿意用20只凶兽尸体交换。阿三国陈岩，给我交换吧，我用15株1阶灵值交换。南棒国陈岩，我要思密达。樱花国陈岩，搜嘎，还请交换给我。陈岩，哎呀，都来报名，这该换给谁啊？方文，干脆别换给他们了，之前他们都说咱龙国是懦弱，病夫一直挑衅咱们。柳烟，没错，之前侮辱咱们的都不换给他们。漂亮国，哦，龙国爸爸们，我之前没有侮辱你们，给我交换吧。阿三国，龙国是最强的，谁敢说龙国是懦弱，病夫我就让师婆惩罚他们。南棒国，龙国欧巴，我是我们南棒国的财阀，如果你们给我交换能量石，回头我把我手下的女团送给你们。樱花国，八嘎，你们南棒国的女团有我们樱花国的女优好吗？漂亮国，法克，都别吵，我今天要订这块能量石了。南棒国，阿西吧，你牛逼个锤子，在外面我们南棒国怕你们漂亮国，如今在这主宰世界，你们嚣张个屁。阿三国，没错，我们阿三国早就受够你们漂亮国了，再敢多说一句，小心把你剁碎喂蛇。樱花国，八嘎牙路，既然这样，那我只好出20株1阶灵值来和龙国军兑换了。高如国陈岩，哦，这么好的东西，请兑换给我吧。落日国陈岩，给我。西蒙诸国陈岩，我们再也不敢挑战龙国了。看到这种情况，魏轩整个人都傻了。他看了一下，
一株一阶灵植的回收价格虽然不如玄铁，但也能回收出30点财富值的价格。2阶灵植能回收60点的价格，而一颗能量石只需要100点财富值。也就是说，10株一阶灵植，5株2阶灵植可以回收出300点财富值，等于3颗能量石。所以996的同胞们等于是用1颗能量石，让玉频道的那些老外拿3颗能量石的东西来换。我靠！魏轩只感觉996的同胞们简直太有头脑了，这特么门道都想得出来。要知道，眼下玉频道的那些老外可是有很多还没升到7级呢，而现在只剩最后2个小时就到考核期限了，不升到7级就代表着被抹杀。不是老外们不愿意刷怪，实则是他们现在都刷不动了。一来，老外们被扣除了财富值和没收了武器，而且资源也减少了大半；二来，玉频道那些老外可不像996同胞们那么幸福，有精品烤肉可以恢复精力。估计现在那些老外就算想利用最后2个小时冲刺一下，也无能为力了，身心疲惫有时是很致命的。所以那些老外只能依靠能量石寻求生存下去的希望。抓住了这一苛刻条件，996同胞们利用这最后2个小时大赚一笔，并不过分。大赚的同时，也让那些老外互咬，这也算让之前老外们挑衅龙国的行为付出代价了。当然，这还要感谢之前他们的挑战，额外惩罚把他们的村庄商城频道暂时关闭了。否则有基米尔他们在，996同胞们肯定不会赚得这么丝滑。不过也就这最后2个小时，一旦这2个小时过去，那么第2次考核也就成了定局，到时那些老外对能量石的需求肯定就大大减少了。而且基米尔等人的出村庄商城频道也只是暂时关闭，说不定2个小时后就重新开启了。又或者再有其他国区的人进来，没准儿也要抢996龙国同胞们的生意。不过即便是只有这2个小时，996同胞们也能大赚特赚。要知道，这可是纯赚差价的买卖，而且赚的是3倍。当然，这种赚差价的方式跟魏轩用精品烤肉赚差价的方式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魏轩正心想间，玉频道基米尔那些人终于忍不住了。基米尔、法克，大家千万不要上996这些人的当。能量石在商城里只卖100点财富值，而一株1阶灵植就能回收出30点财富值，2阶灵植更能回收出60点财富值。996区的人将1颗能量石卖15株1阶灵植，这简直就是剥削。中川一郎、八嘎，龙国人大大滴滴坏。萨米特，他们996在把你们当猴耍，你们清醒点。布罗德，实在是我们的商城都被暂时关闭了，不然我们来给你们购买能量石，绝对不赚任何差价。朴成贤、阿西吧，没错，大家千万不要996的当，他们简直太卑鄙了。陈岩、草，你们在说毛线呢？我们升到7级容易吗？刷藏灵3怪容易吗？现在我们拿能量石卖给你们，赚点差价怎么了？怎么了？萧晨，我们就是赚差价了，怎么低吧？有本事你们别买啊，求着让你们买了。王志凯，哎，我们的一片好心，居然说我们卑鄙。穆宁雪，算了，干脆别卖给他们了。方文，对，让他们都升不到7级，被抹杀掉好了。一见996的同胞们都生气了，那些没升到7级的老外顿时慌了。漂亮国，哦，龙国爸爸们不要生气，不管多贵，我们买。樱花国，亚麻爹，龙国爸爸们最好了，快卖给我吧。阿三国，谁再敢说龙国爸爸们卑鄙，我特么跟他急。南棒国，人家龙国爸爸们购买能量石不容易，能把能量石卖给我们已经很好了，让爸爸们赚钱怎么了？思密达。高卢国，龙国爸爸们，我们国区刚才凑了好多灵植，3阶的灵植也有，还有一些刚爆出的好东西，都给你们，请你们务必要给卖给我们能量石啊。落日国，我们也是，还有一些青铜、白银宝箱，对了，黄金宝箱也有几个，我们拿我们国区的全部家当给龙国爸爸们兑换，感谢了。西蒙诸国，灵植、材料、武器、装备、宝箱、奇物，我们都有，让我们购买能量石吧。基米尔、中川一郎、萨米特、布罗德、朴成贤等人不断在玉频道愤怒嘶吼，劝大家不要购买996的能量石，但根本没用。在面对即将被抹杀的条件下，那些没升到7级的人都跟疯了似的，颇有一种谁敢阻止他们购买能量石，就跟谁拼命的赶脚。说到底，他们也确实没办法，即便知道996的人售卖能量石是重暴利，也不得不在996的人手中购买，因为目前只有996区的人能购买到能量石。第81章，蛮荒大地。对于996同胞们的鸡贼骚操作，魏轩还是很放心的，于是也就没打算再继续观看。然而他刚打算要关闭聊天频道时，忽然看到一则私信，是陈岩发来的。轩哥，你商城店铺里的那把烈焰刀能卖给我吗？魏轩一愣，随即便想到陈岩是 C 级火焰天赋，武器烈焰刀刚好配合其天赋使用。
肯定是陈岩一边在玉频道聊天卖能量时，一边在他商城捧场，结果发现了这把烈焰刀。不过2000财富值对现在陈岩来说，先别说有没有，就算有，也不一定舍不得买。果然，没等魏轩回话，陈岩又发了一条信息：轩哥，我这里有一个黄金宝箱，是我个人的，也不打算开了，用来跟你换烈焰刀可以吗？如果轩哥觉得亏，我回头有好东西再不济你。魏轩笑了笑，一把2阶武器换一个黄金宝箱，这买卖绝对不亏。不过陈岩也所换得其所，毕竟如果开黄金宝箱的话，里面的东西未必是武器，尤其是像烈焰刀这样属性又好又适合他的武器。刚好现在魏轩还有4个黄金宝箱，只要再有一个，就又能合成出一个紫金宝箱了。于是魏轩回复道：成交。陈岩，谢谢魏轩大佬，那我们去交易空间。魏轩，好。当即魏轩将烈焰刀从店铺下架，然后到交易空间跟陈岩换来了一个黄金宝箱。紧接着魏轩轻车熟路的从商城内用1万点财富值购买了中阶宝箱合成符，将5个黄金宝箱合成了一个紫金宝箱，毫不犹豫的开启紫金宝箱。恭喜您获得物品低阶村庄升级令。太好了，魏轩大喜，此前他还心思从哪里可以弄到村庄升级令呢，没想到这次从紫金宝箱中开到了，真是不错。所以说宝箱里什么都能开到，有了这低阶村庄升级令，那他的村庄升到2级就不难了。等回头2次考核结束，向996的同胞们发一下邀请，看谁愿意加入他的村庄，能凑够100人就行。不过建设村庄肯定只是一个起步，后面应该还要更长的路要走，自己必须得继续提升实力，尤其是点亮命星，刻不容缓。魏轩正心想间，忽然嗡的一道响声打破了他的思绪，扭头一看，竟是火山上空的火雀弹忽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本来一开始火雀弹是通体火红，但此刻却变成了黑红色，其上有金色符文流转，看起来十分不凡。这是一种突破吗？看到火雀弹的变化，魏轩不禁欣喜。火雀越厉害，对他来说帮助就越大。这次火雀吸收了不少的煞火能量，先天等级应该提高了很多吧。魏轩心想间，火雀弹散发的金色符文光芒渐渐消失，然后快速飞回到了魏轩跟前，蹦啊蹦的，显得十分欢快。你这小家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孵化。魏轩笑着摸了摸火雀蛋，或许是因为自己以自身血液喂养的原因，如今他与火雀已经有了一种心灵感应，虽然还未孵化出来，但这种心灵感应却是很深刻的。和还未孵化的火雀玩了片刻，魏轩说道：行了，你去灵界空间待着吧，我要赶路了。火雀蛋明显有些不舍，但还是点了2下。灵界空间有火系材料，不过那块煞火元晶和那些火琉璃你别给我吸收了呀，我有用。魏轩说完就将火雀蛋送进了灵界空间。下一刻风翼释放，山洞间立刻向空中飞去，全速向蛮荒大地赶去。于空中飞行着赶路，让魏轩十分爽快，而且视野也宽阔了许多，下面有什么动静他都能第一时间发现。不过路上遇到的一些凶兽，魏轩也懒得击杀了，浪费时间不说，获取的也不多。除非是有群居凶兽，倒是可以顺手杀一下，因为群居的凶兽都有头目级的存在，可以提炼出天赋。但群居的凶兽本就不多，再加上魏轩只能观察路线以内的范围，就算其他地方有也发现不了。大概半个小时后，一抹初阳渐渐绽放出了一道光，魏轩终于赶到了蛮荒大地。这里充斥着一股原始蛮荒气息，有森林、河流、冰川、深渊、沙漠等多种地形。要说这蛮荒大地中不仅有凶兽，还有各种怪物乃至异族，有很多怪物或者异族都以部落的形成存在，其中以3大王者部落最强，分别是巨魔部落、蛇人部落、花妖部落。魏轩打开小地图看了看，目前他离巨魔部落的地点比较近，于是全速向那里赶去。一路上魏轩倒也发现了一些凶兽，但都没点亮命星，而且不是群居的，魏轩也没有在这些凶兽上浪费时间，毕竟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得赶紧完成开图任务，然后前往御世界。有一点魏轩一直在思索，就是目前既然他有在做开图任务，那其他区可能也有人在做。尽管现在7号域还有很多区都还没加入御频道，这说明其他区还没有100人达到7级。不过这只能代表其他区的整体实力不怎么样，并不能说其他区就没有强者。没准儿现在其他区也有某位强者突破了第1战力极限，正在做开图任务也不一定。猜测没错的话，蓝星界共有10000域，所以应该有10000个御世界。7号域就是7号御世界，而每个御世界应该连通1000个区。所有哪个区的人先一步完成开图任务，越早前往御世界，优势就越大。一念至此，魏轩赶路的速度再度加快。不过有一说一，他这一路飞过来，看到的凶兽最弱的也有100星实力，一些变异或者魔化的战力都在120星以上。这还只是在蛮荒大地最外围，
如果继续深入，或者那些部落不知会有多强。当然，蛮荒大地虽说危险系数很高，但命星凶兽还是很少，或者说整个区的命星凶兽也不多。毕竟玩家只有前往域世界的玄天殿才能点亮命星，如果在区世界就有大量命星凶兽的话，那玩家们还玩个屁！魏轩一边飞行一边思索，然而很快一股危险的气息传来，魏轩眉头一皱。也就这时，一只巨大的凶兽陡然从下方跳到空中，速度之快，眨眼便已临近魏轩。第82章魔鬼毒蝉。魏轩多少没反应过来，实在是突然出现的凶兽跳速太快，几乎是一瞬间就跳到了魏轩跟前，比急速跳跃都要快很多，太过猝不及防。魏轩惊出丝丝冷汗，几乎第一时间便开启了无敌金身。砰砰砰，那些凶兽的攻击发出阵阵轰鸣，直到3秒后，魏轩骤然催动御风靴加瞬影加急速跳跃，与那些凶兽拉开了距离。同时鬼蛛魂骨开启，并随时制造木之假身。不过那些凶兽虽然能突然跳到空中，但显然不会飞行，刚才攻击完后便落到了地面。魏轩凝眸一看，这才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处沼泽之地，底下竟是一只蛙类凶兽，通体漆黑，浑身长满了毒瘤，面如魔鬼，丑陋且狰狞。凶兽魔鬼毒蝉，等级15级，战力130星，特性毒、凶残、群居、魔气，爆率8%。凶兽魔鬼毒蝉，变异，等级15级，战力150星，第一命星，已点亮30%。天赋毒之操控，地级，特性变异、毒、凶残、群居、魔气，爆率10%。凶兽魔鬼毒蝉，头目，等级15级，战力170星，第一命星，已点亮50%。天赋特性头目、毒、凶残、群居、魔气，爆率12%。凶兽魔鬼毒蝉，统领，等级15级，战力190星，第一命星，下品，已点亮100%。秘典魔毒残篇。天赋技能特性统领、毒、凶残、群居、魔气，爆率15%。魏轩双眼一眯，蛮荒大地的危险系数果然很高，这还只是外围就遇到了这么一个强大的凶兽群，变异级都点亮了30%的命星。尽管他如今不惧点亮命星的凶兽，但如果数量太多的话，依旧有些麻烦。不过该战还得战，否则如何变强？呱呱呱！下面的沼泽地，大量魔鬼毒蝉盯着空中的魏轩，似乎是一种叫嚣。凶兽亦要捕食，尤其是人类，对凶兽更是大补。却见一只魔鬼毒蝉再次向空中跳跃，速度之快，眨眼临至。不过之前魏轩是因为在全速赶路，再加上于空中飞行有些掉以轻心，所以面对突如其来的魔鬼毒蝉有些猝不及防。但此刻进入了全胜状态，饶是那些魔鬼毒蝉跳速再快，也不可能让魏轩反应不过来。轰轰轰！魏轩挥动蛟龙枪，顿时一道道蛟龙之影出现，同时魏轩也释放出了大量金之剑刃。金之剑刃的无相剑阵俨然成了他如今对付命星凶兽的重要手段。如今他的金之天赋已经达到 C 级，金之真意威力更盛的同时，金之剑刃也可以释放出360道。由360道金之剑刃组成的无相剑阵，其威力堪称恐怖，击杀修炼了秘典的命星凶兽也绰绰有余。不过此刻魏轩释放的金之剑刃也只是在不断击杀那些普通的魔鬼毒蝉。轰轰轰！击杀魔鬼毒蝉，获得能量加260，猎魔值加130。击杀魔鬼毒蝉，获得能量加265，猎魔值加130。恭喜您击杀魔鬼毒蝉，爆出猎魔勋章 X3。魏轩一喜，没想到击杀普通的魔鬼毒蝉都能获得猎魔值，甚至爆出猎魔勋章。想了想，这些魔鬼毒蝉虽然没明显提示是魔化凶兽，但在特性上却有一个默契，这让魏轩不禁想到五大罪使似乎也是与魔物签订了某种契约。想来这些魔鬼毒蝉跟五大罪使的性质差不多吧。而获得猎魔值以及爆猎魔勋章，并不一定非要是魔化凶兽，只要是跟魔物有关的，击杀后都能获得猎魔值。心想间，魏轩继续一边于空中游走，一边挥动蛟龙枪和操控金之剑刃，击杀那些跳到空中的魔鬼毒蝉。这无疑是在给他送能量和猎魔值。不过很快，咕咕呱，10来只变异级的魔鬼毒蝉跳了上来。相对于普通的魔鬼毒蝉来说，这些变异级的魔鬼毒蝉强的不是战力，而是点亮了半颗命星，甚至还有地级毒之天赋。果然，
变异级的魔鬼毒蝉并没有那么容易被击杀。此刻有2只魔鬼毒蝉离魏轩还有些距离，但却忽然张开大口，顿时一条墨绿色的舌头伸了出来。那舌头不断延伸，直奔魏轩而去。临近魏轩后，竟快速翻卷，直接便将魏轩卷进了口中。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咕咕呱！眼见那人类被吞掉，其他魔鬼毒蝉都开始叫了起来，似乎是在庆祝，又仿佛是在嘲笑。然而下一刻，他们的叫声戛然而止。只见魏轩的身影忽然在那2只魔鬼毒蝉后面显现，继而左右雷，右手火，骤然轰在那2只魔鬼毒蝉身上。轰轰轰！那2只魔鬼毒蝉当场毙命。至于其中1只魔鬼毒蝉刚才吞掉的，自然就是魏轩的木之假身。击杀魔鬼毒蝉变异，获得能量加300，猎魔值加160。击杀魔鬼毒蝉变异，获得能量加310，猎魔值加165。恭喜您击杀魔鬼毒蝉变异，爆出猎魔勋章 X6。2只半颗命星的凶兽就这么被魏轩直接秒杀。不过这时，其他变异魔鬼毒蝉也纷纷发出愤怒的呱叫，然后朝魏轩一拥而上。魏轩挥动蛟龙枪，操控着金之剑刃斩，同时雷火天赋双双释放，与那些变异魔鬼毒蝉展开屠杀。10余只点亮命星的变异魔鬼毒蝉实力相当不弱，纷纷释放出了天地之力，与天地产生了一丝共鸣。半颗命星释放的天地之力虽不如完整的命星，但也不容小觑，何况是10余只魔鬼毒蝉一起释放。甚至释放天地之力的同时，那些魔鬼毒蝉还运用了毒之天赋，立刻大量毒液朝魏轩涌去。魏轩虽有毒抗，但也不敢怠慢，立刻释放出冰之力，将那些毒液冰冻。紧接着，一道道金之剑刃回旋，立刻在那些剑刃上出现了大量雷电。杀！骤然，一道道雷霆剑刃冲向那些变异魔鬼毒蝉。嗖嗖嗖！饶是那些变异魔鬼毒蝉能操控天地之力，但毕竟只是半颗命星，能抵挡住1到2道雷霆剑刃，但却抵挡不住大量。何况金之剑刃上的雷霆是经过魏轩简单压缩后印在上面的，威力更强。轰轰轰！很快10余只变异魔鬼毒蝉被雷霆剑刃击穿，随着魏轩一声大喝爆，那些变异魔鬼毒蝉当场毙命。此战斗说来话长，但也只是几个呼吸的事。下方3只魔鬼毒蝉头目见此，立刻发出愤怒的咆哮，再也按耐不住，纷纷跳起冲向魏轩。除此之外，还有那只魔鬼毒蝉统领同样也亲自加入了战斗。第83章技能强化录。3只头目级魔鬼毒蝉都已点亮了完整的命星，天赋和技能查看不到，但实力定然不俗。包括那只魔鬼毒蝉统领，不仅点亮了完整命星，更还修炼了残篇秘典。不过魏轩之前同时对付过点亮完整命星并修炼了残篇秘典的4大统领级凶兽，因此自然不惧，但也绝对不能恋战。于是在那3只头目级魔鬼毒蝉冲上来之际，魏轩周身的雷霆剑刃立刻组成了3个无相剑阵。对付未修炼秘典的命星凶兽，108道雷霆剑刃组成的无相剑阵足以击杀。而目前达到 C 级的金之剑刃可让他凝聚出316道金之剑刃，自然能组成3个无相剑阵。骤然，3个巨大的神像虚影自空中出现，夹杂着雷霆之力，犹如雷霆剑神。3只头目级魔鬼毒蝉感受到了威压，发出阵阵惊叫，想都没想便释放出了自己的命星。顿时天地之力共鸣，与3个雷霆剑神碰撞在一起。轰轰轰！战斗波动扩散。魏轩早有准备，提前煽动风翼，又催动御风靴加瞬影加急速跳跃，直接避开。片刻后，战斗波动消散，3只魔鬼毒蝉头目跌落在地，直接毙命。此前108道金之剑刃组成的无相剑阵虽然可以将命星凶兽重创，但绝对无法将其击杀。但如今金之天赋达到了 C 级金之真意，威力提升的不是一丁半点，所以同样是108道金之剑刃组成的无相剑阵，威力效果却比之前强大了很多。魏轩也有些意外，108道雷霆剑刃组成的无相剑阵居然直接将命星凶兽击杀了。没想到 C 级天赋比地级强这么多，这要是316道 C 级的金之剑刃组成无相剑阵，威力该有多恐怖，怕是中品命星的凶兽也能击杀吧。击杀魔鬼毒蝉头目，获得能量加500，猎魔值加260。击杀魔鬼毒蝉头目，获得能量加500，猎魔值加260。恭喜您击杀魔鬼毒蝉头目，爆出猎魔值 X10，技能强化录 X1。咦，爆新物品了。不过此刻魏轩来不及查看，因为魔鬼毒蝉统领已然愤怒而至，其命星爆发，催动着天地之力，浑身更是散发着魔毒之物，向魏轩席卷而去。不过魏轩早有准备，这一刻
食指和中指间分别有丝丝雷电与火焰出现，正是提前被他压缩的雷电与火焰能量。如今对付命星凶兽魏轩已有心得，必须准备好这些压缩的能量才行。毕竟目前他虽手段众多，但真正能击杀命星凶兽的，也只有无相剑阵和狂暴之境。嗖嗖，狂暴火焰与狂暴雷霆双双击中命星凶兽。此刻魔鬼毒蝉统领正在释放命星与魏轩战斗。然而3秒后，命星刚一释放，爆！随着魏轩一声大喝，魔鬼毒蝉统领骤然被炸出一个窟窿，瞬间毙命。击杀魔鬼毒蝉统领，获得能量加800，猎魔值加460。恭喜您击杀魔鬼毒蝉统领，爆出猎魔勋章 X20， 修炼石 X2， 技能强化路 X2。狂暴之境真是击杀命星凶兽的必备技能。魏轩笑了笑，不得不说，此技能是真好用。虽然没有浩大的声势，但正是如此，才能悄无声息地击中命星凶兽。速度快，威力强。对了，技能强化路是什么？魏轩立刻查看刚刚爆出的技能强化路，这是第一次爆出此物，之前可没有。技能强化路可强化技能，蕴含10次强化机会。提示：强化技能时有可能失败。原来是强化技能的，魏轩欣喜不已。这技能强化路是真正的好东西。技能不分等阶，随着等级、战力、天赋的提升，自身的技能也会有所加强。可即便如此，一些技能还是有所欠缺，比如他早期获得的血刺、血爆等技能，目前基本都用不到。说白了，还是技能本身的强度就不够。这也是魏轩一直在想，既然有天赋融合符，那会不会也有技能融合符？如果有技能融合符，那将他众多技能进行一番融合，强度肯定会大大提升。然而现在技能融合符没出现，倒是出现了技能强化路。只要将技能进行强化，一样可以提升技能强度。一瓶强化路可强化10次，只是强化时有可能失败，不知道强化成功率能达到多少。魏轩心想间，准备先拿刚刚获得的3瓶强化路试试。但强化哪个技能好？无相剑阵和狂暴之境目前有击杀命星凶兽的威力，暂时不用强化，可以强化一个能与命星凶兽抗衡的技能。魏轩思来想去，终于在片刻后将目光落在那元素风暴那一栏上。此技能本来是玄水风暴，但演化至今已然被魏轩用成了元素风暴。此风暴可融合各种元素能量，本身威力就不小，而且还是持续群攻技能，若能得到强化，必然不俗。最重要的是，如今他已获得了风之天赋，对元素风暴也能大大加持。就他了。当即，魏轩使用技能强化路，主宰光屏上出现了需要强化哪种技能的选项。魏轩选择了元素风暴，直接进行强化。嗡！恭喜，强化元素风暴成功，元素风暴强化+1。公告：玩家魏轩首个强化技能成就+10。恭喜，强化元素风暴成功，元素风暴强化+2。遗憾，强化元素风暴失败，元素风暴强化+2。遗憾，强化元素风暴失败，元素风暴强化+2。遗憾，强化元素风暴失败，元素风暴强化+2。这特么失败率有些高啊！魏轩第一次有了前世玩游戏时充值100块合成某件装备，结果合成失败的感觉。不过他也并不灰心，相对前世玩游戏的失败，如今他所在的可是一片真实的游戏世界，无需充值。至于这些强化路，说白了只是刷刷怪就能有的，何况这么一瓶就能强化10次，虽然成功率不高，大不了就多强化几次。于是魏轩再次开始强化，甚至连另外2瓶也直接用上了。嗡！恭喜，强化元素风暴成功，元素风暴强化+3。遗憾，强化元素风暴失败，元素风暴强化+3。遗憾，强化元素风暴失败，元素风暴强化+3。恭喜，强化元素风暴成功，元素风暴强化+4。恭喜，强化元素风暴成功，元素风暴强化+10。当3瓶技能强化路全部用完后，元素风暴已然强化+10。仅仅强化到了10，魏轩就已惊喜不已。他能明显感受到，随着元素风暴得到了强化，威力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第84章巨魔部落。魏轩能明显感受到，当元素风暴强化到1时，威力提升很小，强化到2时，威力提升的也一般。但随着这种强化不断叠加，强化到10时，威力相对之前提升了很多。初步估计，如今的元素风暴配合雷、火、金3种天赋的话，完全可以击杀一大片半星凶兽。完整的命星凶兽不知道能不能击杀，但就算击杀不了，也能对其造成不小的伤势。要知道，这可是群攻技能啊！而且后续他再得到技能强化路，还能继续不断提升。也不知道这技能强化路的爆率大不大。有一点魏轩基本可以肯定，
就是这蛮荒大地的凶兽才会爆技能强化路的。此前无论是血色山还是枯骨荒原都没爆出此物。当然，也许不仅蛮荒大地，可能10级以上的凶兽区都有机会爆出技能强化路。不过好像只有击杀头目或头目级以上的凶兽才会爆这东西。好在以这蛮荒大地的危险系数来看，头目级凶兽应该不缺。魏轩沉吟了片刻，然后便开始提炼那些魔鬼毒蝉。提炼魔鬼毒蝉成功，获得速度加70，毒抗加40。提炼魔鬼毒蝉成功，获得速度加70，毒抗加40。提炼变异魔鬼毒蝉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50，地级毒之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地级毒之天赋，2次地毒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毒之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提炼变异魔鬼毒蝉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50，地级毒之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地级毒之天赋，2次地毒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毒之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提炼魔鬼毒蝉头目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60，地级毒之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地级毒之天赋，2次地毒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毒之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提炼魔鬼毒蝉统领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70，修炼值加30，地级毒之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地级毒之天赋，2次地毒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毒之天赋提升至 C 级毒之真意。恭喜，您的毒之天赋融合进化时觉醒了技能毒之分身，又多了一个 C 级天赋。魏轩惊喜不已， C 级天赋比 D 级天赋强了太多。如今毒之天赋达到了 C 级，那五毒阵的威力也大幅度提升。之前毒之天赋在 D 级时，五毒阵就能困住修炼了残篇秘典的命星统领级凶兽，如今达到 C 级，困的时间将会更长，甚至还能将其重创乃至击杀。不错，对付命星凶兽的手段越来越多了。魏轩信心倍增，将那些魔鬼毒蝉的尸体收起来后，便煽动风翼，朝着巨魔王者部落的位置赶去。3大王者部落，目前他离巨魔部落最近，而且巨魔部落在3大王者部落中算是比较弱的。魏轩自然是先去巨魔部落，获取巨魔王者图腾。蛮荒大地，深渊辽阔，魏轩用了半个多小时，终于赶到了巨魔部落附近。这一路上，他没有再遇到群居凶兽，毕竟蛮荒大地太大，他飞行的是直线，遇到的几率很小。不过倒是遇到一些飞禽类凶兽，收获了将近5000点能量，2000多点猎魔值，这也让他的猎魔等级达到了9级，156730000，自身等级也达到了10级，53000600000，再有7000能量就能升级了。除此之外，还增加了一些属性，均衡发展了一下，让他的战力也一举达到了208星。等级越高，实力越强，战力越难提升，尤其是战力突破第1极限和第2极限后，提升的难度会十分明显。猎魔勋章756枚，修炼石15颗，修炼值280点，不错。魏轩对这些相当满意，目前这些东西都只是一种积攒，等时机到了，直接就能转换为战力。其中猎魔勋章可兑换猎魔套装，不过得等到将村庄升级以后，随着商城的提升，才会有更高等级的猎魔套装。至于修炼石和修炼值，都是修炼秘典用的，这也得等自己点亮命星后才能修炼秘典。倒是技能强化路，魏轩这半个小时的赶路又获得了2瓶，直接又全部强化到了元素风暴上。元素风暴强化加17，魏轩能清楚地感受到元素风暴的威力又提升了很多。当然，再次获得2瓶技能强化路，让魏轩也确定了只有头目或头目级以上的存在才能爆出技这东西。至于爆率吗？不算低，也不算高，中规中矩。巨魔部落，我来了。魏轩收起思绪，目前第2考核即将结束，他必须得尽快完成开图任务才行。在离巨魔部落越来越近时，魏轩没再继续于空中飞行，而是落到了地面。空中飞行太容易暴露自己，而巨魔部落作为蛮荒大地的3大王者部落之一，实力肯定强大。先打探一下这种王者部落的强度会很关键。此刻魏轩落到的地方是一处丛林，仿佛来到了最原始热带雨林。这里各种毒虫众多，随便一只蚊子都是2级，如果纯新手到这里来，分分钟就可能被毒死。不过魏轩却无视那些毒虫蛇蚁，别说他们根本无法靠近魏轩，即便能靠近咬上一口，以魏轩如今的防御和各种抗性，完全可以忽视。魏轩前行了片刻，终于远远看到了巨魔部落所在地。那是一片巨大的空地，有着不少石屋和塔防建筑，部落范围内散发着黑暗血食的气息，遍地都是凶兽残骸，还有一些被啃食过的凶兽尸体。除此之外，那些塔防建筑上还都有巨魔在把守，更有一支支巡逻的巨魔小队。
那些巨魔体似人形，看起来高大魁梧，像是个小巨人，但面孔似人似兽，长鼻獠牙，确切地说，仿佛人形怪物。一个个手里都拿着大刀、大棒等武器，很不一般。这些武器最低都是一阶武器啊！魏轩眼里放光，这要是将巨魔部落捣毁，然后将他们的武器都收起来，拿商城去卖，岂不是赚翻了？何况这部落中都不少石屋和塔防建筑，全部拆卸后又是一批材料。激动间，魏轩没有打草惊蛇，而是施展土遁，从地下慢慢向巨魔部落前行而去。第85章，猎食时刻到了。巨魔部落最外围是塔防建筑和巡逻小队，再往里就是一座座石屋，越往里石屋越好。最中心的那座石屋被众多石屋围着，是巨魔部落中最好的一座。猜测没错的话，最中心的石屋应该就是巨魔王的居住之所。这时，一阵兽角吹响，所有巨魔都被召集了起来。巨魔王也从石屋中走出，其身形比一般巨魔高大好几倍，通体黑色，散发着一股王者威压。在巨魔王身旁还站着2个稍小一些的巨魔，像是2名护将。其次是8大巨魔统领，然后是头目级、变异级，层次分明。魏轩悄悄从一片茂盛的草丛中探出了头，用灵眸查看。一族巨魔，等级18级，战力160星，第一命星，已点亮20%。来历：本土部落，曾被魔物支配，后继承魔物意志，于各个新手区阻止试炼者进行开图任务。特性：凶猛、残忍、黑暗、魔异。爆率10%。一族变异巨魔，等级18级，战力170星，第一命星，已点亮50%。天赋：来历：本土部落，曾被魔物支配，后继承魔物意志，于各个新手区阻止试炼者进行开图任务。特性：变异、凶猛、残忍、黑暗、魔异。爆率13%。一族巨魔头目，等级18级，战力180星，第一命星，已点亮80%。秘典：天赋、技能。来历：本土部落，曾被魔物支配，后继承魔物意志，于各个新手区阻止试炼者进行开图任务。特性：头目凶猛、残忍、黑暗、魔异。爆率16%。一族巨魔统领，等级18级，战力190星，第一命星，下品，已点亮100%。秘典：天赋、技能。来历：本土部落，曾被魔物支配，后继承魔物意志，于各个新手区阻止试炼者进行开图任务。特性：统领凶猛、残忍、黑暗、魔异。爆率19%。一族巨魔护将，等级18级，战力210星，第一命星，下品，第二命星，已点亮10%。秘典：天赋、技能。来历：本土部落，曾被魔物支配，后继承魔物意志，于各个新手区阻止试炼者进行开图任务。特性：护将凶猛、残忍、黑暗、魔异。爆率23%。一族巨魔王，等级18级，战力240星，第一命星，中品，第二命星，已点亮30%。秘典：天赋、技能。来历：本土部落，曾被魔物支配，后继承魔物意志，于各个新手区阻止试炼者进行开图任务。特性：王级凶猛、残忍、黑暗、魔异。爆率30%。我滴个乖乖！查看完那些巨魔，魏轩多少有些头皮发麻。他敢肯定，如果自己贸然闯入巨魔部落，必死无疑。最弱的巨魔也点亮第一命星，虽然只点亮了20%，但数量太多呀。何况还有那2名降级的巨魔还点亮了第二命星。巨魔王的第二命星甚至点亮了50%，第一命星更是中品。甚至他不仅无法查看这些巨魔的天赋和技能，连秘典都无法查看到。最重要的是，这些巨魔不像凶兽，他们属于异族，智慧远超凶兽。记得公主的解答曾说过，所谓本土玩家不仅仅是人族，还有妖族、异族等。没想到光是激活开图任务就遇到了如此阵容的本土部落。看来想完成开图任务前往异世界，难度无疑是 S 级的。甚至如果哪个新手区如果没有出现足够强的人，那很有可能一辈子也无法激活开图任务。此刻魏轩收起思绪，暗暗心想，看来这次得要智取了。说实话，即便现在魏轩的天赋和技能手段众多，但依旧不敢贸然闯入这巨魔部落。这不是怂，而是理智分析。光是巨魔王和2大护将都够魏轩受的，更别说还有巨魔统领、巨魔头目以及大量变异和普通巨魔。好在魏轩如今拥有各种遁法技能，隐匿起来十分容易，否则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得逐一击破才行。魏轩暗暗盯着那些巨魔，目光微缩。也就这时，那巨魔王发出一阵奇怪的语言。不过虽然语言另类，但在这主宰宇宙中，万族语言却都是神奇般相通的。当然，凶兽和一些怪物除外。魏轩能听懂那巨魔王的意思。小的们，猎食时刻到了。这一批人类试炼者的2次考核即将结束，为防止有些试炼者提前发现开图任务，今日我族分出8支队伍，每天轮流在我族这片森林中寻找试炼者，一旦发现，尽情猎杀。闻言，一众巨魔立刻高举武器欢呼。结，人肉应该比凶兽肉要美味得多。可惜我们因为主宰限制，无法离开这片森林，否则早就去新手丛林找猎杀那些试炼者了。不知道有多少试炼者能闯到这里，真是期待啊！巨魔王身边的左护将说道：“王，一个低维世界的新手区而已，我们分8支队伍，是不是有些兴师动众了？”右护将也扯着嗓子说道：“是啊，王，别说现在那些试炼者没几个能闯到这里，就算真来了，也根本不堪一击。巨魔王，部落里没食物了，找不到试炼者，就猎杀其他凶兽。”当即，那些巨魔分出了8支队伍，由8个巨魔统领带队。不过，他们也不是全部出动，而是每次都出去2队，等这2队回来，再换另外2队，以此轮换。那些暂时没出动的队伍，依旧在部落外围驻守和巡逻。看到这里，魏轩心中一动，听这些巨魔的意思，似乎他们受到了主宰限制，无法离开这片森林。想想也是，作为本土部落，如果真能离开这片森林的话，他们早去新手丛林屠杀新手了。不过，虽然出不了这片森林，但他们却知道自己的部落是试炼者激活开图任务的关键，所以竟提前有所准备。然而，刚好可以逐一击破。隐匿着的魏轩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心中已然有了打算。如果这些巨魔不出去猎食，他一时半会儿还真不知道该怎么逐一击破。不过现在既然有外出的队伍，那就好说了。当即，魏轩依靠土遁在地底前行，暗暗跟上了那2支外出猎食的队伍。第86章技能融合符。清晨，一缕缕阳光穿过千枝万叶，降临在这片茂密的原始丛林。可即便如此，这片森林依旧透出阴暗的气息，危险更是无处不在。2支由巨魔统领带领的队伍分成了10支小队，分别由10个巨魔头目带领，开始分散着在这片丛林中猎杀起了食物。魏轩暗暗跟上了1支小队。片刻后，那支小队的头目说道：“找仔细点，发现试炼者，立刻敲碎他们的梦想。”是，头目大人。那些巨魔纷纷兴奋不已，仿佛猎杀试炼者是一件很值得期待的事。的确也是如此，试炼者击杀本土玩家收获会很大，而本土玩家击杀试炼者也是如此。何况他们还彼此都有任务。试炼者想要激活开图任务，必须捣毁巨魔们的部落，而巨魔们的任务就是阻止试炼者激活开图任务。该说不说，如果是其他试炼者想要激活开图任务，还真是难如登天。可此番来到这里的是魏轩。很快，那支巨魔小队正仔细找寻食物时，忽然其中一个巨魔眼睛一亮：“头目大人，你看！”那巨魔头目定睛一瞧，顿时兴奋了起来：“是人类，是试炼者！”其他巨魔这时也注意到了，只见在他们前方，一个人类正站在不远处，手持一把长枪，脸上还挂着丝丝微笑。巨魔们顿时激动不已：“真是幸运啊，这就遇到了一个试炼者，遇到我们，算这试炼者倒霉。这试炼者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然一个人就赶来这里，他肯定是在找死。”巨魔头目手中大刀一挥，杀！今晚有人肉吃了。一时间，所有巨魔全都兴奋地朝魏轩冲了过去。然而，火焰风暴！魏轩早已提前用火焰天赋凝聚出了火焰风暴。要说这些巨魔最弱的也是命星点亮了 20%， 变异更是将命星点亮了 50%。至于那巨魔头目，甚至点亮了 80%。当然，以魏轩如今的实力，完全不惧这样的队伍。尤其是那些普通巨魔和变异巨魔，即便他不动用元素风暴、无相剑阵以及狂暴之境，但依然可以击杀。只不过那样的话会有些拖时间，而且他也想试试被强化后的元素风暴真正的威力。此刻，随着魏轩在身前凝聚出了火焰风暴，顿时一股强烈的威压降临。这不好，这不应该是目前试炼者该有的实力啊！快跑！看到那火焰风暴，所有巨魔都是心头一惊。他们都是有智慧的，尤其是以他们现在的实力，完全可以感受到那火焰风暴中蕴含的巨大威力，深知不敌，故而开始了撤退。想跑，晚了！魏轩一声大喝，火焰风暴骤然席卷，所过之处，树木崩塌。轰轰轰！随着火焰风暴席卷，那些巨魔全都没能幸免。巨魔头目想要释放命星抵挡，可刚释放了一半，便被火焰风暴席卷其中。片刻后，击杀巨魔，获得能量加500，猎魔值加300。
击杀变异巨魔，获得能量加700，猎魔值加400。恭喜您击杀变异巨魔，爆出猎魔勋章 X6。击杀巨魔头目，获得能量加1000，猎魔值加600。恭喜您击杀巨魔头目，爆出猎魔勋章 X12，修炼石 X2，技能强化路 X1。恭喜您的等级提升至11级，获得4维属性加100，财富值加1000。恭喜您的升级触发暴击，奖励技能融合符星号1。哈，技能融合符果然有。魏轩大喜，没想到升级还能触发暴击，拥有特殊奖励。技能融合符目前连村庄商城都没有，不过根据魏轩曾经玩游戏的经验，既然有天赋融合符，那应该也有技能融合符才对。没想到还真有，就这么在升级时得到了，真是不错。不过魏轩并没有急着查看技能融合符，而是先对那些巨魔尸体进行了一波提炼。毕竟刚才的火焰风暴引起的波动不小，其他巨魔小队虽然是分散的，但离得并不太远，应该很快就会赶到。他得提前做应战准备。提炼巨魔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20。提炼变异巨魔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40，一级超狂力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 C 级力之真意，正在与一级超狂力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C 级力之真意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20%。提炼变异巨魔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40，一级土之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地级土之天赋，正在与一级土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土之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20%。提炼巨魔头目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60，修炼值加20，地级黑暗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地级黑暗天赋，2次地级黑暗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黑暗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将所有巨魔尸体提炼完，虽然没有新的天赋达到 C 级，也没有获得新技能，但魏轩还是很满意的。毕竟他这一番提炼下来，光是自由属性就获得了500多点，如今自由属性已经达到了1950点。要知道，自由属性跟直接提炼出4维属性点不同，直接提炼的4维属性点是死的，但自由属性是活的。自由属性除了能给4维属性加点外，各种抗性、减抗也都可以加，这很关键，可以让自己的属性均衡发展，哪里不足点哪里。除此之外，自由属性不光可以给自己加点，还能转给别人。这种帮别人直接提升实力的手段，一般人很难做到，毕竟不是谁都像他一样能提炼属性的。除了自由属性外，此番提炼虽然没有新的天赋达到 C 级，但却增加了不少天赋的强度。这些巨魔所具备的天赋是多样化的，什么天赋都有。也就是说，只要自己多提炼几个这样的小队，没准会有好几个天赋都能达到 C 级。当然，最让魏轩意外的还是这次升到11级后，居然触发了暴击，奖励了一个技能融合符。魏轩隐匿好身形后，便将注意力放到了技能融合符上。第87章极道化身。魏轩查看技能融合符的使用。技能融合符可对多种技能进行融合。提示：融合成功率根据所要融合的技能数量及特性有关。原来还有融合成功率。魏轩仔细想了想，应该是融合的技能越多，成功率越小。除此之外，就是技能特性，相同特性的技能融合起来应该就越容易。比如血刺和血爆都是利用自身鲜血所制造的技能，应该是同有种特性。这倒是把魏轩给难住了，自己该融合哪些技能才好？技能：灵眸、治疗、瞬影、痛击、血刺、血爆、麻痹、硬化、石化、虚弱、土遁、木遁、金遁、水冰遁、水冰分身、土之分身、火焰分身、金属分身、毒之分身、木之假身、元素风暴、强化加17、无相剑阵、五毒阵、风翼魂骨、鬼蛛魂骨、蛛丝罗网、急速跳跃、狂暴之境、精神念咒、森林之雨、无敌金身、金属磁场、五行绝煞阵。魏轩盯着自己的技能栏看了又看，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本来按照他的想法是想将血刺和血爆融合一下的，但又觉得只融合2种技能有些浪费，于是魏轩将目光放在了几种元素分身上。目前他有水冰、土、火、毒、金6种分身，不对，木之假身也算分身的一种，确切的说是6种。其实魏轩很少用这些分身，顶多也就是释放出来跟强大的对手周旋一下，毕竟这些分身的实力跟自己的真身无法相比，实力要差上不少，也很容易被击溃。虽说算不上鸡肋，但对如今的他而言用处不是很大，也就木之假身有时会用来迷惑一下对手。与此这样，倒不如融合一下试试。心想间，魏轩立刻点击使用技能融合符，当即主宰光屏上便出现了自己的技能框，下面有融合2字，上面则是成功率。魏轩毫不犹豫的那7种分身类技能选上，
只见上面的成功率是90%，这样的成功率是非常高了。魏轩深吸一口气，然后点击融合。下一秒，嗡，光芒闪烁，恭喜您的金之分身、木之假身、水之分身、冰之分身、火之分身、土之分身、毒之分身7种技能融合成功。恭喜您获得了新技能极道化身。哈，成功了！魏轩大喜，一般融合成功后，新的技能肯定比融合前的技能要强，这可不单单是1+1等于2那么简单。而融合的技能数量越多，融合成功后的新技能也就效果越好。此刻，魏轩迫不及待地开始查看融合后的新技能。极道化身可释放与本体一模一样的化身。提示1，化身100%继承了本体的所有属性、天赋、技能等，亦可和本体自由切换。提示2，化身可随着本体一起变强。别的不说，我这等于又多了一条命啊！魏轩激动间，直接心念一动，只见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化身从他的本体中走出。那化身看向魏轩，还冲魏轩笑了笑，然后又释放鬼蛛魂骨，又释放其他技能的，仿佛在炫耀自己。魏轩面色古怪，只觉得自己多了一个双胞胎弟弟。这就是极道化身与那些元素分身的区别。元素分身基本都是以元素形成，比如水之分身，基本就是一团水凝聚出的模样，而且只有水之天赋的特性。但极道化身不同，此化身有血有肉，继承了本体所有的属性、天赋和技能。确切的说，本体和化身并无差别，都是魏轩的心念在主导，主心念放在哪个上，哪个就是本体。这无疑是保留了木之假身的换身特性。可以想象，如果魏轩在遇到生死危机时，立刻将主心念放在化身上，那到时死的就只是化身，有种金蝉脱壳、偷梁换柱的味道。所以，这等于又多了一条命。而在战斗时，释放化身也等于是2个自己和对手战斗。化身还能随着本体一起变强，也就是说，自己以后获得其他天赋技能，化身也可以继承，包括各种属性也能提升，简直太棒了！魏轩对融合出的这个极道化身技能相当满意，于是看了一下技能栏，技能灵眸、治疗、瞬影、痛击、血刺、血爆、麻痹、硬化、石化、虚弱、土遁、木遁、金遁、水冰遁、极道化身、元素风暴、强化加17、无相剑阵、五毒阵、风翼魂骨、鬼蛛魂骨、蛛丝罗网、急速跳跃、狂暴之境、精神念咒、森林之雨、无敌金身、金属磁场、五行绝煞阵。果然，其他元素分身的技能没了，只留下了极道化身。就在魏轩沉浸在获得了极道化身的喜悦当中时，周围听到动静的其他巨魔小队纷纷赶了过来。魏轩心中一动，立刻让自己和化身遁入地底。很快，9支巨魔小队先后而至，包括那2个巨魔统领。巨魔统领1，发生了什么事？巨魔统领2，刚才这里好像发生了战斗。他们并没有看到同伴的尸体，那些死去的巨魔都被魏轩收到了储物空间。当然，无论毒蝉还是之前的猎狗，包括此刻的巨魔，魏轩都没打算售卖或食用。一般像这种尸体，他都是制成精品烤肉后直接回收成财富值，而像荒原灵、獠牙野猪那样的凶兽肉才会挂在交易空间售卖或食用。总之，这都是财富值，可不能浪费。魏轩在地底一边压缩狂暴之境，一边运转元素风暴，而此刻那些巨魔都在不安与躁动。我们另一支小队呢？怎么没了？刚才的战斗不会跟他们有关吧？难道他们遇到了试炼者？放屁！现在的试炼者哪能弄出这么大的战斗波动？这时，巨魔统领1大吼道：“都别吵了！巨魔统领2，快在这周围找找，看有没有试炼者。”当即，一众巨魔就准备在四周搜查。然而下一秒，2道身影凭空出现，2个巨魔统领大惊：“试炼者！杀！快给我杀！”当即，2个巨魔统领下令道：“火焰风暴！雷霆风暴！”魏轩和他的化身出现后，便已经运转好了元素风暴，一个是火焰，一个是雷霆。此刻，火焰与雷霆风暴骤然形成，巨大的能量波动让所有巨魔都目露恐惧。紧接着，2种风暴席卷开来。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不仅那些巨魔没反应过来，就连那2个统领都有些猝不及防。该死的试炼者，居然搞偷袭！快用命星抵挡！2个巨魔统领面对强大的火焰与雷霆风暴，心悸无比，赶忙就要释放命星抵挡，或许能保住一命。此地离他们的部落并不算远，只要能保命，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回到部落，到石有王的保护，他们就安全了。还有，巨魔森林来了个强大的试炼者，这个消息一定要让王知道。然而，他们想法虽好，可惜命星刚释放到一半，嗖嗖2道破空之声传出，紧接着火焰与雷霆2道狂暴之劲打入了那2个巨魔统领的体内。3秒后，爆！砰砰
2个巨魔统领的身体被炸出一个窟窿，他们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但却很快倒在地上，双双毙命。第88章黑暗真意。击杀巨魔统领，获得能量加1500，猎魔值加800。恭喜您击杀巨魔统领，爆出猎魔勋章 X16， 修炼石 X3， 黄金宝箱 X1， 技能强化录 X1。击杀巨魔统领，获得能量加1500，猎魔值加800。恭喜您击杀巨魔统领，爆出猎魔勋章 X16， 修炼石 X3， 巨魔弓，技能强化录 X1。那些巨魔一看他们的统领都被瞬间秒杀，更加没了战斗的意志，纷纷开始逃跑。但火焰与雷霆风暴所过之处，往往可摧毁一大片巨魔。何况魏轩和他的化身还释放出了风翼，于空中一边操控2大风暴，一边观察有没有漏网之鱼。他的计划是逐一将巨魔部落里的巨魔击杀，然后再去偷袭一下巨魔王。虽然魏轩并不怕硬刚，但他想得很明白，能轻松并快速解决的事，何必大费周章。就像击杀这些巨魔一样，如果不用元素风暴，他也不是不能对付，但那样会很麻烦，而且保不准会有逃跑的。但来个出其不意，直接释放元素风暴，秒杀一大片，这样岂不更好？所以魏轩不可能让哪怕一个巨魔逃走，毕竟一旦有巨魔逃走，那回到部落一通风报信，他逐一击破的计划就泡汤了。此刻魏轩和化身于空中飞行，见到有要逃走的巨魔，立刻出手将其击杀。蛛丝罗网在这一刻被魏轩和化身运用到了极致，360道金之剑刃更是不断飞旋，专挑漏网之鱼击杀。实在不行还有精神念咒。总之必须保证所有巨魔都得葬身于此。轰轰轰，2大元素风暴席卷，蛛丝罗网、金之剑刃不停在巨魔群中穿梭，时不时还有精神念咒，这无疑就是一场摧枯拉朽的屠杀。击杀巨魔，获得能量加500，猎魔值加300。击杀变异巨魔，获得能量加700，猎魔值加400。恭喜您击杀变异巨魔，爆出猎魔勋章 X6。击杀巨魔头目，获得能量加1000，猎魔值加600。恭喜您击杀巨魔头目，爆出猎魔勋章 X12， 修炼石 X2， 技能强化录 X1。恭喜您的猎魔等级提升至10级，4维属性加100，奖猎魔勋章 X15， 黄金宝箱 X1。恭喜您的猎魔等级提升10触发暴击，奖励 C 级天赋融合符。真他妈给力啊！魏轩大喜，没想到自己猎魔等级提升时也触发了暴击，降级了一个 C 级的天赋融合符，这也是他目前很需要的呀。话说之前无论自身等级还是猎魔等级的提升都没触发过暴击，好像这种暴击的触发是从10级时开始的，相当不错。这时所有巨魔也全都毙命，无一生还。呼，幸好融合出了化身，否则一次击杀这么多还真不好说。魏轩松了口气，此前他用元素风暴只是击杀了一个巨魔小队，可这次却是一次击杀了9支小队。好在元素风暴强化了很多，不仅威力大增，而且还增加了席卷范围，甚至持续时间也变长了。如今元素风暴强化加17，持续时间是8秒，也就是说本体和化身释放2种元素风暴，在这8秒内击杀8、9支巨魔小队是没问题的。如果再多的话，难保没有漏网之鱼。即便如此，还得他和化身配合金之剑刃、蛛丝罗网等技能击杀一部分。不过刚才又获得了好几瓶技能强化录，全部强化到元素风暴上的话，无论威力还是范围以及持续时间都会又大大增加。当然为了保险起见，每次击杀10支小队是最稳妥的。10支巨魔小队说白了就是2个巨魔统领带领的2支大队伍，而巨魔部落共有8位统领，所以这种大队伍共有8支。刚才他击杀了2支，目前还有6支。魏轩收起思绪，尽量在其他巨魔队伍赶来时清点好自己的战斗收获。此番一次性击杀了9支巨魔小队，收获还是相当巨大的。首先是升级能量，之前刚突破到11级，但如今近一次收获了10万多点能量。等级11级105000 120000，很快又能升级了。再有就是猎魔等级也达到了10级，甚至还触发了暴击，获得了 C 级天赋融合符，这简直不要太爽。缺什么来什么。修炼石也收获了20块，如今已有37块。猎魔勋章也多了300枚，现在已然破千，达到了1126枚。不过这绝对还不够兑换5阶乃至6阶的猎魔套装，得继续收集才行。除此之外，技能强化录又爆了5瓶，算上之前击杀那只巨魔小队头目获得的1瓶，如今又有了6瓶。跟其他人相比，他对技能强化录的需求肯定要多得多，因为他的技能多。当然黄金宝箱也又有2个了。宝箱对玩家很重要，里面什么都能开到，比如低阶村庄升级令，要不是从宝箱中开到，
他真不知道去哪里才能弄到。另外，这些巨魔手中的武器也是一笔不小的收获，这些兵器最次的也都是1阶，甚至还有2阶乃至3阶。将所有物品清点完，魏轩便开始对那些巨魔尸体进行提炼。提炼巨魔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20。提炼变异巨魔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40，一级超狂速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级超旋速天赋，正在与一级超狂速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超旋速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20%。提炼变异巨魔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40，一级火之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级火之天赋，正在与一级火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火之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20%。提炼巨魔头目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60，修炼值加20，地级黑暗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级黑暗天赋，2次地级黑暗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黑暗天赋进化为 C 级黑暗真意。恭喜，您的黑暗天赋融合进化时觉醒了技能黑暗炮弹。哈哈，黑暗天赋也达到 C 级了，还觉醒了一种黑暗技能。魏轩大喜。黑暗天赋虽然不如金天赋的杀伐，更没有火与雷天赋的毁灭，但此天赋却自带侵蚀效果，且血轨异常，如石化、虚弱等负面效果都跟黑暗天赋有关。心想间，魏轩赶忙查看黑暗炮弹这一技能说明。第89章黑暗炮弹。黑暗炮弹可凝聚黑暗之力形成炮弹，爆炸后造成范围攻击，且爆炸后的黑暗之气会对范围内的目标形成侵蚀效果。注：有一定几率产生暴击，令范围内的目标产生恐惧。牛批啊！魏轩看完黑暗炮弹的技能说明，不禁惊呼：又是一个群攻技能，甚至还带黑暗侵蚀加暴击产生的群体恐惧。最重要的是，黑暗炮弹比元素风暴的施法前奏要短很多，只需要在体内将黑暗之力凝聚成炮弹即可。而且，这种黑暗炮弹可以在体内积攒，一次性凝聚出多颗黑暗炮弹，直接释放出去，效果更好。心想间，魏轩立刻运转黑暗之力，开始在体内凝聚黑暗炮弹。很快，一颗黑暗炮弹被魏轩凝聚成，通体漆黑，不过只有约莫成人拳头大小。魏轩没有犹豫，立刻将其释放而出。砰！轰轰轰！黑暗炮弹在不远处爆炸开来，只见那处范围内顿时出现了一阵爆炸后黑暗之气。这种黑暗之气有侵蚀效果，魏轩惊喜不已。黑暗炮弹的爆炸范围相当大啊！当然，这种范围自然不能跟元素风暴相比，因为元素风暴是持续性的群攻技能，但黑暗炮弹却是瞬间爆炸的群攻。片刻后，当黑暗之气散去，魏轩看了眼黑暗炮弹爆炸后的地方，竟是一片狼藉，不少植物都变得枯萎。正是黑暗侵蚀让那些植物流失了生命的效果，真是不错。魏轩对这个技能很是满意。要知道，随着实力和黑暗天赋的提升，无论威力还是负面都会继续增加，包括爆炸范围。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技能强化路，以后除了元素风暴外，还要着重强化这个技能了。如今对付命星凶兽的技能有无相剑阵、元素风暴、狂暴之境，还有刚刚获得的黑暗炮弹。五毒阵从一定意义上也能对命星凶兽造成不小的麻烦，毕竟毒天赋也达到了 C 级，但毒技能并没有那4种技能来的直接。收起思绪，魏轩又对那2个巨魔统领进行了提炼。提炼巨魔统领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80，修炼值加30，地级水之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级水之天赋，2次地级水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水之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提炼巨魔统领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80，修炼值加30，地级火焰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级火焰天赋，2次地级火焰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火焰天赋进化为 C 级火之真意。恭喜，您的火焰天赋融合进化时觉醒了技能火盾。哈哈，又一个 C 级，魏轩简直乐坏了。这些巨魔相当给力，火焰天赋也达到了 C 级火之真意。虽然只是觉得了火盾技能，但丝毫不影响魏轩的心情。毕竟这种融合进化时觉醒技能只是随机的，而且并非每次都能100%觉醒。不管怎么说，火焰天赋达到 C 级，对于火焰之力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提升。玩家魏轩，等级11级10500-1200000，猎魔者10级11000-30000，成就高级新手86100，力量2357 C 级力之真意，敏捷2336 D 级超旋速，体力2318 D 级超旋体，精神2449
地级超悬感。抗性：火抗加535，水抗加926，木抗加937，金抗加764，土抗加785，毒抗加982，暗抗加836。减抗：减水抗加276，减木抗加253，减金抗加218，减土抗加249，减火抗加201，减毒抗加206，减暗抗加25。武器：蛟龙枪，攻击加79，攻速正30%，穿透加500，命中正25%，暴击正20%，穿云弓，攻击加57，攻速正15%，射程正20%，穿透加300，命中正10%。装备：御风靴，敏捷加38，闪避加25，移速正30%。猎魔铠甲，体力正25%，所有元素抗性正15%，血上限正10%，气上限正10%，致命防御正50%。技能：灵眸、治疗、瞬影、痛击、血刺、血爆、麻痹、硬化、石化、虚弱、土遁、木遁、金遁、水遁、黑暗炮弹、极道分身、元素风暴、强化加17、无相剑阵、五毒阵、风翼魂骨、鬼蛛魂骨、蛛丝罗网、急速跳跃、狂暴之境、精神念咒、森林之雨、无敌金身、金属磁场。元素天赋：金之真意 C 级，木之真意 C 级，火之真意 C 级，黑暗真意 C 级，毒之真意 C 级，水冰 D 级，土 D 级，雷 D 级，风 D 级。本命天赋：完美提炼。战力235星，自由属性5500，修炼值540，财富值49150。物品：猎魔勋章1126，修炼时37，天赋融合符 C 级，技能强化录6，黄金宝箱2。自由属性竟然达到了5500了，魏轩有些激动，这如果全部加在4维属性上，也知道能增加几星战力。何况这些自由属性等完全闲下来时，还得加在一些抗性和减抗上。除此之外，等2次考核结束后，这些自由属性对他来说还有用。村庄建设还得需要邀请其他加入到他的村庄才行。除了自由属性外，C 级的天赋融合符魏轩也暂时不打算用。如今5行天赋中，金、火、木3种已经达到了 C 级，但火和土依旧是 D 级。等这2种天赋也达到 C 级后，再用 C 级天赋融合符将5种天赋融合成5行天赋。于是魏轩又将注意力移到了技能强化录上。6瓶技能强化录，60次强化技能的机会不能全部强化在元素风暴上，得强化一下其他技能才行。第90章，这试炼者有古怪。巨魔部落没有外出的另外6大统领纷纷望向远方，一个个皱起了眉头。很快2位巨魔护将走出石屋，问道：那边怎么事？护将大人，好像有战斗波动。一位巨魔统领汇报道：魏轩的火焰风暴和雷霆风暴所造成的声势着实不小。虽说战斗的地方离巨魔部落有些距离，但毕竟是在巨魔森林中，统领级的巨魔还是能感应到的。在这片巨魔森林中，应该还没有凶兽能造成这么大的战斗波动吧？难道是试炼者？不可能，别说现在人类试炼者的2次考核还没完全结束，就算真结束了，也不会有这么强大。就怕那些试炼者组队过来。护将大人，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听到巨魔统领们所说，2位巨魔护将说道：那就再出动2队去看看那边怎么回事。当即又有2个巨魔统领分别带领1队朝着战斗波动传来的方向赶去。彼时魏轩消耗了1瓶技能强化录，将元素风暴强化到了20，然后就没再强化元素风暴了。强化到20的元素风暴对付成群的命星凶兽已经足够了，剩下的5瓶得强化一下其他技能。思考了片刻，魏轩索性均衡发展，将极道化身、无相剑阵、狂暴之境、黑暗炮弹全都强化了一番。恭喜，强化极道化身成功，极道化身强化加1。恭喜，强化无相剑阵成功，无相剑阵强化加1。恭喜，强化狂暴之境成功，狂暴之境强化加1。恭喜，强化黑暗炮弹成功，黑暗炮弹强化加1。当魏轩将5瓶技能强化录全部用完后，极道化身强化达到了4，无相剑阵强化达到了5，狂暴之境强化达到了4，黑暗炮弹强化达到了6。值得一提的是，极道化身的强化越高，可释放出的化身数量越多。魏轩现在只能释放出1个化身，但随着强化的提高，可释放出2个、3个。可以想象，当极道化身强化到足够多时，直接释放出成百上千个自己，那场面该有多牛叉。1个极道化身就等于多了1条命，成百上千个化身岂不是成百上千条命？魏轩越想越激动。然而没多久，远处的森林中传来一阵动静。魏轩心中一动，立刻遁入地底，前行而去。片刻后，
巨魔部落果然又派队伍来了，不多不少，刚好2队。魏轩笑了，以他如今的实力，只要提前做好战斗准备，一个不差的击杀2支巨魔队伍相当轻松。于是，本体与化身分别开始积攒元素风暴，同时黄暴之境也压缩了2道，黑暗炮弹、无相剑阵等技能也准备就绪。很快，2支巨魔队伍赶到了刚才战斗的地方，此地一片狼藉。看到这一幕，所有巨魔都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2大统领更是皱起眉头，他俩隐隐感受到了同伴的死亡气息，但很奇怪，居然一个同伴的尸体都没有，这应该不是试炼者造成的吧？肯定不是啊，现在哪个试炼者能有这样的实力？就算组队也不可能。就在一众巨魔疑惑间，嗖嗖，2道破空之声传来，被压缩成拇指盖大小的狂暴火焰与狂暴雷霆快速蹦向2大巨魔统领。什么东西？正在思考的2大统领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防守。其实就算防守也抵挡不住，除非完全释放出命星，引动天地之力，或许还有机会不死，但也必然重伤。可惜魏轩不可能给那2大统领释放命星的机会。砰砰，狂暴火焰与狂暴雷霆分别打在2大统领体内，一时间2大统领并没有感觉到有所伤势，而是望向魏轩出现的方向。试炼者果然是试炼者，真是运气好啊，这试炼者肯定落单了。哼，刚才竟然还想偷袭我们统领，简直找死！这试炼者肯定很笨，偷袭都没能让我们的统领受伤。猎食时刻到了，一个个巨魔开始兴奋。然而很快，蠢蛋！魏轩轻蔑一笑，随即大喝：爆！骤然，轰轰，2大巨魔统领的身上骤然爆发出火焰与雷霆，直接被炸穿2个窟窿。这2个统领瞪大了双眼，根本没弄清怎么回事，便双双倒地毙命。击杀巨魔统领，获得能量加1500，猎魔值加800。恭喜您击杀巨魔统领，爆出猎魔勋章 X16， 修炼时 X3， 巨魔功技能强化录 X1。击杀巨魔统领，获得能量加1500，猎魔值加800。恭喜您击杀巨魔统领，爆出猎魔勋章 X16， 修炼时 X3， 黄金宝箱 X1， 技能强化录 X1。快跑！这试炼者有古怪，禀告我们的王！所有巨魔都被吓到了，立刻开逃。然而魏轩和化身提前运转好的火焰与雷霆风暴早已准备就绪，此刻直接释放，骤然开始席卷。尤其是达到 C 级的火焰天赋所形成的火焰风暴，简直恐怖如此。轰轰轰，2大元素风暴所过之处，那些巨魔无一能抵挡，更没有一个能生还。魏轩更是飞向空中，释放出一道道精致剑刃，黑暗炮弹更是一炸一大片。击杀巨魔，获得能量加500，猎魔值加300。击杀变异巨魔，获得能量加700，猎魔值加400。恭喜您击杀变异巨魔，爆出猎魔勋章 X6。击杀巨魔头目，获得能量加1000，猎魔值加600。恭喜您击杀巨魔头目，爆出猎魔勋章 X12， 修炼时 X2， 技能强化录 X1。恭喜您的等级提升至12级，4维属性加200，财富值加2000，奖励黄金宝箱 X1。又升级了。魏轩只感觉这种升级速度简直不要太爽，若非他要捣毁这王者部落去其他地方升级的话，12万的能量得刷多久才能升级？不过这次升到12级并没有触发暴击，有些遗憾，倒是奖励了一个黄金宝箱，还算不错。除此之外，4维属性直接加了200。1至10级时都是每升1级多增加10点4维属性，比如1级升到2级增加10点，2级升到3级增加20点。但升到11级时，明明是增加了100点4维属性，可12级时却直接增加了200点。看来以后都是每升1级增加100点4维属性了。不过话说回来，等级越高，战力越强，提升难度就越大。比如刚开始时10点4维属性就可以增加1星战力，但现在却需要很多4维属性才能增加1星战力。以他现在这种情况，100-200点4维属性真的不算多。魏轩并没有过多思考，而是继续配合着元素风暴击杀漏网之鱼。第91章，再获技能融合符。片刻后，新来的这2支巨魔队伍毫无意外的被魏轩全部灭杀。恭喜您的猎魔等级提升至11级，4维属性加200，猎魔勋章 X20， 奖励黄金宝箱 X1。魏轩查看自己的战果，等级12级95000-25000，猎魔等级11级10200-120000，修炼时再次收获20块，如今达到了57。猎魔勋章也多了320枚，达到了1446。技能强化录，此番只爆了3瓶。
虽说头目级也技能爆技能强化路，但爆率却并不高，这都是有几率性的。好在随着猎魔等级提升时奖励的那个黄金宝箱，如今倒是又够5个了。一会儿再买个宝箱合成符，将这5个黄金宝箱合成紫金的。不过此前还得提炼一番。提炼巨魔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20。提炼变异巨魔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40，一级超狂体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级超玄体天赋，正在与一级超狂体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超玄体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20%。就在这时，提炼巨魔失败，同类目标已提炼上线。提炼变异巨魔失败，同类目标已提炼上线。好吧，都满额了。魏轩之前遇到的这种情况比较多，但后来却很少遇到了。似乎随着凶兽等级越高，实力越强，这种限制就越小。本来魏轩此番提炼巨魔，还以为不会出现这种提炼失败的情况了，结果这种限制还是存在。魏轩撇了撇嘴，只好又对那几个巨魔头目和统领提炼一番。品级高的凶兽数量越少，这种限制自然也会大大缩减。普通巨魔和变异巨魔无法提炼了，但头目和统领级却可以。提炼巨魔头目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60，修炼值加20，地级超玄速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级超玄速天赋，2次地级超玄速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超玄速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提炼巨魔头目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60，修炼值加20，地级超玄感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级超玄感天赋，2次地级超玄感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超玄感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提炼巨魔统领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80，修炼值加30，地级超玄体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级超玄体天赋，2次地级超玄体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超玄体天赋进化为 C 级体质真意。提炼巨魔统领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80，修炼值加30，地级土质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级土质天赋，2次地级土质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土质天赋进化为 C 级土质真意。恭喜，您的土质天赋融合进化时觉醒了功效，粘性土天赋也达到 C 级了。魏轩喜悦不已，只要水天赋再达到 C 级，就能融合出5行天赋了。此外，土质天赋还多了一种粘性功效，记得对付泥流之主时，对方的泥流就有粘性，可谓是攻防一体。C 级土质天赋的粘性更加会令对手头疼。接下来直接去巨魔部落杀王者，去图腾。魏轩目露决然，此前他没有直接在巨魔部落开杀，一是巨魔数量太多，二是对自己的实力没有一定把握。但现在他已击杀了4支巨魔队伍，而巨魔部落除了巨魔王和2大护将外，一共也就8支这样的队伍，也就是说巨魔的数量已然减少了一半，而且他的实力也又一次大幅度提升，尤其是极道化身和黑暗炮弹的获得更是如虎添翼。当然在去捣毁巨魔部落前，还得将又获得的3瓶技能强化路用掉。除此之外，还有5个黄金宝箱也合成一下，看看能不能开出有用的东西。于是魏轩使用那3瓶技能强化路，这一次全部强化在了狂暴之境上。群体攻击已经够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提升单点攻击的威力，毕竟接下来可是要对付巨魔王和那2名护将的。巨魔王和那2名护将可都是点亮了第2颗命星，虽然第2颗命星只点亮了 10% 和 30%， 但也绝对不容小觑。尤其是巨魔王第1命星更是中品，这让魏轩有些不清楚中品命星究竟有多强。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全部强化狂暴之境将至关重要。如果能直接用狂暴之境将其击杀的话，就不需要用太多技能和手段去大费周章了。恭喜，强化狂暴之境成功，狂暴之境强化加5。恭喜，强化狂暴之境成功，狂暴之境强化加6。遗憾，强化狂暴之境失败，狂暴之境强化加6。遗憾，强化狂暴之境失败，狂暴之境强化加6。恭喜，强化狂暴之境成功，狂暴之境强化加7。当3瓶技能强化路全部用完后，狂暴之境强化加15。现在的狂暴之境再配上 C 级的火焰天赋，该有多强？魏轩呼吸急促，他能明显感受到，当狂暴之境强化到15后，那种狂暴气息大幅度的提升。这一刻，魏轩信心十足。但他还是又从商城中购买了一个中阶宝箱合成符，将刚凑够的5个黄金宝箱合成了一个紫金宝箱。如果能开出对战斗有用的武器装备，自然是好，但开不出也没关系。很快，嗡，光束落下，开启紫金宝箱，恭喜您获得物品技能融合符。
哈，又有了一个！魏轩乐坏了。上一个技能融合符还是等级提升10处发暴击奖励的，没想到这次开紫金宝箱又获得了一个，真是给力。只是接下来该融合哪些技能好呢？第92章巨魔也会玩战略。魏轩打开技能栏，技能灵眸、治疗、瞬影、痛击、血刺、血爆、麻痹、硬化、石化、虚弱、金盾、木盾、水盾、火盾、土盾、五毒阵、风翼魂骨、鬼蛛魂骨、蛛丝罗网、急速跳跃、精神念咒、森林之雨、无敌金身、金属磁场、黑暗炮弹、强化加6、无相剑阵、强化加5、黄暴之境、强化加15、极道分身、强化加4、元素风暴、强化加20。看了好一阵儿，魏轩这才下定决心救他们。使用技能融合符融合技能时，其实有2种，一种是之前魏轩融合过的，将金木水火土毒等分身类技能全部融合，从而演化出一种新的技能；还有一种是选择一个主技能，然后融合进去一些其他技能。这样一来，在主技能原有的威力和功效上，等于是将其他技能的威力和功效叠加上去。魏轩这次要融合的就是第2种，将痛击、血刺、血爆、麻痹、石化、虚弱6种技能全部融合进黑暗炮弹中。其中血刺和血爆与黑暗炮弹的爆炸效果相似，痛击、麻痹、石化、虚弱4种技能都属于负面效果，更好可以融合黑暗侵蚀中。当然，这也只是魏轩凭借曾经的游戏经验所猜测，具体能不能融合进去还是未知，但总得试试。于是魏轩开始使用技能融合符，然后选择第2种融合方式。主宰光屏上出现了需要融合的主技能和辅技能选项。魏轩先是将血刺、血爆、痛击、麻痹、石化、虚弱6种技能选中作为辅技能，但却没有立刻选黑暗炮弹作为主技能，而是先选了一下狂暴之境。结果上面的成功率显示 50%， 然后又选了一下无相剑阵，结果融合率只有 40%。 最后魏轩这才选中黑暗炮弹，果然成功率直接来到了 80%。 确实跟魏轩想的一样，无论痛击还是麻痹、石化、虚弱这些负面效果技能，融合黑暗炮弹的黑暗侵蚀效果再合适不过。 80% 的成功率不算低了，一旦融合成功的话，黑暗炮弹无论在威力还是功效上都会大幅度提升，绝对会成为他的必杀技。当即魏轩也没犹豫，直接点击融合。下一秒，嗡，光束落下，恭喜您的血刺、血爆、痛击、麻痹、石化、虚弱技能融合黑暗炮弹成功，恭喜您的黑暗炮弹技能获得大幅度提升，并激活了暴击恐惧效果。哈哈，成功了！魏轩感觉自己的运气很好。黑暗炮弹可凝聚黑暗之力形成炮弹，爆炸后造成范围攻击，且爆炸后的黑暗之气会对范围内的目标形成侵蚀效果。侵蚀效果可令目标进入痛击、麻痹、虚弱、石化、恐惧5大负面状态。魏轩激动不已，没想到这次融合把暴击后的恐惧效果也激活了，甚至因为融合了血刺和血爆，使黑暗炮弹的爆炸威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真是不错。本来这些技能对现在的他而言几乎没什么用了，可以说是鸡肋，除非不断强化才行。但这些技能的初始威力和效果并不太好，所以即便强化也很浪费强化路。比如黑暗炮弹可能强化到10就能发挥出100点威力，然而血刺血爆这种必须强化到100才能发挥出100点威力，所以将之全部融合到黑暗炮弹中非常合适。尤其是痛击、麻痹、虚弱、石化这些负面效果技能，因为有了黑暗侵蚀的支撑，所以能很大的发挥其效果，简直不要太划算。技能灵眸、治疗、瞬影、硬化、金盾、木盾、水盾、火盾、土盾、五毒阵、风翼魂骨、鬼蛛魂骨、蛛丝罗网、急速跳跃、精神念咒、森林之雨、无敌金身、金属磁场、黑暗炮弹、强化加6、无相剑阵、强化加5、黄暴之境、强化加15、极道分身、强化加4、元素风暴、强化加20。可以，其他技能都消失了，黑暗炮弹的强化依旧是6。技能融合并不会对强化造成影响。魏轩收起喜悦的心情，然后看向巨魔部落的方向，直接向那里赶去。巨魔部落，2大护将再次从食物中走出，望着远处的森林，向剩下的4位统领问道：“他们有回来汇报的吗？”其中一位统领回答：“护将大人，还没有。”2大护将的面部顿时阴暗下来，他们隐隐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护将大人，不会是其他部落来攻打我们了吧？开啥玩笑，在这蛮荒大地，我们巨魔部落可是3大王者部落之一，
其他2个王者部落也都离不开自己的地盘，怎么可能来攻打我们？那万一是其他部落联合起来伏击我们呢？2名护将一听，立刻愤怒起来，都别吵了，我们去问问王。当即，他们去了巨魔王所在的石屋。左护将，王，我们有4支队伍外出，到现在都没回来。右护将，远处时不时会传出一些战斗波动，不知道是不是其他部落在伏击我们。可恶，竟敢打我们巨魔部落的主意！巨魔王面色狰狞，你们去外面设下埋伏，并制造全部都去猎食的假象，引诱伏击我们的人过来。是，2大护将立刻就出去做准备了。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地底下魏轩愣了一下，心想：巨魔这特么是要引蛇出洞啊！空城计，巨魔竟然也会玩战略。好在魏轩听到了巨魔的计划，不禁轻笑，索性就将计就计好了。于是魏轩分出化身，在地底顺着2大护将等巨魔而去。片刻后，2大护将带着仅剩的4大统领等一众巨魔埋伏开来。乍一看，整个巨魔部落确实空荡荡的，似乎都去猎食了。如果真是其他人或者其他部落想要捣毁巨魔部落，那趁着巨魔都去猎食的空档偷袭巨魔王，绝对是最好的选择。可偏偏这是巨魔的计划，魏轩清楚。事实上，就算魏轩不知道也没关系，以他如今的实力，即便硬闯巨魔部落也没问题。之所以遁入地底将计就计，不过是想简单点罢了。第93章，融合5行天赋。时间一点一滴过去，隐藏埋伏起来的一众巨魔等的有些焦躁。哎，你说敌人会来吗？不知道啊，也不知道这次伏击我们的到底是其他部落还是试炼者。肯定是其他部落联合起来要对付我们啊！这个时候的试炼者哪有那么厉害？也是，不对，你们看，有人来了，好像是试炼者。只有1个人吗？没错，真的是1个人。这试炼者真在找死啊！不知天高地厚，1个人竟敢闯我们巨魔部落。只见魏轩手持蛟龙枪，独自闯入了巨魔部落，捣毁巨魔部落，取王者图腾。大喊间，魏轩挥动蛟龙枪就要将巨魔部落捣毁。然而这时，左右护将终于忍不住了，给我杀了这试炼者！当即，一众巨魔从隐藏中跳了出来。魏轩心里好笑，这也太没耐心了吧！但表面却故作大惊失色，糟糕，竟然被埋伏了。说着，魏轩一个闪身，撒腿就向外面跑去。追，杀了他！4大统领立刻带着一众巨魔向魏轩追杀。2大护将本来也想追的，但却犹豫了一下，最后留下来守着部落。魏轩跑了10分钟，见2大护将没有追来，不禁撇了撇嘴，没意思啊。于是立刻停了下来，直接释放出一道道金之剑刃，同时运转黑暗之力，凝聚出3颗黑暗炮弹，毫不犹豫地向那4大统领砸去。4大统领等一众巨魔都傻眼了，妈的，这小子跑得好端端的，突然就停下来就战斗，这特么有些猝不及防啊！轰轰轰，一道道金之剑刃展开了杀戮盛宴，3颗黑暗炮弹更是朝着4大统领砸去。所有巨魔都没反应过来，砰砰砰！随着3颗黑暗炮弹爆炸开来，顿时一大片巨魔毙命。当然，毙命的大多是普通和变异巨魔，那4大巨魔统领却只是受了重伤，并未死亡。不过能直接让4大巨魔统领重伤，也足以证明黑暗炮弹的强大威力。尽管出其不意，但却是群攻啊！何况如今黑暗炮弹才强化到6，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最重要的是，黑暗炮弹厉害的不仅仅是威力，还有黑暗侵蚀的各种负面效果。只见随着黑暗炮弹的爆炸，顿时一大片黑暗之气扩散。这一刻，范围内的所有巨魔全都被麻痹和虚弱，甚至感受到了极大的恐惧。再加上痛击的沉痛打击效果，这些负面效果更是巨大化。最终，范围内的所有巨魔都被石化，包括那4大统领。尽管他们都有命星，甚至可以释放命星引动天地，但因为麻痹、虚弱、恐惧加上痛击的效果，使他们的命星根本没有释放的机会。或者1、2种负面效果技能还能抵挡1、2，但5种负面效果齐出，配上黑暗之力的加持，这怎么抵挡？光是虚弱就可以降低目标 50% 的移速，免疫力降低 60%， 防御抗性降低 70%， 战力、天赋、技能等全部削弱 80%。 何况还有麻痹、恐惧、痛击。此刻随着范围内的所有巨魔都被石化，魏轩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屠杀。击杀巨魔，获得能量加500，猎魔值加300。击杀变异巨魔，获得能量加700，猎魔值加400。恭喜您击杀变异巨魔，爆出猎魔勋章 X6。击杀巨魔头目，获得能量加1000，猎魔值加600。恭喜您击杀巨魔头目，爆出猎魔勋章 X12，修炼石 X2，技能强化路 X1。击杀巨魔统领，获得能量加1500，猎魔值加800。恭喜
您击杀巨魔统领，爆出猎魔勋章 X16，修炼石 X3，黄金宝箱 X1，技能强化录 X1。恭喜，您的等级提升至13级，四维属性加300，财富值加3000。恭喜，您的升级触发暴击，奖励技能融合符 X1。恭喜，您的猎魔等级提升至12级，四维属性加300，猎魔勋章 X30，黄金宝箱 X1。不到片刻，4支巨魔队伍尽数被魏轩击杀，一个不剩，恐怖如斯。自身等级和猎魔等级也再次双双提升，这种升级简直不要太爽。毕竟想要从12级升到13级，可是需要25万点能量的。如果刻意寻找凶兽击杀，不知何时才能升级。但眼下不到片刻就升级了，因为2支巨魔队伍差不多就有10万点左右的能量。刚才魏轩击杀了4支巨魔队伍，等于是获得了20万点能量，加上之前原有的9万多，升到13级后还余4万多点能量呢。猎魔等级也是一举达到了12级。目前是12级，10030250000。猎魔勋章也收获了604枚，目前已然达到2050。修炼石收获45枚，数量已然来到了102块。虽然自己现在用不上修炼石，但以后点亮了命星，能够修炼秘典时，修炼石绝对用处很大。技能强化录收获了7瓶，黄金宝箱也又有了4个，甚至因为等级提升到13级触发的暴击奖励，又再度有了一个技能融合符。不过这次魏轩没急着使用，而是先将那些巨魔尸体以及武器全部收进了储物空间，最后又对那些巨魔头目和巨魔统领进行提炼。没办法，普通巨魔和变异巨魔已经提炼满额了，现在只能提炼头目乃至以上级别的巨魔。提炼巨魔头目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60，修炼值加20，地级冰之天赋。提炼巨魔头目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60，修炼值加20，地级超旋感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地级超旋感天赋，2次地级超旋感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超旋体天赋进化为 C 级，念之真意。提炼巨魔统领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80，修炼值加30，地级水之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地级水之天赋，2次地级水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水之天赋进化为 C 级，水之真意。哈，终于可以合成5行天赋了。魏轩大喜，自由属性达到了8360，修炼值更是破千，达到了1260，精神属性也达到了 C 级念之真意，这对精神念咒的威力效果可是有了很大的提升。当然，最重要的是，随着水之天赋也达到 C 级，他总算是能将金木水火土5种天赋进行融合了。第94章五行真意。天赋融合也是有成功率的，跟技能融合一样，需要融合的天赋越多，成功率就越低。当然也看所融合的天赋特性，比如金木水火土5种天赋，要是单独融合水火2种天赋的话，那2种属性相克，成功率就会极低。可5种天赋一起融合，那就会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心想间，魏轩毫不犹豫地使用了那张 C 级的天赋融合符。和技能融合符一样，上面是成功率，下面是融合，中间是需要融合的天赋选项。魏轩选中了金木水火土5种天赋，让他没想到的是，上面的成功率竟然达到了 99.9%， 真是不错。于是魏轩毫不犹豫地点击融合，嗡，光束落下。恭喜，您的金、木、水、火、土5种天赋融合成功。恭喜，您获得了 C 级天赋五行真意。提示：检测到您具备五行真意天赋，金盾、木盾、水盾、火盾、土盾自动融合为五行盾法。提示：您的金木火火土5种抗性自动融合为五行抗性。提示：您的金木水火土5种减抗自动融合为五行减抗。哈给力啊！魏轩能明显感受五行真意将5种天赋取代后的惊人变化。毫不夸张地说，这对他实力的提升绝对不止1-2个档次。拿之前来说，虽然他也可以短暂的进行天赋融合，但却比较强行，而且也需要很长的融合时间。然而现在获得了五行真意，金木水火土就可以自由切换了，甚至5种元素之力也可以随意融合。比如无相剑阵可以同时具备金木水火土5种元素之力，再比如水元素和土元素融合便可形成泥流之虹，再加上土元素本身的粘性，绝对又是一大手段。另外，金元素和土元素融合木元素中，也可以释放含有金木2种元素之力的荆棘，如此一来就大大提升了荆棘的硬度，不易被摧毁。总之，天赋的真正融合比此前他强行短暂的融合要强得多，而且5种盾法还自动形成了五行盾法，这可以说是从此以后几乎能够任何地形作战，毫无阻拦。没融合前，
他如果使用土遁，遇到其他元素地形就得重新切换，然而现在不用。魏轩很喜欢这种不断变强的感觉，于是又将刚刚获得的那7瓶技能强化录使用掉。先是将狂暴之境强化到了20，然后又将极道化身和黑暗炮弹分别强化到了10。至于无相剑阵，因为强化次数不够了，只强化到8。虽说每次强化都会对技能有所提升，但时数提升是比较大的。拿极道化身来说，强化10以下并没有什么变化，可刚刚强化到了10，就能凝聚出2个化身了。包括黑暗炮弹的提升幅度也很大，只可惜自己的技能有些多，对技能强化录的需求太大了。目前他只对极道化身、元素风暴、黑暗炮弹、无相剑阵、狂暴之境进行了强化，但其实如精神念咒、森林之雨、五毒阵、金属磁场这些技能也是很不错的。尤其是精神念咒和森林之雨，虽然他很少用，但绝对算是强大的技能。看来以后还得多获取一些技能强化录，将这些技能也强化一番。魏轩收起思绪，最后又打开了人物面板。玩家魏轩，等级13级，42000050000，猎魔者12级10030250000，成就高级新手86100，力量3057 C 级力之真意，敏捷3036 D 级超玄速，体力3018 C 级体之真意，精神3149 C 级念之真意，抗性五行抗性加927，毒抗加982，暗抗加836，减抗五行减抗加319，减毒抗加206，减暗抗加25。武器蛟龙枪，攻击加79，攻速正30%，穿透加500，命中正25%，暴击正20%，穿云弓，攻击加57，攻速正15%，射程正20%，穿透加300，命中正10%。装备御风靴，敏捷加38，闪避加25，移速正30%。猎魔铠甲，体力正25%，所有元素抗性正15%，血上限正10%，气上限正10%，致命防御正50%。技能灵眸、治疗、瞬影、硬化、五行遁法、五毒阵、风翼魂骨、鬼蛛魂骨、蛛丝罗网、急速跳跃、精神念咒、森林之雨、无敌金身、金属磁场、极道分身，强化加10，黑暗炮弹强化加10，无相剑阵强化加5，狂暴之境强化加20，元素风暴强化加20。元素天赋五行真意 C 级，黑暗真意 C 级，毒之真意 C 级，冰 D 级，雷 D 级，风 D 级。本命天赋完美提炼，战力233星，自由属性8360，修炼值1260，财富值44150，物品猎魔勋章2050，修炼时102，技能融合符1，黄金宝箱4。呼，四维属性都突破3000了，战力却只有233星，果然越往后战力越难提升。魏轩没再多想，而是再次朝着巨魔部落赶去。至于刚刚获得的技能融合符，魏轩暂时没用，眼下得赶紧先去获得巨魔部落的王者图腾。目前巨魔部落只有2大护将和巨魔王了，捣毁此部落只是时间问题。彼时，巨魔部落2大巨魔护将正在向巨魔王汇报着刚才突然出现试炼者情况。巨魔王有些不耐烦，怒道：“一个该死的试炼者，竟然派那么多手下去追！王，只不过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试炼者，小的们一时激动去猎食，我们也就没拦着。对，他们现在应该快回来了。”闻言，巨魔王冷哼一声：“既然有第1个试炼者出现，那肯定还有第2个。如果再有试炼者前来，我一定要亲自手撕了他们。”然而刚说完，嗖嗖嗖，3道破空之声响起，3道狂暴之劲赫然蹦向巨魔王和2大护将。因为太过突兀，无论2大护将还是巨魔王都没怎么反应过来。可毕竟是将级和王级巨魔，远不是头目级、统领级可以比拟的。只见巨魔王的身上骤然散发出一股强大的命星之力，将那道狂暴之劲挡在了体外。2大护将更是分别伸手去挡，虽也运转了命星之力，可还是被那2道狂暴之劲分别打在手臂中。爆！随着一声大喝，魏轩的身影出现，同时2大护将的手臂骤然炸开，直接各自断了一臂。巨魔王目露怒焰，手中赫然出现了一根巨大的狼牙棒，吼道：“该死的试炼者，我要把你千刀万剐！”巨大的狼牙棒顿时向魏轩砸去。2大护将也是暴怒，用仅剩的一条手臂抡起大刀砍向了魏轩。第95章狂轰乱炸。魏轩早已想到自己的偷袭可能会失败，尤其是巨魔王竟然将狂暴之劲格挡开来，好在2大护将被炸断一臂。此刻巨魔王和2大护将全都朝魏轩攻来，
不过魏轩早有准备，立刻大手一挥，荆棘缠绕，轰轰轰，一道道荆棘瞬间出现，其上有金之杀伐，更有土之厚重，甚至还有水元素的流动性以及火元素的燃烧。五行荆棘，这就是融合出五行真意的优势，五行元素相辅相成，可以随意变换出不少手段。此刻，那些五行荆棘将巨魔王和两大护将缠绕住，阻止了他们的攻击。可恶，可恶！巨魔王和两大护将有些震惊。二次考核还没结束，一个试炼者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战力？这恐怕比中维世界的试炼者也不弱呀。不过他们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身上立刻释放出阵阵天地之力。嗡嗡嗡！巨魔王和两大护将的背后顿时各自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魔影。眼看五行荆棘就要断开，魏轩再次大手一挥，泥流之洪，瞬间轰鸣四起，石屋倒塌。一股以火和土元素为主，泥流如惊涛骇浪，向巨魔王和两大护将席卷而去。巨魔王和两大护将再露震惊之色，尤其是那股泥流之洪落到他们身上时，竟将他们粘住，使他们很难发挥行动。五行荆棘，泥流之洪，双重限制了巨魔王和两大护将。下一刻，魏轩更是释放出一道道金之剑刃，足足420道。没错，如今他已然能释放出420道金之剑刃，而且除了金之杀伐本身外，还有土元素的厚重、水元素的湮灭、木元素的枯萎以及火元素的焚烧。这也是魏轩发现的一个五行真意特点。本来水元素主净化治疗，但和其他元素配合就有湮灭效果；木元素主生机，但和其他元素配合之下便可形成枯萎之效。有另外4种元素之力加持的剑刃，无论威力还是功效都非之前能比拟的，被魏轩称为五行剑刃。此刻420道五行剑刃骤然朝巨魔王和两大护将轰击而去。然而巨魔王和两大护将发出一声怒吼，背后的魔影立刻散发出一股强大的天地之力。那魔影应该是秘典，在加持于第二命星上，使他们这时散发的天地之力更加惊人。轰轰轰！五行剑刃落在巨魔王和两大护将身上，竟无法将他们击杀。当然，两大护将显然受了重伤，但巨魔王却只是受了轻伤。可即便如此，也让巨魔王和两大护将陷入暴怒当中。一个个小小的试炼者，竟把他们逼到如此地步，主宰是眼瞎了吗？把高维世界的试炼者派过来折磨他们了吗？暴怒间，巨魔王和两大护将骤然动用了杀手锏。轰轰轰！滂沱的能量四溢，令此地轰鸣间，天地之力仿佛要形成一道龙卷，而且将巨魔王和两大护将困住的五行荆棘和泥流之洪也瞬间炸裂开来。操！魏轩也急了，一个技能杀不了你们，那就2个3个。眼看巨魔王和两大护将挣脱开来，天地之力似要形成龙卷，魏轩绝不可能让他们顺利释放出命星。虽说释放出命星后他也不惧，但那样会很麻烦，指不定自己还得受伤。毕竟无论巨魔王和两大护将可都是点亮了第2命星的，而且巨魔王的第1命星还是中品，没释放命星前，五行剑刃都杀不了他们。如果释放出命星，那这场战斗就有些难以控制了。于是魏轩毫不犹豫地释放出精神念咒，强大的咒声顿时升起，巨魔王和两大护将只感觉一阵头晕目眩。巨魔王还好，但两大护将直接倒在了地上，一副头痛欲裂的痛苦模样。这多亏了此前魏轩的精神天赋达到了 C 级念之真意，否则精神念咒对两大护将的影响应该很小，对巨魔王更是很难造成效果。不过即便精神天赋达到了 C 级，也对巨魔王和两大护将影响不了多长时间。精神念咒只是起到缓冲的作用，在这期间必须干净利落地解决掉他们。于是魏轩再次释放出五行荆棘和泥流洪流，将巨魔王和两大护将限制住。紧接着两大化身骤然从地底冒出，各自掐着元素风暴的印诀。此次的元素风暴赫然是五行元素。五行风暴！刚才两大化身便是用土遁在地底运转出了五行风暴。杀！骤然两股元素风暴赫然朝巨魔王和两大护将席卷而去。巨魔王和两大护将这时也从精神念咒清醒过来，见两股五行风暴向他们席卷而去，立刻就要挣脱五行荆棘和泥流之洪，想要释放命星抵挡。可魏轩还有后手，黑暗炮弹！轰轰轰！一枚枚黑暗炮弹立刻落在巨魔王和两大护将身旁。随着黑暗炮弹的爆炸，巨魔王和两大护将只感觉气血翻涌，紧接着麻痹、虚弱、恐惧3种负面效果配合痛击，全部降临在巨魔王和两大护将身上，使他们这一刻根本无法释放命星，甚至连天地之力都无法运转。石化之力更是在这一刻将他们覆盖。可即便这样，魏轩的手段还没完。五行狂暴！以五行元素压缩成的五行狂暴，本体和2个化身各自凝聚出了2道。
6道5行狂暴，这次赫然蹦进了巨魔王和两大护将体内。可即便如此，魏轩依旧在施展最后的手段。本体和两道化身分别释放出一道道金之剑刃。没错，本体可以释放出420道，但两个化身同样可以释放出这么多，1000多道5行剑刃，在这一刻形成无相剑阵。巨大的5行神像虚影出现，犹如一座高山，手持5行之剑。爆爆爆！给我死！魏轩大喝。这一刻，巨魔部落已然被强大的战斗波动所覆盖。5行风暴、5行神像、黑暗炮弹、狂暴之剑，这些技能全部叠加在一起，仿佛要毁天灭地。莫说巨魔王的第一命星是中品，即便是上品，面对如此的狂轰乱炸，不死也得奄奄一息。第二命星，就算全部点亮，也难以抵挡。轰轰轰！战斗波动持续了足足1分钟。随着巨魔王和两大护将的惨叫与不甘的怒吼渐渐消失，魏轩终于松了口气。如果这种形式的狂轰乱炸都杀不了巨魔王和两大护将，那他只有逃的份儿了。击杀巨魔护将，获得能量加3000，猎魔值加1600。击杀巨魔护将，获得能量加3000，猎魔值加1600。恭喜您击杀巨魔护将，爆出猎魔勋章 X30， 修炼石 X8， 黄金宝箱 X1， 技能强化录 X1， 技能融合符 X1。恭喜您击杀巨魔护将，爆出猎魔勋章 X30， 修炼石 X8， 黄金宝箱 X1， 技能强化录 X1， 技能融合符 X1。公告：玩家魏轩首个击杀降级1族，成就值加20。恭喜您的成就值突破100，自动升级为顶级新手。顶级新手奖励：4维属性加200，财富值加1000，黄金宝箱 X1， C 级天赋融合符 X1。击杀巨魔王，获得能量加5000，猎魔值加3000。恭喜您击杀巨魔王，爆出猎魔勋章 X50， 修炼石 X15， 黄金宝箱 X1， 技能强化录 X1， 技能融合符 X1， C 级天赋融合符 X1， 巨魔图腾 X1， 王骨 X1。公告：玩家魏轩首个击杀王级1族，成就值加30。看到巨魔护将和巨魔王都爆出了技能融合符，魏轩惊喜地笑了。第96章新手终极考核。魏轩激动不已，没想到击杀降级存在可以爆出技能融合符，击杀王级存在可以爆出天赋融合符，这简直不要太爽！什么叫爆？这才叫爆！说实话，真要爆些技能、武器装备什么的，他还真没有太大惊喜。毕竟现在他的技能已然不少，武器装备又是外物，除了猎魔铠甲增加的百分比属性外，其他武器装备并不会增加多少战力，所以他现在最缺的就是天赋融合符和技能融合符以及技能强化录。不过魏轩没来得及整理这些，而是看向了巨魔王和两大护将的尸体，竟然已经血肉模糊。用力过猛了吗？魏轩有些尴尬，也不知道这样的尸体能不能提炼出完整的属性了。提炼巨魔护将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120，修炼值加50，地级风之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级风之天赋，2次地级风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风之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提炼巨魔护将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120，修炼值加50，地级雷之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级雷之天赋，2次地级雷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雷之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提炼巨魔王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150，修炼值加80，地级雷之天赋，地级超玄速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地级雷之天赋，2次地级雷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雷之天赋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检测到你已具备地级超玄速天赋，2次地级超玄速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超玄速天赋进化为 C 级速之真意。呼，魏轩松了口气，幸好还能提炼。片刻后，魏轩将巨魔王和两大护将的武器收起来，然后又对此地的各种材料收集了一波。一阶木料加1050，一阶石料加610，一阶泥土加607，再加上其他一些材料，魏轩大概扫了一眼，大都是一些用于建筑的。如今他储物空间内的材料已然不少，现在不怎么能用到，但有备无患，万一以后用得到呢？对了，自己刚才好像还获得了一块王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于是魏轩进行查看。王骨，村庄建设的必备材料，击杀王级凶兽或异族时有一定几率获得。原来是建设村庄用的，可得留着。除此之外，成就终于达到了顶级新手，还奖励了一个 C 级天赋融合符，加上巨魔王爆出的，目前 C 级天赋融合符已有2个，技能融合符4个，技能强化录3个。
黄金宝箱也达到了7个，可以再合成一个紫金宝箱。于是魏轩花1万财富值在商城内购买了一个中阶宝箱合成符，将5个黄金宝箱进行了合成。下一刻，开启紫金宝箱，恭喜您获得物品定位符。定位符蕴含100次定位传送功能，最多可记录5处坐标，还不错。魏轩没有太多惊喜，但也觉得还可以，毕竟有了这个定位传送功能，以后可以省去很多赶路时间。也就这时，忽然一则公告响起：公告，新手2次考核结束，996新手区在线人数725人，全部达到7级。等级榜单如下：第1名魏轩13级，第2名穆宁雪10级，第3名陈岩10级，第4名萧晨9级，第5名柳烟9级，第6名王志凯9级，第7名方文9级，第8名周恒9级，第9名不凡9级，第10名杨云峰9级。太好了，2次考核终于结束了！哈哈，我们区没有一人被抹杀，多亏了玉频道那些老外购买能量石啊！是啊，能量石每个人一天只能购买100块，我都快买完了。我也是。话说你们看榜单，魏轩大佬都升级13级了，天呐，简直恐怖如斯！按照每级能量翻倍的定律，从12级升到13级，得用25万能量吧？25万能量啊！魏轩大佬究竟咋做到的？别想了，魏轩大佬岂是我们能揣摩的？对，刚才你们没看公告吗？魏轩大佬先杀降级一族，获得了20点成就，紧接着又杀王级一族，再获30点成就，简直不要太牛逼啊！魏轩扫了眼聊天频道，也是笑了笑。此次2次考核，996区都在最后升到了7级，没有被抹杀的，这点值得庆幸。当然，记得在首次考核结束时，在线人数是826人，但如今在线人数是725人，等于是在2次考核的过程中也死亡了101人。但这没办法，如今这个世界十分残酷，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唯有变强才能活下去。对了，2次考核结束了，村庄建设应该都开启了吧？魏轩正心想间，忽然又是一则主宰公告响起：公告，玩家村庄建设频道全面开启，每位玩家都可进行村庄建设。提示：村庄建设十分重要，日后可扩建为领地、镇城、帝国、域界。公告：新手终极考核倒计时23点59分。考核内容：24小时后将会有大批破咒马匪进入各个新手区，入侵玩家的村庄。提示1：破咒马匪实力强大，最弱的也有百星战力。提示2：玩家的村庄可以结盟，亦可加入其他村庄或势力，成为其他村庄或势力的成员。此公告一出，所有人都慌了，居然还有新手终极考核！24小时后马匪入侵，最弱的都有百星战力，这他妈谁顶得住？我本来还想去刷藏灵3怪，然后修复村庄呢，现在还见个屁！是啊，就算和其他村庄结盟，面对最弱也有百星战力的马匪，那也不够看啊！可是不建立村庄也不行，主宰都提示了，村庄建设十分重要，以后可扩建成领地、镇城、帝国、域界。对，这就等于有了村庄，你就有自己的势力了。但如果没有村庄，你就跟个流浪汉差不多。最重要的是，有村庄的话，可以获得很多好处。以我多年的游戏经验，很多任务也都是跟村庄建设挂钩的。这特么的，明摆着就是让我们去死啊！不一定，提示不是说了吗？除了结盟外，我们还可以放弃自己的村子，成为其他玩家的村民。咦，好像是这么回事。对啊，魏轩大佬，我们都加入魏轩大佬的村子，不就得了？陈岩，我猜测没错的话，达到百星战力，应该就是战力第1极限。柳烟，我记得魏轩大佬好像突破战力第2极限了吧？方文，哇，那岂不是说魏轩哥哥可以直接秒杀破咒马匪了吗？萧晨，不说了，我要加入魏轩大佬的村子魏轩。王志凯魏轩大佬求加入。周恒魏轩大佬求加入+1。不凡魏轩求加入+2。杨云峰魏轩求加入+3。一时间996区所有人都开始疯狂魏轩。见此，魏轩笑了。第97章，集体加入魏村。自从魏轩修复村庄后，就知道村庄建设至关重要，尤其是想要升级村庄，对村民数量也有要求。拿升到2级村庄来说，就需要村民数量达到100，而想要增加村民数量，就需要邀请其他玩家加入。当然，这里的其他玩家在魏轩看来，不仅仅是试炼者，也不仅限于996区，其他区包括一些本土玩家，应该也是可以邀请加入的。不过魏轩想的是，在村庄建设初期，996区这些玩家是最现成的，所以他一直在等2次考核后，
想着邀请其他玩家加入到他村庄。他积攒那么多自由属性，就是想着到时如果其他玩家不愿意，那他就以帮其提升战力为诱，让其他玩家加入。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随着新手终极考核公布，还没等他在聊天频道发出邀请，其他玩家就主动提出要加入他村庄了。于是魏轩笑了笑，在聊天频道发言道：“来了，陈岩说的没错，每百星唯一战力极限。我可以告诉你们，目前我们所在的996之市区世界，每个新手区都会有屏障与外界隔绝，但其实如果完成开图任务，就可以穿过这层屏障，进入到域世界。毫不夸张地说，域世界应该有很多本土玩家，甚至破咒者。我觉得24小时的破咒马匪应该就是来自域世界。还有，无论是谁突破100星战力后，都需要前往玄天殿点亮属于自己的命星，一旦点亮命星，就可以具备天地之力，与天地共鸣，所以点亮命星至关重要。玄天殿就是在域世界，所以新手终极考核对你们来说只是一个铺垫，日后前往域世界与那些本土玩家碰撞，才是真正的考验。猜测没错的话，那些本土玩家应该也都形成了势力，所以说我们的村庄才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村庄，单独跟那些本土玩家势力对抗将会很难。将来我们必定会进入势力争霸的主题。聊天频道没人打断魏轩的发言，似乎都在消化魏轩所说的内容。对他们而言，战力突破第一极限，前往域世界玄天殿点亮命星，势力争霸这些，目前还有一些距离，他们根本还接触不到。如果不是魏轩告诉他们这些，可能他们还是井底之蛙。原来战力破100，点亮自己的命星只是刚开始，原来将来前往域世界才是真正的考验。此刻所有996的玩家都陷入了沉默。魏轩则最后说道：如果你们要加入我的村庄，我十分欢迎，但我必须提前让你们认识到这个世界。虽然我刚才说的也只是冰山一角，但绝对比你们自己了解的多。我可以保证，如果你们加入我的村庄，我绝不会亏待你们，甚至比你们自己建设村庄要好得多。不过我的村庄绝不能成为你们安稳过日子的地方，日后必将面对残酷，面对厮杀，每个人都要想办法变强。如果让我发现你们加入我的村庄只是想求个安稳，那对不起，滚蛋！现在我开始对你们发起邀请，记住，一定要考虑清楚再加入，我的村庄不收垃圾。说完，魏轩打开村庄建设频道，发起邀请玩家功能。725人，他都邀请了一番。但刚才说的话，他也是认真的。他不介意1级 F 级的天赋，但哪怕1级 F 级，也必须找到自己生存以及变强的方法。他魏轩不是圣母，在他的村庄成为他的村民就必须要有用。此刻，当魏轩向996区的所有人发出邀请后，陆陆续续便有人开始加入。玩家慕宁雪加入您的村庄，成为魏村村民。玩家陈岩加入您的村庄，成为魏村村民。玩家萧晨加入您的村庄，成为魏村村民。玩家柳烟加入您的村庄，成为魏村村民。玩家方文加入您的村庄，成为魏村村民。玩家王志凯加入您的村庄，成为魏村村民。玩家周恒加入您的村庄，成为魏村村民。玩家不凡加入您的村庄，成为魏村村民。玩家杨云峰加入您的村庄，成为魏村村民。一刻钟后，725人竟全部加入到了魏轩的村庄。聊天频道，陈岩，魏轩大佬放心，我们加入你村子绝不是求安稳。柳烟，为了生存是肯定的，但我们肯定也会不断想办法变强。萧晨，没错，这本身就是一个适者生存、强者为尊的游戏，真实的游戏。方文，魏轩哥哥，我们尽量不拖你后腿。王志凯，方大美女，你是不是喜欢魏轩大佬啊？一口一个魏轩哥哥，我好酸。方文，就是喜欢啊，咱们996区谁不喜欢魏轩哥哥？周恒，穆大美女就很高冷哦。方文，那是穆姐姐没说而已。穆宁雪，不凡，我建议，既然我们成魏轩大佬的村民了，以后是不是该对他换个称呼啊？杨云峰，对，大佬太见外了，要不我们以后都叫老大。陈岩，可以，简单直接又有气势。来，让我们集体给咱们的老大送上膝盖。魏轩老大，魏轩老大，魏轩老大。一时间，老大的称呼被刷屏了。魏轩忍俊不禁，这称呼，好吧，还不错。穆宁雪，魏轩，我们现在都是你的村民了，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你尽管说。对，老大，24小时后，我们将会有破咒马匪对我们进行入侵，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是继续升级吗？陈岩，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不能全部去升级，得为村庄建设做出贡献才行。萧晨，没错，以后魏村就是我们的家了，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家做大做强。柳烟，老大也说了，以后必定要进入势力争霸的主题。老大，请指示。
魏轩想了想，说道：“大家先集体回村吧。”好，老大，太棒了，我早就想回村休息了一下了。这段一直处于身心紧绷状态，就算有老大的精品烤肉，但还是感觉很累。村庄中有一键回村功能，而随着996区的人都成为魏村的村民后，他们的村庄频道自然就变了，成为了魏村的村民模式。但一键回村和商城这些功能还是有的。当即996区所有人都使用了一键回村。嗡嗡嗡，随着一道道光芒落下，以穆宁雪、陈岩等人为首的所有人全部降临在了魏村。第98章齐聚。魏轩让所有人回村，一是想规划一下村庄建设等事宜，不说别的，就拿民房来说，目前他的村庄只有100座，但如今却有725人，所以这个问题得解决。二是也想让所有人都放松调整一下，毕竟这段时间的确一直都处于紧绷状态。精品烤肉虽然可以恢复体力和精力，但内心的疲乏却是没办法调整的，包括他自己。萧晨说的对，以后魏村就是他们的家了，时不时的回家看看。此刻魏轩收起思绪后，便取出定位符，定位了此处坐标。照这么来看，定位符还是很不错的，至少回头他可以瞬间传送到这蛮荒大地。陈岩他们还好，目前应该只是在血色山，不像他这样需要遥远，不然他回到村庄再赶到蛮荒大地，即便有风翼和各种速度加持，也需要不少的时间。定位完成，魏轩立刻使用了一键回村功能。彼时魏村一道道光束落下，所有人都先后降临到了这里。穆宁雪穿着一件白色衣裙，裙摆到膝盖处，露出一截白皙匀称的小腿。柳烟纤细，上围紧绷，皮肤光滑细腻，身材十分标致。瓜子脸，杏目阴唇，乌黑长发披在香肩上，给人一种冷艳高贵之感。她站在人群中，无疑成了焦点。当然，除了穆宁雪外，还有柳烟和方文也不差。柳烟穿着一件黑色短裤，上身是一件黑色背心 ，S 型高挑身材，十分性感。如果说穆宁雪的美令人不敢玷污，那柳烟就会让人产生浓浓的征服欲，尤其是紫发高马尾，干练动人，使这股征服欲更加无处安放。相对来说，方文就属于那种大大咧咧的开朗型美女了。紧身牛仔裤将2条笔直匀称的大长腿衬托得淋漓尽致，上身是一件紧身 T 恤，短款的那种，露出平坦白皙的马甲线，一头短发尽显女生的活泼。陈岩和柳烟、方文是同学，自然站到了一起。当然，这725人中，不少人都是相互见过的。比如陈岩和穆宁雪等一众地级强者，曾一起在藏灵谷面对过苍狼群，其他人都或多或少的组过队。不过真正这么集体聚在一起的，却从来没有过。穆大美女，你本人比聊天频道的头像更漂亮啊！陈岩 ，C 级大哥，终于见到本人了，哈哈，幸会幸会啊！以后咱都是一家人了，对吧？那肯定的呀。对了，老大还没回来吗？应该是没有的。看，那边那座小院儿，绝对是老大的住所。我们去那边等老大吧。好。当即，一行人一边3、5成群的聊着，一边向魏轩的住所走去。魏轩的住所，在魏轩将自己的木屋提升到2级时，就变成了独门独院。小院不大，但地面却是青石板，看着干净又敞亮。院中还摆放着石桌石等，更有2间木屋，一间主屋，一间侧屋。此刻，院中忽然一阵光束落下，魏轩传送了回来。呼！刚一回到这里，魏轩就感到身心一阵轻松。虽然此前也有闲下来的时候，但跟回家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此刻，魏轩打量着自己的小院，尽管从村庄建设频道中也能看到，但毕竟不真实。很不错。走在青石板上，魏轩对自己现在的小院很满意，体力和精力都在快速恢复着，身上的疲惫感也在逐渐消失。毕竟新手木屋也是有恢复功能的，等级越高，这种恢复效果越好。当然，魏轩回来可不是为了恢复，此刻他已感受到陈岩等人都来到了他的小院前，于是迈步走了出去。当魏轩打开门的一刻，陈岩先行喊了一句老大，紧接着所有人都跟着喊道老大好。魏轩不禁摸了摸鼻子，感觉有种地下势力的感觉，一一在面前这群人身上扫过。穆宁雪还是一如既让的漂亮，这娘们儿咋长的？柳岩也不差呀。方文也笑盈盈的，还冲魏轩吐了吐小粉舌。萧晨是个高个子，周恒是个戴眼镜的斯文男，不过成为试炼者后近视眼应该没了，但这货还是戴着，应该是戴习惯了。王志凯是个胖子，看着憨憨的。不凡倒是很普通。杨云峰手持一把利剑，看着很带感。魏轩清了清嗓子，以后大家都是自己人了，希望你们能记住我之前在聊天频道说的话，这个世界没有安逸。当然，加入我村庄，我也不会亏待你们，这些东西你们可以挑一下。说着，魏轩大手一挥，
只见地面上立刻出现了一堆武器装备，这些都是魏轩击杀巨魔后获得的。老大，这些武器装备都是哪里来的？妈呀，1阶的、2阶的、3阶的。老大，这真是给我们的吗？说着，一些人就要上前选武器。虽然之前996区赢下来自域世界那些国区的挑战后，人手奖励了1件2阶武器和1阶护甲，但眼前这些武器装备可是有不少3阶的，而且谁会嫌自己的武器装备多呢？然而，一部分人打算去挑武器装备，但大部分却依旧站着没动，尤其是陈岩，使劲咳了2声。上前选武器的一些人立刻明白了什么，赶忙退了回去。魏轩眨了眨眼，你们不要。穆宁雪说道，我有武器。陈岩也亮了亮手中的烈焰刀，我也有。萧晨顿了顿说道，老大，你之前说过我们需要自己变强。周恒，是啊，老大，这些武器你可以上架到商城店铺去售卖，如果我们真有想要的，可以自己赚财富值购买。不凡，老大，你对我们的帮助实在太多了，如今我们加入你的村庄，就想跟着你一起征战这个世界。对，老大，要不是你，我们可能早就生存不下去了。没错，有什么需要做的，老大尽管吩咐，从现在起，我们都听你的指示。不少人都纷纷表示相同的想法。魏轩点了点头，明白了。好，既然这样，那现在最重要的是建立木屋。你们应该也都看到了，目前魏村只有100座木屋，但我们现在有725人，所以首先要将民房数量提升起来。现在你们都看下自己的村庄建设频道都有哪些功能。魏轩说完，自己也打开了村庄建设频道。第99章安排。村庄魏村，等级1级，村长魏轩，村民725人，可查看。建筑村长木屋2级，0级民房100。升级条件：1. 村民数量达到100，已具备； 2. 村长房屋达到2级，已完成； 3. 50座民房达到1级，未完成； 4. 一阶木料 X100， 一阶石料 X50， 一阶泥土 X50， 一阶铁矿 X10， 已具备； 5. 低阶村庄升级令，已具备；村庄仓库，财富值无，武器无，装备无，药品无，材料无，期货无。注：村庄仓库为内部交易，村庄成员都可往仓库存储物品，存储后的物品会变成公共资源，而储存物品的成员也会获得相应的贡献值，仓库的通用交易货币也都是贡献值。提示：贡献值不仅限于往仓库存储物品，凡是对村庄建设做出贡献的，都可获得相应的贡献值，亦可完成村庄发布的任务获取。职业达到2级村庄后可解锁。咦，居然多了一个仓库功能。魏轩查看之下明白过来，这村庄仓库说白了就是一个流动贡献值的地方，往仓库储物物品可以获得贡献值，而想要从仓库拿东西就需要扣除贡献值，这倒是不错，以后可以用贡献值来进行考核制度。除此之外，村庄升到2级后还可以开启职业，这也有些期待。目前其他条件都已完成，只要再有50座民房达到1级，就能直接将魏村升到2级了。另外，现在996区的同胞们都成了魏村村民，而作为村长的他可以查看这些村民。于是魏轩点开查看，果然出现了一个页面，上面都是村民的名字，每个村民的名字后面都有查看详情。村民穆宁雪，等级10级363076000，猎魔等级5级8451600，成就中级新手50%，力量825，敏捷856，体力813，精神847，抗性火抗加55，水抗加86，木抗加43，金抗加48，土抗加42，毒抗加65，暗抗加20，减抗减水抗加21，减木抗加14，减金抗加16，减土抗加12，减火抗加17，减毒抗加23，减暗抗加8。武器寒风剑3阶，装备冰剑3阶，剑灵豹1阶，流云甲2阶，灵动靴2阶。咦？魏轩愣了愣，然不住看向穆宁雪，紧绷的上围十分带感。没想到穆宁雪还穿着他当时随手给的剑灵豹1呢，应该是穿在里面了。说真的，这穆宁雪穿豹纹还真不错。正在查看自己面板的穆宁雪忽然感受到浓浓的目光，抬头一看，竟是魏轩一直盯着自己的上围看。这村长不像好人呐！穆宁雪当即脸一红，似乎想到了第一次遇到魏轩的种种，忍不住剜了魏轩一眼。魏轩尴尬的笑了笑，继续看向面板。技能寒冰斩，元素天赋冰之真意 C 级，战力83星，财富值1052，村庄民房
无；拥有土地无；拥有建筑无；村庄贡献值无；村民陈岩。等级10级127586000，猎魔等级5级1291600，成就中级新手2/50，力量812，敏捷775，体力798，精神783，抗性火抗+65，水抗+37，木抗+48，金抗+42，土抗+31，毒抗+36，暗抗+11，减抗减水抗+10，减木抗+12，减金抗+13，减土抗+11，减火抗+25，减毒抗+14，减暗抗+5。武器烈焰刀2阶，装备火戒3阶，反甲2阶，迅速靴2阶，技能烈火斩，元素天赋火之真意 C 级，战力78星，财富值917，村庄设施无，开辟土地无，村庄贡献值无。魏轩没有一一查看，因为都差不多，尤其是穆宁雪和陈岩的4维属性应该都算好的。可即便如此，10级也才70-80星，自己在10级时战力好像是180多星，都快突破200星了。当然，这肯定是离不开完美提炼的。正常来说，10级的战力应该是在50星左右。穆宁雪和陈岩能达到70-80星，一是996区之前接连赢下的挑战奖励了不少4维属性，二是这俩人毕竟有着 C 级的天赋，实力也不弱，或多或少也会有一些奇遇，从而获得了一些额外属性。这时魏轩见众人都查看完毕，于是问道：怎么样，大家的村庄建设频道都有哪些功能？陈岩说道：老大，目前我们只有建造民房和开辟土地的功能。萧晨，职业还没有解锁，需要村庄达到2级。穆宁雪，还有村庄仓库功能。方文，老大，我们现在开始建造民房吗？魏轩点了点头，建造民房应该需要临街木料，一会儿我把我这里的都弄到村庄仓库里，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自己想办法收获贡献值，然后进行兑换。当然，如果能自己弄到建造民房的材料那更好，藏灵谷和血色山交界处有片森林，那里就有临街木料。其实魏轩收获的临街材料并不多，倒是一阶材料有不少。陈岩，老大，我这里也有一些临街材料，一会儿也把多余的弄到村庄仓库。穆宁雪，我也有。临街材料其实就是建造民房和将民房升到1级时能用到，后续用的应该都是一阶材料。不过我们村庄日后需要不断壮大，需要建造的民房肯定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次的临街材料即便构建民房了，大家也要不断收集。魏轩顿了顿，继续说道：还有就是村庄仓库，以后我会不定时检查大家的贡献值，如果有谁没有或者太少，肯定是不行的。另外，穆宁雪和陈岩以及那些地级天赋的人，你们不用管村庄设施和土地开辟，只管继续升级就好。至于1级天赋的，你们就负责互相组队，以收集各种材料为主。现在无论村庄、商城还是仓库，资源会越来越多，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升级问题。包括开辟土地也是，所有 F 级天赋的就负责以村庄为中心，向4周延伸开辟土地，同时建造民房。回头我设置一下，你们开辟土地和建造民房也会获得相应的贡献值。这些贡献值，你们可以在村庄仓库兑换各种资源，也可以换取财富值到商城购买资源。当然，如果你们能像之前那样发现商机的话，也可以到玉频道赚那些老外的钱。魏轩说完，众人顿时陷入激动当中。第100章发布任务。不得不说，魏轩的安排还是相当合理的。如穆宁雪和陈岩等那些地级天赋者，真要让他们以收集材料或开辟土地为主，着实有些大材小用了。而那些1级的比上不足，但又比那些 F 级的强些，所以收集材料再合适不过。当然，收集材料的同时，也是有机会遇到凶兽的。至于那些 F 级的，真要让他们成天去杀怪，危险性高不说，以他们的实力刷怪效率也是极低，所以倒不如负责开辟土地和建造民房，这样从某种程度上讲，比在野外刷怪要强得多。毕竟单说升级方面，因为开辟土地和建造民房获得了贡献值，所以换取能量时升级绰绰有余。而且开辟土地和建造民房也是可以获得能量的，甚至还能增加4维属性，提升实力。太好了，我这几天刷怪都刷骂了。是啊，刷怪太危险，不适合我这种 F 级天赋的人。我也是，有好几次我都差点被凶兽吃掉。现在开土地，建民房就能升级和提升实力，真是不错。我们加入老大的魏村真是明智的选择。这要是我们自己建设村庄，到死都整不明白。好了，大家开始工作吧。是，老大。当即不少人都开始散去，有组队的，
有互相交流的。方文却没立刻离开，而是冲魏轩问道：“老大，咱们好不容易聚一起了，你不安排个篝火餐饮啥的？以后有的是机会，回头等新手终极考核结束再说吧。”哦，方文点了点头，但还有些不甘，又凑到魏轩跟前，吐气芬兰问道：“老大，你需要秘书什么的不？”魏轩一愣，下意识瞥了眼方文的马甲线和修长笔直的双腿，可暂时不用。哦，哼。不远处，穆宁雪微微撇了撇头，发出一声轻微的冷哼：“臭妮子，别骚扰老大了，没看穆姐姐生气了吗？”柳烟赶忙把方文拽走了。魏轩，穆宁雪。随着众人离去，魏轩也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小院。其实其他人还好，只需要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就行，但他却得好好整理一番，尤其是开图任务也还得加紧激活。前往玉世界，刻不容缓。收起思绪，魏轩打开村庄建设频道，然后将一个异阶武器储存到了村庄仓库中。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一件异阶武器，获得100点贡献值。公告：玩家魏轩首个使用村庄仓库功能，成就+5，一件异阶武器就有100点贡献值。魏轩想了想，又从村庄商城购买了一颗能量石，他是想看看贡献值和财富值的比例，于是将那颗能量石也储存到了仓库。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一颗异阶能量石，获得100点贡献值，财富值和贡献值的比例是1比1。确定了这一点，魏轩接下来就知道该怎么做了。首先，他将击杀巨魔收获的那些武器装备全部储存在了仓库。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一件异阶武器，获得100点贡献值。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一件异阶护甲，获得100点贡献值。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一件异阶护腕，获得100点贡献值。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一件2阶武器，获得300点贡献值。片刻后，魏轩的贡献值直接来到了6万。紧接着，他又将之前获得的那些临阶材料从村庄商城下架，全部储存到了村庄仓库。一颗临阶木料5点贡献值，一份临阶石料和泥土7点贡献值。这有些超出了魏轩的意料，照这么算的话，那些收集材料的岂不是收集20颗木料就能购买一颗能量石？还行，挺不错的。接下来，魏轩又往仓库储存了不少异阶材料。目前他异阶木料有4178，异阶石料2857，异阶泥土有2666。魏轩自己将这些异阶材料各留了1000，剩下的全部储存到仓库。一颗异阶木料20点贡献值，一份异阶石料和泥土30点贡献值。储存完后，魏轩的贡献值竟达到了20万。有了这些贡献值，接下来就可以发布任务了。村长建设频道中，村长是可以向村民发布任务的，不过发布任务需要扣除不少的贡献值。此刻，魏轩点击发布任务，任务模式无限循环。任务内容：开辟土地。任务奖励：每开辟1平米土地，可获得10点能量和10点贡献。这个任务奖励是系统固定的，当然也可以选择由村长发布奖励，但那样会扣除魏轩的贡献值或财富值。魏轩现在虽然身价不菲，可如果要养这么多人，暂时有些吃力。发布开辟土地的循环任务，每天需扣除1万点贡献值，是否发布？每天固定扣除1万点财富值，这倒是可以接受。魏轩毫不犹豫选择发布。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发布了开辟土地任务，任务模式无限循环。任务内容：开辟土地。任务奖励：每开辟1平米土地，可获得10点能量和10点贡献。此公告一出，那些留守在村庄内等待开辟土地的 F 级成员顿时像打了鸡血一般。紧接着，魏轩再次发布另一个任务，任务模式无限循环。任务内容：建造民房。任务奖励：每建一座民房，可获得100点能量和100点贡献值。发布建造民房的循环任务，每天需扣除2万点贡献值，是否发布？好吧，如此一来，每天光支出就得3万点贡献值。以魏轩现在手里的20多万点贡献值，一周就没了。不过话说回来，财富值和贡献值的等价是1比1，所以能往仓库里存入公共财富值，以此获得贡献。想到这里，魏轩也就不慌了，于是笑了笑，直接选择发布了建造民房任务。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发布了建造民房任务，任务模式无限循环。任务内容：建造民房。任务奖励：每建一座民房，可获得100点能量和100点贡献值。如此一来，就算初步安好了魏村一众成员的工作问题。然而，随着魏轩发布了开辟土地和建造民房的任务，那些被安排去收集材料的一级成员有意见了。第101章，真该找个秘书了。996村庄频道，哇靠，
开辟1平米土地就能获得10点能量和10点贡献值，建造一座民房也有100点能量和100点贡献值啊！那 F 级的同胞们岂不是要起飞了？而且不用在外面冒风险，在村庄多安全啊！呜，老大，我也要回村搞建设，既安全收获又大。是啊，老大，你是不是想扶持那些 F 级的同胞们啊？可我们都是1级，也好不到哪儿去啊！显然，大家都觉得开辟土地和建造民房既安全又收获大，心里多少有些意见。魏轩并没有怪他们，这种情况换谁都会心里有些不平衡，毕竟哪怕是亲兄弟，父母如果有偏袒的话，还会不舒服呢。重要的是将这种不平衡说出来就好，如果不说出来，把这种憋屈堵在心里，反而容易出问题。对此，魏轩直接打开了村庄商城，进入到个人店铺。个人店铺除了售卖功能外，还有买进功能。别人有人要卖东西，那就可以直接到他店铺把东西卖掉，从而获得相应的财富值。唯一需要注意的是，魏轩得往个人店铺充财富值。于是，魏轩看了眼自己的财富值45150，想了想，直接往店铺充了35150点财富值，然后便开始对个人买进功能进行设置。10点财富值等于普通凶兽尸体 X1，15点财富值等于魔化凶兽尸体 X1，20点财富值等于变异凶兽尸体 X1，25点财富值等于魔化变异凶兽尸体 X1，30点财富值等于头目级凶兽尸体 X1，40点财富值等于统领级凶兽尸体 X1。魏轩没有多设置，用这些财富值换凶兽尸体绝对足够了。此前其他人只能用凶兽尸体换精品烤肉，而现在却能用凶兽尸体换财富值，这对他们而言绝对是赚的。毕竟凶兽尸体对他们根本没用。当然，魏轩也是绝对不亏的，凶兽尸体对他来说只需要转换一下就可以成为财富值。平均一只凶兽尸体差不多能提炼出将近200斤的精品烤肉。值得一提的是，精品烤肉一旦进行交易就没办法回收了，也就是说，其他人购买了精品烤肉根本不能在商城回收出财富值。不过这看似是暴利，但后面魏轩需要发展魏村，对财富值和贡献值的需求肯定会大大提高，毕竟要养这么多人呢。果然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吗？魏轩摇了摇头，然后在聊天频道发言道：首先，开辟土地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需要除草、开垦等一系列工作，虽然安全，但同样费时费力。其次，建造民房也需要时间，并不是材料凑齐后直接就能建造的，这也需要选址、规划等工作，也是需要一个建造过程的。所以，无论开辟土地还是建造民房，对体力精力的消耗都是很大。另外，目前魏村还小，所以开辟土地和建造民房会比较安全，但以后随着我们魏村不断壮大，蔓延到新手丛林、藏灵谷、血色山呢，还安全吗？到时那些开辟土地和建造民房的 F 级成员还要担起日常守护村庄的职责。最重要的，你们在外面收集材料的应该也都看到了，我刚才向仓库储存临阶材料，一颗临阶木料就有5点贡献值，一阶木料更是20点贡献值。这还不算，你们在外面收集材料时遇到凶兽也可以击杀，包括一些灵芝和奇遇。刚才我在村庄商城的个人店铺设置了一下，你们以后击杀的凶兽尸体都可以到我的店铺中换财富值，具体的你们可以去看下。最后我再说一下，如今我们所在的这片主宰宇宙有太多未知和凶险，想要生存必须一起将魏村壮大，全力以赴。以后的路还很长，如果为了现在的几十点能量和贡献值就斤斤计较，那你们的路绝对走不长。老子屠杀一个王者部落就能获得几十万能量，刚才发布的那2个任务加起来每天也要扣我3万点贡献值，多的不说了，你们好自为之。魏轩的话直接让聊天频道陷入了沉默，似乎这一刻所有人都低下了头。直到片刻后，对不起，老大，操，格局小了。老大这么为我们着想，我们却因为这种小问题心里不平衡，简直垃圾。陈言，以后谁再因为这种小问题质疑老大，直接往自己脸上扇一巴掌。方文，直接水有尿，浇醒他。哼。柳烟，魏轩笑了笑，自己刚才犀利的言辞很到位啊。他没再继续发言，而是开始整理起了那些积攒的凶兽尸体。这次攒了不少，尤其是他击杀巨魔部落收获的尸体又大又多。魏轩先是将那些尸体进行分类整理，然后一一取出，释放出一道道金之剑刃进行处理。紧接着火焰天赋释放，开始烧烤，最后烧烤完又一一进行提炼。好在有一点让魏轩值得庆幸，那就是将烤肉提炼成精品烤肉并没有限制，就跟 bug 似的。魏轩自然不亦乐乎，足足用了1个多小时，魏轩这才将所有凶兽尸体变成精品烤肉。储物空间，精品烤肉堆积如山。
魏轩将所有精品烤肉回收成了财富值，然后又用财富值将贡献值兑换到了25万，而财富值不算充到店铺里的那35150点，目前已然达到了18万。魏轩想了想，又往个人店铺充了8万财富值。呼，将这些事情处理完，魏轩长长松了口气。该说不说，搞这些东西还挺浪费时间和精力的，而且以后随着魏村的壮大和自身实力的提升，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看来自己是该找个命。呸，是助理。想到这里，魏轩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了方文的小蛮腰，马甲线确实好看。算了算了，回头再说吧。魏轩不再浮想联翩，而是取出了那2张 C 级天赋融合符和4张技能融合符。第102章地法结界。2张 C 级天赋融合符，一张是成就达到顶级新手时奖励的，一张是击杀巨魔王爆出来的。除此之外，还有4张技能融合符，是之前攒了一个，再加上击杀2大护将和巨魔王爆的。照这么来看，击杀将级和王级凶兽有很大概率会爆出技能融合符和天赋融合符。当然，魏轩并不清楚别人的爆率如何，但自己的爆率似乎并不差。气运是很重要的，就跟玩游戏一样，有的号怎么刷怎么爆，有的号怎么刷都不爆，也有的是今天爆明天不爆。气运这东西有时还真说不好。此刻魏轩先是打开了自己的元素天赋栏，元素天赋五行真意 C 级，黑暗真意 C 级，毒之真意 C 级，冰 D 级，雷 D 级，风 D 级。目前除了此前融合出的五行真意天赋外，只有黑暗和毒天赋是 C 级。魏轩想了想，尝试将五行真意和黑暗真意与毒之真意选中，结果成功率只有 20%， 太低了。皱了皱眉，魏轩又将黑暗真意去掉，这次只剩下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果然成功率有所提高，但也仅仅只有 25%。 要不要融合？魏轩有些纠结。他之前融合的五行天赋是因为金木水火土5种天赋相辅相成，所以成功率才很大，但其他天赋就没这么幸运了。想了片刻，魏轩最终还是咬了咬牙，不能因为害怕失败就不融合。于是魏轩果断让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进行了融合。很遗憾，您的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融合失败。提示：您的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的融合成功率提高 5%。 咦？魏轩愣了愣。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融合失败是他早已预料到的，但没想到的是，就算失败了，却还能提高融合成功率。于是魏轩再次选中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果然，这一次的融合成功率显示 30%， 确实提高了 5%。 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只要有足够的天赋融合符，就能不断融合天赋了吗？魏轩欣喜不已，他没有再继续使用另一张天赋融合符，因为即便用的也只是提高融合成功率，倒不如先攒着，直接攒个10来张后一举融合成功，那样才爽。将那张 C 级天赋融合符收好，魏轩又开始查看自己的技能栏。技能：灵眸、治疗、顺应、硬化、五行遁法、五毒阵、风翼魂骨、鬼蛛魂骨、蛛丝罗网、急速跳跃、精神念咒、森林之语、无敌金身、金属磁场、黑暗炮弹、强化加10、无相剑阵、强化加8、狂暴之境、强化加20、极道分身、强化加10、元素风暴、强化加20。4张技能融合符，该怎么融合？魏轩试图在努力寻找可以完美融合的技能。片刻后，先提升一下速度吧。魏轩最后决定顺应和急速跳跃融入到风翼魂骨中，这种融合率比较高，而且都是具备速度特性，所以融合起来很容易。于是魏轩一番操作，将主技能选为风翼魂骨，顺应和急速跳跃选为辅技能，融合。恭喜，您的急速跳速、顺应技能融合风翼魂骨成功。恭喜，您的风翼魂骨获得大幅度提升。成功了，不错，这样的话大大减少了他的赶路时间。还剩3个技能融合符。魏轩思考了片刻，这次选中了鬼蛛魂骨、蛛丝罗网、金属磁场、五毒阵以及硬化。这5种技能看似有所区别，但也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其中鬼蛛魂骨和蛛丝罗网都是在藏灵谷副本中击杀鬼面蜘蛛获得的，所以这2种融合起来不用担心。至于金属磁场，虽说是出自金之天赋，但跟五毒阵应该能融合到一起。金和毒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冲突，而金属磁场和五毒阵都属于范围型的控场攻击技能，所以这2种融合时应该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至于硬化，源于金之天赋，此技能和其他技能也不会有什么冲突，甚至硬化还可以在中间起到桥梁的作用，让另外4种天赋能更好的进行融合。
当然，这也只是魏轩所想，具体能不能成功，还得实施一下。于是，魏轩将5种技能选中，看了一下融合成功率，果不其然，融合成功率竟有 70%， 虽说不是很高，但也不算低了。当即，魏轩毫不犹豫地进行融合。然而，很遗憾，您的鬼蛛魂骨、蛛丝罗网、金属磁场、五毒阵、硬化技能融合失败。提示：您的鬼蛛魂骨、蛛丝罗网、金属磁场、五毒阵、硬化技能融合成功率提升 5%。果然，技能融合失败后也是可以提高成功率的。这就好了，还剩2张技能融合符，全部用掉。这一次融合到达到了 75%， 但很遗憾，您的鬼蛛魂骨、蛛丝罗网、金属磁场、五毒阵、硬化技能融合失败。提示：您的鬼蛛魂骨、蛛丝罗网、金属磁场、五毒阵、硬化技能融合成功率提升 5%， 又失败了。最后一张了呀， 80% 的成功率，能不能融合出新技能，在此一举了。魏轩深吸一口气，缓了片刻，再次进行最后一次的融合。嗡，光束落下，成了！恭喜您的鬼蛛魂骨、蛛丝罗网、金属磁场、五毒阵、硬化5种技能融合成功。恭喜您获得了新技能地法结界。魏轩赶忙查看了一番地法结界的特性，最后不禁大喜。当然，所谓地法结界，其实也只是延续了5种天赋的主特性而已。不同的是，因为5种天赋完美融合并自成结界，所以这5种技能可谓是诡辩无常，即控制杀敌为一体。首先，地法结界一旦形成，因为有硬化的加持，所以很难破碎。其次，结界本身自带鬼蛛魂骨，要知道形成结界的鬼蛛魂骨可不仅仅只有8只鬼蛛触手，而是无数只，每一根鬼蛛触手上都有锋利的倒刺。又因为有硬化加持，所以这些鬼蛛触手无比坚韧，还能释放出无数蛛丝。除此之外，地法结界本身还被毒雾笼罩，更能幻化出蜈蚣、毒蛇、蝎子、蟾蜍、毒蜥这5种毒灵进行战斗。而且地法结界还延续了金属磁场的控场特性，或吸或斥，令结界内的目标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总之，这地法结界无疑让他又多了一个杀手锏。第103章诸村建立。将5种技能融合成地法结界后，魏轩将那3瓶技能强化露全部用掉。先是将无相剑阵强化到了10，然后又将地法结界也强化到了10，刚好够用。最后，魏轩又打开人物面板进行查看。玩家魏轩，等级13级53000050000，猎魔者12级16230250000，成就顶级新手41200，力量3257 C 级力之真意，敏捷3236 C 级素之真意，体力3218 C 级体之真意，精神3349 C 级念之真意，抗性五行抗性加927，毒抗加982，暗抗加836，减抗五行减抗加319，减毒抗加206，减暗抗加25，减毒抗加206，减暗抗加25。元素天赋五行真意 C 级，黑暗真意 C 级，毒之真意 C 级，冰地级，雷地级，风地级。本命天赋完美提炼。技能灵眸治疗，五行遁法，风翼魂骨，精神念咒，森林之语，无敌金身，地法结界强化加10，黑暗炮弹强化加10，无相剑阵强化加10，极道化身强化加10，狂暴之境强化加20，元素风暴强化加20。武器蛟龙枪，攻击加79，攻速正 30%， 穿透加500，命中正 25%， 暴击正 20%， 穿云弓，攻击加57，攻速正 15%， 射程正 20%， 穿透加300，命中正 10%。装备御风靴，敏捷加38，闪避加25，移速正 30%。猎魔铠甲，体力正 25%， 所有元素抗性正 15%， 血上限正 10%， 气上限正 10%， 致命防御正 50%。战力232星，自由属性8750，修炼值1440，财富值10万加115150，以充个人店铺。物品猎魔勋章2160，修炼时133 C 级天赋融合符1，黄金宝箱2，王骨1。不错，无论天赋还是技能，越来越规整了。魏轩对自己如今的面板属性比较满意。之前虽然华丽，但很多天赋和技能都不怎么用，尤其是一些技能有些鸡肋。但现在有了技能融合符和强化露，基本都可以用到了。尤其是击杀命星凶兽，
如果没有这些，还真非常棘手。至少捣毁巨魔王者部落不会这么顺利。就在魏轩心想间，忽然一则公告出现：村庄公告，村民王旭开辟了10平米土地，奖励100点能量，100点贡献值。村庄公告，村民刘雪开辟了10平米土地，奖励100点能量，100点贡献值。村庄公告，村民赵峰成功建造一座民房，奖励100点能量，100点贡献值。村庄公告，村民林浩成功建造一座民房，奖励100点能量，100点贡献值。哈哈哈！开辟土地和建造民房，直接就能获得能量和贡献值，简直不要太爽。是啊，而且目前来说还很安全，真是多亏了老大啊！加入魏村真是我最明智的选择。村庄公告，村民前月向仓库储存了20颗临阶木料，获得100点贡献值。村庄公告，村民李山向仓库储存了15颗临阶石料，获得105点贡献值。村庄公告，村民周明向仓库储存了15颗临阶泥土，获得105点贡献值。好爽啊！这里好多临阶材料，随便找找就能获得贡献值，嘎嘎嘎。而且找着材料，偶尔还能杀凶兽获得能量，这方式简直太轻松了。说真的，要不是老大之前带我们赢下了挑战，让我们区的资源翻了好几倍，可能现在也不会有这么多材料。是呀，魏村成员都在有序进行着工作。确实，无论开辟土地还是建造民房，亦或者寻找材料，都不耽误他们升级。甚至这种升级方式丝毫不比他们刷怪慢。这还只是村庄的起步模式，后续随着村庄扩大升级，这种模式肯定会越加完善。对了，村庄还要升级，目前什么条件都够了，唯独还差50座1级民房。于是魏轩在聊天频道@全体成员发言道：随着建造的民房越来越多，大家可以自行选择民房进行绑定，一旦绑定以后就是你们的专属民房了。自己的专属民房也是需要不断升级的，升级民房也是有4维属性奖励的。目前我们魏村还是1级，但升到2级的条件我基本已经凑够了，只差50座1级民房的条件。所以大家绑定好自己的民房后，记得先将民房升到1级。刚建造的民房都是临阶，而且无主，所以村民们需要选择一个民房进行绑定。魏轩觉得后面想要升级村庄，也会和村里的民房等级挂钩。好，老大放心吧，我们这就选择民房进行绑定。陈岩，我这里有一些1阶材料，待会绑定好民房后，直接就能升到1级。穆宁雪，我也是。萧晨，对，民房升到1级很简单，大家只要凑些1阶材料就行。另外就是动物皮毛，这个也好弄。陈岩等人是除魏轩外最早刷完藏灵3怪修复村庄的，所以对村庄升级、民房升级有一定的了解。魏轩满意的点了点头，照这么来看，魏村很快就能升到2级了。不过就在这时，一则预公告响起。玩家宫本野成功灭掉138区其他村，并建立此区唯一村庄樱花村。玩家格里斯成功灭掉38区其他村，并建立此区唯一村庄米村。玩家中川一郎建立238区唯一村庄中川村。玩家萨米特和布罗德建立338区唯一村庄阿三村。玩家基米尔建立438区唯一村庄谢村。玩家朴成贤建立250区唯一村庄南棒村。748区建立唯一村庄落日村。486区建立唯一村庄高卢村。384区建立唯一村庄西蒙村。看到这些公告，魏轩眉头一皱。果然，随着新手2次考核结束，所有人都重视起了村庄建设。而每个新手区必定只会有一个村庄，有的是其他玩家自愿加入别人的村庄，就像996区的所有人都一致加入到了魏村，这种是相对比较和平的。但有的却不甘成为别人村庄中的村民，如此一来，村庄之间就得开战了。就像宫本野、格里斯这2个陌生人一样，灭掉他们所在区不服他们的玩家村庄。因为一旦每个区有多个村庄，那么资源势必不够用，有抢夺就会有战争，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想来主宰从一开始就让每个玩家都有一座村庄，应该就是要让2次考核结束后，玩家村庄互相尽责，从而每个区只剩一个村庄吧。公告：各区村庄势力全部形成为一姓，此后各区将以村庄势力名为代表。果然，从此魏村就代表着996区，中川村就代表238区，阿三村就代表338区，谢村代表438区。那么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应该不仅仅是破咒马匪对村庄的入侵，更是个村庄势力开始争霸。尤其是各区完成开图任务，进入域世界后，这种争霸应该会更激烈，到时还会掺杂一些本土玩家和势力。第104章伐魏联盟。玉频道，血村，哦，要势力争霸了吗？这次我们血村一定要勇夺第一。中川村，
八嘎，第一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灭掉魏村，统统死啦死啦地。阿三村，没错，让魏村那些可恶的家伙统统吃屎去。南棒村，阿西吧，可恶的魏村，在2次考核最后阶段，居然坑了我们那么多好东西。随着2次考核告一段落，7号狱那些老外又开始叫嚣了。魏村自然是有底气回骂：你们有完没完？一个个手下败将，完蛋去！就是我们好心卖你们能量石，让你们在关键时刻升到7级没被抹杀，你们还好意思嚣张？早知道那些能量石喂狗也不卖给你们。哼！血村，哦，真是可恶！你们那不是卖我们能量石，那是剥削。中川村，八嘎，龙国人大大低坏。阿三村，真想用牛粪狠狠砸在他们脸上。南棒村，阿西吧，一定要想办法弄死他们。剥削你妈了个蛋，一个个傻逼玩意儿，整天八嘎，扒你妈个头啊！玩牛粪的家伙简直蠢到家了，信不信我们魏村弄死你们？魏村和7号狱的老对手们展开了对骂，气势十足。不过就在这时，陌生的米村和樱花村突然加入。米村，哦，玉频道真是有意思啊。樱花村，八嘎，刚才骂我们八嘎的家伙，你出来。中川村，优西，樱花村，想来就是我们樱花国的人了。樱花村，我们大樱花国的朋友都赶紧出来。阿三村，阿三国的也都出来吧。米村，有我们漂亮国的朋友吗？2次考核结束后，7号狱所有区都加入到了玉频道。当然，一域1000区可加入玉频道的并没有1000个新手区，想来应该是有些区的整体实力太弱，全军覆没了。此刻，玉频道一个个村庄都开始了认亲活动。认完亲后，以中川村、血村、阿三村、南棒村为首的一些国家开始了对魏村的吐槽，把几次挑战的经过告诉了玉频道的其他村庄。当然，经过他们的描述，魏村的形象变成了作弊、卑鄙、无耻、可恶。值得一提的是，7号狱有不少漂亮国，阿三国的人，甚至连樱花国、南棒国这种小国家的人也不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国家，高卢国、落日国、西蒙诸国等等。在听到魏村的卑劣行径后，一个个大为愤怒，甚至那些本来跟龙国没仇国家也都义愤填膺起来。一时间，7号狱几乎所有村庄都叫嚣着要讨伐魏村，形成了伐魏联盟。樱花村，八嘎，龙国人该死，魏村的人更该死。米村，真是法克，居然把我们漂亮国欺负成这样。印村，我们阿三国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欺辱？棒子村，阿西吧，一定要让魏村付出代价。大渊村，没错，魏村真是太可恶了。小碗村，魏村的人不配活在这个世上，魏村的人很憋屈，你们都是傻子吧？那中川村、血村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我记得第1次挑战是中川村的中川一郎无缘无故发起的，最后我们取得了胜利。第2次是我们加入玉频道后，以血村的基米尔为首，几乎全都嘲讽辱骂我们，甚至又主动对我们发起挑战，比拼的是财富值。不过最后还是我们赢了。再后来，他们看不惯我们赢下胜利，居然全都联合起来以阵营的模式挑战我们。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们卖能量石坑他们，试问我们逼着他们买了？没错，生死时刻我们卖的再贵，你们不还是买不起？如果我们真想整死你们，那还卖个锤子。中川村，八嘎，你们魏村是怎么赢下挑战的？心里没点数吗？血村，靠作弊赢下的挑战，还好意思拿出来说？阿三村，你们卖在生死时刻卖我们能量石，明明是趁火打劫。南棒村，阿西吧，利用我们生存的心理对我们进行敲诈，简直无耻。米村，法克，还是请我们的格里斯大人出手灭掉魏村吧。樱花村，我们的宫本大人也可以。魏村的人本来还想反击的，但这时有3个村子却劝起了他们。下村，魏村的同胞们，我们也是龙国人，你们不要再和他们争执了，他们本来就对我们龙国人有仇视心。华村，哎，那个米村的格里斯十分强大，不仅是强大的基因异能者，更具备2种 A 级天赋，实力强大很。龙村，还有那宫本野，几乎是一名接近影级别的忍者，同样拥有2种 A 级天赋。下村，我们都在格里斯和宫本野手上吃过亏，3番2次对我们进行挑战。哎，华村，魏村的同胞们，你们能赢下中川村、血村，他们确实比我们强，但面对格里斯和宫本野这样的强者，恐怕也难有胜算。龙村，我听说奈格里斯和宫本野的战力好像早就突破第1战力极限了，现在没准都突破第2战力极限了。此言一出，魏村所有人顿时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万万没想到，他们7号狱竟然还隐藏着2名这么厉害的强者。魏轩也是目光一缩，双 A 天赋。之前他就猜测7号狱看似还有很多区没有加入狱频道，但并不代表就没有其他强者。果然
这格里斯和宫本野早就突破了第一战力极限，那应该也在激活开拓任务了吧？就在魏轩心想间，7号域其他村庄的人都震惊了，尤其是中川村、血村，一听说格里斯和宫本野那么强，顿时态度180度大转变，像是见到了失散多年的亲爸爸一般，开始一顿讨好。南棒村、阿三村、高卢村、落日村、大渊村、小碗村、西蒙村全都也表现出了一副小弟模样。7号域除了下村、龙村、华村3个龙国村子外，几乎其他村子都冒出来认樱花村和米村为大佬。樱花村和米村的人不禁扬起下巴，纷纷表现出浓浓的自豪。这一刻，伐魏联盟仿佛正式成立，而代表显然就是米村和樱花村。当然，最大的代表还是格里斯和宫本野。第105章杀戮战场挑战。玉频道。随着一个个村庄势力战队米村和樱花村结成了伐魏联盟，格里斯和宫本野无比得意。格里斯，哦，既然大家都这么相信我们，那我们一定要帮你们讨个公道。宫本野，八嘎，龙国人大大低坏，魏村人更坏，我要代表我们大樱花帝国铲除你们。中川村，请宫本大人一定要为我们报仇，拜托了。血村，格里斯大人，如果能灭掉魏村，那您就是我们漂亮国的英雄。阿三村，全靠格里斯大人和宫本大人了。南棒村，两位大人，赶紧向魏村发起挑战吧。高卢村，灭掉魏村，灭掉龙国的病夫。大渊村，对，还有那什么下村、华村、龙村，我看也是都是龙国人。小碗村，没错，统统灭掉。米村，在没进玉频道前，我们就已经对下村、华村、龙村挑战过2次了，他们现在应该很惨。哈哈哈。樱花村、优西，我们也是，不过万万没想到的是，魏村居然欺负我们樱花国的其他村，这简直不可饶恕。落日村，那就让他们统统死。西蒙村，支持支持。面对7号玉珠村的谩骂与挑衅，魏村这边忍无可忍。草泥马的，什么特么的基因异能者，狗屁的双 A 天赋，来啊，有本事灭掉我们！一群狗屎不如的东西，老子等着你们来战！对，我们龙国不会主动惹事，但有事我们也不怕。送你们一句我们龙国的名言：犯我龙华者，虽远必诛。魏村众人真的是受够了。先是挑战赢下那中川一郎，本以为完了，结果又来了个基米尔。赢下基米尔，以为他们会服软，结果阿三、南棒、高卢、落日、西蒙全都联合起来，以阵营方式打压他们。这次更狠，特么7号域数百个村庄，依旧全部针对他们。操，大不了一死，还能受你们这种憋屈不行？此刻，下村、华村、龙村3个村庄见其他村庄联合起来打压他们龙国村庄，也是愤怒到了极致。本来他们此前被一次挑战失败后已经很惨了，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默默发育。可即便如此，那些外国村庄似乎还不打算绕过他们。与其这样，不如一战。最重要的是，那句犯我龙华者，虽远必诛，点燃了他们。下村，妈的，有什么大不了的？老子跟他们拼了！龙村，对，龙国的同胞们，咱们一起。华村，真特么受不了这群傻逼，针对是吧？讨伐是吧？老子等着你们！魏轩也忍无可忍，于是默默取出了之前穆宁雪送他的那枚挑战令。不过使用时，主宰光屏上却跳出一则提示：提示每域挑战次数有限，只有100次机会，目前7号域的挑战机会只剩最后1次，是否使用？操！魏轩忍不住破口大骂，原来这挑战令也不是随便使用的，每个域的挑战次数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当每个域的挑战次数达到100次后，各区各村将没办法再互相挑战。此前7号域已发生过99次挑战，所以目前只剩最后1次。如果魏轩不使用这枚挑战令的话，一旦挑战机会让别人用掉，那他这枚挑战令等于就废了。于是魏轩立刻确认使用手中的挑战令。下一刻，主宰光屏上出现了挑战模式选项：单挑模式、阵营模式。魏轩毫不犹豫地选择阵营模式。紧接着是挑战方式：等级、建设、财富、刷怪积分、杀戮战场。值得一提的是，只有升到10级才能选择杀戮战场的方式。此前无论中川一郎还是基米尔的挑战，都因为没升到10级而无法选择杀戮战场的方式。但他魏轩如今有资格，于是直接选择开启杀戮战场。此刻，玉频道的诸村还在不停叫嚣着：樱花村，八嘎，死到临头还敢这么嚣张，简直可恶！米村，哦，他们应该并不知道死亡的恐惧，不能怪他们。阿三国、龙国人一向都是病夫，他们这么嚣张都是装出来的。南棒国，没错，他们龙国人其实很软弱的。中川村，宫本大人，还请您尽快出手，拜托了。血村，格里斯大人，快灭掉他们吧。
宫本野、优希，那就用阵营模式把他们一次性解决掉。格里斯升到10级后，我还没再发起过挑战，正好这次可以试试杀戮战场的挑战方式。然而这时，一则主宰公告响起：预公告，魏村玩家魏轩向米村、樱花村、血村、中川村、阿三村、南棒村发起挑战。挑战模式：阵营。挑战规则：前往杀戮战场，摧毁敌方堡垒，可取得胜利。挑战获胜阵营资源翻3倍，所有玩家4维属性加200，财富加1000，能量加3000。分配失败阵营玩家已有资源。挑战失败阵营资源减 80%， 所有玩家4维属性200，财富1000，能量3000，扣除所有玩家已有资源的 50%。单人发起挑战者，失败后4维属性400，财富2000，能量6000，已有资源减 80%。赢下挑战杀戮积分最高者，4维属性加400，财富加2000，能量加6000，高额分配失败阵营玩家已有资源。提示1：杀戮战场最多容纳10000人，双方阵营玩家可自由选择。提示2：杀戮战场最低需持续15分钟，15分钟后可自行选择投降。提示3：杀戮战场分红方和黑方，魏村现已选择红方，请双方阵营选择人数。杀戮战场将在1分钟后开启。此挑战公告一出，玉频道顿时安静了，所有人都陷入了懵逼状态。但紧接着，以米村、樱花村为首的各村便狂欢起来。至于魏村、华村、龙村、夏村等人，则是全傻了。第106章，这场仗我一个人打。玉频道，米村，哦，这个叫魏轩的应该是精神出问题了吧？樱花村，搜嘎，他居然主动对我们发起了挑战，还选了阵营模式和杀戮战场规则。大渊村，哈哈哈，简直笑死我了。小婉村，他肯定是在送死。血村，法克，这个魏轩又在搞什么鬼？中川村，八嘎，大家一定要小心，就是这个魏轩，他会作弊。阿三村，对，就是他，之前让我们的阵营全都输了。南棒国，阿西吧，这个叫魏轩的很古怪，要不是他，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惨。宫本野，八嘎，你们是信不过我这个拥有双 A 天赋的半隐忍者。格里斯，不管这魏轩有多会作弊，在我基因异能者眼中都是没用的。尤西，杀戮战场最多容纳10000人，但他们龙国阵营只有4个村庄，人数最多不会超过3000，所以我们至少可以有7000人，是他们龙国阵营的2倍还要多。又有宫本大人和格里斯大人坐镇，这场挑战我们必胜。只有参加杀戮战场挑战的人才能获得奖励吧？我先报名了思密达。哦，耶斯，人数有限，得赶紧报名。一时间，玉频道不少人都开始报名参加杀戮战场的挑战，尤其是那些后加入玉频道的，一个个争先恐后，仿佛这场挑战对他们而言就是一场白送的奖励。4维属性加200，财富加1000，能量加3000，还能分配失败阵营玩家已有资源，想想都爽。基米尔、中川一郎、萨米特、布罗德、朴成贤等人本来还有些犹豫，但想了想格里斯和宫本野的双 A 天赋以及双方阵营的人数差距，最后一咬牙也果断加入。毕竟如果赢下这场挑战，那他们之前失去的基本全都会回来。短短10来秒，黑方阵营这边的报名人数越来越多，但红方阵营这边啥情况？老大是不是手都点错了？杀戮战场，这可是实打实的杀戮，输了倒没啥，但在杀戮战场被杀，可就没任何机会了。老大选了那么多村庄进行挑战，可我们龙国这边算上我们也只有4个村庄啊。敌方阵营的人数是我们的2倍还多，而且基米尔、中川一郎、萨米特、布罗德、朴成贤这些人的实力也都很强，何况还有双 A 天赋的宫本野和格里斯，这怎么打？下村，你们魏村的村庄怎么回事啊？龙村，是啊，我们龙国虽然不惧挑战，但也不能白白送死吧？华村，这我们怎么参加吗？这时魏轩发言道：愿意参加的就参加，不愿意的我不勉强。这对魏轩而言也是一个考验众人的机会。果然，穆宁雪和陈岩同时站了出来。穆宁雪，我报名了。陈岩，我也报名了。很快，魏村的那些地级成员也都表态。方文，魏轩哥哥，我陪你，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 QAQ。柳烟，那些外国村庄那么欺辱我们，我们没道理认怂。萧晨，草，拼了，有啥的？王志凯，没错，我们现在已经有魏村成员了，老大既然选了这种挑战模式，那肯定有他的道理。周恒，要不是老大，我们哪有今天，绝不能让老大自己硬抗。不凡，报名+1。杨云峰，报名+2。来了来了，死就死吧。老大之前说过，这个世界很残酷，适者生存，强者为尊，如果这次退缩，那就是无数次，后面还玩个屁。
对，认怂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一时间，魏村成员纷纷报名，一个都不带怂的。很快，下村成员一咬牙，生是龙国人，死是龙国魂。如果我们这次认怂，或许这一辈子再也抬不起头了。龙村跟上，妈的，我估计这次就算我们不参加，事后那些外国村庄也不会绕了我们，与其苟延残喘，不如放手一搏。华村，我们龙国同胞应该团结。最后，下村、龙村、华村所有人都报了名。毕竟能挺过2次考核，依旧还能活下来的，或多或少都不是弱者。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深知，即便这次他们不参战，后面也免不了要被外国其他村庄欺辱甚至屠杀，所以他们可以说别无选择。很快，1分钟来临，公告双方阵营人数选择结束。红方阵营1658人，黑方阵营8324人。此公告一出，红方阵营笑了，黑方阵营一头黑线。妈的，还以为会有将近3000人呢，没想到只有1658人。黑方阵营比红方阵营的人数多了5倍还多。不过想想也是，魏村目前在线人数是725人，这还是赢了3次挑战后剩下的人数。而下村、龙村、华村不仅没赢下过挑战，而且还输过，似乎输的还不止1次。如此，这3村目前在线人数肯定很少，所以此番参战的除了魏村的725人，另外3村平均只有300出头的人参加，但已经很不错了。公告：杀戮战场正式开启。随着主宰公告响起，所有报名参战的人全都原地消失。一阵天旋地转后，他们来到了一片血色世界。确切地说，这应该是一处被屏障笼罩的战场。而在战场两端，分别有一座红堡和黑堡，中间则是交战场。魏轩等人自然是被传送到了红堡中。老大，陈岩等一众魏村成员来到了魏轩跟前。下村、华村、龙村的人也分别站到了他们的村长身旁。龙村的村长是一个壮实的男子，30来岁，身上散发着一股铁血气息，应该是当过兵。华村的村长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脸上有道刀疤，看着也很不弱。下村的村长则是一个美女，身着皮衣皮裤，将凹凸有致的身材衬托得淋漓尽致，高马尾也是尽显干练。此刻，3人冲魏轩一抱拳：龙村、魏军；华村、吴刀；下村、夏莹。魏轩也是冲3人一抱歉：魏村、魏轩。魏村长，既然是你发起的挑战，想必你应该有一定的把握。你说吧，这场仗我们怎么打？没错，敌方阵营的人数是我们的5倍还多，而且还有2个双 A 天赋的强者，硬碰硬的话，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胜算。我看这堡垒应该有保护机制，要不我们……没等夏莹把话说完，魏轩便直接打断道：你们尽管在堡垒中待着，这场仗我一个人打。第107章杀戮天神。这场仗我一个人打。什么？随着魏轩的说出，在场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尤其是下村、华村、龙村的人着实被惊呆了。没听错吧？一个人打？这魏轩怕不是个疯子？夏莹忍不住冲魏村的人问道：哎，你们老大精神没问题吧？你才有病，你全家都有病。方文忍不住撅起了嘴：我们老大厉害着呢。夏莹的目光不由得朝方文腹下瞄了一眼，表面却不动声色。这时魏军上来打圆场：好了，这个时候我们龙国同胞不能吵架。吴刀也看向魏轩，问道：魏村长，你刚上说你一个人打这场仗是什么意思？是觉得我们都是废物吗？我告诉你，既然我们都来了，就没打算活着离开。我们不是孬种。另外3村的人对魏轩或多或少有些不满，感觉这家伙有些狂傲。魏轩有些错愕：我没有看不起你们的意思，只是……还没等他解释完，便听到一阵大喊声从堡外传来：法克，龙国的病夫是不是不敢出来了？八嘎，再不出来，我们就要直接摧毁你们的堡垒了！哈哈，我就说龙国人都是孬种，吓得不敢出来了。阿西吧，我们直接冲进去吧。魏村等人一看，竟是黑方阵营的人已经赶到了中间的交战场，正在不断叫嚣着。看架势，如果他们还不出去，真就要攻堡了。黑方阵营那边的人几乎全出动了，足足8000多人。再看看自己这边的人，只有1658人，这差距太大了，怎么想都不知道该怎么打。这时，魏轩微微叹了口气，说道：算了，你们要是愿意出去就出去吧，时间紧任务重，我先去了。说完，魏轩也没再解释什么，直接释放风翼，狂风一起便穿过堡垒屏障飞了出去。翅膀！天哪，这位村长居然有翅膀，会飞啊！难怪魏村长这么自信。但是自信没用吧，毕竟敌方阵营那么多人，而且还有2个双 A 天赋的强者，光会飞恐怕无法取胜吧。魏村的兄弟们，跟老大一起冲！好！
陈岩这时大喊一声，魏村成员全都向堡垒外冲去。不过穆宁雪更快，在魏轩冲出去时，他紧跟着便冲出了屏障。魏村一众成员则在后面跟上。夏姐，我们打吧，不打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当即，夏莹带着夏村成员也冲了出去。吴刀和魏军对视一眼，也没犹豫，直接跟着冲赶出。很快，红方阵营也冲到了交战场。黑方阵营见状，全都大笑嘲讽：“尤西，他们终于出来送死了！哦，上帝，接下来请原谅我充满鲜血的双手，因为我杀的是龙国人。”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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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西巴，杀吧，思密达！在黑方阵营最前方，格里斯和宫本也站在那里，一副强者风范，很装逼。杀！二人一声令下，黑方阵营这边全都向红方阵营杀去，其中包括基米尔、中川一郎、萨米特、布罗德、朴成贤等人。基米尔已经对血村所有人完成了初拥，所以目前他带领的都是血族成员。中川一郎就搞笑了，身旁跟着伊藤惠子，身后跟着的也大都是漂亮的女人。这些女人上围都很夸张，这跟樱花国大部分男人的喜好有关。相对来说，朴成贤带领的也大都是女人，个个身材曼妙，皮肤白皙，又漂亮又时尚。这让魏轩不禁想到了南蚌国的女团。难道这朴成贤是南蚌财阀？当然，南蚌国那些女人的漂亮到底是真是假就不知道了。除此之外，还有阿三村的萨米特和布罗德，看到他们阿三人奔跑的模样，贼 TM 搞笑。杀！杀！杀！黑方阵营的人全都一脸兴奋，仿佛红方阵营那么点人还不够他们塞牙缝。然而下一刻，五行风暴！魏轩直接释放出早已运转好的五行风暴，赫然向黑方阵营席卷而去。西吧，这是什么技能？八嘎，好强啊！啊，哦，上帝，这简直难以置信！黑方阵营那边的人都懵逼了，他们完全被五行风暴给吓到了，兴奋的表情瞬间化为惊恐，奔跑的双脚骤然顿住。下一刻，跑啊！几乎所有人都掉头向黑方阵营的堡垒逃去，但魏轩岂能让他们轻易逃走？黑暗炮弹！一声大喝，一颗颗炮弹顿时降落，轰轰轰！每一颗炮弹落下，都会炸死一大片。黑暗之气更是弥漫扩散，使不少黑方阵营的人都陷入了虚弱、麻痹、恐惧状态。紧接着，在痛击的加持下，一个个被石化。不过这还没完，极道化身！魏轩如今可以释放出2个化身。此刻，随着2个极道化身出现，骤然一道道五行剑刃出现。五行剑刃所过之处，黑方阵营的人尽皆毙命。不过这依旧没完，地法结界，3个地法结界在这一刻释放。骤然，3个巨大的结界将黑方阵营那边至少2000人笼罩在内。身处结界内，黑方阵营的人完全被感受到了什么叫死亡的恐惧。那一只只鬼蛛触手，一道道蛛丝，大片的毒物，还有五毒之灵，使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甚至即便想逃跑，身体也受磁场影响，根本不受控制。而结界外，元素风暴仍在持续席卷，黑方阵营的人极力逃跑，但魏轩接着又释放出了五行荆棘和泥流之红，顿时一道道五行荆棘缠绕蔓延，具备粘性功效的泥流之红更是将大片黑方阵营的人覆盖。击杀黑方成员获得能量加100，财富值加50，杀戮积分加1；击杀黑方成员获得能量加200，财富值加100，杀戮积分加2；击杀黑方成员获得能量加300，财富值加150，杀戮积分加3。恭喜您击杀黑方成员，爆出4维属性加10。这一刻，魏轩已然化身杀戮使者。基米尔的双眼瞪得像铜铃一样，中川一郎浑身颤抖，萨米特和布罗德人傻了，朴成贤更是惊出一身冷汗，就连宫本也和格里斯也不断喉咙滚动。法克，八嘎，这特么是什么怪物？不，简直是天神下凡啊！基米尔和中川一郎怎么会得罪这位强者？还想让他们帮忙报仇，报个屎的仇！法克，八嘎，跑吧！第108章，砍瓜切菜。五行风暴，黑暗炮弹，五行荆棘，泥流之红，五行剑刃，地法结界。魏轩的技能已然成了这处交战场的主题，黑方阵营的众人全都陷入了恐慌，四散逃遁。但他们岂能逃掉？我为什么要参加这样的挑战？亚麻爹，亚麻爹，救命思密达，湿婆大人救我！黑方阵营不断发出惨叫与求救，然而没人谁能救他们。基米尔、中川一郎、萨米特、布罗德、
朴成贤这些强者都自身难保，用尽浑身解数拼命逃遁，甚至就连宫本野和格里斯也没有丝毫战斗的欲望。他们已然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仿佛被死亡的阴影笼罩，内心只有一个字：逃。红方阵营这边，当所有人赶到时，顿时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一个个瞪大了双眼，满脸的难以置信。这，我的妈呀，这是啥呀？卫村长一人，战敌营8000多人，我看到了什么？这简直就是天神下凡啊！卫村长怎么会这么恐怖？所有人都懵逼了。本来他们已经下定了死战的决心，结果刚赶到这里，就看到了那些恐怖的技能，伴随着黑方阵营众人的惨叫，大片大片死亡着。这简直就是一场屠杀，不，应该说是魏轩一个人的杀戮盛宴。穆宁雪美眸圆瞪，他怎么也没想到魏轩现在竟然强。陈嫣人傻了，他记得唯一见魏轩出手过的那次，还是在藏灵谷魏轩拯救他们击杀了苍狼群。那时的魏轩对他们而言已经很恐怖了，可现在的魏轩恐怖到了让他们难以想象的地步。魏村众人都是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但很快便被无尽的激动与兴奋所代替。这是他们魏村的村长，是他们的老大。这一刻，他们因是魏村的村民而骄傲自豪。也是这一刻，魏轩天神的形象已然烙印在了他们心里。从现在起，他们对魏轩的敬畏之心已然浓烈到了极致，这已然朝着信仰在转变。陈军和吴刀呼吸急促，呆呆地望着天空中的魏轩。此前要说魏轩一人战敌营8000，他们是万万不会相信的，甚至在心里还会觉得魏轩很装逼。但现在他们才知道自己有多可笑，明明是井底之蛙，还敢笑鸿鹄能飞天。下营的上尉不断鼓动，仿佛要将他那件紧身皮衣撑破。这魏轩幸亏是龙国的同胞啊！所谓的格里斯、宫本野在魏轩面前能称得上强者，阿猫阿狗都不如。此刻五行风暴已然消失，但五行荆棘、泥流之虹、五行剑刃还在持续杀戮，地法结界更是笼罩了黑方2000多人。黑方阵营完完全全没有任何招架之力，他们恐惧、绝望、疯狂逃窜。然而跑得最快的莫过于宫本野和格里斯，其次是基米尔、中川一郎、萨米特、布罗德、朴成贤这些人。他们在逃跑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身边同样在逃跑的人当肉盾。魏轩见状，直接操控五行剑刃，凝聚出数个五行神像虚影，赫然向格里斯和宫本野等人斩去。首先是格里斯，面对五行神像虚影的袭来，顿时大惊，眼看无法躲避，格里斯骤然释放出一道血墙，然而没用，轰轰轰，五行神像虚影落下，那血墙直接崩溃。可让魏轩意外的是，格里斯血肉模糊的尸体竟化成了一个个球状物体，似乎是由基因形成，但却并非基因球。那一个个球状物体弹性十足，在地上只是一弹，便直接到了远处，再一弹，已然到了黑方阵营的堡垒中。魏轩眉头一皱，双 A 天赋的基因技能者还是有些手段的。他暂时没在追格里斯，而是看向另一边。宫本野面对五行神像虚影，手忙脚乱地掐出一绝，紧接着身前砰砰砰出现一阵烟雾，竟是一个个奇形怪状的傀儡挡在了他身前。轰轰轰，神像虚影斩下，那些傀儡骤然溃散。宫本野也倒飞出去，狂喷了好几口鲜血，精神萎靡不振。好在刚才的傀儡帮他抵挡了大部分伤害，只有小部分伤害落到他身上，将他重创。宫本野目露震撼，趁着魏轩没再继续攻击他，直接一个飞雷神回到了黑方堡垒中。不过基米尔和中川一郎就没那么幸运了。随着神像虚影斩下，基米尔释放出一片血雾，可根本没用。轰轰轰，神像虚影击散血雾，直接将基米尔斩杀。中川一郎也没能招架住，虽然随手抓来几个跟随他的女性当肉盾，但最终还是逃不过当场毙命的结果。随之毙命的还有布罗德，尽管全力防御，可还是被击杀。击杀黑方基米尔，获得能量加500，财富值加300，杀戮积分加5。恭喜您击杀黑方基米尔，爆出4维属性加50。击杀黑方中川一郎，获得能量加500，财富值加300，杀戮积分加5。恭喜您击杀黑方中川一郎，爆出4维属性加50。击杀黑方布罗德，获得能量加500，财富值加300，杀戮积分加5。恭喜您击杀黑方布罗德，爆出4维属性加50。恭喜您的等级提升至14级，4维属性加400，财富值加4000，又升级了。不过魏轩的脸上并没有表情变化，甚至有些肃然。其实如果是在蓝星上，龙国人相互之间是同胞，但如今在这主宰宇宙中，蓝星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同胞？魏轩本不想对那些老外进行杀戮，可没办法，他们实在不像话。既如此，
那索性就杀。此刻，随着基米尔和中川一郎以及布罗德的死亡，萨米特和朴成贤二人也惶恐到了极致。不过他们见识到了五行神像虚影的威力，根本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都用了一种特殊技能逃回了黑方堡垒。当然，萨米特和朴成贤虽然逃了回去，但跟格里斯和宫本也一样，都受到了重创。魏轩见状，索性也没急着去追，而是对己方阵营这边的众人说道：“别愣着了，击杀他们，有能量和财富值，还有几率爆4维属性。”当即，红方阵营这边的人反应了过来，魏轩这是在给他们送福利啊！他们自然清楚，哪怕魏轩一人亦可斩敌方8000，但现在却把机会让给了他们。要知道，此刻黑方阵营那边的人全都虚弱不堪，甚至奄奄一息。最重要的是，黑方阵营的所有人已经被恐惧占据，根本没有一丝战斗的欲望。这时候，红方阵营进行击杀，简直就如砍瓜切菜一般简单。一时间，以魏村众人为首，下村、华村、龙村全都向黑方阵营杀去。第109章直斩3000。片刻后，黑方阵营众人几乎全都被红方阵营击毙，只有300余人幸存了下来。红方阵营斩敌8000，其中光是魏轩一人就斩杀3000。但其实所有人都明白，如果魏轩真想赶紧杀绝，斩杀8000也完全可以。直斩3000是一种威慑，也是一种警告。另外4000则是送给红方阵营的福利。此刻，主宰公告响起，公告：黑方阵营选择认输，此次杀戮挑战，红方阵营获胜。提示：1分钟后关闭杀戮战场，并统计挑战结果。轰隆隆，随着黑方阵营的认输，那座黑方堡垒也轰然倒塌。红方阵营这边的人暗暗松了口气，同时脸上都难掩兴奋与激动。这场杀戮挑战赢得也太轻松了，而且还让他们收获了一些能量和财富，包括4维属性。老大，魏村众人此刻来到魏轩跟前，一个个都露出了敬畏的目光。经过这场杀戮挑战，他们已然见识到了魏轩的实力，甚至看魏轩的样子，似乎还没有动用全部手段，简直难以想象魏轩究竟强大到了何种地步。下村、华村、龙村也都走向魏轩。魏村长，之前多有冒犯，还请赎罪。吴刀对魏轩赔罪道。夏莹娇颜微红，有些尴尬道：“魏村长应该不会跟我们计较吧？”魏轩摆了摆手，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魏军则是郑重道：“魏村长，这次多谢了。杀戮战场马上要关闭了，大家准备回去等待胜利的奖励吧。”魏轩说着，看了眼空空如也的交战场，一个黑方阵营的尸体也没有。草啊！这次亏大了。这处杀戮战场好像是一片特殊的空间世界，而在这里击杀目标后，尸体都会自动消失，这让魏轩极其不爽。8000具尸体啊！他如果提炼一番，该会获得多少属性和天赋？尤其是基米尔、布罗德、中川一郎的。唉，魏轩肉疼间，另外3村的人也开始跟他以及魏村的人道别。直到1分钟后，所有人都消失在杀戮战场，重新回到了自己所在区。与此同时，公告：本次由魏村村长魏轩发起的杀戮挑战结束。公告：此次杀戮挑战，红方阵营获胜，所有红方阵营村庄所在区资源翻3倍，所有红方阵营玩家4维属性加200，财富加1000，能量加3000。提示：红方阵营所有玩家可在光屏右下角领取黑方阵营玩家已有资源。公告：此次杀戮挑战，黑方阵营失败，所有黑方阵营村庄所在区资源减 80%， 所有黑方阵营玩家4维属性200，财富1000，能量3000。提示：所有黑方阵营玩家已有资源已扣除 50%。公告：魏村村长魏轩因发起挑战，且杀戮积分最高，4维属性加400，财富加2000，能量加6000。提示：玩家魏村可高额分配黑方阵营已有资源。轰轰轰！这一刻，魏村、下村、华村、龙村的资源直接翻了3倍，凶兽数量、灵值、材料、副本纷纷大增。除此之外，4村众人的头顶都有一道道光束落下，能量、财富、4维属性全都涨了一波。魏村众人还好，毕竟此前经历过3次挑战胜利，但另外3村的很多同胞都激动哭了，因为他们根本没体验过这种爽歪歪，别说没体验过了，甚至还失败过2、3次，真他妈不容易啊！玉萍道：下村真爽啊，感谢魏村，感谢魏村长。龙村啥都不说了，你们就直接告诉我该怎么加入魏村，我们村长说了，以后要跟着魏村长混。华村，我们村也一直觉得，毕竟新手终极考核是破咒马匪的入侵，我们心里都没底，但如果能加入魏村，就肯定能抵挡住破咒马匪的入侵。我说的，魏村，
你们要加入我们魏村，还得问问我们老大，不过都是龙国同胞，我们老大应该会同意。龙国4村在玉屏道交谈，而那些外国村庄则全傻了，尤其是那些没参战的人，本来还一脸期待的等着自己所在的区资源翻倍，以及能量、财富、4维属性的降临，结果突如其来的公告让他们瞬间人麻了。紧接着，凶兽、灵值、材料、副本全都一一消失，能量、财富、4维属性更是大量被扣除。最重要的是，他们辛辛苦苦积攒的一些资源也都消失了一半。如果说魏村如今肥得流油，那老外猪村则都穷得叮当响。法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宫本野，我们怎么输了呀？中川村，八嘎，我们中川大人死了。血村，我们的基米尔大人也死了。阿三村，我们部落的大人也死了。参战的人，谁出来说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不是真的，肯定不是真的。格里斯，哦，亲爱的魏轩大人，亲爱的龙国同胞，之前我们错了，还请你们一定要原谅我们。宫本野，魏轩大人，龙国同胞，请一定要原谅我们樱花国的无知，拜托了。对，我们愿将我们樱花国的女人送给魏轩大人和龙国同胞。你们樱花国的女人太脏，还是我们南蚌国的女人漂亮？八嘎，你们南蚌国女人的漂亮都不是天然的，而且还经常被你们南蚌财阀玩耍。你们都别争了，魏轩大人和龙国同胞根本不稀罕你们樱花国和南蚌国的女人，要送就送我们阿三的恒河水。那些外国村庄参战的人终于露面的，但却都是向魏轩及龙国道歉和讨好的发言。见识到了魏轩的恐怖，这些人哪还敢再得罪魏轩和龙国群众啊？但那些没参战的人却很不理解，开始不断在玉屏道愤怒和质问，甚至发出对魏轩和龙国不友好的言论。见此，格里斯直接慌了，发言道：哦，真是法克，我在这里说一下，以后谁敢在我面前说魏轩大人和龙国不好的话，我一定要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尤其是我们米村的人。宫本也很慌，跟着发言：八嘎，我们樱花国的人，我劝你们不要再惹怒魏轩和龙国了，如果谁敢对魏轩大人和龙国不敬，我直接为他借错切腹。除此之外，萨米特和朴成贤等外国各村村长也先后发言，都表现出了对魏轩和龙国极大的敬畏。当然，在玉屏道发完言后，他们也都赶忙在村庄频道解释起来。各村听到魏轩在杀戮战场的强大表现后，全都瞪大了双眼，一脸的难以置信。尽管他们没有身临其境，但光听说就感受到了深深的恐怖。一人斩敌3000，甚至如果愿意斩杀8000也不成问题。这简直就是杀戮天神啊！麻蛋，好端端的，他们干嘛要招惹龙国和魏轩这样的存在啊？第110章，收获不菲。魏轩没有在玉屏道闲聊，而是在村庄频道说道：大家继续工作吧，玉屏道那些家伙暂时不敢对我们放肆了。其实就算敢放肆，魏轩现在也没办法制裁他们，因为7号域的100次挑战机会已经不存在了。后面如果再想制裁，只能前往域世界，然后想办法穿过各区屏障，但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完成开图任务上。心想间，魏轩又补充道：另外24小时后破咒马匪来袭，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出手。你们需要历练和成长，何况击杀破咒马匪应该也有丰厚的奖励。魏轩说完，魏村众人纷纷表态：放心吧，老大，我们不会过于依赖你的。对，那样会显得我们很废。虽然我们跟老大一比，确实很废。QAQ， 陈岩，行了，老大还有事情要做，我们的工作也很重要，都赶紧忙吧。好嘞。魏轩关闭聊天频道。此次杀戮挑战，无论魏村还是龙国另外3村都收获不小。不仅赢下挑战后奖励的那些能量、财富以及4维属性，还有当场击杀敌方阵营时也有能量、财富，甚至还能报4维属性。看了眼穆宁雪和陈岩，战力都达到90星以上了。穆宁雪更是接近100星，眼看就要突破战力第1极限了。而那些地级成员全都升到了9级，甚至还有升到10级的，战力也都接近了80星。其他 F 级和 E 级成员也全都升到了8级，这个趋势很不错。当然，最重要的还是996区的资源又再次翻了3倍，这让996区几乎成了宝地，各种灵值、材料、副本，不说随时都能遇到，但想要遇到却很容易，可以说根本不用刻意寻找，这对魏村的发展十分有利。另外就是赢下挑战时，每个人分配到的黑方阵营已有资源，想必也很丰厚。想到这里，魏轩赶忙打开了自己的主宰光屏。此番杀戮挑战，他的收获也很大。首先是自己的等级一举突破到了14级，110300100000，4维属性也增长了不少。力量4257 C 级，力之真意；敏捷4236 C 级，速之真意；体力4218 C 级，体之真意；
精神4349 C 级，念之真意。战力295星，马上就能突破第3战力极限了。除此之外，财富值的收获也很丰厚，达到了52万。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此刻主宰光屏右下角闪烁的资源包奖励。这资源包说白了就是那些黑方阵营的人所拥有的资源，因为输掉挑战，所有黑方阵营之人的已有资源扣除 50%， 这扣除的 50% 已有资源就会分配给红方阵营的人。而作为发起挑战并杀戮积分最好的魏轩，则可以高额发配这些资源。也就是说，这些资源究竟丰不丰厚，全看黑方阵营那边已有的资源情况。黑方阵营有1颗灵值，那红方阵营就只能分配半颗。如果黑方阵营的人全部加起来有110来个天赋融合符或者技能融合符的话，魏轩隐隐有些激动，甚至十分期待。要知道，如宫本野和格里斯这样的强者，应该还是有些东西的，不然也不可能从5行剑刃形成的神像虚影中逃脱。此刻魏轩点开右下角的资源包，恭喜！根据您各方面属性及天赋技能等综合实力，您将高额分配到以下资源：猎魔勋章 X1000， 修炼石 X20， 黄金宝箱 X8， 技能强化录 X13， 技能融合符星号4 ，C 级天赋融合符 X3， B 级天赋融合符 X1。魏轩嘴都笑裂了，后面的一些灵值材料什么的，他根本没看。对现在的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技能强化录、技能融合符和天赋融合符。真没想到啊，还真获得了这些。如今 C 级天赋融合符也有4个，甚至还多了一张 B 级天赋融合符。魏轩断定，这张 B 级天赋融合符肯定是宫本野和格里斯其中一人的。对宫本野和格里斯来说 ，B 级天赋融合符没用，因为他们的天赋是双 A。呵呵，魏轩笑了笑，然后也没犹豫，直接使用了那13个技能强化录，刚好将地法结界、黑暗炮弹、无相剑阵、极道化身强化到了20。技能强化到10、20、30都会有比较大的提升。拿极道化身来说，强化到20后就可以分出3个化身，这种爽别人很难体会得到。当然，越强化到后面，强化成功率就越低。想要从20强化到30，没个7、8瓶技能强化录根本提升不上去。接下来，魏轩并没有使用天赋融合符，毕竟目前天赋融合起来比较难。按照魏轩的估算，至少得攒够10张 C 级天赋融合符，才有可能将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融合成功。目前只有4张，不够看。于是他只好又尝试将4张技能融合符用掉。打开技能栏，灵眸、治疗、五行遁法、风翼魂骨、精神念咒、森林之雨、无敌金身、地法结界，强化加20，黑暗炮弹，强化加20，无相剑阵，强化加20，极道化身，强化加20，狂暴之境，强化加20，元素风暴，强化加20。魏轩看了又看，目前他的这些技能中，无敌金身是保命手段，并不需要融合，倒是后续可以强化一番，持续时间应该可以增加。风翼魂骨已经融合了急速跳跃和瞬影，速度大幅度提升，暂时也没有可融合的价值。五行遁法更是融合不出什么花来，那么就只剩下灵眸、治疗、森林之雨、精神念咒。其中灵眸可以查看事物本质，暂时得留着，所以就融合他们3个。魏轩终于决定下来，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毕竟无论森林之雨和精神念咒都是不错的技能，不知道融合后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当然，治疗和森林之雨应该很好融合，毕竟森林之雨也有群体治疗功效，跟治疗有着共同的特性。于是魏轩立刻使用1张技能融合符，先是用第2种融合方式选中森林之雨为主技能，治疗为辅技能。果然成功率高达 95%。 融合，嗡，光束落下，恭喜您的森林之雨融合治疗成功，恭喜您的森林之雨的群体治疗效果得到了提升。这个都在魏轩的意料之中，将治疗融合到森林之雨中，只是提升了森林之雨的群体治疗效果。接下来还剩3张技能融合符，不知道能不能将森林之雨和精神念咒融合成功。魏轩收起思绪，直接继续使用技能融合符，选中了森林之雨和精神念咒。第111章噬魂钉。魏轩继续使用技能融合符，选中了森林之雨和精神念咒。上面融合成功率显示 55%， 不是很低，但也并不高。然而魏轩还是决定尝试一番。融合，很遗憾，您的森林之雨和精神念咒技能融合失败。提示：您的森林之雨和精神念咒技能融合成功率提升 5%。继续，很遗憾，您的森林之雨和精神念咒技能融合失败。提示：您的森林之雨和精神念咒技能融合成功率提升 5%。再继续，很遗憾，
您的森林之语和精神念咒技能融合失败。提示：您的森林之语和精神念咒技能融合成功率提升 5%。我日！魏轩有些郁闷，技能融合符使用完了，最后还是没能成功。好在连续3次失败，倒是把森林之语和精神念咒的融合成功率提升到了 70%， 估计至少还得2-3张才能融合成功。魏轩摇了摇头，只能暂时把融合森林之语和精神念咒先放一放，等回头再攒几张技能融合符再说吧。魏轩接着又看向了刚收获的8个黄金宝箱，算上之前2个，目前刚好又10个，可以合成出2个紫金宝箱。于是花2万财富值在村庄商城购买了2个宝箱合成符，将10个黄金宝箱合成一番。但魏轩没有立刻急着打开，而是思索着要不要留下，等回头凑够5个紫金宝箱后合成出一个钻石宝箱。想了想，最终魏轩打消了这个念头。目前无论是升级暴击奖励还是刷怪爆出的宝箱，最高也都只是黄金级，并没有见到紫金级，所以目前对别人来说黄金宝箱已经很难得了。在这种情况下，魏轩就已经开始了合成紫金宝箱。一是他有钱，二是以他如今的实力，获得黄金宝箱的机会也比别人大得多。不过即便如此，现在想要合成出钻石宝箱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即便他目前有2个紫金宝箱，但还得再凑够30个黄金宝箱才能合成出钻石宝箱。当然，就算凑够30个黄金宝箱，也得满足具备高阶宝箱合成符的情况下。目前商城可并没有高阶宝箱合成符，强者路漫漫，切不能好高骛远。于是魏轩打开了2个紫金宝箱，开启紫金宝箱，恭喜您获得宝器噬魂钉；开启紫金宝箱，恭喜您获得稀有建造图灵泉井。咦，开出了2个新鲜物。魏轩赶忙查看，噬魂钉出品宝器，吞噬的魂魄越多，威力越大。又捡到宝了，魏轩大喜。这噬魂钉威力不俗，一旦打入目标体内，便可摧毁目标魂魄，令目标失魂死亡。此钉攻击的不是肉身，而是魂魄。除此之外，宝器和武器不同，每一件宝器的威力都十分强大，而且具有功效性。魏轩也是看了眼宝器说明，最弱的宝器都有击杀命星存在的威力。虽说是魂钉只是出品，但却可以随着吞噬魂魄而成长提升。魏轩对此很满意。要说如今他的技能经过融合都很不错，但要论单点威力的话，只有狂暴之境。不过现在有了噬魂钉，等于是又多了一项威力强横的单点攻击手段。魏轩将噬魂钉与自身绑定后，便继续查看灵泉井建造图。灵泉井每24小时制造出1000单位的灵泉水。注：灵泉水可用于加速灵植成熟，亦可提升能量和4维属性。1单位灵泉水等于500点能量，等于20点4维属性。我靠，赚大了！魏轩激动不已。如果能在魏村建造灵泉井的话，那对魏村整体实力的发展岂不是会很大？魏轩越想越兴奋。不过很快他就冷静下来，因为想要建造灵泉井，村庄等级必须达到2级。当然，以目前的形势来看，魏村很快就能升到2级了。不过除此之外，想要建造灵泉井，还需要一种主材料——灵晶石。一座灵泉井大概得需要100块灵晶石。灵晶石是什么？魏轩并不知道，只能以后遇到再说了。照这么来看，他虽然获得了灵泉井的建造图，可什么时候能建造出来还是未知。回头多留意一下灵晶石材料吧。魏轩将灵泉井建造图收起，然后又打开了自己的人物面板。玩家魏轩，等级14级1103001000000，猎魔者12级16230250000，成就顶级新手41200，力量4257 C 级力之真意，敏捷4236 C 级素之真意，体力4218 C 级体之真意，精神4249 C 级念之真意，抗性五行抗性加927，毒抗加982，暗抗加836，减抗五行减抗加319，减毒抗加206，减暗抗加25。元素天赋五行真意 C 级，黑暗真意 C 级，毒之真意 C 级，冰 D 级，雷 D 级，风 D 级。本命天赋完美提炼。技能灵眸五行遁法，风翼魂骨，精神念咒，森林之语，无敌金身，地法结界，强化加20，黑暗炮弹，强化加20，无相剑阵，强化加20，极道化身，强化加20，狂暴之境，强化加20，元素风暴，强化加20。武器蛟龙枪，攻击加79，攻速正 30%， 穿透加500，命中正 25%， 暴击正 20%， 穿云弓，攻击加57，攻速正 15%， 射程正 20%， 穿透加300，命中正 10%。
装备：御风靴，敏捷加38%，闪避加25%，移速正30%；猎魔铠甲，体力正25%，所有元素抗性正15%，血上限正10%，气上限正10%，致命防御正50%。战力295星，自由属性8750，修炼值1440，财富值50万加115150，以充个人店铺。物品：猎魔勋章3160，修炼时153。B 级天赋融合符1， C 级天赋融合符4，王骨1。该区获取另外2大部落的王者图腾了。魏轩将一切整理好后，便使用定位符重新传送到了蛮荒大地。第112章反哺。魏轩传送到巨魔部落，这里已然成了一座废墟。没过多停留，魏轩查看了一下另外2大王者部落的坐标，离巨魔部落比较近的是花妖部落。风翼一展，便向花妖部落赶去。路上，魏轩打开自由属性，先是将自己的5行抗性、毒抗以及暗抗全都提升到了1000，10点自由属性才能提升1点抗性，这让魏轩觉得有点坑。接着，当他又增加减抗属性时，发现20点自由属性才增加1点减抗属性，更坑。8700点自由属性看起来很多，但提升起来根本不够看。没办法，最后魏轩只能将5行减抗提升到了320，减毒抗和减暗抗分别提升到了220。光是提升抗性和减抗性就用掉了6000多自由属性，剩下2000多，魏轩索性也没留着，直接全部加在了4维属性上。10点自由属性增加 1.4 维值，也就是说，如果将力量、敏捷、体力、精神各加1点的话，就得用掉40点自由属性。关键平均 1.4 维属性还根本不增加战力。就拿这次来说，2000多自由属性全部加在4维属性上，战力只特么增加了1星。之前295星，现在296，坑啊！这还只是目前的加点情况，如果以后随着等级和实力的提升，没准儿还会更坑。20点自由属性加 1.4 维值，又或者30、50、100。魏轩想到最后，不禁撇了撇嘴。不过话说回来，自己好歹能不断提炼出自由属性，其他人却不能。就算自由属性加点有些坑，可也别其他人要好太多。想到这里，魏轩也就释怀了。刚才他之所以加点，一来是觉得自由属性已经不少了，虽然这么一加起来感觉并不多；二来是抗性和减抗属性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也会很关键。毕竟随着遇到更高等级的凶兽，他们都会多多少少有些抗性和减抗属性。不说别的，就拿命星凶兽一旦释放出命星战斗来说，即便自己能将其击杀，可命星被毁后的恐惧力量是巨大的。这个时候抗性就显得尤为重要。至于减抗，也是削弱目标的抗性而已。无论是狂暴之境还是无相剑阵等技能手段，目前来看威力很强，但如果目标有足够抗性的话，那就显得吃力了。这就好比玩游戏，战士坦克需要堆魔抗和护甲，而法师射手就得提高破甲法穿。之前魏轩一直没急着使用自由属性，无非是想用自由属性能给别人加点的特性，邀请996区的同胞们加入魏村。但如今996区的同胞们都主动加入魏村，那这些自由属性他也没必要给别人去加。当然主要还是8700点自由属性平均分配给996区的同胞们，那一个人也加不了多少。看来以后得积攒更多的自由属性才行。魏轩想了想，光是自己如今就很吃自由属性，就像刚才2000多自由属性才加1星的战力，何况他以后还想着用自由属性帮魏村提升整体实力。当然他也不是白白赠送给其他人，而是需要魏村成员用贡献、财富或者一些好东西来换。白白赠送只会让魏村成员如同一面土墙，一堆就倒。只有经过磨练换来的实力，才能如钢铁城堡一般坚不可摧。魏轩没再多想，而是收起思绪，全速赶向花妖部落。不过大概1刻钟后，2则主宰消失忽然出现。恭喜您的村民穆宁雪将等级提升至11级，反哺您4维属性加10。恭喜您的村民陈岩将等级提升至11级，反哺您4维属性加10。恭喜您的村民穆宁雪突破第1战力极限，反哺您4维属性加100。恭喜您的村民陈岩突破第1战力极限，反哺您4维属性加100。咦？魏轩愣了愣，没想到自己村民的等级提升还能反哺自己4维属性。可是之前有些村民升到8级或者9级时，自己也没得到反哺啊。魏轩思索片刻，感觉应该是10级以后提升等级才会反哺自己。除此之外，每次有村民突破战力极限，自己也会得到反哺。哈哈，这就厉害了。一时间，魏轩更加坚定了以后要多积攒自由属性，让魏村成员来自己这里换取实力的提升。
而魏村成员提升实力也能反哺自己，这简直是一举三得的好事。魏轩欣喜间又看了眼聊天频道，发现很多人都在恭喜陈岩和穆宁雪战力破百。不过陈岩和穆宁雪却在片刻后艾特了一下魏轩。陈岩艾特魏轩，老大在忙吧？我想问问玄天殿在哪里啊？穆宁雪艾特魏轩，怎么点亮明星？其他人都一脸懵逼，对陈岩和穆宁雪口中的玄天殿和明星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于是纷纷求他们解释。陈岩，当战力突破百星后，就是第一战力极限，这时候主宰就有提示，需要前往玄天殿点亮命星。穆宁雪，一旦点亮命星，就能操控天地之力，实力也会发生质变。陈岩，猜测没错的话，每百星为一战力极限，每次突破战力极限都能点亮一颗自己的命星。穆宁雪，可是我们并不知道玄天殿的位置，也不知道该怎么点亮自己的命星。我想起来了，魏轩老大好像早就突破第一战力极限了吧？何止啊，之前都突破第二战力极限了，那岂不是说老大现在的战力足有200多星？陈岩，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老大嘛。魏轩，老大在忙吗？魏轩，所有人都起了魏轩。魏轩也没隐瞒，只是有些疑惑的向穆宁雪和陈岩反问道：你们没收到开图任务？陈岩、穆宁雪，没有啊。魏轩皱了皱眉，随即便明白过了，应该是每个区只有一个人能做开图任务，而一旦这个人失败，那开图任务就会出现在其他人身上。当然，接到开图任务后也可以进行组队完成，这倒没有限制。按照魏轩的猜测，当他完成开图任务以后，就能打破996区的屏障，到时996区的所有人都可以前往御世界。当然，这种情况有利也有弊。好处是996区的人能进入到御世界，接触更多的资源和提升实力的方法。弊处是，一旦996区的屏障被打破，那就说明996区和御世界连接，到时魏村就得面对那些本土玩家势力了。第113章，勇闯花妖部落。魏轩没再过多考虑打破区世界屏障后的利弊，而是在聊天频道解释道：想要点亮命星，必须得去玄天殿，具体怎么点亮命星，我也不清楚。但我正在做开图任务。目前我们所在的996区，只是一片区世界，被一层屏障所笼罩。只要我完成开图任务，就能打破这层屏障，到时我们996区就能连接御世界了。御世界应该有很多本土玩家势力，包括破咒者。不过这一步我们始终是要迈过去的，因为玄天殿就在御世界，所以只要我完成开图，前往御世界后，才能获取玄天殿的位置，点亮命星。魏轩说完，聊天频道安静了片刻，良久，所有人哗然。我去，原来我们所在的996区只是冰山一角啊！当我们996区和御世界连接后，就代表着我们要面对一些破咒者和本土玩家势力。操，得赶紧提升实力啊！我感觉百星战力只是刚入主题。对，现在我们应该只是在打基础，只有突破百星战力，才算真正迈出了第一步。不说了，努力努力努力，加油加油加油，变强变强变强！魏轩笑了笑，又艾特了一下穆宁雪和陈岩。你们现在还是继续提升实力吧，开图任务的事交给我。另外，你们虽然战力破百了，但最好不要去那些10级以上的凶兽区。还有，一旦你们遇到命星凶兽，没有绝对的把握，千万别跟他们战斗，别犹豫，直接跑。魏轩说完，陈岩和穆宁雪表态：多谢老大，我们记住了。关闭聊天频道，魏轩越发急切的想要赶紧完成开图任务，只有这样，魏村突破百星战力的成员才能点亮命星，否则即便他们突破了战力第一极限，面对命星凶兽也很吃亏。毕竟不是谁都像他一样拥有众多天赋和手段，即便没点亮命星，也拥有击杀命星凶兽的能力。收起思绪，魏轩没有犹豫，而是全速赶路。大概1个小时后，魏轩终于抵达了花妖部落。一路上倒是遇到了一些凶兽，包括2个中小型部落，不过这对如今的魏轩而言根本造不成威胁。确切的说，以他现在的实力，几乎可以在蛮荒大地横着走。所以这1个小时的路程，无论是遇到的凶兽还是中小型部落，魏轩都是直接横扫，收获倒也还不错。10万点能量，目前是14级，21030010000000，猎魔值5万，现已达到12级，66230250000，猎魔勋章210枚，3370，修炼石17颗，170。C 级天赋融合符1张，5，技能融合符2张，技能强化路8瓶，修炼值160点，1660，自由属性1570点。除此之外，噬魂钉也吞噬了不少魂魄，虽然还是出品，但想来应该快进阶了。当然，自然也少不了提炼天赋，不过大都是4维天赋，而且并没有进化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如今魏轩融合出了5行天赋，
所以在提炼出金木水火土5种天赋后，自动就融入到了5行天赋中。当然，这样一来，5行天赋进化的难度就大了。没在考虑天赋的是，魏轩此刻取出那8瓶技能强化露，打算直接用掉，全部用来强化狂暴之境。片刻后，狂暴之境刚好强化到30。最开始差不多3瓶技能强化露就能强化到10，现在倒好，8瓶才增加10个强化点，这还是有运气好的成分。不过魏轩能深深感受到，强化到30的狂暴之境威力再次提升了一个档次。如果再对上巨魔王那样的存在，依靠强化到30的狂暴之境，击杀起来绝对会容易很多。收起思绪，魏轩此刻望向不远处的一片巨大山谷，此谷名为花妖谷，正是花妖部落所在地。花妖谷内长满了各种奇花，有的红艳似火，有的冰蓝如雪。乍一看，花妖谷很美，仿佛一望无际的花海，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花香。但魏轩却能隐隐感受到花妖谷透出的诡异与杀机。不过这次魏轩并不打算分散击杀了，而是直接闯这花妖谷。蛮荒大地的3大王者部落实力其实比较接近，即便巨魔部落是最弱的，但也弱不到多少。此前魏轩已然捣毁了巨魔部落，所以对王者部落的实力已然了解，没必要再逐一击破浪费时间。心想间，魏轩直接释放出3个极道化身，施展5行遁法向花妖谷隐遁而去。很快，本体也风翼一展，直奔花妖谷。彼时，花妖谷内有许多房屋，这些房屋被一层层花瓣覆盖，乍一看如同花瓣房，很是漂亮。而在花瓣房附近，有着一群花妖，人形，四肢是花枝，手脚是叶子，头是花朵，面似花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正在生长的花妖，似乎只要成熟就能成人形，自由移动。远远看去，花妖谷道出一片美丽和谐的景象，可仔细一看，在那些花妖之间却有着许多凶兽残骸。这些凶兽都是花妖们抓来进食的，甚至很多都是用来让那些还在生长的花妖加速成熟的。孩儿们，这个区的那批试炼者应该快来了，我们一定要随时准备战斗。我们的王说了，那些试炼者的养料可是很大的，是不是我们吃掉一些试炼者就可以直接成熟了？没错，希望那些试炼者赶紧过来吧。那些花妖正交谈大笑间，忽然一个身影从空中飞了过来。统领大人，你看，那是飞行凶兽？不对，那是人类，是试炼者，准备战斗，快！一时间，花妖谷的那些花妖纷纷激动起来。和巨魔部落一样，花妖部落除了花妖王外，也有2大护将和8大统领，头目级也有不少。像那些还在生长的花妖，则是变异级和普通，只有达到头目级才能化成人形，自由移动。此刻，随着花妖们发现了空中的魏轩，8大花妖统领立刻兴奋呼喊。紧接着，花妖王和2大护将很快便出现。花妖王十分巨大，通体七彩颜色，站在那片花海之中，尽显花妖之姿。2大护将的躯体也仅次于花妖，五彩斑斓，气势也很足。然而，他们出现后，下意识望向空中，这一看，顿时愣住了。空中那身影的确是试炼者，只不过就一个。第114章，摧枯拉朽。花妖谷，一众花妖抬头望着从空中飞来的身影，一个个全都懵逼了。这试炼者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敢只身闯花妖谷，这是有多看不起他们？王，这试炼者应该是跟他的同伴走散了。对，肯定是这样，不然一个试炼者凭什么敢单独闯我们部落？一个试炼者，肉太少了。少就少吧，我们每个都先尝尝鲜。花妖们议论间，花妖王一脸轻蔑，下令道：孩儿们，击杀那试炼者。是。当即，那些还在生长着的普通花妖和变异花妖全都释放出一道道花藤，赫然向空中的魏轩攻击而去。那些花藤有的散发着浓浓的火焰气息，有的是寒冰雷电。可以肯定，这些花妖虽是木质，但根据其特性，竟还有其他属性天赋。此刻，魏轩自然也看到了那些花妖，眼看一道道花藤攻击而去，魏轩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释放出一道道五行剑刃，将那些花藤尽数斩断。紧接着，掐诀结印，开始酝酿元素风暴。随着对元素风暴的强化，此技能不仅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最重要的是掐诀结印的酝酿时间也大大减少了。下方，那些花妖眼看空中的人类随便释放出数百剑刃，顿时大惊。本来正准备回花屋的花妖王和2大护将也骤然顿住脚步，惊疑地看着空中那道身影。这批试炼者才进来多久，怎么会有这等强者？用半生风对付他。当即，一只足有篮球大小的风类凶兽出现，密密麻麻，遮天蔽日。见状，空中的魏轩眉头一皱。就在刚才，
他对这些花妖进行了一番查看。精怪花妖，等级19级，战力170星，第一命星，已点亮20%。来历：一群灵花被魔气侵染后，蕴含魔物意志，形成花妖部落，于各个新手区阻止试炼者进行开图任务。特性：嗜血、残忍、半生风、魔翼，爆率10%。精怪变异花妖，等级19级，战力180星，第一命星，已点亮50%。天赋：来历：一群灵花被魔气侵染后，蕴含魔物意志，形成花妖部落，于各个新手区阻止试炼者进行开图任务。特性：变异、嗜血、残忍、半生风、魔翼，爆率13%。精怪花妖头目，等级19级，战力190星，第一命星，已点亮80%。秘典：天赋、技能。来历：一群灵花被魔气侵染后，蕴含魔物意志，形成花妖部落，于各个新手区阻止试炼者进行开图任务。特性：头目、嗜血、残忍、半生风、魔翼，爆率16%。精怪花妖统领，等级19级，战力200星，第一命星，下品，已点亮100%。秘典：天赋、技能。来历：一群灵花被魔气侵染后，蕴含魔物意志，形成花妖部落，于各个新手区阻止试炼者进行开图任务。特性：统领、嗜血、残忍、半生风、魔翼，爆率19%。精怪花妖护江，等级19级，战力220星，第一命星，下品，第二命星，已点亮20%。秘典：天赋、技能。来历：一群灵花被魔气侵染后，蕴含魔物意志，形成花妖部落，于各个新手区阻止试炼者进行开图任务。特性：护将、嗜血、残忍、半生风、魔翼，爆率23%。精怪花妖王，等级19级，战力260星，第一命星，中品，第二命星，已点亮40%。秘典：天赋、技能。来历：一群灵花被魔气侵染后，蕴含魔物意志，形成花妖部落，于各个新手区阻止试炼者进行开图任务。特性：王级、嗜血、残忍、半生风、魔翼，爆率30%。从整体来看，这些花妖和那些巨魔也差不多，不过这些花妖却有一种半生风生物。眼看那些密密麻麻的半生风朝自己冲来，魏轩也没打算留手，直接将技能全面开启。五行风暴、黑暗炮弹、五行剑刃，仅仅一瞬间，此处花海便被魏轩的技能所覆盖。那些半生风极其灵活，远远躲开元素风暴，绕后袭击魏轩。但魏轩早有准备，直接释放地法结界，将那些半生风笼罩在内。天哪，他真的是试炼者吗？现在怎么可能有这么厉害的试炼者？释放命星，快释放命星！这一刻，花妖王和那两大护将也全都目露惊恐。实在是魏轩没有丝毫前奏，直接一通技能全面释放，对这些花妖而言太过突然了。不过这也正是魏轩要的效果，一来他不想浪费时间，二来不想给这些花妖释放命星的机会。此刻眼看那些花妖想要释放命星抵挡他的那些技能，魏轩哪能放任不管？于是心念一动，骤然三道化身出现。三道化身早已酝酿好技能，出现后直接释放出3个五行风暴，席卷开来，包括黑暗炮弹、地法结界也瞬间笼罩，覆盖了一批批花妖。那些花妖想要释放命星的举动直接被打断。至于两大护将和花妖王，本欲全力对敌，但却赫然被一道道五行狂暴击中。命星刚释放到一半，便听空中的魏轩陡然大喝：爆！轰轰轰！五行狂暴在花妖王和两大护将体内炸开，甚至魏轩为了以防万一，直接又释放出噬魂钉，瞬间打入花妖王体内。下一刻，击杀花妖护将，获得能量加3000，猎魔值加1600。击杀花妖护将，获得能量加3000，猎魔值加1600。恭喜您击杀花妖护将，爆出猎魔勋章 X30，修炼石 X8，黄金宝箱 X1，技能强化录 X1，技能融合符星号1。恭喜您击杀花妖护将，爆出猎魔勋章 X30，修炼石 X8，黄金宝箱 X1，技能强化录 X1，技能融合符 X1。击杀花妖王，获得能量加5000，猎魔值加3000。恭喜您击杀花妖王，爆出猎魔勋章 X50，修炼石 X15，黄金宝箱 X1，技能强化录 X1，技能融合符 X1，C 级天赋融合符 X1，花妖图腾 X1，王骨 X1。魏轩微微松了口气，
花妖王一死，那击杀其他花妖根本就是摧枯拉朽。五行荆棘泥流之红也释放开来。除此之外，魏轩也不断操控着噬魂钉吞噬那些花妖的魂魄，以此来让噬魂钉进阶。第115章气象天赋。击杀花妖获得能量加500，猎魔值加300。击杀变异花妖获得能量加700，猎魔值加400。恭喜您击杀变异花妖，爆出猎魔勋章 X6。恭喜您的宝器噬魂钉进阶成为中品。恭喜您的猎魔等级提升至13级，4维属性加400，猎魔勋章 X40，黄金宝箱 X1。击杀花妖头目获得能量加1000，猎魔值加600。恭喜您击杀花妖头目，爆出猎魔勋章 X10。击杀花妖统领获得能量加1500，猎魔值加800。恭喜您击杀花妖统领，爆出猎魔勋章星号16，修炼石 X3，黄金宝箱 X1，技能强化录 X1。恭喜您的猎魔等级提升至14级，4维属性加500，猎魔勋章 X50。恭喜您的猎魔等级提升10处发暴击，奖励 C 级天赋融合符。恭喜您的等级提升至15级，4维属性加500，财富值加5000。公告：玩家魏轩首个突破战力第3极限，成就加30。提示1：您的战力已达300星，突破战力第3极限，可前往玄天殿点亮第2命星。提示2：点亮命星后，您将获得天地之力，战力也会发生质变。提示3：您已开启开图任务，激活并完成开图任务后，可获取玄天殿位置。仅仅片刻，此地花妖尽数毙命，自身等级达到了15级，猎魔等级也连升了2级，战力也一举突破了300星大关。这种感觉简直爽歪歪。魏轩咧嘴笑了笑，然后便对这些花妖进行了一波提炼。提炼花妖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20。提炼变异花妖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40，一级超狂速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 C 级速之真意，正在与一级超狂速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C 级速之真意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20%。很快，提炼花妖失败，同类目标已提炼上线。提炼变异花妖失败，同类目标已提炼上线。普通花妖和变异花妖提炼到了上限。提炼花妖头目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60，修炼值加20，地级超玄感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 C 级念之真意，正在与地级超玄感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超玄体天赋进化为 C 级念之真意。提炼花妖头目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60，修炼值加20，地级超玄力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 C 级力之真意，正在与地级超玄力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C 级力之真意进化为 B 级力之奥义。哈哈 ，B 级是奥义。魏轩大喜。F 级4维天赋对4维属性增幅只有1倍，E 级2倍，D 级4倍，C 级8倍，而 B 级直接增幅16倍。这一刻，魏轩感觉自身力量充满了无尽的爆发，隐隐有种一力破万法的趋势。继续提炼。提炼花妖头目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60，修炼值加20，地级超玄感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 C 级念之真意，正在与地级超玄感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C 级念之真意进化为 B 级念之奥义。这就是念之奥义吗？魏轩在这一刻能清晰地感受到每一缕风的轨迹，地上微小的虫蚁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甚至精神天赋的提升对他施展技能手段也有很大的帮助。如极道化身虽说不用刻意操控，但随着能释放的化身数量达到3个，时间一长依旧感到精神疲劳。何况还有如元素风暴、地法结界、黑暗炮弹、五行狂暴的压缩，这等强大的技能如果没有强大的4维属性支撑，很难施展。只可惜接下来随着魏轩的继续提升，素之真意和体之真意并没有得到进化，倒是接下来对那8大统领及2大护将和花妖王的提炼让魏轩十分满意。提炼花妖统领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80，修炼值加30，地级兵之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地级兵之天赋，2次地级兵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兵之天赋进化为 C 级兵之真意。提炼花妖护将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120，修炼值加50，地级风之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地级风之天赋，2次地级风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地级风之天赋进化为 C 级风之真意。提炼花妖王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150，修炼值加80，地级雷之天赋，地级雷之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地级雷之天赋，2次地级雷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
您的地级雷之天赋进化为 C 级，雷之真意，风、雷、冰全部达到 C 级了。魏轩满意的笑了笑，随即便开始清点此番收获。自身等级和猎魔等级的提升自不必说。猎魔勋章1250枚，修炼石70颗，修炼值1380点，自由属性7560点，技能强化录16瓶，技能融合符3张， C 级天赋融合符2张，黄金宝箱5个， B 级力之奥义， B 级念之奥义， C 级冰之真意， C 级风之真意， C 级雷之奥义。这种收获饶是魏轩都咧着嘴笑了好久。此刻平复了一下心情，魏轩也开始了对天赋和技能的融合。如今 C 级天赋融合符已达到7张，但想要融合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还是有些困难，毕竟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的融合成功率目前也就 30%， 至少得需要10张 C 级天赋融合符才有可能成功。那么只好先融合其他天赋了。元素天赋五行真意 C 级，黑暗真意 C 级，毒之真意 C 级，冰之真意 C 级，雷之真意 C 级，风之真意 C 级。魏轩打开天赋栏，思索良久，最终将主意打在了刚刚进化为 C 级的冰、雷、风3种天赋上。于是，一番操作，魏轩选中了冰、雷、风3种真意。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这3种天赋的融合成功率竟然达到了 60%。难道这3种天赋都属于气象？魏轩想了想，风、雷、冰的确都属于气象一类。冰是寒气，风是由冷热气流形成，雷是由云层摩擦及高温空气膨胀所产生。想通这点，魏轩笑了笑，然后毫不犹豫地进行融合。很遗憾，您的冰、雷、风3种真意天赋融合失败。提示：您的冰、雷、风3种真意天赋的融合成功率提高 5%。再来。很遗憾，您的冰、雷、风3种真意天赋融合失败。提示：您的冰、雷、风3种真意天赋的融合成功率提高 5%。继续。很遗憾，您的冰、雷、风3种真意天赋融合失败。提示：您的冰、雷、风3种真意天赋的融合成功率提高 5%。再继续。很遗憾，您的冰、雷、风3种真意天赋融合失败。提示：您的冰、雷、风3种真意天赋的融合成功率提高 5%。恭喜，您的冰、雷、风3种真意天赋融合成功。恭喜，您获得了 C 级天赋气象真意。恭喜，您的冰、雷、3种真意天赋融合时觉醒了技能乌云压顶。哈哈，成功了！魏轩欣喜，风、雷、冰3种天赋果然融合出了气象天赋，而且还觉醒了一种技能。好久没获得新技能了，魏轩无比期待地进行查看。第116章森林幻咒。乌云压顶，可利用气象天赋制造出一片乌云，对范围内的目标造成压力，令产生郁闷效果。郁闷效果下，目标动作将会迟缓，气势状态也会下降。注：乌云压顶对气象技能也会有一定加持。不错，魏轩对新技能相当满意，于是忍不住试验一番。随着魏轩运转气象天赋，整个花妖谷顿时乌云密布。很快，浓厚的乌云下降，令此地陷入了黑暗。魏轩能清楚地感受到，被乌云覆盖的一些蛇鼠虫蚁全都瑟瑟发抖，甚至有的承受不住压力，直接死去。轰隆隆，雷声滚滚，电流交错，阵阵飓风更是袭来。这一刻，仿佛末日天灾，而魏轩站在那里，仿佛为这末日降下灾难的天神。随着风雷摧毁，乌云覆盖之地更是下起了大雨。不是雨，而是手指大小的冰刃。乍一看，那些冰刃上竟还附带着雷电，恐怖如斯。我滴滴乖乖。饶是魏轩也忍不住滚动了2下喉咙，赶忙收起了气象手段。阳光重现，但这花妖谷俨然成了一片废墟。乌云压顶的威力超乎了魏轩的想象。最重要的是，气象天赋绝不弱于五行天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这是一种能控制天气的天赋技能。五行天赋可控制地形环境，气象天赋可改天气环境。魏轩眸光闪动，越发觉得自己的发展路线似乎是奔着毁天灭地去的。元素风暴、无相剑阵、黑暗炮弹、地法结界、乌云压顶，这些几乎都是范围性的毁灭攻击。甚至连精神念咒和森林之雨也是，同样有这种趋势。难道我以后要发展成毁灭天神？魏轩笑了笑，管他呢，反正牛批就对了。收起思绪，魏轩看了眼 C 级天赋融合符，只剩2张了。此番融合气象天赋
用掉了5张，剩下的这2张魏轩没打算用，等回头再多攒些再说吧。接下来该技能融合了。魏轩打开技能栏，技能灵眸、治疗、五行遁法、风翼魂骨、精神念咒、森林之雨、无敌金身、乌云压顶、地法结界，强化加20，黑暗炮弹，强化加20，无相剑阵，强化加20，极道化身，强化加20，狂暴之境，强化加30，元素风暴，强化加20。此前他已经精神念咒和森林之雨的融合成功率提升到了 70%， 现在手里有5张技能融合符，应该够了。于是魏轩一番操控，选中了精神念咒和森林之雨进行融合。很遗憾，您的森林之雨和精神念咒技能融合失败。提示：您的森林之雨和精神念咒技能融合成功率提升 5%。再来。很遗憾，您的森林之雨和精神念咒技能融合失败。提示：您的森林之雨和精神念咒技能融合成功率提升 5%。继续。很遗憾，您的森林之雨和精神念咒技能融合失败。提示：您的森林之雨和精神念咒技能融合成功率提升 5%。再继续。很遗憾，您的森林之雨和精神念咒技能融合失败。提示：您的森林之雨和精神念咒技能融合成功率提升 5%。当只剩1张技能融合符时，魏轩抿了抿嘴，此刻成功率已然显示 90%。魏轩最终还是一咬牙，融合。嗡，光束落下。恭喜，您的精神念咒和森林之雨2种技能融合成功。恭喜，您获得了新技能森林幻咒。魏轩松了口气，赶忙查看。森林念咒以精神之力结合木元素，凝聚出一片精神森林，似真似幻，诡变异常。效果1：精神森林会为自己和队友套上一层护盾，并增幅战力和群体治疗。效果2：可100%幻化出精灵与您并肩战斗。效果3：身处精神森林的敌人将会持续被眩晕和束缚。注：释放此技能，精神力和木元素可以自由切换，一念真实，一念幻境，皆可掌控。魏轩面色古怪，新技能森林幻咒看似没怎么改变，但却变化很大。首先，之前只是有几率召唤出精灵，但现在却能100%幻化出精灵进行战斗。其次，曾经释放森林之雨需要很长时间的运转前奏，如今却不用。不过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森林幻咒释放出的森林可以是真实，也可以是幻境，虚实结合，诡变异常。此技能可以说是攻防兼备的群体辅助加群体控制技能，还不错。魏轩满意的点了点头，但这个技能一般情况下没必要使用，毕竟对自身的消耗还是比其他技能大的。不过随着对此技能的强化，这种消耗应该会相应减少。于是魏轩又看向了技能强化录，此番收获了16瓶，应该够了。当即魏轩开始使用技能强化录对新获得的乌云压顶和森林幻咒2大技能进行强化。片刻后，乌云压顶和森林幻咒成功强化到了20，但16瓶技能强化录也全部用掉了。我现在真是太吃这些东西了。魏轩撇了撇嘴，刚才他的一番操作用掉了5张 C 级天赋融合符和5张技能融合符，以及16瓶技能强化录。现在除了2张 C 级天赋融合符外，技能融合符和技能强化录都用没了。唉，以后随着各大天赋进化到 B 级或 A 级，那就只能用 B 级和 A 级的天赋融合符了，更加难以收获。技能也是，强化越高，需要的技能强化录越多。就在魏轩思绪间，忽然一则主宰提示响起。提示：您的村庄满足升级条件。咦？魏轩心中一动，赶忙查看。村庄：魏村，等级1级，村长：魏轩，村民725人，可查看。建筑：村长木屋，2级，1级民房50，0级民房586。升级条件：1. 村民数量达到100，已具备。2. 村长房屋达到2级，已完成。3. 50座民房达到1级，已具备。4. 一阶木料 X100，一阶石料星号50，一阶泥土 X50，一阶铁矿 X10，已具备。5. 低阶村庄升级令，已具备。升级，魏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升级。第117章2级村庄。随着魏轩对村庄进行了升级，顿时一道道光束落到了魏村。公告：玩家魏轩与他的村民经过不懈努力，现已将魏村成功提升至2级，可喜可贺。村庄升级奖励：所有成员能量加2000，财富值加2000，四维属性加200，白银宝箱 X1。注：村长奖励黄金宝箱 X1。这一刻，魏村所有人成员身上全有光束落下。
要知道，村庄升级奖励对现在的魏轩而言不算什么，可对其他人而言绝对是很不错的。当然，这些奖励还是次要，因为魏村在升到2级后，整个村庄面貌一时大变，民房有了层次感，村庄的道路也不再是坑坑洼洼，变得十分平坦。总之，如今看起来，魏村的环境和1级时好了很多，像是一座寨子。提示1：魏村升至2级，以解锁职业功能。提示2：魏村升至2级，以解锁新建筑。聊天频道。哈哈，我们魏村终于升到2级了，现在的魏村环境真好，更像家乡了，爆赞！对，眼看着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家乡逐渐好起来，这感觉真的难以言喻，我感动的都要哭了。嘿嘿，别感动了，我的战力一举突破到80星了。我也是一个 F 级天赋，战力居然突破了80星，你们敢想吗？我1级，战力已突破90星，好期待突破第1极限啊！哇，那萧晨他们那些地级天赋的，岂不是已经突破第1极限了？萧晨，没错，我们突破第1战力极限了。王志凯，现在如果破咒马匪来袭，我们总算稍稍有了一丝自保能力。柳烟，但还得继续努力，毕竟提示说破咒马匪最低也是100星战力。方文，努力是肯定要努力的，咱们的老大都突破第3战力极限了。杨云峰，是啊，之前看到老大突破第3战力极限，我愣了好大一会儿，简直不可思议。陈岩，老大的实力不是我们能揣摩的，大家也不用跟老大比，真比不了。周恒，对，要我说，咱们现在赶紧看看村庄升到2级后的功能后。对哦，村庄升到2级后，商城里的物品好像也提升了，还解锁了职业功能和新建筑功能。不说了，看看去。彼时，魏轩不仅获得了村庄升级奖励，而且还收到了一波反哺。恭喜，您的村民萧晨将等级提升至11级，反哺您4维属性加10。恭喜，您的村民柳烟将等级提升至11级，反哺您4维属性加10。恭喜，您的村民王志凯将等级提升至11级，反哺您4维属性加10。恭喜，您的村民萧晨突破第1战力极限，反哺您4维属性加100。恭喜，您的村民柳烟突破第1战力极限，反哺您4维属性加100。恭喜，您的村民王志凯突破第1战力极限，反哺您4维属性加100。恭喜，您的村民周恒突破第1战力极限，反哺您4维属性加100。恭喜，您的村民方文突破第1战力极限，反哺您4维属性加100。村庄升到2级后，所有成员都获得了一波奖励，这也让魏村那些地级成员全都一举突破了100星战力。魏轩笑了笑，然后打开了村庄建设频道。村庄，魏村，等级2级，村长魏轩，村民725人，可查看。建筑，村长住所2级，1级民房55， 0级民房607。就这么一会儿，1级民房又多了5座，0阶民房也多了21座。不错，看来大家都在厚积薄发。魏轩接着又看了眼村庄升3级的条件。3级村庄升级条件：1. 村民数量达到500，已具备。2. 村长住所达到3级。3. 100座民房达到2级。4. 300座民房达到1级。5. 2阶木料 X100， 2阶石料 X100， 2阶泥土星号100， 2阶铁矿 X10， 郁金沙 X5。 6. 中阶村庄升级令。看来村庄等级越高，升级越难。魏轩抿了抿嘴，就目前来看，升3级村庄需要2阶材料，那升4阶村庄时应该就需要3阶材料。靠，此前他收获了那么多1阶材料，难道都没用吗？而且升3级还多了一种郁金沙材料，甚至还有中阶村庄升级令。哎，之前他是运气好，开紫金宝箱开出了一个低阶村庄升级令，可如今面对这种阶村庄升级令，不知道还有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升3级村庄最大的障碍就是郁金沙和中阶村庄升级令，只要具备这2种，那升3级村庄倒也不难。对了，还有自己的村长住所也需要升到3级。于是魏轩看了眼自己住所升到3级的条件：2阶木料 X20， 2阶石料 X10， 2阶泥土 X10， 1阶铁矿 X5， 郁金沙 X1。 好吧，也需要郁金沙，自己的住所暂时也升不到3级，只能找到郁金沙再说了。魏轩又打开村庄商城进行查看，果然升到2级的村庄商城确实比1级时好了很多，里面一些药品、武器、装备都有2阶的了。除此之外，还有几种技能，虽然对魏轩没什么用，但魏村其他成员还是能用到的。不过售价却不便宜，最少都得1万财富值。没办法，想要变强就得付出努力。魏轩倒没在意，继续查看物品。很快，他发现商城内居然多了一些材料，如蚕丝、灵棉、金刚砂。
还有一些灵植以及种子。魏轩特意查看了一下，这些材料似乎是铸造、缝纫、炼药、制服、种植用的。对了，村庄升到2级后，职业功能也开通了。除此之外，这些材料中自然也有木料、石料、泥土这些建筑材料，不过只是0阶和1阶的。当然，也仅仅是一些基础建筑材料，像玉金沙、灵晶石这样的却没有，但也算不错了。看来魏村成员升级变强的道路又得到扩展了。第118章升级后的商城。魏轩看着商城内的一些材料，越发觉得升级村庄的重要性。村庄等级越高，商城内的资源就越多越好。于是，魏轩带着期待又打开了商城的特殊页面。果然，多了不少好东西。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能量石，除了1阶能量石外，又多了2阶的。2阶能量石使用后可增加500点能量，售价却是在480点财富值。这么来算的话，倒是比购买5颗1阶能量石便宜20点。不过每天只能限购100颗，倒是1阶能量石每天的限购上限变成了300，也就是只要有足够财富值，那每人每天就可以获得8万点能量了，相当不错。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就目前而言，魏村除了他这个村长外，其他人很难不拿8万点财富值当回事。魏轩没再多想，继续查看特殊页面中的东西。宝箱合成符有高阶的了，高阶宝箱合成符可以将5个紫金宝箱合成一个钻石宝箱。既如此，那以后再有黄金宝箱或者紫金宝箱时就要攒着了。不过高阶宝箱合成符很不便宜，需要10万点财富值。除了高阶的宝箱合成符外，天赋融合符也多了 B 级的，售价50万。操！饶是魏轩也忍不住爆了句粗口，这简直贵得离谱。要知道，他现在也就只有50多万点财富值。不过话说回来，天赋融合符这么贵，也确实有贵的道理。其他人或许不知道，但他自己可清楚地体会到了天赋融合后的效果。无论五行天赋还是气象天赋，都让自身实力得到了巨大提升。所以，魏轩最后稍稍释怀了一下，想着以后还得多攒财富值才行。至少等自己的那些天赋达到 B 级后，能买得起 B 级天赋融合符。此外，技能强化录和技能融合符也出现在了商城里。技能强化录售价5万，技能融合符售价100万。好吧，都不便宜。不过这些都属于贵重的东西，继续往下看，倒也有普通的特殊物品，如定位符，售价1000，但却是白色的，只蕴含10次定位传送，而且只能定位一处坐标，跟魏轩之前在紫金宝箱里开出的紫色定位符不能比。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铸造图样、缝纫图样、药方、符方、肥料等，这些不用想都知道是跟职业有关。不过最让魏轩意外的是，居然发现了一种材料合成符。0阶材料合成符可将5种相同的0阶材料合成为1阶材料，1阶材料合成符可将5种相同的1阶材料合成为2阶材料，2阶材料合成符可将5种相同的2阶材料合成为3阶材料。目前只到2阶，并没有3阶的。可即便如此，也让魏轩很是欣喜，因为有了这材料合成符，就不用刻意寻找2阶的木料、石料以及泥土了。只不过用材料合成符合成2级材料，成本并不便宜。0阶材料合成符售价10点财富值，1阶售价50点，2阶售价100点。也就是说，想要将自己的住所升到3级，就得需要20加10加10加5等于45 2阶材料。如果这些材料都用1阶材料合成的话，就得45张1阶材料合成符，45乘以50等于2250。这只是自己的住所升到3级所需要的财富值。如果是村庄升级的话，需要310块2阶材料，乘以50的话，就是15500点财富值。目前来看，这些财富值对魏轩不值一提，但如果后面升4级村庄或者更高级呢？不敢算。魏轩忽然觉得这好像一个烧钱的游戏 QAQ。 抿了抿嘴，魏轩最后又打开了商城里的兑换页面，里面竟然有一些技能。魏轩看了一下，这些技能相当不错，只不过都需要用数量不等的技能碎片来兑换。魏轩想了想，想要获取这些技能应该并不容易，至少自己一路成长而来，并没有遇到过技能碎片。于是他又查看下一件兑换物天赋石，目前只有1阶和2阶的。1阶天赋石使用后可以再次觉醒，有 50% 几率提升自身天赋等级， 35% 几率觉醒出一种 F 级天赋， 15% 几率觉醒出一种 E 级天赋。2阶天赋石使用后可以再次觉醒，有 50% 几率提升自身天赋等级， 35% 几率觉醒出一种 D 级天赋， 15% 几率觉醒出一种 C 级天赋。1阶天赋石需要10枚天赋碎片才能兑换。
2阶天赋石需要50枚，如果有足够多的天赋碎片的话，那岂不是？魏轩忽然觉得自己有那么多天赋和技能，似乎并不是唯一且绝对性的特殊，因为只要有人具备足够多的天赋碎片和技能碎片，就能和他一样拥有很多天赋和技能。不过，天赋碎片的获取应该很难吧？再怎么也没他直接提炼来的容易。想通这点，魏轩也就释然了。继续翻看，兑换页面里还是有不少好东西的，比如一些真兽蛋需要用真兽碎片兑换，傀儡需要傀儡碎片兑换。不过这些东西对其他人来说是好东西，对魏轩来说不怎么能用得到。最后索性直接找到了猎魔套装兑换区。果然，村庄升到2级后，猎魔套装也有4-5阶的了。一件4阶的猎魔装备需要500枚猎魔勋章，一件5阶的需要1000枚。我靠！魏轩看了眼自己目前的猎魔勋章数量，只有4620，攒了这么久，结果只能兑换4件5阶的猎魔装备。好吧，4件就4件吧。等回头再有猎魔勋章的话，可以继续兑换。反正现在商城升级了，只要有猎魔勋章，随时都能兑换5阶的猎魔套装。以前即便有足够的猎魔勋章，也没有5阶的。当然，5阶的不算高，但也绝对不差，属性加的很给力，远不是普通装备能比。猎魔套装分为猎魔武器、猎魔铠甲、猎魔手套、猎魔护腕、猎魔手镯、猎魔剑、猎魔肩、猎魔靴、猎魔盔。其中猎魔铠甲有了，魏轩想了想，直接兑换了猎魔手套、猎魔护腕、猎魔靴以及猎魔盔。兑换完，魏轩迫不及待地查看起了4件装备的属性。第119章5大职业。装备猎魔手套，等阶5阶，属性力量正 25%， 穿透正 20%， 所有减抗正 15%， 血上限正 10%， 气上限正 10%， 致命攻击正 50%。 主动可储存技能达到顺放效果，有一定几率会对技能进行精炼。注：每次最多储存5个技能，如果产生精炼，储存的技能将会威力倍增。装备猎魔护腕，等阶5阶，属性体力正 25%， 所有抗性正 15%， 血上限正 10%， 气上限正 10%， 致命防御正 50%。 被动受攻击时自主开启防御罩，可吸收伤害，有一定几率产生复制。复制效果，所吸收的伤害复制后可为己所用。装备猎魔靴，等阶5阶，属性敏捷正 25%， 闪避正 15%， 移速正 50%， 所有抗性正 15%， 血上限正 10%， 气上限正 10%， 致命身法正 50%。 被动受攻击时自主开若隐若现，持续10秒。效果每移动1步都会隐身1次，隐身状态下无法被选中，也可免疫一切物质攻击。装备猎魔盔，等阶5阶，属性精神正 25%， 感知正 15%， 所有抗性正 15%， 血上限正 10%， 气上限正 10%， 致命防御正 50%。 被动遇到精神或负面攻击时，可产生净化之光，持续10秒。效果净化之光下无视任何精神或负面攻击。注：高于自身的精神或负面攻击只能起到抵挡效果。果然给力啊！魏轩连连惊喜。不说这4件猎魔套装给自身加的属性，单说每件的功效就很厉害。猎魔手套的储存技能，即便不产生精炼，也能达到顺放技能的效果。回头压缩5个狂暴之境或者元素风暴，对战时直接释放出来，想想都很哇塞。猎魔护腕的吸收伤害也很不错，关键时候还能对这些伤害进行复制，为己所用。猎魔靴的若隐若现，猎魔盔的净化之光，全都用处很大。绑定！魏轩立刻将4件猎魔装备跟自己绑定在一起，顿时感觉自己的各方面属性都大幅度增长了一大波。血上限和气上限更是让自己气血滂沱，这种感觉仿佛单凭肉身就能击溃一颗完整的命星。我现在即便对上第3命星凶兽，应该也能击杀。魏轩分析了一波自己如今的实力，自信十足。当然，这也只是估算，具体如何还有待实战考验。对了，村庄升到2级后还解锁了新建筑。魏轩关闭商城功能，打开了村庄建设。之前是1级时只能建造木屋，但现在却又多了几种：1. 炼药室， 2. 锻造室， 3. 田地， 4. 水井。其中炼药室和锻造室目前只有村长才有权限建造，至于田地，村民可以自主开辟，水井也是。魏轩索性又看了眼解锁的职业：炼药师、锻造师、裁缝师、制服师、种植师，5大职业对村庄建设十分关键，而且也可以让村庄成员整体实力变强。可以说魏村的发展离不开这些职业，只不过
并不是谁都能随便成为这些职业的。拿炼药师来说，必须得具备火系天赋，而且对火元素亲和度也很有要求。当然，拥有火系的同时，再有木系就更好了。锻造师也需要火系或者精系，缝纫师和制服师需要木系天赋或者精神天赋，种植师需要木系、土系或者水系。总之，都是有一定要求的。魏轩最后又查看了一下炼药室和锻造室的建造所需。炼药室一阶石料 x100， 一阶泥土 x50， 一阶铁矿 x20， 火琉璃 x10。锻造室一阶石料 x100， 一阶泥土 x50， 一阶铁矿 x20， 火琉璃 x10。刚好有火琉璃。魏轩笑了笑，之前他在地煞火山处获得了不少材料，其中以火系材料居多，火琉璃就是其一。在储物空间找了一下，火琉璃共有205块，完全够用。于是魏轩立刻着手建造。彼时，魏村聊天频道，哇，太棒了，商城里多了好多东西呢。是啊，零阶材料和一阶材料也都有，2阶能量石也出了，好棒。真正的好东西是天赋融合符、技能融合符、技能强化录这些。是啊，可惜太贵了，我们买不起。哎，还有兑换频道里的好东西，尤其是天赋碎片，只要凑够10枚就能再次觉醒。我这里好像有2枚。乌草，是不是啊？啊，之前不小心进了一个小副本，从 BOSS 身上掉落的，2枚也不够兑换觉醒石啊。我还想着凑够50枚，直接再觉醒一种 C 级天赋呢。真要觉醒 C 级，那岂不是比穆大美女和陈岩大帅锅还牛批？谁有尿，叫醒他。对，清醒点。目前我们要做的是想办法成就一下职业。嘿嘿，我是火系，可以在炼药和锻造方面选择一下。我是精系，应该能成为锻造师吧？弱弱的问一句，单一的土系能成种植师吗？我看了看，目前我们这5种职业应该是可以互相配合的，比如火系天赋和木系天赋2人都可以成为炼药师，但在炼药时可以相互配合。对啊，火系配金系可以锻造，木系、土系、水系可以配合种植，前提是对彼此的精神力要求很高，而且前期也需要磨合，产生一定默契度后，配合起来才会更容易。一会儿大家都去试试，如果能成为生活职业后，大家可以再互相选择配合的对象。对了，如果成为炼药师后，还得去炼药室炼药，锻造师也得去锻造室进行锻造，这些好像只有老大才能建造，也不知道建造要求高不高。就在这时，公告：村长魏轩成功建造炼药室，成就加15。公告：村长魏轩成功建造锻造室，成就加15。魏轩直接建造成功。第120章认证职业。嗡嗡嗡，2道光束落下，魏村的一处空地上缓缓出现了2座建筑。相对于民房木屋来说，这3座建筑面积很大，而且都是封闭的石屋。如果有人能进入其中，必然能感受到里面的炙热，尤其是炼药室和锻造室中间更是有一座火池。当然，想要炼药的话，还需要药鼎，锻造也需要锻造锤等工具。不过这些只要认证职业成功，都可以自己去商城购买。聊天频道，哇，老大的速度好快啊！这就完成建造了。建造这2座建筑好像得用一种火琉璃材料，没想到老大居然有现成的。老大威武！想要成就一种职业，还得进行认证，大家快认证吧。一时间，不少人都去认证职业了，尤其是那些 F 级和1级的，虽然天赋等级低，但有不少可都是元素系的。只是刚开始大家都只关注 D 级和 C 级，再加上很多人都没报自己的天赋，所以并不知道而已。至于那些4维天赋的，只能暂时选择其他的赚钱和升级方式。等以后有机会凑够天赋碎片的话，兑换1枚天赋时，或许能觉醒出一种元素天赋，也不一定。此刻，魏轩也打开了生活职业的认证界面，选择职业：炼药师、锻造师、缝纫师、服师、种植师。魏轩先是选择炼药师，紧接着就是天赋认证、精神认证，这些认证都是自动的。魏轩选择认证，下一秒，嗡，光束落下，公告：玩家魏轩首个成为炼药师，成就加10。继续，公告：玩家魏轩首个成为锻造师，成就加10。公告：玩家魏轩首个成为缝纫师，成就加10。公告：玩家魏轩首个成为种植师，成就加10。公告：玩家魏轩首个成为服师，成就加10。5大职业全都认证成功了。我操，什么情况？老大一个人直接成就5大职业，好牛批呀！真乃神人呀！为啥老大认证这么快啊？我的还在认证中。我也是，好像得1-2分钟才能知道认证结果。屁，我早就点认证了，现在都没出结果，好像是失败了。哎，魏轩看了眼聊天频道，不由心中一动。
自己认证这么快，应该跟五行天赋有关吧？还不错，直接获得了50点成就，再加上刚才建造那2座建筑获得的30点成就，这波直接80点成就到手。目前成就点是151，再有49点就能达到200了。接下来，魏轩又看了下5大职业的操作。炼药的话，首先得有药方，然后按照药方比例凑齐材料，最后还得再购买一个药鼎，到炼药室进行炼制。锻造也是如此，想打造哪种武器，就得有哪种武器的图样。制服、缝纫也是如此，也就种植相对来说比较好些，直接开辟农田或药田后，购买种子直接种下即可。当然，后续也要按照种植书上的要求进行施肥、灌溉等流程。种植虽说不用太多技巧，但收成需要一定时间。所以，魏轩虽然目前成就了5大职业，不过暂时并不打算朝着这方面发展。魏轩正心想间，一则公告却在这时出来了。公告：玩家张涛成为炼药师，成就+5。公告：玩家李康成为锻造师，成就+5。公告：玩家姚禅成为缝纫师，成就+5。公告：玩家刘依然成为符师，成就+5。公告：玩家王森成为种植师，成就+5。不少魏村成员都认证通过了，成为了职业之一。哈哈，通过了，我成为炼药师了，我也成锻造师了。我好羡慕啊！你们太厉害了，怎么认证通过的？教教小妹呗。不知道啊，就点了一下认证，等了一会儿就通过了。是啊，挺突然的。魏轩笑了笑，也替这些人高兴。不过那些没成为生活职业，多少有些沮丧。对此，魏轩发言道：那些成就职业的，我在这里先恭喜一下。另外，既然你们选择了职业，就好好在职业道路上发展。我们魏村的建设离不开你们。至于那些没成就职业的，你们也不用灰心，刷怪、伐木、采矿、扩张等任务一样也很重要。如果真有特别想成为职业的，以后也不是没有机会，只要你们想办法凑够天赋碎片，兑换天赋时一旦觉醒相应的天赋，到时也可以再选择职业。没错，老大说的对，这个主宰宇宙有很多可能，也有很多条路，职业只是其中一种。陈岩，刷怪多好啊，一刀一个，刀999，嘿嘿。老大，村庄升到3级都需要什么条件啊？是啊，接下来我们应该做，还请老大指示。魏轩立刻将村庄升到3级的条件分享到了聊天频道，并再次发言道：目前我们村只有725人，所以0级民房暂时不用建造太多，上限1000就行。100座2级民房和300座1级民房，这2个条件需要你们共同努力。至于郁金沙和中阶村庄升级令，就交给我吧。当然，如果你们有得到的，也可以交易给我，我用其他东西给你们交换。魏轩最后又总结道：接下来该升级的继续升级，想伐木采矿就继续伐木采矿，也可以选择继续开辟土地。那些刚成为职业的，你们就一心钻研发展吧。回头你们练出来的药、武器、装备、扶贫等，都是我们魏村的资源。陈岩，老大，也就是说，除了认证职业成功的需要发展自己的职业外，其他人都可以自由发展，是不？魏轩，对，你们自由发展的同时，记得升级自己的木屋住所。我们的村庄想要升到4级，得300座1级木屋，100座2级木屋，任务还是比较艰巨的。行，放心吧，老大，我们一定会尽快完成的。努力吧，兄弟们！加油，加油，加油！变强，变强，变强！哈哈哈！魏轩笑着关闭了聊天频道。接下来该去捣毁最后一个王者部落了。第121章，蛇人女王。随着魏村升到2级，魏轩对目前魏村的现状还是很满意的。大家都在积极发展着，而职业的解锁也为不少人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不过他却还有更大的任务，开图。捣毁3大王者部落，获取3大王者图腾，就能解锁开图任务。目前只剩蛇人部落了。魏轩心想间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面板。玩家魏轩，等级15级1150002000000，猎魔者14级65000100000，成就顶级新手15120，力量7567 B 级励志奥义，敏捷7546 C 级素之真意，体力7528 C 级体质真意，精神7589 B 级念之奥义，抗性五行抗性加1000，毒抗加1000，暗抗加1000，减抗五行减抗加320，减毒抗加220，减暗抗加220。元素天赋五行真意 C 级，黑暗真意 C 级，毒之真意 C 级，气象真意 C 级。本命天赋完美提炼。技能灵眸五行遁法，风翼魂骨，无敌金身，森林幻咒，强化加20，乌云压顶，强化加20，
地法结界，强化加20，黑暗炮弹，强化加20，无相剑阵，强化加20，极道化身，强化加20，狂暴之境，强化加30，元素风暴，强化加20。武器：蛟龙枪、穿云弓。装备：猎魔铠甲、猎魔手套、猎魔护腕、猎魔靴、猎魔盔。战力310星。自由属性9130。修炼值2980。财富值50万07千。物品：猎魔勋章620，修炼时240。B 级天赋融合符1， C 级天赋融合符2，黄金宝箱6，王骨2。黄金宝箱有6个了。魏轩想了想，并没有立刻合成黄金宝箱。现在商城有高阶宝箱合成符了，回头攒着和钻石宝箱吧。关闭主宰光屏，魏轩找到蛇人部落的坐标，风翼一展，直接飞向高空，消失在了天际。蛇人部落位于蛮荒大地西南，饶是魏轩如今的速度，再加上猎魔靴的加持，也足足赶了1个小时的路程。而且这1个小时间，魏轩基本没理会任何部落和凶兽，而是全速赶路，直到此刻方才进入蛇魔部落所在的沙漠。黄沙漫天，热浪袭面。不过魏轩有5行天赋，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直奔蛇人部落的位置而去。很快，一片绿洲出现在视野中。按照小地图上的显示，蛇人部落正是在这片绿洲附近。可魏轩凝眸看去，根本没有像巨魔部落和花妖部落那样成群的建筑。魏轩正疑惑间，忽然一名妖娆绝美的女子从绿洲中涌出了半个身子，依稀能看到在那绿洲下，紫色的蛇尾在摆动。女子的皮肤光滑如玉，还挂满了水珠，纤细柔软的腰肢由一块抹胸遮掩的紧绷，饶是魏轩也不禁咽了抹口水。关键那蛇人女子的容颜似真似幻，仿佛不属于这人世间，绝美动人，看一眼就会心神荡漾，产生出将其征服的冲动。魏轩赶忙咬了咬舌尖，精神一振，用灵眸查看。蛇人女王，魅杀，等级20级，战力300星，第1命星中品，第2命星中品，第3命星已点亮50%。秘典：天赋、技能。来历：曾经蛇人部落的女王，其部落被灭，本体被魔物侵占，主宰将其封困于此，阻止试炼者进行开图任务。特性：王级，守护，魔亲，救赎。爆率35%。我靠，双中品命星！魏轩心头一跳，没想到这蛇人女王竟然是双中品命星，而且第3命星还点亮了一半，这特么不好对付啊！虽然此前自己估算自己的战力有机会击杀第3命星的凶兽，可那是建立在下品命星的情况下，哪怕只有1个命星是中品，也相对来说轻松一些。可如今双命星都是中品，就有些棘手了。魏轩心里没底，但该面对还是得面对，于是立刻分出3个化身，暗暗运转技能，利用5行遁法隐匿了起来。可惜武器装备都是外物，不在化身能具备的范围内，否则直接让化身也像猎魔手套中各自储存5个技能，战斗起来会更有优势。说起来，这也是化身的一个缺点，虽说本体的天赋、技能、属性都可以具备，可外物却不行。此刻，魏轩收起思绪，将战前准备做足后，直奔蛇人女王而去。片刻后，魏轩仿佛掠过了一层无形的屏障，透明波纹于空中扩散间，顿时一座虚幻的沙图堡垒浮现。绿洲和蛇人女王就在其中，想来这沙图堡垒就是用来封困蛇人女王的。果然，当魏轩穿过虚幻的堡垒屏障后，绿洲中的蛇人女王瞬间扭头看向魏轩，其拥有一双紫瞳，向魏轩看去时，立刻从紫瞳中迸发出一道紫光，紫光之快，眨眼临近。所幸魏轩反应极快，风翼一展，同时催动御风靴，险险避开。轰轰轰！紫光落在魏轩后方的堡垒屏障上，顿时堡垒屏障晃动，荡起漫天沙尘。这么一个小小的紫光，威力就如此强大。魏轩心惊不已，立刻释放出一道5行剑刃，朝蛇人女王攻去。却见蛇人女王不慌不忙，赫然从绿洲中跃起，完美的蛇尾人身美妙之姿尽显无异。当一道5行剑刃攻向蛇人女王时，顿时在其周身出现了粒粒沙尘，形成了一层纱衣，将之包裹在其中。锵锵锵！5行剑刃落在蛇人女王的纱衣上，很难破开其防御。水！魏轩一声厉喝，顿时一道5行剑刃化作水刃，似要以水之密度渗透蛇人女王的那层纱衣。很快，蛇人女王的纱衣开始湿润。见状，魏轩再次大喝：“火！”轰！一道5行剑刃瞬间燃烧起火焰，那层纱衣受潮遇热，经火一烤，顿时崩裂，最终轰然溃散。魏轩没有丝毫停留，5行荆棘直接出手，立刻将蛇人女王缠绕住。一道5行剑刃紧随其后，刺在了蛇人女王身上，让其变成了刺猬。
但魏轩的脸上并没有任何喜色，反而变得凝重起来，因为魏轩并没有感受到蛇人女王的死亡。果然，被五行荆棘缠绕以及五行剑刃刺中的蛇人女王，竟缓缓变成了一个杀人，此刻骤然散落。而在不远处，蛇人女王的身影出现。第122章交战。魏轩一脸谨慎地盯着不远处的蛇人女王，他刚才没有直接动用最强技能，无非是想看看自己如今的实力究竟能与第三命星的存在战到何种地步。尽管对方第三命星只点亮了一半，但前2颗却都是中品，肯定比3颗完整的下品命星强上不少。当然，如果最后不敌，他也完全有信心逃走，再从长计议。此刻，蛇人女王也在盯着魏轩，但却并没有说话。看对方的样子，似在考虑什么。让魏轩惊疑的是，蛇人女王看似冷漠的面容，但看向自己的眼神似有几分请求。只不过，这种请求的眼神很快便被狰狞所代替。狰狞面孔一出，既像是残忍，又像是痛苦。见状，魏轩眉头微皱。根据查看对方的来历，这蛇人女王是被某种魔物占据了身体。可即便被占据了身体，蛇人女王微弱的意识应该还尚存，所以就有了刚才眼神里的请求。又或者，此刻狰狞的面孔，残忍代表魔物，痛苦代表蛇人女王在挣扎。就在魏轩暗暗猜测间，魔物最终还是压制住了蛇人女王的意识，然后发出阵阵咆哮，向魏轩发起了攻击。只见蛇人女王散发出阵阵天地之力，与天地共鸣间，此处沙漠之中的沙子骤然席卷。那些沙子被天地之力形成一只只沙之手臂，全都向魏轩迅速抓来。魏轩不敢怠慢，一道道五行剑刃飞纵，与那些沙之手臂展开交锋。以五行天赋发出的剑刃，再加上强化到20的效果，倒也能与沙之手臂抗衡。不过魏轩能感受到，蛇人女王并没有动用全力，大概只释放了第1颗命星的天地之力。果然，眼看沙之手臂无法奈何魏轩，蛇人女王发出一声咆哮，立刻动用了第2命星的天地之力。那些沙之手臂也彼此凝聚，很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手掌，以惊人的气势向魏轩拍了过来。无相剑阵。感受到第2命星的天地之力形成的巨大沙之手掌带来的压迫感，魏轩直接让五行剑刃形成了五行剑神的虚像。五行虚像一出，立刻挥动手中的五行巨剑，向那巨大的沙之手掌斩了过去。轰轰轰！巨大的轰鸣声响彻这片沙漠，更是荡起漫天黄沙。磅礴的能量波动扩散，魏轩只感觉浑身气血涌动，不断后退，想要抵挡这股波动。这就是没点亮命星的弊端，尽管他的技能手段都有与天地之力抗衡的强度，可身体却很难承受天地之力。这还是他具备各种抗性以及猎魔装备的护身，否则在天地之力的压迫下，他站都不一定站得起来。即便如此，当沙尘落下后，魏轩的嘴角也溢出一丝鲜血。毕竟这可是2颗完整的中品命星散发的天地之力，五行剑阵能抵挡住，已然不错了。此刻五行虚像溃散，但那巨大的沙之手臂也被五行巨剑斩断。蛇人女王似乎没料到会是这种结果，于是再次发出愤怒的咆哮。然而不等他再次发动攻击，魏轩已然先行出手。黑暗炮弹，一枚枚黑暗炮弹出现，直奔蛇人女王。不过3颗中品命星的蛇人女王也是实力强悍，眼看黑暗炮弹袭来，再次发动了天地之力。这一次，对方的天地之力似乎经过了秘典加持，竟凭空出现一粒粒黑色的沙子。魏轩通过灵眸查看，这些黑色的沙子是一种魔沙，魔沙于蛇人女王周身形成了一层保护盾，将黑暗炮弹抵挡在外。轰轰轰！巨大的爆炸波动扩散，蛇人女王的那层魔沙护盾竟只是出现了一道道裂纹，甚至那些裂纹很快便开始愈合。这时，黑暗能量开始侵蚀。可让魏轩没想到的是，黑暗炮弹爆炸后产生的黑暗能量，居然无法侵蚀透蛇人女王的那层魔沙护盾。魏轩定睛一看，那些形成护盾的每一粒魔沙都仿佛有生命一般，在自行涌动。这种具备生命的流行性护盾，防御力无比惊人，因为每一粒魔沙都有自主防御意识。不过魏轩也没就此停手，直接再次释放一道道五行剑刃，开始对蛇人女王身上的魔沙护盾进行攻击。当然，只是五行剑刃也很难攻破，因此魏轩又释放出五行风暴，骤然向蛇人女王席卷而去，持续攻击在魔沙护盾上。同时3道五行狂暴也打入魔沙护盾中，虽然没有直接对蛇人女王造成伤害，但能打入魔沙护盾内，也就达到了魏轩想要的效果。锵锵锵！随着一道道五行剑刃和五行风暴的持续攻击，魔沙护盾似乎有了松动的迹象。见此，魏轩立刻一声大喝：爆！打入魔沙护盾中的五行狂暴炸开，轰鸣声起，蛇人女王的魔沙护盾终于一块块散落。吼吼吼！愤怒的咆哮声回荡。蛇人女王显然觉得眼前的试炼者不好对付，于是咆哮间，身体竟开始发生变化。
似乎要强势反击了。只见其本来蛇尾人身的绝美女王，咆哮间竟渐渐化作一条巨蟒。那巨蟒通体紫色，头上长角，且巨口大张，2颗散发着滔天威压的命星被释放出来。同时，女王化作的巨蟒忽然喷出一大片特殊气体。魏轩心中一动，这是肾气，正是肾气。这些肾气瞬间将魏轩笼罩，形成了一个肾之结界。这次好像玩大了。魏轩心惊不已。刚才他不是不想阻止蛇人女王化作巨蟒，也想打断其释放命星，可那一刻对方释放的天地威力太过惊人，他一时间有些被压制住了。此刻反应过来不后，已然来之不及。被肾之结界笼罩在内后，魏轩这才发现自己竟无法动用任何天赋技能，仿佛在这肾之结界内，他的一切手段都失效了。似乎只有肉身没被限制，也就是所谓的4维属性纯战力。这一刻，此肾之结界仿佛天地，而蛇人女王化作的巨蟒就是这天地间的主宰，天地之力尽随其用。这一刻，魏轩喉咙滚动，显然没想到局势会来得这么突然，自己直接被压限制住了。对方释放的那2颗中品命星，看样子还有秘典加持，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全盛状态下也很难对付，更别说此刻他的天赋和技能都无法施展，只能动用纯肉身之力。也就在魏轩心惊间，蛇人女王化作的巨蟒携2颗中品命星向魏轩攻击而来。第123章击杀。眼看女王化作的巨蟒携2颗中品命星向自己攻来，魏轩哪敢应战，直接躲闪逃遁。不过天赋和技能无法施展，魏轩的速度可谓掉了好几个档次，很快便被巨蟒追了上来。2颗命星光是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就压得魏轩有些喘不过气。好在巨蟒在这肾之结界内，似乎也无法动用天赋技能，只能依靠纯肉身和命星作战。可即便是这样，魏轩也难以招架。一来无论凶兽还是异族都比人类的体质要强大，二来对方有命星加持。吼！一声咆哮，巨蟒直接朝魏轩撕咬而去。嗡嗡嗡！猎魔铠甲、猎魔护腕、猎魔靴在这一刻全面开启。砰！巨蟒撞在能量罩上，使能量罩产生了裂痕，里面的魏轩也喷出一抹鲜血。不过巨蟒也被震飞，但显然没造成什么伤势。吼吼！巨蟒发出愤怒的咆哮，再次攻向魏轩。这次2颗命星散发的气息更加强烈，眼看就要攻到时，魏轩忽然迈了一步。也就这一步，让魏轩的身体呈现出一种隐身状态。巨蟒直接穿过了魏轩虚幻的身体，是猎魔靴的功效，若隐若现。下一秒，魏轩的身影重新出现并凝实，但却是跳到了巨蟒的身上。此刻，魏轩手持蛟龙枪，狠狠刺向那巨蟒。枪！蛟龙枪刺在巨蟒身上，并未刺透。要知道，他虽然只能动用纯肉真的4维属性，但力量可是达到了7000多，而且还有蛟龙枪本身的属性加持。这一次竟没有穿透，不过显然也对巨蟒造成了伤势，使巨蟒吃痛咆哮间，蛇尾一摆，想要将魏轩甩下来。但魏轩早有准备，在蛇尾袭来之际再次移动，身体立即处于虚幻隐身状态，无法被攻击到。同时直接开始用自由属性全部加持在力量上。巨蟒疯狂摆动身体，可魏轩始终在移动着。不过这种若隐若现只能持续10秒，于是魏轩在前5秒只是疯狂用自由属性往力量上加点，直到5秒过后，魏轩用掉了7000多点自由属性，力量直接来到了8052。这一刻，魏轩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再次挥动蛟龙枪刺向了巨蟒。吼！这一声咆哮并非巨蟒发出的，而是蛟龙枪的这一次产生了暴击。蛟龙枪化身蛟龙虚影，携带惊人的气势，直接穿透了巨蟒的身体。砰砰砰！撕裂、绞杀！吼吼吼！巨蟒发出痛苦的咆哮，身体狂乱摆动。也就这时，猎魔靴的若隐若现状态消失，魏轩迫不得已被甩了下去。但刚才蛟龙枪的暴击一次，对巨蟒绝对造成了不小的伤势，可依旧无法致命。魏轩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心惊这巨蟒的生命力还真是强大。此刻，巨蟒挣扎了片刻，看向魏轩的眼神充满了暴力。下一刻，巨蟒直接张着血盆大口，2颗命星交错环绕，竟绽放出浓浓的紫光。那紫光仿佛是命星的精华，散发的天地之力直接压制住了魏轩，让魏轩难以动弹。砰砰砰！巨蟒携2颗散发着紫光精华的命星再次撞到了魏轩。这一刻，2个能量护罩没有任何意外，直接崩碎。但同时，护腕能量罩和铠甲能量罩瞬间散发出更为强大的力量。魏轩心中一喜，反震、复制。猎魔铠甲的能量罩在崩碎前，直接将巨蟒以及2颗命星的威力反震在了出去。护腕能量值也吸收了足够的伤害，
复制后落在了巨蟒身上。轰轰轰！甚至结界内轰鸣四起，巨大的战斗波动直接让结界溃散。随之一起崩溃的是魏轩，直接化成了粉末。尽管铠甲能量罩和护腕能量罩抵挡了一部分威力，并反震和复制迸发在巨蟒身上，但他自己也承受不住这股强大的冲击。不过巨蟒也是砰的落在地上，虽未毙命，却也重伤，2颗命星更是小了很多，光辉全无。片刻后，当战斗波动散去，巨蟒将2颗命星收回体内，并冲着魏轩原先的位置发出咆哮，似乎在宣泄，也仿佛在呐喊胜利。可他的咆哮还在回荡间，忽然3道身影突兀的出现，正是魏轩和他的2个化身。本来是3个化身一直隐匿着，但在猎魔铠甲和护腕的能量罩破碎的一瞬间，魏轩就依靠猎魔盔的瞬间进化，让自己的意识融入到了其中一个化身上，使这个化身成为了本体。这就是极道化身的妙用，可以自由切换本体与化身。在生死存亡之际，只要让自己的意识投入到其中一个化身上，那这个化身就能转换成为本体。所以刚才崩溃化为粉末的只是魏轩的一个化身而已。金蝉脱壳，偷梁换柱。当然，这个化身的崩溃也存在了冷却时间，24小时内无法再继续释放。本来可以释放3个极道化身，但在冷却时间只能释放2个了。如果3个化身都崩溃，那24小时内将无法释放出极道化身。此刻魏轩与2个化身的出现，直接让重伤的巨蟒瞳孔收缩，似乎很是难以置信。吼！巨蟒发出挣扎的咆哮，但气势明显已经很弱了。魏轩也不给其过多反抗的机会，直接先是3枚黑暗炮弹。巨蟒显得很是不甘，极力释放出魔沙包裹全身，想要抵挡魏轩的攻击。但魏轩这次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直接让自己和2个化身一起释放5行风暴。同时一道道5行剑刃更是出现。如今他的本体加上2个化身，足足能释放出2000多道剑刃。若是另外一个化身没崩溃的话，本体加3个化身所释放的剑刃几乎接近3000道。此刻2000多道5行剑刃配合5行风暴持续攻击巨蟒。同时乌云压顶运转，天空中大片乌云开始汇聚，狂风四起，雷电交加。随着乌云下降，巨蟒明显感觉到了无限的压力奖励，本来已经脆弱的气势再度下降，其身上的魔沙护盾缓缓出现了裂痕。下一刻，魏轩催动2000多道5行剑刃，形成5行剑神虚像，一刀斩下。同时无数冰刃降临，携带着风雷之力，全部落在了巨蟒的魔沙护盾上。砰砰砰，魔沙护盾骤然溃散。魏轩早已压缩了足够多的5行狂暴，配合着祭出的噬魂钉，瞬间打入巨蟒体内。吼！巨蟒发出凄厉的咆哮，有愤怒又不甘。在其咆哮间，一个巨大的魔物虚影似乎想要脱离巨蟒的身体，可是魂钉却在这时发挥功效，直接开始攻击其魂魄，并逐渐吞噬。爆！随着魏轩一声大喝，5行狂暴在巨蟒体内爆炸开来，巨蟒的身上立即出现了好几个窟窿，尤其是7寸处，血肉模糊，鲜血流淌。第124章魔蛟。击杀蛇人女王，获得能量加8000，猎魔值加5000。恭喜您击杀蛇人女王，爆出猎魔勋章 X80， 修炼石 X20， 黄金宝箱 X2。恭喜您击杀蛇人女王，爆出技能强化录 X2， 技能融合符 X1， C 级天赋融合符 X1。恭喜您击杀蛇人女王，爆出蛇人图腾 X1， 王骨 X1， 沙土元晶 X1。竟然爆出了沙土元晶！魏轩有些惊喜。5行元晶是布置5行绝煞阵的材料之一，此前已找到了煞火元晶，如今又获得了沙土元晶，不错。只可惜这蛇人部落早已不复存在，他击杀的只是侵占了蛇人女王躯体的魔物而已，所以不像巨魔部落和花妖部落那样爆出太多东西。但好在蛇人图腾是获得了，开图任务已然可以激活。不过魏轩没有立刻急着查看，而是先对蛇人女王进行了提炼。提炼蛇人女王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200，修炼值加100，地级黑暗天赋，地级杀之天赋。检测到你已具备 C 级黑暗真意，正在与地级黑暗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C 级黑暗真意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检测到你已具备 C 级5行真意，正在与地级杀之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C 级5行真意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就在魏轩提炼完时，忽然一条小蛇悄悄从巨蟒身上的一个窟窿中探起了头。咦？魏轩定睛一看，那小蛇通体紫色，约莫2指来长，头上还有2只小触角，显得很是特别。不过最让魏轩意外的是，这小家伙竟有着一双拟人化的卡姿兰大眼睛，让其看着十分可爱。紫色小蛇似乎有些胆小，
见魏轩看向他时，快速缩了回去。然而片刻后，他再次悄悄探出头，一双卡姿兰大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魏轩。魏轩笑了笑，用灵眸查看了一下，异兽紫韵天蟒，等级1级，可自行升级。天赋技能来历蛇人女王魅莎的转生体。提示：精血滴落在其触角上，可让其任意为主。居然是魅莎的转生体！想到女王魅莎那妖娆的身姿、绝美的容颜，魏轩忍不住咽了抹口水。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释放出一滴精血，落在了紫韵天蟒那2只小触角上。美人不美人的无所谓，让这魅莎转生体认自己为主，只是单纯的觉得这小家伙可爱，讨人喜。恭喜，紫韵天蟒已认您为主。提示1：紫韵天蟒会给您带来一定气运。提示2：紫韵天蟒可自行成长，亦可和您一起战斗获取能量。一旦成长起来，紫韵天蟒的战力不容小觑。不错，魏轩摸了摸下巴，到时等火雀也在孵化出来，等于自己凭空多了2大助手。正心想间，紫韵天蟒却顺着魏轩的手指爬了上来。因为认魏轩为主的缘故，紫韵天蟒已经对魏轩不再陌生了，反而多了浓浓的亲近感。此刻站在魏轩的手上，紫韵天蟒时而冲魏轩眨眨眼，时而吐吐舌头，对魏轩十分亲密。魏轩和紫韵天蟒一边玩，一边想着小家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长大，然后化为人形，嗨嗨，给你起个小名吧。虽说紫韵天蟒是魅莎的转生体，但也算是一次新生了，起个小名庆祝一下比较好，就叫小紫吧。魏轩起了个比较没水平的名字，自己还觉得相当哇塞，哈哈一笑说道：你去灵界空间找火雀玩吧，虽然那家伙还没孵化，不过已经有意识了。小紫认魏轩为主后，与魏轩心意相通，自然能听懂魏轩说话，于是点了点头，被魏轩送进了灵界空间。接下来魏轩打开了任务栏，开图任务依旧是灰色，但下面却多了一个激活页面。激活！魏轩打开激活页面，立刻便出现了3个框框，将3个王者图腾分别放进3个框框内，开图任务在这一刻直接激活成功。您已激活开图任务，点击可查看。魏轩赶忙查看。开图任务：进入魔蛟祭坛，击杀魔蛟，让其献祭此方天地，破除屏障。是否立即进入魔蛟祭坛？魏轩看了眼任务下方，有一个进入魔蛟祭坛的页面。原来只要激活开图任务后，就能直接前往魔蛟祭坛。想来这魔蛟祭坛也是类似于副本的存在，必须通过开图任务界面进入。对此，魏轩先是调整了一番状态，然后做了些战前的准备，最后毫不犹豫地点击进入魔蛟祭坛。嗡！只见魏轩的身上骤然泛起一片光芒，紧接着一股巨大的吸引传来。下一刻，魏轩直接消失在原地。一阵天旋地转后，魏轩稳住身形，凝眸环顾，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座巨大的祭天。此祭天漂浮于虚入之中，地面上是一条雕刻而成的巨大蜿蜒的魔蛟，栩栩如生。提示：您已进入魔蛟祭坛，1分钟后魔蛟将会出现，请做好准备。魏轩释放出自己的2道化身，准备让2道化身隐匿起来，但却发现在这祭坛中，一切隐匿的遁法手段都无法动用，看来只能硬碰硬死战了。长长舒了口气，魏轩静静等待着。终于，1分钟后，嗡嗡嗡，整个祭坛一阵晃动，大片黑色魔物凭空出现。吼！一声滔天龙吼响彻祭天。魏轩双目一凝，只见祭天地面上的那条被雕刻的魔蛟瞬间活了过来。陡然，那魔蛟冲天起，足足100余丈长，通体漆黑，头长1角2爪，浑身散发着暴力的恐怖气息。魏轩在其跟前小得微不足道，而复苏后的魔蛟也看到了魏轩，感受之下，发现魏轩才15级。一般来说，试炼者达到20级才有资格做开图任务的，可眼下这个试炼者才15级，不知死活的人类，才15级就敢来挑战吾？魔蛟的声音震耳欲聋，似蕴含着些许龙威。蛟虽非龙，但走蛟入海，亦可化龙。斩你，15级足矣。魏轩浑然不惧。狂妄！一个低为世界的试炼区而已，吾要把此区的试炼者全部吃掉，助吾化龙。言下之意，就是这996区无论谁来，都不可能完成开图任务。而试炼者无论和本土玩家还是副本 BOSS 等，利弊都是双向的。试炼者可以击杀本土玩家或副本 B0SS 完成任务以及获得丰厚奖励，而本土玩家和副本 BOSS 等亦可击杀试炼者得到好处。显然，这魔蛟只要阻止此区的试炼者完成开图任何，就有机会化龙。于是魔蛟发出一声咆哮，骤然向魏轩攻去。第125章，声势浩大。恶灵魔蛟，等级20级，战力320星，第1命星中品，第2命星中品，第3命星中品。秘典4阶化龙诀。
天赋：风之真意 C 级，雷之真意 C 级，水之真意 C 级，黑暗真意 C 级。技能来历：千年恶蛟，因灵魂入魔被封困于此，阻止此区试炼者完成开图任务。特性：王级，恶灵，残暴，带化龙，爆率 40%。魏轩在看到魔蛟后，第一时间便施展灵眸查看。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居然能查看到这魔蛟的天赋和秘典情况。3颗完整的中品命星，4种 C 级天赋，这魔蛟相当强悍啊！在此之前，魏轩几乎很难查看到高级凶兽的秘典、天赋和技能情况，如巨魔一族、花妖一族、蛇人女王等就无法查看。这或许跟灵眸的级别不够有关，又或许是对方用了什么特殊手段无法窥探。对此，魏轩也懒得去考究，能否查看对他来说倒也没什么影响。不过这魔蛟居然将秘典修炼到了4阶，还是相当不弱的。秘典可以随着修炼而升阶，但具体修炼难度如何，魏轩却并不知道，毕竟自己还没开始修炼。但想来，想要修炼进阶并不容易，因为他此前虽然无法查看巨魔王、花妖王、蛇人女王的秘典情况，但却敢肯定绝对不超过3阶，甚至巨魔王和花妖王最多只修炼到2阶。由此可见，修炼进阶难度应该不小。吼！就在魏轩暗暗琢磨间，魔蛟先行对他发动了攻击。祭坛上空陡然狂风大作，魔蛟随风一抓，堪比一间屋子大小的蛟龙之抓赫然临近魏轩的头顶。魏轩风一展开，骤然也扇出阵阵狂风，随即躲开魔蛟的一爪，跃上祭坛上空与魔蛟对峙。一记抓空让魔蛟愣了愣，再看眼前这15级的试炼者，一脸轻描淡写，仿佛是一种轻蔑。这让魔蛟瞬间大怒，感觉丢了蛟脸，于是发出一声龙吟，骤然祭坛上空乌云密布，夹杂着无数雷霆。小子，尝尝无知雷霆怒击！这一刻，乌云滚滚，风雷浩荡。然而，魏轩也在这一刻发动了气象天赋，顿时，祭坛上空同样又出现一片乌云。这片乌云比之魔龙制造出来的更加浓郁，且同样风雷交加，声势浩大。魔蛟龙目大睁，显然没想到这试炼者也会风雷天赋。如果说之前他对魏轩还很轻蔑，但现在却认真了几分。轰轰轰！雷霆落下的同时，魔蛟还张开龙口，喷出一股洪流，犹如瀑布倾泻而下。风雷掺杂着雨水，洪流更是泛滥。这样的声势，换做其他人必然会被吓到。但魏轩依旧镇定，他这里同样蕴含风雷，且冰刃遍布。同时，泥之洪流也释放出来，与魔蛟的洪流抗衡。一道道五行剑刃更是被魏轩全面释放，赫然朝魔蛟攻去。轰隆隆！这一刻，虚无动荡，是技能的比拼，也是气象的碰撞。魔蛟眼看自己的手段无法奈何这试炼者，反而还被对方反攻，不禁龙目再次大睁。随着无数五行剑刃向他席卷，魔蛟立刻释放出天地之力进行抵挡。锵锵锵！五行剑刃不断冲击在魔蛟身上，但魔蛟本身就肉体强悍，再加上有天地之力加持，所以很难对其造成伤害。不过好在五行剑刃数量众多，冲击之下也让魔蛟十分狼狈。魏轩这里也好不到哪里，因为魔蛟的风雷洪流此刻蕴含了天地之力，所以他由气象天赋制造的乌云压顶弱了几分。当然，如果魔蛟的风雷洪流没有蕴含天地之力，肯定是不如乌云压顶的。毕竟他的乌云压顶是通过气象天赋释放，而魔蛟的风雷洪流却是依靠单一天赋的配合，相比之下，气象天赋更强。若魏轩释放的不是气象天赋，那在魔蛟蕴含天地之力的风雷洪流下必然不敌，但如今却能抵挡大部分。这就是天赋融合的益处。此刻，魏轩气血翻涌，在天地之力的强势攻击下，不禁涌出一抹鲜血。黑暗炮弹，魏轩不再留手，直接释放出3枚黑暗炮弹，赫然向魔蛟砸去。轰轰轰！随着黑暗炮弹于魔蛟跟前爆炸，魔蛟狼狈地翻腾了几下，虽然受什么伤，但也大怒。正准备发作时，忽然一阵黑暗之气弥漫，瞬间将他笼罩。这是黑暗侵蚀。下一刻，魔蛟忽然心生恐惧，紧接着麻痹、虚弱等负面效果齐至。魏轩见魔蛟中招，立刻操控五行剑刃组成无相剑阵，顿时巨大的五行剑神虚像出现，立刻朝魔蛟斩去。眼看就要斩到魔蛟时，那魔蛟身上顿时释放出一股强大的气息，这股气息夹杂着天地之力，似乎是天地龙威。轰轰轰！巨大的五行神剑斩下，魔蛟骤然跌落在地面，身上终于出现了伤势，掉落了一大片蛟鳞，鲜血流淌，但却并不致命。实在是刚才魔蛟释放了天地龙威，抵挡了一部分五行剑神虚像的伤害，否则对方就算不死，也必定奄奄一息。何况魏轩本来在释放了无相剑阵后，
还准备将元素风暴、五行狂暴全部也施加在魔蛟身上的。可眼下魔蛟依靠天地龙威挣脱负面效果，让他失了时机。吼吼吼！魔蛟怒了，彻底怒了！该死的试炼者，吾要灭了你！废话真多。魏轩不准备给魔蛟喘息的机会，直接释放五行荆棘向魔蛟缠绕而去。然而魔蛟再次腾空而起，当五行荆棘缠住它时，魔蛟直接释放天地之力，将五行荆棘挣脱开。下一刻，魔蛟张开大口，直接吐出3颗命星。3颗中品命星引动的天地之力，隐隐让魏轩有些喘不过气。好！魔蛟发出震怒咆哮，竟直接化身一道巨大的龙卷。此龙卷蕴含其风、雷、水、黑暗4大天赋，更有3颗中品命星被释放后引动的天地之力，甚至还有4阶秘典化龙诀的加持。这应该是魔蛟的最强手段。第126章生死防御。眼看魔蛟化身一道天地龙卷，魏轩立刻释放出地法结界。被地法结界笼罩，魔蛟第一时间受到了磁场控制，一道道蛛丝更是将其束缚。继而鬼蛛魂骨开始将其削弱，五毒之灵更是出现，全面攻击魔蛟。这种手段虽然并不能对魔蛟造成致命伤害，但却也让魔蛟心惊。此试炼者竟还有手段，而且还相当不弱。该死，主宰瞎眼了吗？让这么一个强者在低维世界，就这样的，恐怕比中维世界的试炼者都要强上几分吧。震撼间，魔蛟全力抵挡地法结界的各种手段。不过魔蛟毕竟实力不俗，且有秘典命星释放的天地之力加持，挣脱地法结界只是时间问题。而在这期间，魏轩也没闲着，狂暴之境疯狂压缩。这次不仅仅只是压缩五行狂暴，甚至气象狂暴、黑暗狂暴等全部压缩开来，甚至还释放出2个化身，制造出一个个元素风暴、五行风暴、气象风暴、黑暗风暴。除此之外，本体加2个化身也全面释放剑刃，加起来足足3000道，1000道五行剑刃，1000道气象剑刃，1000道黑暗剑刃。这一次魏轩的战前准备可谓做到了极致。也就这时，地法结界轰然破碎。吼吼吼！魔蛟发出怒吼，无比浪费的出现。显然地法结界虽没能持续困住魔蛟，也没能将其击杀，但却也造成了一定的伤势。这让魔蛟大怒特怒，一个小小的低维世界试炼者，凭什么能将他逼到如此地步？此刻魔蛟破开地法结界后，立刻怒道：吾要将你撕成粉碎！魔蛟浑身充满暴力，这试炼者带给他的震撼太多了。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那该死的结界应该就是这试炼者最后的手段了。然而魔蛟正怒然心想，准备发动攻击时，却瞬间愣住了。只见此刻那试炼者居然一分为3，而且每一个都释放出了3个巨大的风暴，一个蕴含五行，一个蕴含气象，一个蕴含黑暗。这一幕让魔蛟隐隐心悸，但接下来更让他惊恐的是，3个试炼者竟同时释放出3000道剑刃，1000道黑暗，1000道五行，1000道气象，3000剑刃彼此交错汇聚，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虚影神像。那神像通体黑暗，仿佛来自地狱的魔神，但又有五行和气象汇聚。手持巨剑，足足数百丈，比魔蛟还要大上数倍，仿佛要穿透这虚无。这一刻，魔蛟惊恐万分。死吧！魏轩一声大喝，直接将这些手段全面朝魔蛟攻去。吼吼吼！魔蛟发出一声巨吼，透出强烈的愤怒与不甘。眼看所有攻击来临，魔蛟周身的3颗命星竟快速融合在一起。3颗命星融合所形成的那颗命星足足大了数倍，且蕴含强大的龙威和其4大天赋。紧接着魔蛟毫不犹豫地钻进了那颗命星中。见状，魏轩双目一缩。也就这时，他的所有攻击与魔蛟命星碰撞在一起。轰轰轰！这是最强技能与最强命星的碰撞，强大的威压仿佛要撕裂此方虚无。6大风暴、五行、气象、黑暗持续攻击魔蛟命星，巨大的虚影神像也斩落而下。魔蛟命星寸寸裂开。吼！命星内，魔蛟再次发出滔天咆哮，瞬间那命星竟开始不断膨胀。不好！魏轩心头一惊，魔蛟这是要将命星自爆啊！命星自爆产生的威力与击溃命星时造成的冲击完全是两码事。这一刻，魏轩毫不犹豫地释放出了森林幻咒，瞬间一片森林将此方祭坛覆盖。有了森林幻咒产生的眩晕和束缚，命星的气势立刻减少了一些，但依然强大。不过魏轩释放森林幻咒要的是第一种效果，为自己和队友套上一层护盾，并增幅战力和群体治疗。只见魏轩的身上果然多了一层护盾，且战力得到了增幅。下一瞬，轰轰轰！
魔蛟命星自爆开来，强大的能量很快便击溃了6大风暴。神像虚影坚持了片刻，但最终还是崩溃。魏轩的身形直接倒飞出去，但猎魔铠甲和猎魔护腕在这一刻同时开启能量罩。森林幻咒的护盾，2件猎魔套装的能量罩抵挡了不少伤害。可即便如此，魏轩还是喷出2口鲜血，而来不及被他收回的2大化身，在魔蛟命星自爆的冲击下直接崩溃。这种情况，魏轩只能全力保住自己的本体，至于依靠化身的金蝉脱壳、偷梁换柱的保命手段，在这里根本不能用。魔蛟命星自爆是范围性的，蔓延整个祭坛，即便将意识投入到另一个化身中，也依旧难逃命星自爆的冲击。此刻，随着2大化身崩溃，魏轩身上的猎魔护腕能量罩也碎裂开来，紧接着是猎魔铠甲的能量罩，同样寸寸碎裂。好在碎裂时产生了暴击，反震出去一部分伤害，抵挡了1、2。最后是森林幻咒制造出的护盾，同样没能坚持住，快速裂开。当2大能量罩和护盾全部消失后，魏轩立刻一声大喝：“无敌金身！”嗡！魏轩整个人立即化为金色。只不过无敌金身只能持续3秒，而这时魔蛟命星自爆产生的恐怖冲击还在持续，虽然减弱了大部分，但依旧威力强横。哎，如果早些将无敌金身强化一番，应该能多持续几秒吧。当然，现在并非后悔的时候。3秒的时间很快过去，无敌金身进入冷却。魏轩也在这时被强大的冲击覆盖，于祭坛中连续翻滚了好几下。值得庆幸的是，此刻的自爆冲击已经十分微弱了，而且猎魔靴也在这时开启了若隐若现，又让魏轩坚持了一番。再加上他自身的体质真意以及猎魔装备的加持，所以魏轩在这自爆冲击中活了下来。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猎魔铠甲、猎魔护腕以及猎魔盔的致命防御属性，在最后关头捡回了他一条命。直到此刻，自爆冲击终于散去，魏轩虽保住一命，可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似动弹一下都无比艰难。这次他是真的重伤了，也真正让他见识到了命星的恐怖。哪怕他手段众多，却在命星的自爆下，依旧一只脚踏入了鬼门关。点亮命星，一定要尽快点亮命星。没有命星，哪怕再强也是处于弱势，差距真的是太大了。就在魏轩心想间，忽然一股危机的气息将他笼罩。魏轩艰难地撇过头，这一看，瞬间头皮发麻。那魔蛟居然没死。第127章破开隔绝屏障，魔蛟没死。魏轩瞳孔不禁收缩。不过魔蛟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也同样奄奄一息，只是对方竟还有一丝力气。这一丝力气没办法使其腾空，可却能驱使对方向他爬来。该死的试炼者，没想到吧？无自爆命星尚能活命。无虽是蛟，但魂已入魔，生出一丝龙魄，可保无一命。不得不说，你很强大，在无命星融合的自爆下，依旧没死。若你点亮命星，吾今日必亡。但可惜你没点亮命星，所以今日终究要被吾吃掉。哈哈！大笑间，魔蛟咳出一抹鲜血，于是赶忙不再废话，带着浓浓的暴力向魏轩爬去。魏轩此刻根本无法施展任何技能，甚至连身体都很难动弹。可坐以待毙不是他的风格，于是趁着魔蛟缓慢爬向他间，魏轩闭上了眼。魔蛟见状更加兴奋，觉得这试炼者肯定是认命了，所以爬行的速度微微加快，似迫不及待的想要将魏轩吃掉。直到片刻后，魔蛟终于临近了魏轩。可就在这时，一条紫色小蛇忽然出现，嘴里还叼着一些灵植。紫色小蛇正是紫韵天蟒小紫。刚才魏轩闭眼也是在用心念与小紫沟通，再加上火雀虽未孵化，但却已诞生心智。于是在火雀的指导和魏轩的心念沟通下，小紫在灵界空间找了些恢复伤势的灵植。此刻小紫叼着灵植爬到魏轩下巴处，将灵植送到了魏轩嘴边。魏轩立刻吃了下去。魔蛟见此不禁冷笑，现在恢复晚了。确实，他眼看就要爬到魏轩跟前了，而在这期间，就算魏轩吃了恢复伤势的灵植，也很难快速恢复。不过魏轩吃下灵植并不需要恢复多少，能抬手就够了。大概1分钟后，魔蛟终于爬到了魏轩跟前。兴奋的魔蛟艰难地张开大口，下一刻就要将魏轩吞掉。可就在这时，魏轩某种寒光一闪，立刻抬起了手。这一刻，手上的猎魔手套泛起光芒，骤然释放出5道狂暴之劲：2道气象狂暴，2道五行狂暴，1道黑暗狂暴。自然是魏轩之前压缩在猎魔手套中的。嗖嗖嗖，5道狂暴之劲快速迸发出去，直接通过魔蛟的大口打入其体内。在5道狂暴之劲的威力下，魔蛟巨大的身体立刻倒飞出去。噗！
扑通，重重跌落在远处。不可能！你聒噪！魏轩懒得跟着魔蛟废话，直接一声大喝：爆！下一秒，砰砰砰，5道狂暴之劲在魔蛟体内炸开，其中有2道更是在其7寸处。魔蛟带着凄厉的惨叫，一头垂了下去，蛟身血肉模糊，已然毙命。击杀魔蛟，获得能量加20000，猎魔值加15000。恭喜您击杀魔蛟，爆出猎魔勋章 X150，修炼石 X30，黄金宝箱 X3。恭喜您击杀魔蛟，爆出技能强化录 X5，技能融合符 X2， B 级天赋融合符 X1。恭喜您击杀魔蛟，爆出王骨 X1， 水之元晶 X1。恭喜您击杀魔蛟，爆出奇物龙源。呼！魏轩长长松了口气，随即嘴角露出一抹微笑。总算把你这魔蛟击杀了，开图任务应该算完成了吧？正在魏轩心想间，那已经死去的魔蛟尸体忽然开始点点消散。我靠！魏轩在心里卧了个大槽，他还没对魔蛟尸体进行提炼呢。唉，说白了还是自己现在不能动。尼玛，亏了呀！魏轩撇嘴，眼睁睁看着魔蛟的尸体渐渐消散成无数光点，继而融入此方虚无。恭喜您成功击杀魔蛟，完成开图任务。任务奖励4维属性加500，财富加5000，紫金宝箱 X1。提示：魔蛟已融入此方天地，996区隔绝屏障正在解除。片刻后，轰隆隆，整个996区开始震荡，天空之上一个巨大的屏障浮现而出。这一刻，所有魏村村民抬头望向上空，发生了什么？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天罚？所有村民都心惊不已。不过很快，天空中的屏障开始出现裂痕。片刻后，轰，屏障骤然碎去。公告：玩家魏轩完成996区开图任务，打破隔绝屏障，成就加30。提示：996区正式连通7号域世界。哇，原来是老大完成开图任务了呀！老大好厉害！以后我们996区就正式连通7号域世界了。域世界肯定资源丰富，不过老大说过，域世界存在许多本土玩家，实力肯定不弱，我们得小心才行。老大在前面为我们开路，我们也不能拖老大后腿，得努力变强啊！是的，不能总让老大一个人承担所有。魏轩没关注聊天频道，此刻他已离开了魔蛟祭坛，重新躺在沙漠之中。不过这时的他已经恢复了一些伤势，可以站起来了。此番击杀魔蛟虽然没能提炼，但也爆出了水之元晶。如今5行元晶他已集齐3个，分别说煞火元晶、沙土元晶、水之元晶，再有2个就能布置5行绝煞阵了。除此之外，完成开图任务还奖励了一个紫金宝箱。如今他黄金宝箱已有11个，紫金宝箱1个，再集齐9个黄金宝箱，就能合成一个钻石宝箱了。魏轩将宝箱整理好，最后取出了一枚拳头大小、散发着光芒的物品，正是龙元。龙元将其炼化后，可获得一丝真龙血脉。魏轩查看完，正准备一口吃掉时，忽然手上的小紫爬到龙元上，一脸激动且期待的表情。那双卡姿兰大眼睛充满请求地望着魏轩。魏轩愣了愣，随即便明白这小家伙是想要这龙元。想想也是，小紫是紫运天蟒，但也有化龙的机会，而这龙元等同于是让小紫有了化龙的契机。行，给你。魏轩笑了笑，这龙元就算他现在将之炼化，也只是能获得一丝真龙血脉，并非完整的，对他的实力提升不是很大。可如果给了小紫，对小紫的帮助可是很大的，毕竟这龙元适合小紫，等于给小紫开辟了化龙之路。何况在魔蛟祭坛时，最后的生死关头，要不是小紫把灵植送到他嘴边，他连抬手催动猎魔手套的力气都没有，估计早就被魔蛟吃了。说起来，小紫也算救了他一命，所以让小紫成长对他也是一种提升。这样想着，魏轩将龙元递向小紫，小紫立刻露出开心的表情，很萌很可爱，还忍不住跳到魏轩脸上，狠狠亲了一口。你这小家伙，快去灵界空间炼化吧。魏轩笑了笑，见小紫点头后，便将其送进了灵界空间。而接下来，魏轩有些期待地打开了小地图，果然多了7号域世界的格局。第128章7号域世界的4大版图。魏轩打开小地图，查看7号域世界的格局。7号域世界有4大版图，分为玄黄、乱葬海、守望之地、神陨之巅。其中光是最小的玄黄版图就堪比近100个区世界，而每个版图也都标注了不少等级区，如玄黄版图就划分一些20级区、25级区、30级区。此外，按照小地图提示，域世界有许多村庄、部落、领地，甚至是城镇等势力。不过这些势力并没有明确的标注。当然，
玄天殿是有标注的，确切的说是通往玄天殿的传送入口。4大版图标注着不少玄天殿的传送入口。拿玄黄版图来说，20级区有一个，30级区和40级区也各有一个。不难猜测，玄天殿只有一个，但却是虚无缥缈的。7号域世界的所有人想要进玄天殿，必须得通过指定的传送入口。魏轩看了看，目前离自己最近的自然就是玄黄版图20级区的那个传送入口。只要穿过这蛇人部落所在的沙漠，一直往南就可以抵达。但在前往域世界前，肯定的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有一点比较尴尬，就是自己目前的化身都进入了冷却时间，需要等20多个小时后才能重新释放。想要在这期间继续释放，只能将极道化身这个技能强化到30。强化到30后，可释放4个化身，这样一来，哪怕另外3个处在冷却时间，新强化出来的第4个化身也能释放。于是魏轩查看一番，目前有7瓶技能强化录，应该够了。当即便开始对极道化身进行强化。片刻后，7瓶技能强化录刚好将极道化身强化到30，这应该还有小紫给自己带来的些许气运成分。等小紫长大，这种气运会更大。心想间，魏轩打开主宰面板。玩家魏轩，等级15级1430002000000，猎魔者14级85000100000，成就顶级新手1811200，力量8552 B 级力之奥义，敏捷8046 C 级素之真意，体力8028 C 级体之真意，精神8089 B 级念之奥义，抗性五行抗性加1000，毒抗加1000，暗抗加1000，减抗五行减抗加320，减毒抗加220，减暗抗加220。元素天赋五行真意 C 级，黑暗真意 C 级，毒之真意 C 级，气象真意 C 级。本命天赋完美提炼。技能灵眸五行遁法，风翼魂骨，无敌金身，森林幻咒，强化加20，乌云压顶，强化加20，地法结界，强化加20，黑暗炮弹，强化加20，无香剑阵，强化加20，极道化身，强化加30，黄暴之境，强化加30，元素风暴，强化加20。武器蛟龙枪，穿云弓。装备猎魔铠甲，猎魔手套，猎魔护腕，猎魔靴，猎魔盔。战力315星，自由属性2200，修炼值3080，财富值512000。物品猎魔勋章850，修炼时290，技能融合符3， B 级天赋融合符2， C 级天赋融合符3，黄金宝箱11，紫金宝箱1，王骨4，火琉璃175，地煞木115。唉，需求还是很大啊。魏轩微微叹了口气，技能融合符只有3个，什么技能都融合不了，只能先留着。天赋融合符也是 B 级的，暂时用不到， C 级的也是数量不够，没办法融合天赋，顶多提升一下成功率。除此之外，自由属性也极其欠缺。通过与魔蛟的一战，他深知在这主宰世界没有绝对的强大，有的只是尽可能的弥补自身的战斗缺陷。魏轩如今有五行抗性和减抗，也有毒以及黑暗，但风雷冰这些却没有。不过发展到如今，他也不用刻意提炼风雷冰等属性，因为只要有足够的自由属性，就能扩展出其他抗性和减抗属性。换句话说，如果此前对付魔蛟时，只要有足够的抗性和减抗性，那他也不可能到最后无法动弹，险些死亡。只是随着等级和实力的提升，对4维属性的加点也越来越难，提高战力更是不易。所以积攒更多的自由属性十分关键。别说成千上万了，就算100万、1000万，他魏轩也不嫌多。然而魏轩压根就没考虑，他倒可以不断提炼自由属性，但别人呢？这货就是太强了，强到一路单枪匹马闯副本做任务，所以对付魔蛟身受重伤这种情况让他很是不满。此刻魏轩收起思绪，开始全力恢复伤势。等到恢复50%时，他索性又处理起了那些凶兽尸体。自己开的店铺里已经有不少凶兽尸体了，而且这些凶兽尸体全都自动分类了，每个格子代表100单位，也就是100只凶兽尸体。比如獠牙野猪的尸体就全部在一个店铺格子里，一目了然。当即魏轩开始了将这些凶兽尸体进行处理、烧烤，然后提炼。大概1个小时后，所有凶兽尸体全部制作成了精品烤肉。魏轩直接在商城里进行了一波回收，竟然多了足足100多万财富值。看来随着魏村成员的等级提升，实力也越强，猎杀凶兽的效率也快了很多。
这时，魏轩又注意到了自己店铺里的财富值。此前他向店铺前后充了11万多的财富值，而现在只剩3万多了。刚才自己提炼的精品烤肉回收出了100多万财富值，这是包括有自己攒的凶兽尸体。如果抛开自己攒的，光是魏村成员售卖给自己的凶兽尸体，差不多是让自己赚了80万左右。这么算的话，自己往店铺里充的财富值跟回头收获的财富值比例是1点10分，也就是说，自己往商城里充10万财富值，那收获就是100万。当然，这比例肯定有些许误差，但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比例，还不错。于是，魏轩查看了一下自己目前所拥有的自由财富值1605000，然后一发狠，直接又往店铺里充了60万零5000，60多万财富值应该够魏村成员售卖不少凶兽尸体了。自己保留100万，合理。将一切都整理完，魏轩也基本恢复到了全胜状态。也就这时，聊天频道忽然闪动，有人在艾特自己。第129章，前往御世界。魏轩打开聊天频道，陈岩艾特魏轩，老大，御世界开通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前往玄天殿点亮命星了？萧晨，是啊，老大，没点亮命星，我们刷怪实在是太被动了。方文，魏轩哥哥，我上次遇到一只命星凶兽，差点吓尿，要不是我跑得快，恐怕命都要丢了。呜呜。柳烟，臭文文，你跟老大说话别这么嗲声嗲气的好不好，显得很骚情。方文，慕宁雪艾特魏轩，我们一起组队穿过蛮荒大地，你觉得可以吗？王志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所有达到100星战力的成员一起组队前往玄天殿，这样机会大些。杨云峰艾特魏轩，老大请指示。不凡艾特魏轩，老大在忙吗？周恒艾特魏轩，老大。所有达到100星战力的成员全都迫不及待地艾特起了魏轩，主要是没有魏轩的指示，他们也不敢贸然前往玄天殿，毕竟想要抵达玄天殿必须得横穿蛮荒大地，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这些人至于都没踏入过蛮荒大地，毕竟命星凶兽即便再少，可蛮荒大地的命星凶兽相对来说还是容易遇到的。魏轩看到陈岩、慕宁雪等人艾特自己，不禁陷入了沉思。如果陈岩、慕宁雪等人组队的话，应该是可以击杀一些普通命星凶兽的，但事物绝对，他也保不住陈岩、慕宁雪等人会不会遇到难缠的命星凶兽，从而全军覆没，这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如今996区刚打通御世界，他自己还没抵达御世界呢，所以御世界究竟什么情况他也不清楚。所以陈岩、慕宁雪等一批人组队，目标太大，万一刚到御世界就遇到了本土玩家，也很容易出问题。可是一直拖着不让他们点亮命星也不是个事儿。既然陈岩等人加入到魏村，对他无比信任，那他就有义务带领大家生存且变强。因此魏轩一时间陷入了沉思。片刻后，魏轩脑海中灵光一闪，不知道定位符定位后还能不能交易。想到这里，魏轩立刻打开村庄商城，在特殊频道里找到了定位符，虽然是白色的，但也蕴含10次传送机会，够用了。于是魏轩立刻花了1000财富值购买了一张，继而将之定位。随之魏轩又尝试向村庄仓库储存，一旦储存成功，那他的计划就可行。嗡，光芒闪烁，储存成功了。只不过他只收获了800点贡献值，好坑啊！1000财富值购买的定位符储存到村庄仓库，只获得了800点贡献值。虽然财富值和贡献值的等价比是1比1，但在商城购买的物品一经手，再储存到村庄仓库却是亏的。不过直接用贡献值兑换财富值倒是正常的1比1。此刻魏轩打开村庄仓库看了眼，发现经过魏村全体成员的努力，如今村庄仓库已经初具规模了。财富值10500，武器2174，装备2036，药品520，材料7700，奇货1。其中武器和装备大部分都是魏轩储存的，不过奇货倒是有一个，魏轩忍不住点开查看。好吧，只是1级天赋融合符，也不知道是哪个货储存进来的，这么好的东西居然没自己留着。然而转念一想，可能对方用不到吧，毕竟目前大部分人都还只有1个天赋，与其一直留着，不如现在转换成贡献值提升实力，没毛病。当然魏轩也用不到。这时聊天频道继续闪烁，陈岩等人还在等魏轩回话。于是魏轩发言道，刚才我往村庄仓库储存了一张已经定位过的定位符，发现可以储存，也就是说定位过的定位符是可以互相交易的。见魏轩说话，陈岩等人立刻来了精神。陈岩，老大，你终于来了。萧晨，定位过的定位符可以相互交易，老大的意思是？周恒，老大，
你是不是有什么好的想法？方文，哎呀，你们别打断魏轩哥哥，让魏轩哥哥继续说嘛。王志凯，哦，好。杨云峰，老大，请继续。魏轩继续说道：我的意思是，即便你们现在组队横穿蛮荒大地，我也不敢保证你们不会有危险，毕竟蛮荒大地命星凶兽还是比较容易遇到的。当然，我倒是可以带你们，可关键我现在也还没前往玉世界，并不知道玉世界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我们人太多的话，目标会很大，万一遇到玉世界的本土玩家，很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可以让我先去玉世界探探路，等我抵达玄天殿摸清套路后，可以购买一批定位符，全部定位在玄天殿传送入口，这样你们到时直接购买这些定位符，就可以不用横穿蛮荒大地了。等到魏轩说完，陈岩等人瞬间感动了。陈岩，老大，你这等于是在给我们开路啊。萧晨，是啊，老大，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周恒，哎，这样是不是显得我们很菜啊？柳烟，跟老大一比，我们肯定菜。方文，魏轩哥哥，么么哒。杨云峰，文文，要不你直接问问老大，把你收了吧。不烦，我看行，就当替我们报答老大了。嘿嘿。慕宁雪，魏轩也是一脸黑线，脑海中情不自禁浮现出方文那凹凸有致的身段。嗨嗨，你们继续猥琐发育吧，我也得朝玉世界赶路了。说完，魏轩便关闭了聊天频道。确定自己的伤势和状态全都恢复后，魏轩风翼一展，跃上高空，朝着玉世界的玄黄板块出发。一路上，凡是遇到头目级以上的凶兽，全都随手击杀。捣毁3大王者部落，又击毙魔蛟后，如今魏轩在这蛮荒大地，只要不触发特殊副本，基本是可以横着走的。第130章，受伤的少女。前往玉世界的这一路，魏轩收获了不少。12万点能量，目前是15级，2630002000000。猎魔值7万，现已达到14级，1550001000000。猎魔勋章 X240 1090，修炼石 X20 310，黄金宝箱 X4 15， C 级天赋融合符 X2 5，技能融合符 X3 6，技能强化录 X12，修炼值加200 3280，自由属性加2560 4760。噬魂钉依旧还是中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进阶成上品。当然，中品的噬魂钉威力已然不弱了，但如果能进阶成上品，将会更恐怖。除此之外，素质天赋和体质天赋也进化到了 B 级，素质奥义和体质奥义。至于元素天赋，并没有达到 B 级的，实在是五行天赋和气象天赋进阶的难度太大，但威力和效果也非同一般。尽管还只是 C 级，但比一些 B 级天赋都厉害，甚至直逼 A 级。魏轩一边查看自己这一路的收获，一边暗暗思索。最后，他将12瓶技能强化录用掉，先是用掉8瓶，将无香剑阵强化到30，剩下的4瓶强化在了无敌金身上。当无敌金身强化到10后，魏轩有些惊喜，果然持续时间从一开始的3秒达到了5秒。而除了持续时间提高之外，无敌金身的功效也发生了改变。此前无敌金身一开，他是无法动弹的，就像 LOL 里的中亚一样。但现在经过强化，哪怕开启无敌金身后，他也可以移动。虽然无法释放天赋和技能，而且移动速度也会变慢，但却是一个好的征兆。想来随着不断强化，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如果在开启无敌金身间，他可以正常移动的话，那就厉害了。能无视任何伤害的小金人，直接贴身跟你打，就问你怕不怕？魏轩歪歪了一阵儿，然后将目光放在了技能融合符和 C 级天赋融合符上。想了想，技能融合符暂时用不到，可以先留着。而且技能融合符也没有等级限制，后续如果获得新技能，随时都能用。但 C 级天赋融合符不同，一旦他的那些天赋达到 B 级，那 C 级的就用不上了。所以，即便现在 C 级天赋融合符只有5张，也得全部用掉。就算融合不成功，也能提升一下融合成功率。于是，魏轩打开元素天赋栏，选中了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2大天赋。魏轩隐隐觉得，一旦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融合成功，威力肯定会再次大增，而且附带毒之功效。这样想着，魏轩毫不犹豫地将2种天赋进行融合。很遗憾，您的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融合失败。提示：您的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的融合成功率提高 5%， 之前的融合成功率是 30%， 目前增加5%，达到了 35%。继续。很遗憾，您的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融合失败。提示：您的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的融合成功率提高 5%。再继续。很遗憾，您的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融合失败。提示：您的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的
融合成功率提高 5%。很遗憾，您的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融合失败。提示：您的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的融合成功率提高 5%。最后如魏轩所料，将5张 C 级天赋融合符全部用掉后，也没能融合成功，成功率也只是达到 55%。唉，太难了，要不直接在商城里购买几张 C 级天赋融合符？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魏轩打消了。尽管他现在有100万现成的财富值，但一张 C 级天赋融合符就要10万，买5张就得消耗1半，50万财富值啊！魏村其他成员得攒多久才能攒够50万？自己用这钱买 C 级天赋融合符，属实有些浪费。毕竟后续他刷怪还可以再获取，而且以后自己有的是花钱的地方。不说别的，就拿以后天赋进化到 B 级或 A 级来说，恐怕 B 级和 A 级的天赋融合符不好获得吧。商城里的 B 级天赋融合符一张就得50万， A 级的话怎么也得100万，所以越到后面就越烧钱。自己目前看着有100万财富值，但其实想想也不算很多。想到这里，魏轩果断关闭了主宰光屏，开始全速赶路。如今他已穿过了蛇人部落所在的沙漠，来到了蛮荒地带边缘。随着魏轩一路飞行，终于在片刻后离开了996区的范围，进入到了玉世界。下方是偌大的森林，即便魏轩身处高空，也一眼望不到边。根据小地图显示，这处森林名为天罚，是玄黄版图中一片20级区，而玄天殿就在这天罚森林中。魏轩根据小地图上显示的玄天殿位置行进，大概1刻钟后，忽然一声巨吼从下方传来，紧接着是一阵惊叫。以魏轩现在的感知，听得十分清楚，那惊叫好像是人类发出来的。于是他眉头微皱，略作犹豫后朝下方飞去。尽管出来玉世界，他还不知道玉世界的势力分布情况，也不想惹太多麻烦，但这并不代表就忽略一切事物。越不清楚情况，越要接触人和事，只有这样才能快速了解玉世界。当然主要也是这天罚森林只是一片20级区，无论凶兽还是副本 BOSS 亦或者本土玩家都在20级左右。20级的存在，即便点亮了3、4颗命星，他亦可应付。此刻魏轩还没飞到地面，刚接触到森林，身影便直接消失。以五行遁法，在这片森林中隐匿身形，并顺着发出惊叫的位置行去。很快，魏轩便看到几只狼形凶兽正在围攻一名少女。那少女18、19岁左右的样子，身上穿着一件凶兽皮衣，脖子上还挂着一串兽骨磨成的项坠，看着有些像原始人。不过少女的样貌却很漂亮，尽管穿着兽皮衣，但依旧难掩那玲珑有致的身材。漂亮的脸蛋儿丝毫不输穆宁雪，只是因为年纪尚小，所以少了些成熟的韵味，反而更多的是清纯与可爱。在少女不远处，2名中年男子躺在地上，俨然成了尸体，死于那几只狼形凶兽。少女也明显受了伤，嘴角挂着丝丝鲜血，但她俏脸透出哀伤，手里拿着一把短剑，倔强地与那几只狼形凶兽对战。不过少女显然不敌那几只狼形凶兽，应该很快就会被击败。魏轩也在这时施展灵眸，对那几只狼形凶兽以及少女进行了查看。第131章风铃儿，凶兽黑琳狼，等级20级，第一命星，已点亮 20%， 天赋超狂力1级，战力150星，特性凶残，魔气侵染，嗜血，群居，爆率 10%， 凶兽变异黑琳狼，等级20级，天赋超玄力地级，技能嗜血，战力180星，第一命星，已点亮 40%， 特性变异魔气侵染，凶残，嗜血，群居，爆率 12%。 原来只是一只变异级和4只普通黑琳狼。目前这种级别的凶兽，魏轩击杀起来根本不费任何吹灰之力。看来这玉世界也并不全是厉害的凶兽，毕竟有本土玩家的存在，本土玩家也得用低层次的凶兽练级不是？心想间，魏轩又查看那名少女。人类风铃儿，破咒者，等级15级，战力120星，天赋未觉醒，来历曾经的风氏一族因在一场争霸排位赛中未能进入千名之列，故被主宰抛弃。竟是破咒者！魏轩心中一动，不过这个破咒者并不能对他造成威胁，而且跟5大罪使那样的破咒者不一样，这个名为风铃儿的破咒者并没有显示跟魔物有什么关系。公主的解答说过，破咒者跟试炼者之间并不一定就是敌对关系，也可以是友好的。虽然这种友好的关系很少，但却不代表没有。当然，即便如此，魏轩遇到破咒者时，心中也暗暗谨慎。可就在这时，一则主宰提示响起。提示：您首次遇见正义破咒者，
触发收拢正义破破咒者的任务，点击可查看。咦，正义破破咒者？魏轩微微错愕，照这么说，之前遇到的5大罪使就是邪恶破咒者。显然，邪恶破咒者跟试炼者就是敌对关系。那么，正义破咒者跟试炼者就是友好关系？应该并不绝对，只能说友好的几率比较大而已。魏轩心想间，也查看了刚刚触发的任务。任务：收拢正义破咒者。内容：拯救正义破咒者风铃儿，将其送回部族，并让风氏部族认您为主。任务奖励：能量加10000，四维属性加200，紫金宝箱 X1，中阶村庄升级令。是否接受此任务？这个任务是自由性的，可以接受，也可以放弃。但魏轩直接选择了接受，不说有能量和4维属性的奖励，而且还直接奖励一个紫金宝箱。最重要的是中阶村庄升级令，这可十分关键。也就在魏轩选择了接受任务时，风铃儿也浑身是伤的摔倒在地。其实，如果那几只黑琳狼想要吃掉风铃儿的话，风铃儿根本坚持不到现在，甚至最多1-2个回合，风铃儿就得丧命于黑琳狼之口。不过这些黑琳狼虽然实力不怎么样，但好像开了黑琳狼，刚才一直在像玩猎物似的折磨风铃儿。直到此刻，那几只黑琳狼好像玩够了，见风铃儿跌倒在地后，终于张着血盆大口向风铃儿撕咬过去。风铃儿闭上双眼，一副绝望的样子。可就在这时，嗖嗖嗖几道利刃破空之声响起，风铃儿闭着眼，无比紧张。然而等了片刻，发现自己还没被吃掉，这让他有些生气，搞什么嘛？于是他睁开眼，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名青年。而那几只黑琳狼此刻倒在地上，鲜血流淌，俨然成了几具尸体。您是伟大的试炼者。风铃儿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魏轩，他也是下意识猜测面前的青年就是试炼者，因为对方穿的衣服有些不一样。好在无论试炼者还是本土玩家，亦或者其他族类，与这主宰宇宙中的语言都被同化了，所以彼此都能听懂。魏轩点了点头，蹲下身说道：“我先帮你疗伤。”风铃儿自然清楚是眼前的试炼者救了他，于是轻凝同意。他倒也不怕这试炼者会害他，如果真要害他，以他现在的状态，根本不能有任何反抗。对方一瞬间能就轻松解决掉那几只黑琳狼，可见这试炼者的实力还是很强的，很强的试炼者。想到这里，风铃儿忽然面露欣喜。阿公曾经说过，如果遇到靠谱的试炼者，那他们风氏一族就有机会破解身上的禁咒了。一旦破解禁咒，他们风氏一族就能觉醒天赋，重新使用主宰光屏，无论等级还是战力，都不再有任何限制。他自己运气太好了，哎，就是可惜了部族中的那2位阿叔。如果这试炼者能早点出现，2位阿叔就不会死了。想到这里，风铃儿又是一阵感伤。这时，魏轩也将手掌按在风铃儿身上，帮风铃儿疗伤。虽然他的治疗技能已经融合到了森林幻咒中，但五行天赋中包含木系和水系，木系和水系自带治疗功效，再加上五行天赋的相辅相成，所以治疗效果比之前的治疗技能都强上不少。这也是他之前在击杀魔蛟后受了那么重的伤，却依旧能快速恢复过来的原因。虽然有灵植等辅助，但最关键的还是木水双系的配合效果。魏轩将手掌按在风铃儿身上的一刻，小姑娘俏脸一红，显然有些害羞。不过她并没有反抗，而是感受着身上的伤势在快速恢复着，这让她不禁惊奇，这种治疗手段简直太棒了。像他们风氏部族，以往有人受伤时还得寻找各种草药，然后再由部族中的配药师进行熬制，这种疗伤方式很是艰苦。说白了，还是因为他们没办法觉醒天赋，更不能使用主宰光屏，所以就很被动。想到这里，风铃儿看向魏轩，更加坚定这个试炼者很不简单。如果可以的话，他要带这个试炼者回部族，让阿公带领全族认这试炼者为主，以此解除身上的禁咒。片刻后，风铃儿的伤势完全恢复。魏轩收回手，看向风铃儿，发现这小姑娘近看的话更加漂亮。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皮肤还这么白皙如玉，真应了那句话：天生丽质。公，谢谢您救我。风铃儿此刻站起身，朝魏轩弯腰施了一礼，然后又自我介绍道：“我叫风铃儿，是风氏部族的一员。哦，前面没多远就是我们风氏部族。”魏轩点了点头：“我叫魏轩。那我叫您魏大哥可以吗？”风铃儿看向魏轩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很是可爱。可以。哈魏大哥，我能带您去我们风氏部族吗？风铃儿说完，内心有些忐忑，似乎生怕魏轩不同意，于是又补充道：“是这样的，邀请魏大哥您去我们风氏部族，一是我想报答您，二是我觉得您就是我们风氏部族一直在等待的伟大试炼者。”说完，风铃儿似乎怕魏轩不懂他的意思，所以又赶忙解释道：“其实我们风氏部族是被主宰抛弃的一族，在这里等待几百年，
一直在等能拯救我们风氏一族的试炼者出现。刚才您瞬间就秒杀了那几只黑琳狼，所以我想，您肯定就是我们风氏部族一直在等待的伟大试炼者。具体情况，等到了风氏部族，我让我阿公跟您说，可以吗？风铃儿说完，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魏轩，充满了期待。魏轩内心动容，通过跟风铃儿短暂的交谈，他判断出这小姑娘有些单纯，没有心机。不过话说回来，也可能是风铃儿迫切的想要让风氏一族破除主宰禁咒。幸亏是遇见了他，要是遇见别有用心之人，很可能会被利用。此刻，风铃儿见魏轩不说话，以为魏轩会拒绝他，于是低下头，轻轻叹了口气。谁知下一秒，魏轩便说道：“带路吧。”哈！风铃儿立刻抬起头，美眸闪亮。魏大哥这是答应了。第132章，风氏不足。愣着干什么？带路啊！魏轩见风铃儿待在原地不动，忍不住催促道：“啊哦！”风铃儿反应过来，刚准备走时，忽然看向地上那2位部族中的长辈，面露伤感道：“魏大哥，我能不能带上2位阿叔的遗体，把他们安葬在部族？”魏轩心中一动，这小姑娘心底不错，于是点了点头。得到魏轩同意，风铃儿赶忙走过去，就要扛起风氏部族那2名男子的尸体。看他那匆忙的样子，似乎生怕耽误时间过长，魏轩会反悔似的。见此，魏轩摇了摇头，然后大手一挥，将那2名男子以及黑琳狼尸体全部收入了储物空间。走吧。魏轩走到发愣的风铃儿跟前，我把他们都收进储物空间了。哦，多谢魏大哥。风铃儿感觉好神奇，越发觉得能使用主宰光屏实在是太幸福了。听阿公说，不是所有试炼者都是好人，很多试炼者其实对他们这样的弱小破咒者很不友善，所以得防着。但风铃儿觉得魏大哥这位试炼者是个大好人。心想间，风铃儿也在前面带起了路，边走边对魏轩说道：“魏大哥，我们向南大概走半个小时就到了，很快的。”他似乎怕耽搁魏轩宝贵的时间，毕竟试炼者是需要争夺每分每秒的。果然，一听要走半个小时，魏轩就忍不住眉头微皱，紧接着上前一步，一把搂住风铃儿纤细的小蛮腰：“还是我带你吧。”说着，魏轩便风翼展开，直接飞上高空。啊！风铃儿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等到反应过来时，却又显得十分兴奋。飞翔的感觉好爽啊！魏大哥果然厉害，居然能长出翅膀飞行。然而，当他感受到腰间的大手以及面庞温柔的呼吸时，却又忍不住娇颜一红。就这样，本来要走半个小时的路程，结果魏轩只飞了3-5分钟，就远远看到了在底下的森林中坐落着一些建筑。魏大哥，那就是我们风氏部族。风铃儿赶忙伸出匆匆玉指说道。魏轩点了点头，向下方落去。风氏部族位于天罚森林最北边，算是天罚森林中最弱小的部族了。不过曾经的风氏部族其实并不弱，而且还在天罚森林中紧挨玄天殿传送入口的位置。可因为数百年无法使用主宰光屏，且他们的等级也有一定限制，所以到现在几乎谁都可以欺负他们。他们也是迫不得已才躲到这最北边的位置。但即便如此，也依旧有一些凶兽是他们惹不起的，比如黑琳狼。总之，如果再无法破解风氏一族的禁咒，他们很快就会彻底灭亡。彼时，风氏部族最中间的一座房屋中汇聚了不少族人。坐在首座的是一位白发老者，身形枯瘦，布满皱纹的脸上尽显怅然。阿公，灵儿到现在都没回来，我们赶紧再去找吧。一位壮实的少男焦急道：“哎，灵儿这娃简直太傻了，见我们在黑琳狼的围攻下受伤后，居然自己将狼群引开。”另一位身上带伤的中年男子说道：“虽然大广和大志他们后面追了过去，但……”说到最后，男子深深叹了口气。所有人都清楚，恐怕风铃儿和大广大志已经凶多吉少了。阿公，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破解身上的禁咒？这样下去，我们风氏一族迟早会灭亡。原先那少男一脸愤怒道：“现在我们风氏一族不断被欺负，甚至为了苟活，连出去打猎都不敢。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出去一次，还遭遇了黑琳狼群，这种日子实在太憋屈了。反正迟早都是死，与其这样，还不如去找那黑琳狼，能杀一只是一只，就当是给灵儿和2位阿叔报仇了。”说着，少男起身就要离开。无绝。这时，首座的白发老者叫住了少男，起身道：“你还年轻，怎能轻易谈死？让我这老头子去吧。若灵儿他们还活着，就算拼了我这条老命，我也会救他们回来。”白发老者看了眼在座的族人，叹声道：“若我回不来，就让千仞担任族长。记住，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能放弃破解身上禁咒，哪怕最后还剩1人，也有机会让我们风氏一族延续下去。”族长，让我去吧，族长，我们风氏部族还需要您来主持大局啊。是啊，族长，我也去。所有人都站起了身。白发老者风泽却是说道：“都别争了，说是
我去就是我去。说着，丰泽迈步就打开了屋门。然而却在这时，外面的族人忽然惊道：“那是什么？好像是一只飞行凶禽！不好，敌袭！快备战！”飞行凶禽对他们这种弱小的部族来说，绝对是无比危险的存在，哪怕只有一只，也够他们受的。毕竟现在整个风氏部族就只剩200余人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再死一个人，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损失。此刻，迈步走出的丰泽也是抬头望向天空，其他族人也都快步走出，严阵以待。然而，随着天空中的黑影不断降落，当风氏部族的弓箭手准备发起攻击时，丰泽却是一抬手，等等。这时，其他人也都看清了天空中的黑影，好像是个人，而且怀中还抱着一名少女。咦，怎么那么像灵儿？似乎真的是灵儿。没错，就是灵儿，看，她还在向我们招手呢。见到灵儿还活着，丰泽和其他族人都是松了口气。也就这时，魏轩带着风铃儿落到了地面。灵儿，丰泽和族人们赶忙迎上，风铃儿也红着脸，挣脱魏轩的大手。阿公，灵儿，我们还以为你……是啊，阿公都准备一个人去找你了。对了，灵儿，你是怎么逃脱那些黑灵狼的？你广叔和智叔呢？所有人都凑过来询问，只有阿公的目光落在了魏轩身上。灵儿，这位是……阿公，这位伟大的试炼者叫魏轩，是魏大哥救了我。风铃儿又面露伤感，可惜广叔和智叔为了救我，在魏大哥出现前就已经……试炼者。一听眼前这年轻人是试炼者，阿公及风氏一族的所有族人皆是心中一动，有人面露喜色，有人面色严肃。面色严肃的多是族中长辈。是的，阿公，魏大哥可厉害了，瞬间就秒杀了好几只黑灵狼，还有一只是变异级别的呢。风铃说道：“我觉得魏大哥就是能帮助我们破解禁咒的伟大试炼者。”然而风泽闻言却是上下打量了一番魏轩，脸上并没有什么喜色，只是说道：“既然是试炼者，又救了灵儿，那可得好好招待。吴觉，去把我们今天猎杀的凶兽烤一下，再把上次得到的猴儿将取出来。”说完，风泽向魏轩一伸手：“试炼者大人，请到屋中歇息。”魏轩点了点头，但却没有立刻进屋，而是先把储物空间的那2位风氏部族成员的尸体释放了出来。风泽和其他族人见状，皆是面露伤感。接下来，魏轩被请进屋中休息，而风氏部族的所有人则对那2名风氏部族的尸体进行了一番安葬。然而等安葬完，风泽等一些人并没有急着去屋中接见魏轩的意思。第133章选择。风铃儿见阿公等人没有急着去接见魏轩的意思，于是忍不住催促道：“阿公，魏大哥一个人还在屋里等着呢。”阿公看了风铃儿一眼，表情严肃：“灵儿，你随随便便就暴露了我们是破咒者，还把他带到我们部族，实在是太冲动了。为什么？阿公，咱们风氏部族不是一直在等待能帮我们破解身上禁咒的试炼者吗？”风铃儿不解：“是在等待没错，可是灵儿，我有没有对你说过，试炼者也是分正义与邪恶的，我们要等的是正义试炼者。”阿公，魏大哥他是好人。哎，风铃儿，你就是太单纯太善良了。风泽微微叹了口气：“好吧，就算这位名叫魏轩的试炼者是正义的，可除了正义外，我们要等的试炼者还需要强大，足够强大。可是魏大哥很强啊。”强？有族中长辈说道：“灵儿，你所谓的强，可能只是比我们强。刚才你也说了，这位试炼者瞬间就秒杀了几只黑灵狼，还包括一只变异黑灵狼，对吧？”“可你要清楚，黑灵狼凶兽部落可是有着足足上千只黑灵狼，除了变异黑灵狼外，还有好几只头目级和统领级。你觉得这位试炼者他能敌得过黑灵狼部落吗？”风铃儿咬了咬娇唇，最后还是坚定道：“我没见过魏大哥跟头目级以上的凶兽战斗，但我觉得魏大哥应该可以敌得过的。”“哎，灵儿，你想的太简单了。”又有长辈说道：“且不说我们谁也不知道这位试炼者到底能不能敌过黑灵狼部落，就算能敌，可后面帮我们破咒也是很难的，所以在没有明确对方有一定把握帮我们破咒前，我们绝不能贸然认其为主。”“是啊，我们等待的可是一位超级强者。”“没错，这位试炼者看起来平平无奇，不像是一位强者，更不可能是一位超级强者。不过我们该好好招待，还是要好好招待的，毕竟这位试炼者看起来对我们部族也没恶意，而且还救了灵儿。对，计算我们不认这位试炼者为主，也要和其搞好关系。”不少部族成员都一致表明自己的看法。可是风铃儿有些焦急，他在来的路上可是跟魏大哥都说好，如果最后风氏部族没认魏大哥为主，那多尴尬啊！“灵儿，我们风氏部族也的确是没办法，因为我们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风泽这时怅然道：“像我们风氏部族只有3次认试炼者为主的机会，此前已经认了2次，第一次还是在500年前，
那是我们风氏部族还算比较强大，可那是试炼者更强，所以我们认对方为主。结果对方不仅没帮我们破咒，反而还贪图我们部族的资源以及女人，最后竟叫来其他试炼者，对我们部族进行了一场屠杀。也是从那时起，我们部族开始渐渐弱小，所以从此我们部族认试炼者为主的第一条件就是正义。第二次是200年前，我们终于遇见一位正义的试炼者，可那位试炼者，说句不好听的，太装逼了。明明没有很强的实力，还装得特别厉害，以至于最后别说帮我们破咒了，连当时我们的一个敌对部族都没打过就死了。所以正义和强大是我们认试炼者为主的绝对要素。再加上我们如今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再贸然认试炼者为主，万一对方最后没能帮我们破咒，那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使用主宰光屏了。这最后一次机会，我们必须谨慎，谨慎再谨慎。阿公说完，风铃儿还想说些什么，但张了张嘴，看到阿公和一众叔伯无奈的眼神后，也就将要说的话咽了回去。走吧，不能让那位试炼者大人等太久，我们快去招待招待吧。阿公说着，便带领族人向魏轩所在的房屋中走去。简陋的房屋中，魏轩坐在椅子上，嘴角忍俊不禁。刚才风氏部族等人的谈话，他自然听到了。虽然对方说的声音很小，可他的精神天赋达到了 B 级念之奥义，再加上有猎魔盔等属性加持，能听到还是很轻松的。不得不说，这风氏部族还是蛮有趣的。至少现在他明确了一点，就是这风氏部族并非奸恶的破咒者，对他也没恶意，只是因为前2次认破咒者为主的教训，所以这最后一次不得不慎重而已。此刻，门外传来脚步声，紧接着丰泽等人推门而入。试炼者大人，久等了。风氏部族的人进来后，丰泽对魏轩说道。丰泽对魏轩说话还是很客气的，但这种客气算是他们对每位试炼者都有的敬畏。毕竟试炼者可以使用主宰光屏，可他们却无法使用，所以就十分被动。总的来说，他们宁可与试炼者交好，也不会去得罪，因为没资格。吴爵，去给试炼者大人上来凶兽烤肉和猴浆。风泽冲身后的少南风吴爵吩咐道。是。风吴爵当即就要走出去。不必了。魏轩却是起身，直截了当的说道：风族长，我在这里等这么久，可不是为了你们的招待。此话一出，风氏部族所有人都是心头一惊。这位试炼者，难道就是冲着让他们认其为主来的？如果他们拒绝，会不会让这位试炼者一怒之下将他们灭族？风泽心中忐忑，只听魏轩继续说道：刚才你们在外面的谈话，我都听到了。在这里，我只给你们一次选择的机会，若认我为主，我会尽全力帮你们破解身上的禁咒；如果不认，我也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立刻就走。魏轩顿了顿，最后又补充道：不过我得提醒你们一下，目前你们离得最近的就是我所在的996区，而现在此区的所有试炼者都是我的村民，魏村成员一共725，所以你们如果不认我为主，基本也不会再等到其他试炼者了。以你们现在这种弱小的程度，如果不破咒，恐怕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灭族。是赌一把相信我，还是慢性死亡，你们自己选。魏轩并非拖泥带水之人，他其实也不在乎风氏一族认不认他为主，只是单纯的为了完成任务而已。确切的说，是为了中阶村庄升级令。当然，这种任务是自由性的，即便最后没完成，也对他本身没什么影响，顶多后续再想别的办法弄中阶村庄升级令就是了。所以风氏一族认他为主，他欣然接受，但还是犹豫不决，他也不会强制。风氏部族的成员听魏轩说完，一个个陷入了沉思，尤其是族长丰泽更是陷入纠结当中。不可否认，这位试炼者说的没错，如果再不破咒，他们只会慢性死亡。但这最后一次机会又让他们不得不慎重。目前基本可以肯定，这名叫魏轩的试炼者应该是正义类型的。不过实力吗？还有待考教。记得之前那试炼者也是吹得天花坠乱，结果呢，连一个凶兽部落都搞不定。因此实力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实力，即便他们认其为主，最终的结果也是灭亡。想到这里，丰泽看向魏轩，说道：试炼者大人，您能不能再让我们……然而丰泽的话还没说完，外面便忽然传出阵阵狼吼声。第134章击杀黑鳞狼群。丰泽的话还没说完，外面便传出阵阵狼吼声，令整个风氏一族都陷入了动荡。不好，是黑鳞狼！他们怎么找到这里的？快备战！这一刻，风氏一族全都面色大变，以丰泽为首，全部冲了出去。风铃儿焦急地来到魏轩跟前，说道：魏大哥，对不起，我们风氏一族现在这种情况，恐怕一时半会儿没办法认您为主了。谢谢您救了我，如果有机会，灵儿一定会报答您。不过现在黑鳞狼找到了这里，您还是趁机先离开吧。说完，风铃儿也快步跑出了屋子。魏轩微微叹了口气，他自认不是个奸恶之徒，但要说心善，似乎也谈不上。
可遇到善良之人会让他觉得很放松，他也乐意结交。显然，风铃儿就是善良的，包括整个风氏一族，数百年来也没有如那些邪恶破咒者一样，以猎杀试炼者为破咒方式。魏轩不算心善，却也并非铁石心肠。眼看着如风铃儿和风氏一族这类人被黑琳琅灭掉而无动于衷，他做不到。当然，如果自己没有能力，自然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但在有能力的情况下，能帮则帮。何况他也不想就这么放弃任务，毕竟错过这次机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遇到中阶村庄建设令。想到这里，魏轩迈步走了出去。彼时，整个风氏部族被黑琳琅团团围住，数量近千。一只指黑琳琅目露凶残，仿佛下一秒就要将风氏部族全部吞掉。黑琳琅群中有一只体型十分高大的独角黑琳琅，正是黑琳琅统领。除此之外，还有5只头目级，再加上近前的普通级和变异级，这样的阵容完全可以碾压风氏部族。以往风氏部族一直都隐藏得很好，只有出去才会遇到黑琳琅，但黑琳琅却找不到这里。可这次居然找来了！可恶，他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完了，彻底完了！我们风氏部族难道真的要在今日灭亡？该死！阿公，咱跟他们拼了！风氏部族有人愤怒，有人不甘。魏轩在这时走了出来，第一时间查看了那些黑琳琅。凶兽黑琳琅，等级20级，第一命星，已点亮 20%， 天赋超狂力1级，战力150星，特性魔气侵染，凶残，嗜血，群居，爆率 10%。凶兽变异黑琳琅，等级20级，天赋超旋力地级，技能嗜血，战力180星，第一命星，已点亮 40%， 特性变异魔气侵染，凶残，嗜血，群居，爆率 12%。凶兽黑琳琅头目，等级20级，天赋超旋力地级，土之操控地级，技能战力200星，第一命星，已点亮 70%， 特性头目魔气侵染，凶残，嗜血，群居，爆率 15%。凶兽黑琳琅统领，等级20级，天赋力之真意 C 级，土之操控 C 级，技能战力220星，第一命星，下品，特性统领魔气侵染，凶残，嗜血，群居，爆率 18%。魏轩查看完这些黑琳琅的实力后，暗暗猜测这群黑琳琅找到这里的原因，似乎是因为自己储物空间内的那几只黑琳琅的尸体，这等于是自己引来的这些黑琳琅啊。也就这时，族长风泽忽然看向风无绝和风铃儿等一些年轻后辈说道：“无绝、灵儿，一会儿我们掩护你们趁机逃走，记住，一定要尽可能让我们风氏部族延续下去。”阿公，我们不走，抛弃不落的事，我们做不到。风铃儿和风无绝等人一致表态。你们，风泽还想再说什么，但这时随着黑琳琅统领发出一阵长吼，那些黑琳琅顿时向他们冲了过来。大家上，跟着群畜生拼了！杀！杀！风氏部族一腔热血，一副要为部族冲锋陷阵的模样。然而，正在他们呐喊间，忽然一个身影跃上了高空。此身影掐指念诀间，一个巨大的风暴出现。那风暴呈5色，赫然是汇聚了5行之力。紧接着，轰隆隆，天空之中浓郁的乌云压顶，伴随着阵阵狂风和电闪雷鸣，又一个巨大的风暴出现。这次的风暴风力更强，且附带雷电雨。更夸张的是，从天空中的乌云内也下起了一道道冰刃，那些冰刃同样附带风雷。这还没完，一道道5行剑刃和气象剑刃也同时出现。5只头目级黑琳琅纷纷向魏轩冲来，但还没临近，便见魏轩大手一挥，地法结界将5只黑琳琅笼罩在内。紧接着，黑暗炮弹出击，爆炸之后，一大片黑琳琅瞬间毙命。散发出的黑暗侵蚀也让其余黑琳琅或恐惧，或麻痹，或虚弱，或石化。黑琳琅统领见状，竟目露恐惧之色，随即掉头就跑。然而魏轩早已盯准，一道道5行剑刃和气象剑刃同时凝聚成神像虚影，赫然朝黑琳琅统领斩去。黑琳琅统领眼看无法逃脱，立即十分被动地散发天地之力。可下一瞬，嗖，3道破空之声响起。黑琳琅统领大惊，但为时已晚。断魂钉携一道5行狂暴和一道气象狂暴，同时蹦进黑琳琅头目体内。轰轰轰！神像虚影这时斩下，与黑琳琅统领散发的天地之力发生了碰撞。紧接着，爆！
魏轩一声大喝，黑琳琅统领的身体直接被炸得四分五裂。击杀黑琳琅统领，获得能量加1500，猎魔值加800。恭喜您击杀黑琳琅统领，爆出猎魔勋章 X15， 修炼石 X3， 黄金宝箱 X1， 技能强化陆星号1。击杀黑琳琅，获得能量加500，猎魔值加300。击杀变异黑琳琅，获得能量加700，猎魔值加400。恭喜您击杀变异黑琳琅，爆出猎魔勋章 X6。击杀花妖头目，获得能量加1000，猎魔值加600。恭喜您击杀黑琳琅头目，爆出猎魔勋章 X10。不到片刻，此地所有黑琳琅全都变成了尸体。魏轩收获了60多万的能量，以及将近40万的猎魔值。猎魔勋章也收获了1000多枚，目前已经有2000多了，可以再兑换2件5阶的猎魔装备。接下来，魏轩又对那些黑琳琅的尸体进行提炼，同时全部收入储物空间。这些尸体可都是妥妥的财富值啊！然而，就在魏轩提炼尸体间，风氏部族的所有人此刻全都愣在原地，嘴巴张得足能塞下一个鹅蛋。他们傻眼了。第135章，收拢风氏部族。提炼黑琳琅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20。提炼变异黑琳琅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40，一级超狂力天赋。检测到您已具备 B 级励志奥义，正在与一级超狂力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B 级励志奥义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20%。很快，提炼黑琳琅失败，同类目标已提炼上线。提炼变异黑琳琅失败，同类目标已提炼上线。普通黑琳琅和变异黑琳琅提炼到了上限。提炼黑琳琅头目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60，修炼值加20，地级超旋力天赋，地级土质操控。检测到您已具备 B 级励志奥义，正在与地级超旋力天赋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B 级励志奥义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检测到您已具备 C 级五行真意，正在与地级土质操控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C 级五行真意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提炼黑琳琅统领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80，修炼值加30， C 级励志真意， C 级土质真意。检测到您已具备 B 级励志奥义，正在与 C 级励志真意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B 级励志奥义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40%。检测到您已具备 C 级五行真意，正在与 C 级土质真意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B 级五行真意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40%。就在魏轩提炼并收取那些黑琳琅尸体间，风氏部族这边所有人都惊掉了一地下巴。他们很难想象，近1000只黑琳琅仅仅不到片刻就变成了一具尸体，而且还有5只黑琳琅头目和1只黑琳琅统领。刚才魏轩释放的那些技能，无论气势还是威力，都让他们震惊不已。甚至看魏轩一脸轻松的表情，好像还没出全力。卧槽，恐怖如斯啊！阿勾，这位试炼者大人好厉害！我天，简直跟神人一样！族长，一个低维世界的试炼者真的有这么强吗？这也太恐怖了吧！族长，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什么？就是这批试炼者降临这主宰宇宙，到现在好像才3、4天的时间吧？3、4天的时间，这位试炼者大人就完成了开图任务，来到了异世界。族长，我们刚开始还怀疑这位试炼者大人的实力，现在想想，好像怀疑的有些蠢啊！妈的，感觉我们闭门等待，都特么等傻了，真的傻了！风氏部族的人沉浸在震惊当中，久久无法回神。风铃儿美眸闪动，盯着魏轩的身影充满了幸运的光彩。直到魏轩将所有黑琳琅尸体收入囊中，这才走到风氏部族的人跟前。魏大哥，您没事吧？风铃儿眨着漂亮的大眼睛向魏轩问道。魏轩摇了摇头，这些黑琳琅之所以能找到这里，是我之前击杀了几只黑琳琅，收入到了我的储物空间，他们应该有特殊手段能闻到同伴的气息。不过现在我帮你们把这些黑琳琅都击杀了，也算没害你们。魏轩说着看向风泽，你们向我认主的事应该还有顾虑，我也不勉强你们，以后有机会再说吧。说完，魏轩冲风铃儿微微点头，然后转身就要离去。然而魏轩刚迈出一步，风泽直接跪在地上，主人，我们没有疑虑了。参见主人。所有风氏部族成员也都跪拜在地。就现在这种情况，他们若是还有疑虑，那还活着干啥？死了算了。最重要的是，他们也确实没时间了，再不认主，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像黑琳琅找到他们部族的情况。与其浑浑噩噩提心吊胆，不如赌一把。何况在魏轩这位试炼者身上赌，赢的几率在他们看来高达 90%。你们决定了？魏轩重新转过身，看着跪拜在地上的风氏部族成员。他收拢风氏部族固然是为了中阶村庄升级令，
但还有一点是，他要壮大卫村。想要壮大卫村，不能将目光全部放在试炼者身上，收拢本土玩家势力也极其重要。决定了，丰泽态度坚决道：“主人，您之前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应该也知道我们这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认您为主，无论是生是死，您都将是我们风氏部族最后的主人。”行。魏轩说话间，主宰提示音也传来，提示风氏部族请求认您为主，成为卫村成员，是否同意？同意。嗡，一道道光束落下。村庄公告：本土玩家丰泽以任玩家魏轩为主，正式加入卫村，可喜可贺。村庄公告：本土玩家风铃儿以任玩家魏轩为主，正式加入卫村，可喜可贺。村庄公告：本土玩家风无绝以任玩家魏轩为主，正式加入卫村，可喜可贺。提示：卫村成员已有950人，2级村庄人数上限为1000人，升至3级后可将上限提示至2000。恭喜，您完成了收拢正义破咒者的任务，奖励能量加10000，四维属性加200，紫金宝箱 X1，中阶村庄升级令 X1。村庄聊天频道：哇，老大招来本土玩家加入我们卫村了呀！老大好厉害，刚到御世界就招来了一股本土玩家势力，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哦！卫村成员全都出来冒了个泡，以表示对风氏部族成员加入卫村的欢迎。只可惜，目前风氏部族的人虽然认魏轩为主了，但身上的禁咒还在，而这个禁咒只能魏轩来破。魏轩在聊天频道发言道：新收的这股势力名为风氏部族，一共也就200余人，不过他们是破咒者，身上的禁咒还在，暂时还没办法使用主宰光屏，所以你们现在的欢迎他们看不到。哦，原来这样，没办法，那等他们能使用主宰光屏时，我们再欢迎吧。魏轩关闭主宰光屏后，看向风氏部族的人，问道：怎样才能破解你们身上的禁咒？此刻，在魏轩的示意下，风氏部族等人起身。风泽说道：主人，您看下您的主宰光屏，应该有破咒任务了。哦，魏轩刚才并没有注意，此刻打开，果然看到任务栏闪烁，多了一个潜在的任务。点开查看，果然是破咒任务。第136章交谈。任务：破咒。内容：参加一次玄天殿的秘境试炼。任务奖励：能量加30000，四维属性加500，财富值加5000，紫金宝箱 X1，破咒令。魏轩查看完，眉头微皱。见状，丰泽刚忙询问：主人，我们的破咒任务内容是什么？参加一次秘境试炼。魏轩说道。什么？丰泽等人顿时面色一变。秘境试炼？有什么问题吗？魏轩不解，秘境试炼是怎么回事？对了，玄天殿不是点亮命星的地方吗？阿公，秘境试炼很难吗？风铃儿也是问道。唉，丰泽叹了口气，解释道：主人，玄天殿可不单单是点亮命星的地方，更能通往各个区域，甚至参加一些挑战和试炼。还能通往各个区域？有屏障也能通往？魏轩来了兴趣。是的，即便有屏障，也能通过玄天殿进入到各个区域。丰泽又补充道：但进入各个区域也是需要条件的，具体什么条件，小老我就不清楚了。那照这么说，只要满足条件，我想去哪里就能哪里？也不是，因为主宰宇宙对界域的划分还是严格的。丰泽顿了顿，说道：主人应该知道，主宰宇宙中有无数个世界，这些世界又分高维、中维和低维。低维世界的试炼者和本土玩家很难进入中维世界和高维世界，但无论试炼者还是本土玩家，最终的目的都是往更高维度的世界攀登。所以，低维世界的试炼者和本土玩家一定要先在低维世界达到一定强度，这样才能前往更高维度的世界。丰泽说到这里，魏轩点了点头，明白了主宰宇宙中的世界划分格局。说白了就是，他目前只要先在低维世界不断变强即可，中维和高维世界暂时不用去想。就跟一些仙侠小说一样，在人界修炼到巅峰了，才能渡劫前往仙界。再说低维世界，虽然有很多，但低维世界之间也是有强弱之分的，到时主宰应该会开启世界排名。世界排名怎么划分？万界大战。丰泽说道，主宰每隔10年都会开启一次争霸排位赛，当争霸排位赛结束后，就是万界大战。原来如此。魏轩不由握了握拳，看来以后的征程还很远啊。目前既然丰泽说到了这里，那自己就当先接触一番。不过无论争霸排外赛还是万界大战，那都是以后的事，眼下提升实力，积攒底蕴才是关键。言归正传，主人，我刚才说那么多，无非是想表达，玄天殿只是每个低维世界的公共建筑，而且每个低维世界的玄天殿都是不相连的。丰泽顿了顿，继续道，所以我说的玄天殿能通往各个区域，只包括我们目前所在的这个蓝星界。也就是说，只要条件达到，我就可以前往蓝星界的其他域，是吗？
是的。闻言，魏轩双眼明亮。他之所以这么问，第一时间想到的自然是寻找妹妹。妹妹和他所熟悉的人都没在7号域，那很有可能是在其他域。当然，也许妹妹和他所熟悉的人出现了意外，但尽管这样，他依旧要尽最大努力寻找一番。尤其是妹妹，玄天殿就是寻找妹妹的关键所在。魏轩此刻收起思绪，又看向了丰泽：“你继续说说秘境试炼吧。”“是，主人。”丰泽说道。所谓秘境试炼，其实跟副本差不多，说白了就是玄天殿连通着许多秘境，可供试炼者以及本土玩家进入其中进行试炼。不过进入的秘境是随机的，没办法选择，根据个人战力等情况，会自动将每个参加试炼的人分配到秘境当中。每个秘境每次只能进10人，持续时间都不一样，有的只持续1个小时，也有持续好几天的。参加秘境试炼的人，当秘境结束后，必须要等1天后才能再次参加。玄天殿的秘境都十分危险，哪怕最弱的也需要点亮3颗命星才有机会从秘境中活着出来。而且最危险的还不一定是秘境中的凶兽，而是被分配到同一秘境的另外9人。说到这里，丰泽顿了顿，看向魏轩继续道：“主人，一般来说，进入秘境虽然是随机的，但经常参加秘境的人也参透了一些随机分配的规律，所以很多人都会一起组队，这样分配到同一秘境的概率会大不少。要不，主人你也多找些可靠的人，跟您一起参加秘境试炼吧。”魏轩听完，面色也有些凝重，思索再三，最后说道：“等我回头先去玄天殿看看再说吧。”丰泽低下头，再次微微叹了口气。他觉得他们风氏一族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正常来说，破咒任务虽然比较难，但还不至于跟秘境试炼相比。可偏偏魏轩这次的破咒任务就是参加秘境试炼。不可否认，魏轩是强大的，但再强大，也毕竟刚来到这个世界3、4天而已，跟玄天殿那些家伙还是有些差距的。魏轩似乎看出了丰泽的心思，于是说道：“放心吧，既然你们认我为主，那我肯定会尽力帮你们破咒的。”多谢主人。丰泽等人赶忙躬身。魏轩出于好奇问道：“对了，你们身上有禁咒，无法使用主宰光瓶，那一直以来都是怎么升级的？”这次风灵儿解释道：“魏大哥，我们是通过使用一些兽血打熬身体，再以炼化灵植或制成药品，从而慢慢修炼的。”魏轩眼睛一亮，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风灵儿居然还修炼到了15级，战力更是达到了120星。当即，魏轩又查看了一下丰泽：人类，丰泽，破咒者，等级20级，战力235星，天赋未觉醒，来历曾经的风氏一族，因在上届的争霸排位赛中未能进入千名之列，故被主宰抛弃。你们硬是依靠这种方法，让自己达到了20级，战力更是达到了200多星。魏轩有些意外：“主人，小老儿我修炼了一辈子，才修炼到这种程度而已。”丰泽苦笑着摇了摇头了，像有些试炼者1、2天就有可能达到我这种层次。主要是我们不仅没办法使用主宰光瓶，还被限制了等级。这次说话的世风无绝，少年心性，多少带着不甘。我们的等级最多修炼到20级，再往上就无法提升了。而且因为我们不能觉醒天赋，所以也没办法点亮命星，十分被动。所有试炼者都是你们这种情况吗？并不是。丰泽解释道：“这得看破咒者身上的禁咒有多大，再者就是很多破咒者都选择了针对试炼者身负击杀试炼者的任务，所以这种破咒者的实力都比较强，但他们同样有限制，就是活动范围只能在一处地盘或空间当中。”闻言，魏轩想到了5大罪史，的确如此。第137章飞梭。还有一类破咒者，他们虽然无法使用主宰光瓶，但却获得了一些魔物传承，从而被魔化，即便无法使用主宰光瓶，实力也很强大。这类破咒者不仅以击杀试炼者为目的，更会针对本土玩家。丰泽最后又补充道：“魔物传承。”魏轩眉头微皱，魔物到底是什么？这一路上，他遇到过被魔化的，也遇到过与魔物签订默契的，甚至还有继承魔物意志的，但具体魔物是什么，他却不清楚。主人，我们也不清楚魔物是什么。我之前在一个副本中遇到过一个怨魔，那是魔物吗？应该不是，真正的魔物邪恶诡异，根本不在我们理解的范畴。据说他们是能与主宰抗衡的存在。闻言，魏轩倒吸了口气，与主宰抗衡，那该有多强？收起思绪，魏轩也不再多想。刚才听丰泽说了这么多，也算了解的差不多了，是该前往玄天殿了。魏抬头看向天际，此刻他内心多少有些澎湃。主人，不歇息再去？是啊，魏大哥，休息一会儿再去吧。丰泽和风铃儿分别说道。魏轩却是摇了摇头，不了，我得赶紧去点亮命星。没有命星，太过被动。那好吧，不过主人，路上一定要小心，尤其是越靠近玄天殿传送入口的位置，本土势力就越多。丰泽提醒道。天罚森林的势力分布，
你了解多少？魏轩索性问道。因为我们风氏部族实力太弱，想要生存必须得隐蔽，所以对天罚森林的势力分布并不了解，只知道越边缘的位置势力分布越广，但相对也比较弱，而实力最强的就是靠近玄天殿传送入口的位置了。听风泽说完，魏轩点了点头。我走了。魏轩说完，也不拖泥带水，直接风翼一展，飞上了高空，很快便消失在天际。阿公，您说主人他能帮我们破解禁咒吗？风无绝望着魏轩消失的身影，愣神说道。风泽摇了摇头，其他人则是说道：估计就算能破解，也不可能是现在吧。是啊，毕竟秘境试炼可不是闹着玩的，就怕主人连玄天殿都不好进，传送入口处的那些势力好点还行，就怕他们太坏，霸占传送入口。霸占传送入口，勒索想要传送进入玄天殿的人。没错，这种事情多得很。闻言，风氏部族的人都低下头，唉声叹气。不认主有不认主的无奈，认主了又不免担心。他们风氏部族的破咒之路太难了。各位阿叔阿伯，我觉得我们既然认为大哥为主了，就应该相信他，不是吗？风铃儿这时说道。风泽也微微点了点头，对，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相信主人，大家安心等待吧。彼时，魏轩顺着玄天殿传送口处一路前行，看了看距离，以自己目前的飞行速度，大概得需要1个多小时才能赶到。所幸现在也没遇到什么凶兽和本土玩家，于是魏轩查看起了自己目前的宝箱数量：紫金宝箱 X2， 黄金宝箱 X16， 够了。魏轩心情激动，终于能合成出钻石宝箱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花费40万，购买了4张高阶宝箱合成符，全部合成。嗡嗡嗡，3道光束落下，15个黄金宝箱立刻被魏轩合成出了3个紫金宝箱，紧接着又将5个紫金宝箱进行合成。嗡，又是1道光束落下，5个紫金宝箱变成了一个晶莹剔透的钻石宝箱，闪闪发光。魏轩带着期待直接开启钻石宝箱，恭喜您获得奇物 A 级任务令。咦，居然是 A 级任务令！魏轩赶忙查看，一般这种任务奖励肯定十分丰厚。A 级任务令，成就等级达到精英后，可随机开启一项 A 级任务，还得成就等级达到精英后才能开启。成就等级划分：初级新手、中级新手、高级新手、顶级新手、精英、宗师、王者、皇级、至尊、大帝、神话。魏轩看了眼自己目前的成就，顶级新手181-200，还有19点就能升级为精英了，应该很快就能开启，正好趁着时间去点亮一下命星，提升实力。话说自己还有一个连环任务呢，就是遗落的公主。此前自己已经完成了第1篇，至于第2篇天使的呼唤，提示说需要在域世界才能激活，可如今自己都到域世界了，任务还没任何激活的迹象。魏轩想了想，难道和第1篇一样，需要到指定地点才行？算了，先不管了，反正这个任务也没时间限制，什么时候激活就什么时候做。魏轩又看了眼自己现在的宝箱数量，只剩1个黄金宝箱了。虽然这次开启钻石宝箱没有直接提升自己的实力，但 A 级任务令的价值可是很高的。心想间，魏轩接着又查看了一下猎魔勋章的数量，2090，又可以兑换2件5阶猎魔装备了。于是毫不犹豫地打开村庄商城的兑换频道，用2000猎魔勋章分别兑换了猎魔戒和猎魔手镯。装备：猎魔戒，等阶5阶，属性：力量正 25%， 穿透正 20%， 所有减抗正 15%， 血上限正 10%， 气上限正 10%， 致命攻击正 50%。 主动可释放1道玄光，令目标产生失明，持续5秒。装备：猎魔手镯，等阶5阶，属性：力量正 25%， 穿透正 20%， 所有减抗正 15%， 血上限正 10%， 气上限正 10%， 致命攻击正 50%。 被动：所有攻击强度正 30%， 有一定几率产生伤害叠加。叠加效果：最高可叠加10层，达到10层后，伤害可10股。不错，魏轩很是满意。无论猎魔戒还是猎魔手镯，都是偏攻击的装备。一个主动释放失明玄光，一个被动增加 30% 的攻击强度，还有一定几率叠加伤害。如今猎魔套装他已有7，只要再兑换出猎魔尖和猎魔武器，那就有全套的猎魔套装了。心想间，魏轩将猎魔戒和猎魔手镯跟自己进行绑定，然后继续全速赶路，直到又行至了大概半个小时，眼看就要抵达玄天殿的传送口时，忽然一个飞梭从侧面一片厚厚的云层中出现。魏轩险些撞上那飞梭，好在他反应极快，及时顿住身形，这才免遭一场撞击。那飞梭似乎也很意外，直接停在了魏轩身前。
第138章屋檐不足子弟。魏轩眉头微皱，全身戒备，同时看向那飞梭。飞梭出品飞行器，用能量催动可御空而行。这种飞梭连非洲都算不上，应该算是比较简陋的一种飞行器，只能容纳10来人。可即便如此，能在这天伐森林拥有一种飞行器的人，应该也不简单。毕竟天伐森林只是玄黄版图中的20级区。此刻在飞梭上站着4人，3男1女，年纪都不大，20来岁的样子。魏轩立刻施展灵谋，人类，污名，本土玩家，等级21级，境界地境2重，下品，秘典3阶，金乌诀，天赋金乌血脉1级，火之真意 C 级，技能战力308星，来历先祖曾是金乌后裔，因在万界大战中战败，其后代被剥夺 90% 金乌传承，成立屋檐部族，天伐森林5大势力之一。人类，乌离，本土玩家，等级22级，境界地境2重，下品，秘典3阶，金乌诀，天赋金乌血脉1级，火之真意 C 级，技能战力315星，来历先祖曾是金乌后裔，因在万界大战中战败，其后代被剥夺 90% 金乌传承，成立屋檐部族，天伐森林5大势力之一。人类，乌卓，本土玩家，等级23级，境界地境2重，下品，秘典3阶，金乌诀，天赋金乌血脉1级，火之真意 C 级，技能战力325星，来历先祖曾是金乌后裔，因在万界大战中战败，其后代被剥夺 90% 金乌传承，成立屋檐部族，天伐森林5大势力之一。人类，乌妹儿，本土玩家，等级20级，境界地境2重，下品，秘典3阶，金乌诀，天赋金乌血脉1级，火之真意 C 级，技能战力301星，来历先祖曾是金乌后裔，因在万界大战中战败，其后代被剥夺 90% 金乌传承，成立屋檐部族，天伐森林5大势力之一。快速查看完飞梭上的4人信息，魏轩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更加警惕起来。这是他第一次接触非破咒者的本土玩家，相比破咒者，本土玩家更危险，因为他们能使用主宰光屏，跟试炼者没什么区别。虽说试炼者会受到主宰的一定眷顾，能够快速崛起，但本土玩家却也有着自己的底蕴。总的来说，本土玩家更占优势。此外，这4人的面板中出现了一个让魏轩陌生的信息：地境。地境是什么意思？魏轩暗暗猜测，不会点亮命星就算是地境了吧？但之前他遇到点亮命星的凶兽，可没有出现地境这种情况。以后得找机会问问。不过这4人竟然还有着金乌血脉，金乌可是被奉为太阳神鸟的存在，哪怕被剥夺了 90%， 但也不容小觑。好在这4人哪怕 10% 的金乌血脉似乎也没完全激活，否则血脉天赋不可能只是1级。就在魏轩暗暗分析屋檐不足的4人时，那4人也依靠类似灵谋的手段，暗中查看了魏轩。人类，魏轩，试炼者，等级15级，境界未点亮命星，天赋技能战力是试炼者。屋檐不足4人先是有些惊讶，紧接着便是眼中闪过一抹微不可察的兴奋。这批试炼者居然已经有完成开图任务的了，不过一个人就敢来御世界，也太大胆了。魏轩眼下急着前往玄天殿点亮命星，没心思理会这4人，于是身形一闪，就要掠过飞梭。可就在这时，乌卓一步迈出，挡住了魏轩的去路，道：阁下这么着急，是要去玄天殿点亮命星吧？魏轩感受到了4人的敌意，目中寒光内敛。乌明轻蔑地看了眼魏轩，我看阁下初入狱世界，对这里的地形不熟，不如上我们的飞梭，一起前往吧。语气并非征求，而是带着命令的意思。魏轩还是没说话。4人见状，以为魏轩是害怕他们，吓得不敢说话了。于是屋里也嗤笑一声，正好我们也要去玄天殿点亮第3颗命星。说到第3颗命星时，下巴扬起，明显十分自豪。也的确如此，在他们这个年纪，能达到地境2重，已然算是佼佼者了。若再点亮第3颗命星，达到地境3重，那可以说是天之骄子。至于眼前这试炼者，他们根本没放在眼里，只不过才15级，而且还没点亮命星，他们随手就可以灭掉。之所以说这么多话，无非是想将其骗到族里，问出更多试炼者的信息。他们这一族虽不是破咒者，但却并不打算跟试炼者交好。此刻乌妹儿见魏轩低着头不发话，于是身形一跃，向魏轩抓去。小哥来吗？
然而他的纤纤玉手眼看就要抓到魏轩时，魏轩猛然抬头，眸中充满了杀机。不好！乌妹儿心头大惊，想要退开，但为时已晚。只见魏轩毫不犹豫地释放出一道五行狂暴，直接打入乌妹儿体内。此前魏轩已经感受到了4人的敌意，与其等他们动手，不如自己先下手为强，来个出其不意。爆！随着魏轩一声大喝，乌妹儿凹凸有致的娇躯立刻被炸穿一个窟窿，其一双美眸直勾勾地睁着，但很快便失去了生机，向下方跌落而去。击杀本土玩家，获得能量加100000，财富直加5000。恭喜您击杀本土玩家，爆出4维属性加20。恭喜您击杀本土玩家，爆出遗留空间。魏轩来不及查看击杀本土玩家的收获，而是第一时间祭出蛟龙枪，一道道五行和气象剑刃更是全面释放。对于这本土玩家，魏轩不敢怠慢。对方的面板上有地境2重的信息，对此他不是很明白，但猜测应该是跟点亮命星有关。3颗中品命星的凶兽他都击杀过，2颗下品命星按说不在话下，但对方是本土玩家，而且还有着金乌血脉，哪怕只是1级也得全力应对。此刻另外3个乌颜不足之人眼看魏轩以雷霆之势出手击杀了乌妹儿，不禁震惊。他们震惊的不是魏轩的实力，而是魏轩竟会突然下杀手。一切来得太过突兀，以至于他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此刻反应过来后，3人顿时大怒：该死，你好大的胆，敬酒不吃吃罚酒！3人怒然向魏轩发动攻击。本来他们还想把魏轩骗到部族中得到更多试炼者信息的，但现在已经完全没必要了。至于魏轩刚才瞬间秒杀乌妹儿，只不过是偷袭而已，所以他们此刻仍旧觉得击杀面前这试炼者易如反掌。可即便如此，他们3人还是一起攻向了魏轩。第139章地境实力。乌颜部3人一起攻向魏轩。只见乌明手持大刀，一刀砍下，顿时一道巨大的火焰刀气向魏轩冲击而去。乌离的手中也出现了一对火轮，甩出去后立刻化作2只巨大的火鸦，同样冲向魏轩。乌卓挥动长枪，道道火气弥漫，气势惊人。然而魏轩也不畏惧，手中蛟龙枪挥动，立刻一道道蛟龙虚影出现。这些蛟龙是被魏轩以五行真意和气象真意释放出来的，因此威力不俗。轰轰轰！短暂的交锋，轰鸣四起。乌颜部3人后退了2步，再次看向魏轩时，表情凝重了不少。倒是小瞧了你，还算有些能耐。乌卓目露寒光，这试炼者能接住他们3人的攻击，确实可以了。再有能耐，今日也得葬身于此。杀！3人再次攻向魏轩。刚才他们只是小试牛刀而已，并没有动用真正实力。此刻2度进攻时，实力稍微往上提了提。然而魏轩依旧只凭蛟龙枪迎战，最多用那些五行和气象剑刃。枪枪枪！轰！短短片刻，魏轩便与3人交战上百回合。乌颜部3人越战越心惊，因为他们在这期间不断将实力往上提，可发现始终伤不到这试炼者。可恶！终于乌明怒了，在与魏轩对上一击后立刻退开，随即周身气势攀升，浓郁的天地之力向他汇聚。魏轩眉头微皱，这些天地之力似乎与他之前遇到的那些命星凶兽施展的天地之力不同，这些天地之力更精纯浑厚，且是真正的与天地共鸣。若地境2重就代表点亮2颗命星的话，那对方这2颗下品命星的威力和气势似乎比魔教那3颗中品命星都要强上一些。乌明大概是看出了魏轩心中的疑惑，不禁冷笑道：无知的试炼者，不要觉得在新手区击杀过一些命星凶兽就厉害了。实话告诉你，新手区那些命星凶兽只不过是主宰临时赐予的，看似有命星，实则根本未入地境。乌明，不用跟他多说废话。乌里也开始运转天地之力，同时盯着魏轩说道：你只要记住，那些新手区的命星凶兽跟地境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魏轩眉头皱得更紧，他多少有些听明白了，所谓地境其实就是点亮命星，但他们是真正的将命星点亮，而新手区那些命星凶兽其实都是虚的。这就跟一件物品地境是核心，而新手区的那些命星凶兽只是外壳。地境代表点亮命星，但点亮命星不代表就是地境。主宰这么安排，大概也是想每个新手区的试炼者都能在完成进入御世界前提早接触了一些命星吧。烈阳赤焰，地煞紫炎。终于乌明和乌离一声暴喝，凭借惊人的天地之力竟释放出2种火焰。乌明仿佛化身烈阳，周身散发的每一缕阳光都是赤色火焰，仿佛一只只赤色火焰触手赫然向魏轩抓去。乌离也释放出一片黑紫色的火海向魏轩席卷。2种火焰比先前的火焰强了不止10倍，这就是地境真正的实力吗？魏轩眼看那一只只赤焰触手和黑紫火海
向自己涌来，不敢有丝毫怠慢，直接释放出一道五行风暴和一道气象风暴。紧接着，一道五行剑刃和气象剑刃组成无相剑阵，赫然凝聚出2道神像虚影，五行神像和气象神像。下一刻，轰轰轰，五行风暴和气象风暴与那些赤焰触手和黑子火焰碰撞在一起，强烈的战斗波动于高空扩散，仿佛要将这片天撕裂。随着轰鸣不断，五行风暴和气象风暴竟渐渐示弱，最终轰地溃散开来。这一幕让魏轩心头一震，但好在他还有后手，2大神像虚影直接再度迎上。好在刚才五行风暴和气象风暴虽然溃散，但却削弱了对方的攻势。此刻2大神像虚影分别斩下一剑，造成的声势更大。轰隆隆，仅仅1秒，2大神像虚影直接崩溃。不过那黑子火海也是倒卷，一只只赤焰触手更是碎断。这怎么可能啊？这试炼者未曾点亮命星，怎么能应接我们的天地之力？乌明和乌离身形踉跄着倒退了几步，满目骇然。一旁的乌卓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不过魏轩同样身形倒退，嘴角溢出鲜血，显然也受了伤。但他来不及多想，而是毫不犹豫地再次出手。乌云压顶，骤然，此方天空乌云密布，向下方压来。轰隆隆，雷电交错，狂风四起，一道道冰刃向乌延部3人弥漫而去。3人面色大变，这试炼者的实力不应该如此啊！心惊间，3人正要准备再次运转天地之力抵挡，可魏轩哪能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五行荆棘，五行弥流，直接向3人席卷而去。3人骇然，浑身升腾起异样的火焰，手忙脚乱地抵挡住了五行荆棘和五行弥流。但这时，一道道携带着狂风与雷电的冰刃降临。金乌之焰，3人大喝，身上立刻出现了金乌之影。虽是虚幻，但气势依旧十分惊人。浑身所冒之焰已然不是普通的火焰那么简单。只见一道道冰刃刚一临近，便立即溃散。但魏轩还有后手，森林幻咒。骤然，一片巨大的森林出现，直接将3人笼罩在内。森林之中咒声回荡，令乌颜不足的3名子弟纷纷精神恍惚，阵阵眩晕感让他们头痛欲裂，身体更是仿佛被某种无形丝线限制，无法动弹。一只只精灵幻化而出，赫然朝3人攻去。可关键之时，3人背后的金乌发出一声嘶鸣，金乌之焰蔓延，直接将那些幻化精灵焚烧殆尽。魏轩骤然精神萎靡，但也趁此机会直接释放一道五行狂暴和气象狂暴，分别攻向乌明和乌卓。至于乌离，魏轩则是操控噬魂钉打入其体内。然而五行狂暴直接蹦进乌明体内，但气象狂暴却在临近乌卓时，对方的眼中瞬间闪烁一抹清明，身前燃烧起一片虚幻火焰。此虚幻火焰仿佛令空间扭曲了一下，五行狂暴竟直接停顿了一丝，继而好像拐弯一般，直蹦进了乌卓的手臂中。爆！魏轩大喝，乌明的身体直接被炸穿一个窟窿。可让魏轩睁大眼睛的是，对方身上尽管血肉模糊，可却尚未毙命。乌卓更不用说，只是被炸断一只手臂。另一边，噬魂钉进入乌离体内，对其魂魄进行着攻击。然而这时，乌离周身血雾升腾，正是其血脉之力。乌离背后的金乌将其血脉之力稀释，立刻爆发出更加浓烈的金乌之焰。瞬间，噬魂钉被逼了出来。第140章遗留空间。这试炼者有古怪，快走！乌卓眼看情况不妙，顿时大喊一声。3人转身就要逃遁，可魏轩此刻尽管受伤，但也心知不能放虎归山，于是毫不犹豫地释放出极道化身，将奄奄一息的乌明阻止住。紧接着地法结界释放，瞬间将乌离笼罩在内。本体则追向实力明显更高的乌卓，临近后直接释放出5枚黑暗炮弹。轰轰轰！随着黑暗炮弹被炸开，乌卓骤然被黑暗侵蚀所覆盖，恐惧、麻痹、虚弱等负面效果齐滞。最终乌卓来不及做出任何防御，便被石化开来。可就在魏轩正要出手将其解决掉时，居然一张符箓从乌卓身上出现，符文流转，光芒大盛。随着符光照耀在乌卓身上，其本来石化的身体顿时恢复过来。也就这时，魏轩的攻击临至，可那张符箓散发的符光忽然将乌卓笼罩，饶是魏轩释放出无相剑阵，也没能攻破。最后乌卓的身体渐渐被那道符箓吸入其中，继而消失不见。保命符！魏轩面色阴沉，他虽将乌卓重创，但终究还是被其逃了。本土玩家核心手区的那些凶兽果然有很大差距。如果是新手区的2颗下品命星的凶兽，他几乎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可以秒杀。就在魏轩感慨间，极道化身彻底击杀了奄奄一息的乌明。击杀本土玩家，
获得能量加1000000，财富直加5000。恭喜您击杀本土玩家，爆出4维属性加20。恭喜您击杀本土玩家，爆出遗留空间，污名毙命。然而地法结界却在这时轰然破碎，乌离浑身冒着金乌之焰冲了出来，但他已血肉模糊，披头散发，可见狼狈间已经被重创。此刻的乌离彻底怒了，一个还没点亮命星的试炼者，凭什么能将他们逼到如此地步？凭什么？我要跟你同归于尽！乌离也不逃了，竟直接释放出自己的命星，同时燃烧自己的金乌血脉，最后赫然向魏轩冲了过来。魏轩皱起眉头，立刻释放自己的所有手段：五行荆棘、五行泥流、黑暗炮弹、元素风暴、无相剑阵，全部朝乌离砸去。果然，就在五行荆棘将乌离控制住，五行泥流席卷过去时，乌离骤然爆炸开来，随之一同爆炸的还有其2颗命星，所造成的惊天威力比之魔蛟自爆的命星还要恐怖。轰轰轰，天空扭曲，魏轩的所有技能和手段在与那自爆之威碰撞后全都溃散，但也稍稍阻止了一番。眼看就要冲击到自己时，猎魔铠甲、猎魔护腕、猎魔靴全都第一时间开启了防御，但猎魔铠甲和猎魔护腕的防护能量罩很快便寸寸碎裂。不过血上限在这一刻发挥了作用，50%的致命一击更是进行了抵挡。同时魏轩毫不犹豫地开启了无敌金身，轰轰轰，强大的冲击不断扩散，直到持续了5秒后，这才渐渐消失。魏轩的无敌金身也进入了冷却，只是即将消失的余波也同样对他造成了一些伤势。好在此前他将无敌金身强化到了10，持续时间从3秒变成了5秒，否则刚刚他就算不死，也要再次奄奄一息了。击杀本土玩家，获得能量加1000000，财富直加5000。恭喜您击杀本土玩家，爆出4维属性加20。恭喜您击杀本土玩家，爆出遗留空间。呼，魏轩长长舒了口气，随即咳出2抹鲜血。他落到下方的丛林中，第一时间查看四周，确定没有危险后，这才放下心来。想来刚才附近就算有凶兽，也会被那股强大的战斗波动吓退。此刻魏轩先是运转水幕天赋缓和了一下自己的伤势，接着便来到乌明和乌妹儿的尸体前。只见在其尸体上各自有着一个拳头大小的光团，这是……魏轩用灵眸查看遗留空间，玩家死后遗留下来的储物空间，内有玩家生前产物，以精神意念可进行查看并取出里面物品。提示：遗留空间只存在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后将会消散。原来如此，魏轩有些欣喜。击杀本土玩家后，看似没爆什么东西，但如果运气好，在其遗留空间内获得的东西比爆出来的物品更加丰厚。于是魏轩毫不犹豫地将2个拳头大小的光团收入囊中，最后又找到乌离的遗留空间也一并收起。只不过乌离因为是自爆，所以尸体完全没了，不能进行提炼。唉，看来以后还是要尽可能的避免自爆这种情况。魏轩没再多想，直接提炼乌妹儿和乌明的尸体。提炼乌岩部族子弟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200，修炼值加100， 1级金乌血脉 C 级火之真意。检测到你已具备 C 级五行真意，正在与 C 级火之真意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C 级五行真意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恭喜您获得了1级金乌血脉，4维属性加500。提炼乌岩部族子弟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200，修炼值加100， 1级金乌血脉 C 级火之真意。检测到你已具备 C 级五行真意，正在与 C 级火之真意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C 级五行真意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检测到你已具备1级金乌血脉，2次1级金乌血脉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1级金乌血脉等级不变，4维属性加500，强度提高 10%。嗡嗡嗡，一道道光束落下，魏轩的4维属性直接暴涨了1000点。原来血脉天赋可以直接增加4维属性，魏轩感到惊喜。一个好的血脉天赋比元素天赋更加重要。此刻魏轩只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发生了某种变化，体内仿佛潜藏着一个生命金乌。其实相对而言，血脉天赋不仅可以改造身体，更能发挥强大的威能，而且血脉天赋还能被激发，从而容易进化。当然魏轩直接利用提炼进化更加容易。魏轩一边疗伤一边查看起了自己的收获。此番击杀乌岩部子弟，直接收获了30万点能量，一个地境2重的本土玩家就有10万点能量，而且每个还都有5000的财富值。光是这2点就算很大的收获了，更别说击杀本土玩家跟击杀试炼者一样，都是有几率爆4维属性的。4维属性可不比自由属性，
自由属性加点的话，可能10点自由属性才能加1点力量属性，但4维属性可是实打实的，是多少就是多少。自由属性加点用途更广，4维属性对战力的提升更直接。总之，能爆4维属性对其他人而言肯定是有利的。至于自由属性，只是他魏轩提炼出来的而已，其他人可没有完美提炼天赋，所以这自由属性算是魏轩个人独有。收起思绪，魏轩最后又取出了那3个遗留空间。其实击杀本土玩家最大的收获还是这个，当然具体收获多少还是要看运气的，运气好的话收获将十分丰富，如果运气差，击杀的本土玩家很穷，那对方的遗留空间内可能也没什么好东西。但屋檐部族既然是天罚森林的5大势力之一，想必其子弟应该比较富有吧。魏轩带着期盼开始用精神力查看那3个遗留空间。第141章收获不菲。魏轩用精神力查看那3个遗留空间，片刻后，魏轩面露喜色，大丰收啊！不得不说，本土玩家果然很肥。魏轩只是大致一看就知道此番收获不小，于是开始一一清点。修炼石 X56 369，紫金宝箱星号3，黄金宝箱 X5 6， C 级天赋融合符 X7， 技能融合符 X3 9， 技能强化录 X17 18。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武器装备，包括各种材料、灵植、药品等，尤其是那些药品比村庄商城里卖的那些可好得多。聚灵丹一阶丹药，炼化后可增加100点能量；血气散一阶丹药，炼化后可增加10点力量和体力；行刃丹一阶丹药，炼化后可增加10点敏捷；凝神丹一阶丹药，炼化后可增加10点精神。2阶丹药也有一些，如凝灵丹可增加200点能量，还有一些增加抗性和减抗性的丹药，足足上百颗，这些可都是宝贵的财富。拿那些武器装备来说，有1阶的、2阶的、3阶的，甚至4阶的也有几个。虽然他用不到，但魏村其他成员能用到啊。这还只是击杀3个本土玩家的收获，如果击杀更多的本土玩家，岂不更多？魏轩越想越激动。不过这时他忽然发现了几个好东西：技能碎片，集齐一定数量，可在村庄商城兑换稀有技能。魏轩看了眼，3个遗留空间的技能碎片加起来也只有4枚，可见这东西还是很难获得的。接着他又查看下一件好东西：天赋碎片，集齐一定数量，可在村庄商城兑换天赋石。魏轩顿时来了精神，他记得1阶天赋石需要10枚天赋碎片来兑换，2阶需要50枚。如果有足够多这东西的话，魏村成员的整体实力将会得到大幅度增长。可惜3个遗留空间里的天赋碎片也并不多，只有7枚，先留着吧。其实这东西对他来说可有可无，毕竟他有完美提炼，包括技能也是，如果没有太好的技能，他也完全用不着技能碎片。所以这些东西等回头直接储存到村庄仓库中，谁想要的话直接用贡献值购买好了。收起思绪，魏轩又查看下一件物品，居然是庚金元晶。魏轩欣喜，此前他已获得了煞火元晶、沙土元晶和水之元晶，如今又多了个庚金元晶，只要再获得木之元晶，就可以布置5行绝煞阵了。5阶阵法虽然不是很高，但目前来说保护魏村绰绰有余。这个庚金元晶绝对是意外收获。魏轩将之和另外3块元晶放在一起后，便查看最后一件好东西：灵晶石，内含天地能量，炼化后可获得500点能量，亦可用于建造、布阵等，用途广泛。建造灵泉井就需要灵晶石。魏轩觉得这灵晶石应该和能量石差不多，只不过能量石只能增加能量，而灵晶石却可用于建造。建造灵泉井需要100颗灵晶石，不过目前只有23块，还没办法建造，先留着。魏轩将3个遗留空间里的物品都放进自己的储物空间后，便看着眼前的3个光团陷入了沉思。提示说这遗留空间只能存留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后遗留空间就会消散，但如果在这期间将遗留空间用到的话，心想间魏轩立刻尝试将3个遗留空间向自己的灵界空间融去。没错，他的灵界空间是可以不断成长的，说是空间，但成长到一定程度，完全能当成一片世界。魏轩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等灵界空间能跟一方世界比拟后，就把魏村基地搬到灵界空间内。当然，前提是得想办法让灵界空间不断成长，而灵界空间成长的条件就是融合带空间属性的物质。所以魏轩才想着能不能将遗留空间融入到灵界空间，一旦成功，那就厉害了。可惜，随着魏轩尝试让遗留空间融入灵界空间，最后却失败了。提示：遗留空间存在其他玩家气息，无法融合。魏轩撇了撇嘴，居然不行。想了想，
这遗留空间毕竟是其他玩家生前所用，所以沾染了其他玩家的气息。尽管对方死了，可沾染在空间内的气息还在。这就跟玩游戏一样，别人绑定过的物品，自己得到后可以将之卖给系统商店，但却没办法自己使用。唉，魏轩叹了口气，刚准备将3个遗留空间抛掉时，忽然又心中一动。等等，其他玩家的气息。魏轩眸光闪烁，毫不犹豫地对那3个遗留空间的光团进行了提炼。提炼遗留空间成功，您获得了空间结晶。提炼遗留空间成功，您获得了空间结晶。提炼遗留空间成功，您获得了空间结晶。哈哈，果然可以。魏轩嘴都笑裂了。其他人没办法融合这遗留空间，但他可是有完美提炼的。空间结晶附带空间属性的晶石，可用于空间扩充、炼制空间宝器、打造空间建筑等。当即，魏轩将空间结晶向0度空间融去。恭喜，您的临界空间融合空间结晶得到了扩充。恭喜，您的临界空间融合空间结晶得到了扩充。恭喜，您的临界空间融合空间结晶得到了扩充。魏轩能明显感受到临界空间变大了，于是心念一动，来到了临界空间当中。四周是白蒙蒙的雾气，但可用空间从之前的10亩大小竟变成了13亩。可以，照这样下去，只要击杀足够多的本土玩家，获得更多的遗留空间，那临界空间就可以不断获得成长。心想间，魏轩低头一看，发现小紫正趴在火雀蛋上沉睡。现在的火雀蛋，其上火光弥漫，符文不断流转，散发出的生命气息十分强大。不过，里面的火雀好像也在沉睡。让魏轩意外的是，小紫居然长大了不少。之前只有2根手指大小，但现在竟有3米多长，手臂那么粗。最关键的是，小紫头上的2只触角竟有些像龙角一样了。不错，这2个小家伙以后肯定能成为他的强力助手。魏轩见他们都在沉睡当中，也没唤醒他们，而是在一旁全速恢复起了伤势，同时增加自身实力。第142章陆河真意。魏轩运转水木天赋疗伤间，也尝试吞服了一些丹药。别人需要炼化，但他直接提炼即可。提炼血气散，力量加10，体力加10；提炼行刃丹，敏捷加10；提炼凝神丹，精神加10；提炼御风丹，风抗加20；提炼风灵丹，减风抗加20；提炼避雷丹，雷抗加20；提炼雷鸣丹，减雷抗加20；提炼寒冰伞，冰抗加20；提炼冰晶伞，减冰抗加20。不错，风雷冰3种抗性和减抗也都有了。魏轩欣喜，本来他还想用自由属性将这3种抗性和减抗属性扩展出来的，但现在不用了。可以继续提炼血气伞，力量加10，体力加10；提炼断骨丹，体力加20；提炼血元丹，力量加20；提炼开窍丹，精神加20；提炼通脉丹，敏捷加20。然而，就在魏轩提炼的一包欢乐时，忽然失败的提示音响起。提炼血元丹失败，同类型丹药每个时辰只可使用10克，原来是有限制的。魏轩之后又尝试了一下吞服，也不行。看来这种限制就是针对的丹药，同类型丹药每个时辰使用的数量不能超过10克。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时辰使用了10颗血气散，增加了100点力量和100点体力，那就没办法再使用血元丹和断骨丹了。每天有12个时辰，照这么算，同类型丹药每天可以使用120克。所以每天能使用高阶丹药就不要使用低阶的，毕竟低阶丹药的限制也是每天120克，高阶的也是120克。与其如此，还不如使用高阶的，能多增加一些能量或属性。魏轩没再继续提炼那些丹药，可以说这种1阶、2阶，包括3阶的丹药，他基本就用不到了。如果没限制还好，可现在每个时辰只能使用10颗的限制，那就让他觉得没必要。虽说蚊子再小也是肉，但这些丹药给魏村其他人，比他自己用使用更有价值。于是魏轩又取出了 C 级天赋强化符，目前有7张，应该够融合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了。当即魏轩便轻车熟路地操作起来。很遗憾，您的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融合失败。提示：您的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的融合成功率提高 5%， 成功率达到了60%。很遗憾，您的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融合失败。提示：您的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的融合成功率提高 5%， 成功率65%。很遗憾，您的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融合失败。提示：您的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的融合成功率提高 5%， 成功率70%。很遗憾，您的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融合失败。提示：您的五行真意和毒之真意的融合成功率提高 5%， 成功率75%。很遗憾，
您的五行真意和独之真意融合失败。提示：您的五行真意和独之真意的融合成功率提高 5%， 成功率80%。很遗憾，您的五行真意和独之真意融合失败。提示：您的五行真意和独之真意的融合成功率提高 5%， 成功率85%。妈的，不会还融合不成功吧？就剩最后一张了。魏轩长舒了口气，再次融合。嗡，一道光束落下。恭喜，您的五行真意和独之真意融合成功。恭喜，您获得了 C 级天赋陆合真意。注：此陆合为金与水合，水与木合，木与火合，火与土合，土在合金，而后合独。提示：陆合真意超脱五行，已蕴含道胚。提示：检测到您具备陆合真意天赋，五行遁法自动衍生成陆合遁法。提示：您的金木火火土毒6种抗性自动融合为陆合抗性。提示：您的金木火火土毒6种减抗自动融合为陆合减抗。恭喜，您的五行真意和独之真意融合时衍生出技能陆合斩。呼，总算没白费那么多天赋融合符。魏轩露出欣然笑意，这六合天赋比五行天赋又强了一个，不止强了一个档次。尽管只融合了一个独之真意，但在这里1+1并不等于2，而是更多。最重要的是，陆合真意居然还蕴含出了道胚。按说所谓的陆合，在八卦中是指子与丑合，寅与亥合，卯与戌合，辰与酉合，巳与申合，午与未合。而根据五体启示录里的说法是体合于心，心合于意，意合于气，气合于精，精合于神，神合于空。不过他这里的陆合却是衍生出了新的道胚，金与水合，水与木合，木与火合，火与土合，土在合金，这其实算是一个圈，最后以金为载体，从而炼毒。看似强行，实则有道。魏轩又感受了一番陆合真意后，便查看融合时衍生的新技能陆合斩，以六合天赋之力凝聚出一把陆合剑，可斩众生，可斩天地虚无。提示：此技能威力恐怖，消耗也是巨大。提示：强化此技能只可提升威力，无法增加凝聚数量。又多了一个必杀技。尽管陆合斩的介绍并不多，但魏轩依旧可以肯定此技的威力。可斩众生，可斩天地虚无，有这2句就够了。强化一下，新技能有了，接下来就得进行强化了。目前技能强化陆族有18瓶，于是魏轩直接用掉9瓶，先是将陆合斩强化到了20，接着又将无敌金身也强化到了20，用掉了6瓶。不得不说，无敌金身绝对是关键的保命技能，若非有此技能，无论对付魔蛟还是之前乌离的自爆，他都凶多吉少。强化到20后，无敌金身持续时间从5秒变成了7秒，而且开启间移动速度已经可以达到未开启的 50% 了。可以想象，当开启无敌金身后，他的移动速度和未开启一样时，那就可以无视任何伤害，直接对施展拳脚。金刚不坏了，就是忙。魏轩歪歪了一阵儿，然后将剩下的3瓶技能强化录收了起来。最后就是技能融合符了，如今达到了9张，看看能融合一下什么技能。魏轩打开技能栏，技能灵眸陆合遁法，风翼魂骨，无敌金身，强化加20，陆合斩，强化加20，森林幻咒，强化加20，乌云压顶，强化加20，地法结界，强化加20，黑暗炮弹，强化加20，元素风暴，强化加20，无相剑阵，强化加30，极道化身，强化加30，狂暴之境，强化加30。就他俩。其实魏轩是早有打算的，将元素风暴融合到乌云压顶中，于是直接开始了一番操作。第143章荒废的古镇。魏轩选中乌云压顶为主技能，元素风暴为融合的辅技能。下面显示融合成功率 55%， 不算太低，但也绝不算高。很遗憾，您的乌云压顶融合元素风暴失败。提示：您的乌云压顶融合元素风暴的成功率提高 5%， 成功率 60%。很遗憾，您的乌云压顶融合元素风暴失败。提示：您的乌云压顶融合元素风暴的成功率提高 5%， 成功率 65%。很遗憾，您的乌云压顶融合元素风暴失败。提示：您的乌云压顶融合元素风暴的成功率提高 5%， 成功率 70%。很遗憾，您的乌云压顶融合元素风暴失败。提示：您的乌云压顶融合元素风暴的成功率提高 5%， 成功率 75%。当成功率达到 85% 时，恭喜，您的乌云压顶融合元素风暴成功。恭喜，您的乌云压顶技能得到大幅度提升。注：释放乌云压顶时，范围内将会出现冰雷风暴，
给力！魏轩相当满意。随后又查看了一下乌云压顶技能，强化度达到了 30%。此前乌云压顶的强化是 20%， 因为融合了元素风暴，所以达到了 30%。毕竟元素风暴的强化也是达到 20% 的。这种融合强化不仅不会消失，而且还会有所增加。但这种增加绝不是1+1等于2，而是根据综合强化程度来判定的。对此，魏轩也觉得合理。刚才将元素风暴融入到乌云压顶中，用掉了7张技能融合符，还剩2张，魏轩索性收起留着。这时他的伤势也完全恢复了，于是离开了临界空间，准备继续前往玄天殿。经过和乌岩部族3名子弟的战斗，魏轩发现新手区的命星凶兽跟域世界的存在差距很大。真正的点亮命星原来是地境，地境本土玩家对他的威胁很大，若自己不赶紧点亮命星，将会极其被动。何况那污浊逃脱，事后乌岩部族肯定会找他报仇，所以踏入地境刻不容缓。魏轩心想间，忽然脚下踩到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原来是刚才乌岩部族子弟乘坐的飞梭。此刻飞梭只有巴掌大小，但魏轩催动之下，那飞梭直接迎风剑掌，漂浮在空中。魏轩一跃而上，感觉还不错。这飞梭的速度虽然不比风翼，但也差不了太多，关键催动飞梭对自身基本没什么消耗，不像风翼，飞行的时间一长，对自身消耗还是有些影响的。收起思绪，魏轩催动飞梭，直奔玄天殿的传送入口处。这里已经离玄天殿的传送入口处很近了，最多再有10分钟就能到。片刻后，一座古镇出现在魏轩的视野中，只不过那古镇十分荒凉，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一座座房屋建筑更是残破不堪，似乎这座古镇已经废弃了许久。魏轩看了眼小地图，玄天殿的传送入口似乎就在这座古镇中，于是加速向古镇飞去。可眼看就要到古镇上空时，魏轩脚下的飞梭忽然脚好像撞到了某种屏障，竟向下翻去。魏轩心头一惊，赶忙催动风翼，但风翼也失效了，仿佛下方有某种力量强行将它向下拉扯。好在眼看就要跌落地面时，魏轩用蛟龙枪一点地面，借力稳住了身形。又试了几次，魏轩确定此地应该有某种屏障，禁止飞行。再看前方，古镇屹立在那里，散发着古朴气息。魏轩可以肯定，这座古镇有蕴含某种力量，以助于无法在其上方御空。好在魏轩再次打开小地图进去确认了一番，玄天殿传送入口的确就在古镇内，于是毫不犹豫地向古镇迈步而去。进入古镇时，魏轩好像穿过了某种屏障，四周出现了一圈透明波纹。提示：您已进入荒废的古镇。提示：荒废古镇中的每个房屋建筑都有可能存在副本。提示：天黑，勿入。魏轩眉头一皱，看了眼天色，如今只是下午，并不是天黑。不难理解的是，天黑后此荒废古镇极其危险。至于第二则提示，每个房屋建筑都有可能存在副本。卧槽！魏轩看了眼此镇的房屋建筑，没有万户也有8000，这么多副本呢？也就在魏轩讶然时，忽然任务栏开始闪烁，打开一看，提示：恭喜您进入荒废的古镇，找到公主的水晶鞋，可激活遗落的公主第2篇任务。提示：公主的水晶鞋就在荒废古镇的其中一个副本中，遗落的公主第2篇终于来了。魏轩喃喃自语，还要找到公主的水晶鞋才能激活。我擦，水晶鞋就在荒废古镇的其中一个副本中？尼玛说的这么轻松，你找一个试试。荒废的古镇这么多副本，难道要一个个找？魏轩有些不爽，但也没办法，只能先把这个激活任务暂时放一放，等点亮命星后再来激活这个任务吧。不过话说回来，这废弃的古镇虽然荒凉残破，但却透出古朴的气息，看似寂静，实则潜在危机。但这危机的背后绝对也存在机遇。魏轩断定这座古镇不简单，可如今尚未点亮命星，他并不打算探索，于是谨慎前行，寻找着玄天殿的传送入口。大概1刻钟后，魏轩来到了古镇的中心，这里有一片广场，而在广场的地面上有着一个光旋。确认了一番，此光旋正是进入玄天殿的传送入口。然而就在魏轩刚准备踏入传送光旋时，忽然感到背后传来一股危险的气息，几乎下意识间魏轩便就地一滚。轰！原来站立的位置竟出现了一片轰击余波。好在这片广场不知是用什么材质制成的，十分坚硬，没有一丝损坏。这时魏轩也稳住了身形，只见对面是一只属形凶兽，虽是属形，但却约莫丈许高大。魏轩施展灵眸查看，凶兽耀光属，等级20级，境界地境2重，下品，秘典3阶，耀光诀，天赋超玄速，D级，光之真意 C级，技能
战力306星，特性有主真兽，残暴、光明、守护。来历玄土部族子弟的真兽，爆率18%。查看完耀光鼠的信息，魏轩眉头一皱，玄土部族子弟难道也是天罚森林的5大势力之一？一时间，魏轩用精神感知查看，并没有发现附近有其他人的气息。也就这时，那耀光鼠呲了呲牙，赫然向魏轩扑了过来。第144章黑暗与光明轮回天赋。眼看耀光鼠向自己扑来，魏轩脸色阴沉，看来不击杀这耀光鼠是没办法进行传送了。既如此，那就杀！当即，魏轩也没留手，直接释放出一道道陆河剑刃，杀向耀光鼠。然而，耀光鼠的身上骤然散发出一片强烈的光芒，陆河剑刃刚一触碰到那片强光，竟直接消散。好强的光之天赋！魏轩心动了。如今他有6合天赋，包括金木水火土毒，也有气象天赋，包括风雷冰，甚至还有黑暗天赋。如果能再获得光之天赋的话，那就拥有10大元素天赋了。而且，光明天赋和黑暗天赋一样，都是很强大的。此刻眼看陆河剑刃无法击杀耀光鼠，魏轩直接释放出2枚黑暗炮弹。可耀光鼠的速度很快，直接躲开了黑暗炮弹的爆炸之威。至于黑暗炮弹散发的黑暗侵蚀，遇到耀光鼠身上散发的强光后，竟也无法攻破。不过，虽然黑暗侵蚀无法奈何耀光鼠，但耀光鼠也在不断散发强光，抵御着黑暗侵蚀。趁此机会，魏轩直接施展乌云压顶，融合了元素风暴，并强化到了30的乌云压力，威力比之前高了不止1个档次。轰隆隆，巨大的乌云威压让耀光鼠身上的强光渐渐变弱。可就在这时，耀光鼠动用了天地之力，身上强光骤然大盛。乌云压顶也在这时临至，一个个巨大的冰雷风暴出现，天空中冰雷之刃更是降临。魏轩更是将一道道陆河剑刃凝聚，形成巨大的陆河神像虚影。神像虚影睥睨天下，隐隐蕴含着道胚，配合着乌云压顶，骤然向耀光鼠斩去。感受到来自魏轩的恐怖实力，耀光鼠呲着牙发出一声咆哮，继而天地共鸣，2颗命星被对方释放出来。命星引动天地之力，与冰雷风暴和陆河神像虚影碰撞在一起。轰轰轰，滂沱的能量波动扩散，魏轩身上的无敌金身消失。可当他朝耀光鼠所在的位置看去时，发现对方根本没在那里。下一刻，一道黑影从侧面窜出，魏轩险些没反应过来，下意识用手一抓，掐住了耀光鼠的脖子。可那耀光鼠呲着牙，一双鼠目看向魏轩，顿时爆发出2道强烈的光线。距离太近，魏轩根本没做出任何防御。此刻被那2道光线击中，魏轩发现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了，着急间一把将耀光鼠甩了出去。警示：您被光明之力侵蚀，战力下降50%，移速下降50%，并进入失明状态。可恶！魏轩觉得自己在小阴沟里翻了船。吼！此刻耀光鼠身上也是伤痕累累，显然受了重伤。但他看到魏轩进入了失明状态，立刻发出一阵吼声，仿佛是在叫嚣。下一瞬，耀光鼠朝魏轩撕咬而去。可就在他刚扑倒魏轩身上时，忽然伸手嗖嗖嗖传来3道破空之声，紧接着，砰！噬魂钉携带着一道陆河狂暴和气象狂暴击中了耀光鼠。刚才魏轩进入失明状态后，猎魔头盔释放出了净化之光，解除了失明状态。魏轩将计就计，暗暗让极道化身隐匿起来，并意识一转，来了招金蝉脱壳，偷梁换主，让化身成为了本体。此刻耀光鼠被噬魂钉和2道狂暴之劲击中，本就重伤的他直接滚落在地。噬魂钉对其魂魄的攻击让他陷入了无尽的痛苦。爆！魏轩一声大喝，将狂暴之劲引动，顿时耀光鼠的身上被炸穿2个窟窿，直接毙命。击杀耀光鼠，获得能量加50000。恭喜您击杀耀光鼠，爆出4维属性加20，修炼时 x20，技能强化陆星号3，黄金宝箱 x1。听到耀光鼠被击杀的提示音，魏轩暗暗松了口气，然后便快速进行提炼。也不知道能不能提炼出光之真意天赋，毕竟提炼也只是概率性的。提炼耀光鼠成功，恭喜您获得自由属性加200，修炼值加100，地级超玄速天赋 C 级光之真意。检测到您已具备 B 级素质奥义，正在与地级超玄速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B 级素质奥义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20%。有了，哈哈！魏轩正高兴间，忽然一则提示出现。提示：检测到您同时具备黑暗与光明2大天赋，可将其进行融合，获得轮回天赋。轮回天赋！魏轩精神一振，光听着就很牛批啊。不过现在他不想耽搁时间，
得赶紧去玄天殿点亮命星才行。于是，在将药光鼠的尸体随手收起后，便直接迈进了玄天殿的传送入口。嗡！一阵光芒闪烁，将魏轩包括在其中。紧接着，魏轩便感到一阵恍惚，消失在了原地。就在魏轩被传送不久后，于荒废古镇的一座塔形建筑中骤然爆发出一片光芒。紧接着，2道身影从塔形建筑中飞出，落在了广场上。这2道身影为一男一女。男子身形高大，穿着一件兽皮衣，面容粗犷，手持一把大刀。女子是个美妇，尽管穿得并不艳丽，但依旧难掩那风情万种的婀娜身姿。这座古镇的副本太危险了，以后我们得多叫些人来才行。是啊，美妇惊于未定，不过很快便轻笑一声，虽然危险，但收获还是蛮大的。对，男子点了点头，可很快便眉头一皱，四处打量。咦，我的药光鼠呢？你不是让他在这里等着吗？美妇也表示疑惑。当即，男子便用心念沟通自己的真兽，可下一瞬便睁开双眼，目露怒意。操，我的药光鼠死了！死了！美妇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药光鼠再怎么也是地境2重，而且还有强大的光之真意天赋，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杀？现在不是夜晚，肯定不是这古镇内的存在击杀。天罚森林中可以击杀药光鼠的存在也不多吧？除非是另外4大部族的人。男子的脸色越发阴沉，紧接着便看到广场上有一抹险些，于是赶忙过去，沾染一丝血迹，凑在鼻尖闻了闻，这鲜血就是我药光鼠的。可恶，难道是乌岩部族的人？美妇暗暗猜测，我们玄土部族跟乌岩部族常有摩擦，很有可能就是干的，肯定是他们。男子咬牙握拳，我们来的时候还碰到过乌岩部的4个年轻小辈，传了些口舌，多半就是他们在进行报复。我们现在怎么办？走，回部族，找我们部族的长老前去乌岩部族讨个说法，看他们乌岩部族到底想干嘛。当即2人快速离开了古镇。第145章学姐。天罚森林深处，一座隐秘的山谷内散发着浓浓的热浪，整个山谷被一层阵法屏障所覆盖，若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谷内另有乾坤。没错，这里是天罚森林的5大势力之一乌岩部族的基地。乌岩部族子弟已达3000，族内更是高手如云，可以说是天罚森林霸主级别的存在了。以往乌岩部族子弟在天罚森林中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人敬畏，即便是其余4大势力之人也顶多是平等关系。可今日乌卓重伤归来，让乌岩部族掀起了一股怒焰。只见乌卓奄奄一息地出现了乌岩谷外，正在巡逻的几名乌岩部族子弟见状，连忙赶来搀扶。乌卓哥，你这是怎么了？快通知族长，还有各位长老，我有要事禀报。说完，乌卓直接昏死过去。那几名巡逻的子弟快速将乌卓抬到了部族，先是让部族中的医师为其疗伤，然后第一时间通知了族长和各位长老。很快，乌岩部族的族长和一众长老赶来，一见到乌卓，立刻怒不可遏。究竟是谁敢将我乌岩部族子弟伤成这样？这岂止是伤成这样，分明是下死手了。看样子，要不是4长老之前给他的保命符，恐怕他现在不可能回来了。乌卓不是跟乌离、乌明还有妹儿一起出去的吗？他们3个呢？难道不可能？乌卓他们4人虽然都只是地境2重，但在联手的情况下，哪怕地境3重，他们也不惧，至少可以安然逃脱。除非是地境4重的强者，在这天罚森林中，能进入地境4重的强者少之又少，基本都被我们5大部族包揽了。如此说来，对乌卓他们下手的，很有可能是另外4大部族的人。大家不要猜了，先救醒卓儿再说。当即，族内高手开始合力为乌卓疗伤。大概半个小时后，乌卓总算捡回了一条命，缓缓睁开了沉重的双眼。乌岩部族长和各位长老赶忙凑上前，问道：“卓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乌离、乌明、嗨嗨，还有妹儿，应该都已经死了。是一名试炼者干的。闻言，在场所有人都是大惊。什么？试炼者？这批试炼者降临这里，应该还不到4天的时间吧？居然就破开了新手区的封印。他们有多少人？就1人。嗨嗨，1人？这怎么可能？所有人都傻了。一名试炼者就击杀了他们部族3名优秀子弟，还重伤了1名。这种发展速度，即便中为世界的试炼者也很少有能做到的吧？卓儿，那试炼者是多少级？地境几重？15级，还没进入地境。所有人都倒吸了口凉气。一个15级的试炼者，连命星都没点亮，就有如此恐怖的实力。说实话，他们对乌卓的话有待怀疑，又或者是那试炼者动用了某种宝器或强大的手段。族长，各位长老，那试炼者应该是要去玄天殿点亮命星，你们赶紧派人过去阻杀他吧。
否则让那试炼者发展起来，对我们绝对是很大的威胁。咳。乌卓急得一口气说完，然后剧烈的咳嗽起来，继而再次昏死过去。他伤得太重了，恐怕没有个把月的时间，不能完全恢复。见状，乌烟部族长面色阴沉，而后看向各位长老及族中核心成员，说道：“你们谁去探明一下情况？”族长，让我去吧。四长老决然道。乌卓算是这位四长老一手带起来的，论辈分的话，乌卓还得叫他一声二爷。族长，我和四长老一起去吧。还有我也去。这三人都是乌明、乌离、乌妹儿的长辈。于是乌烟部族长思量一番，点了点头，也行。四长老是地境5重，你们三个都是地境4重，谅那试炼者再厉害，也不是你们的对手。不过切记，一旦发现危险情况，立刻回来禀报。是，族长。当下四长老带着那三人离开，直接向荒废的古镇赶去。彼时魏轩仿佛穿梭轮回隧道一般，只感觉天地都在旋转，直到片刻后，旋转终于消失。魏轩稳住身形，举目四望，发现自己正身处在一座巨大的广场中，广场周围都是白蒙蒙的雾气，似乎来到了云端。最重要的是，当魏轩转身时，赫然发现在广场的中心地带，一座大殿巍然屹立。这大殿恢宏磅礴，犹如高塔一般，有很多层，每一层都被云雾缭绕。而在第一层上面，赫然写着3个明晃晃的大字：玄天殿。魏轩有些被震撼到了，自己站在这玄天殿下方，感觉比蚂蚁还小，微不足道。不过也只是瞬间的恍惚，魏轩便握了握拳，精神一振。然而他刚准备迈步朝玄天殿走去时，忽然身后的传送光旋亮起一道道光芒。魏轩下意识与传送光旋拉开距离，很快光芒消散，5道身影也被传送到了广场上。那是3男2女，为首的男子30岁左右，身材强壮，手中握着一把带鞘长剑，眉宇间多少有些倨傲。两边的男子一胖一瘦，胖子手里啃着一块烤肉，一看就知道是个吃货。瘦子有些像猴，时而瞥胖子一眼，满目嫌弃。至于那2女，姿色都很哇塞，其中一个腿长腰细3六额，好吧，没有地，最多双臂，不能再多了。不过也不能他，毕竟他看起来才16、17岁的样子，还有发育空间。一张娃娃脸，配上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显得十分呆萌可爱。至于最后一个美女，学姐，那最后一名美女24、25岁，相对那16、17岁的少女来说，多了些成熟与性感，但又不失青春靓丽。身材是让男人欲罢不能的那种，颜值更是吊打各路明星网红，妥妥的漫画脸，杏目摇鼻，朱唇皓齿，就俩字：尤物。当然，魏轩除了欣赏这名美女外，更多的还是欣喜，因为这美女是他的学姐李子琪。降临这主宰创造的世界当中，他这是第一次遇到熟人。第146章结伴。魏轩打量李子琪的同时，李子琪也在打量他。直到听见魏轩喊他学姐时，他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轩子，真的是你啊？可不就是嘛。魏轩也开心坏了。李子琪笑得更欢了，直接跑过去一把抱住了魏轩。顿时2股压迫感让魏轩心中一阵荡漾。真不愧是学姐，这弹性相当哇塞啊。轩子，见到你真高兴，哈哈。李子琪抱着魏轩，开心的恨不得跳起来。我也很惊喜啊。魏轩跟李子琪这么熟，也不单单李子琪是他学姐，更是和他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玩伴。他和妹妹还有李子琪都是从小在一个大杂院长大的，后来无论上初中还是高中以及大学，都是在同一所学校。学姐，快松开吧，你压得我都快踹不过气了。魏轩见李子琪没有松开他的意思，只好开玩笑道。李子琪立刻推开魏轩，下意识瞥了眼他身下，然后撅了撅嘴：姐抱你那是看得起你，瞧你事儿多的，哼。就在这时，另外3人走了过来，瘦子打趣地问道：子琪，这你男朋友啊？别瞎说，不是，那是情人。少女嫩白的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根棒棒糖，边吃边在魏轩和李子琪之间看来看去。小妮子，这是我学弟兼死党。李子琪白了少女一眼。哦。少女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又补充道：男闺蜜呗，能当子琪姐的男闺蜜肯定很幸福。胖子嘴里嚼着烤肉说道。哼。持剑男子冷哼，看向魏轩的眼神多少有些怨气。魏轩一愣，这是情敌啊？呸，什么情敌？自己又没追李子琪，应该是这对方一厢情愿的把自己当成情敌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叫魏轩，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因为后来上学都在同一所学校，而我比他大1届，所以他就经常开玩笑叫我学姐。说到这里，李子琪白了魏轩一眼，以后叫子琪姐，听到没？整天学姐学姐的，不害臊啊？害臊？你怕不是看过少年啊兵吧？第2章，轩子，
这都是跟我一个新手去的。李子琪说着，指了指那持剑男子，这是叶白，也是我们的村长。然后又指了指胖子和瘦子，这是后云和牛大壮，你可以叫他们猴子和大壮。这小美女是，我叫米玲，大哥哥，你可以叫我玲玲哦。没等李子琪介绍，米玲就自报了姓名，然后还友好的向魏轩伸出了棒棒糖，大哥哥，你要吃吗？魏轩看了眼棒棒糖上的口水，你吃吧。哦，不吃老盯着人家的棒棒糖看啥？米玲嘟囔道。魏轩一脸尴尬，有种社死的感觉。不过话说回来，感觉李子琪的这几个同伴有些不太正常啊。贼眉鼠眼的猴子，啃烤肉的大壮，吃棒棒糖的少女，拽不拉几的叶白。魏轩一时好奇，于是用灵眸查看。人类，后云，等级16级，天赋素之真意 C 级，目之奥义 B 级，技能战力180星，来历3号玉林52区叶村试炼者，人类牛大壮，等级16级，天赋体之真意 C 级，土之奥义 B 级，技能战力176星，来历3号玉林52区叶村试炼者，人类米林，等级16级，天赋念之真意 C 级，水之奥义 B 级，技能战力175星，来历3号玉林52区叶村试炼者，人类李子琪，等级16级，天赋力之真意 C 级，火之奥义 B 级，技能战力187星，来历3号玉林52区叶村试炼者，人类叶白，等级17级，天赋金之法则 A 级，技能战力194星，来历3号玉林52区叶村试炼者。查看完，魏轩心中大动，这几个人都不错啊。李子琪他们4个有着 CB 双天赋，叶白更是具备 A 级金之法则天赋，这可比996区的成员强多了。即便在整个7号域，也都是佼佼者。轩子，你在几号域？李子琪这时问道。7号。魏轩说道。996区。你一个人？魏轩点了点头。米林含着棒棒糖说道，一个人就来这玄天殿了，大哥哥肯定很厉害吧？我也好奇，哥们儿你什么天赋？猴子也问道。我。魏轩想了想 ，B 吧。本来想说双 B 的，结果下意识看了眼米林那小姑娘的娇小车灯，没好意思说。如今她的4维属性都达到了 B 级奥义，所以说个 B 就当全概括了，总不能把她所有天赋挨个说个遍吧。B 级天赋也不错了，我们也都是 B 级，只是还多了一个 C 级而已。李子琪又补充道，叶白强一些，是 A 级金之法则天赋，厉害。魏轩看了叶白一眼，叶白冷哼一声，阴阳怪气道 ：“B 级天赋，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一个人来到这玄天殿的。哎，运气好真不错。”显然，他觉得魏轩能一个人来玄天殿，多半是靠运气。叶白，你好好说话。李子琪对叶白的态度有些不满，于是向魏轩安慰道：“轩子，你别在意，我们这村长傲是傲了点，但还算正义。是啊，大部分的天赋都只是 F 级和 E 级，能达到 D 级和 C 级的都很不错了。” B 级和 A 级就可以列为强者了。米林冲魏轩眨了眨眼，大哥哥加油，我看好你哟。魏轩，子琪，我们还是赶紧去点亮明星吧，这一次我们肯定能成功。叶白这时说道。好。李子琪看向魏轩，我们边走边聊。魏轩点了点头，跟李子琪他们一起向玄天殿走去。因为同是龙国人，在这里也算是老乡了，再加上和李子琪的关系，魏轩和另外几人倒也谈得来。当然，拽拽的叶白除外。许是觉得自己的金之法则天赋比较牛逼，叶白一边走一边仰着下巴，时不时的瞥向和李子琪侃侃而谈的魏轩，挖苦魏轩2句，以此寻找存在感。不过魏轩也没在意，他也看得出来，叶白这人不算坏，只是有些拽有些傲，再加上把他当成了情敌，所以才会对他态度不好。倒是猴子、大壮和玲玲3人跟魏轩倒是自来熟，主要是3人的性格多少有些不正常。此外，他们交谈间，魏轩和李子琪他们也交换了一些信息和目前的处境。第147章入殿副本。魏轩通过和李子琪他们的交谈，得知3号域有着一位 S 级光明天赋的强者，能具备 S 级天赋已经相当厉害了。此外，李子琪他们所在的052区也先后经历了3次挑战，赢了2次，输了1次。至于052区，说强不强，说弱也不弱，不弱是因为有叶白这位 A 级精细天赋的强者，再加上李子琪他们 BC 双天赋。而不强则是因为052的大部分人都是 F 级，少部分是 E 级、D 级和 C 级，只有1-2个最后还阵亡了。
可以说发展到现在，052区也算是不高不低。而叶白建立了叶村后，李子琪他们也算是村里长老级别的人物了。毕竟和 BC 双父和 A 级天赋虽有差距，但不是很大。对了，叶村如今只有355人，面对新手终极考核，马匪来袭，他们也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只能尽可能的提升实力，点亮命星。玄天殿，他们这是第3次来，此前2次点亮命星并未成功。其实不光他们，包括很多本土玩家也很难有一次就点亮成功了。对了，子琪，你有小韩的消息吗？小韩就是魏轩的妹妹魏涵。李子琪摇了摇头，我在3号域并没有发现小韩，也就发现过2名同学，可后来他们就阵亡了。唉，魏轩微微叹了口气，在这主宰宇宙中能遇到自己熟悉的人，并且还幸存的，是件极其不易且幸运的事。我们到了，叶白这时说道。魏轩一愣，他们的确临近玄天殿了，可发现玄天殿并没有门，只有一面高大的石碑屹立在旁边。这是魏轩第一次来，有些不懂。轩子，你看石碑上的字。李子琪指着石碑解释道，想要进殿内必须得通过这石碑副本，这里面封印着一只守护灵，只有击杀守护灵才能获得进殿令。喏，就是这个。李子琪玉手光芒一闪，出现了一则古朴的令牌，上面写着一代表第1层，想要更高层就得击杀更高层的守护灵。侯云拍了拍魏轩的肩膀，哥们儿，我们在里面等你，你先去击杀守护灵吧，奥利给。哼，我估计他很难一次就击杀成功，就算能击杀也至少得花掉1个多小时。叶白不屑道，守护灵很厉害。魏轩看向李子琪问道，是蛮厉害的。李子琪顿了顿说道，当时叶白用了半个小时才击杀守护灵，我和猴子、大壮还有玲玲也用了45分钟，所以你能用1个小时击杀守护灵就不错了。对了，如果你打不过就默念退出，到时就会出来了，大不了再从长计议。好，魏轩明白后对李子琪说道，那你们先进去吧，我马上就来。切，还马上？叶白瞥了魏轩一眼，净说大话。叶白，你再这样我可跟你急啊。李子琪板着脸冲叶白嚷了一句。尽管叶白实力要强些，但看到李子琪真的要生气，也就闭上嘴不说话了。李子琪这才对魏轩道，你把手按在石碑上，默念守护灵就能进副本了。好。当即魏轩将手按在石碑上，顿时泛起一圈光芒波纹。随着魏轩默念守护灵，下一刻他的身影便从原地消失。石碑副本中，一座祭坛被茫茫白雾笼罩。魏轩进来后，立刻便看到一只巨大的蛇形凶兽，通体长有青鳞，身长8丈，头生独角，背有羽翅。凶兽飞羽天蟒，等级20级，境界地境异虫，下品。天赋技能战力265星，特性王级，凶残，镇守，爆率18%。咦？魏轩愣了愣，就这样的李子琪居然说他很强，他这一路连地境2重的都杀过了，所以面对这地境一重，击杀起来根本就是轻而易举，好吧？不过转念一想也是，李子琪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实力，地境一重对现在的李子琪他们来说确实已经很强了。估计他们能先到玄天殿，也是因为几人组了队，而自己是一个人。其实魏轩并不知道的是，因为他自己逆天的成长，再加上996区的挑战一次都没输，所以他所在的996区是存在很多副本的，而且无论凶兽还是 BOSS 的整体实力都比其他区要强很多。不说别的，就拿开图任务来说，魏轩击杀的可是3颗中品命星的魔蛟，但李子琪他们几人联手击杀的也只是2颗下品命星的 BOSS 罢了。何况魏轩之所以到现在才赶到玄天殿，也是被一些副本或任务给耽搁了。可李子琪他们却没像魏轩那般一路走来丰富多彩。此刻魏轩面对飞羽天蟒没有丝毫压力，飞羽天蟒阴冷地盯着魏轩，下一瞬便发出一声咆哮，直奔魏轩而去。魏轩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释放出一道道陆河剑刃，紧接着黑暗炮弹、乌云压顶，各种手段齐放。几个回合后，随着魏轩将噬魂钉和一记陆河狂暴打入飞羽天蟒体内，飞羽天蟒很快便毙命。击杀飞羽天蟒，获得能量加1000000。恭喜您击杀飞羽天蟒，获得修炼师 X10，技能强化陆星号1，黄金宝箱 X1。恭喜您击杀飞羽天蟒，获得玄天殿第1层通行令。飞羽天蟒死后，直接化作点点星光消散，没有给魏轩提炼的机会。魏轩也不在意，此刻他的手中多了一个通行令，和李子琪的一样，上面显示一个一字。将通行令与自身绑定后，魏轩便知道了此令的使用。只要将心念投入通行令中，默念入字，即可进入玄天殿内。于是魏轩照此使用，下一瞬他
他的身影便消失不见。广场上，当魏轩进入石碑副本后，李子琪站在原地愣神。侯云啧道：“子琪姐，在担心你的情郎吗？”李子琪面色一板：“死猴子，不想活的话说一声。”子琪姐，我觉得吧，很多男闺蜜其实就是情郎。米林说道：“你一上来就对那大哥哥一顿抱，还抱那么紧，把你那里压的都变形了。单纯的男闺蜜可不是这样的哦。”你，李子琪俏脸红润：“子琪姐，要不吃点烤肉压压惊？”大壮将自己手里的烤肉递向李子琪：“去！”李子琪一脸嫌弃：“哼！”叶白心里很酸，说道：“我们赶快进店吧，时间紧，任务重，没必要等到魏轩，他能不能击杀飞羽天蟒还不一定呢。我觉得能一个人来这玄天殿，肯定是有实力的，不过应该至少得1个小时。”侯云分析道：“没准那大哥哥运气好，用不了1个小时就击杀飞羽天蟒了呢。”米林吃了2口棒棒糖：“哼，他要能在1个小时内进入殿内，我倒立吃翔。”叶白冷哼，一脸自信。李子琪瞪了叶白一眼，也没再跟叶白计较，只是说道：“入殿吧。”说完，李子琪心念一动，身影先行消失。叶白几人也随之进入到了殿内。然而，当他们进来后，瞬间懵逼了，魏轩居然在里面。第148章嘲讽。随着李子琪和叶白先后进入到玄天殿，他们全都傻眼了。魏轩居然站在那里，你们怎么才进来？魏轩也是刚入殿，此刻见李子琪他们进来后，也是愣了一下。李子琪一阵错愕：“你是轩子？不认识了？”这，后云问道：“你把飞羽天蟒击杀了？”魏轩笑了笑：“我运气好，进副本后那家伙在睡觉，随手就杀了。”这特么也行？你会卡 bug？ 米林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一脸不可思议，连手中的棒棒糖都忘吃了。牛大壮也没啃烤肉，我没上过学，你别骗我。飞羽天蟒在睡觉，随手就杀掉了，你特么还敢不敢再假点？好歹是地境凶兽啊，简直离了个大谱。叶白也是脸色难堪，感觉像是被人狠狠抽了一巴掌似的。叶大村长，这波怎么说？后云看向叶白，似笑非笑的问道：“你说魏轩能在1个小时内击杀飞羽天蟒，就道理怎么来着？”吃翔。看起来老实憨厚的牛大壮回答道。米林一双滴溜溜的大眼睛紧紧盯着叶白：“我不说话，但请看我眼神。”叶白低着头，脸色通红，这种社死的感觉真难受啊。他憋了一阵儿，叶白终究还是找了个借口，他是靠运气击杀的，不算。李子琪也打圆场：“行了，我们赶紧点亮明星吧，逗逗叶白就行了，总不能真让他吃翔吧。”这时，魏轩也开始环顾起了玄天殿。此殿之大，一眼竟看不过来。而在大殿内屹立着6座石碑，其上刻有符文，透出一股玄之又玄的奇异。除此之外，殿内还有许多人，不过大部分都是来自各域的本土玩家，像他们这样的试炼者几乎看不到。想来，如今能完成开图任务并进入玄天殿的试炼者极少。魏轩他们几个的到来，也让殿内那些本土玩家全都向他们看来，这让魏轩暗暗谨慎起来。李子琪说道：“别紧张，无论是在外面的广场还是殿内，都不允许动手的，否则将会被主宰抹杀。如果实在想动手，可以到 PK 场进行 PK。”后云说着指了指上面，不过 PK 场在第2层。玄天殿一共有几层？不清楚，我们也只来过2次，这是第3次。有人说玄天殿有9层，也有人说10层，这只有自己去了才知道。后云啧道：“可惜以我们如今的实力，能进第1层就不错了，更高层暂时不用想。玄天殿第1层主要是地境考核和选择秘典，第2层是 PK 场，第3层是各种秘境试炼，第4层能通往各区各域，再往上就不知道了。”闻言，魏轩点了点头，算是明白了。也就是说，他想要帮风氏部族破解禁咒，就得前往第3层，而他还想帮李子琪他们解决破咒马匪来袭的危机，这样就得去第4层。不过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得先点亮命星，确切的说是迈入地境。怎么参加地境考核？魏轩又问了起来。得亏是遇到了李子琪他们，此前他们也来过2次，所以对玄天殿比他熟悉。否则如果是他自己的话，怎么也得费心了解一番。当战力达到100星后，就可以点亮自己的命星，点亮1颗为地境1重，2颗为地境2重。地境共有9重，代表9颗命星。此外，命星也有品质，划分下品、中品、上品、真品、极品。说到这里，李子琪顿了顿，最后又补充道：“极品之上，据说还有神品。”诺，那6座石碑就代表6种品质的命星，也是通过那6座石碑才能参加地境考核。后云指了指殿内的6座石碑，继续道：“不过呢，
想要参加高品质命星的考核是需要认证考核资质的，只有认证通过才能参加相应的考核。大哥哥，越高品质的命星考核难度就越大哦。米林趁着吃完一口棒棒糖的空隙，赶忙也补充了一句。李子琪也再次说道，第一颗命星十分重要，如果第一颗命星是下品，那后面就很难成为中品，如果第一颗是中品，那后面也有很大可能都是中品。当然事无绝对，其实也有很多人第一颗命星是下品，但第二颗是中品，也有人第一颗命星是中品，但第二颗是下品，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在下品和中品之间，递进品质还分中下品和准中品，而在中品跟上品之间也有中上品和准上品这样子。中下品就是一个人点亮的下品命星比中品多，准中品则是点亮的中品命星比下品多。闻言，魏轩释然道，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点亮了5颗命星，3颗是下品，2颗是中品，那这个人的递进品质就是中下品。对，那如果点亮了6颗命星，中品和下品都是3颗算什么？也算中下品。后云接话道，其实很多人的命星品质不一，是因为命星品质可以改变。诺，那座石碑就是洗炼命星品质用的。后云指了指另一个方向的巨大石碑，又说道，不过洗炼命星的难度十分巨大，而且又很烧资源。什么资源？好像是一种叫命星洗炼石的东西。牛大壮趁着嚼完一大口烤肉的空隙，抢先说道，听说用命星洗炼石洗炼命星，上品之内可以直接洗炼，但洗炼真品和极品时还需要进行洗炼考核，至于神品只存在于传说。大壮，你能不能别抢我话？后云白了牛大壮一眼。这时叶白见李子琪他们不断给魏轩讲解，心里多少有些酸，于是开口道，子琪，我们快去点亮命星吧。李子琪看向魏轩，轩子，你还有什么不懂的吗？了解的差不多了。魏轩也不想一直耽误李子琪他们的时间，于是说道，我们过去吧。好。当即魏轩几人向那6座石碑走去。此刻围绕石碑的有不少人都在3、5成群的交流考核心得，见魏轩他们走来，全都纷纷侧目。啧，这几个试炼者不错嘛，3、4天的时间就来这玄天殿了。不过看他们刚才在那说了那么长时间，估计对递进考核也没什么把握。递进考核能3次通过就很不错了，一般都至少得5、6次才能完成考核。我倒要看看这批试炼者的质量怎么样。那些本土玩家全都议论纷纷，不过他们知道在这玄天殿不能动手，所以也只是冷眼观看。当然大部分本土玩家跟试炼者并没有什么冲突，正常情况下他们不投靠试炼者，也不会跟试炼者为敌。魏轩他们自然也不会主动招惹那些本土玩家。此刻来到6座石碑前，李子琪指着其中一座石碑说，这座石碑最小是下品命星的递进考核，再大些的是中品，依次排列，最中间的那座石碑是神品命星的递进考核。怎么认证考核资质？魏轩问道。诺，石碑上都有介绍。后云指了指石碑上的符文字迹，将手按在石碑上，运转自己的天赋能量就可以。魏轩看了下，原来认证考核资质的关键就是每个人的天赋情况，天赋等级越高或者天赋越多，考核资质就越容易认证。当然这也不是绝对，也有一些特殊之人可以运转其他力量获得认证，甚至每个人各方面的属性、灵魂、技能、精力都包括在认证范围内。轩子，要不你先认证一下考核资质吧。李子琪说道。好。魏轩点了点头，然后刚准备把手按在下品石碑上时，忽然身后传来一阵嘲讽。哦，法克，这里居然有几个病符。谢特，他们是怎么来到玄天殿？这简直不科学。魏轩伸出的手停在那里，扭头一看，竟是2个西方白皮走了过来。第149章认证考核资质。2个西方白皮自然就是其他区域的试炼者。此刻魏轩几人转身向2个西方白皮看去。刚才是你俩在放屁？后云漫不经心地问道。挺臭的。牛大壮看了看手里的烤肉，不吃了。法克，你们应该庆幸这里不能战斗，真想用我漂亮的小脚踹爆你们干瘪的 PG。2个白皮说道。你们龙国人都是懦夫。诺你妈个头啊，你们牛批，来打老子啊！后云忍不住破口大骂。米林放下手中的棒棒糖，2位白皮，瞧他嘴贱的，快上啊，打他，我给你们加油，度呢不爱度。我也支持。李子琪也笑了笑。2个白皮憋得脸红，打个蛋蛋啊，这要是一动手，指定得被抹杀。龙国人真是太坏了。法克，白皮急道，有本事去第2层的 PK 场。叶白这时站了出来，你们别在这里叫嚣，我 A 级法则天赋，杀你们易如反掌。这话听着很牛批，实际上多少有些装批，嗨嗨。哦，真是搞笑。A 级法则很厉害吗？白皮冷笑，我们2个可都是双 A 天赋，外加我们神圣的天使血统。什么？叶白脸色一变，李子琪他们也都表情僵硬。靠，
这些白皮怎么回事？居然这么厉害！魏轩也是暗暗施展灵眸，查看两个西方白皮的面板。人类巴克，等级18级，境界地境异虫，中品，秘典蓝品2阶光明诀，天赋力之法则 A 级，光之法则 A 级，天使血脉 E 级，技能战力236星，来历1号域338区光明村试炼者，人类约翰，等级19级，境界地境异虫，中品，秘典蓝品2阶耀光诀，天赋念之法则 A 级，光之法则 A 级，天使血脉 D 级，技能战力245星，来历1号域338区光明村试炼者。查看完，饶是魏轩也忍不住有些动容。双 A 天赋外加一种血脉天赋，这在新手考核刚开始，怕是就大杀特杀了吧？而且这两个白皮还完成了地境异虫的考核，还是中品，难怪这么嚣张，一上来就对他们进行嘲讽。这两个试炼者不简单呐。我刚才看了一下，的确是两个 A 级天赋，外加一种血脉天赋，这样的实力应该堪比中维世界了吧？记住他俩，以后我们可以投靠。周围的本土玩家再次议论起来。其实很多本土玩家都是需要依附强者的，毕竟他们在这弱肉强食的主宰宇宙中，也有随时陨落的风险。不仅要面对各种凶兽和异族，还要提防其他本土玩家。就拿天罚森林来说，5大部族算是天罚森林的霸主，但除了5大部族外，其他中小部族的生存就没多大保障了。所以知道自己实力不济，就趁早依附强者，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前提是，无论依附试炼者还是本土玩家，都必须是真正的强者。所以目前很多本土玩家都是抱着观望的态度，等遇到真正的强者，他们就会第一时间依附。很多本土玩家都是尽可能的依附试炼者，因为依附其他的本土玩家很难得到重视。但依附试炼者就不一样了，因为试炼者需要发展和积攒底蕴，所以收拢本土玩家后都会重视起来。本土玩家有底蕴，试炼者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就好比一个富二代和一个潜力股，具体怎么选，就看个人意愿了。此刻在场的本土玩家在得知约翰和巴克是双 A 外加一种血脉天赋后，立刻就涌出了攀附心理。A 级天赋已经算是很厉害了，尤其是在这低维世界。至于 S 级、SS 级、SSS 级天赋，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100亿人里出一个 S 级天赋就算很不错了。S 级或更高级别的天赋，只有中维或高维世界才有可能出现。低维世界基本就得靠大机缘将 A 级天赋提升成为 S 级，但这种机缘几乎看不到。所以双 A 外加一种血脉天赋，在各个低维世界绝对是巅峰的存在。但资质再厉害，也需要发展和成长，很多天才都是死于萌芽或成长阶段。也是因此，那些本土玩家虽然涌出了攀附心理，却并没有直接上前讨好两个西方白皮，只是静观其变。此刻李子琪他们表情僵硬，在得知两个白皮是双 A 外加一种血脉天赋后，他们就处在了弱势。虽说玄天殿内不允许战斗，他们完全可以跟两个白皮对骂，但那样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他们也并不是绝对的安全，如果真把两个白皮惹急了，完全可以通过玄天殿第4层传送到他们所在的区域进行屠杀。虽说传送其他区域的条件比较难，但以两个白皮的实力，想要做到并不难，只是时间问题。我们赶紧先点亮命星，天赋不足，努力来凑。李子琪对魏轩说道：“你也认证考核资质吧？”魏轩点了点头。哦，真是垃圾，居然还没开始认证考核资质。我们早就完成第1重的地境考核了，而且还是中品地境。弱小的龙国人，我赌你们的考核资质不可能第1次就通过，就算通过也是下品，而且无法完成地境考核。两个白皮不依不挠的对魏轩几人进行着嘲讽。可恶啊！后云气的不行，耿直的大壮上前就要朝那两个白皮挥拳，就是莽，就是干，然后却被叶白和李子琪拦住了。大壮，别冲动。哈哈哈，他们急了，再急也不敢拿。我们怎么样？懦夫就是懦夫。看，那家伙要认证考核资质了。果然啊，他们龙国人也只能认证下品，还不一定能通过。就在两个白皮不断嘲讽挑衅间，魏轩的手掌按在了下品石碑上。他没有运转任何天赋，可那石碑还是光芒大亮。紧接着，一行字迹浮现出来：恭喜玩家轩通过下品资质考核认证。通过了，居然通过了，这也太快了吧！我见他刚把手掌按在石碑上，就直接光芒大亮了。那些本土玩家有些惊讶，原来认证考核资质也是有过程的，天赋等各方因素越好，认证的就越快。不过一般最快的也得3-5秒，慢的都需要1分多钟。可魏轩瞬间就认证通过了，
连1秒都不到。可以啊，轩子，我当时认证还用了10几秒呢。李子琪替魏轩高兴，这又是运气？后云问道。魏轩笑了笑，应该是吧。米林，所以你认证时石碑睡着了是吗？我脑子笨，你别骗我。牛大壮说道，回头我也趁石碑睡着时再去参加递进考核。叶白，不过叶白看向魏轩的目光，这次竟有些动容，那股拽劲儿也没了。这时，那2个白皮也从惊讶中清醒。哦，上帝，你真是瞎了眼，居然能让龙国人通过考核资质认证。法克，这简直不科学。没关系，巴克，他认证通过的只是下品考核而已，我们可是中品。也是，就算龙国人成功认证了考核资质，也只配是下品。在2个白皮的嘲讽声中，魏轩赫然朝中品石碑走去。第150章，震撼全场。死！这家伙要做什么？他这是要认证中品考核资质？简直太蠢了！中品考核资质也是谁想认证就能认证的？这个试炼者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不少本土玩家看到魏轩的举动后纷纷惊然。李子琪忍不住问道：“轩子，你要认证中品考核资质？”魏轩点了点头。可是如果认证失败的话，无论再次认证还是参加递进考核，都得需要等1个小时。也就是说，一旦魏轩认证中品考核资质失败，那必须得等1个小时才能回过头来参加下品递进考核。兄弟，高品质的命星谁都想要，但也得考虑自己的天赋情况。别说你是 B 级天赋，即便我们叶村长的 A 级天赋都没能认证中品考核资质成功。后云顿了顿，算是对魏轩劝道，而且就算认证成功了，中品递进考核的难度也是很难完成的，浪费那1个小时的时间干嘛？叶白这次虽然是打击魏轩，但也算是好心。大哥哥，其实大部分人点亮的命星都是下品，能点亮中品命星的人大概100万人里才会出一个，上品命星更难，1000万人里才会出一个，真品是亿万之一，极品是100亿之一。米林举着手中的棒棒糖对魏轩说道，而且这也只是理论上的可能，一般各个低维世界能出一个上品命星就很不错了，至于真品，据说只有中维世界的人才能点亮，极品更难，也就高维世界才有资格成就极品。那神品呢？魏轩问道。此言一出，那些本土玩家纷纷大笑，哈哈，这小子居然还想认证神品，简直异想天开。那些高维世界的天才都无法成就神品，他一个 B 级天赋的试炼者，凭什么？怕是脑子抽抽了吧？那2个白皮也再度开始了嘲讽。哦，愚蠢的龙国人简直滑稽至极，他以为他像我们一样拥有双 AY 加一种血脉天赋吗？没错，我们2个已经超越100万人了，甚至更多。他如果再认证中品成功，那中品资质也太多了，上帝是不可能同意的。弱小的龙国人，他们只配下品资质，根本不可能成就中品。就在2个白皮疯狂嘲讽挑衅间，魏轩直接将手按在了中品石碑上。这次中品石碑稍稍亮了一下，魏轩微微皱眉，紧接着便运转自身的4维属性能量。下一瞬，中品石碑光芒大盛，并出现了一行由光芒组成的字迹：恭喜玩家魏轩通过中品资质考核认证。天天呐，居然通过了！这批试炼者都这么厉害，现在认证中品资质考核这么容易？那些本土玩家纷纷惊掉一地下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很快，他们便接受了这一事实，露出羡慕的神色。轩轩子厉害啊！李子柒眨了眨美眸，居然通过了！兄弟，你确定你是 B 级天赋？后云也一脸的难以置信。其实魏轩这次根本没有运转其他天赋，只是运转了一下4维属性能量而已，所以这跟天赋并没有什么关系。米林一口将棒棒糖咬碎，所以你这次又是趁中品石碑睡觉时悄悄认证成功的是吧？牛大壮一愣，手里拿着烤肉，陷入了沉思。就连叶白也看向魏轩，微微咽了抹口水。你真的是靠运气？魏轩笑了笑，没说话。这时2个白皮也从震惊中缓过神。哦，法克，这怎么可能？弱小的龙国人不可能拥有中品考核资质，这肯定是假的。谢特，上帝真是瞎了眼。bug， 这一定是 bug。就在2个白皮无法接受并再次嘲讽间，魏轩在众人骇然的眼神中走向了上品石碑。这一次他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将手按在了上面。魏轩运转4维天赋，嗡嗡嗡，上品石碑赫然也光芒大盛。恭喜玩家魏轩通过上品资质考核认证。卧槽，上品就这么瞬间通过了？我严重怀疑这些认证石碑是不是坏了。慎言，小心被主宰抛弃。惊了，所有人都惊了。李子柒、叶白、后云、米林、
牛大壮全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两个西方白皮更是瞪大了眼珠子，嘴里不断说着法克与谢特。然而，让所有人再次骇然到极致的是，魏轩竟再次走向珍品石碑。所有人脑子里都嗡嗡的，这试炼者到底有多强啊？居然还想认证真品？不对，真品只有中维世界的人才有可能认证成功，他们所在的低维世界。刚想到这里，魏轩便又将手按在了真品石碑上。这一次，他不仅运转了四维天赋，更运转了气象天赋。只见真品石碑同样光芒大盛。恭喜玩家魏轩通过真品资质考核认证。静！此刻玄天殿的众人仿佛被定格，一双双眼睛全都大睁，表情更是骇然到了极致。真品，只有中维世界的人才能成就的真品，在他们这个低维世界，居然有试炼者成就了。这没完，还没完！魏轩竟又走向了极品石碑。我滴个大草特草啊！这是搞什么？众人心里无比活跃，但他们此刻说不出半句话来。没办法，嘴巴张得都抽筋了，可就是喝不住。此刻，魏轩毫不犹豫的又将手掌按在了极品石碑上，四维天赋、气象天赋、黑暗天赋、光之天赋全面运转。嗡！极品石碑光芒照亮了整个玄天殿。恭喜玩家魏轩通过极品资质考核认证。操！还特么让不让人活了啊？你这不是来认证考核资质的，是特么来刺激我们的啊！极品考核资质，不是只有那些高维世界的玩家才有可能认证通过的吗？所有人都保持一样的嘴型和表情，尽管内心震撼，思维活跃，但根本动不了，全都人骂了。然而，让他们更加想不到的是，魏轩竟又走向了神品石碑。第151章，原来叶白是这样的人。魏轩此刻根本没有在意其他人，当然，他一个个认证也不是为了装逼，纯粹是为了看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毕竟在认证下品石碑时，他没有运转任何天赋和能量就成功通过了。即便此刻认证完极品石碑，魏轩也还没有运转六合天赋。与其如此，为什么不能尝试一下神品？此刻，随着魏轩走向神品石碑，所有人感觉被9天玄雷轰炸了。如果震撼可以杀人，他们将瞬间浮尸100万。李子琪不断在心里默念着：轩子，够了，足够震惊了。但看到魏轩走向神品石碑，他根本没劝。即便最后认证神品石碑了，大不了浪费1个小时，可如果成功的话，想想都兴奋的不要不要的了。然而，不可能，神品石碑他绝不可能认证成功。没错，就算认证成功了极品，但极品和神品的差距可不是1-2个档次，那些高维世界加在一起都不一定能出一个神品。神品只存在于传说，千万个极品都不如一个神品，这就是极品和神品的区别。那些本土玩家强行从震撼中缓过神，一个个几乎是呐喊道。果然，随着那些本土玩家的议论，魏轩将手按在了神品石碑上。4维属性能量、4维天赋、气象天赋、黑暗天赋、光之天赋全面运转之下，神品石碑竟没有任何反应。这下那些本土玩家稍稍松了口气，但一双眼睛还是紧紧盯着魏轩。魏轩并没有放弃，直接又加上了6合天赋，但也仅仅是让神品石碑稍稍明亮了一下，却并没有认证通过那样光芒大盛。这让魏轩眉头皱起，神品果然很难成就，即便动用6合天赋，也只是让神品石碑稍稍明亮。可魏轩还是不打算放弃，于是又暗暗运转了他所有的技能。当然，只是运转，并没有释放。不过，就算运转了所有技能，也只是让神品石碑又明亮了一些，但还是没有认证通过。所有人也看出魏轩已经到极限了。那些本土玩家提在嗓子眼的一口气彻底放了下来。幸好神品没通过，否则真就没天理了。李子琪他们眼中闪过一抹遗憾，但很快便就释放。虽然神品认证失败了，但能成就极品也很厉害了。两个西方白皮则不断冲魏轩说着法克与谢特之类的话，他们无非是摆烂。可就在所有人以为魏轩已经认证失败了，就连魏轩都准备收回手掌时，等等，我还有天赋！魏轩忽然想到了自己的 SSS 级唯一性天赋完美提炼，差点把这忘了。试试！当下，魏轩将自己所有的属性、天赋、技能全部运转，最后又加上了完美天赋提炼。嗡！神品石碑瞬间光芒大盛，不仅照亮了整个玄天殿，散发出的光芒更是无比刺眼。所有人都不禁用手遮挡，直到光芒渐渐敛去，于神品石碑上赫然形成了一行字迹：恭喜玩家魏轩通过神品资质考核认证。静！整个玄天殿静得落针可闻，下巴掉了一地，一双双眼珠子也都瞪出来了。这神品资质，
那可是神品考核资质啊！我尼玛，这他妈真把他们整不会了。他们认证个下品，有时还得2、3次，可这试炼者不仅第一次就认证通过，而且前后还没用多长时间，这简直刷新了他们对石碑的价值观。卧槽！后云呆呆地望着魏轩，忍不住向李子琪问道：“子琪姐，你这小伙伴牛逼大了呀！”啪嗒，牛大壮手里的烤肉落在地上，但他赶忙捡起来，收回了储物空间。万一被主宰发现他在玄天殿污染环境就不好了。子琪姐，我要是你，直接就躺平了。米林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泛起崇拜的光芒，你的情郎太帅了。此刻李子琪根本没听到后云和米林的说话，而是无比生气的在脑海中不断想着：好啊，魏轩，连你姐都敢骗。神品考核资质都点亮了，要说魏轩只是 B 级天赋，打死他都不信。同样不信的还有叶白，此刻他喉咙滚动，想起之前对魏轩那么傲慢无礼，一阵后怕。妈的，2个中品白皮他还敢拽那么几下，可魏轩是神品，神品啊！拽个毛线，傻逼吧 ！A 级精细法则，垃圾，有啥值得炫耀的？操！此刻魏轩在众人极致震撼的目光中收回了手掌，转身走到李子琪身前，冲李子琪眨了眨眼：“学姐，没让你失望吧？”“失望？失望个鬼啊！差点把姐吓到。”啪！李子琪在魏轩胳膊上拍了一下：“你小子竟敢骗我！”没敢用力，怕主宰认定为在玄天殿内战斗。骗你什么了？魏轩愣了愣，能认证神品考核资质成功，你是不是 B 级天赋？心里没点数？李子琪质问。然而还没等魏轩开口解释，一旁的叶白便脸色一板：“子琪，不可对轩哥无礼。”李子琪以为自己听错了。后云、牛大壮、米林也都忽然看向叶白：“轩哥。”在他们的印象里，叶白经常一副狂拽傲慢的模样，根本还没服过谁。事实证明，不是他不服别人，是还没遇到合适的人。轩哥，恭喜认证神品成功。丢掉了拽傲的姿态，叶白有种不要脸的感觉。对了，轩哥，你们村还缺人不？以后我们都跟你混行不？无论试炼者还是本土玩家，他们的势力都是可以互相融合的。就像之前陈岩他们，其实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村庄，但还是加入到了魏村。这就是所谓的势力争霸，要么加入，要么灭亡，要么一直征战下去。可以想象，随着时间推迟，以后的势力肯定会越来越少，剩下的都是强大的势力。叶白看似讨好魏轩的话，其实也是正确的选择。就拿破咒马匪袭村来说，他根本没有把握保住自己的村庄。即便他幸运最后保住了村庄，但后面的势力争霸，叶村也很难不被灭掉。所以加入一股强大的势力将十分关键。啥？情敌？不存在的。他对李子琪虽然有意思，但还不至于为了儿女情长得罪一位神品大佬。说句不好听的，以后李子琪很有可能就是大嫂了，他能有非分之想吗？显然不能。这一刻，叶白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一般，直接就想通了，对李子琪的那一丝丝喜欢荡然无存，看向李子琪的眼神也转变成了一位小弟看大嫂的尊敬。李子琪他们人都傻了，没想到啊，你居然是这样的叶白。第152章想 PK 成全你们。魏轩自然有把叶村收入魏村的想法，不说别的，单说李子琪就值得他这么做。不过还没等他答应叶白，那2个西方白皮又从震撼中缓过神来。法克，这家伙肯定是卡 bug 了，肯定是。哦，上帝，你肯定是在跟我开玩笑。谢特，2个白皮根本无法接受魏轩通过了神品考核资质。他们之前的叫嚣，随着魏轩不断认证通过中品、上品、真品、极品，乃至最后的神品时，都显得极其滑稽，又仿佛被人在脸上不断狠抽巴掌，那感觉比吃了一坨翔还难受。此刻这2个白皮像是疯了一样指责魏轩，又说魏轩卡 bug， 又说魏轩作弊，试图找回颜面，又或者想以此让上帝睁开眼惩罚魏轩。呵呵，有些白皮就是这么搞笑。你们2个怎么回事？什么卡 bug？ 神品石碑都显示人家资质考核通过了，你俩酸什么酸？就是，难道你们是在质疑主宰？说人家卡 bug 作弊，你们卡一个做一个试试。让魏轩他们没想到的是，那些本土玩家竟然一个个凑上前谴责2个白皮。转念一想，也是，魏轩都认证神品考核资质成功了，妥妥的巨大潜力股啊！这些本土玩家自然有依附魏轩的意愿。这不，谴责完那2个白皮，又转过头对魏轩一阵示好。这位小友，认证神品考核资质通过，可喜可贺呀！是啊，小友也算我们蓝星界第1人了。岂止蓝星界，即便所有地维世界全加起来，恐怕也没有神品资质吧？极品都少之又少，说的跟那些中维和高维世界有神品似的。对，那些中维和高维世界都不一定有。
所有人都冲魏轩抱拳。对此，魏轩只是微微点头。他也看出来了，这些本土玩家的天赋都比较一般，大部分都只处在地境一重。一般像这样的本土玩家，所在的势力也并不强，对试炼者造不成什么威胁。当然，如果他们愿意加入魏村，魏轩倒也不介意。他不介意人多，反正即便加入魏村，也得靠自己的努力提升实力。若实力不足，当势力争霸来临时，总有一天会被淘汰。这时，那两个西方白皮眼看一众本土玩家在替魏轩说话，不禁当场懵逼。但很快，他们又找到了突破口。法克，一帮愚蠢的人，这家伙就算认证神品成功又怎么样？别忘了，认证只是第一步，能不能考核成功还不一定。没错，被说神品了，就算极品、真品、上品，他都不一定能考核过。两个西方白皮眼看魏轩认证神品已成事实，只好又在考核上下功夫。果然，他们此话一出，所有本土玩家都是一愣。对啊，认证不代表考核。在考核石碑历史上，很多人都曾认证成功过上品、真品乃至极品，可最后都只勉强考核过了中品，甚至还有连中品都没考核过的。包括神品也是，曾经也不是没人认证成功过神品，只是最终都没考核成功，所以渐渐的神品就成了传说。刚才他们在魏轩认证成功神品的震撼中，久久无法自拔，以至于把考核一事都忘了。此刻被两个白皮一提醒，他们顿时反应过来，一个个向魏轩示好的表情瞬间变得有些僵硬。就连李子琪他们也忽然觉得刚才高兴的太早了。的确，认证成功根本不代表考核通过，考核要比认证难得多。只要考核通过，才能点亮相应的命星，成就递进。轩子，别搭理他们，你一定可以通过考核的。李子琪安慰道。就是，好歹是神品资质，就算神品考核不成功，极品和真品应该可以吧？最不济上品也行啊。后云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其实心里也不确定，因为他们之前参加过2次考核，心知这种考核不仅是考核实力，更多的还是意志，成为强者的意志。所以，有时强者是命中注定的，你要的做的就是努力和正确的选择。大哥哥加油，琳琳相信你。米琳说着，拿出一个完整的棒棒糖，向魏轩递了过去。那这个给你。魏轩嘴一抽，我他妈一大老爷们儿，吃这玩意儿干啥？你吃吧，我不喜欢吃甜的。这是酸的。我也不喜欢酸的。魏轩纳闷，这米琳倒从哪里弄的棒棒糖？哦，魏轩的拒绝并没有让米琳不开心。哦，愚蠢的龙国人就是这么搞笑。上帝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而是在跟他开玩笑，先让他获得神品考核资质，再让他考核成下品。哈哈哈！两个白皮不禁大笑。魏轩眼中寒芒一闪，扭头看向那两个白皮，你们不是想 PK 吗？你敢吗？懦弱的龙国人只会耍嘴皮子。两个白皮表示不屑。呵呵。魏轩笑了笑，走吧，第2层。啊？什么？无论李子琪还是那些本土玩家，都以为自己听错了。去第2层 PK？ 现在？欧法克，无耻的龙国人，你在开什么玩笑？第2层的通行令，你有吗？明知道自己去不了第2层，你还向我们 PK？ 谢特。两个白皮觉得魏轩是在吓唬他们。呵呵，等着。魏轩也不多言，而是直接向李子琪问道，通往第2层的石碑是哪个？那个。牛大壮指了指远处的一座石碑。魏轩点了点头，径直向那石碑走去。这一举动让所有人都觉得可笑。这个试炼者虽然获得了神品考核资质，但毕竟还没点亮命星，能来到这第1层已经很不错了，居然还想去第2层，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哦，愚蠢的龙国人真是幼稚。第2层的守护灵可是地境2重的实力，你还妄想进入第2层？上帝肯定是在让他做梦。两个白皮嘲讽道。其实他们之前说 PK 也只是在吓唬魏轩他们，事实上他们此前跟第2层的守护灵战斗过，结果以失败告终。虽然他们有双 A 加血脉天赋，但玄天殿的守护灵都很强大，尤其是越高层越难对付。当然，如果他们多战斗2次，再花1-2个小时，倒也可以通过，但那样不如完成地境2重的考核，再去第2层来得稳。两个西方白皮的嘲讽并没有让魏轩驻足。此刻，魏轩径直来到第2层的石碑处。轩子，你真要去第2层啊？李子琪向魏轩问道。先不说你能不能成功获取第2层的通行令，就算真成功获取了，难不成你还真要跟那两个白皮 PK？ 他们可都已经完成第1重的考核了，如今是地境1重。后云算是提醒道。牛大壮和米林一阵点头。叶白这次也张了张嘴，劝道，我觉得不用跟他们计较，赶紧先完成咱们自己的考核才重要。没事，我有分寸。魏轩说着，直接将手按在了第2层的石碑上。下一瞬，魏轩的身影消失，进入到了第2层的通行副本。
第153章，连种不种。第二层副本的环境跟第一层差不多，都是一座被云雾笼罩的祭坛，但守护灵却和第一层的不同。那是一只通体布满鳞片的狮子，同样有着一对羽翼，看起来狰狞且凶残。凶兽飞羽天狮，等级25级，境界地境2重，下品。天赋技能战力320星，特性王级，凶残，镇守，爆率20%。吼！飞羽天狮见魏轩出现后，立刻发出一阵咆哮，仿佛要将一切想要闯进玄天殿第二层的玩家全部击败。魏轩也没犹豫，直接释放出千道陆河剑刃，轰轰轰！只是瞬间，魏轩便和飞羽天狮碰撞了10个回合。不得不说，第二层的守护灵确实比第一层的强上不少。于是魏轩也不再留手，黑暗炮弹、乌云压顶，配合着千道陆河剑刃组成的无相剑阵，骤然朝飞羽天狮攻去。砰砰砰！战斗声势弥漫整个祭坛，乌云落，风暴起，雷声滚滚间，黑暗也随之侵蚀。一个巨大的陆河神像虚影出现，犹如神奇。神像虚影一剑斩下，飞羽天狮也释放了天地之力。下一瞬，巨大的轰动仿佛要将整个祭坛崩塌。魏轩第一时间开启无敌金身，强化到20的无敌金身可持续7秒，而且移动速度可达到巅峰时的50%。无敌金身让魏轩变成了一个惊人，无视任何伤害，趁着飞羽天狮和神像虚影对抗间，直接一拳砸在其巨大的脑袋上。吼！飞羽天狮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倒飞了出去。魏轩却跟了上去，毕竟巅峰时50%的移速其实已经很快了。他一直以来提炼属性可不是白提炼的，哪怕只有50%移速，也可比肩李子柒他们。魏轩骑在重伤的飞羽天狮身上，一拳一拳砸去，简单粗暴。要知道，魏轩虽然一直都动用技能和凶兽交战，可他的肉身也是无比强悍的，尤其是4维天赋全都达到了 B 级。别人大都只有一种4维天赋，即便是双天赋者，也只是一种4维天赋和一种元素天赋。像他这样4维天赋全都具备的，根本没有。砰砰砰！魏轩一拳一拳砸着飞羽天狮，很快对方便血肉模糊，脑袋垂落。飞羽天狮怕是要哭死了。堂堂玄天殿第2层的守护灵，竟然是被一个15级的试炼者一拳一拳锤死的！日尼玛呀！我特么不要面子的！7秒过后，击杀飞羽天狮，获得能量加200000。恭喜您击杀飞羽天狮，获得修炼石 X20，技能强化路 X2，黄金宝箱 X1。恭喜您击杀飞羽天狮，获得玄天殿第2层通行令。看着消失的飞羽天狮尸体以及手中第2层的通行令，魏轩忍不住笑了。这无敌金身简直太好用了，连狂暴之境都用不着了，直接用拳头把你锤死，就问你怕不怕？彼时，玄天殿第1层，在魏轩进入到第2层的副本后，2个白皮又开始了嘲讽。哦，你们龙国人就是搞笑，没点亮命星就敢挑战第2层的守护灵，简直太蠢了。病夫永远是病夫，还想吓唬我们？哼！李子柒美眸一瞪，你俩闭嘴！法克，我们说的是实话。愚蠢的龙国人，谢特！2个白皮看着李子柒他们说道：“我们早晚替上帝灭了你们 ！Non oh no， 让他们做我们的奴隶！”哈哈哈！2个白皮仰天大笑。操！耿直的牛大壮是个牛脾气，受不了2个白皮的辱言嘲讽，上前就要找他们干架，不过却被后云拽住了。大壮，2只狗而已，让他们多叫几下，回头把他们炖了。哈猴儿哥，要吃狗肉吗？米林双眼放光，是个吃货实锤了。法克，谢特！2个白皮很愤怒，嘲讽的言语更加猛烈了。那些本土玩家一个个不说话，他们也不太相信魏轩能拿到第2层的通行令。如果点亮命星还好，可关键连命星都没点亮，只成功认证了神品资质，没用啊！哎，应该是神品资质让对方骄傲自大了吧？本土玩家一边在心里想着，一边看着那2个白皮不断进行着嘲讽。可就在这时，光芒一闪，魏轩从副本中出来了。宣子、李子柒他们赶忙迎上。兄弟，咋样？后云也凑上前问道。米林和牛大壮把眼睛瞪得圆溜溜的，显然也很关心。叶白也凑了过来，不过还没魏轩说话，那2个西方白皮就冷笑道：“哦，这么短的时间救出来，肯定失败了。上帝不可能眷顾你们龙国人的。”可他们刚说完，魏轩就笑眯眯地走上前，手中光芒一闪，一个通行令呈现在众人眼中。那通行令上赫然雕刻着2字，显然就是第2层的通行令。天哪，居然真的获取了第2层的通行令！这怎么可能？从他进入到出来
也就2-3分钟吧，连命星都没点亮，只用了2-3分钟就成功获取了第2层的通行令，这也太离谱了，恐怖如斯啊！那些本土玩家纷纷震惊。宣子，虽然这样说很不雅，但我还是要说牛批。李子琪冲魏轩伸出一根大拇指，紧接着后云、牛大壮、米林也都将大拇指冲魏轩竖起。叶白反应有些慢，赶忙跟上。此刻他们也明白了，魏轩在获取第1层通行令时只用了那么短的时间，根本不是运气好吧？第1层的通行令睡着，第2层的还睡着，神品石碑也能睡着？开什么天地玩笑？这怎么可能？上帝肯定又在跟我们开玩笑。法克，这通行令肯定是假的。2个白皮瞪着眼，一副无法接受的样子。通行令还能有假？这俩蠢货又在质疑主宰。垃圾！那些本土玩家又替魏轩说话了。一个没点亮命星的人，在短短2-3分钟内击杀了第2层的守护灵，这样的实力，恐怕那些中维世界的人都很难做到吧。而且这位强大的试炼者还具备神品考核资质，最终就算成就不了神品，上品肯定没问题。上品地境在蓝星界乃至所有低维世界都称得上是巅峰了，值得依附。就在这时，魏轩盯着那2个白皮，走吧，去第2层 PK。这法克！2个白皮气急败坏，吞吞吐吐，他们压根就没第2层的通行令。如果现在前期获取，不一定能获取到，就算侥幸获取到了，估计也得1-2个小时以后。可恶！这该死的龙国人究竟是怎么在短时间内获得第2层通行令的？你俩不会没有吧？李子琪见2个白皮低着头，忍不住猜测道：之前说要跟我们 PK 场，难道是在诈唬我们？后云似笑非笑，这2只狗说我们只会耍嘴皮子，现在知道是谁在耍嘴皮子吧？牛大壮说的一本正经。米林吃了2个棒棒糖，大型社死现场，嘻嘻，好玩。叶白也冲2个白皮扬起了下巴，发出一声轻蔑的冷哼。这声轻蔑冷哼犹如最后一道暴击，轰在2个白皮心里，让他们险些吐血。第154章神品地境考核。2个白皮憋得脸红脖子粗，但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主要是其他本土玩家见识到了魏轩强大的实力，也站在了魏轩他们这边，这让2个白皮有些忌惮。虽说玄天殿不能战斗，可只要能力足够，完全可以通过第4层前往他们所在的区，对他们进行讨伐。法克，你们不要太得意，等我们完成第2重的考核，自然就能获取第2层的通行令，到时候咱们 PK 场见。2个白皮说完，径直走到中品石碑前，先后进入到了第2重的考核副本。他们没脸继续待下去了，只有等完成第2重的考核再说。见2个白皮进入到了考核副本，魏轩他们也没再墨迹。李子琪说道：轩子，你要参加哪个品质的地境考核？神品。如果没认证出神品资质也就算了，但既然认证通过了神品资质，那神品考核再难，他也得去看看。李子琪想了想，也没多劝魏轩，只是说道：行，那你自己注意点，地境考核最多只能失败9次，如果9次失败，就再也无法踏入地境了。后云补充道：好。魏轩点了点头，你们快去考核吧，不用担心我。对试炼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发育时间。李子琪他们也没再多说，先后将手掌按在了下品石碑上，然后进入到了考核副本。这石碑内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副本，并非共通的。魏轩也没再犹豫，将手掌按在了神品石碑上，选择参加地境考核后，石碑上显示出了认证通过。下一刻，魏轩的身影消失。哎呀，这位试炼者还真要参加神品地境考核啊？是不是被神品资质冲昏头脑了？这样一来，如果失败的话，他就要等1个小时后才能再次认证。是啊，这个阶段的试炼者最需要时间发育，1个小时可是很珍贵的。我觉得他肯定无法通过神品考核，换句话说，就算通过了，怎样？你们难道没听说过有关神品的秘辛？什么秘辛？一旦成为神品，将举世皆敌，甚至连主宰都会眼红。怎么说？你想啊，那些本就是强大天才之人，会允许一个神品存在挡在他们身前，尤其是这个神品跟他们是敌对关系的情况下，更会提前扼杀在萌芽中，他们会不顾一切的将这个神品抹杀。原来如此，那主宰眼红是怎么回事？所谓主宰眼红，其实就是一旦成为神品，那你从此以后的所有任务、所有副本等都会变得无比艰难，尤其是发展自己的势力，难度更是成倍增加。对，我也听到过一个秘闻，就是在这主宰宇宙中，神品是存在的，只是一旦有人成就神品，那前方的路将举步维艰，想要走下去，必须沾满鲜血与杀戮。所以自古那些成就神品之人都没走到尽头就陨落了，以及渐渐的神品就成为了传说。如果是我，宁可成就极品，也不去参加神品考核，
浪费时间，前途还凶多吉少，何必呢？彼时，魏轩进入到了递进考核副本，入眼虚无缥缈，唯有一道长长的阶梯高耸入云。提示1：您已进入神品递进考核副本。提示2：您眼前的阶梯为通天梯，每10个台阶为1重。提示3：递进考核存在生命危险，若无法通过，可默念退出。递进考核就是登这通天梯。魏轩暗暗思索，他不知道其他品质的考核是怎样的，但所谓的神品考核就是如此吗？想归想，但魏轩并没有因此小瞧这通天梯。抬眼望去，目前他只能看到是个台阶，在网上已然被云雾覆盖，每个台阶都无比高大，并非迈步即可登上，间隔足有3丈，需要跨越。魏轩也没犹豫，直接走了过去。下一刻，一只脚跨在了第一个台阶上。然而就这一瞬间，巨大的压力险些让魏轩单膝跪地。这股压力仿佛有一座大山落下，让魏轩甚至有些喘不过气。果然不简单。魏轩眸光闪动，若是这股压力换作其他人，哪怕是那2个白皮也很难承受。但魏轩的战力好歹也接近了400星，倒也能顶得住。于是他的另一只脚也跨了上去，2只脚全都落在第一个台阶上，压力更加巨大，喘息更难。但魏轩没有停留，而是继续跨上了第2个台阶。第2个台阶的压力比之第一个更大，魏轩隐隐进出了一丝冷汗。直到第3个台阶时，他单纯肉身已经很难承受，于是毫不犹豫地运转了4维属性。只运转了 20%， 魏轩便以2只脚迈了上去。每一个台阶的压力都是成倍增加。魏轩略微有些气喘，就目前而言，这样的压力虽说巨大，但却在他的承受范围内。毕竟4维属性只运转了 20%。可话又说回来，想要完成第1重考核，可是要登上10个台阶的，而且这还不算第2重、第3重。如今他的战力已达到380星，完全可以点亮3颗命星，所以此番他要登上30个台阶，直接完成递进3重的考核。前路还很长，于是魏轩收起思绪，继续迈上了第4个台阶。这一次，魏轩运转了 40% 的4维属性，紧接着是第5个台阶，运转了 60% 的4维属性。可即便如此，魏轩依旧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仿佛身负万斤重。直到第6个台阶，魏轩 80% 的4维属性运转，他的双腿都在颤抖。第7个台阶，4维属性 100% 全面开启，魏轩只感觉浑身气血翻涌，仿佛鲜血要尽出一般，皮肤都被染成了红色。但这并非魏轩的全力。直到下一刻，魏轩一只脚跨上第8个台阶时，只感觉浑身骨骼都要碎裂一般。同时，虚无缥缈的云雾一种，一抹光点出现，那光点直奔魏轩而来，渐渐变大。临近后，魏轩凝眸一闪，竟是一只巨大的手掌，赫然向他覆盖而来。随着那手掌越来越近，魏轩只感觉自己的身体要被碾成肉末。若是其他人，定然无法承受，将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退出。但魏轩不会，给我滚！魏轩一声暴喝，直接力量、速度、体力、精神4种天赋齐出，一拳轰向那巨大手掌。其他人要么根本没有4维天赋，要么只是单纯的4维天赋，但魏轩4种都有，而且4种4维天赋相辅相成，叠加之下，身体已然强悍到他如今的极致。虽说他的4维天赋都只是 B 级奥义，但4种天赋齐开，足以匹敌任何一种 A 级4维天赋，甚至直逼 S 级。这一刻，魏轩一拳轰出，与那巨大的手掌碰撞在一起，咔嚓咔嚓，那巨大手掌寸寸碎裂。魏轩也是汗流浃背，身形踉跄间，一咬舌尖，立刻跨上了第8个台阶。第155章，奥义真身4维相通。踏上第8个台阶的魏轩已然浑身疼痛，那种由内到外的压力，若非有4维属性和天赋支撑，他将瞬间被压扁。但他看了看第9和第10个台阶，依旧毅然决然地跨了上去。第9个台阶的压力已然让魏轩的身体表面浸出了鲜血。魏轩大喝一声，将4维天赋运用到了极致。同时，天空之上再次出现了一个光点，这次的光点是金色。随着那金色光点临近，赫然是一把金色的巨拳。那金色巨拳携带的威压，比先前那具大手掌还要强烈10倍。神品考核，这就是神品考核。若非他这一路不断提炼属性，更是具备了很多天赋，换做其他人，即便认证了神品资质，也很难应对这种压力。此刻，那金色巨拳向着魏轩砸来，越是临近，巨大的压力就越浓烈。魏轩隐隐有种要被压成肉泥之感，但下一刻，他便一咬牙，口中传出嘶吼，将4维属性和4维天赋运转到了极致。甚至在这种巨大压力下，随着魏轩运转4维属性和天赋，他忽然有种了一种明悟：我一直都在融合元素天赋，
但始终没有关注四维天赋。魏轩目光明亮，压力可以激发一个人的潜力，此时魏轩的潜力也仿佛被激发，所以他的四维属性和四维天赋在这种巨大压力下运用到极致后，竟忽然有种四维相通之感。力量，肉身之气血；敏捷，肉身之筋骨；体力，五脏六腑；精神，五感及魂魄。四维相通，蕴含亿万细胞及窍穴，就仿佛是宇宙的形成。这一刻，魏轩隐隐明悟了肉身之道，直到现在他才真正了解并领悟自己的肉身。肉身之道绝不输任何元素属性，因为无论任何元素属性都是汲取于天地，只有肉身才是真正属于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肉身足够强大，就足以傲立天地，不败于无敌。这种明悟看似复杂，但对魏轩而言仅仅是一瞬间。也就这时，金色巨拳落在彻底临近。魏轩通过刚才的明悟，骤然运转自己的所有四维属性和天赋，依靠狂暴之劲，全都融入于气血，压缩成力量。下一刻，两拳相撞，轰！那金色巨拳仿佛玻璃碎裂一般，骤然破碎。魏轩顶住了第9个台阶的压力。或许我可以这样。站在第9台阶上，魏轩没有贸然踏上第10台阶，而是查看了一下自己 B 级天赋融合符，已有2个。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使用。融合技能栏里，魏轩选中了力之奥义、速之奥义、体之奥义、念之奥义。当四维天赋全部选中后，融合成功率竟高达 90%。此前魏轩忽略了融合四维天赋，或者说觉得四维天赋的融合没太大意义。可随着刚才的明悟，他觉得四维天赋必须融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肉身之道。融合，恭喜您的力之奥义、速之奥义、体之奥义、念之奥义融合成功。恭喜您获得了 B 级天赋奥义真身。恭喜您的四维天赋融合时衍生出真身效果，四维相通。四维相通可随意转换力量、速度、防御、精神。嗡嗡嗡，随着一道道光束落下，魏轩的身体噼里啪啦炸响，仿佛每一个细胞都在发生着变化。确切地说，他的身体密度发生了改变，由内到外，并且奥义真身蕴含四维相通效果，也就是说，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将自己的速度、防御、精神全部转化成力量。比如力量、敏捷、体力、精神的属性均为100，那全部转化成力量后，力量就能达到400。叠加式的转换，看似简单，实则用处很大。尤其是他还有无敌金身这一技能，如今配上四维相通，他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单凭肉身就可碾压对手。再次感受了一下自己的奥义真身，魏轩抬头看向第10个台阶，下一刻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跨越而上。轰轰轰！随着魏轩跨上第10个台阶，巨大的压力比至第9台阶再度翻了10倍不止，甚至天空之上传出阵阵轰鸣。一把巨大的金色骨刀向魏轩斩来，金色骨刀携带的压力连此处空间都有些扭曲，但魏轩立刻开启自己的奥义真身，同时运转四维相通，将另外3种属性全部转换成力量。这种转换并非翻了3倍那么简单，魏轩现在的四维属性都在8000以上，全部转换成力量，直接来到了3万多。3万多的力量属性堪称恐怖。此刻金色骨刀斩下，魏轩一拳轰出。这一拳不再是普通的一拳，而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拳头幻影。那巨拳幻影仿佛要撕裂此方虚无，与金色骨刀撞在一起。咔嚓咔嚓，金色骨刀只持续了一息，便寸寸断裂，最终轰然破碎。魏轩站在第10个台阶上，神色坚毅。这时提示音响起，恭喜您已完成神品地境异重的考核，轰开您面前的星辰之门，即可点亮属于自己的命星。魏轩这时看向前方，只见第10台阶上的云雾飘散，缓缓出现了一个星辰之门。提示：您只有3次轰开星辰之门的机会。原来登上是个台阶，只能算完成地境考核，而想要点亮命星，就需要轰开星辰之门。不过这对如今的魏轩而言不算什么。魏轩没有丝毫犹豫，再次施展四维相同，全部转换成力量后，一拳轰在了星辰之门上。轰轰轰，星辰之门破碎。紧接着，无数星光向魏轩迎面来。那些星光落在魏轩身上，汇聚于魏轩体内，渐渐形成了一颗星辰。恭喜您已点亮自己的第1命星，正式成为地境异重玩家。村庄公告：村长魏轩首个点亮命星，成就加30。村庄公告：村长魏轩点亮的命星为神品，额外成就加50。恭喜您的成就值突破200，自动升级为精英玩家。精英玩家奖励：四维属性加500，财富值加5000，黄金宝箱 X2， B 级天赋融合符 X1。成就等级一举达到了精英。
之前获得的 A 级任务令似乎可以激活了。不过魏轩并不着急，此刻他感受着成为地境后的身体变化，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这种感觉很奇妙，绝对是一种新的蜕变。如果用一个词类形容，就是脱凡。脱凡化灵，进入地境后可操控天地之力，不仅能战力倍增，加持在天赋和技能上后，也会让天赋或技能变得无比强大。尤其是自己还是神品地境，这种强大更是无可匹敌。就在魏轩暗暗分析自己的战力时，忽然一则提示响起。第156章神品发展难度提示：检测到您的地境为神品，后续所有任务和副本等难度都将大幅度提升。魏轩一阵错愕，合着成就神品后，自己的发展之路也会更艰辛。不过难度越大，奖励应该更丰富吧？魏轩心想间，果断打开了主宰光屏，进入到了村庄建设频道。3级村庄升级条件：1. 村民数量达到2000； 2. 村长住所达到4级； 3. 100座民房达到3级； 4. 300座民房达到2级； 4. 700座民房达到1级； 5. 2阶木料 X500， 2阶石料 X500， 2阶泥土 X500， 2阶铁矿 X50， 郁金沙 X20。 6. 中阶村庄升级令已具备。卧槽，难度果然增加了不少。再看看自己的住所升级条件：2阶木料 X50， 2阶石料 X50， 2阶泥土 X50， 1阶铁矿 X20， 郁金沙 X5， 都增加了。这还不算一些其他的任务和副本，甚至自己以后的发展之路都会难度倍增。主宰宇宙看似发展自由，但冥冥中是存在一定轨迹的。成就神品后，自己的发展轨迹应该也潜移默化的发生了某种变化。比如自己会遇到的一些人、一些事都会比其他人更有挑战性，包括一些凶兽、异族等也会实力更强。就在魏轩心想间，魏村的聊天频道也炸锅了。快看公告，老大点亮命星了。好快呀！老大点亮命星，那我们也快了，哈哈。你们难道没发现吗？老大点亮的是神品命星。命星还分品质吗？不知道啊，但感觉神品会很牛逼。卧槽，为什么我升级自己住所的材料变多了？卧日，还真是。我刚看了一下，果然变多了。建造临街木屋的材料变多了，升1级2级民房的材料也翻了好几倍。怎么会这样？魏轩，老大，啥情况？魏轩，魏村成员纷纷魏轩，全都搞不懂怎么回事。魏轩打开聊天频道看了一下，然后解释道：这跟我点亮神品命星有关。魏轩像是跟众人讲道一般，将有关命星、地境、资质、考核的情况跟大家说了一下。直到听完魏轩所说，聊天频道的众人竟有些沉默。良久，陈岩说道：此前我和木姐他们联手击杀了一只命星凶兽，本来以为我们变强的，没想到新手区的凶兽命星都是虚的，真正的点亮命星原来是步入地境。照这么说，点亮命星越早，优势就越大。命星居然还分下品、中品、上品、真品、极品以及神品。老大点亮的是神品啊！不愧是老大，这应该是整个蓝星界，应该说整个主宰宇宙都是绝对强大的存在吧？魏轩，不能这么说，神品固然强大，但同时也会遭人嫉妒，甚至连主宰也对我的发展之路增加了很大难度。方文，魏轩哥哥，加油，我相信你。萧晨，对，老大，虽然我们村庄发展的难度也增加了不少，但我们会更加努力的。穆宁雪，难度增加，奖励应该也会变多，这对我们来说是种艰难，同时也会一种机遇。柳烟，我同意穆姐姐的看法。魏轩，你们能想通就好。对了，村庄升级的条件也增加了很多，想要升到3级，村庄人数需要达到2000人，所以临街民房得继续建造，以2000座为标准，达到2000座后可以稍缓，然后全力升级自己的木屋，至少得700座1级民房，300座2级民房，100座3级民房，只有这样才能升到3级。哇，条件真的比以前苛刻多了，光是这2000人数就不好找。老大之前不是收拢了风氏一族吗？魏轩，风氏一族没多少人，只有200左右。想到人数方面，魏轩确实有些头大。虽然玄天殿有一些本土玩家，但对方不一定就愿意加入魏村，即便愿意，也不可能什么人都收，至少得跟魏村一条心才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难的地方，就是2级村庄的人数上限是1000人，只有达到3级后才能达到2000人数。可现在只有达到2000人数才能升到3级，看似矛盾，实则成就神品后，主宰就是要给他制造这样的难度。但魏轩相信这绝不是一个死路，后续肯定会出现能增加人数上限的东西，只是现在他还没找到而已。什么时候能找到，他也不清楚，所以这样一来，等于也拖延了他的发展时间。看来回头得问一下丰泽，那老头没准知道
怎么增加人数上限？就在魏轩心想间，陈岩忽然说道：“对了，老大，咱们可以让龙村、夏村、华村并入到我们村。”王志凯：“对，我想起来了，之前这3个村的人还在玉频道说想加入我们村子呢。”周恒：“对，他们3村的村长也一致表示愿意并入到我们魏村。”萧晨：“主要是新手的终极考核是抵挡破咒马匪，很多村其实都没把握不被灭，所以他们就想找我们当靠山。”柳烟：“另外3个都是我们龙国的村子，而且一起并肩作战过，所以肯定和我们一条心。如果他们能加入，那我们魏村的人数差不多就够2000了。”魏轩眼睛一亮：“对啊，怎么把这3村给忘了？回头把这龙、夏、华3村并入到魏村，包括学姐所在的叶村，全都让他们加入，2000人肯定够了。当然，后续升4级、5级村庄时，肯定也有村庄成员这一条件，所以魏村想要发展，人数自然是多多益善。不过还是那句话，得跟魏村一条心才行，不能什么人都要。看来回头得去一趟玄天殿第4层，那里不仅可以传送到7号域的其他区，更能传送到其他域区。想到这里，魏轩豁然开朗，于是说道：“大家继续努力吧，现在我得继续点亮命星了。另外，达到100星战力的，你们也不要着急，等回头我多买些传送符，让你们直接传送过来，很快的。”闻言，魏村众人纷纷羡慕，老大好像都突破第3极限战力了，也就是说，这次直接就能点亮3颗命星。其实他们并不知道，魏轩此前的战力已经达到了380星，刚才成就升级到精英后，又获得了500点4维属性，所以现在他的战力已然接近400星了。第157章第2重一封。其实魏轩的战力能增长这么快，跟魏村众人的反哺也是分不开的。此刻他查看了一下反哺记录，恭喜您的村民慕宁雪将等级提升至12级，反哺您4维属性加20。恭喜您的村民陈岩将等级提升至12级，反哺您4维属性加20。恭喜您的村民萧晨将等级提升至12级，反哺您4维属性加10。恭喜您的村民张涛将等级提升至11级，反哺您4维属性加10。恭喜您的村民王森将等级提升至11级，反哺您4维属性加10。不错，慕宁雪和陈岩他们这些人的等级已经达到12级了，升级不算慢。除此之外，一些1级成员竟也有不少达到11级的。只是提示，每1000名村庄成员等级反哺上限为100人，检测到等级反哺人数已达100，后续将不再反哺。居然还有限制！魏轩错愕了一下，也就是说，如今魏村成员不到1000人，所以反哺名额只有100个。目前反哺人数已达100上限，所以在有人升到11级时将不再反哺。当然，随着等级的提升，这种反哺也还会继续，只是以100人为限。比如现在达到12级的成员还不到100人，所以后续再有人达到12级一样会反哺。但达到12级的成员达到100人后，以后再有人达到12级也就不反哺了。说白了就是每个等级的反哺上限为100人。如果想得到更多的反哺，只能扩充村庄成员。魏轩心想间又看了一下战力反哺记录，恭喜您的村民刘明突破第1战力极限，反哺您4维属性加100。恭喜您的村民姚禅突破第1战力极限，反哺您4维属性加100。目前魏村达到100星战力的还没有100人，不过战力反哺上限应该也是1000人内以100人为限，1/10。魏轩想了想，等自己点亮完命星后，还要去参加一次秘境试炼，魏峰是不足破咒。对了，还有遗落的公主这个连环任务，需要在荒废的古镇那些副本中寻找到公主的水晶鞋，然后激活第2篇任务天使呼唤。不过这个连环任务没有时间限制，所以尚可先放一放。除此之外，还要小心来自屋檐部族的报复，再加上还得前往龙村、夏村、华村以及学姐所在的叶村。哎，要做的还有很多，得抓紧了。想到这里，魏轩打开自己的人物面板看了一下，玩家魏轩，等级15级，146600020000000，境界地境一重，神品，猎魔者14级，52000010000000，成就精英2614000，本命天赋完美提炼，体质天赋奥义真身 B 级，金乌血脉 E 级，元素天赋陆河真意 C 级，黑暗真意 C 级，光之真意 C 级，气象真意 C 级，技能灵眸陆河遁法，风翼魂骨，无敌金身，强化加20，陆河斩，强化加20，森林幻咒，强化加20，地法结界，强化加20，黑暗炮弹，强化加20，乌云压顶，强化加30，无相剑阵，强化加30，极道化身，强化加30，狂暴之境，强化加30。战力397星。
战力达到397星了。魏轩深吸一口气，决定继续点亮第2颗命星，不仅第2颗，还要点亮第3颗以及第3、4颗。随着成就达到精英后奖励的500点4维属性，他的战力一举来到了397星，只差3星即可达到400星。要知道，他还有8660点自由属性，等点亮完第3颗命星后，直接将战力加点到400星，这样就能点亮第4颗命星了。只有足够的实力，才能应对未知的困难与凶险。魏轩收起思绪，看了眼副本提示，目前有2个选择：1. 离开副本； 2. 继续考核。魏轩毫不犹豫地选择继续考核。下一瞬，轰隆隆，一阵震响过后，第2重的考核阶梯出现，同样是10个台阶。魏轩深吸一口气，直接一步迈向第2重的第1台阶。然而，一只脚刚迈上时，顿时浓重的压力袭来。第2重的压力比之第1重大了不知多少倍，哪怕第1重的第10台阶，也远远不如这第2重的1/10。好在魏轩现在也非此前能比，如今他已点亮了第1命星，而且还是神品递进。于是开启奥义真身后，直接将所有属性全部转换成体力，并运转天地之力加持。顿时，这股压力减轻了大半。趁此机会，魏轩右脚立刻迈上。但第1重的考核台阶是巨大的压力，然而第2重却没这么简单。当魏轩2只脚跨上第2重的第1台阶后，赫然一股狂风出现。这股狂风携带着更为浓厚的压力，瞬间让魏轩踉跄着就要被跌落而下。好在魏轩立刻凭借着奥义真身运转风抗，堪堪稳住了身形。可紧接着，魏轩忽然感到浑身骨骼疼痛，仿佛有千万只虫蚁在撕咬一般。啊！魏轩发出一声惨叫，他开启灵眸，赫然看到不断有风元素钻进他体内，饶是他运转风抗也无法抵挡，甚至即便将他现在的8000多点自由属性全部加在风抗上，也顶多起到缓和作用，绝难解决根本问题。可恶！魏轩咬着牙，面色狰狞，可见这股狂风的确让魏轩陷入了巨大的痛苦。那种浑身骨骼被撕咬的折磨，让魏轩再也无法踏足第2台阶，而且身形摇摇欲坠，就要从第1台阶上跌落下去。一旦跌落，就代表着他此番第2重的考核失败。第1重是巨大的压力，第2重是巨大压力和这股奇异狂风的叠加。神品考核果然无比艰难。该死，难道就这么失败了？虽然失败了，隔1个小时还能继续考核，但如果不解决这股奇异狂风，根本无法成功。此刻魏轩运转了气象天赋，并开启风翼，试图阻止奇异狂风。可这狂风仿佛变异了，有侵蚀作用，无法阻挡分毫，只能任由其吹进自己体内，侵蚀着自己的浑身骨骼。不对，万物皆有本质，任何困难都存在解决之法。魏轩内心不甘，承受痛苦间，再次全力施展灵眸查看那股奇异狂风。这次他看到了这股奇异狂风的信息。第158章蚀骨旋风。魏轩运转天地之力，施展灵眸，终于查看到了那股奇异狂风的本质。蚀骨旋风，异变之风，可侵蚀目标骨骼。原来如此。魏轩依旧在咬牙承受着被蚀骨的痛苦，但他此刻隐隐有些明悟，万事万物皆有异变。他的元素天赋有不少，但无论哪种都属于最普通的。虽说天赋一直在不断提升等级，可也仅仅是提升了威力，本质却没变。就像这蚀骨旋风乃异变之风，所以他那普通的风之天赋根本无法与之相比。这又让他想起了对战乌岩部族那些子弟时，乌离和乌明氏放出的烈阳赤焰和地煞紫炎，那威力比普通的火焰强了10倍不止。由此可见，万物本质不同，效果和强度也不可同日而语。魏轩暗暗草了一下，自己才发现这个问题有些晚啊。此刻他虽看透了蚀骨旋风的本质，但一时却没有什么解决之法。饶是他技能手段众多，但面对蚀骨旋风根本没用，毕竟此风无法攻击，只能运转奥义真身、天地之力、气象天赋等全力抵抗。可蚀骨旋风仿佛无尽，这样下去他很快就会失败。该怎么办？魏轩一边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一边盯着蚀骨旋风进行思考。片刻后，他盯着不断向自己袭来的蚀骨旋风，忽然灵光一闪。面对蚀骨狂风，我的那些天赋技能虽然用不上，但有一个天赋似乎能用。魏轩竟隐隐有些兴奋，他所谓的天赋自然就是本命天赋，完美提炼。若是以前，或许本命天赋无法直接提炼风这种东西，可如今他达到了地境，已然可以运转天地之力，所以只要让本命天赋配合天地之力，应该可行。如果能成功，或许这神品考核对他来说会变成一种机缘。心想间，魏轩毫不犹豫地释放出本命天赋，并运转天地之力。很快，他的手掌上出现了一团光，
正是完美提炼产生的。下一刻，魏轩直接徒手向袭来的石骨旋风一抓，提炼石骨旋风成功，您获得了石骨旋风能量。恭喜，您的气象之风产生异变，石骨旋风正 5%。哈哈，果然可以！魏轩兴奋不已，立刻运转气象之风，顿时痛苦减少了一些。普通的气象之风自然对石骨旋风没用，但他刚才的提炼让他如今的气象之风具备了 5% 的石骨性。不过此刻体内的石骨之痛还是不少，于是魏轩再次毫不犹豫地运转提炼之力，继续向袭来的石骨旋风一抓，提炼石骨旋风成功，您获得了石骨旋风能量。恭喜，您的气象之风产生异变，石骨旋风正 3%。再抓，提炼石骨旋风成功，您获得了石骨旋风能量。恭喜，您的气象之风产生异变，石骨旋风正 1%。继续，提炼石骨旋风成功，您获得了石骨旋风能量。恭喜，您的气象之风产生异变，石骨旋风正 1%。也就这时，向魏轩袭来的石骨旋风骤然消失。咦？魏轩一愣，没了。操，这么怂，不是很牛批吗？来啊！等了几息，见石骨旋风没有再出现，魏轩撇了撇嘴，目前他的石骨旋风只有 10%， 想接着提炼就要继续往上。于是魏轩没再停顿，直接一步跨上第2台阶。骤然，更加浓厚的压力向魏轩覆盖，使魏轩双腿一软，险些膝盖着地。好在如今这种压力虽能对魏轩造成一定艰难，但却并不能致使他失败。魏轩咬了咬牙，全面运转奥义真身的各种属性，直接另一只脚也跨了上去。果不其然，第2台阶的石骨旋风更为猛烈。魏轩却早有准备，运转本命天赋之力，直接一顿狂抓，提炼石骨旋风成功，您获得了石骨旋风能量。恭喜，您的气象之风产生异变，石骨旋风正 5%。提炼石骨旋风成功，您获得了石骨旋风能量。恭喜，您的气象之风产生异变，石骨旋风正 3%。提炼石骨旋风成功，您获得了石骨旋风能量。恭喜，您的气象之风产生异变，石骨旋风正 1%。提炼石骨旋风成功，您获得了石骨旋风能量。恭喜，您的气象之风产生异变，石骨旋风正 1%。石骨旋风达到 20% 了，这神品考核当真成了魏轩的一种机缘。第一中让他悟出了奥义真身，第2中获得了石骨旋风。一时间，魏轩有些期待更高中的考核了，于是笑了笑，再度跨上第3台阶，提炼石骨旋风成功，您获得了石骨旋风能量。恭喜，您的气象之风产生异变，石骨旋风正 5%。提炼石骨旋风成功，您获得了石骨旋风能量。恭喜，您的气象之风产生异变，石骨旋风正 3%。提炼石骨旋风成功，您获得了石骨旋风能量。恭喜，您的气象之风产生异变，石骨旋风正 1%。提炼石骨旋风成功，您获得了石骨旋风能量。恭喜，您的气象之风产生异变，石骨旋风正 1%。石骨旋风 40% 了。继续，第4台阶，第5台阶。大概1刻钟后，魏轩已然登上了第10台阶。强大的石骨风暴席卷，赫然向魏轩袭来。魏轩顶着巨大的压力，浑身鲜血遍布，但他还是咬牙着，目光明亮。风暴吗？眼看石骨风暴向自己席卷而来，魏轩立刻释放技能乌云压顶。随着乌云压顶出现，同样有一股风暴出现。如今魏轩的石骨旋风已达到 90%， 虽未 100%， 但却完全可以跟眼前的石骨风暴对抗一番。2股风暴席卷在一起，此地顿时轰鸣，云雾激荡。趁此机会，魏轩又是运转完美提炼天赋，一顿狂抓，提炼石骨旋风成功，您获得了石骨旋风能量。恭喜，您的气象之风产生异变，石骨旋风正 5%。提炼石骨旋风成功，您获得了石骨旋风能量。恭喜，您的气象之风产生异变，石骨旋风正 3%。提炼石骨旋风成功，您获得了石骨旋风能量。恭喜，您的气象之风产生异变，石骨旋风正 1%。提炼石骨旋风成功，您获得了石骨旋风能量。恭喜，您的气象之风产生异变，石骨旋风正 1%。很快，魏轩的石骨旋风提炼到了 100%， 而此地的石骨旋风则渐渐消散。至此，第2重考核成功。第159章鬼灵妖火。恭喜，您已完成神品递进2重的考核，轰开您面前的星辰之门，即可点亮属于自己的第2命星。魏轩的身前，第10台阶云雾飘散，再次出现了一个星辰之门。提示：您只有3次轰开星辰之门的机会。
对此，魏轩也算有经验了，直接以奥义真身运转四维属性，全部转换成力量后，又运转了第一命星的天地之力。轰！一拳，星辰之门碎，无数星光迎来，落到了魏轩身上，于体内汇聚，形成了第二颗命星。村庄公告：村长魏轩首个点亮第二命星，成就加50。村庄公告：村长魏轩点亮的命星为神品，额外成就加50。太爽了！魏轩感受到第二命星带给自己的身体变化，不禁欣喜。而且随着点亮命星，成就再次增加了100。魏村聊天频道：我操！老大又点亮第二命星了，这特么羡慕啊！羡慕似乎没用。方文、柳叶问我为什么突然跪下，我说我看到了魏轩哥哥点亮第二命星的信息喽。下划线，哦哈哈，不愧是老大，这才多大会儿，居然就完成了神品第2重的递进考核。我他妈一只 BOSS 还没刷完呢。老大，你别这样，你这样会让我觉得我也可以去尝试一下神品考核的。哦，就你还神品，能顺利完成下品考核就不错了。楼上瞎说什么大实话？老大轻轻松松点亮神品命星，我作为老大的小弟，点亮个极品命星不过分吧？谁有尿，赶紧叫醒他！魏轩没看聊天频道，此刻他仿佛一个穷了3代的奋斗青年，发现了巨大的赚钱商机，于是毫不犹豫地开始行动，根本停不下来。没错，魏轩点亮第2颗命星后，几乎没做过多停留，直接又开启了第3重考核。第3重第1台阶，当魏轩顶着巨大压力跨上去时，赫然一股蚀骨旋风袭来。如今他的蚀骨旋风已然达到了100%，此刻自然不惧。但伴随着袭来的蚀骨旋风，竟还有一团绿色的火焰。那绿色火焰仿佛具备生命，犹如一只妖魔鬼怪，张着巨口向自己吞来。魏轩立刻运转天地之力，全力施展灵眸查看。鬼灵妖火，异变之火，如鬼似妖，可焚烧虚无，亦能侵蚀目标心智。果然，火借风势，鬼灵妖火借助蚀骨旋风席卷而来，威力倍增，仿佛一只蚀骨吞心的魔鬼。还没等鬼灵妖火靠近，魏轩便感到一阵恍惚，心智受到了影响，隐隐还出现了幻听，使他摇摇欲坠。还没靠近便就如此，若是让鬼灵妖火将自己覆盖，恐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当真恐怖如斯。这种情况换成其他人，恐怕都来不及退出，就要陨落在这里。但魏轩不可能让其出现这种情况。只见魏轩运转命星，顿时奥义真身与天地产生共鸣，乌云压顶携带着天地之力于蚀骨旋风和鬼灵妖火碰撞在一起。当然，因为此刻蚀骨旋风与鬼灵妖火结合，再加上滂沱的压力，以至于乌云压顶无法抵挡多久。即便魏轩同样拥有100%的蚀骨异火，也是不行。不过，只要乌云压顶能抵挡1-2就足够了。魏轩趁此机会火抗全开，并借助天地之力释放完美提炼于手掌，赫然向鬼灵妖火抓去。这神品考核在魏轩眼里已然成了一种机缘。提炼鬼灵妖火成功，您获得了鬼灵妖火能量，恭喜！您的陆河之火产生异变，鬼灵妖火正5%。提炼鬼灵妖火成功，您获得了鬼灵妖火能量，恭喜！您的陆河之火产生异变，鬼灵妖火正3%。提炼鬼灵妖火成功，您获得了鬼灵妖火能量，恭喜！您的陆河之火产生异变，鬼灵妖火正1%。提炼鬼灵妖火成功，您获得了鬼灵妖火能量，恭喜！您的陆河之火产生异变，鬼灵妖火正1%。当鬼灵妖火达到10%时，第3重第1台阶的鬼灵妖火在难影响到魏轩，渐渐消失。随之一起消失的还有蚀骨旋风。不过魏轩却是目标一闪，运转提炼之力，赫然又向最后消散的那丝蚀骨旋风抓去。结果，提炼蚀骨旋风失败，您的蚀骨旋风已达100%。好吧，看来达到100%后就无法再继续叠加了。于是魏轩看向第3重的第2台阶，再次跨了上去。压力，蚀骨旋风，鬼灵妖火，更为强大的3合一再次袭来。但魏轩如法炮制，一边释放乌云压顶进行抵挡，一边运转本命天赋进行提炼。提炼鬼灵妖火成功，您获得了鬼灵妖火能量，恭喜！您的陆河之火产生异变，鬼灵妖火正5%。提炼鬼灵妖火成功，您获得了鬼灵妖火能量，恭喜！您的陆河之火产生异变，鬼灵妖火正3%。提炼鬼灵妖火成功，您获得了鬼灵妖火能量，恭喜！您的陆河之火产生异变，鬼灵妖火正1%。提炼鬼灵妖火成功，您获得了鬼灵妖火能量，恭喜！您的陆河之火产生异变，鬼灵妖火正1%。随着魏轩的鬼灵妖火达到20%，第2台阶的一切也都散去。魏轩笑了笑，继续第3台阶。片刻后，第4台阶，紧接着第5台阶。魏轩于这神品考核中
如果一台机缘收割机疯狂收获，这若是被其他人知道，即便是那些高维世界的玩家，也定然震撼到极致。尼玛，这不是开挂是什么啊？没错，这就是。但又能怎么样？这特么是主宰赋予的奇天赋，即便再羡慕嫉妒恨，也只能老老实实的说一句：卧槽！没多久，魏轩来到了第10台阶，一举将鬼灵妖火提炼到了100%。如今他不仅有奥义真身，更有蚀骨旋风和鬼灵妖火，战力相比之前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恭喜您已完成神品地境3重的考核，轰开您面前的星辰之门，即可点亮属于自己的第3命星。第3重的第10台阶上，随着云雾飘散，第3星辰之门出现。提示：您只有3次轰开星辰之门的机会。魏轩毫不犹豫，一拳轰出，星辰之门直接碎开，星光弥漫，被魏轩纳入体内后，赫然汇聚成了第3命星。第160章第4命星。第3命星成。村庄公告：村长魏轩首个点亮第3命星，成就加70。村庄公告：村长魏轩点亮的命星为神品，额外成就加50。魏轩神情兴奋，一举点亮3颗命星，而且还是神品。试问这天下何人敢战？然3颗命星还并非今日终点。魏轩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直接开始用自由属性给自己加点。村庄聊天频道，老大又点亮第3颗命星了，这应该不是我的幻觉吧？相信自己，这就是真的。谁有文化，赶快教教我。此时此刻除了卧槽，我还能说点啥？说啥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一泡尿都教不醒我了。我一定要以老大为榜样，成就极品地境。哼，你他妈说这话吓到我了，你知道吗？哎，大家都认真点，你们说老大为啥这么你牛批？这样显得我们很垃圾啊。会不会说话？什么叫显得我们很垃圾？跟老大一比，我们就是垃圾，纯的。陈岩，都别逼逼了，老大如若神人，我们更应该追寻老大的步伐，否则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魏村成员。萧晨，对，大家都赶紧去提升实力吧，尤其是接近100星战力的，趁着老大还在点亮命星，都尽快把战力提升到100星，这样等老大点完命星后，我们也就能立即传送到玄天殿了。慕宁雪，老大说过，即便是传送，也不能直接传送到玄天殿，而是先传送到一座荒废的古镇中，但那座古镇有提示天黑勿入，可见天黑后入了古镇会极其危险，所以我们得趁着白天10点亮命星，否则很有可能就得再等一夜。卧槽！穆大美女分析的有道理，我根本没意识到这点。我也没意识到，现在是下午4点，大概再有3个小时天就黑了，我们必须得抓紧了。还有，当夜晚来临，再度天亮时，差不多就是破咒马匪来袭的时间。都别愣着了，赶紧提升实力去。一时间，聊天频道安静了下来。彼时，魏轩用掉了3000多点自由属性，终于将战力提升到了400星。提示：您的战力已达400星，突破了战力第4极限，可入玄天殿点亮第4命星。村庄公告：玩家魏轩首个突破战力第4极限，成就加40。看到公告，魏村众人一脸懵逼，转念一想，估计用不了多久，老大就能点亮第4颗命星了吧。不过这次他们没在聊天频道叨逼叨，而是一个个咬着牙刷怪的刷怪，找材料的找材料，全都在努力工作并提升自身的实力。而魏轩在战力达到400星后，直接又开启了第4重的考核。第1重是压力，第2重是蚀骨旋风，第3重是鬼灵妖火。而这第4重，当魏轩踏上第1台阶时，巨大的压力顿时袭涌而来。伴随着巨大压力的还有蚀骨旋风和鬼灵妖火。这些若是其他人，即便刚才穿过了前3重，但在这3重的叠加下也难以应对。但魏轩不同，他已将蚀骨旋风和鬼灵妖火全都提炼到了100%，再加上于第1重领悟的奥义真身，所以应对起来还算轻松。然而除了这些外，空中竟还出现了一道道天雷，密密麻麻，仿佛要将此方苍穹撕裂。魏轩抬眼望去，却见那些天雷都是血色，散发着浓浓的杀戮气息。血色天雷犹如一片雷域，将这第4重的环境格局全都染成了血色。轰隆隆，雷声滚滚，甚至还掺杂着无数惊悚的声音，像是万鬼悲泣。魏轩只感觉头晕目眩，双眼渐渐透出一道道红丝，眼前的场景也渐渐被血色覆盖，血浆翻腾。摇摇欲坠间，魏轩立刻一咬舌尖，骤然开启奥义真身，3颗命星也急速运转，与天地产生共鸣后，这才稳住身形。杀戮天雷，无数杀戮演化成的雷霆，充满毁灭，蕴含雷域，释放时万鬼悲鸣，可干扰目标。注：杀戮越多，此雷霆越强。查看完杀戮天雷，魏轩隐隐心悸，同时也目露兴奋与期待。此刻杀戮天雷携巨大压力
和蚀骨旋风以及鬼灵妖火向魏轩全面袭来，风雷相交，掺杂着火焰，简直毁天灭地。魏轩不敢怠慢，直接运转六合天赋和气象天赋。如今他的六合天赋蕴含鬼灵妖火，气象天赋蕴含蚀骨旋风。紧接着乌云压顶释放，轰轰轰，能量波动肆虐。第四重的鬼灵妖火和蚀骨旋风被抵挡，但杀戮天雷却穿透这一切，直奔魏轩而来。魏轩早有准备，运转天地之力，直接开启完美提炼，向着那些杀戮天雷迅速抓去。提炼杀戮天雷成功，您获得了杀戮天雷能量。恭喜，您的气象之雷产生异变，杀戮天雷正 5%。提炼杀戮天雷成功，您获得了杀戮天雷能量。恭喜，您的气象之雷产生异变，杀戮天雷正 3%。提炼杀戮天雷成功，您获得了杀戮天雷能量。恭喜，您的气象之雷产生异变，杀戮天雷正 1%。提炼杀戮天雷成功，您获得了杀戮天雷能量。恭喜，您的气象之雷产生异变，杀戮天雷正 1%。当魏轩提炼的杀戮天雷达到 10% 时，直接一声暴喝，以雷制雷。第四重第一台阶的一切骤然散去，魏轩没多停留，直接又跨上了第二台阶，如法炮制。1刻钟后，魏轩站在第10台阶上，所提炼的杀戮天雷已然达到了 100%。星辰之门出现，对魏轩而言已然不算阻碍，一拳轰碎，无数星光迎来，钻入魏轩体内，很快便形成了第4命星。神品考核对他人而言难如登9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但魏轩却在短短时间内完成了考核，而且还是一举点亮4星。这若是被其他人知晓，怕是下巴要惊掉到18层地狱。当然，如果说神品考核难如登9天，那后续的神品发展之路艰难程度好比登那33重天，这才是关键。第161章宗师成就。魏轩一举点亮了第4命星。村庄公告，村长魏轩首个点亮第4命星，成就加100。村庄公告，村长魏轩点亮的命星为神品，额外成就加50。恭喜，您的成就值突破400，自动升级为宗师玩家。宗师玩家奖励4维属性加1000，财富值加10000，紫金宝箱 X1，B 级天赋融合符 X1。爽！此番收获着实不小，不仅点亮了4颗神品命星，还获得了奥义真身、蚀骨旋风、鬼灵妖火、杀戮天雷，成就更是一举达到了宗师。这些都源于他外挂般的本命天赋完美提炼，若非如此，他恐怕连第2重的考核都难完成。魏轩打开自己的人物面板，玩家魏轩，等级15级，146600020000000，境界地境4重，神品猎魔者14级，5200001000000，成就宗师71800，本命天赋完美提炼，体质天赋奥义真身 B 级，金乌血脉 E 级，元素天赋陆河真意 C 级，黑暗真意 C 级，光之真意 C 级，气象真意 C 级，技能灵眸、陆河遁法、风翼魂骨、无敌金身，强化加20，陆河斩，强化加20，森林幻咒，强化加20，地法结界，强化加20，黑暗炮弹，强化加20，乌云压顶，强化加30，无相剑阵，强化加30，极道化身，强化加30，黄暴之境，强化加30，战力405星，该出去了。眼下战力405星，离500星还有一段距离，一时半会儿不可能达到，而且他还有很多事要做。首先要做的就是前往荒废的古镇，然后大量购买定位符，让魏村那些达到100星战力的成员过来点亮命星。当然不可能一次就成功，但越早进入玄天殿就越有优势。心想间，魏轩直接选择离开了考核副本。彼时玄天殿不少人正在第1层或认证考核资质，或选择密点。就在这时，神品石碑忽然光芒一闪，魏轩的身影出现。这一幕让所有人都看了过来。出来了，他出来了！你们说他考核成功了吗？想什么呢？他进去才多久，最多不过1个时辰，怎么可能考核成功？也是，据说神品地境的考核难度几乎是地狱模式，而且死亡几率极高。看来这位试炼者能在神品地境考核中保全性命已经很不错了。可惜他这前前后后等于浪费了3个小时，还不如老老实实考核真品或上品，那多稳妥。是啊，试炼者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听到那些本土玩家的议论，魏轩没有在意，而是扫了一眼，见李子琪他们还没出来，于是直接离开了玄天殿。就在魏轩离开玄天殿没多久，那2个西方白皮也先后从第2重的考核副本中出来了。2人面露喜色，仰着下巴，鼻孔朝天。看，
这2个试炼者也出来了，不慢啊！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成功点亮第2命星？看样子是点亮了。我看也是。众人正议论时，下品石碑也是光芒一闪，叶白的身影也出现。相对来说，叶白还算平淡，没有太多喜悦，也看不出哀愁。显然他也点亮命星成功了，这也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毕竟这是他们第3次参加地境异虫的考核了。而在叶白之后，李子琪也很快出现，同样完成了地境异虫的考核。谢特，这2个黄皮病夫居然完成了地境异虫的考核，上帝是怜悯的，不过才地境1重而已，还是下品，弱小不堪。你们那个神品资质的家伙呢？他不是很嚣张吗？让他出来跟我们 PK。 2个白皮开始冲叶白和李子琪叫嚣：屁你大爷，一会儿轩哥出来弄死你们！叶白直接开骂，他现在对魏轩的态度已经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从开始的不屑到如今一口一个轩哥，完全跟换了个人似的，连第2重的通行令都拿不到，屁个屁！李子琪冲2个白皮呸了一口：法克，刚才我们是还没有点亮第2命星，现在点亮了，拿到第2重通行令是分分钟的事。约翰，我们先去拿到通行令，等那参加神品考核的小子出来，看他们还怎么说。当即2个白皮走到第2重的石碑前，进入到了入殿副本当中。叶白和李子琪见没看到魏轩，以为魏轩还没出来，而且还要等候云他们，于是便开始挑选秘典。玄天殿第1重除了地境考核外，主要还是挑选秘典的地方。点亮命星后，都需要挑选一部适合自己的秘典。当然，如果足够强大，2、3部也可以拥有，但大部分人一般都只会挑选1部，毕竟秘典越多，就代表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秘典是需要不断进阶的，如果只是依靠自身修炼，进阶会十分缓慢，不如用修炼石和修炼值来的直接。所以修炼石和修炼值极为关键，可修炼石和修炼值又很难得，以至于修炼1部秘典都不够，更别说修炼多部了。此刻叶白和李子琪来到一排石碑前，通过这些石碑可进入秘典空间挑选适合自己的秘典，不过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来获取秘典，比如做副本刷怪等，但那样很难遇到好的秘典，何况还要适合自己。除此之外，秘典也是分品质的，从低到高分为白、赤、橙、黄、绿、青、蓝、紫、金、赤金、紫金、黑金。如果初始获得的秘典只是白色，不用担心，后续可以到玄天殿来重洗品质，或者用其他秘典进行融合，提升品质。虽说无论重洗品质还是秘典融合都十分困难，但这至少也算一种机会。就像玄天殿第1重这么多本土玩家，可不都是来点亮命星的，更多的还是在此地重洗秘典或进行秘典融合。总之，达到地境后，秘典可是很关键的，这也算一种不可忽略的战力。修炼秘典后，天地之力将会得到增幅，秘典品质越好，品阶越高看，这种增幅就越大。第162章选择秘典。了解到有关秘典的信息后，叶白和李子琪分别将手掌按在其中一座秘典石碑上，紧接着他们的光屏上出现了3个选项：获取秘典、重洗秘典、秘典融合。2人毫不犹豫地选择获取秘典，顿时他们的心神被拉扯到一片虚无当中。这片虚无中有无数光团，各种颜色都有，不过还是白色最多，然后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品质越高的光团数量越少，每一种光团都代表一种秘典。叶白和李子琪掠过一个个白色光团，终于遇到一个金色光团，于是毫不犹豫地向金色光团抓去。可还没等他们临近，那金色光团顿时金光大盛，隐隐还有一道金龙出现，向他们撕咬而来。叶白和李子琪赶忙躲得远远的，不敢再打金色光团的主意了。刚才他们的心神遇到金光，险些崩溃。选择秘典也是有一定风险的，若强行选择高品质的秘典，轻则心神重创，重则变成痴呆或死亡。叶白和李子琪叹了口气，他们知道目前他们根本抓不住金色品质的秘典，于是又向其他颜色的光团而去。殿内，后云、米林、大壮也先后完成了地境异虫的考核。见叶白和李子琪正在挑选秘典，索性他们也去了。另一边，魏轩离开玄天殿后，借助广场上的传送阵，重新回到了荒废古镇，然后在聊天频道发言道：所有达到百星战力的人都做好准备，我这就开始向村庄仓库储存定位符，大家用贡献值购买，尽快传送到这里。说完，魏轩便开始大量购买定位符，一张能定位10次，需要1000贡献。目前魏村达到百星战力的大概有50多人，需要花费5万多贡献。好在以魏轩的情况，无论财富还是贡献都不缺，不说随随便便拿出上百万，但也相对比较容易。于是他便开始了操作。魏村聊天频道，陈岩，老大终于来了哦，下划线哦哈哈。萧晨，在看到老大点亮第4名星后，我就准备好了，嘿嘿。
王志凯，卧槽，还是你机灵。方文，好激动呀，又能见到魏轩哥哥了。哦，周恒，咱们村目前好像有52人达到了100星战力，大家都相互艾特一下，别耽误老大时间。卧槽，失策呀！我们几个现在刚进副本，一时半会儿出不去。说不出你们可能不信，我们7个人砍伐木料都能进入副本。对，而且就目前来看，这个副本像是一种福利。是啊，里面都是一阶木料，时不时还会出现一些木人，不厉害，但能量和爆率很高。老大，你们先去吧，我们只要一离开副本，立马购买传送符过去。陈岩，这样我们先去熟悉一下套路，到时如果你们传送，可以先在聊天频道喊一下。宋子宁，对，如果我们有能去接的，就去接你们。还可以，那我们先做副本了。哇，好羡慕他们达到100星战力的呀！呜，我还差12星，看来是赶不上了。嘿嘿嘿，我刚刚突破100星了，可以加入我们村第一批点亮命星的行列了。我也是，哦耶！村庄仓库有定位符了，大家赶紧去购买。此消息一出，那些达到100星战力的人瞬间没再吭声了。彼时，魏轩索性直接花掉10万贡献，购买了100张定位符，然后快速定位。不得不说，魏轩手速还是很快的，一次性定位10张，很快便将100张定位符定位完毕，然后储存到了村庄仓库。片刻后，嗡嗡嗡，荒废的古镇传送处一道道光芒闪烁，陈岩等人先后传送了过来。老大，陈岩等人对魏轩一抱拳，显得很是恭敬。魏村哥哥，我好想你啊！方文这位大大咧咧的开朗型美女张开玉臂就要去抱魏轩，魏轩下意识后退，看向方文，2条笔直匀称的大长腿被紧身牛仔裤包裹，这绝对是不错的炮架。上身是短款 T 恤，白皙平坦的马甲线看着十分带感。见魏轩躲开，方文撅了撅红润的嘴唇：“你以后少跟老大开玩笑，老大可是正人君子。”柳烟依旧是黑色短裤加黑色背心 ，S 型高挑身材，配上那紫色高马尾，颇有种无处安放的征服欲。慕宁雪犹如一朵冰山上的雪莲，在听到柳烟说魏轩是正人君子后，不禁轻啐了一声：“他是吗？不，他不是。”想想之前魏轩为他解毒疗伤的情景，慕宁雪的娇颜就会染上一抹羞红。嗨嗨，魏轩干咳了2声，然后看向众人，所有达到100星战力的成员都到齐了吗？老大，有7人不小心进入到了副本，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回头他们出来，让我们接应吧。陈岩顿了顿，又补充道：“除了那7人外，我们这里有47人。”魏轩点了点头：“那你们先去吧，这就是通往玄天殿的传送入口。”好，当即陈岩等人先后通过传送阵，前往了玄天殿。很快，玄天殿广场，算上魏轩在内的48人出现。哇，这就是玄天殿吗？好气派啊！这里可通往万千区域，太神奇了！魏村成员被玄天殿震撼到了。魏轩则带着他们走向入殿石碑。玄天殿第1层主要是地境考核和选择秘典，第2层是 PK 场，第3层是各种秘境试炼，第4层能通往各区各域，再往上就不清楚了。魏轩解释道：“不过玄天殿的每一层都有一座入殿石碑，想要进入哪层，就需要击败哪层副本中的守护灵。第1层的守护灵是飞羽天蟒，到时你们别犹豫，直接用最强技能先攻其羽，再攻其脚，这样成功率会大些，否则你们就算能击杀，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魏轩习惯找凶兽弱点攻击，此前他进入殿副本时，虽然直接以强横的手段快速击杀了飞羽天蟒，但同时也找到了其薄弱处，正是飞羽天蟒的羽翼和独角。如果他不告诉陈岩等人这些，很有可能他们都难以一次性击杀飞羽天蟒。慕宁雪和陈岩倒是有机会，但也至少需要浪费1个多小时。毕竟李子柒他们 BC 双天赋都花了45分钟，更何况陈岩和慕宁雪只是单 C 天赋，少部分人是 D， 其他人都是 E。要不是他带领996区赢下了很多次挑战，使他们不仅暴涨了很多4维属性，再加上996区的资源翻了好几倍，恐怕他们现在根本无法达到100星战力。这其实跟玩游戏一样，有人带跟没人带完全是2回事。明白了，老大，多谢老大。陈岩等人对魏轩感激不已。魏轩又补充道：“如果你们无法击杀守护灵，可以默念退出，自然就能重新回到这处广场。放心，玄天殿除了第2层的 PK 场外是不允许动手的，所以见到其他人试炼者和本土玩家不用虚他们。”是。陈岩等人再次抱拳，有老大撑腰，他们压根不带怕的。行了，快去吧，我在殿内等你们。魏轩说完，陈岩等人点头，然后依次进入到了入殿副本当中。见都进去，魏轩也第一时间回到殿内。第163章，第2层 PK 场，玄天殿。叶白和李子柒几人先后选到了适合自己的秘典，其中米林、后云、大壮选到的秘典均是黄品。
叶白和李子琪选到的则是绿品。这一批试炼者都不简单啊，居然直接能选到黄品秘典。另外2个选到的还是绿品，羡慕。要知道，大部分人选到的秘典都只能是白品，少部分人会选到赤品，能选到成品就算可以了。哎，我刚才就选了个赤品。试炼者都是受上天眷顾的，像我们这些土生土长之人，又没在某个大势力中，注定就是给试炼者或强大势力打工的。那些本土玩家叹息的叹息，感慨的感慨。叶白和李子琪几人还算平淡，对各自选到的秘典没有多欣喜，但也不算失望。宣子还没出来，挑选完秘典，李子琪看向了神品石碑，不知道，我出来时没有看见。叶白摇了摇头。这时有本土玩家上前说道：“你们别等了，那位试炼者早就出来了。”李子琪一愣：“啊，什么时候？在你们之前？那他成功了吗？”叶白好奇地问道。想啥呢？他进入考核最多不过1个时辰，怎么可能成功？你们以为神品考核是闹着玩的？如果能在神品考核中待1天，还有可能成功？1个时辰嘛，肯定失败了。可惜了那么好的考核资质，这一前一后至少浪费3个小时。更多的本土玩家凑了过来。失败了吗？李子琪皱眉。那他去哪里了？不可能成功的，至于去哪里就不知道了。他一出来就直接离开玄天殿了，想来应该是考核失败，不好意思跟你们说吧。或者你们可以在这里等1个小时，估计1个小时后他还会再回来参加其他上品或真品的递进考核吧。我也觉得，看他出来时神色匆匆的样子，应该是被神品考核吓到了，能活着出来已经很不错了。闻言，叶白也叹了口气，本以为能见正龙国同胞创造奇迹，结果却失败了。哈哈，我就说嘛，上帝是不可能让一个龙国人完成神品递进考核的。谢特真是懦夫，那家伙肯定是没考核成功，怕我们找他 PK， 所以逃了。2个西方白皮不知何时从第2层的石碑中出来，听到那些本土玩家所说后，立刻大笑不已。真是阴魂不散啊！后云撇了撇嘴，别搭理他们。叶白对李子琪说道：“既然轩哥已经离开了，那我们也回去吧，时间很重要。”李子琪没走，他总觉得魏轩不是那种因为考核失败就不好意思面对他们的人，更不会连跟他招呼都不打就走。龙国的懦夫，既然那家伙跑了，那你们就替他和我们 PK 吧。没错，我们已经拿到第2层的通行令了，看你们还有什么话说。2个西方白皮不依不挠，手里各自亮出了玄天殿第2层的通行令。叶白心里憋屈，真想上去锤死他们。米林、后云、大壮也都开始跟2个白皮开撕。就在这时，一道光芒闪烁，魏轩的身影出现。轩子，李子琪第一时间看到了魏轩，赶忙跑过去，笑着拍了一下魏轩：“我就知道你不会连招呼都不打就走，去哪儿了？”到外面处理了一些事情。魏轩说完，看向那2个西方白皮：“你俩还真是贱啊！”“没错，我们都拥有天使光明剑，我们的天使光明剑能斩尽一切黑暗，斩你更不在话下。”2个白皮的言语直接让米林一喷。大壮也愣住了。后云冲他们竖起大拇指，确实好剑。法克，你们龙国人就会耍嘴皮子，有本事跟我们去 PK。2个白皮有些恼怒。魏轩笑了笑，看来你们是拿到第2层的通行令了，既然你们想找死，那就成全你们。轩子，别去。李子琪拽住魏轩的衣角说道，他们2个刚才点亮了第2命星，而且还是中品，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对，不能冲动。PK 场虽然能认输，但认输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而且很多时候根本来不及认输，就会被对方击杀或重创。无论哪种结果，对你都很致命。我们还是赶紧去发展吧，尤其是你，既然有神品资质，那等1个小时后再来认证真品或上品，肯定能成功。叶白几人也向魏轩劝道。魏轩一愣，原来他们都以为自己在神品考核中失败了。再看四周那些本土玩家的眼神，似乎也觉得自己没成功。殊不知，他非但考核成功了，而且还一举完成了4重考核，甚至神品考核对他来说根本就是莫大的机缘。魏轩笑了笑，随后面色一寒，说道：“当2只狗不停在你跟前狂叫时，必须得把它们宰掉。第2层等你们。”说着，魏轩直接取出玄天殿第2层的通行令，将心念投入其中后，默念入字。李子琪他们没来得及继续劝阻，魏轩的身影便原地消失，显然已经进入到了第2层。哦，看来他是被我们激怒了，这就有意思了。上帝，我要用我的大天使光明剑，把那该死的龙国懦夫净化成粉末。2个白皮也很快在原地消失。玄天殿第2层，当魏轩降临后，顿时有无数道目光朝他们涌来。第2层有不少人都是本土玩家。魏轩大致扫了一下，发现这第2层本土玩家的整体实力比第1层要高，
不过想想也是，如果实力不高，也不会来这 PK 场。要知道 PK 胜利后肯定是有奖励的。心想间，魏轩发现这第2层也有很多石碑，最深处的那座是第3层的入店考核副本。至于其他的，有一部分自然是 PK 石碑。每座 PK 石碑可容纳10批人同时 PK。当然，这10批人并不在一个擂台，可以理解为每座 PK 石碑内都10座不同空间的 PK 场。如果这座 PK 石碑满额了，那就得去其他石碑。不过除了 PK 石碑外，还有一些石碑竟然是类似商店的东西。这些商店内的东西都是 PK 玩家所遗留的，也就是说，只要 PK 输掉的玩家都会被扣除一些东西。如果不小心死在了 PK 场，那更好，所有东西都直接归入到 PK 商店。而 PK 商店的通用货币正是 PK 值，在这里 PK 如果赢了就会获得相应的 PK 值，要是输了则会扣除，即便输掉的一方 PK 值是0也没关系，可以扣除其他更多的物品。连物品都没有的话，那只能从玩家本身上扣除了，比如4维属性、天赋等级、技能等。了解到这些信息后，魏轩笑了笑，看来第2层的 PK 场蛮有意思的。当然，如果实力不足又运气不好，那在这里只会一败涂地。如果有实力或者运气，那常年在这里混，保不准还真能大发横财，甚至踩着其他玩家成为强者。第164章两全。魏轩了解完第2层的信息后，总算知道这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了。这些人不一定都是要 PK 的，也有可能是在逛 PK 商店，也不排除是在等肥羊或大冤种，然后 PK 一波大赚一笔。又或者赌。没错，第2层除了自己本身可以 PK 外，还可以压住。比如他魏轩跟那2个西方白皮 PK， 那么其他人就可以压魏轩赢，也可以压2个西方白皮赢。如果压对了，就能大赚特赚；如果压错了，有可能就倾家荡产。此刻，第2层的那些本土玩家见魏轩进来后，立刻便查看魏轩的信息。人类，魏轩，试炼者，等级15级，境界，天赋，技能，战力，居然是试炼者。这批试炼者这么早就能闯到玄天殿吗？还拿到了第2层的通行令。你们能看出这小子的境界、天赋等情况吗？看不出来，应该是有用了什么隐藏手段吧。魏轩笑了笑，他们肯定看不出来，毕竟如今魏轩可是神品递进。不过见魏轩只有15级，众人纷纷猜测他多半是靠运气才能来到玄天殿的。当然实力肯定也不错，但绝对有限，顶多刚点亮第1命星。毕竟这批试炼者的发展时间在那里摆着，最多不超过4天。清楚这些后，当即就有不少本土玩家准备上前邀请魏轩进行 PK。 不过这时那2个西方白皮也降临而来。又2个试炼者，天哪，你们看到没？这2个试炼者居然是双 A 天赋，而且还有一种血脉天赋。我的个乖乖，这得有多强啊！惹不起惹不起，千万不能找他们 PK。 第2层的一众本土玩家纷纷震惊。很快第1层的一些本土玩家也跟到了第2层，他们也是好奇，想看看魏轩和2个白皮的 PK 情况，顺便压波住。这时那2个西方白皮也了解了一番第2层的信息，然后冲魏轩说道：龙国的懦夫，我们2个你选谁 PK？ 选个屁，你俩一起来。魏轩不想浪费时间， PK 的方式有3种，一是单对单，2是组队。不过组队不能超过5人，如果想打超过5人的 PK， 那就只能选择第3种 PK 方式，团战。往往团战都是势力之间的 PK。 此番魏轩提出让2个西方白皮一起上，自然就是选择组队 PK。 之所以这么来，除了不想浪费时间外，还有就是组队 PK 模式下，一方人数如果少并且赢下 PK 的话，奖励会更多。但在其他本土玩家来看，魏轩这话属实有些嚣张了。这小子什么来头，居然这么狂妄？虽然我看不出他的境界，但顶多刚点亮第1命星，递进1重这样子，天赋也肯定不会太高，毕竟他才15级。是啊，那2位试炼者，一个18级，一个19，比这小子高上不少。这种情况他居然敢1挑2。哎，我看你们是跟着这3个试炼者来这第2层的，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好像是他们种族不同，有歧视，然后那个叫魏轩的试炼者就被激怒了。原来如此，这么说就合理了，这叫魏轩的试炼者应该就是一时冲动。他实力怎么样？这不，刚才在第1层点亮命星失败了，不过那2个皮肤白的试炼者刚点亮了第2命星。下注下注，必须下注，这可是大捞一笔的好时机啊！有钱不赚，天理不容，都别拦我，我要全压！一时间，那些本土玩家纷纷蓄势待发，就等魏轩和2个西方白皮开启 PK 后，让他们能够压住。此刻2个西方白皮一听魏轩要他们2个一起来，顿时愤怒不已。他们觉得自己被轻视侮辱了。法克，该死的龙国人，你这是在小瞧我们！谢特，
对付你，我一个人就够了。我会用我漂亮的小脚踹爆你肮脏的屁股。两个西方白皮盯着魏轩，战意盎然。魏轩撇了撇嘴，懒得跟他们在这磨嘴炮，直接走到一座 PK 杯前，按照上面的操作步骤，开启了一场组队 PK。至于 PK 输赢的奖励，从10%到100%都有。如果选择10%，那两个西方白皮输掉的话，就会随机扣除他们身上10%的物品，然后奖励给魏轩。选择的越多，输掉 PK 后被扣除的就越多，赢的话奖励的也就越多。魏轩选择的自然是100%。继而看向两个西方白皮，少废话，你们来不来？不来我可走了。法克从没见过这么嚣张的龙国人。哦，上帝，既然他找死，那我真要把他净化成粉末了。两个西方白皮当即也走进 PK 石碑，将手掌按在上面后，直接同意了魏轩的 PK 邀请。下一刻，魏轩和两个西方白皮的身影在原地消失，进入到了 PK 场。还愣着干啥？压住啊！对，这可是白捡的收获。得亏那小子冲动，不然哪敢一挑二？谁说不是呢？关键他挑的还是两个双 A 天赋，外加一个血脉天赋。这天赋就算比不上 S 级，也有一半强度吧？快，别让他们两个把那小子秒了！一众本土玩家纷纷压住，在他们看来，双 A 天赋已经很牛批了，更何况还有一种血脉天赋。这样的天赋，别说在低维世界的试炼者当中，即便是在本土玩家里也算强者了。因此，不少本土玩家甚至都把自己的老底儿给压上了。这种白捡大赚的机会可不多。就在一众本土玩家在外面纷纷下注时，偌大的 PK 场内，魏轩和两个西方白皮相对立。这 PK 场是个独立空间，不过也有天空，十分真实。就算再强大的技能，也无法让这 PK 场有丝毫毁坏。弱小的龙国人，受死吧！哦，上帝，请原谅我即将到来的杀戮。两个西方白皮说着，纷纷祭出了一把剑。那剑散发着强大的光明之力，仿佛要将此地天地净化。同时，一只巨大的天使之影浮现而出，散发着神圣的光辉。下一刻，两个西方白皮一声大喝，骤然朝魏轩一剑劈去。魏轩掏了掏耳朵，神色不变，在那散发着神圣光辉的天使之影来临之际，瞬间一拳轰出。这一拳动用了奥义真身，以4重神品地境的力量击出，有种毁天灭世之势。轰！一拳出，两个天使之影骤然溃散。哦，这怎么可能？法克，上帝，这不是真的！两个西方白皮被吓傻了，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魏轩再次一拳轰出，死！砰砰砰！一个硕大的拳影于 PK 场出现，瞬间朝两个西方白皮落下。巨大的威力，恐怖的气势，让两个西方白皮的眼睛瞪得如铜铃那么大。认输，我们认输。然已经晚了，认输有3秒延迟。如果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坚持住3秒。但魏轩如今的实力，完完全全将他们碾压，杀他们易如反掌。轰！全落，两个西方白皮直接崩溃，当场毙命。第165章，赚大了。魏轩看着死去的两个西方白皮，想都没想就要过去进行提炼。可还没等他临近，两个西方白皮的尸体便忽然消失。唉，魏轩叹了口气，果然和自己想的一样，在这里将对方击杀后，尸体是不存留的。自己反应已经很快了，可还是快不过这里的规则。不过，对于自己如今的战力，魏轩多少有了一些认知。本身天赋和技能就多，再加上神品地境和奥义真身、蚀骨旋风、鬼灵妖火、杀戮天雷，实力绝对达到了恐怖的程度。即便是双 A 天赋的中品地境2重，自己也可以轻松秒杀。魏轩想了想，自己目前虽是地境4重，但面对地境7重乃至8重，应该也有一战之力。殊不知，他魏轩的格局还是小了，保守了。神品地境不说横扫任何地境，但也差不多，再加上魏轩本身的天赋技能，可以说如今在地境已然立于不败之地了。只是他还没和更高级别的存在交过手，有些估摸不准而已。此刻主宰提示音响起，恭喜您在此次 PK 中获胜，奖励 PK 值1000。提示：鉴于您是以1敌2，额外奖励 PK 值1000。提示：您此次 PK 对手的所有物品将100%被您获取。大丰收啊！魏轩乐坏了。他大致扫了一眼各种材料：猎魔勋章、修炼石、黄金宝箱、技能强化录、技能融合符、B 级天赋融合符、技能碎片、天赋碎片，居然都有。不得不说，两个双 A 天赋的强者资产还是很丰富的。但还没等魏轩从高兴中缓过神，又是一阵提示音响起：恭喜您获得压注奖励。紧接着一道道光束落下，全都是奖励。魏轩人都傻了，这么多人都不看好自己能赢吗？不过这样一来，
倒是收获更多。外面压住人员不仅是压住双方的对赌 ，PK 的双方也会受益。这种受益是根据压住人数产生的。比如这次，如果大部分人都是压自己会赢，那么自己受益就不会太多。但都压那2个西方白皮能赢的话，一旦自己赢下 PK， 那这种受益就大了。尽管赌注受益说白了只会让自己抽取一些分成，但架不住人多呀。魏轩粗略看了一下，赌注的奖励比在那2个西方白皮身上获得的奖励还要多得多，各种材料什么的都有。不过魏轩并没有一一查看，而是全部收入囊中后便离开了 PK 场。玄天殿第2层，随着魏轩和2个西方白皮进入到 PK 场后，所有人便开始疯狂压注。在他们看来，2个双 A 天赋外加血脉天赋之人 PK 一个只有15级的人，根本就是毫无悬念的碾压。这特娘不好好捞一笔！我等了3年，就是要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有多了不起，而是我要把输掉的全部赢回来。都让开，我还要压。那些从第1层来的本土玩家也是草蛋，随口就来了句魏轩点亮命星失败了。如果让别人知道魏轩具备神品资质，并且在没点亮命星前就拿到第2层通行令的话，恐怕这些人都没这么疯狂。当然，也仅仅是没这么疯狂，该压还是会压的。就像眼下那些从第1层来的人，明知道具体情况，也还是全压在了2个西方白皮上。毕竟在他们看来，魏轩没能成功点亮命星，何况2个西方白皮刚刚点亮了第2命星，而且都是中品。这种情况下，即便魏轩具备神品资质，也完全不可能是对手。然而，就在所有人大压特压时，忽然一则公告响起：公告，本次 PK 结束，所有压注玩家都将获得相应的扣除和奖励。结束的这么快？那不然呢？2个双 A 天赋外加一种血脉天赋，再加上中品递进，对付一个15级的人，岂不是动动手指的事？何况他们还是2个人，对吗？对吗，兄弟，你是不是还没来得及压住？是啊，错过了一场福利。众人全都一脸激动，笑着等待发放赌注奖励。公告，本次 PK 由玩家魏轩获胜，恭喜魏轩及压注魏轩的玩家获得奖励。公告，本次压注巴克及约翰的玩家被扣除压注物品。所有人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全都懵了，心中仿佛有无数惊雷落下，又难以接受这是真的。直到下一刻，嗡嗡嗡，一道道光束从所有人身上涌出，只见他们身上的压注物品全都消失。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大爷，输了！那2个双 A 天赋的家伙居然输了！没了，都特么没了！我的丹药，我的材料，我的天赋融合符，我特么攒了好长时间才兑换到的天赋石，就这么被扣除了！操！我严重怀疑他们是演员！演员！几乎所有压住的人全都在悲痛欲绝，他们的心在滴血。偏偏这时，那些没来得及压住的人纷纷有种劫后余生的喜悦感，大笑庆幸自己没压住。如果不是因为玄天殿不能动武，他们指定会被揍。这时，魏轩从 PK 场出现，所有目光全都落在魏轩身上，有仇视，有羡慕，有嫉妒，但更多的是疑惑，完全想不通一个才15级的人到底是怎么打得过2个双 A 天赋以及中品递进2重之人的。魏轩扫了一眼众人，嘴角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一抹邪笑，但很快又被他憋住。此番 PK， 众人的压注除了各种物品外，还有就是 PK 值，这算是第2层的通用货币了。魏轩足足赚了10多万 PK 值。不过看了眼 PK 商店石碑，魏轩暂时不打算去看里面究竟有什么物品，毕竟他还有很多事先一一处理完再说。于是取出第1层的通行令，将心神投入其中，默念入字，便从第2层消失，只留下一脸懊恼懵逼的众人，久久都没缓过神。第166章，他俩死了。魏轩离开第2层后，众人面面相觑。很快，有人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他出来了？那2个双 A 天赋的人呢？死士啊，没见出来。难道直接传送到第1层了？第1层个屁在 PK 场是无法传送到其他层的，出来后只能先到第2层。那确实没见他们出来啊。难道被杀了？可是从他们进 PK 场到 PK 结束，顶多不过1分钟吧。不用想了，现在 PK 已结束，他们所在的 PK 场也关闭了。既然没出来，那指定是被杀了。这恐怖如斯！所有人都头皮发麻。原来那些说2个西方白皮是演员的，此刻也沉默了。演员能把自己的命也没，可是2个双 A 天赋和一众血脉天赋，并且还是中品递进2重，居然被同样是试炼者的人给秒杀，那这个试炼者该有多恐怖？这时，有人向之前从第1层来的人问道：“你们不是说那叫魏轩的试炼者点亮命星失败了吗？你们确定是失败了吗？”我只知道他进入神品考核杯最多1个小时就出来了。什么？神品考核杯？啊，是啊，
操，你们怎么不早说？原本在第二层的那些人全都露出杀人的目光。大哥，那叫魏轩的虽然具备神品考核资质，但没点亮明命星成功啊。就是1个小时怎么可能点亮成功？再说我们也都输了个精光啊。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那位试炼者居然有神品考核资质，进入神品考核杯不到1个小时就出来，确实不可能成功点亮命星。可那俩人在 PK 场被秒杀却是真的。这么说，那只有2种可能：一，那叫魏轩的试炼者在1个小时内点亮神品命星成功了；一，其实力已经恐怖到了即便不点亮命星，也有秒杀中品递进2重的实力。当然，也不排除是那2个双 A 天赋的试炼者掉以轻心了。但即便如此，也相当不可思议。无论哪种可能，都足以说明那叫魏轩的试炼者很不简单。操，我要去第1层看看。对，如果他点亮命星成功的话，肯定要选择密点。一时间，所有人都拿出第1层通行令，很快便在原地消失。第1层，李子琪他们正在焦急的等待。叶白叹了口气：“哎，子琪啊，本来以为我们遇到了一个靠山，可惜魏轩他太冲动了，这货又不叫轩哥了。”从一开始对魏轩不屑，到后来一口一句轩哥，再到现在的惋惜，叶白这货的内心属实经历了一波三折。冲动是魔鬼，这下要一手好牌，很有可能打得稀烂了。是呀，对我们来说，一次 PK 可能就会葬送很多东西。后云和米林也都觉得魏轩实在太傻，好好发育，然后点亮高品质命星不挺好吗？非去和那2个西方白皮 PK， 太经不起挑衅了。啧，现在就盼着那叫魏轩的别直接死在 PK 场就行。我听说 PK 场就算认输，也有3秒的延迟，没准这3秒他就被收拾了也不一定。有神品资质又怎样？在没点亮命星前，神品资质啥也不是。那些留在第1层的本土玩家纷纷议论，他们吃瓜吃的倒也很有耐心。只不过下一刻，光芒闪烁，魏轩的身影出现在了第1层。轩子，李子琪看到魏轩后，立即扑上去抱住了魏轩，原本紧张担忧的娇颜也缓和了许多。感受着来自胸膛的柔软，魏轩身体一僵：“学姐，太紧了。”你……李子琪松开魏轩，美眸中还挂着些许湿润，吸了吸鼻子后，挥拳就要落在魏轩身上讨打。不能动手！魏轩赶忙提醒。李子琪也吓了一跳，虽然不清楚这种开玩笑式的一拳算不算数，但万一算的话，那就太冤了。居然这么快就出来了！叶白有些纳闷，从魏轩他们离开第1层到现在回来，前后不过1-2分钟而已，应该是认输了。后云说道：“还行，能知进退就行，这样也没耽误多长时间。”那2个白皮呢？米林舔着棒棒糖问道。魏轩随口来了句：“死了。”哦，死？李子琪几人一愣：“死了？”“死了。”这开玩笑的吧？不仅李子琪他们不信，在场的吃瓜群众都不信。可就在这时，一道道光芒闪烁，第2层的那些人都来了，他们的目光全都紧紧盯着魏轩。“喂，兄弟，怎么回事啊？你们刚才去第2层见证了吧？到底谁赢了？咋这么快？到底谁认输了？别他妈提了，那2个双 A 天赋的家伙输了，进 PK 场连1分钟都没到就结束了，他们最后也没输了，显然是死在 PK 场了。”“什么？这特娘假的吧？”“假个屁！我们刚才在第2层压住，压的那俩双 A 天赋的家伙，结果输了个精光。呜！我滴个大草啊！1分钟，先后解决了2个双 A 天赋的家伙，不是先后，是同时，以1敌2。注意你措辞，是1秒2。我滴个乖乖，这咋可能呢？我们现在严重怀疑这个叫魏轩的试炼者已经点亮命星了，所以过来看看他能不能选择密点。”留在第1层的吃瓜群众全都傻了，完全一脸的难以置信。不过很快，他们也有些庆幸，得亏他们没能去第2层，否则也有可能忍不住压住，然后大输特输。这样也好，只吃瓜不参与。轩子，你真把那2个白皮给击杀了？李子琪眨着漂亮的大眼睛，一脸惊愕地向魏轩问道：“骗你干嘛？”“卧槽，牛逼！”后云震惊，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形容词。“大哥哥，吃棒棒糖。”米林递上自己舔过的棒棒糖。“吃烤肉。”大壮递上自己啃过的烤肉。魏轩摆了摆手：“轩哥，我特么彻底服了。”叶白就差献上自己的膝盖了。“好了，该办正事了。”魏轩正了正神色，然后看到第1层再次有光芒闪烁，穆宁雪和陈岩几乎同时进入到了店内。第167章都是百星战力。陈岩和穆宁雪入店没多久，那些地级成员也都通过了入店考核。至于其他人，因为都是1级天赋，可能还要再等一会儿。魏轩此刻走了过去：“老大。”陈岩他们赶忙迎上。魏轩点了点头，然
然后对李子琪他们介绍道：“他们是我的村民，这是我学姐。”魏轩又对陈岩等人介绍道：“他们所在的是3号域052区。”你们好。陈岩等人还是很激动的，毕竟这么久了，一直在新手区混，如今突然来到这玄天殿，不仅看到了很多本土玩家，居然还遇到了其他的龙国人，心情自然十分澎湃。好。叶白几人都看傻了。李子琪忍不住问道：“轩子，他们都达到100星战力了？”是的。我去，他们都是 A 级天赋。米林也好奇的瞪大眼睛。不是。魏轩指了指陈岩和穆宁雪，除了他俩是 C 级天赋外，其他人都是 D 级，一会儿还有1级的也要来。卧槽！叶白和后云同时出声，大壮的烤肉也啪嗒掉在了地上。这尼玛 ，C 级、D 级乃至1级，现在就达到了100星战力，还直接通过了入店考核。不仅李子琪他们，一众围观的本土玩家也都难以置信，他们忽然搞不懂这个世界了。方文笑嘻嘻地说道：“嘻嘻，我们老大可厉害了，带领我们赢下了好几次挑战，让我们区的资源翻了好多倍，4维属性也涨了很多。”原来是这样，李子琪他们这才有些释然。可即便如此，心中依旧震撼未消。叶白不断咽着唾沫，这特么的1级天赋的人都能跟着魏轩在这时候达到100星战力，那他这个 A 级天赋的要是跟着魏轩，岂不更牛批？卧槽！魏轩这位大哥，他认定了。陈岩等人跟李子琪他们熟悉了一会儿后，那些魏村的1级成员也先后通过了入店副本。在魏轩的指点下，他们击杀第1层的飞羽天蟒相对来说还算容易。见到共有47人后，李子琪和叶白他们再次陷入狂乱的懵逼当中。刚才魏轩说一会儿还有1级的也要来，他们以为只有几个，毕竟1级天赋实在很差。可现在一看，好吗？光1级的就有30多个。轩子，你究竟怎么做到的啊？就算赢下好几次挑战也很难吧？李子琪和叶白他们忽然觉得他压根没玩懂这个世界。资源多，再加上每时每刻的努力，自然就能把战力提升上来。魏轩笑了笑：“每时每刻，你们不带休息的。”闻言，魏村众人都笑了。没错，他们就是不用休息，有魏轩老大制作的精品烤肉，他们可以迅速恢复体力和精力，这就是优势。何况在挑战期间还有2次是有额外奖励的，再加上建立魏村后，魏轩又直接发布任务，这一切都是让魏村成员快速崛起的关键。试问除了魏轩，有谁能在第2次考核刚结束时就第一时间发布出任务？要知道发布任务可是要消耗贡献值的，所以财富也是提升实力的重中之重。好了，时间有限，等以后再慢慢给你们说吧。魏轩正了正神色，跟陈岩他们快速说了一下有关递进考核的规则，最后说道：“你们先各自去认证一下考核资质吧。”是，老大。当即47人纷纷前去认证资质。魏轩则对李子琪他们说道：“我留在玄天殿还有些事，你们别在这里陪着我浪费时间了。”轩哥，我们想跟着你混啊。叶白赶忙说道。魏轩笑了笑：“这个不用担心，别说有我学姐在，就算没有，大家都是龙国同胞，我肯定也会想办法去救你们。现在离马匪入侵的终极考核差不多还有12个小时，这12个小时内，我一定会去到你们村。”行，轩子，那你先忙你的。李子琪看了眼正在认证资质的魏村众人，又对魏轩说道：“轩子，你是不是通过神品考核了？”魏轩点了点头。果然，李子琪和叶白他们尽管已经猜到，但听到魏轩亲自承认，还是内心震撼。那些围观的本土玩家也纷纷倒吸一口冷气，这特么简直恐怖如斯！参加神品考核，居然不到1个小时就完成了，这个试炼者强大到难以想象。神品递进，如果真发育起来的话，那别说蓝星的争霸排位赛，就算是世界大战，这试炼者也肯定比逆天下。但前提是得真正发育起来。这也是一众围观的本土玩家抑制着投靠魏村这个试炼者的冲动，毕竟神品虽强，但发育之路也是极难的。万一他们刚加入这试炼者的势力，对方就夭折了，那可就亏大了。这种事在最古老的时候不是没有，何况就算他们现在表态也没用，因为他们想要加入试炼者的势力，那这个试炼者必须得前往他们所在的区域进行邀请，在玄天殿邀请是没用的，所以先静观其变吧。李子琪此刻平复了一下心情，说道：“轩子，我不清楚神品考核是什么样，估计你的这些手下以下品考核资质居多，要不我给他们分享一下下品考核需要注意的事项吧？”可以。正说话间，陈岩和穆宁雪几乎同时认证资质成功，毫无疑问是下品。很快，魏村的地级成员也都认证成功，自然也是下品。又等了一会儿，10来名一级成员同样认证成功，但其他的则认证失败。此番魏村47人，有25人认证成功，22人认证失败。认证成功的25人
无一例外都是下品，这也在魏轩的意料之中。毕竟李子柒他们 B、C 双天赋都是下品，更何况 C 级、D 级乃至 E 级。老大，给您丢人了！认证失败的22人走到魏轩跟前，低着头说道：“丢人？”魏轩笑道：“你们知道蓝星界那么多试炼玩家，这个时候能达到100星战力来到玄天殿的有多少？多少？除了你们，连10个数都没有。”魏轩安慰道：“所以没什么丢人的，这次不行就等下次。认证失败需要等1个小时后才能再次认证，你们先回去发育，1个小时后再来。对，到时你们跟其他人再来。”陈岩也安慰了一句：“好。”失败的22人当即点头，离开了玄天殿。而李子柒他们几个则为陈岩等25人分享起了下品考核需要注意的地方。第168章金龙引路混沌秘典。李子柒他们毕竟有过2次失败经验，所以跟陈岩他们分享一下肯定有用。片刻后，李子柒他们给陈岩等人分享完经验。陈岩等人抱拳：“多谢。”“哼，别客气，以后我们也是要跟着轩哥混的，大家都是自己人了。”叶白觉得这时候应该跟魏村众人搞好关系。哈哈，好说。陈岩等人大笑间，又恭敬地看向魏轩：“老大，那我们去了。如果你们出来看不到我，就自行离开，但要是晚上出来，就先等等，毕竟夜不入荒废古镇。”“好，老大，我们知道了。”见魏轩点头后，陈岩等人又跟李子柒他们打了声招呼，便各自进入到了地境考核副本当中。能不能考核成功，就看他们个人造化了。魏轩倒也没指望他们有几个能成功，甚至哪怕1个也没成功也不稀奇。李子柒他们 B、C 双天赋都还在第3次才完成考核，更别说一帮 C 级、D 级和 E 级了。当然，地境考核有时也要看机缘，这都说不好。此刻随着陈岩等人进入到地境考核副本，李子柒他们也向魏轩告别。临走前，叶白还不忘来一句：“轩哥，快点来找我们啊！”魏轩笑了笑：“好。”可惜想要邀请对方加入魏村，必须得前往对方所在的区域，在玄天殿是无法邀请他们的。好在如今以魏轩的实力，进入玄天殿第4层应该也很容易，就是不知道前往各区各域还有没有其他条件。回头去玄天殿第4重看看就知道了。目送着李子柒他们从殿内消失，魏轩缓了缓神，便看向了选择秘典的石碑。看，他要去选择秘典了。也不知道这么强大的试炼者会选出怎样的秘典，很有可能会选出精品，这也说不好。如果说地境考核看的是硬实力，那选择秘典就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了，机缘占更多。对，秘典也是有灵性的，有些秘典宁愿自毁也不会被人修炼。但这个试炼者给我们带来的震惊实在太多了，我真想看看他能走到哪一步。围观的本土玩家议论纷纷。正如他们所言，魏轩让他们一次次震撼，不仅点亮了神品命星，更在这个时候让其不少手下都达到了100星战力。所以见证这些的本土玩家都不愿错过魏轩的发展之路。如果时机成熟，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魏轩的势力。此刻，魏轩来到秘典石碑前，将手掌按在了上面。获取秘典，重启秘典，秘典融合。魏轩选择获取秘典后，很快心神便来到了充满无边无际的虚无当中。虚无中有很多光团，犹如漫天星辰。这些光团有大有小，且什么颜色都有，淡白、赤橙、黄绿青蓝紫，越高品质的颜色数量越少，金色也就偶尔才能看见。至于赤金、紫金、黑金，魏轩暂时没看到。所幸魏轩开始在这虚无中寻找，按照他的想法，再怎么也得整个赤金品质的秘典，否则对不起他的神品。魏轩掠过一个个光团，临近一个金色时，忽然一条巨大的金龙虚影从那光团中显化，直奔魏轩而来。看样子似乎不允许任何人朝他靠来。吼！金龙虚影发出一声嘶吼，顿时强大的龙威涌现，伸出巨大的龙爪，赫然抓向魏轩。聒噪！魏轩一声大喝，同样周身气势扩散，使那金龙虚影骤然大惊，掉头就跑。不过魏轩不准备就此放过对方，直接追上去，伸手一抓，巨大的金龙虚影赫然化作一条金色小蛇，被魏轩捏在手中。你是神品？让魏轩一愣的是，那金龙虚影被魏轩捏在手中，竟开口说话了，语气中透出浓浓的骇然。转念一想，也许金龙并非口吐人言，只不过是语言被转化了而已。在这主宰宇宙中，万界万族的语言都是相通的。你有意见？魏轩冷眼看着金龙。没有啊。金龙快被吓哭了，他特么一条秘典之灵，对神品能有啥意见？似乎生怕眼前这位强者把他毁掉，又或者强行炼化。金龙赶忙又补充道：“大人，您一个神品，没必要选我这么一个精品吧？”金龙清楚，神品强者是可以把他强行炼化的，找不到更好的秘典，选你也不错。魏轩说着，
就要将金龙炼化成自己的秘典。秘典都是有灵性的，高品质的秘典有一定几率诞生出秘典之灵，而秘典之灵幻化出虚影的，只有精品或以上的秘典才能具备。所以，同样是精品秘典，没能诞生出秘典之灵的，跟诞生出秘典之灵的有着很大差距，而诞生出秘典之灵跟秘典之灵幻化出虚影的差距也不小。这个精品秘典能有金龙虚影幻化，绝对是精品中的佼佼者。别！金龙赶忙劝阻魏轩：“大人，您找不到更好的秘典，问我啊！虽说能被神品强行炼化也不冤，但哪有他现如今自在？少废话，带路！”有金龙引路，寻找更高品质的秘典，倒可以省去很多时间。当即，金龙带着魏轩向更深处的而去。不知过去多久，金色龙爪一指前方：“大人，看，那就是我们这秘典空间内最恐怖的存在。”魏轩定睛一看，只见龙爪所指的远方有一个明亮耀眼的光团，其颜色十分诡异。最中间是黑色，继而是白，再而类似于灰色与紫色，确切的说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融合色。乍一看，犹如一片红蒙混沌。不过因为隔得远，只有面盆大小，但随着临近，那光团越来越大，直到彻底看清那光团后，饶是魏轩也不免被震撼到了。这已经不能称之为光团了，而是如星云一般，混沌之光耀眼夺目，于这虚入当中散发着恐怖的威压。在其周围竟还有几个赤金、紫金乃至黑金光团，但跟此一比，根本微不足道，且都不敢靠近混沌星云，仿佛很是忌惮。大人，如果您能将它炼化，啧，如何？不知道，没人炼化过。据说在这片虚无被主宰形成前，它就已经存在了。闻言，魏轩陷入了沉思。如今他跟混沌星云还有一定距离，可即便如此，都不敢一直盯着看。跟其一比，自己小的连蝼蚁都算不上。大人，我已经带您找到这里了，可以放过我了吧？滚吧！好嘞。魏轩随手扔掉金龙，对方赶紧溜走了。而魏轩在定了定神后，深吸一口气，直奔那混沌星云而去。第169章混沌巨人。随着魏轩奔向那混沌星云，其散发的气息越发恐怖、苍凉且荒寂，仿佛一只远古巨兽在天地未开之时掌控着整个混沌。若我能将之炼化，魏轩心潮澎湃，激动不已。这混沌秘典绝对远远超过了黑金品质，只是他能感受到自己跟着混沌秘典的差距实在太大，光是临近就无比困难。果然，当魏轩穿过几个紫金光团和一个黑金光团后，那巨大的混沌星云骤然翻涌起来。卧槽，这特么哪位大神啊，居然敢去炼化原始混沌！我以为他要来抓我，都做好挠死他的准备了，结果他根本没理我。呵呵，无知真可怕。有多少强者曾打过这混沌秘典的主意，结果都直接被混沌之灵击杀了。这小子完蛋了。那几个紫金秘典和黑金秘典之灵全都显化出虚影，看着魏轩冲向那混沌秘典，先是震惊，而后轻蔑。他们可知道那混沌之灵有多恐怖？几个紫金和黑金的秘典之灵全都摆出看热闹的架势，远远盯着魏轩冲向混沌星云。滚！骤然，一声仿佛来自远古的咆哮回荡，随之滂沱的恐怖威压犹如神明，让魏轩心神震荡。且一道混沌之芒挡在魏轩面前，形成了一道屏障，让魏轩再难前进半步。靠近都难，更别说炼化。魏轩开启奥义真身，强行让自己心神清明过来，看着前方的巨大混沌星云，竟产生了退缩感。但忽然他灵光一闪，炼化，或许可以这样。魏轩想到了自己在神品考核中的操作，无论石骨旋风还是鬼灵妖火，亦或者杀戮天雷，都被他提炼到了。那这混沌秘典未尝不能提炼。别人选择秘典后是需要炼化的，而在炼化期间得跟秘典产生契合度，由此才可获取。品质越高的秘典，炼化起来越难，尤其是产生秘典之灵或秘典之灵唤醒的。但完美提炼不同，他的这个天赋简单粗暴，比炼化更省时省力。试试！一念至此，魏轩立刻运转自己的神品命星，在天地之力的加持下，直接开启完美提炼天赋，赫然向面前的混沌屏障抓去。唰！一道混沌之芒被天赋之力包括着，出现在魏轩手中。提炼混沌之息成功，您获得了一丝混沌能量。恭喜，您获得了 0.01% 的混沌体。果然可以。魏轩大喜，自己提炼这混沌之息，竟还能成为混沌体。混沌凌驾于所有元素之上，甚至不仅元素，地风水火，万物法则皆源于混沌。魏轩不清楚自己最后能不能成功，但必须得拼一下。万一成功，那自己的实力可以再攀升一大截。这样的提升，这样的机缘来多少都不嫌多。收起思绪，魏轩不再犹豫，以天地之力运转本命天赋，
迅速从前方的混沌屏障中提炼起了混沌之息。提炼混沌之息成功，您获得了一丝混沌能量，恭喜，您的混沌体提升至 0.02%。提炼混沌之息成功，您获得了一丝混沌能量，恭喜，您的混沌体提升至 0.03%。提炼混沌之息成功，您获得了一丝混沌能量，恭喜，您的混沌体提升至 0.04%。魏轩特抓狂抓，这一幕把那些远远看热闹的紫金和黑金秘典之灵都看傻了。这小子在干什么？受刺激了吧？就这么挠混沌屏障，能挠开？哈哈，笑死无了！远处那条给魏轩引路的金龙也没离开，而是远远观望。见到魏轩的举动，金龙忍不住发出一声冷哼，这个神品不太聪明的样子。然而，当所有秘典之灵都觉得魏轩是在搞笑时，忽然混沌屏障发出轰轰轰震响，紧接着咔咔咔，混沌屏障竟出现了一道道裂痕，最终砰的一声破碎开来。卧槽，什么情况？这特娘真能挠开？这小子有古怪，赶紧躲远点，原始混沌要发飙了。果然，随着混沌屏障破碎，顿时一阵巨吼响彻整片虚无。混沌之灵怒了，汝修不义，却妄想打无知主意，既不滚，那便死。吼！只见巨大的混沌星云急剧翻涌间，一个庞大的巨人身影缓缓出现。说是巨人，但却头生双脚，浑身布满鳞片，与人有很大差异。对方身上混沌斑斓，犹如远古混沌，神秘、诡异、荒凉、苍寂。混沌巨人站在混沌星云中，睥睨虚无，下一刻，目光便落在了犹如蝼蚁般的魏轩身上。死！混沌巨人声如天雷，巨大的手指携带着浓浓的混沌气息，点向魏轩。饶是魏轩如今战力惊人，且是神品递进，又天赋技能众多，但面对混沌巨人的这一指，仍然感到死亡的降临，仿佛这片远古混沌不允许任何生灵存在。这一刻，魏轩明白，在绝对强悍的实力面前，哪怕手段再多也没用。可魏轩不甘，既然自己的本命天赋可以提炼混沌之息，那不到生死关头，绝不能退缩。当即，魏轩运转刚才提炼到的混沌能量，方才在混沌屏障上，他已将混沌体提升到了 2%， 如今骤然开启。2%的混沌体抵挡住了来自混沌巨人的压制。趁此机会，魏轩立刻全面开启奥义真身，4颗神品命星更是全力运转。天地共鸣间，又再次释放所有的本命天赋之力，完美提炼开。如今魏轩对完美提炼的运用已然越发娴熟，此刻完美提炼直接散布全身。轰轰轰！混沌巨人的那一指落下，造成的声势仿佛要毁灭此方虚无。卧槽！跑啊！太特娘恐怖了！那些紫金和黑金秘典之灵虽然提炼躲开了，但还是在巨大的声势下吓得连连逃窜。远处的金龙也生怕自己被波及到，又飞出了好远。他们此刻只有一个念头，那小子完了，选个秘典而已，选什么不好，非来招惹这混沌之灵，害得他们都不能好好在混沌气息的酝养下进化了。可恶，死得该！只是随着混沌巨人那一指造成的声势渐渐消散，所有混沌之灵都以为要归于平静时，忽然见到一个很小很小的黑点掠过混沌巨人，直奔那混沌星云中心而去。啊！什么？那小子没死？这到底是哪位大神啊？太能挣扎了吧！所有混沌之灵都被震撼到了，而混沌巨人也再次发出更为愤怒的咆哮。这就好比一头大象不断被一只苍蝇骚扰，但甩了2下却没将其甩死，很是烦躁。第170章险中求胜。魏轩此刻仿佛在与时间赛跑，他必须赶紧提炼更多的混沌能量，从而获得100%的混沌体。提炼混沌之息成功，您获得了一丝混沌能量，恭喜，您的混沌体提升至 3%。提炼混沌之息成功，您获得了一丝混沌能量，恭喜，您的混沌体提升至 3.5%。提炼混沌之息成功，您获得了一丝混沌能量，恭喜，您的混沌体提升至 4%。魏轩一边提炼混沌能量，一边朝混沌星云的中心而去。越是靠近中心，所能提炼的混沌能量也就越多。吼吼吼！混沌巨人发出阵阵暴躁的咆哮，巨大的手掌骤然朝魏轩落下，想要拦截魏轩。乌云压顶！魏轩大喝，直接释放出乌云压顶，顿时浓厚的乌云出现在混沌巨人上空。紧接着，天雷滚滚，狂风呼啸。那雷是杀戮天雷，风是蚀骨旋风。轰隆隆！天雷和旋风所过之处，饶是混沌星云也不禁动荡。毕竟魏轩是运转4颗神品命星，以天地之力加持所释放的技能。随着蚀骨旋风将混沌巨人包裹，杀戮天雷也击中混沌巨人的手掌。
混沌巨人当即动作一顿，发出一阵咆哮，显然是有些疼痛。有用！魏轩眸光一闪，但也并没指望蚀骨旋风和杀戮天雷能击杀混沌巨人，甚至都无法对其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毕竟是神品天地之力加持过的杀戮天雷和蚀骨旋风，还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至少此刻蚀骨旋风可以短时间内侵蚀混沌巨人的骨骼，杀戮天雷更是能够使其短暂的麻痹，如此便能拖延时间。魏轩趁此机会全速冲向混沌星云的中心，疯狂提炼着混沌能量。提炼混沌之息成功，您获得了一丝混沌能量，恭喜！您的混沌体提升至 7%。提炼混沌之息成功，您获得了一丝混沌能量，恭喜！您的混沌体提升至 8%。提炼混沌之息成功，您获得了一丝混沌能量，恭喜！您的混沌体提升至 9%。每次提炼可以增加 1% 的混沌体了。不过这时，混沌巨人周身的混沌能量翻涌，蚀骨旋风和杀戮天雷骤然溃散，随之消失的还有乌云压顶。其手掌再次朝着魏轩落下。无相剑阵，魏轩释放出一道道剑刃。如今的他轻轻松松都能释放出3000道剑刃，且每道剑刃都蕴含陆河之力，甚至其上的鬼灵妖火更是恐怖如斯。最重要的还有神品天地之力的加持，使每一道剑刃都能产生共鸣。3000道剑刃直奔混沌巨人。但魏轩还没完，迅速又释放出一条条荆棘，其上蕴含金木水火土毒陆河之力，尤其是鬼灵妖火，使其威力倍增。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片陆河洪流，配合着鬼灵妖火，水火交融，让那洪流变得无比滚烫，仿佛岩浆。轰轰轰！各种手段全部砸向混沌巨人。但这还没完，魏轩几乎是无缝连接的又释放出地法结界，瞬间将混沌巨人笼罩。以神品命星引动的天地之力加持，地法结界的笼罩范围如今变得无比广泛，且威力更盛。释放各种手段的同时，魏轩对混沌能量的提炼丝毫未断。提炼混沌之息成功，您获得了一丝混沌能量，恭喜！您的混沌体提升至 16%。提炼混沌之息成功，您获得了一丝混沌能量，恭喜！您的混沌体提升至 18%。提炼混沌之息成功，您获得了一丝混沌能量，恭喜！您的混沌体提升至 20%。混沌能量越多，混沌体就越发完善。如今魏轩已然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变化，仿佛有一片鸿蒙宇宙正在体内诞生。混沌体的增加，让魏轩在这片混沌星云中如鱼得水，也能更好地抵挡来自混沌巨人的攻击。卧槽，这特鸟也太厉害了！难怪这位大神敢挑战招惹混沌之灵，原来是有资本的呀！原谅我刚才的无知，我给大神磕头了。那些密典之灵全都被混沌星云中的战斗给震撼到了。远处的金龙更是倒吸一口冷气，幸亏自己刚才给对方引路了，不然对方分分钟将他捏死，想想都一阵后怕。轰隆隆，魏轩的各种手段全都砸向混沌巨人，为他拖延了足够多的时间。很快，魏轩的混沌体达到了 50%， 并且离混沌星云的中心越来越近。这个时候，他每提炼一丝混沌能量，混沌体可直接增加 5%。若能到达混沌星云的中心，差不多每提炼一次可增加 10%。心想间，魏轩风意展开，以奥义真身的四维相通全部加持在速度上，一边向混沌中心冲去，一边疯狂提炼。60%、65%、70%。而另一边，混沌巨人连连咆哮，被一个渺小的人类纠缠到如此地步，他已然没了耐心，混沌之力自周身全面爆发。轰轰轰！地法结界崩溃，无相剑阵更是寸寸碎去，陆河荆棘、陆河洪流同样倒卷开来。下一刻，混沌巨人再次向魏轩发动攻击，其拳头上散发着的混沌之力让魏轩心惊不已。但此刻，魏轩已经不是刚才的魏轩，他的混沌体已经达到了 80%， 而且离混沌星云中心也是无限接近。眼看混沌巨人的拳头向自己砸来，魏轩想都没想，直接开启 80% 的混沌体，同时各种天赋运转，4颗神品命星引动天地之力，夹杂着 80% 的混沌之力，赫然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刀。陆河斩！魏轩一声暴喝，巨刀骤然与混沌巨人的拳头碰撞在一起，同时陆河狂暴也紧随其后。砰砰砰！星云战斗，混沌倒卷，强大的冲击让魏轩喷出一抹鲜血，身体也萎靡了几分。但他一咬舌尖，强行让自己振作，借助强大的冲击，赫然跃向混沌星云中心，同时再度提炼，将混沌体提炼到了 90%。只要再前进一下，来到混沌星云中心，就能直接将混沌体提炼到 100%。可这时，混沌巨人一脚踢出，竟引动整个混沌星云中的混沌之力，势必要将侵入他领域的这个人类击杀。
感受到浓浓的混沌之力向自己席卷而来，魏轩敢肯定，哪怕自己动用各种手段再击伤90%的混沌体，也无法扛住混沌巨人的这一击。但他眼看就要成功了，自然不会放弃，于是没再做任何抵挡，直接跨到了混沌星云中心。可魏轩根本来不及进行提炼，混沌巨人的强大攻击便已临近。第171章混沌体成。魏轩来到混沌星云中心，但根本来不及进行提炼，混沌巨人的攻击便已临近。他已没有任何时间使用其他手段抵挡，即便用上了也无法抵挡。此刻随着那一击来临，魏轩身上的猎魔铠甲、猎魔护腕、猎魔靴的被动防护全都开启，但连分毫都没能抵挡便已破碎。极道化身有3个处于冷却，不过还能释放出1个，可即便释放了也没用，只会让化身随之一起灭亡。所以如今魏轩所能动用的只有一招无敌金身。混沌巨人的强大一击临至，魏轩的身体立刻变成金色。这一刻他可以无视任何攻击。无敌金身强化到20后，可持续7秒，移速也能施展 50%。 轰轰轰，混沌攻击将魏轩覆盖在其中，根本难以躲闪。这下该结束了吧？为了选个密点，把自己葬送在这里，何必呢？哼，这就是有点实力就认不清自己是谁的结果，还是太年轻了，不知道狗才是王道。一众密点之灵议论纷纷，看到仿佛活过来一般的混沌星云，全都觉得那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类肯定活不成了。然而1秒、2秒、3秒，随着时间流逝，混沌星云渐渐恢复，直到7秒过后，虽说还有余波，但突然一道身影出现，所有密点之灵全都看傻了。此刻魏轩的无敌金身时间过去，可混沌星云的余波还没彻底散去。不过魏轩早有准备，90%的混沌体开启，倒也能勉强抵挡住此刻的声势。趁此机会，他奋力一抓，提炼混沌之息成功，您获得了1丝混沌能量，恭喜，您的混沌体提升至100%。这一刻，魏轩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体内仿佛蕴含着一个混沌宇宙，浑身的经脉、骨骼乃至每个细胞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身更是混沌能量环绕，哪怕刚才的余波并未散去，却也再难伤到魏轩分毫。雾草啊，他怎么也有混沌之力？娘爷，恐怖如斯！一众密点之灵纷纷震撼。混沌巨人此刻也愣了，他没再去攻击魏轩，而是表情惊疑，汝是混沌体。魏轩没说话，算是默认了。他也没主动进攻混沌巨人，尽管此刻他将混沌体提炼到了100%，但也只是在这片混沌星云中面对混沌巨人时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真要跟混沌巨人硬碰硬，哪怕他神品地境4重，再加上各种手段，也依旧不是混沌巨人的对手。魏轩能感觉到混沌巨人刚才对付他时，看似怒然施展全力，实则根本没动用本源，似乎在忌惮什么。这种感觉是在魏轩获得100%混沌体时产生的。有时只有自己爬上山巅，才会明白这座山有多高。只能说混沌之间亦有差距，自己获得的混沌体并不全面。当然，即便是混沌巨人以及这片混沌星云，在真正的混沌面前同样微不足道，就像是一片混沌被分割成了很多，而这片混沌星云只是其中一部分。否则真要面对本源混沌的话，魏轩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此刻魏轩暗暗施展灵眸，欲要查看混沌巨人，但却连毛都查看不出来。由此可见对方的强大，但不难猜测，混沌巨人应该是这片混沌星云诞生出的生灵，其目的就是守护这片混沌星云。若能将混沌巨人炼化，自然能够获得混沌秘典，可对方太过庞大，谁能一口吃下去？至少魏轩自认不行，甚至魏轩猜测，只要能炼化混沌巨人身上的其中一个部位，获得的秘典很有可能就超越黑金品质了。可混沌巨人身上的部位哪能那么容易获得？魏轩快速在心中想着，已然有了离去的打算。能在这里提炼出混沌体已是大机缘了，至于秘典，随便搞个黑金品质的也不错。想到这里，魏轩冲混沌巨人一抱拳，就要离开。可就在这时，一直睥睨魏轩的混沌巨人忽然开口，既是混沌体，无便刺入混沌诀。魏轩一愣，怎么个意思？抬头看去，只见混沌巨人的身前出现了一个混沌光团，虽然跟混沌星云不能比，但相对来说绝对不算小，比那些黑金秘典要大得多。混沌巨人大手一扇，那片混沌光团便朝魏轩飞去。魏轩下意识接过混沌光团，但却没有立即融合。他总觉得这世上没有这么好的事，于是抬头问道：“我需要一个原因。获得混沌机缘的并非汝一人，尔等都是混沌序列。”混沌巨人说完，身形渐渐引入混沌星云当中，但最后的声音却回荡开来：“速速离去，否则死！”魏轩听得出来，这次混沌巨人是动真格的，
自己如果还缠着不走，很有可能对方拼着受到制裁也会灭掉自己。于是魏轩也不再多想，冲着混沌巨人隐去的地方一抱拳，便迅速离开。至于混沌光团，思索再三，魏轩还是选择了融合。听混沌巨人的意思，这主宰宇宙中获得混沌机缘的人不止他一个，而这些人似乎被称为混沌序列。虽然他还不清楚混沌序列究竟是什么，但不难猜测，日后若这些序列成长起来，混沌需要他们去完成某件事。管球呢，自己先变强了再说。仔细想了想，他刚才在混沌星云中一顿折腾，就像是混沌对自己的一种考验。显然自己通过了考验，所以获得了混沌秘典。苦笑了一下，魏轩觉得混沌太过神秘，自己只是在其中一片混沌星云中就显得无比渺小。或许这茫茫主宰宇宙还有其他混沌存在也不一定。以自己目前的实力，很难弄清楚混沌究竟是什么，只是因为获得了混沌体，所以能够动用些许混沌之力罢了。值得一提的是，混沌很强大，强到凌驾于任何元素之上，无可匹敌。甚至这点，魏轩直接融合了混沌巨人赐予他的混沌光团。让魏轩意外的是，主宰光屏并没有任何提示。第172章前往第3层，玄天殿第1层。一众本土玩家一边处理自己的事，一边关注着魏轩那边，毕竟都想看看这位神品试炼者究竟能选择出什么品质的秘典。时间一点一滴流逝，某一刻，手掌按在秘典石碑上的魏轩忽然喷出一抹鲜血，神色极其萎靡，这让那些本土玩家纷纷议论起来。这是受伤了？选择秘典本质上并不危险，但如果强行选择强大秘典的话，是存在受伤甚至当场死亡可能的。但是这试炼者不是很强大吗？究竟什么秘典能让他受伤？难道是黑金秘典？有可能。不得不说，这些本土玩家还是不懂魏轩的实力，因此就显得很无知。又等了片刻，魏轩还是没有动静。那些本土玩家索性又开始处理起了自己的事。反正魏轩如果成功选择到秘典的话，是有光柱升起的。然就在所有人不怎么关注间，魏轩却缓缓睁开了双眼，紧接着收回手掌，很安静，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他从秘典空间出来了，什么情况？没光柱啊？难道选择秘典失败了？不是吧，堂堂神品居然连白品秘典都没搞到。一众本土玩家有些失望，毕竟魏轩之前带给他们很多次震惊，这次这么平淡，多少有些不适应。此刻魏轩却是眉头微皱，刚才他明明融合了光团，但主宰光屏上却没有任何提示自己获得了秘典。感到奇怪间，魏轩暗暗查看起了自己的面板。玩家魏轩，等级15级，146600020000000，境界地境4重，神品，秘典混沌诀，猎魔者14级，520000010000000，成就宗师71800，本命天赋完美提炼，体质天赋奥义真身 B 级，金乌血脉 E 级，混沌体 S 级，元素天赋陆河真意 C 级，黑暗真意 C 级，光之真意 C 级，气象真意 C 级，技能灵眸陆河遁法，风翼魂骨，无敌金身，强化加20，陆河斩，强化加20，森林幻咒，强化加20，地法结界，强化加20，黑暗炮弹，强化加20，乌云压顶，强化加30，无相剑阵，强化加30，极道化身，强化加30，黄暴之境，强化加30，战力405星。咦，魏轩看到自己的人物面板上倒是有秘典混沌诀存在，只是这一栏相对来说若隐若现，不细看还真看不出来。当然这里面有古怪，魏轩并不在乎，毕竟混沌秘典本就强大，伴随一点不确定因素倒也正常。他在乎的是混沌诀这般若隐若现，能不能借助修炼值或修炼时提升等阶。所有秘典初始都是0阶，后续快速提升等阶的办法就是使用修炼石。其他人都是使用修炼石，但魏轩能提炼出修炼值，这是独属于他的机缘，所以他的秘典等阶提升注定要比别人快。但如果混沌诀不能通过修炼石或修炼值提升等阶的话，那魏轩不介意再去选择一个黑金品质的秘典。于是魏轩尝试在主宰光屏上提升混沌诀的等阶。片刻后，提升栏的框框中出现了混沌诀，并使用一颗修炼石进行了提升。呼，还好可以。魏轩这才放下心来。不过很快魏轩又头大了，因为他发现将混沌诀提升到1阶居然需要1000颗修炼石，这基调也太多了。要知道提升秘典和升级一样，后续每升1级都是要翻倍的，也就是说1阶需要1000颗修炼石，2阶需要2000， 3阶就需要4000。一颗修炼石包含10点修炼值，这代表他的混沌诀升1级就需要1万点修炼值。卧槽，
太 TM 狠了。不过话说回来，品质越高的秘典，提升等阶所需的修炼值就越多。魏轩在选择秘典时就了解过，如白品秘典升1阶时，只需要100点修炼值，黑金秘典恐怕最多也不会超过2000点。由此可见，混沌诀已然超过了黑金秘典太多。事实上，混沌诀不仅可以大幅度让天地产生共鸣，甚至所能运转的天地之力也犹如混沌，包括它的混沌体也是比较依赖混沌诀的。可以说，此秘典就像一个承载体，能够容纳一切，从而加持所有天赋和技能。神品地境加混沌体加混沌诀，魏轩已然开启了一条无敌之路。深吸一口气，魏轩看了下自己目前的修炼值，不过才3800点而已。至于修炼时，之前攒了420颗，不过前不久的 PK 大赚了一笔，如今倒是有1750颗。果然，资源有时不能全靠刷，得需要夺。等级越高，需要的资源就越多，难怪后续会有排位争霸赛以及万界大战，说白了就是得争夺资源。甚至随着争夺激烈，杀戮也会完全展开。想到这里，魏轩也没急着去提升混沌诀等阶，眼下他还有很多事要做，整理面板这种事等闲下来再弄也不晚。另外，面板上的混沌体归到了体质天赋上，而且只是 S 级。虽说 S 级天赋对其他人来说是遥不可及，但混沌体只是 S 级可不算高。想了想，这也印证了他之前的猜测，混沌之间亦有差距。好在他有完美提炼天赋，其他天赋可以不断升级，混沌体也不例外。收起思绪，魏轩将主宰光屏关掉，然后扫视一圈，陈岩他们还没有从地境考核中出来，倒是那些本土玩家一个个看着他摇头叹息，跟有毛病似的。对此，魏轩也没理会，而是直接前往了第2层。不过他在第2层并没有停留，直接进入到了第3层的入殿副本当中。玄天殿第3层是各种秘境试炼，他想要帮风是一族破咒，必须得参加一次秘境试炼。此刻，魏轩进入到第3层的入殿副本。云雾缭绕的祭坛中，有一只浑身布满鳞片的猿类凶兽，长相狰狞，背后同样有一对羽翼。凶兽飞羽巨猿，等级30级，境界地境3重下品，天赋技能战力385星，特性王级凶残镇守，爆率25%。吼！飞羽巨猿见有人类闯进来，立刻双臂捶胸，做好了大战的准备，并发出阵阵咆哮。然而他的咆哮声还没结束，魏轩一拳便在了他身上。砰！咆哮声戛然而止。飞羽巨猿临消散前一脸懵逼，这特娘哪来的怪物啊？他好歹是第3层的守护灵，就这么被秒杀，一点面子都不给的吗？击杀飞羽巨猿，获得能量加300000。恭喜您击杀飞羽巨猿，获得修炼石 X30，技能强化路 X3，黄金宝箱星号1。恭喜您击杀飞羽巨猿，获得玄天殿第3层通行令。魏轩取出第3层通行令后，身影直接从副本中消失。第173章秘境试炼。玄天殿第3层的人少了很多，毕竟越高层代表实力就越强。此刻随着魏轩的身影出现在第3层，一道道目光也落在了魏轩身上。下一刻，众人心头一惊，死居然是个试炼者，不太可能吧？这批试炼者进入此方世界才多久，竟能闯到这第3层？你们能看出他的天赋情况吗？看不出来，只能看出才15级，15级就闯到了玄天殿第3层，那实力该有多强？所有人都开始关注起了魏轩。这时，一名长衫青年向魏轩走去，那青年手拿一把折扇，风度翩翩，气宇轩昂，但双目如蛇，阴邪内敛。这位兄台，前来这玄天殿第3层，可是要参加秘境试炼？青年走到魏轩跟前，笑着开口，看似还挺友善。但魏轩可不是小白，心知很多时候笑容的背后都藏着一把刀，尤其是在这主宰宇宙世界中，各种争夺十分激烈，杀机暗涌，所以防人之心不可无。当然，以魏轩如今的实力，倒也不用过于谨慎，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呵呵，兄台怎么称呼？青年问道。你不会查看？魏轩面无表情。一般来说，随着等级的提升，或多或少都有查看对方信息的能力。天赋和境界等情况或许查看不到，但名字和等级还是可以的。被魏轩对了一句，那青年一阵错愕，他压根没想到自己笑脸和魏轩打招呼，结果魏轩这么冷漠，这是完全不给他面子啊！青年心中恼怒，刚要再开口时，魏轩却掠过他，直接走开了。这小子很嚣张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嚣张的资本，这特娘能忍，反正换我肯定忍不了。其他试炼者纷纷一副看热闹的表情。那青年脸红脖子粗，显然被气得不轻。这时，3男1女走到了青年跟前。
怎么回事？开口的是那名女子，身姿婀娜，一袭红裙，看着十分带感。而那3名青年，一胖一瘦一魁梧。那试炼者15级就来到了这第3层，而且和我们一样都是来自7号域，所以我就想探探他的底，但被漠视了。长衫青年的语气有些咬牙切齿：“你堂堂风雪城的2公子，居然被一个试炼者打脸了。”瘦青年啧啧道：“不过话说回来，15级就能来到这第3层，应该很强，要不要招揽一下？”魁梧青年也开口说道：“本土玩家可以加入试炼者势力，但本土玩家亦可招揽试炼者。不过若受到重视还行，可很多时候都容易被利用。”哼，先看看他到底有多强。长衫青年低声道：“稍后我们再去会会他，也许他能在这个时候来到第3层，有运气成分也说不定。”有道理。红裙女子点了点头。先行来到玄天殿的未必就是强者，即便是强者，也有可能中途陨落。类似这样的事，以往可没少发生。走！5人以长衫青年为首，再次向魏轩走去。此刻，魏轩在这第3层了解了一番所谓的秘境试炼，总算是弄明白了。基本上都和丰泽告诉他的差不多，每个秘境一般来说只能进10人，但也有例外。如一些高级秘境可进10人以上，据说很久以前的一个秘境曾有100人进入过。不过这样的秘境极少，而且危险程度也高。此外，参加秘境试炼出来后，必须得等1天后才能再次参加。秘境中危机重重，但免不了也有机缘。至于秘境持续的时间，按照丰泽的说法是，有的秘境只持续1个小时，有的则持续好几天，这都说不好。丰泽的这个说法对也不对。首先，第3层的秘境是有等级的，分 F、E、D、C、B、A、S、SS、SSS。显然，等级越低的秘境持续时间就越短，相对来说危险程度也小，机缘也少。不过这也只是相对的，毕竟哪怕最低的 F 级秘境，一般也得地境3重的人才有一定几率活下来。事实上，不到地境3重也很难来到这玄天殿第3层。如魏轩这般还没点亮命星就拿到第2层通行令的，能有几个？言归正传，每个秘境其实都是存在任务的，这个任务可接可不接。值得一提的是，只要完成秘境中的任务，就可以选择离开秘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秘境的持续可以由自己决定，只需要完成秘境任务即可。但众所周知，秘境任务都是极其难的，要么就不接，可一旦接了没完成，那可是要扣除东西的。当然，如果能完成，自然也有丰厚的奖励。除此之外，魏轩还了解到一个十分有用的信息：爆物。就是在秘境中爆出来的物品一般都很不错，甚至可以说在外面极其难得。如命星洗炼石，这是洗炼命星的必需品。除了命星洗炼石，自然也有秘典洗炼石，可以用来重洗秘典品质，以及秘典融合石，同样也是能够让2本或多本秘典进行融合，从而融合出更高品质的秘典。魏轩想了想，自己应该也用不到，还是魏村成员可以。不过，相对命星洗炼石和秘典融合石外，最重要的还是秘境中有很多天材地宝，包括各种建筑图、打造图等，甚至如果运气好，还会获得某种血脉传承，也不一定。难怪不少人都来参加这秘境试炼，里面的宝物和机缘确实值得参加。此刻魏轩收起思绪，准备先去参加一下，帮风试一族破咒再说。第3层的秘境石碑有很多，不过这些秘境石碑都是相连的，比如你在1号石碑报名，别人在2号石碑报名，那也是有机会分配到同一秘境的，前提是等级的相同。数量最多的是 F 级石碑，其次是 E 级、D 级、C 级。想要参加秘境试炼，必须得先从秘境石碑上报名，然后石碑会将你随机分配到相应等级的秘境，等这个秘境的人数达到10人后，才可正式开启。魏轩不想浪费时间，直接就打算先报名。然而这时，那长衫青年5人组向他走了过来。第174章风雪城5人组。魏轩见长衫青年5人向自己走来，眉头微皱。这位兄台，可是要参加秘境试炼？长衫青年笑着开口，仿佛刚才魏轩冷漠他的事根本没有发生。魏轩点了点头，又问道：“你们想说什么？”“我们也是要参加秘境试炼的。”这次开口的是红裙女子，一双美眸紧紧盯着魏轩，似乎想看出什么，但可惜她什么也没看出来。魏轩面无表情，但却施展灵眸查看了一番5人的信息。首先是长衫青年，人类，寒风雨，本土玩家，等级25级，境界地境3重，中品，秘典蓝品6阶冰破玄功，天赋冰妖血脉 B 级，冰之法则 A 级，技能战力386星，来历7号御风雪城2公子。查看完长衫青年的信息，魏轩愣了一下，没想到对方也来自7号域，而且对方的身份也不简单，
其势力竟是一座城，势力能达到城镇级别，已经算很强了。如他之前遇到的乌烟部子弟，也只不过是一个部族势力而已。部族算是领地级别的，村庄、领地、城镇、帝国，这就是势力发展程度。难怪这韩风雨主动跟自己打招呼，肯定对方也查看到自己是7号域的试炼者。本土玩家跟试炼者套近乎，不外乎3种可能：一、对方想加入试炼者势力；二、对方想邀请试炼者加入其势力；三、摸清试炼者底线，继而灭之。韩风雨的风雪城的2公子，所以不可能想加入实力者势力。那么就只剩另外2种情况了。第2种情况还好，但如果是第3种情况的话，魏轩目中寒光内敛，接着又查看了一番另外4人。人类叶凝霜，本土玩家，等级24级，境界地境3重，中品，秘典清平5阶玄霜诀，天赋冰妖血脉 C 级，水之法则 A 级，技能战力365星，来历7号御风雪城成员，人类王彪，本土玩家，等级23级，境界地境3重，中下品，秘典绿品4阶飙风诀，天赋力之奥义 B 级，风之奥义 B 级，技能战力354星，来历7号御风雪城成员，人类赵峰，本土玩家，等级24级，境界地境3重，准中品，秘典清平5阶风云诀，天赋冰妖血脉 D 级，风之奥义 B 级，技能战力361星，来历7号御风雪城成员，人类赵山，本土玩家，等级23级，境界地境3重，中下品，秘典绿品5阶纳海诀，天赋体之奥义 B 级，水之奥义 B 级，技能战力352星，来历7号御风雪城成员。查看完5人的信息，魏轩心中了然，看来风雪城这股势力是以冰、风、水3大天赋为主，5人的实力也算不弱了，最低的都是中下品。不过魏轩之前连那2个双 A 天赋的西方白皮都能秒杀，更别说这5人了。但话又说回来，一般本土玩家的实力都比试炼者要强些，毕竟他们有底蕴在。拿那2个西方白皮来说，别看是双 A 天赋外加一种血脉天赋，又成功点亮了2颗中品命星，甚至还有蓝品秘典，可如果让他们对上韩风雨这5人，未必就能敌过，毕竟战斗时所能产生的因素太多。这时韩风雨见魏轩一直不说话，于是直接开门见山道：兄台，不如我们一起参加秘境试炼，如何？虽说秘境分配是随机的，但我们掌握着一种规则，可以让我们分配到一个秘境的几率更大些。叶凝霜补充道。魏轩心中冷笑，这是威胁吗？对方掌握着分配到同一秘境的规则，如果他拒绝对方的话，很有可能韩风雨他们会强行和他分配到同一秘境，到时秘境中是可以杀人的。一般来说，很多参加秘境试炼的都会组队，队伍里都是可信的人还好，如果是临时组的队，杀人夺宝这种事常有发生。不过魏轩懒得组队，哪怕是可信的人也要分配资源，如果是不可信的，那组队更没意义。很多人组队是因为自身实力不足，进秘境没底气，但他魏轩没必要这样。你是聋了还是哑了？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给个痛快话？韩风雨队伍里的赵峰见魏轩一直不说话，顿时没了耐心，大声催促道。魏轩瞪了对方一眼，直接开口，没必要。说完直接向其中一座秘境石碑走去。可恶，他凭什么这么嚣张？赵峰有些气急败坏。敬酒不吃吃罚酒，哼！叶凝霜冷哼。王彪也看向韩风雨，问道：要不要盯住他？要，为什么不要？韩风雨说道：给我盯紧了，看看他选择哪个秘境的石碑，到时我们跟上。当即韩风雨5人开始暗暗观察起了魏轩，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利用秘境分配的规则跟住魏轩。尽管他们不敢保证能100%和魏轩分配到同一秘境，但至少有70%的把握。而且他们5人也最少有3人能分配到一起，无论他们哪3人，对付一个15级的试炼者都绰绰有余。彼时魏轩无视韩风雨5人的目光，直接来到一座地级秘境石碑前，将手掌按在了上面。魏轩没选择太低级的秘境，毕竟这次他参加完需要等1天才能再次参加。至于地级以上的秘境，魏轩怕在里面待得太久，那样既延误风是一族破咒，又有可能错过破咒马匪来袭的终极考核。此刻随着魏轩将手掌按在一座地级秘境石碑前，顿时那石碑绽放出一阵光芒，继而便出现一个选项：是否报名？魏轩毫不犹豫的选择是。下一刻，报名成功，
您被分配到的是摩罗秘境，是否接取以下任务？魏轩还没来得及查看任务，便看到两边也有秘境石碑亮起光芒，赫然是韩风雨5人，几乎是和他同时报名了地级秘境。第175章魔灵。6座地级秘境石碑几乎同时亮起，其他本土玩家纷纷侧目。这试炼者怕是被盯上了吧？如果掌握好秘境分配规则，是有很大机会将他们分配到一起的。这算是漏洞吗？有人说是漏洞，也有人说这是主宰故意的。如此一来，竞争就会很激烈。那这样的话，掌握分配规则的人岂不是会占主动？没错。所以说，参加秘境最危险的不是秘境里的凶兽，而是和你同样参加秘境的另外9人。还有一点，玄天殿虽然不能动手，但却不是绝对的安全，尤其是那些大势力的人，千万不能得罪，因为你不确定对方有没有掌握秘境分配规则，一旦掌握的话，那对方就会盯上你，然后在秘境中将你击杀。除此之外，第4层也可以传送到各个区域，尽管传送各区域的难度比较大，但像一些大势力还是能做到的。照你这么说，这试炼者要遭殃了呀？没办法，谁让他那么嚣张？这时，韩风雨跟魏轩的目光碰撞在一起，前者嘴角露出一抹轻蔑玩味的笑意。魏轩面无表情，扭过头开始查看秘境任务。摩罗秘境任务：寻找摩罗，将之击杀。时限10小时。任务奖励：未知。失败惩罚：扣除资源。任务看着很简单，就是击杀摩罗，但前提是寻找摩罗，这应该就是难的地方。不过魏轩没得选，如果不接任务，那就只能等秘境关闭才能出来。看任务时限应该是和秘境持续时间是一样的，他可不想白白在秘境里浪费10个小时。于是魏轩略作犹豫后，直接选择是。提示：摩罗秘境任务接取成功。提示：报名摩罗秘境人数已达10人，10秒后将开启秘境。紧接着便倒计时，10秒后，嗡嗡嗡，一道道光束落下，魏轩等人从玄天殿第3层消失。摩罗秘境，光芒闪烁，魏轩出现在这里。提示：您已进入摩罗秘境。魏轩举目四望，此地竟是一座巨大的地窟，一眼看不到尽头。窟内乱石丛生，偶有一根根钟乳石垂下，更有10台漂浮在空中，被锁链相连。除此之外，在那些石壁上还刻有一个个狰狞恐怖的魔像，看着有些瘆人。滴答滴答，不知何处的水滴落下，使这寂静的地窟传出阵阵回荡，更添诡异。当然，如果是普通人身处这里，自然会被此地的环境瞬间吓破胆，但魏轩可不一样，他此刻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所以也没耽搁，直接打开任务栏查看。任务栏里，遗落的公主这个连环任务静静地躺在那里。第1篇魏轩已完成，至于第2篇，则需要魏轩在荒废古镇的副本中找到公主的水晶鞋才能激活。此任务不急，没有时间限制。除了遗落的公主这个连环任务外，还有一枚 A 级任务令。此任务令是从钻石宝箱中开出，当时需要成就达到精英后才可开启，所以一直拖到现在。不过现在魏轩的成就已经达到宗师级别，自然可以随意开启。不过现在不是开启的时候。还有另外2个任务：1. 帮助风氏一族破咒； 2. 寻找摩罗，将之击杀。这2个任务其实是连着的，只要他能击杀掉摩罗就行了。不过摩罗怎么寻找，这是个问题。就在魏轩准备先在这地窟中巡视一圈时，忽然四面八方传出阵阵结节声，紧接着石壁上的那些魔像竟一个个活了过来。那些活过来的魔像全都尖牙利爪，长相极其狰狞，浑身冒着森然的黑气，如同真正的恶魔。魏轩立刻施展灵眸查看。邪祟魔灵，等级20级，境界地境2重，下品，秘典黄品3阶，魔灵诀，天赋黑暗操控，地级，技能战力285星，特性黑暗残暴嗜血，来历摩罗之血孕育出的邪恶生灵，爆率20%。这些东西全都是魔灵。魏轩不清楚魔是什么，但想来应该也是一个强大的种族。此前他遇到过不少魔化凶兽，包括和魔签订契约以及继承魔翼者，无一例外，只要跟魔物有关的，击杀后都可以获得猎魔值，也能爆出猎魔勋章。猎魔勋章可以兑换猎魔套装，魏轩身上如今已有7件猎魔装备：猎魔铠甲、护腕、猎魔手套、猎魔手镯、猎魔戒、猎魔靴、猎魔盔。只要再兑换出猎魔尖和猎魔武器，那9件猎魔套装就凑齐了。不过却是5阶，想要兑换更高阶，只能继续攒猎魔勋章。所以击杀魔物就是快速爆猎魔勋章的关键，而且猎魔等级也需要提升。心想间，魏轩发现这些魔灵不乏变异级和头目级，不过哪怕是王者级的，
也对如今的魏轩造不成任何伤害。结，那些魔灵应该是太久没见到过人类，而且才15级，所以一个个看起来极为兴奋。下一刻，全都向魏轩冲了过去。魏轩不想浪费时间，直接催动神品命星，顿时滂沱的天地之力出现。天地之力本无形，但魏轩引动的天地之力却是实色，且看着并非艳丽，而是实色相互交融，形成了一种玄奥异常的东西，正是混沌之力。同时，一片混沌云出现，夹杂着道道雷霆，更有数个风暴出现。那雷霆是杀戮天雷，风暴是蚀骨旋风，无数兵刃掺杂在其中，全都有混沌加持。下一秒，雷霆轰鸣，风暴席卷，无数兵刃落下。天地之力和混沌之力的双重威压下，一些魔灵直接崩溃，没有溃散的身体也无法动弹，全都陷入了震惊与恐惧当中。轰轰轰，能量四溢，杀戮蔓延，伴随着惊恐的惨叫，那些魔灵全都毙命。魏轩站在高处，犹如天神下凡，但相比那些魔灵，他又更像魔。魔神挥手间，天地动荡。第176章，去魔石洞等他。击杀魔灵，获得能量加50000，猎魔值加30000。击杀变异魔灵，获得能量加70000，猎魔值加50000。击杀魔灵头目，获得能量加10000，猎魔值加80000。恭喜您击杀魔灵，爆出修炼石 X20，猎魔勋章 X10。恭喜您击杀变异魔灵，爆出修炼石 X25，猎魔勋章 X15。恭喜您击杀魔灵头目，爆出修炼石 X30，猎魔勋章 X20，技能强化陆星号2。恭喜您的猎魔等级提升至15级，四维属性加600，猎魔勋章 X60，黄金宝箱 X1。恭喜您的等级提升至16级，四维属性加600，财富值加6000。恭喜您的等级提升10触发暴击，奖励 C 级天赋融合符。仅仅片刻，此地魔灵无一生还。所报物品，魏轩大致看了一眼，都是之前比较常见的，如命星洗炼石、秘典洗炼石、秘典融合石等，根本没有。想来这些东西的爆率很小，魏轩索性也没清点收获。之前他 PK 石赢了不少资源，等回头闲下来时一起整理。心想间，魏轩迅速对那些魔灵的尸体进行了提炼。提炼魔灵成功，恭喜您获得自由属性加200，修炼值加100，地级黑暗操控。检测到您已具备 C 级黑暗真意天赋，正在与地级黑暗操控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C 级黑暗真意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20%。提炼变异魔灵成功，恭喜您获得自由属性加300，修炼值加150，地级黑暗操控，地级超旋力。检测到您已具备 C 级黑暗真意天赋，正在与地级黑暗操控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C 级黑暗真意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20%。检测到您已具备 B 级奥义真身，正在与地级超旋力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B 级奥义真身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20%。提炼魔灵头目成功，恭喜您获得自由属性加400，修炼值加200， C 级黑暗操控。检测到您已具备 C 级黑暗真意天赋，2次黑暗真意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C 级黑暗真意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很快，提炼魔灵失败，同类目标已提炼到上限。提炼变异魔灵失败，同类目标已提炼到上限。魏轩看了眼自己的天赋，并没有任何变化，主要是此前他的4维天赋融合成了奥义真身，要么就是6合天赋和气象天赋。这些天赋进化起来可是很难的，比单一的天赋难10倍还不止。唯有黑暗天赋和光之天赋是没经过融合的。不过黑暗天赋应该很快就能达到 B 级了，光之天赋还早。要知道这2种天赋是可以融合出轮回天赋的。魏轩想了想，索性就让暗黑和光之天赋都达到 B 级时再融合，否则融合成 C 级的轮回天赋到时不好提升。所以回头得着重提升一下光之天赋。此刻收起思绪，魏轩大手一挥，将所有魔灵尸体收入到了储物空间。这些魔灵质做成精品烤肉，就算不吃也可以转换成财富值和贡献值。之后魏轩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向的窟尽头而去。彼时地窟的其他洞穴内，韩风雨和叶凝霜等人也先后击杀了魔灵，不过他们遇到的魔灵可没有魏轩多，也没魏轩击杀的这么轻松。这跟魏轩的神品递进有关，冥冥之中发展之路已增加了难度。即便是一样的秘境，魏轩这里也跟别人的不同。当然如果是魏轩跟别人组队的话，那这个难度就会中和。此刻韩风雨几人还是分开的，不过他们似乎有某种器物能联系到彼此，以至于他们很快就会合了。
不过他们5人组，王彪和赵山2人没有被分配到这摩罗密窟。韩风雨、叶凝霜、赵峰3人倒是运气不错。这里是摩罗的窟，我们得小心点。叶凝霜跟韩风雨和赵峰相见后，开口提醒道：“我们又没接任务，只要不遇见摩罗，凭我们3人的实力，其他都能应付。”韩风雨冷哼一声，眸中闪过一抹寒意。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那试炼者。相对这地窟中的魔灵来说，那试炼者更有价值。叶凝霜也说道：“的确，试炼者击杀本土玩家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而本土玩家击杀试炼者好处也有很多。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魏轩，更想通过魏轩找到新手区，从而在所有试炼者身上获取更多利益。试炼者其实比本土玩家要有优势，尽管本土玩家有底蕴，所在的域世界资源也丰富，可试炼者会受主宰眷顾，往往有气运加身。所以无论击杀试炼者还是将其奴役起来，其他利益暂且不说，关键是可以提升气运。气运一高，无论刷怪爆率还是触发隐藏任务和副本都会比较容易。因此很多本土玩家都会打试炼者的主意。不过一开始新手区都有隔绝屏障，本土玩家根本破除不了，除非有主宰发布的针对试炼者的任务，倒是能通过道具进入到新手区。此外，如果有试炼者来到玄天殿后，也就代表着这个试炼者所在的新手区屏障破了。这个时候他们只要找到新手区的位置坐标就行。据我所知，这摩罗地窟很大，而且有很多洞穴穿插交错，想找到那试炼者应该并不容易。赵峰说道：“我看到那试炼者接任务了，如果他能获得任务提示，肯定会前往摩罗经常出没的迷石洞。”韩风雨冷笑道：“去迷石洞的通道只有一条，那是必经之路，我们去那里等他。”有道理，那我们就去守住那条通道。当即韩风雨3人查看了一下地图，便快速向迷石洞的那条通道赶去。他们根本没考虑能不能击杀得了魏轩，在他们看来，这是根本不用考虑的事。他们之前查看过魏轩的信息，虽然没能看出天赋境界等情况，但等级却只有15级。尽管魏轩闯到了玄天殿第3层，可能有些本事，但那又如何？要知道他们3人可是相当不弱的。3人的境界都是地境3重，其中韩风雨和叶凝霜是中品，赵峰差点，但也是准中品。何况他们都是双天赋，其中一种天赋还是冰妖血脉。在这样的实力下，他们怎么可能比不过一个堪堪15级的试炼者？他们凭什么说？用什么说？第177章拦截。魏轩在摩罗地窟内一路前行。这座地窟有不少洞穴，基本每座洞穴都会有魔灵，越是深入，魔灵实力越强，甚至偶尔还会出现统领级、降级魔灵。当然，以魏轩如今的实力，击杀这些魔灵倒也十分轻松。眼下魏轩是要争时间，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魔灵秘境的任务，找到摩罗，将之击杀。好在没多久，随着魏轩击杀了2个统领级魔灵后，击杀魔灵统领获得能量加1200000，猎魔值加1000000。恭喜您击杀魔灵统领，爆出修炼石 X35， 猎魔勋章 X25， 技能强化路 X3， 凝灵丹方 X1。恭喜您击杀魔灵统领，获得任务道具迷石洞图。咦？魏轩愣了愣，总算爆出了一种药方。凝灵丹是2阶丹药，回头得多收集一些武器图样、药方、符方等，包括各种建筑图，也是越多越好。村庄势力的发展离不开这些，但这些相对来说不急，眼下最重要的是赶紧找到摩罗，将之击杀。于是魏轩查看了一下爆出的任务道具迷失洞图。迷失洞图将此图拼凑完整，可前往迷失洞寻找摩罗。原来如此，魏轩了然。眼下迷失洞图虽不完整，但多少有些路线。于是魏轩按照残缺地图大概前行，所遇魔灵尽皆秒杀。击杀魔灵获得能量加50000，猎魔值加30000。击杀变异魔灵获得能量加70000，猎魔值加50000。击杀魔灵头目获得能量加10000，猎魔值加80000。恭喜您击杀魔灵，爆出修炼石 X20， 猎魔勋章 X10。恭喜您击杀变异魔灵，爆出修炼石 X25， 猎魔勋章 X15。恭喜您击杀魔灵头目，爆出修炼石 X30， 猎魔勋章 X20， 技能强化路 X2， 装备图样寒冰剑。击杀魔灵统领获得能量加12000，猎魔值加10000。恭喜您击杀魔灵统领，爆出修炼石 X35， 猎魔勋章 X25， 技能强化路 X3， 武器图样方飓风刃。击杀魔灵将军获得能量加15000，猎魔值加13000。恭喜您击杀魔灵将军，爆出修炼石 X40，
猎魔勋章 X30，技能强化路 X4，技能融合符 X1，黄金宝箱 X1，雷狮符方。恭喜您击杀魔灵将军，获得任务道具迷石动图 X1。很快，提炼魔灵将军成功，恭喜您获得自由属性加600，修炼值加300 ，B 级黑暗奥义。检测到你已具备 C 级黑暗真意天赋，正在与 B 级黑暗奥义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C 级黑暗真意成本进化为 B 级黑暗奥义，黑暗天赋达到 B 级了。只要回头再把光明天赋也进化到 B 级，就能合成轮回天赋了。收起思绪，魏轩继续前行，继续击杀着魔灵。某一刻，恭喜您的猎魔等级提升至16级，4维属性加700，猎魔勋章 X70，黄金宝箱 X1。恭喜您的等级提升10触发暴击，奖励技能融合符 X1。很好，猎魔等级也一举达到了16级。除此之外，魏轩收获也是颇丰。神品之路的发展无比艰难，但艰难的背后也是福运。拿这次的秘境试炼来说，同样在这魔罗地窟中，但魏轩单独遇到的魔灵就比其他人强大，相对的爆率也比较可观。修炼时，猎魔勋章、技能强化路、技能融合符，还有一些药方、武器图样、装备图样、符方等。倒是建筑图没爆，想来建筑图比药方这些的几率更低。不过魏轩索性也没有整理，如今他灵界空间内可是有很多东西，就等回头闲下来时再一一清点。迷石动图已经达到了8张，再集齐4张应该就能拼凑完整了。其实照这么看，这魔灵秘境的任务倒也不难。但话又说回来，在地境这个阶段，能像魏轩这么挥手间就秒杀一大片魔灵的有几人？尤其是地境7重以下的，基本都做不到的。无法秒杀魔灵，就得花大量时间去收集迷石动图，很有可能秘境时间都过去了，迷石头动图也没收集完成，最后导致任务失败。当然，像那些地境8重、9重能做到秒杀大片魔灵的人，也不屑参加这种地级的秘境试炼，一来麻烦，二来浪费时间，收获与精力不成正比。不过也有例外，就是有人完成过魔灵秘境的任务，然后把迷石动图分享给自己的势力成员。但这种情况比较少，因为就算有完成的迷石动图，在选择秘境时也不一定会分配到魔灵秘境。像韩风雨那类人，虽然掌握着一些秘境分配规则，却只能选择性的让自己和同伴分配到同一秘境的几率大些，可具体分配到哪个秘境，这点根本无迹可寻。不过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之前有长辈随手给过他们一份迷石动图，所以这次在打魏轩的主意时，刚好被分配到了魔灵秘境。这也是他们能直接去迷石洞的必经通道拦截魏轩的原因。此刻，魏轩按照不完整的迷石动图大致前行，终于在1刻钟后，迷石动图被魏轩拼凑完整。迷石洞，魏轩眸光一闪，直接按照指引向迷石洞赶去。任务提示说，魔罗常在迷石洞出没，但迷石洞本就是一个极具危险的洞穴，所以想要击杀魔罗并不容易。魏轩却是不为所动，直奔迷石洞。很快，前方出现很多岔路通道，按照指引，魏轩选择了一条比较宽敞的通道前行。通道内很是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且充满阴暗与诡异。魏轩不受这些影响，飞快在通道内行进。然而片刻后，忽然嗖嗖嗖一阵破空声传来，那是一道道冰箭直奔魏轩头部。魏轩身形一闪，将那些冰箭躲开。这时，前方的通道出现了3个身影。魏轩抬头一看，原来是韩风雨、叶凝霜、赵峰3人。第178章天境强者。韩风雨3人从黑暗中走出，一脸冷笑地看向魏轩。这小子果然有点本事，这么快就来到这里了。再有本事，今天也得落入我们手中。哼！叶凝霜和赵峰说道。韩风雨手持一把冰剑，冷笑中带有几分玩味。小子，没想到吧？你们要杀我？魏轩面色平静。你可以这么理解。韩风雨说道。本来我一开始想看看你如果有本事的话，可以把你邀请到我们风雪城中，但你不识好歹，索性杀之。不过，你要是能告诉我们你所在的新手区具体位置的话，我们倒是能给你留个全尸。闻言，魏轩心中一动。如今他所在的996区屏障已破，这也就代表着一些本土玩家势力可以入侵996区了。此前他击杀了乌岩部子弟，想必对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在魏村没有壮大起来前，魏轩还是比较担心有本土玩家势力入侵魏村的，因为本土玩家的势力究竟如何，他并不清楚。一旦本土势力大肆进攻魏村，即便他再厉害，也很难保证魏村没有伤亡。一拳难敌4手的道理，他还是懂的。所以势力之间的争霸靠的不仅仅个人，更多的还是要看这个势力的整体实力情况。就像古代战争，某位大将军再强，也无法一个人抵挡千军万马。因此
魏轩现在迫切想要让魏村成长起来。不过眼下听韩风雨说要让他告知新手区的具体位置，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本土势力很难找到新手区？如果这样的话，倒是可以有时间让魏村再发育一波。当然，要是某个本土势力有针对试炼者任务的话，那就另说了。比如新手终极考核、破咒马匪入侵，想必那些破咒马匪在接到任务后是可以获取各新手区位置的。小子，你……韩风雨见魏轩站在那里没说话，反而好像在沉思什么，这让他顿时大怒，给我说话！妈的，侮辱啊！老子特么要杀你了，你却像个没事人一样在想东西，这算什么啊？看不起谁呢？魏轩见韩风雨气急败坏，不禁开口说个锤子啊，杀个人哪那么多废话？操！赵峰看不下去了，叶凝霜也被气到了，领口处急剧起伏，这小子太嚣张了，先废了他再说。当即赵峰和叶凝霜先行出手，二人深知魏轩有所实力，一上来就动用不凡的手段，命星运转，天地共鸣间，冰妖血脉释放，顿时在他们背后出现了一个虚幻的冰妖身影，丝丝寒气弥漫，周遭的一切瞬间冰冻。下一刻，叶凝霜以寒冰之力凝聚出一朵冰莲，赵峰则凝练出一座冰印，冰莲和冰音同时朝魏轩攻去。韩风雨没急着出手，而是一脸玩味的神色，他自认有叶凝霜和赵峰出手就够了，就算没办法击杀魏轩，也8、9不离10，他就等着魏轩重伤后跪在他面前求饶了。然而随着冰莲和冰印临近，魏轩却是骤然挥出一拳，这一拳蕴含着神品命星之力以及奥义真身和混沌体。奥义真身的四维相通，可随心将其他属性转换成一种，混沌体更是蕴含混沌之力，经神品命星的天地共鸣，再加上狂暴之境的压缩，可以说魏轩如今的一拳一脚都是莫大的神通。此刻一拳出，冰莲骤然粉碎，紧接着又是一脚踢出，冰印也随之崩溃。这不可能！叶凝霜一脸的难以置信，赵峰也人傻了。韩风雨脸上玩味的笑意顿时变得无比僵硬。冰莲和冰印算是叶凝霜和赵峰比较强大的技能了，结果被魏轩这个试炼者一拳一脚击碎，这可怕，太弱了。魏轩浑身释放出无可匹敌的霸气，冷眼看向韩风雨三人，就你们这种实力也妄想杀我，该死！韩风雨此刻又恐惧又愤怒，冲叶凝霜和赵峰吼道，用组合技。好！当即韩风雨也运转冰妖血脉，顿时他的身后有冰妖身影浮现。下一秒，韩风雨三人身后的冰妖同时飘在空中，继而彼此汇聚，竟使那冰妖的身影无比凝实，且3头6臂，浑身散发的寒冰气息仿佛要冰封天地。此处通道更是有雪花飘散。小子，受死！韩风雨一声大喝，随即向魏轩一指，那冰妖立刻朝魏轩抓去。魏轩也没再墨迹，直接释放出一道道陆河剑刃，快速组成无相剑阵。一个巨大的神像虚影出现，混沌气息丛生，引动的天地之力更是无比强大。这，韩风雨三人要吓傻了。光从气息，他们就能感受到魏轩这一技能的强大。果然，神像虚影与冰妖碰撞，冰妖根本不堪一击。轰轰轰，一剑落下，此地轰鸣。叶凝霜和赵峰连发出惨叫的机会都没有，当场毙命。击杀本土玩家，获得能量加1500000，财富值加10000。恭喜您击杀本土玩家，爆出4维属性加30。恭喜您击杀本土玩家，爆出遗留空间。击杀本土玩家，获得能量加15000，财富值加10000。恭喜您击杀本土玩家，爆出4维属性加30。恭喜您击杀本土玩家，爆出遗留空间。韩风雨没死，在神像虚影的那一剑斩向他时，身前竟出现了一块玉符。那玉符光芒大盛，汇聚成一位老者，竟帮韩风雨挡住那致命一击。不过那由光芒汇聚的老者也直接崩溃，韩风雨虽没毙命，但也倒飞出去，撞在石壁上，喷出一大口鲜血。此刻韩风雨浑身是伤，不说奄奄一息，但连起身也变得无比艰难。本土玩家果然有底蕴，魏轩不得不感慨，韩风雨所在的风雪城比乌岩部应该要强大得多。如今他4颗神品命星，再加上奥义真身以及混沌体，但所释放的无相剑阵却没能直接击杀对方，由此可见那保命玉符的不弱。当然，魏轩如今还有蚀骨旋风、鬼灵妖火以及杀戮天雷，只是击杀韩风雨这种级别的存在根本用不着。此刻魏轩向韩风雨走去，每一步都仿佛死神的镰刀在逼近。韩风雨吓得面色惨白，艰难开口道：你不能杀我，我是7号御风雪城城主的儿子，你要是把我杀了，我父亲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告诉你，就算你再强，也不可能与我们风雪城对抗。翼城的势力不是你能想象的。相反，要是你放过我，等我回去后一定扶持你，甚至让你做我们风雪的太上客卿也可以。韩风雨又是威胁又是利诱。哦，你们风雪城有多厉害？在7号域哪个版图？我们风雪城在玄黄版图，光是依附我们风雪城的势力就有10数之多。韩风雨无比紧张道。还有，我们风雪城的老祖可是天境强者。天境？魏轩眉头一皱，地境之上还有天境？第179章气象奥义。没错，就是天境。韩风雨见魏轩愣住，以为魏轩被吓住了，莫名觉得自己抓住了救命稻草，连忙再次说道：地境之上乃是天境。果然，魏轩猜测没错，地境不是尽头，甚至他怀疑天境之上还有更高的境界。照这么说，一个人的真正实力跟境界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十分重要。不过境界肯定又跟自身等级、猎魔等级、成就等息息相关，因为想要达到更高的境界，就得提升4维属性，而4维属性的增加又离不开等级这些。当然，也有人通过天才地宝、副本任务等机缘增加4维属性的，但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常见，不是谁都能像他一样可以从凶兽身上直接提炼属性的。总的说来，境界至关重要，就像地境可以让天地共鸣，从而操控天地之力。一个人哪怕有着200星的战力，但对上一个只有150星战力的地境之人，那前者多半也会输，除非像他一样有多种天赋和技能等手段。怎么样，怕了吧？如果怕了，就赶紧帮我疗伤。韩风雨见魏轩依旧没说话，更加确定魏轩是对天境强者心生畏惧了。魏轩看了对方一眼，笑了笑：你们风雪城只有一位天境强者？哼，有一位就够了，整个玄黄版图天境强者也不过只有3位，即便是7号域的所有天境强者加起来也不超过15之数。韩风雨抬起头，沉浸在傲然当中。也正是因为我们风雪城有一位天境老祖，所以才能让10数个势力依附，甚至随着我们不断开发，依附我们风雪城的势力肯定越来越多。我知道了。魏轩点了点头，心中了然。既然知道了，还不赶快为我？噗呲！韩风雨的话还没说完，一道剑刃便刺穿他心脏，鲜血四溅，眼睛直勾勾地瞪着魏轩。他临死都没想通，魏轩到底是怎么敢杀自己的？击杀本土玩家，获得能量加1700000，财富值加12000。恭喜您击杀本土玩家，爆出4维属性加35。恭喜您击杀本土玩家，爆出遗留空间。魏轩并没有整理3人的遗留空间，而是一股脑将里面的东西全都转进自己的囊中，紧接着又对他们的遗留空间进行提炼。提炼遗留空间成功，您获得了空间结晶。提炼遗留空间成功，您获得了空间结晶。提炼遗留空间成功，您获得了空间结晶。不过魏轩并没有急着将空间结晶融入到临界空间，遗留空间只能存在半个时辰，但经过提炼后得到的空间结晶却是永久之物。空间结晶除了能扩充它的临界空间外，还有其他用途，比如炼制空间宝器、建造空间建筑等。可以说，空间结晶绝对是极其珍贵的东西。所幸木还有储物空间，所以魏轩也不急着扩充临界空间，完全够用了。留几个空间结晶以备不时之需，等回头攒的足够多了，再扩充临界空间也不迟。收起思绪，魏轩又对韩风雨3人的尸体进行了提炼。提炼风雪城成员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300，修炼值加150，D 级冰妖血脉 ，B 级风之奥义。检测到你已具备 C 级气象真意，正在与 B 级风之奥义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C 级气象真意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40%。恭喜，您获得了 D 级冰妖血脉，4维属性加200。咦？魏轩愣了愣，他记得自己当初在提炼乌烟部子弟时，光是1级的金乌血脉就为他提供了500点4维属性，可眼下 D 级的冰妖血脉却只有200点，看来血脉之间亦有差距。金乌是远古太阳神鸟，其血脉不强才怪，这还是乌烟部的金乌血脉并不浓郁的情况下。魏轩没再多想，继续提炼。提炼风雪城成员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300，修炼值加150， C 级冰妖血脉 A 级水之法则。检测到你已具备 C 级陆河真意，正在与 A 级水之法则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C 级陆河真意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50%。检测到你已具备 D 级冰妖血脉，正在与 C 级冰妖血脉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D 级冰妖血脉进化为 C 级，4维属性加300。提炼风雪城二公子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400，修炼值加200， B 级冰妖奥义 A 级冰之法则。检测到你已具备 C 级气象真意，正在与 A 级冰之法则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
您的 C 级气象真意进化为 B 级气象奥义，检测到您已具备 C 级冰妖血脉，正在与 B 级冰妖血脉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C 级冰妖血脉进化为 B 级，四维属性加500，气象天赋终于达到 B 级了。相对来说，气象天赋比六合天赋进化起来相对容易一些，毕竟气象天赋只有风、雷、冰3种天赋融合而成。刚才他先后融合了风之奥义和冰之法则，再加上此前也融合过雷霆天赋，因此一举达到了 B 级。但六合天赋是由6种天赋融合而成，所以进化起来更难，哪怕刚才融合了水之法则，也无法使其得到进化。好在天赋就算不进化，也会增加强度，这也算一种安慰奖了。此刻看着韩风雨3人的尸体，魏轩的心中涌起一抹紧迫感。第180章，任务完成。魏轩心中的紧迫感自然来自风雪城的那位天境强者。虽说他如今是神品地境4重，又有石骨旋风、鬼灵妖火、杀戮天雷，甚至还有奥义真身和混沌体等多种手段，但天境强者究竟如何，他却不知。不过天境和地境隔了一个大境界，想来差距绝对很大。而且风雪城的势力应该很庞大，在整个玄黄版图都算得上霸主级别的存在，甚至还有10数个势力依附。如今风雪城的2公子陨落，风雪城定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查出事情的原委是迟早的事。到那时，风雪城大肆进攻魏村，那魏村将会十分危险。虽说本土势力不知道每个新手区的具体位置，可若是真要覆盖式搜查，那风雪城找到996区也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在这期间，自己的实力必须还要快速提升，不仅是自己，整个魏村也得迅速壮大起来。至于杀韩风雨，魏轩并没有觉得不妥，就算他放过对方，风雪城也不可能放过他和魏村，所以魏轩也只是心生紧迫，却并无畏惧。捋清思绪后，魏轩没再犹豫，直奔迷石洞而去。时间，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大概1刻钟后，魏轩顺利来到迷石洞。然而刚进去，魏轩就傻眼了。此处洞穴竟是由无数石柱形成，这些石柱彼此交错，犹如迷宫。在这样的环境下，想要找到魔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果然秘境任务没有简单的，但魏轩一路走来，深知任何存在都有破绽，只要找到就能破解，除非实力悬殊过大。于是魏轩皱眉间，一拳向那些石柱轰去，想以此让视野宽广。可当拳头临近那些石柱时，顿时一道光波扩散，如果平静的湖水中泛起丝丝涟漪，将魏轩的攻击化解开来。这是阵法。魏轩扭头发现自己来时的路已经不见了，果然硬是迷石阵。但魏轩并不死心，直接运转神品命星加奥义真身加混沌体，又配合狂暴之劲向那石柱发动攻击。这一次石柱轰然破碎，可紧接着那些破碎的石柱竟又快速恢复。攻不破，该死！魏轩急躁间，立刻开始在迷石阵中穿梭，想以最直接的办法找到魔罗，也试图在这期间找到迷石阵的破绽。然穿梭了好大一会儿，魔罗并没有找到，迷石阵的破绽更是无迹可寻。甚至此刻魏轩的双眼竟变得有些迷离，就好像喝了些酒，如今上头一般。迷石阵会迷失心神。魏轩一咬舌尖，强行让自己保持清醒。眼下必须得赶紧找到魔罗，否则自己别说完成秘境任务了，能不能安然出去都是两说。魏轩加速寻找，但如迷宫一样的迷石阵渐渐让魏轩陷入了一种怪圈。且随着魏轩在迷石阵中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的心神也越发不稳。彼时，于迷石阵的一角，一个长相狰狞、獠牙利爪的人形怪物正露出邪恶的笑容。此怪物正是魔罗。结，转吧，转吧，等你心神彻底被迷失，我就去让你找到。结。好久没吃人肉了。魔罗发出阵阵怪笑，似是能看到在迷石阵中不断寻找他的魏轩身影。渐渐的，魏轩在迷石阵中的速度越来越慢，直到片刻后，他身形踉跄，双眼迷离，像是完全喝醉一般，又似乎沉浸在了某个梦中，摇摇欲坠。此刻他的样子，别说战斗，能站稳都算不错的了。结，终于能吃上人肉了。当即，魔罗的身影消失，很快便出现在了魏轩前方。然而魏轩却只是在原地打转，晃晃悠悠，好像根本没有察觉到魔罗的出现。见状，魔罗发出一阵怪笑，继而快速向魏轩抓去。可就在他眼看就要抓到魏轩时，魏轩本来迷离的双眼顿时恢复清明，眸中更是寒光一闪，抬头伸手一抓，紧紧将魔罗的手臂捏住。不好！魔罗狰狞的面孔大变，想要收势，却是晚矣。魏轩一拳挥出，魔罗的胸口直接被击穿一个窟窿。但让魏轩也意外的是，他这最强一拳却没能直接将魔罗击杀。只见对方重伤后，
其身影瞬间引入到身后的一根石柱中。遁法！魏轩冷笑，他好不容易将魔罗引出，怎能任其逃脱？只见魏轩的身影也向一根石柱引去。迷石阵的一处角落，重伤的魔罗出现，他面色狰狞，看了眼胸口的窟窿，戾气丛生。该死的人类，我一定要吃了你！哦，一个声音在魔罗身后响起。魔罗大惊，想都没想，再次引入一根石柱当中。然而当他再次出现时，魏轩也同样出现。几番折腾后，魔罗不可思议地看着魏轩：“你明明已经迷失了心神，怎么可能忽然没事？若非如此，你会出来？”刚才魏轩看似迷失了心神，实则是故意将魔罗引出来的计谋。在发现迷石阵有迷失心神的作用后，魏轩就运转了四维相通，将所有属性都加持在了精神上，因此这迷石阵的迷失心神效果对他几乎没用。可恶！魔罗瘫倒在地，奄奄一息。你怎么还能在这迷石阵中隐遁？魏轩有陆河遁法，这小小的迷石阵还挡不住他。不过并没有跟魔罗解释，没工夫跟你废话。话毕，直接一拳轰出，在魔罗惊恐不甘的惨叫声中，直接将其击杀。击杀魔罗，获得能量加200000，猎魔值加18000。恭喜您击杀魔罗，爆出修炼石 X60，猎魔勋章 X50，技能强化路 X6，技能融合符 X1，黄金宝箱 X3，迷石阵图 X1，命星洗炼石 X1，秘典融合石 X1。恭喜您完成了魔罗秘境任务，奖励秘境大礼包 X1。魏轩也没清点秘境大礼包都有什么，直接一股脑收入到灵界空间中。此刻，随着他完成了秘境任务，光屏中也出现了离开的选项。魏轩没犹豫，直接选择离开。几乎同时，主宰提示音再次响起：村庄公告，村长魏轩首个完成玄天殿秘境试炼，成就加30。恭喜您完成风氏一族的破咒任务，奖励能量加30000，四维属性加500，财富值加5000，紫金宝箱星号1，破咒令 X1。魏轩微微松了口气，总算完成了。第181章风氏部族的觉醒。玄天殿第3层，随着光芒闪烁，魏轩的身影出现。咦，这个试炼者居然出来了！这才过去不到1个小时吧，也不知道他们进入的是哪个秘境，居然只用了1个小时。有没有可能是他提前完成了秘境任务，所以主动出来的？想啥呢？秘境任务哪有那么容易完成？切，他不是被人盯上了吗？居然没遭殃，可能是盯上他的那人没找到他吧。一众本土玩家议论间也没太在意。魏轩此刻出来后，第一时间就取出了破咒令。破咒令，选中您的同伴或麾下成员即可使用。于是魏轩打开主宰光屏，开始了操作。彼时，风氏部族族长，您说现在主人抵挡玄天殿了吗？趁着闲暇时间，有风氏部族的成员向风泽问道。风泽看了看远处的天际，主人实力强大，如果没碰见特别强大的本土玩家的话，想来应该是到达玄天殿了。阿公，主人要是抵达了玄天殿，是不是很快就能帮我们破咒了？风无绝一脸期待。哎，孩子，你想啥呢？风泽轻叹了一声，我听说玄天殿分好几层，每一层都有一个强大的守护灵，只有击杀了守护灵，才能获得相应层次的通行令。秘境试炼在第3层，所以主要想要帮我们破咒的话，必须得先抵挡第3层。啊，那得多久啊？不清楚，有一点可以肯定，主要如果到了玄天殿，第一件事肯定是先点亮命星，光是点亮命星就得花费很长时间，2-3天都有可能。再加上中间还要击杀第2层，第3层的守护灵又得花费很长时间。还有就是秘境试炼，先不说秘境试炼有多危险，就算主人能得以平安，恐怕又得花费很长时间，没准1-2天也有可能。啊！风铃儿长大嘴巴，阿公，这么难的吗？照这么说，这前前后后岂不是得4-5天时间？得奔着4-5天等待。如果5天后我们还没破咒，很有可能。不会的，阿公，魏大哥那么厉害，肯定不会有事的，他一定能帮我们破咒，我相信魏大哥。哎，但愿吧。最后，风泽又轻叹了一声。一众风氏部族的成员也都一脸惆怅。虽然他们也相信主人，可有时不是光靠相信就能解决问题的。毕竟听族长的意思，破咒之路太过艰难了，这其中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延迟破咒时间，甚至一不小心，他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破咒了。一时间，风氏部族的众人都陷入了沉默。然而片刻后，村庄公告，村长魏轩为风氏部族破解咒印。村庄公告，风氏部族将重获主宰光屏使用权。村庄公告，风氏部族可主动选择觉醒天赋。本来正在沉默的风氏部族众人忽然愣了一下。风铃儿，阿公，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风泽，好像听到了。风氏部族众人，我眼前这是……
风无绝一拍大腿，卧槽啊！阿公，主宰光屏，没错，主宰光屏就是主宰光屏，哈哈哈！我听到了，主人破咒成功了，成功了！哈哈哈哈！天不亡我风氏，绝处逢生啊！这就是主宰光屏吗？太神奇了！这一刻，风氏部族的众人全都站起身，一个个激动的身体颤抖，目光无比炙热。阿公，您看，魏大哥做到了，他做到了！主人好厉害，这才过去多久啊？这真的不是做梦吗？无绝，你打阿叔一下，打一下！砰！风无绝一拳将一位阿叔打翻在地。那位阿叔愣了一下，随即大骂：“臭小子，你他妈来真的！”风无绝此刻一脸兴奋，举着拳头跑到那位阿叔跟前：“阿叔，您看，打人的感觉好真实，这不是做梦！”哈哈哈！砰！那位阿叔一脚将风无绝踹翻在地，笑声戛然而止。哈哈哈哈！风氏部族众人大笑，随即一个个开始研究起了主宰光屏。魏村聊天频道，太棒了，老大帮新成员破咒成功了，都愣着干啥？欢迎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哦！风铃儿，大家好呀，我叫风铃儿。风无绝，我叫风无绝，见过各位阿哥阿姐。风氏部族众人纷纷开始跟魏村其他人打招呼。这时，风泽在聊天频道发言：“老朽风泽携风氏部族所有成员，感谢主人破咒之恩。风氏众，感谢主人破咒之恩。”此刻，魏轩在为风氏部族破解咒印后，第一时间就收到了反哺提示：恭喜您的村民风铃儿达到15级，反哺您4维属性加50。恭喜您的村民风无绝达到17级，反哺您4维属性加70。恭喜您的村民风则达到20级，反哺您4维属性加100。恭喜您的村民风铃儿达到第1战力极限，反哺您4维属性加100。恭喜您的村民风无绝达到第1战力极限，反哺您4维属性加100。恭喜您的村民风泽达到第2战力极限，反哺您4维属性加200。反哺的规则是每1000名成员里的前100名等级突破或战力极限突破，村长都会得到反哺。目前魏村算上风氏部族一共有950人，也就是说反哺的上限依旧是前100名。但在风氏部族成功破咒前，魏村并没有人达到15级，且突破第1战力极限的也不足100人，所以此刻风氏部族破咒后，魏轩自然获得了反哺。此刻魏轩打开聊天频道，发言道：“风氏部族咒印解除，赶紧觉醒天赋吧。”风泽：“是，主人。”风无绝：“老大，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风铃儿：“魏大哥，灵儿这就去。”很快，公告：魏村成员风泽觉醒 A 级体质法则 ，A 级风之法则。公告：魏村成员风无绝觉醒 A 级风之法则 ，C 级天无血脉。公告：魏村成员风铃儿觉醒 A 级风之法则 ，B 级时间奥义。一则则风是部族的觉醒公告出现，魏村其他人全都震惊不已，即便魏轩也感到意外，自己似乎捡到宝了。第182章第2句点，风氏部族觉醒的天赋没有很差的，最低的都是 C 级风之真意，有好几人除了风之天赋外，还觉醒了其他天赋，甚至是血脉天赋。其中以风泽、风无绝和风铃儿最强。风泽是双 A 天赋，风无绝不仅觉醒了风之法则天赋，甚至还觉醒了天无血脉天赋。天无可是12祖屋里的风之祖屋，能觉醒其血脉，哪怕只是 C 级也很强大了。风铃儿虽然没觉醒血脉天赋，但除了风之法则外，还觉醒了时间奥义。时间和空间2大天赋可是极其稀有的。一时间，魏村其他人纷纷震撼。卧槽，都是大佬啊，他们都好强啊 ！A 级、B 级，最低的都是 C 级，我滴个娘嘞！像我们这种 F 级和 E 级，岂不是渣的没法看？陈岩和穆大美女本来是我们魏村除了老大外最强的俩人，现在突然排到200名开外了。呜，好羡慕啊！突然有种摆烂的心态了。谁有尿快教教我，让我清醒清醒。我也是想躺平了。哎，说实话，风氏部族的觉醒让魏村其他人受到了不小的打击。魏轩这时发言道：“想摆烂或者摆平的，可以不用在魏村了。另外，风氏部族他们此前无法使用主宰光屏，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一直坚持修炼，从没放弃过。还有，天赋是可以改变的，包括后续你们点亮的命星以及秘点，只要有走下去的信念，都可以提升。”听完说完，魏村众人这才精神一振。老大说的对，风氏部族在无法使用主宰光屏的情况下还坚持修炼，我们凭什么放弃？天赋时可以提升天赋等级，甚至还有几率觉醒出其他天赋，我们还有机会。没错，想摆烂或者躺平的，别在魏村。老大，我们知道错了，其实我们也只是说说而已。是啊，老大，
我们会振作的。这时，风泽发言道：“主人，我们风氏部族能重新使用主宰光屏，并觉醒天赋，等同于再生，而这份再生是您赐予的。”风无绝：“是啊，主人，以后就算赴汤蹈火，我们风氏部族也会为魏村开疆扩土，守护魏村。”风铃儿：“魏大哥，现在需要我们做什么？您尽管说。”风氏部族纷纷表示听从魏轩的指示。魏轩想了一下，道：“你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来玄天殿点亮命星，顺便带一下魏村其他需要点亮命星的人。”是，主人。隔了1秒，风泽又发言道：“对了，主人，如今我们风氏部族算是魏村的第2据点了，需要我们扩建发展吗？”第2据点。魏轩愣了一下，然后打开村庄建设频道，发现魏村居然变成了2个据点。第1据点自然是在996区新手丛林下，而第2据点则是风氏部族。原来一个势力还可以多个据点一起发展。果然，风泽在发言道：“是的，主人，每个势力都可以有多个据点。如今我们风氏部族认您为主，那这里自然也就成了魏村的第2据点。后续如果主人再收拢其他势力，那其他势力也能成为魏村的据点。”这话让魏轩心中一动，想到了风雪城。如果我现在把一座城的势力灭掉，那这座城也会成为魏村的据点。不，据点不是想占领就能占领的，一是需要其他势力主动臣服，二是需要获得地契卡。比如一片领地、一个镇、一座城，如果想强势占领的话，必须得获得相应的地契卡，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据点，同时获得建设权。这时，魏轩的其他成员提示疑惑：“那照这么说，一些大势力岂不是可以肆意掠夺小势力？”没那么简单。一般情况下，每个势力的据点都很隐蔽，大势力想要刻意寻找小势力进行掠夺，将会很浪费时间，最后就算寻找到，也可能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另外，据点多的话也未必是好事，因为据点越多，就代表需要多分出时间、成员与精力去建设，最后很有可能导致每个据点都发展不好。哦，明白了，这就好比学东西，什么都想学，最后反而啥都不是。是的，所以像那些大势力根本看不上小势力，除非遇到周边资源十分丰富的，比如铁矿、灵金矿等，这样一旦占据的话，发展起来也会很容易。说到这样，风泽还不忘提醒道：“对了，主人，本土玩家击杀或奴役试炼者会获得很多好处，最重要的是他们提高无形的气运，因此在新手终极考核结束后，就是那些本土玩家寻找并入侵各个新手区的时候。”我擦，照这么说，我们必须得赶紧变强才行啊！对，就算老大再厉害，也不可能抵挡那么多本土玩家的轮番入侵，还得我们自身变强才行。优胜劣汰，但战争来临时，弱者将很难生存。不得不说，魏村众成员的觉悟还是很高的。魏轩向风泽问道：“风老，你觉得风氏部族所占的地方适合成为据点吗？”相对来说，风泽知道的还是挺多的，有些问题倒是可以问这老头儿。甚至魏轩觉得后面给风泽一个类似长老的职务也不错，一来风氏部族在无法使用主宰光屏的情况下，风泽还能让风氏部族这么多年而不灭，肯定是有一定能力的。二来风泽懂得也多，再加上刚觉醒了双 A 天赋，也不算弱，所以后续魏村的一些规划等事情交给风泽来处理倒也不错。然后自己再找个助理整理资源等琐事，完美。主人，我觉得风氏部族暂时可以成为魏村的第2据点，我们所在的这片区域还是有一些资源的，甚至我听祖辈说天伐森林还有几处矿脉，只是一直没能找到，以前我们风氏部族没能力去找，现在既然能够使用主宰光屏，又觉醒了天赋，自然可以寻找一番。对了，其实多个据点发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后续如果有合并令的话，还可以将2个或多个据点进行合并，当村庄想要升级成领地或镇城时，有合并令的话也相对会简单一些。居然还有这种操作！听风泽这么一说，魏轩觉得自己的世界又打开了一道门。还有，除了合并令，还有迁移令，就是将据点进行迁移，有跨区迁移、跨域迁移和跨界迁移。卧槽，牛批！这世界还真是精彩啊！风老，您懂得真多。哈哈，以后我们有什么不懂的，就问风老哈。风泽，老朽也只是听祖辈们说的比较多罢了。不过诸位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老朽定当知无不言。这时，魏轩也决定道：“风老，那风氏部族就当做魏村的第2据点来发展吧。”好的，主人。对了，风老，你知道乌岩部族和风雪城吗？魏轩忽然想到了自己跟乌岩部族和风雪城的梁子，以后多半不能和这2个势力善终，所以先了解一番，好提前做准备。第183章现状。听到魏轩询问，风泽愣了愣：“主人，您是怎么知道乌岩部族和风雪城的？”去玄天殿的路上，我杀了3名乌岩部族子弟。参加玄天殿秘境时，我杀了3名风雪城成员，其中一个还是风雪城的2公子。看到魏轩的发言，风泽顿时倒吸了口凉气，只感觉头皮发麻。
主人，如果是这样，那我们魏村得早做战斗准备了。风泽平复了一下心情，继续发言道：屋檐部族是天伐森林的5大势力之一，但他们实力到底如何，我们风氏部族没跟他们接触过，只是听说天伐森林的5大势力都有地境8重的强者坐镇。魏轩，5大势力都有哪些？屋檐部族、苍水部族、筑金部族、林木部族、玄土部族。风泽顿了顿，补充道：5大势力，子弟都达到了3000，如果遇到外敌，也很有可能会联合起来，不好对付啊。听到这里，魏轩忽然想起自己还击杀了一名玄土部族子弟的争宠，不过他也说，而是直接问道：那风雪城呢？风雪城更厉害，据说是玄黄版图唯有的2座城池之一，城主更是天境强者，有不少势力都在依附着风雪城，可谓势力极其庞大。风泽微微叹了口气：主人，恕我直言，以我们魏村的现状，根本无法与风雪城正面交战。操，这里厉害的吗？说真的，之前我本以为新手终极考核的破咒马匪已经算恐怖了，现在突然感觉我们魏村面临的不仅仅是新手终极考核，还有其他外敌。天境强者是地境之上的境界吗？风泽，没错，地境之上便是天境，境界和境界之间犹如一大鸿沟，很难跨过。尤其是天境，想要成就这一层次，必须得前往中心世界参加极天殿的天境考核。中心世界又是哪里？怎么去啊？风泽，中心世界连通所有域世界，那里强者汇聚，存在着蓝星界的真正势力，同时资源更加丰富。像玄天殿虽然可以通过特殊条件前往其他域世界，但也仅仅如此，远不能到达中心世界。至于前往中心世界的方法，据说是通过玄天殿的顶层考核，但具体怎么去，老朽也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域世界有很多地境9重的强者，就是因为无法到达中心世界，所以无法升至天境。魏轩心中了然，若他猜测没错的话，中心世界之上必然还有其他世界，那里很有可能是连通各界的。呼，如此一来，他目前所处的这个主宰宇宙世界格局，应该就是区世界、域世界、中心世界。中心世界之上是什么世界，暂时不得而知，在那之上还有中维世界和高维世界，自己和魏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操，天境又如何？他们真要敢来惹魏村，就算拼死也得守护。没错，干就完了。就是，何况我们老大可是神品地境，未尝不能与天境一战。对，风泽，哦，原来主人是神品，是什么？神品地境。顿时，风氏部族所有人都不淡定了。天呐，主人居然是神品地境，那不是传说中的品质吗？如果主人真是神品地境的话，那我们魏村很有可能会走上一条不同的发展之路，一旦崛起的话，必定会傲视任何势力。最后，风泽无比郑重地提醒道：主人，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发育，不仅是您，整个魏村都要快速崛起。时间很紧迫，此事大家需要一起努力。魏轩自然明白风泽的意思，如果短时间内魏村无法崛起，那等争霸来临时，魏村或许再没发育的机会了。对了，老大，龙村、夏村、华村他们一直询问老大您的情况，他们的村长虽然达到了100星战力，但却根本无法完成开图任务，前往不了域世界的玄天殿点亮命星。照这下去，终极考核来临时，他们必死无疑，所以现在他们只能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老大身上了。没错，还有米村、樱花村、南棒村、阿三村，他们也都在向我们魏村求救。是啊，现在那些老外的村子一个比一个惨，上次在杀戮战场，老大带领我们击杀了他们很多人，导致很多村子如今的人数所剩无几，再加上还有被凶兽击杀的，现状那叫一个爽。关键他们所在的新手区资源也极其匮乏，想发展都难。我听说阿三村的萨米特和南棒村的普成贤都在做开图任务时死了，还有奈米村的格里斯以及樱花村的宫本野，到现在他们都还在疗伤中，躲在村子里不敢出去。樱花村很多女人都在玉频道诉苦，说宫本野每天都让他们伺候疗伤，他们根本受不了。南棒村和阿三村也都乱了，基本都在互相残杀，甚至弱小的女人都被当成了发泄工具。看到这里，魏轩轻叹了一声，这个世界适者生存，但很多时候很多人在努力成为适者，却依旧不会有好结果。就拿龙村、夏村、华村他们来说，想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开图任务，基本不可能，哪怕再努力也于事无补，甚至最后即便完成了开图任务，也不一定能顺利抵达玄天殿，更别说还要拿到通行令以及参加地境考核。可以说，在终极考核来临前，9成人都做不到。蓝星界有那么多愈合区，足足100亿试炼者，但当终极考核结束后，恐怕10不存1吧。就像7号域的那些外国村，终极考核还没到来，他们都已经开始互相残杀了。也难怪在玄天殿很难遇到其他试炼者，
这其中或许有擦肩而过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很少有人能在这个时候抵达玄天殿。想到这里，魏轩觉得自己很幸运，甚至魏村如今所剩下的人都是运气爆棚的。不过魏轩也忽然担心自己的妹妹，按照这种10不存1的淘汰率，不知道在终极考核结束后妹妹还在不在。唉，叹息间，魏轩努力不让自己多想，眼下就算他再担心妹妹，也只是空担心，毕竟他连妹妹被分配到了哪个区域都不知道，只能默默在心底祈祷，但愿还有能再见到妹妹的那天吧。收起思绪，魏轩发言道：那些外国的村子暂时不用搭理他们，现在你们可以去通知一下龙村、夏村、华村他们，让他们做好准备，我这就想办法进入到他们所在的新手区。魏轩不是白脸，但也绝非无情之人。外国那些村子的人，尽管很多都秉性恶劣，但必然也有秉性不错的。这类秉性不错的外国人，说白了是无辜的。在这主宰宇宙中，其实整个蓝星都算是一家人，不存在他们种族国家。如果有可能，他倒也想去救一下那些无辜的人，只可惜时间有限，他只能先紧着同国人去救。当然，龙国肯定也有坏人，但从降临这个世界到如今，无论996区还是其他区，都也死了不少人。目前剩下的这些人，至少996区的魏村众都是不错的，或许也有极个别会耍小聪明，但这并不妨碍魏村的整体发展。而且若一直偷奸耍滑，那这种人即便在魏村也活不了多久。另外就是龙村、夏村、华村这3个村子的人之前进入过杀戮战场，若无血性，若不团结，也不可能和魏村一起到杀戮战场迎敌。哪怕当时这3个村子别无选择，可最后能真正选择站着死的，必然是好样的。所以这天地间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是有不同的民族、势力、国家与族类，以及当下所处的环境和立场。第184章交接。魏轩没再继续待在聊天频道中，大家也都没有接着闲聊，而是在心中产生了一种紧迫感，全都开始行动起来，开辟土地，寻找材料，刷怪升级。对于魏村大部分人而言，尽管都只是 F 级和1级天赋，但他们心中有着浓浓的信念，他们坚信只要跟着魏轩老大，哪怕只是简单的开辟土地，也有崛起的那天。丰泽等一众风氏部族的人都前往了玄天殿。本来他们是想穿过丛林前往玄天殿的，毕竟刚重活主宰光凭使用权，又觉得了天赋，所以想击杀凶兽体验一下。不过碍于魏村又有几人达到了100星战力，也需要点亮命星，所以为了节省时间，风氏部族索性就和另外几人一起购买了定位符，直接传送到了玄天殿。有风氏部族同行，魏轩倒也不用亲自将其他人领入玄天殿了。而且这时，村庄公告：魏村成员穆宁雪成功点亮下品命星，成就+20。村庄公告：魏村成员陈岩成功点亮下品命星，成就+20。魏轩心中一动，穆宁雪和陈岩尽管只有 C 级天赋，但战力绝对不弱，没想到居然第一次就点亮命星成功了。这固然跟李子琪他们为陈岩等人传授的经验离不开，不过更多的还是个人机缘。所以递进考核不仅仅是看个人实力、经验、意志、信念、悟性、机缘都同样重要。身处第3层的魏轩心念一动，直接消失不见。第1层，当魏轩的身影出现时，穆宁雪和陈岩也刚好从考核中出来。见到魏轩后，二人立刻迎了过去。老大。魏轩点了点头。陈岩面露喜色。老大，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能一次性就点亮命星成功，这得多亏你那学姐他们给我们说的经验。穆宁雪美眸闪烁，看得出来她也很欣喜。你们虽然成功进入了地境，但还得加紧提升实力，当终极考核结束后，或许我们魏村将要面临和一些本土玩家的开战，具体情况你们回头可以翻一下聊天频道。魏轩顿顿，继续道：另外，我收拢的风氏部族已经完成了破咒，他们现在也要来玄天殿点亮命星，回头你俩跟他们汇合一下，传授一下地境考核经验。是，老大。我现在要去收拢一下龙村、华村、夏村等同胞，魏村成员点亮命星的事，你们自行安排一下，多费点心。风氏部族的风泽懂得比较多，你们有什么不懂的，可以请教他。魏轩最后又补充道：切记，如果天黑后就不要去那荒废古镇了，哪怕在玄天殿待着，也要等我回来。好，老大，你也小心。魏轩点了点头，然后心念一沉，身影原地消失，来到了第3层，直奔第4层的入殿考核碑走去。第1层，当魏轩的身影消失后，陈岩和穆宁雪也离开了。来到外面的广场，他们一边等待魏村其他人，一边查看聊天频道。看到风氏部族一个个觉醒的天赋后，陈岩和穆宁雪直接震惊。不过很快，陈岩便握紧了拳头，目光更加坚定和锐利。天赋不是一成不变的，后续通过努力完成可以2次乃至多次觉醒。
在这主宰宇宙中，机缘也无比重要。就像他们能跟随魏轩，何尝不是一种机缘？慕宁雪也咬了咬娇唇，而后领口起伏，看向那被云雾缭绕的玄天殿。很快，他们又在聊天频道中看到了有关天罚森林5大势力和风雪城的信息，这让他们于心中同样产生了浓浓的紧迫感。也就这时，传送阵光芒闪烁，风氏部族等人都来了。严哥，恭喜啊，成功进入地境。还有你，穆大美女，恭喜。魏村另外几人上前跟陈岩和慕宁雪打招呼。陈岩瞪了那几人一眼，恭喜个屁，这才哪到哪，以后我们要面临的还多着呢。慕宁雪则是上前看向了风泽，风老大让我们来接应你们一下。进入玄天殿时，需要先参加入殿考核。入殿考核副本中的守护灵其实是有破绽的，只要找到破绽，就很好对付。陈岩对魏村那几个一级成员说道：“主要是你们，千万要听好了。风氏部族的同胞，就算不听，也只是稍微浪费一些时间。但你们如果不利用其破绽，根本不可能击杀守护灵，懂吗？”“放心吧，严哥，我们也不想拖魏村的后腿。”“好。”当即，陈岩和慕宁雪便为大家讲解起了第一层守护灵的破绽。讲解完，风则作揖道：“老朽多谢陈小友和慕姑娘了。”“风老不用客气，如今风氏部族也是魏村众，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而且守护灵的破绽也是老大告知我们的，知道你们也要，特意交代我们来接应你们一下。”“原来如此。”风无绝感动道：“主人真好。”“风铃儿也是水汪汪的大眼睛闪烁，快速点头。“既如此，那我们抓紧时间，赶快去拿到入殿通行令吧。”风则说道。“好。”当即，众人在陈岩和慕宁雪的指引下，来到入殿考核副本的石碑前，交代了2句后说道：“诸位，那我们殿内见。到时参加地境考核时，也有很多经验，可以让大家少走很多弯路。我们也是通过那些经验，才能一次性就点亮命星成功的。”众人点头，而后向陈岩和慕宁雪抱拳，纷纷进入到了入殿考核副本当中。陈岩和慕宁雪则重新进入殿内，一是选择密点，二是等待其他参加地境考核的人出来。等到陈岩和慕宁雪了解完有关密点的信息后，一则村庄公告先后出现。村庄公告：魏村成员柳烟成功点亮下品命星，成就加10。村庄公告：魏村成员萧晨成功点亮下品命星，成就加10。村庄公告：魏村成员方文成功点亮下品命星，成就加10。这些公告相差时间不多，王志凯、周恒、不凡、杨云峰、宋子宁等一众地级成员，无一例外，全都点亮命星成功。但也有7、8 F 级和1级成员失败后出来的。哈，陈岩，你们什么时候出来的？方文兴高采烈地跑到陈岩和慕宁雪跟前：“我进入地境了，我们比你们早1刻钟。”陈岩说着，又看向其他人，郑重道：“老大说了，进入地境只是刚开始，后续我们还要更加努力。具体你们去翻一下聊天频道。”萧晨等人重重地点了点头。这时，那几个 F 级和1级成员则郁闷地垂下头：“哎，我们给魏村拖后腿了。失败没什么，重新振作才是关键。”慕宁雪安慰道。陈岩也看向他们：“下一次，你们可有信心点亮？”那几人握拳，抬头，目光坚定道：“有。”“那就行，再等1个小时不就完了？谁都有失败。”陈岩说道：“大家都翻一下聊天频道吧，看看魏村如今的状态。”“好。”当即，众人开始查看聊天频道里的信息，一是风氏部族的加入，二是有天罚森林5大势力和风雪城的情况。得知这些后，魏村众人并没有感到畏惧，有的只是紧迫与压力，但这也更加坚定了他们要变强的决心。第185章就离谱。很快，其他参加地境考核的人也都先后出来。意外的是，有几个1级成员竟也成功点亮了命星，甚至还有一个 F 级的也点亮了。此番第一次参加地境的考核，一共47人，点亮命星的有18人，其余全都失败。看似连一半都不到，实在对魏村现在的成员来说已经很多了。第一层内的那些本土玩家纷纷震惊：这他娘没天理啊！难以置信，那位点亮神品命星的试炼者势力，不仅有47人成功来到了玄天殿，还一举有18人点亮命星成功，这让我等情何以堪？关键他们的天赋最高的也只是2个 C 级，然后是 D 级，甚至还有几个 E 级乃至1个 F 级，简直卧了个大槽。在这里我说一句，离谱不过分吧？然而就在他们议论间，玄天殿内光芒闪烁，风泽、风无绝、风灵儿几乎同一时间进入到了玄天殿。他们本就实力不弱，再加上得知守护灵的破绽，自然很快就拿到了第1层通行令。而在他们之后，其他风氏部族的人也先后出现在殿内，足足200多人。在与陈岩他们会合后，那些本土玩家的下巴都要掉在地上了。难以想象，这个时候其他试炼者有90%都无法抵达玄天殿，可魏村的已经有200多人进入到了殿内。
尼玛，我他娘怕是在做梦吧？就很卧槽，你们知道吗？简直恐怖如斯！我现在终于知道了，那位试炼者大人能点亮神品命星，绝非偶然。或者说，能点亮神品命星的试炼者带领的势力，岂会弱？如果让这样的势力崛起，那这次的争霸排位赛和万界大战可有看头了。当风氏部族等人全部进殿后，陈岩等人就开始给他们讲解了一下有关地境考核的注意事项和经验。不过，在测试考核资质时，风氏部族竟有10多人是中品考核资质，而风泽、风无绝和风灵儿3人居然是上品资质。这不仅震惊了那些本土玩家，就连陈岩等人也意外且羡慕。上品地境，这在整个低维世界都算强大的存在。当然，如今风泽3人也只是测出了上品资质，具体能不能完成上品考核还是两说。值得一提的是，考核资质固然很看重天赋和技能等因素，但个人经历、潜力等情况也很重要。就拿李子琪他们来说，虽然是 BC 双天赋，叶白更是 A 级天赋，可碍于精力不足，也只能是下品资质。而风氏部族不同，他们此前无法使用光屏，一来精力够丰富，二来他们的身体里多多少少似乎还有天无血脉，即便只有风无绝觉醒了，但其他人的潜力还是有的。甚至他们长期在没有主宰光屏的情况下修炼，也算是一种厚积薄发。最后，风氏部族等人也没再继续闲聊，而是直接进入到了地境考核当中。陈岩等人把那些没能考核成功的人送走后，便重新回到殿内选择密点。就在魏村众人全力发展期间，天罚森林还发生了一段插曲。玄土部族的那位男子何美富回到玄土部族后，直接找到他们的族长，一番汇报后，便在族中一位长老的陪同下来到了乌岩部族。此前魏轩击杀了对方的真宠，但他们并不知道，以为是乌岩部族的人杀的，于是前来兴师问罪。然而面对他们的质问，乌岩部族的族长脸色阴沉道：几位，你们怕是搞错了，就在前不久，我族的乌卓，也就是你们口中的4个小辈，有3个被人击杀，还有1个重伤逃了回来。什么？玄土部族的人一听顿时震惊，随即缓和道：乌族长，你这怕不是故意找的借口吧？哼，借口？乌岩部族的族长冷哼间，直接命人把乌卓抬了上来，而后说道：看到了吗？这就是我族重伤逃回来的子弟。这……玄土部长老平复了一下心情，问道：在这天罚森林，我们5大势力也算霸主级别的存在，虽说5大势力常有口舌，但还不至于痛下杀手。以乌岩部族的这4个小辈，到底怎么回事？是试炼者？哦，试炼？什么？试炼者？玄土部的人蹭地站起身，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批试炼者降临主宰宇宙才几天，怎么可能破开新手去避障？对，算算时间，等明天才是终极考核。玄土部的那名男子何美富也表示不信。哼，新手终极考核前，难道就没有试炼者能破开避障？乌岩部族长说道。而且我族中子弟是亲身从那试炼者手中重伤逃脱，岂能有假？当时对方看样子也正是要前往玄天殿。这……玄土部族长缓和了一阵儿，而后又察觉到乌岩部族长口中的关键，猛然瞪大眼。乌族中刚才说那试炼者是在前往玄天殿的路上遇到的贵族子弟。乌岩部族长点了点头，也就是说，对方当时还没点亮明星。乌岩部族长再次点头，这下玄土部的3人更加不能淡定了。那试炼者在没有点亮命星的情况下，击杀了你们乌岩部3名子弟，还将1人重伤。重伤的这名这弟，若非有保护符，也不可能逃脱。乌族长，你怕不是把我们当傻子吧？你刚才说的这些，怎么可能？玄土部3人根本不信。你们3个也别犟，我们乌岩部族已经派出4名长老前往荒废古镇查探，你们现在也可以去看看。另外，这批试炼者快迎来终极考核了，我们5大势力是该联合一下了。闻言，玄土部3人思量再三，觉得乌岩部族确实没必要骗他们，于是他们起身冲乌岩部族长抱拳。既如此，那我们就去荒废古镇查明一二，若真如乌族长所说，那我们玄土部将第一时间跟乌岩部联合寻找试炼者区域，但若让我们知道乌族长骗我们，把我们当猴耍，那就休怪我们玄土部联合其他部族讨伐你们了。不送。玄土部3人离去，乌岩部族长看向远处的天际，这个时候4位长老怕是已经到荒废古镇了。但不知为何，自从4位长老离开后，这位乌岩部族长就一直心神不宁，总觉得将会有不好的事要发生。第186章空间结晶。另一边，魏轩进到第4层的入殿考核副本后，直接便将第4层的守护灵秒杀，击杀飞羽天狐，获得能量加400000。恭喜您击杀飞羽天狐，获得修炼石 X40， 技能强化路 X4， 黄金宝箱 X1。恭喜您击杀飞羽天狐，
获得玄天殿第4层通行令。拿到第4层的通行令，魏轩心念一沉，下一刻就来到了第4层的殿内。第4层的人寥寥无几，不过在看到有人到来后，全都纷纷侧目。与前3层不同，这第4层的每一个人都十分危险，因为能来到第4层的人是有机会通往各区各域的。尽管通往其他区域的条件很苛刻，但至少存在可能性，所以能来到第4层的人不得不防。只是让第4层的本土玩家没想到的是，刚进来的这人居然是个试炼者。不是吧？这批试炼者的终极考核不是还没结束吗？这试炼者不简单，竟能来到第4层，关键他才16级，境界和天赋等情况不明，看不出来。来自7号域，那寥寥无几的本土玩家想尽可能的了解到魏轩的信息，但可惜除了姓名、等级和来自几号域外，其他一概看不出来。他们都觉得魏轩应该是用了某种隐藏手段，可事实是魏轩的实力比他们强，且有奥义真身和混沌体可自动屏蔽自身信息。别说这里的人都只是地境，哪怕是天境也很难看出魏轩的情况。此刻魏轩环顾第4层的殿内，发现这里同样有很多石碑。上前了解一番后，魏轩得知了这里的规则和条件，然后他笑了。此刻第4层那寥寥无几的本土玩家还在低声议论着：哎，你看这试炼者，难不成是想去别的区域？大哥，你想啥呢？他这个时候哪能有空间石？对，我看他也只是好奇，单纯的了解一番而已。哎，空间石太难获得了，我攒了好几年，也才攒了10来颗而已。这么多，我现在连10颗都不到。我也是，之前认识了一个9号域的朋友，本来想去投靠他的，结果路费不够，还得攒。那你比我好，我是在地境一重的考核时就结识了一个238号域的女孩，我俩惺惺相惜，情投意合，本来都要结为道侣了，结果上次不小心惹她生气，到现在都没再见到过。这不，我实在忍受不了相思之苦，准备去238号域寻她，无奈空间石不够。没办法，哪怕是前往同域不同区，也得消耗10颗空间石，跨域传送更是需要100颗。别说我们了，即便是那些一城之主，空间石对他们而言也是难得之物。说到这里，那寥寥无几的本土玩家都是摇头叹息，魏轩则是神情古怪。没错，想要通过第4层前往其他区域，第一条件就是空间石，这也是硬条件。但一般来说，空间石极其珍贵，普通人根本难以获得。当然，如果运气足够爆棚的话，或许可以发现一座空间石矿。不过一般空间石矿能产出的空间石也极其有限，差不多挖出个几百颗就算很不错了。何况空间石矿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有的，哪怕强入城池势力也很难遇到。所以空间石对99%的人来说绝对是可遇不可求之物，这也是玄天殿第4层的人寥寥无几的原因。不到万不得已，几乎没人会用空间石来用于传送，因为空间石不仅可以扩充空间，还能够炼制空间宝器，乃至建造空间建筑。总之一句话，空间石既珍贵又稀缺。然而魏轩却感觉自己又获得了一大宝藏，因为自己有完美提炼的缘故，所以在击杀本土玩家后，是可以将其遗留空间提炼成空间结晶的。等等，魏轩忽然心中一动，空间石、空间结晶，第4层想要传送其他区域用的是空间石，但自己提炼出来的是空间结晶，不知道是不是一回事。按说应该没说，但毕竟自己提炼出来的是空间结晶，虽说看空间结晶的功效跟空间石差不多，但毕竟叫法不同，万一不能用，那就麻烦了。当然，就算能用的话，他现在也只有3颗空间结晶而已，但想要传送同域不同区，每次都得消耗10颗，跨域更是需要100颗。唉，他除了要去拯救华村、下村和龙村外，还得去拯救学姐，也就是说自己至少得收集够130颗。先试试吧。魏轩决定先试试看空间结晶到底跟空间石是不是一回事，如果是的话，那他再想办法去击杀本土玩家，大不了提前会玄土部族和屋檐部族，反正迟早得开战。心想间，魏轩索性向一座石碑走去。这座石碑上标注着1至1000，意思是可以传送1号域到1000号域。魏轩将手掌按在上面，顿时那座石碑泛起光芒，紧接着眼前便出现了一系列选项。这些选项是选择区域的，魏轩直接选择了7号域066区。7号域066是魏军带领的龙村所在的新手区。刚一选完，便出现了一则提示：检测到您选择的新手区和您是同域，此次传送需消耗10颗空间石，请提供。石碑上光芒汇聚，形成了一个凹槽，是放空间石的。魏轩取出一颗空间结晶放了进去，最后如果空间石不够的话，放进去的空间石是可以退回的。只是让魏轩惊喜的是，随着他将一颗空间结晶放进凹槽后，石碑上光芒闪烁，您已提供此番传送所需的空间石，
30秒后将正式开启空间传送。咦？魏轩先是一愣，随即笑了。本来他还担心空间结晶和空间石不是一回事呢，现在好了，不仅是一回事，而且一颗空间结晶居然能顶10颗空间石来用，简直太爽了。很快30秒到了，石碑绽放出一阵光芒，将魏轩包裹在内，继而一阵空间扭曲，魏轩被卷入到了石碑当中。第4层那寥寥无几的本土玩家瞪大了眼，满脸的不可思议。这试炼者好牛逼啊！不仅这个时候能来到第4层，而且还有空间石，这他娘的草了呀！那想要去找女朋友的本土玩家直接凭空跪了，大佬求赠空间石，拯救一下我们的爱情吧。第187章降临066区。就在魏轩于第4层使用空间传送时，荒废的古镇外，几个身影来到这里，正是巫岩部族的4长老，带着巫明、巫离、巫妹儿的3个长辈。说来也巧，魏村那些参加地境考核失败的成员刚离去没多久，主要是魏村那些成员从玄天殿传送到荒废古镇后，直接就启动了一键回村，没有过多停留。但如果再从玄天殿传送出来时，刚好遇上巫岩部族的人，那下场必死无疑。好在魏村成员是幸运的。此刻巫岩部族的4长老站在荒废古镇外，看了看天色，道：差不多再有1个多小时天就黑了，我们就在外面等那试炼者出来。4长老，您确定那试炼者还在玄天殿吗？是啊，4长老，万一那试炼者不在玄天殿了，那我们岂不是白等？巫明和巫离的长辈说道。4长老冷哼一声，照主儿所说，那试炼者遇到他们时，刚好是要去玄天殿参加地境考核。你们觉得他这么短的时间能完成考核？万一他没能拿到通行令，直接回去了呢？乌妹儿的长辈问道。那试炼者实力不错，想必有着地境3重到4重的实力，拿到第1层的通行令不难。4长老顿了顿，继续道：退1万步来说，就算那试炼者不在玄天殿了，我们只要在这里等，总能遇到的。毕竟对方是在天罚森林出现的，想必其所在的新手区离天罚森林不远，而那新手区的试炼者想要去玄天殿，就必须会到荒废古镇这里。对，其实只要我们等到随便一个试炼者就够了。说话间，4长老他们4人便在荒废古镇外盘膝打坐，等待起来。另一边，7号域066区龙村，魏军正带领着龙村近300人在焦急等待着。此前魏村有人通知他们做好准备，说是魏老大很快就想办法拯救他们。虽说现在还没过去多久，但他们等得仍旧着急。军哥，你说魏老大能成功降临我们区吗？魏军，魏老大既然说让我们做好准备，那肯定可以。别忘了之前在杀戮战场，魏老大可是如天神下凡的存在。对，我们应该相信魏老大，他肯定能做到的。没错，我们现在唯一活下去的办法就是等魏老大，否则当终极考核到来，谁也抵挡不住破咒马匪的入侵。对他们而言，眼下别无选择。此刻龙村众有的在互相交谈，有的则在玉频道聊天。龙村下村华村，魏老大有降临你们区吗？下村还没有呢。华村我们也还在等。魏村大家放心，我们老大既然说要去拯救你们，应该就很快了，耐心等待一下。熊村魏村的朋友们，请魏老大来拯救一下，我们可以吗？我们愿誓死追随魏村长。大渊村我之前就想说不要针对龙国的朋友，但我当时不敢，现在如果魏村长不来救我，那终极考核来临时我必死无疑，所以我也不管了。我其实一直都坚信龙国的不凡。小婉村对，我也是，之前米村、樱花村他们都针对龙国的村庄时，我就很看不惯。果然啊，龙国的村子现在有位村长拯救，可我们村如今不仅没剩多少人，而且还群龙无首，都在互相残杀。现在我正躲在一个隐秘的山洞里，不敢出来。呜，血村我在这里实在待不下去了，简直太可怕了。米村，我们的格里斯大人疯了，谁不顺从他，他就杀谁，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樱花村，我之前每天都要忍受宫本野的璀璨，现在也是好不容易逃了出来，恳请魏村长来拯救一下我，拜托了。南棒村，我们是 AI 女团，求求欧巴魏村长来拯救我们，我们愿永远服侍魏村长思密达。一时间，玉频道有不少人都在恳请魏轩的拯救，这些人所在的村庄大都已经乱了，有的甚至连村长都没了，基本都在互相残杀。其中以米村、血村、中川村、樱花村、南棒村最为严重，当然也有很多人无法摆脱如格里斯、宫本野这种强者的摆空，所以不敢说话，也有的无法忍受那种环境，因此拼命逃离，躲在隐秘的角落瑟瑟发抖。不过有人请求魏轩的援救，也有不屑于冷嘲的声音。格里斯、法克，你们一个个都是蠢蛋，那魏轩就算再厉害，也不可能去到其他区救人的，他只不过是在说大话而已。宫本野、尤西，这个世界就跟闯关一样，一关比一关难过，
我们短时间内连开图任务都无法完成，他魏轩怎么可能去到别的区救人？宫本野大人说的对，我之前在一个副本中得到了有关御世界的信息，据说御世界的那些本土玩家又厉害又凶残，信卫的根本对付不了御世界的本土玩家，就算他运气好能去到玄天殿，也很难成功点亮命星，更别说如果想到其他区域救人，还得去玄天殿第4层，甚至去其他区还需要一种空间石的东西，这种空间石可是又珍贵又难盗，就算对那些本土势力的一城之主来说也很稀缺。真的吗？哼，我是完成一个特殊副本后在一缕藏魂口中得知的，总之一句话，信卫的能在天亮前去到玄天殿成功点亮命星就很不错了，至于去第4层救人，想都别想，单单空间石这种路费他都凑不够。原来这样，哈哈，那我心里平衡多了。八嘎，现在好了，等明日天亮，大家一起死吧。一时间，之前装可怜叫嚷着恳求魏轩去拯救的人一下子少了一大半，不过也有少数人依然相信魏轩有救人的实力。当然，相信归相信，但龙村、下村、华村的同胞们在听到救人的难度后，心中难免焦急慌乱起来。但没多久，一则公告出现：预公告，魏村村长魏轩降临066新手区，提示正在关联魏村和龙村，关联成功。轰！这一刻，玉频道的所有人都不淡定了，有懵逼的，有难以置信的，有懊悔的，自然也有兴奋的。谁都没想到魏轩居然真的可以前往其他区救人，而且还来得这么突然。第188章996区的资源这样牛批吗？本来正在焦急等待的魏军等一众龙村人，在看到公告后，一个个兴奋的差点跳起来。军哥，你看到了吗？魏老大来了，他来了！呼，终于不用死了，我们有救了！魏老大真是神人啊！欢呼雀跃间，有人喊道：“大家快看聊天频道，魏老大发言了！”众人赶忙看去，只见聊天频道中，魏轩发言道：“龙村的兄弟们，时间有限，我就不去与你们会面了，待会将直接邀请你们加入魏村。不过我在这里必须声明一下，想加入魏村的就加入，若不想加入的，绕道就行。另外，我不是慈善家，也绝非圣母，之所以来救你们，一是大家都是龙国同胞，二是之前你们跟随我进入过杀戮战场，你们为了活命而加入魏村，这无可厚非，但你们切记，魏村不能永远保护你们，以后的路还是要靠你们自己，想在魏村养老的，滚远点。懒散躺平的朋友，哪怕这次你加入魏村活下来，但以后要面临的危险还有很多，如果你自己不努力，淘汰死亡是迟早的事。而且，若让我知道谁心术不正，可别怪我不客气。魏轩言罢，龙村众人脸上的笑容渐渐变成郑重，他们一个个握紧双拳，眼中露出浓浓的坚定。魏老大说的没错，他们没什么可兴奋的，这次他们面临新手终极考核，魏老大愿意来救他们，可以后呢？主宰宇宙神秘莫测，危险与考验无处不在，他们不可能每次都依赖别人，只能说这次加入魏村，他们可以当成一种契机，在魏村的环境下快速变强，从而面对以后的生死深渊。魏军老大，谨记教诲，谨记老大教诲。龙村众人纷纷表态。魏轩此刻站在离066区最近的一处传送阵边，若要前往龙村，还得花费很长的时间。所幸随着他降临066区，魏村与龙村两大频道自动关联，很多操作是可以同步的。当即，魏轩也没犹豫，像当初邀请陈岩等人一样，将龙村全员进行邀请。很快，玩家魏军加入您的村庄，成为魏村村民；玩家赵伟征加入您的村庄，成为魏村村民；玩家温腾加入您的村庄，成为魏村村民；玩家苏宁儿加入您的村庄，成为魏村村民；玩家郭大刚加入您的村庄，成为魏村村民。魏轩看了一下，自己又涨了一波4维属性。随着龙村近300人的加入，魏村的成员也达到了1235人，突破了100人反哺的限制。虽说是每1000人只能有100人反哺，但不到1000人也当1000来算。龙村达到100星战力的很少，只有魏军等10来人。这还是不久前魏轩曾带领他们在杀戮战场赢下挑战的结果，否则更少。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人达到了10级，可相对来说战力还没魏村一个8级的高。实在是魏村成员赢下过好几次挑战，不仅凭空获得好几波4维属性，更让996区的资源翻了好几番。可以说，在魏轩的引导下，魏村所有人的实力都一直在突飞猛进。1235人，还差将近800人。魏轩想了想，华村和下村加起来应该也就600人左右。想要升3级村庄，人数需要达到2000人。所以在救完华村和下村后，还得赶紧去一趟3号玉林52区，把学姐所在的叶村也邀请过来。尽管他没直接和叶村其他人接触过，但有学姐在，想来应该不会差。叶白虽然有些傲，还爱装逼，但整体也不错。何况还有大壮、
米林、猴子这3朵奇葩，嗨嗨。收起思绪，魏轩又看了眼建设频道里的村庄信息，066区的龙村俨然成为了魏村的第3据点。当然，如果想放弃这个据点的话，也可以直接放弃。魏轩想了想，觉得066区并根本不如996区，毕竟066区之前挑战失败过2次，资源都被削减过。反观996区，如今资源可是十分丰富的，所以全力发展996区才是重点。至于将风氏部族当作第2据点，是因为御世界的资源本就丰富，再加上风氏部族跟996区接轨，发展起来更容易。但如果将其他区也当作据点的话，那势力太过分散，未必是好事，甚至还会分散精力，得不偿失。不过魏轩并没有立刻将龙村这个据点放弃，因为当一个势力有2个和多个据点时，回村功能是可以选择回到哪个据点的。所以此刻魏军等一干人只要选择回到魏村的第1据点即可。若非如此，想要从066区返回996区，定位符可不好使。不过回村功能是有使用限制的，1级村庄时每天只能使用3次，2级村庄可以使用5次。也幸亏魏村如今是2级村庄，否则龙村这些人里已经有人使用了3次回村功能，一时半会儿还真去不了996区。当然，如果后续觉得回村功能不够用的话，可以将据点和据点之间建造传送阵。可惜魏轩现在并没有建造传送阵的图样，只能以后再说了。此刻，当魏军等人全部回到魏村的第1据点后，魏轩也果断放弃了066区这个据点。这也就代表着，从此以后魏军等人就是魏村成员，再无龙村。魏村聊天频道，欢迎龙村的同胞们正式加入魏村，鼓掌。严谨点，以后军哥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魏村的家人，没有龙村的同胞这么一说。卧槽，说的有道理，我刚才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满意否？魏军，哎，惭愧，既然老大愿意收留我们，那我们以后就是魏村成员，誓死也要守护和建设魏村。对，以后魏村就是我们的家。呜呜，好感动。哇，军哥，你看到了吗？996区的山山水水简直不要太好啊，这根本不像一个新手区，顶006区好多个。嘿嘿，你们眺望的还只是新手丛林，回头多去更远的地方看看。毫不夸张地说，只要你仔细点，灵值一找一个准，凶兽也不缺，任务副本更是很容易触发，各种材料矿脉也有。魏军，这是资源翻倍的结果。对，老大之前带领我们赢下过好几次挑战，资源不知翻了多少倍，现在咱们996区可一点都不比御世界差，甚至御世界的有些地方都不如我们996区，而且只要用心开发，资源可能还会更多。卧槽！我说一句，996区牛了个大逼，不过分吧？魏村威武，威武威武！不得不说，魏军等人在来到魏村后，着实刷新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第189章，我们进镇等他。玉频道，华村、龙村的兄弟们，加入魏村是什么心情？魏军兄弟，我们现在已经是魏村成员了，以后没有龙村了。华村，擦，口误口误。夏村，好激动啊！魏老大果然是天神下凡，我们有救了。哈哈，我们魏村的资源那叫一个牛批，回头等你们加入就知道了。对，魏村现在已经是2级村庄了，看样子很快就能升到3级。毫不夸张地说，在魏村想要变强，不能说简单，但只要努力，肯定会有回报。华村，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夏村，我们也是。除此之外，其他区也有不少人都在疯狂向魏轩呼救，但魏轩暂时根本管不着他们，而是在村庄聊天频道发言道：刚加入魏村的兄弟们，赶紧先去升级，所有 F 级成员进行土地开辟，E 级成员寻找资源材料，D 级和 D 级以上的就去刷怪。另外，交易空间中有精品烤肉，可以快速恢复体力和精力，有需要的可以去兑换。除此之外，你们所得的凶兽尸体也可以前往村庄商城，在我的个人店铺内兑换财富值。轰！此言一出，魏军等候加入的魏村成员瞬间不淡定了。凶兽尸体可以兑换财富值，这太给力了吧！魏轩，魏军，你们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其他人。对了，所有达到100星战力的，先等一等，我现在要去华村和夏村，还要去3号域一趟，等回头大家都到齐了，再一起去玄天殿点亮命星。说完，魏轩就关闭了聊天频道，而魏军等人则按照魏轩说的，所有 D 级和 D 级以上成员都开始刷怪，E 级寻找资源材料， F 级开辟土地，同时建造木屋。在这期间，他们也跟原魏村成员了解到了不少东西。认证职业，老大的神品命星，收拢风氏部族，种种魏村的经历和发展，都让魏军等人既震撼又激动。这一刻，他们以能加入魏村为傲。魏轩在将魏军等人安排好后，便直接使用一键回村。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办法跨区传送，只能先回村，再使用定位符传送到荒废古镇中，重新进入玄天殿。然而魏轩并不知道的是，此刻在荒废古镇外，本来盘膝打坐的乌延部四长老忽然耳朵一动，谁？另外3人也向远处看去，只见6道身影以急速的遁法降临而来，落地后才看到，竟是7名玄土部的人，为首的是玄土部3长老玄冥，另外6人也都有着地境4重的实力。本来玄土部3长老只带了真宠被击杀的男子和美妇，但他们怕乌延部有诈，于是在来荒废古镇时，顺道又叫了4人一起前来。玄冥兄，你等这是要去玄天殿？乌延部4长老看着玄冥等人问道。玄土部族3长老没有立刻回话，而是跟同族的其他人对视一眼，尤其是被魏轩击杀真宠的那名男子和美妇，目露不可思议。因为看样子乌延部族并没有骗他们，但他们并没有立刻表明。只见玄土部族3长老盯着乌延部族的人问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哎，此事说来话长，我们乌延部族有3名小辈被1名试炼者击杀了，还有1名重伤而回，所以我等特来此地调查一番。如果真有试炼者的话，多半我们天罚森林的5大势力就要联合起来搜捕试炼者去了。乌延部4长老简单解释道：“原来真是这样。哦，玄冥兄知道此事？刚才我们去了一趟你们乌延部族，事情的起因是我们部族中有个真宠被击杀了，现在看来多半也是那试炼者所为。没想到那试炼者跟你们玄土部也结下了梁子。”乌延部4长老着实感到意外，紧接着说道：“玄冥兄，既如此，那我们一起在这里等那试炼者吧。对方出入玄天殿，此荒废古镇是必经之地，我们来此本就是也要看看那试炼者到底有何本事的。”玄土部3长老看了眼天色，道：“眼下离天黑还有1个小时，那试炼者应该快从玄天殿出来了。走，我们去镇内等他。那荒废古镇一到晚上特别可怕，就算地境9重入夜进入，8成也要交代掉，甚至就算天境强者也拿荒废古镇的那些东西没办法。”谈及入夜的荒废古镇，乌延部4长老心有余悸。其实每个玄天殿传送入口都或多或少的存在某种限制，这我知道，所以我们更要去镇内等他。玄土部3长老说道：“万一那试炼者在这1个小时内从玄天殿出来，但却不知天高地厚的去参加荒废古镇里的那些秘境，又或者在里面等天黑，那我们可能就永远也等不到对方了。”也是，乌延部4长老点了点头，还是玄冥兄想的周到。既如此，那我们进去，大不了等入夜时再出来。当即，乌延部和玄土部的11人向镇内走去。彼时，魏轩使用一剑回村，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如今自己的住所是2级，但已经是独门独院了。小院虽然不大，但地面却是青石板，看着干净又敞亮。院中还有10桌10凳，更有2间木屋，1间主屋，1间侧屋。不知道升级3级或4级时会是什么效果。魏轩心驰神往了一番。村庄升3级的条件中，就有村长住所必须达到4级的条件。本来是村庄住所升到3级就够了，但魏轩成就神品后，他的魏村发展难度也跟着提升了一番，以至于如今村长住所必须达到4级后才能升3级村长。不过现在条件差不多也够了，倒也不急，等救完人再说。于是魏轩也没在自己的住所有过多停留，而是直接使用了定位符，准备重回玄天殿。很快，魏轩的身影出现在荒废古镇的中心广场。然而刚想进入玄天殿的传送入口时，忽然魏轩眉头一皱，扭头朝一边看去，只见那里站着11人，为首的是2名老者。这让魏轩心中一动，看了看其中4人的穿着，表情渐渐古怪起来。第190章，我赶时间，你们快点。人类乌元庆，本土玩家，等级27级，境界地境5重，中下品，秘典绿屏5阶金乌诀，天赋金乌血脉 C 级，火之奥义 B 级，技能战力565星，身份乌延部族4长老，来历先祖曾是金乌后裔，因在万界大战中战败，其后代被剥夺 90% 金乌传承，成立乌延部族，天罚森林5大势力之一。人类玄冥，本土玩家，等级28级，境界地境5重，中下品，秘典绿屏5阶玉土诀，天赋玄灵血脉 C 级，土之奥义 B 级，技能战力570星，身份玄土部3长老，来历先祖曾是玄灵，因在万界大战中战败，其后代被剥夺 90% 玄灵传承，成立玄土部族，天罚森林5大势力之一。魏轩第一时间查看了11人的信息面板，果然有4人是乌延部族的，另外7人都是玄土部族，还真不是冤家不碰头啊。或者说这11人本就是在等他，但这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空间结晶有着落。
本来他之前只有3颗空间结晶，用掉1颗后还剩2颗，只能救华村和夏村。想要跨域去救学姐他们的话，得需要10颗空间结晶。为此，魏轩其实挺担心时间不够用的，但现在好了，这11人可谓是雪中送炭啊！此刻，乌元庆和玄冥等人在看到突然出现的魏轩后，也愣住了，继而又发现魏轩看向他们的眼神充满了兴奋，就像在看宝贝一般，这让他们皱眉，立刻查看魏轩的信息。人类，魏轩，试炼者，等级16级，境界，秘典，天赋，技能，战力。乌元庆和玄冥等人直接忽略那一排问号，将关注点放在了16级和试炼者这2个信息上。试炼者，这小子是试炼者，击杀明儿他们的就是你，杀我要光属的人就是他，我能感受到他的气息。嗖！为了防止魏轩借助玄天殿的传送入口逃走，玄土部几人立刻身形移动，将玄天殿的传送入口挡住，呈包围之势。4长老乌元庆第一时间将发现试炼者的消息传到了乌岩部族，3长老玄冥同样如此。紧接着，乌元庆盯着魏轩问道：“我的3名乌岩部族子弟，可是你击杀的？”魏轩轻描淡写的点了点头：“我赶时间，你们快点动手吧。”好狂妄的小子！杀！当即，乌岩部族4人和玄土部族7人联手，直奔魏轩攻去。轰！乌岩部族这边以4长老为首，身上都散发着浓浓的火焰，举手投足间天地共鸣，魏轩仿佛被无尽火海包裹其中。玄土部族这边的7人同样恐怖，周身或沙土或泥土席卷，挥手间地面翻涌成波，随着天地共鸣，更是有无尽重力降临在魏轩身上。哼，一个16级的试炼者，凭什么敢招惹我们玄土部族？今日他必死！11人尽都冷笑，仿佛一只蝼蚁咬了他们一口，下场只有一个字：杀。随着攻击临近，他们已经把魏轩当成了死人。然而下一刻，他们就面色大变。只见所有攻击眼看就要落到魏轩身上时，魏轩突然一拳轰出。这一拳，风云起，天地色变，奥义真身开启，四维相通，将属性全部转换为力量，更是掺杂着混沌之力。且神品命星加混沌诀所引动的天地共鸣，可碾压任何铜镜。轰！仅仅一拳，乌岩部族和玄土部族11人身形倒卷，技能溃散。这不可能！一个刚降临而来没几天的16级试炼者，怎会如此恐怖？难怪我的耀光属和乌岩部族3人被他击杀。元庆兄，让所有人使用绝招，将此子速击杀，以免后患。好！当即11人纷纷开启大招，一时间火海翻腾，金乌虚影嘶鸣，更有黑色麒麟虚影咆哮，天地更是倒翻。然，魏轩不为所动，大手一挥，乌云压顶出现，一道道黑色风暴向11人席卷而去。此风暴乃10股旋风，空中杀戮天雷更是轰鸣不断，一道道冰刃蕴含神品命星和混沌之力纷纷落下。这一刻，犹如无尽天灾，充满了毁灭。不好，跑！4长老乌元庆和3长老玄冥面色煞白，想都没想便身形暴退。另外9人没反应过来，在乌云压顶的3重技能下，发出惊恐和不甘的惨叫，最终毙命。魏轩看着逃遁的乌元庆和玄冥，冷哼一声，身形在原地消失。下一刻，出现在了乌元庆和玄冥跟前。哪里逃啊！2人吓得魂魄离顶，但好歹是地境5重的强者，身形立刻祭出2件宝器。乌元庆身前是一个火鼎，其上火焰升腾，不是凡物。玄冥身前则出现了一个钝器，只是随着魏轩一拳轰出，一鼎一器直接碎裂。紧接着又是一拳，乌元庆和玄冥直接身体凹陷，倒飞着跌落在地，瞬间毙命。击杀本土玩家，获得能量加200000，财富值加17000。恭喜您击杀本土玩家，爆出4维属性加50。恭喜您击杀本土玩家，爆出遗留空间。击杀本土玩家，获得能量加200000，财富值加17000。恭喜您击杀本土玩家，爆出4维属性加50。恭喜您击杀本土玩家，爆出遗留空间。恭喜您的等级提升至17级，4维属性加700，财富值加7000，黄金宝箱 X1。不错，等级又提升了。达到17级后，需要的能量是800万。魏轩并未在意，看了眼地上碎裂的一鼎一盾，有些可惜。看来以后出手要克制一下了，不能用力过猛。毕竟达到地境后，宝器也是实力的一部分。虽然能被他一拳轰碎的宝器，他也用不到，但魏村成员能用啊。微微撇了撇嘴，魏轩没再多想，快速来到乌岩部族和玄土部族那些人的尸体前进行提炼。第191章玄灵血脉。
提炼巫岩部族成员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400，修炼值加200 ，D 级金乌血脉 ，C 级火之真意。检测到你已具备 C 级陆河真意，正在与 C 级火之真意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C 级陆河真意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检测到你已具备 E 级金乌血脉，正在与 D 级金乌血脉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E 级金乌血脉进化为 D 级，4维属性加700。提炼巫岩部族4长老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500，修炼值加250 ，C 级金乌血脉 B 级火之奥义。检测到你已具备 C 级陆河真意，正在与 B 级火之奥义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C 级陆河真意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40%。检测到你已具备 D 级金乌血脉，正在与 C 级金乌血脉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E 级金乌血脉进化为 C 级，4维属性加900。提炼完巫岩部族4人后，魏轩虎躯一震，简直不要太爽！金乌血脉果然比冰妖血脉强。不说别的，单说每次融合金乌血脉增加的4维属性就增加的很多，而且随着金乌血脉进化提升，魏轩能明显感受到体内的那只金乌也在不断变强。金乌可是洪荒太阳神鸟，若不断提升金乌血脉，或许能得到太阳神火也不一定。魏轩还是很期待的。当然，金乌血脉亦有强弱，如巫岩部族这些人虽然也有金乌血脉，但他们的金乌血脉其实是被剥夺了 90%， 甚至剩下的 10% 也并不纯正，否则哪怕 10% 的金乌血脉也不可能只是 D 级和 C 级。所以巫岩部族看似具备金乌血脉，但其实他们根本无法发挥真正威力，尽管上限高，但他们却都在最下限。魏轩则不同，经过提炼后，他获得的金乌血脉可是很纯正的。确切的说，巫岩部族的金乌血脉量多而混杂，魏轩提炼出的金乌血脉量少而精纯。不过量少不算什么，因为魏轩有完美提炼，所以他有的是机会让金乌血脉不断进化下去。如今魏轩的金乌血脉虽然才 C 级，但巫岩部族可是有不少人，若都能提炼化，达到 B 级乃至 A 级应该不成问题。收起思绪，魏轩继续对玄土部族7人进行提炼。提炼玄土部族成员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400，修炼值加200 ，D 级玄灵血脉 C 级土之真意。检测到你已具备 C 级陆河真意，正在与 C 级土之真意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C 级陆河真意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30%。恭喜您获得 D 级玄灵血脉，4维属性加500。提炼玄土部族3长老成功，获得自由属性加500，修炼值加250 ，C 级玄灵血脉 B 级土之奥义。检测到你已具备 C 级陆河真意，正在与 B 级土之奥义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C 级陆河真意等级不变，强度提高 40%。检测到你已具备 D 级玄灵血脉，正在与 C 级玄灵血脉自动叠加融合中。融合成功，您的 D 级玄灵血脉进化为 C 级，4维属性加800，又获得一种不错的血脉天赋。魏轩心情澎湃。玄灵也是一种上古神兽，所谓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神兽镇压四方，其中青龙属木，白虎属金，朱雀属火，玄武属水，唯独缺少土。因此很多人都说中间则是麒麟，玄灵就是麒麟的一种。当然玄灵的玄跟玄武的玄不同，玄武的玄代表八卦中的水，而玄灵的玄则是黑色的意思，想必玄土部族就是黑土的意思。此刻魏轩能感受到体内除了金乌外，又蕴含了一种黑色麒麟，再根据4维属性的增加程度，魏轩肯定玄灵血脉即便比金乌血脉差些，但也绝对不弱。玄土部族具备的玄灵血脉就跟巫岩部族具备的金乌血脉一样，都是被削弱过的，而且十分混杂，但被魏轩提炼获得后就变得无比精纯了。除了血脉天赋外，陆河真意也离进化不远了。此前陆河真意融合了 A 级水之法则，如今又融合了一些 C 级和 B 级的火土天赋，所以后续只要再融合金木2种天赋即可进化。此事倒也不急，先抓紧时间救人再说。心想间，魏轩伸手抓来11个光团，正是遗留空间。将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全都收入自己的囊中后，魏轩便对遗留空间进行提炼。提炼遗留空间成功，您获得了空间结晶。提炼遗留空间成功，您获得了空间结晶。很快11颗空间结晶到手。不得不说，巫岩部族和玄土部族这次真的是雪中送炭了。魏轩笑了笑，继而释放出一团火焰，将那11具尸体焚烧殆尽，而后跨进玄天殿传送入口，重新来到玄天殿。不过魏轩并没有进第1层，而是拿出第4层的通行令，心念一沉，很快便来到了玄天殿第4层。彼时玄天殿第4层一个人都没有。本来那寥寥无几的玩家，许是之前被魏轩打击到了，最后只能叹息离去。魏轩也没犹豫，有了第1次的经验，这次可谓轻车熟路。来到一座石碑前，
将手按在上面，在使用了一颗空间结晶后，很快便降临在了521区。521是下村所在区。随着魏轩降临后，本就早已准备好的下村众人全都一个个无比激动，下营更是高耸起伏，长长松了口气。魏轩一番邀请后，下村所有人都加入并传送到了魏村。和龙村表现的一样，下村众人全都对魏村丰富的资源和发展感到震撼和激动。魏轩则在安排了几句后，便再次传送回村，继而重新来到玄天殿第4层。10分钟后，以无刀为首的华村众人也来到了魏村。至此，魏村人数达到了1872人。只要再让学姐他们村的人加入，那魏村人数必定超过2000。心想间，魏轩没过多犹豫，一番奔波后，直接消耗10颗空间结晶，向3号域052区降临而去。第192章，逃避、认怂、面对。3号域052区，叶村聊天频道。哎，还差10来星战力才能破100，好心急啊！你努力，今晚可能就点亮命星了。像我这种还差30多星的，还真够呛。为什么越到后面战力越难提升呀？哎呀，卧槽！刚才碰到一只头目级凶兽，差点挂掉，幸好我跑得快。擦！我不想努力了，有没有哪位寂寞的阿姨求包养啊？实在不行，来个大叔也是可以的。你要不看看你在说啥？玩归玩，闹归闹。话说眼看就要天黑了，然后再过10来个小时就是破咒马匪的入侵。叶老大，你有把握吗？咱们村的实力悬殊太大，像叶老大、齐姐他们实力就很高，但我们是真的垃圾。真的好羡慕叶老大和齐姐他们。这么早就点亮了命星。叶白，哎，大家别急，如果轩哥能降临我们区的话，或许我们大家就都有救了。否则的话，当终极考核来临时，我们就得做好和破咒马匪硬拼的准备。叶老大，你和齐姐口口声声说这次去玄天殿遇到了一个猛人，对方到底有多猛啊？真的能拯救我们吗？李子琪，大家放心，我那朋友还是很靠谱的，他既然说会来，肯定能赶在终极考核前降临我们区。齐姐，你们朋友到底有多猛？给我们说说呗。后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连咱们叶大村长都心甘情愿的叫对方哥，会拆。说的也是，那看来对方确实挺猛的。叶白，牛大壮，说实话，轩哥真的很强，他在玄天殿的事迹如果给你们说了，你们肯定会是。卧槽，壮哥，你要这么说，我还真就不服了。虽然我是尿不尽，来，我顶着尿急听你讲，看我到底是不是。我有卫生巾，谁用？让你吸尿呢？米林，在玄天殿时，魏轩大哥哥能让我情不自禁的喂他棒棒糖吃，我舔过的，你们敢想吗？卧槽，这么溜的吗？好厉害！米林妹妹，能让我尝一口吗？你配吗？有啥配不配的，啥不都得尝试吗？叶白，好了，不开玩笑了，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轩哥在玄天殿的事迹，讲完后大家赶紧安心去提升实力。当即，叶白噼里啪啦一顿发言，后云、牛大壮、米林时不时的插上2句。叶村众人跟古人听说书似的，那叫一个投入，甚至期间有鼓掌的，有拍大腿叫好的，也有不可思议的。直到片刻讲完后，聊天频道炸了。卧槽啊，未点亮命星就能拿到第2层通行令，神品命星打脸众人。PK 一场怒斩2大白皮，关键轩哥带领的村庄有那么多人都达到了100星战力，我自傲。我说一句牛逼，不过分吧？岂止不过分，简直太对了。这一刻，叶村众人尽管没跟魏轩接触过，但光听魏轩在玄天殿的表现就已震惊且深刻。李子琪，大家赶紧提升实力吧，就算将来以后我们加入到魏村，也尽可能的不要垫底。叶村众人没再多说，而是一个个抓紧刷怪。这时，叶白找到李子琪，说道：子琪，要不我们再去一趟玄天殿，看看轩哥那边怎么样了？天快黑了，到时玄天殿的传送入口会有限制。李子琪想了想，觉得有些不妥。唉，叶白微微叹了口气，本来如果没遇到轩哥的话，我都准备找一个不错的本土势力加入了，但既然遇到了轩哥，那加入轩哥的村庄才是最好的选择。后云，肯定的，毕竟我们对那些本土势力不了解，运气好的话，加入一个能善待我们的本土势力还行，但如果运气差，加入一个想打我们主意的本土势力，那还不如跟破咒马匪拼搏呢。牛大壮狠狠啃了口烤肉，要我说，咱们得做2手准备，万一轩哥无法降临我们区，那我们也得提前找个后路。米林舔了口棒棒糖，其实我觉得大家把事情想复杂了。叶白一愣，看向米林，怎么说？你们再去看看终极考核的内容。米林说道。当即，叶白他们都打开主宰光屏，查看终极考核内容。目前离新手终极考核还有10个小时，10个小时后，破咒马匪会第一时间入侵各试炼者村庄，最弱的破咒马匪也有100星战力，这些都没问题啊。叶白几人全都看向米林，并不明白米林想要表达什么。
米林这次舔了好几口棒棒糖才说道：“哎呀，你们好笨呐！终极考核的内容里有说破咒马匪会入侵各试炼村庄，但并没有说所有试炼者就一定会死呀。像之前的2次考核都有明确提到，如果考核失败的话就会被抹杀，但这次终极考核并没有提到。”此言一出，叶白几人瞬间一愣，随即恍然大悟：对啊，破咒马匪虽然会入侵村庄，但并没有说试炼者不可能逃跑，又或者说还可以跟破咒马匪达成某种协议，从而保证自己不死，很有这种可能。不过这时李子琪说道：“这可能是一个漏洞，也可能是主宰故意这么设计的，但无论哪种可能，其实也仅仅给了一丝生机而已。对，逃跑的话，能逃到哪里？像我们这种提前破开避障的区还好，但有好多区可是连开图任务都无法完成。至于跟破咒马匪达成某种协议，这种更难。退1万步说，就算真跟破咒马匪达成了某种协议，可能也不过好过。一个逃避，一个认怂，只不过是让自己保证活着罢了。真正想要在这主宰宇宙中大放异彩，还得是面对。”后云说着，看向远处天际：“我觉得终极考核的目的就是淘汰90%的人，其实剩下的1成人里，也有90%人根本无法抵挡破咒马匪的入侵。就拿我们几个来说，天赋也不算差了，但也没办法跟破咒马匪对抗。所以我猜测，终极考核来临后，90%试炼者会死去，剩下的1成人里，又有90%人要么逃避，要么认怂。说白了，能像轩哥那么直接面对破咒马匪入侵的，我估计只有0.1成，还真是物竞天择呀。所以说，在这主宰宇宙中，实力固然重要，但有时机缘和选择也同样重要。遇到轩哥就是我们的机缘，选择加入轩哥的村庄，肯定也是正确的。”几人正说话间，忽然一则提示出现。提示：7号御卫村村长魏轩降临3号御052区。提示：正在关联魏村和叶村，关联成功。随着提示出现，叶白和李子柒几人先是一愣，旋即大喜。第193章入夜后的荒废古镇。魏轩降临3号御052区，让叶村所有人全都惊喜不已。此刻随着魏村和叶村频道关联成功，魏轩直接发言道：“学姐，我来了。”李子柒：“轩子，你这也太快了吧！”叶白：“轩哥，你这么快就进入玄天殿第4层了？”魏轩：“答应你们会尽快来，肯定要做到。轩哥，虽然我没见过你，但你在玄天殿的事迹我们已经听说了，我们对轩哥的敬佩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魏轩，大家准备一下吧，我现在邀请你们，有谁愿意加入魏村的，直接同意就行。不过在这里我声明一下，魏村不是你们的避难所，甚至将来会有种种困难与凶险，所以你们在加入魏村前先考虑好。”李子柒：“轩子，这点你尽管放心，叶村这些人虽然天赋比较差，但性格都还是不错的，他们也都很努力，不会躺平或摆烂的。”其他人也都纷纷表态。魏轩应了一声，也许这里面有浑水摸鱼的，但该说的他得说明。当即魏轩一键邀请叶村众人。片刻后，叶村共计343人全都同意，成为了魏村成员。至此，魏村人数已达2215人。没多久，叶村所有人在魏轩的安排下，全都使用一键回村功能，传送到了魏村。此时魏轩眺望了一眼这3号御052区的环境，不高不低，只能说中规中矩。想了想，他还是选择了放弃，将这3号御052区当作魏村的据点。虽说这样的话可以做到跨域传送，但相对魏村的整体发展来说没必要。于是魏轩果断将叶村放弃，而后一键传送回到了魏村。得亏魏村如今是2级村庄，一键回村功能有5次使用机会，否则还真有些麻烦。之前魏轩使用过1次一键回村，算上龙村、华村、夏村和叶村5次刚刚好。彼时魏村聊天频道：“欢迎加入魏村。”“欢迎欢迎。”叶白：“我去，轩哥，魏村所在的地方是新手区吗？”后云：“看着感觉不一样啊。”米林：“好漂亮呀。”牛大壮：“难怪魏村能有那么多人在之前就达到了100星战力。”李子柒：“这里的资源应该很丰富吧？”嗨嗨，大家不用惊讶，习惯就好。在我们老大的轻松带领下，我们996区的资源翻了很多倍，关键之前的挑战从没输过。6666666，卧槽，我真湿了呀，简直扭了个大臂！所有人都惊叹不已。也就这时，村庄公告：魏村成员丰泽成功点亮上品命星，成就加20。村庄公告：魏村成员风无绝成功点亮上品命星，成就加20。村庄公告：魏村成员风铃成功点亮上品命星，成就加20。卧槽，这特么我究竟要说多少卧槽啊？上品，都是上品。叶白：“日啊。”李子柒：“啊这。”米林：“太厉害了，这也。”牛大壮：“
这样是不是显得我很废物？不仅刚加入的叶白和李子琪他们，就连所有魏村成员都震惊了。真没想到风氏部族居然直接点亮了3颗上品命星。魏轩也挺意外的，没想到风泽他们第一次就点亮上品命星成功了，而且还没用多长时间。想了想，这应该真的就是厚积薄发。风氏部族此前无法使用主宰光屏，但却一直在长年累月的修炼，潜力长期被隐藏，肯定是需要一个契机爆发的。而加入魏村就是这个契机。因为本土玩家一旦加入试炼者势力，是有气运加成的。一般来说，本土玩家的气运都不如试炼者，但如果跟试炼者产生某种因果的话，自然会获得一些试炼者的气运。有2种方法：一、加入试炼者势力；二、针对或击杀试炼者。很多本土玩家都不愿屈尊加入试炼者势力，因此就会想尽办法针对或击杀试炼者。但风氏部族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加入魏村，如此一来也有气运加成。气运加隐藏潜力加长期累积，从而产生的爆发非同凡响。聊天频道，风老，恭喜啊！没想到你们点亮的是上品命星，还有灵儿小美女和无绝兄弟，年纪轻轻就有这么大的潜力，显得我们很废物啊。风泽，大家不用妄自菲薄，只要跟着主人一起努力，变强是迟早的事。风无绝，对，如果没有主人，就算我们潜力再大也没用。风灵儿，大家也要加油哦。这时风泽艾特了一下魏轩，发言道：主人，接下来你有什么安排？魏轩，你们先留在玄天殿，第一是选择密点，第二是和其他人交接。现在我们魏村又增加了不少人，所有达到100星战力的自行到村庄仓库去兑换定位符，凭借定位符可直接传送到玄天殿传送入口。好的，老大。此刻魏轩交代了一句后，便让新来的成员自行熟悉魏村的情况，他则重新来到了荒废古镇玄天殿传送入口处。眼下夕阳正在西下，夜色渐渐来临，荒废古镇竟让魏轩感到一丝危险的气息，且透出诡异。魏轩不知道荒废古镇到了晚上是怎样的，回头得问问风泽。收起思绪，魏轩打开村庄商城，直接成批购买了500张定位符，花费了50万贡献。不过魏轩现在并不缺财富值和贡献，将定位符取出，魏轩便开始定位，然后储物到了村庄仓库。没多久，新加入达到100星战力的成员全都传送了过来。老大，新加入的成员达到100星的战力，不过才17个而已，其中包括夏莹、吴刀和魏军，这3人都也只是 C 级天赋，跟穆宁雪和陈岩一样。不过魏轩相信，只要他们努力，在魏村这种环境下，肯定能变强。于是魏轩点了点头，大家抓紧时间吧。是，老大。当即17人和魏轩一起借助传送入口来到了玄天殿广场。风泽等一些点亮命星成功的风氏成员正在广场等着，此外还有陈岩和穆宁雪他们。见魏轩等人传送过来，所有人都上前打招呼。魏轩看了眼陈岩和穆宁雪他们，选密点了吗？老大，我们都选完了，我和宁雪是绿品，其他地级成员都是黄品，其余全是成品。陈岩汇报道。还不错。魏轩满意的点了点头。之后一番交接，新来的17人全都进入了入殿考核副本。陈岩和穆宁雪点完了命星，也选完了密点，便离开了玄天殿。这时风泽走上前对魏轩说道：主人，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先把村庄升到3级，然后将魏村的发展好好规划一下。魏轩顿了顿，忽然向风泽问道：对了，风老，荒废古镇入夜后到底是什么情况？第194章诅咒与轮回。听到魏轩的询问，风泽微微沉吟了一番，而后说道：主人，其实每个玄天殿传送入口都会有一定限制，而天伐森林的荒废古镇限制就是入夜不能进入。据说荒废古镇被诅咒笼罩，因此无法在其上空飞行。另外，如今我们魏村可以使用定位符直接进入镇内，但入夜后就不行了。总之，入夜后诅咒开启，里面凶险万分。那如果强行进入呢？风无绝问道。强行进入的话，九死一生，哪怕天境强者入夜后进入，也顶多勉强脱身，稍有不慎也会命丧其中。阿公，这么恐怖吗？风铃儿眨了眨漂亮的大眼睛。风泽点了点头，继续道：不过主人，我听说中心世界的一些超级势力会将玄天殿传送入口的变成自己的。哦，怎么说？魏轩终于听到转机。其实魏村如今很需要时间，如果入夜后无法进入玄天殿点亮命星，那魏村的整体肯定会迟缓，这不是魏轩想看到的。所以如果魏村成员能在入夜后也可以自由出入荒废古镇的话，那就能随时进到玄天殿，从而不断点亮命星。说白了就是收集相应地盘的地契卡，然后将这个地盘收为势力据点。风泽顿了顿，接着道：不过荒废古镇的话，
据说还要破解诅咒。阿公，荒废古镇的诅咒到底是什么？风铃儿问道。风则想了想，道：诅咒是什么，谁也不清楚，只是有传闻说，荒废古镇曾经也是一批试炼者的势力，他们大都天赋不俗，在那个时代已然成为霸主级别的存在。不过他们性格不争，且崇尚美好与自由，哪怕是本土玩家求助他们，他们也会帮衬，的确是善良。阿公，后来呢？风无绝问道。后来，风则想了想，随即一叹，善良有时会被黑暗吞没。很多本土玩家为了夺取他们的气运，不惜与魔物勾结，并联合起来入侵此镇。据说那一晚，镇内的试炼者无论老人还是孩子，尽数被杀，且被抽魂夺魄，祭炼了7749天。在这期间，镇内那些试炼者的魂魄遭受折磨与痛苦，产生了浓浓的怨气，那些怨气化为诅咒，将此镇笼罩。从那时起，凡入夜后，诅咒就会浮现，而进镇者也将难逃一死。这么些年，难道没人破解诅咒，或者强行毁灭古镇？魏轩问道。没有，风则说道，古镇内有无数怨魂力魄与诅咒循环而生，所以哪怕将那些怨魂力魄都杀了，但只要诅咒不破，他们第二天入夜时还会再生，而不彻底解决掉那些怨魂力魄，诅咒也不可能破灭。这也是哪怕强入天境，入夜后再荒废古镇，也只有逃脱的份儿。实在是那些怨魂力魄既难缠，又能借助诅咒之力再生，根本杀不完。风则顿了顿，最后才说道，不过主人，这看似是一个死循环，但有一个办法或许能破掉古镇的诅咒。什么办法？首先是净化掉那些怨魂力魄身上的魔气，因为曾经古镇内的试炼者是被魔阵祭炼了77天数，所以他们身上都充满了魔气，若非如此，也不可能跟诅咒循环而生。将魔气净化掉后，还要为那些试炼者的亡魂超度，从而入轮回，如此诅咒自然也就不攻自破。风则紧接着又话锋一转，不过这说起来简单，但实则很难，因为净化那些怨魂力魄身上的魔气并非易事，一般的净化技能和宝器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而且就算能净化，也还需要对其超度，让他们入轮回，这需要轮回天赋。不过轮回天赋别说是在低维世界了，即便是那些高维世界也几乎不存在。当然，如果有人能同时拥有光明和黑暗天赋的话，倒是可以通过天赋合符尝试融合出轮回天赋，但这只是假设，光明和黑暗两种天赋很难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就算出现了，想要融合出轮回天赋也得具备大气运才行。融合其他天赋可以靠大量天赋融合符提高成功率，但一些特殊天赋是不行的，比如轮回、命运，若非大气运者根本融合不出来。而且光有大气运还不够，想要承载轮回、命运这些天赋，至少还得具备一种强大的血脉或体质，否则很容易因承载不住而暴毙。听着风泽所说，魏轩的表情渐渐古怪，一旁的风铃儿则郁闷道，阿公，照您这么说，根本没人能具备轮回天赋啊。风无绝也表示道，就是既要同时拥有黑暗和光明两种天赋，又得具备大气运进行融合，最后还得强大的血脉或体质来承载，这谁能行？风泽点了点头，所以说破解荒废古镇诅咒几乎是不存在的，更别说将此镇收为自己势力的据点了。此刻魏轩却是隐隐有些激动，因为他抓住了将荒废古镇收为魏村据点的希望。首先他具备黑暗和光明两种天赋，其次他具备混沌体，甚至还有奥义真身、金乌血脉、玄灵血脉，想来承载轮回天赋也不难。至于大气运吗？这个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可以肯定的是自己的运气并不差，毕竟这一路走来他击杀凶兽的爆率可是非常高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自己觉醒了 SSS 级无双天赋，完美提炼。能觉醒这种天赋必然跟气运有关，总之他必须要尝试和争取。这样想着，魏轩又向风泽问道，风老，你知道这天罚森林有哪个势力是具备光明天赋的吗？或者说在哪里能遇到具备光明天赋的存在？要大量的。这个风泽想了想，似乎只有去荒废古镇中的副本中碰碰运气了。据说在荒废古镇中有一个寺庙副本，里面的和尚都具备光明天赋。魏轩说完，心中一动。之后风泽又给魏轩说了一下荒废古镇中那些副本的情况，然后就带着风铃儿和风无绝等人进店选秘典去了。魏轩则是直接来到了荒废古镇。第195章清点。荒废的古镇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荒凉且残破，但又透出几分古朴的气息。然这种寂静不同寻常。抬头望向上空，随着夜色渐渐降临，仿佛有一只无形的魔鬼正张着血盆大口要将此镇吞噬。魏轩在古镇内一番寻找，终于找到了一座寺庙建筑。寺庙不大，2进式的那种，不过已经破坏得十分严重了。根据风泽所述，想进寺庙副本的话，就得找寺庙建筑。好在荒废古镇中的寺庙建筑似乎只有这一座，
于是魏轩迈步向寺庙走去。然而来到庙门时，一股无形的力量将魏轩弹开。提示：此副本需入夜方可进入。看来这副本不简单。荒废古镇中的副本一般分为2种，一种是白天就可进入，一种是入夜后才能进入。据丰泽所说，大部分副本都是白天就能进的，只有极少一部分需要等到入夜。一般白天能进的副本危险程度不高，相对来说价值也不大，除非运气特别好，能在极个别的白天副本中获得机缘。而夜晚的副本相对来说就很危险了，稍有不慎就会丧命，但价值却是不小。再次看了看眼前的寺庙，魏轩只好在门口等待。差不多还有40分钟才能入夜，索性就先整理起了自己的收获。这些收获其实主要来源于那次 PK， 其次是摩罗秘境以及击杀玄土部族和乌岩部族成员所得，大部分都是材料，有建筑类的，也有炼药、锻造、制服、缝纫类的，甚至还有一些种子。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些地煞木，这可是制作5行绝煞镇阵旗的材料，并且这些材料中还有几块元晶，其中一块就是木之元晶。至此，5行绝煞阵的材料全部凑齐，只等回头将阵旗炼制出来，就可以布置了。此事暂且不急。心想间，魏轩的目光又落在了另外2种材料上。一种是灵晶石，此物蕴含500点能量，但价值却是能用于布阵、建造等，打造灵泉井，此物就是主材料。魏轩看了眼，建造灵泉井的材料都够了，主材料灵晶石也达到了245块。一座灵泉井只需要100块灵晶石，这245块是可以建造2座灵泉井的，不错。除了灵晶石外，还有一种至关重要的材料——玉晶砂。这的确是意外的惊喜。玉晶砂可是升3级村庄的珍贵材料，而住所升3级也需要这东西。本来魏轩没头绪，但现在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看了眼玉晶砂的数量，好家伙，足足1577块。如此，魏村升3级村庄的条件完全足够了。不过魏轩并没有急着升级，而是继续整理着灵界空间和储物空间。丹药自然不能少，魏轩大致扫了一眼，足足上千颗，大部分都是1阶，其次是2阶和3阶，甚至还有10来颗4阶和5阶的。魏轩猜测，这4阶和5阶的丹药，没准是韩风雨他们3个的，毕竟风雪城的势力不小。当然，也不排除乌岩部族和玄土部族的2位长老也有。除了丹药外，武器、装备、符箓也有不少，甚至还有10几件宝器。不过魏轩看了一下，自己根本用不着这些，包括很多材料也是，他也只是把5行元晶、灵晶石、玉晶砂这些重要的材料整理了出来，其他的并没有细细查看。回头必须得找助理了，无论整理材料、丹药这些，还是凶兽尸体等，都还是比较费时间的。尤其是以后一旦跟本土玩家势力对抗的话，基本爆出的都是遗留空间，东西多而杂，整理起来更是麻烦。这样想着，魏轩继续整理其他物品。技能碎片5妖枚，天赋碎片36枚。这2种东西对其他人来说弥足珍贵，尤其是天赋碎片，可是有几率提升天赋等级和觉醒其他天赋的东西，但偏偏对魏轩来说用处不大。回头这些东西全部储物到村庄仓库，让魏村成员用贡献去换吧，这是最公平的。猎魔勋章3775枚，倒是够再兑换出2件5阶的猎魔装备了。不过魏轩想了一下，如今5阶的猎魔装备对他的用处已经不大了，甚至魏轩一度怀疑自己的方向走错了，没准猎魔勋章除了兑换猎魔装备外，还有其他用途，比如兑换猎魔宝器。算了，先攒着吧。黄金宝箱56，紫金宝箱12。果然，无论什么时候，宝箱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抢手的，一般都不会留，因为都忍不住想寻找一番惊喜。开宝箱有时就能带来意想不到收获。56个黄金宝箱能合成出11个紫金宝箱，再加上现有的12个紫金宝箱，一共23个。照这么说，如今自己能合成出4个钻石宝箱，但只要再收集2个紫金宝箱，达到25个后，就能合成出5个钻石宝箱了。5个钻石宝箱可合成初始师级宝箱。魏轩呼吸急促，之前他合成出过一个钻石宝箱，从里面开出了 A 级任务令。现在直接既然有条件了，索性就隔过钻石宝箱，尝试合成一下史诗级宝箱。想想就激动，史诗级宝箱之上就是神级，不知道神级宝箱之上还有没有更高级的，但就目前而言，史诗级宝箱绝对是极其牛逼的存在。魏轩压下心中的激动，暂时没去合成，何况想要合成史诗级宝箱，也还得需要顶阶宝箱合成符。等回头把魏村升到3级后，再看看有没有顶阶的。自由属性18560，修炼值9616，财富值570万，修炼时2850，技能强化录75，技能融合符86， C 级天赋融合符27， B 级天赋融合符11，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打造图等，如宁灵丹方、飓风刃图样、寒冰戒图样、雷师符方、迷石阵图等。命星洗炼石7，秘典洗炼石6，秘典融合石13。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有些了这些居然没来得及用。魏轩发现自己因为有完美提炼这一天赋，再加上直接点亮的是神品命星和超越黑金级的秘典，以至于很多东西都是用不到的。想想这样也好，他不用跟魏村成员抢资源了。以后有了这些资源，直接全部储存到村庄仓库当中，谁用得着的话就去村庄仓库兑换，现成的不用再去刷了，省时又省力。将所有收获清点了一遍后，魏轩索性直接打开村庄建设频道，升级住所。很快，魏村中心轰隆隆一阵巨响，魏轩的住所直接扩大了1倍，2间房屋也变成了4间小型的4合院。地板不知是用什么材质做的，比青石板更加光滑。但魏村成员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阵轰隆隆巨响，魏轩的住所直接再次扩大了1倍，小型4合院直接变成了中型。屋内的床榻座椅也十分舒适，且一间房屋是厨房、灶台、厨具等应有尽有。恭喜您将住所升至为3级，获得4维属性加40。恭喜您将住所升至为4级，获得4维属性加80。村庄公告：玩家魏轩首个将住所升至3级，获得成就加30。村庄公告：玩家魏轩首个将住所升至4级，获得成就加40。一时间，魏村不少成员都无比惊喜。第196章，太狠了！魏村聊天频道，哇，老大把自己的住所连升了2级，太厉害了！不愧是老大，这波必须666走起。说真的，老大这一路的发展简直太紧凑了。对了，老大点亮了命星，是不是有郁金沙？是啊，升3级住所好像是需要郁金沙的。魏轩，老大，郁金沙在哪里可以找到啊？老大，指示一下，我们好赶紧升级自己的住所。看到很多人都在纷纷自己，魏轩这才想起来，升3级村庄是需要有100座民房达到3级的。3级村庄升级条件：1. 村民数量达到2000，已具备；2. 村长住所达到4级，已具备；3. 100座民房达到3级；4. 300座民房达到2级，已具备；4. 700座民房达到1级，已具备；5. 二阶木料 X500， 二阶石料 X500， 二阶泥土 X500， 二阶铁矿 X50， 郁金沙 X20， 已具备。6. 中阶村庄升级令，已具备。是了，目前欠缺的条件就是100座3级民房。其实魏村成员已经很努力了，300座民房达到2级的条件够了，700座1级民房的条件也够了。确切的说，现在魏村2000多人，每人一个住所，全都达到了1级，一大半都达到了2级。如今魏村的0阶材料和1阶材料根本不缺，这自然跟寻找材料的成员分不开。当然，开辟土地的成员也功不可没，毕竟如果不开辟土地，根本无法建造更多的民房。现在魏村的地盘比之前可是增加了很多倍，已然直逼新手丛林了。照这势头，很快就能扩展到新手丛林。言归上面，虽然如今一大半民房都达到了2级，但想升3级的必须得需要郁金沙，这是卡壳的关键。这也让魏轩暗自庆幸，如今他收获了1577多块郁金沙。刚才升自己的住所时，3级用了5块，4级用了20块，所以现在还有1552块。于是魏轩尝试着将1块郁金沙储存到了村庄仓库。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1块郁金沙，获得200点贡献值。还好，不是太贵。其实如果其他村庄的话，升3级住所只需要1块郁金沙就够了，哪怕是升3级村庄也只需要5块。但没办法，自从他点亮了神品命星后，魏村的整体发展和升级都增加了难度。所幸1块郁金沙只需要200点贡献值，升3级住所需要5块，也才1000贡献值。魏村成员现在都肯定兑换得起。毕竟魏村成员还有一个绝对的优势，就是能在他这里售卖凶兽尸体。他获得凶兽尸体制作精品烤肉，也是大量的财富值。所以这是一个无限的赚钱循环，其他村庄根本不可能办到。收起爽歪歪的心情，魏轩当即便在村庄仓库储存了1252块郁金沙，自己留了300块。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1252块郁金沙，获得250400点贡献值。轰！一时间魏村炸了。卧槽！我滴个大草！我们只是随口问一下，郁金沙在哪里能找到？老大你倒好，反手就是1000多块。老大你别这样，会显得我们很废物的。草，都愣着干鸡毛啊！赶紧兑换郁金沙升级住所呀，别给老大拖后腿。对，赶紧的，
有100座民房达到3级，我们魏村就能升到3级了。那些新加入魏村的成员全都一脸懵逼，这特么简直扭了个大臂啊！老大随手1200块郁金沙，直接赚了25万点贡献值，这在他们之前的村庄想都不敢想，好恐怖啊！蛮荒大地，叶白、李子琪、后云、米林、牛大壮5人组刚从一个副本中出来，看到聊天频道的内容和村庄公告后，全都目瞪口呆。不愧是轩哥，不愧是魏村，太他妈牛逼了！叶白一脸兴奋，他知道自己跟对人了。我滴个乖乖，太狠了！后云咽了口唾沫，牛大壮狠狠啃了口烤肉。咱们魏村所有人都能用凶兽尸体在轩哥那里兑换财富值，这种情况，魏村怎能不富？是呀，太有钱了。米林眨了眨漂亮的大眼睛，就是不知道大哥哥哪来那么多钱收购凶兽尸体，关键咱也搞不懂收购的尸体究竟干什么用了。后云陷入了沉思，别想了，咱们要是能想通，岂不是都能变强？李子琪说道，咱们也赶紧兑换郁金沙吧。也是。好。就在所有人都震撼魏轩财大气粗时，忽然又是一则公告响起。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526颗聚灵丹。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417颗血气伞。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1258件一阶武器。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794件2阶装备。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217件3阶武器。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93件4阶装备。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15件宝器。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凝灵丹方。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雷师符方。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7块命星洗炼石。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6块秘典洗炼石6。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13块秘典融合石。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51枚技能碎片。村庄公告，村长魏轩向仓库储存了36枚天赋碎片。一时间，武器、装备、丹药、符箓、宝器等各种资源出现在了村庄仓库。魏村所有成员全都妈了，紧接着一个个都给跪了。卧槽啊！老大简直狠得没边了。第197章3级村庄神品。将所有自己用不着的资源一股脑储存到村庄仓库后，魏轩在聊天频道发言：村庄仓库的资源有用得着的就去兑换，在魏村，只要你有贡献值，就存在变强的可能；如果没有，那就只能弱小，努力必有回报。后加入魏村的人这才意识到魏轩邀请他们之前说的话，哪怕加入魏村，也要靠他们自己。没错，靠他们自己赚钱贡献值。天赋差没关系，努力开辟土地，寻找材料，甚至是在自己等级的安全区刷怪，都可以用凶兽尸体卖出财富值。可以这么说，魏村给了你平台，给了你渠道，你只管努力就行。但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弱小的话，那就没办法了。日后若魏村和其他势力有战争时，只有死亡的份儿。老大，我们明白了，誓不辜负老大为我们提供的条件。魏村强，则我们强；我们强，魏村更强。你们还待在聊天频道干啥？现在村庄仓库就是一个大宝库，淘宝去啊！我要变强，我要赚很多贡献值。一时间，魏村所有人全都跟打了鸡血似的，尤其是那些兑换到好东西的成员，时不时向身边的同伴炫耀1、2，惹得那成员化羡慕为力量，疯狂开干。很快，轰隆隆，魏村轰鸣不断，一座座民房住所达到了3级。值得一提的是，2级村庄民房住所最高可升到3级，村长住所最高可升到4级。此刻，当100座民房住所达到3级后，魏轩也第一时间升级了魏村。公告：玩家魏轩带领他的村民经过不懈努力，现已将魏村成功提升至3级，可喜可贺。村庄升级奖励：所有成员能量加3000，财富值加3000，四维属性加300，白银宝箱 X3。注：村长奖励黄金宝箱 X3。然而这还没完，提示：因村长魏轩的个人因素，导致魏村发展难度大幅度提升，故有额外奖励。额外奖励：所有成员能量加7000，财富值加7000，四维属性加700，黄金宝箱 X1。注：村长奖励紫金宝箱 X1。特殊触发：魏村所在的996区资源再生率提升100%，再生速度提升50%。注：只有神品村庄才会有特殊触发。卧槽！神品村庄？我们是神品村庄？肯定是了，老大点亮了神品命星，我们的村庄自然也是神品。扭了个大臂，难度提升，奖励也提升了，哈哈哈。
这奖励等于是翻了2倍还不止。这特殊触发属实牛逼，100%的资源再生，而且再生速度还提升了50%。兄弟们，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996区有无限资源，嘎嘎嘎！老大，让我歇歇吧，我腿都跪妈了。男朋友问我膝盖为什么这么红，我说跪的，嘻嘻。这一刻，魏村所有成员全都有光束落下，有不少等级突破的，还有战力破100星的，让魏轩又收获了不少反哺。达到100星战力的，直接一起购买定位符，传送到了玄天殿传送入口，算是赶上了天黑前的最后一批。正好魏轩就在荒废古镇，跟这批成员说明了一下情况后，便让他们传送到了玄天殿。刚好丰泽他们也在，估计也选好密点了。不过魏轩也挺意外的，没想到魏村的发展难度增加后，奖励居然翻了2倍还多。目前奖励不算多，尚且差距不是很大，可如果后续奖励成100万、1000万乃至上亿增加的话，就足够震撼了。试想，一个人多2倍，那上万人呢？这么一想，魏轩也是激动不已。而且魏村现在是神品村庄，有特殊触发机制，这次直接让996区的资源100%再生，甚至还有50%的再生速度提升。时间，只要给魏村足够的时间，他有足够自信带领魏村争霸万界。魏轩缓和了一下心情，便查看村庄升到3级后的情况。村庄魏村神品，等级3级，村长魏轩，村民2215人，可查看。村长住所4级，1级住所1745， 2级住所1376， 3级住所252。职业人数：炼药师27，锻造师36，裁缝师45，制服师18，种植师24。职业建筑：1级炼药室1， 1级锻造室1， 1级水井5。田地240亩1级。不错，魏村成员一个个都很给力，从数据不难看出，如今魏村的住所已经超过了魏村人数，多出来的住所自然是给后面新加入魏村的成员预备的。毕竟魏村后续升级对人数肯定也有条件，所以得继续往魏村招人才行。值得一提的是，魏村现在根本没有0级民房，确切的说，在建造民房后，魏村成员直接就把新建造的民房提升到了1级。如此一来，升级民房的人又能获得奖励，魏村的发展效率也能大大提高。魏轩又查看了一下村庄升4级的条件： 1. 村民数量达到4000； 2. 村长成就达到宗师； 3. 村长住所达到6级； 4. 500座住所达到5级； 5. 1000座住所达到4级； 6. 其余住所均达到3级； 7. 3阶木料 x1000， 3阶石料 x1000， 3阶泥土 x1000， 3阶铁矿 x300， 头目兽皮 x200， 郁金沙 x100， 玄钟乳 x50。 8. 高阶村庄升级令。果然啊，难度还是不小的。而且魏轩也发现村庄每次升级似乎都需要一种新的材料，比如郁金沙，又比如这次的玄钟乳。当然，升4级村庄又多了一种材料，头目兽皮。头目兽皮显然就是头目级兽皮，这个收集起来倒是容易，主要还是这种新材料玄钟乳。其实不光村庄升级需要这种材料，住所升级也是需要的。魏轩看了一眼，住所升5级和6级都得用到玄钟乳。升4级村庄需要500座住所达到5级，也就是25000个玄钟乳，甚至后面的升级肯定也用得到，包括郁金沙也得再大量收集。看来很艰巨啊。魏轩来不及有太多感叹，只能回头再收集这些东西了。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先融合出轮回天赋，从而解除荒废古镇的诅咒，变成魏村的据点。心想间，魏轩看了眼天色，差不多再有20分钟，夜晚就要降临了。第198章悟法石。趁着最后这20分钟，魏轩又查看了一下3级村庄的情况。首先是回村功能，从每天5次变成了7次。其次是村庄商城，里面又多了不少好东西。不过魏轩发现，其实村庄商城里的东西更多的还是日常所需，比如各种职业能用得到的材料，当然也有一些丹药、武器、装备、技能等，但相对来说都比较普通，除非是特殊页面里的东西，如能量石、定位符、宝箱合成符、技能强化录、技能融合符、天赋融合符、材料合成符等。不过这些东西都并不便宜，甚至可以说贵。村庄达到3级后，能量石也有3阶的了。3阶能量石使用后可增加1000点能量，售价900点财富值，每天限购100颗。1阶能量石的限购上限变成了500， 2阶限购上限达到了300，倒是1阶能量石每天的限购上限变成了300。可以，
村庄每升一级，可购买的能量石就越多。魏村成员只要有足够的财富值，升级不是问题。除此之外，宝箱合成符果然有顶阶的了。合成史诗级宝箱就需要顶阶的宝箱合成符，售价50万。呵呵，好吧。其实仔细想想，这特殊页面里的东西，自己基本也用不着。技能强化录、技能融合符、天赋融合符这些，对别人来说可能比较难刷，但对他来说还算容易。当然，本土玩家倒有实力强大，可魏轩也是之前了解到，本土玩家的气运远不如试炼者，因此哪怕实力再强，但爆率低，也属实无奈。这也是很多本土玩家想从试炼者身上获得气运的关键因素。不过，就在魏轩准备离开特殊页面时，忽然一个新的物品出现在他目光中。那是一颗闪烁着五彩光芒的晶石，看着不是凡物，于是立刻查看。悟法石可让使用者进入悟法状态，融合技能时使用，有一定几率让技能升华为法相。注：法相是以技能为基础，但所悟法相跟天赋、血脉、体质等息息相关。死法相！魏轩隐隐有些激动，看了一下售价，300万财富值。好家伙，相当不便宜啊！一般人还真买不起。即便是他现在也才570多万财富值，这还是包含之前赢下 PK 时的压注奖励。不过，他还有很多凶兽尸体没有处理。随着魏村成员越来越多，等级和实力也都在不断提升，刷怪的效率也越来越快。这也就代表着魏轩现在赚财富值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所以，现在的魏轩根本不差钱，于是毫不犹豫地购买了一颗悟法石。但他并没有急着使用，而是又将商城页面切换到了兑换中。不过兑换页面并没有新物，倒是天赋石有3阶的了。3阶天赋石使用后可再次觉醒，有 50% 几率提升自身天赋等级， 35% 几率觉醒出一种 C 级天赋， 15% 几率觉醒出一种 B 级天赋。只是想要兑换3阶天赋石，得需要100枚天赋碎片。天赋碎片太难获得了，包括真宠蛋、傀儡、召唤石等兑换也一概难有头绪。当然，这些对魏轩来说未必就有用，包括猎魔套装也有6阶和7阶的了，但魏轩并没有兑换，实在这些对他的提升已经不大了。魏轩隐隐觉得，随着以后境界的提升，外物只能当做一种辅助，体质、血脉、天赋这些才是关键，甚至很多技能都用不到了。如今魏轩有奥义真身和混沌体，还有金乌血脉和玄灵血脉，这些血脉天赋已经足够强了，更何况还有六合天赋和气象天赋，以及石骨旋风、鬼灵妖火、杀戮天雷。如果动用这些都没用的话，那其他技能更不行。所以现在魏轩尴尬的发现，他的很多技能又变成了鸡肋。如果能升华成法相的话，魏轩想了想，直接打开了技能栏。技能：灵眸、陆河遁法、风翼魂骨、无敌金身，强化加20；陆河斩，强化加20；森林幻咒，强化加20；地法结界，强化加20；黑暗炮弹，强化加20；乌云压顶，强化加30；无相剑阵，强化加30；极道化身，强化加30；狂暴之境，强化加30。无敌金身有用，此技能曾多次让魏轩化死为生，而且随着强化，哪怕在开启无敌金身时也可以移动。配上他的混沌体和奥义真身，可以说无敌金身一开，能无视任何伤害，将目标一拳打爆。除了无敌金身外，风翼魂骨这个魏轩现在已经用不到了。一来达到地境后是可以御空飞行的，虽然一般都只是低空飞行，但魏轩可是神品地境，自然御的是高空。何况魏轩之前击杀屋檐部族的子弟时，还获得了一个飞梭，基本上是零消耗飞行器。于是魏轩继续看其他技能。灵眸可查看目标信息，陆河遁法可进行隐遁，陆河斩威力不俗，森林幻咒可群体增幅加治疗，还有精神攻击。地法结界可困敌，黑暗炮弹可让目标产生负面效果，乌云压顶是群攻，无相剑阵威力霸道，狂暴之境可压缩属性。卧槽！魏轩一脸懵逼。说实话，这些技能在他还没点亮命星时可谓无比强大，这也是他未点亮命星就能跟地境强者对抗的重要因素。甚至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技能若让一般的地境获得，定会欣喜不已。可魏轩是神品地境啊！总之，这些技能看着都有用，实在仔细想想，如今的魏轩根本用不着。这让魏轩烦躁间，脑海中忽然涌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我将这些技能全部一起融合的话，技能融合时，只要使用悟法时，就有一定几率将所融合的技能升华为法相。但仅仅是有一定几率，肯定是融合的技能越多，几率越低。不过魏轩自认自己的运气一向不差，索性试试。法相是以技能为基础，
这就好比建房子需要打地基，说白了就是法相得用技能来做载体。但除了技能外，最终能不能升华成法相，或者升华成何种法相，天赋、血脉、体质也是十分关键的。此刻魏轩看了一眼技能融合符的数量86，于是毫不犹豫地将除了无敌金身以外的所有技能进行融合。一顿操作后，最底下的融合成功率显示 15%， 很低。好在有86张技能融合符，倒也有保障。将86张技能融合符一股脑全部填入后，魏轩又放入了悟法石，随即深吸一口气，按下融合。第199章 A 级任务，您已进入悟法状态，技能融合中。提示：悟法状态会持续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您将无法使用融合中的技能。居然不是立即出结果的。魏轩撇了撇嘴，之前他融合技能时都是直接显示成功或失败，但这次因为加入了悟法石，所以得持续一番。好在只是融合中的技能无法使用，这对魏轩来说倒也没什么影响，因此不急。还有1刻钟才能天黑，魏轩又打开了村庄建设频道。达到3级村庄后，有一个职务任命，包括一些权限，也可以对其他人开发。魏轩想了一下，等回头处理完荒废古镇的事情，正好可以好好规划一下魏村，以后像一些琐事他就不用亲自管了。除此之外，像炼药室和锻造室也可以继续建造了，免得各一座不够用，甚至还可以进行升级，包括田地和水井也是。升级后，炼药和锻造的效果更好，田地里种灵植也能增加收成和速度。不过目前魏村的5座水井都只是普通的，跟灵泉井自然不能比。于是魏轩毫不犹豫地使用灵泉井建造图，并加上建造灵泉井所需的材料，开始建造。很快，公告：村长魏轩成功建造一座灵泉井，成就加20。公告：村长魏轩成功建造一座灵泉井，成就加10。轰隆隆，魏村的一片空地处，2座散发着灵灰的水井出现。众人纷纷看到了提示：灵泉井每24小时制造出1000单位的灵泉水。注：灵泉水可用于加速灵植成熟，亦可提升能量和4维属性。1单位灵泉水等于500点能量，等于20点4维属性。这一刻，所有魏村成员全都震惊了。卧槽！1单位灵泉水等于500点能量和20点4维属性，也就是说，一座灵泉井每24小时就可以为我们魏村带来50万点能量和2万点4维属性，2座就是100万能量和4万点4维属性。这简直扭了个大臂啊！那些后加入魏村的成员更震惊，确切地说，自从加入到魏村，他们就震惊不断。资源丰富，100%资源再生，正50%的再生速度。凶兽尸体可以兑换财富值，这点也是魏村特有的。还有村庄仓库里的各种资源，再加上刚刚建造的2座灵泉井，毫不夸张地说，就算来条狗都能变强。当然，这些资源和机缘都不是凭空降临的，基本上都是老大一个人争取来的。但他们不能总让老大一个人承担这些，后续想要崛起，战争是必然的。所以在战争来临前，他们得赶紧依靠这些资源和机缘成长起来。魏轩并不知道，他建造了2座灵泉井，无形中又给魏村一众成员打了波鸡血。此刻他看了眼自己的成就，又涨了30点。建造第1座灵泉井时涨了20，第2座时涨了10。不出意外的话，如果有机会建第3座灵泉井，要么没有成就，要么只涨5点。这么来看的话，建造建筑物应该是前2座或者前3座会有成就奖励，而且一次比一次少。魏轩倒也无所谓，又看了眼村庄情况，暂时没什么好处理的了。炼药室和锻造室等回头将权限开发出去，就让其他人随意建造和升级就行。于是魏轩最后又拿出了一块令牌，正是那 A 级任务令。此令牌魏轩早已获得，是从钻石宝箱中开出来的。当时他的成就等级还没达到精英，所以无法开启这枚任务令。后来成就条件满足了，却一直没时间理会，索性现在闲着，而且他的成就达到了宗师，就开一下试试。心想间，魏轩毫不犹豫地开启了手中的 A 级任务令。下一刻，嗡，一束光芒落下，恭喜您开启 A 级任务令，获得 A 级任务三甲之势。任务内容：势力榜单开启后，您的势力必须在所有试炼者势力中排名前3，持续时间10天。10天内，您的势力一旦跌落前3，则判定任务失败。失败惩罚：势力资源减半，势力成员的综合实力减半。任务奖励：任务持续时间内，势力每次升级，所有奖励翻倍，且有一定概率获得额外特殊奖励。注：势力榜单将在新手终极考核结束后开启，蓝星界所有试炼者势力都会统计在内。提示：是否接取任务？奖励翻倍吗？魏轩的呼吸隐隐有些急促。看似简简单单的奖励翻倍，但对如今的魏村而言，
这种翻倍可是巨大的提升。要知道，魏村现在可是神品村庄，本来每次升级的奖励就会翻2倍不止，如果在这基础上再翻倍的话，可不止1+1等于2那么简单。而且试炼者的势力榜单开启后，也许还有其他奖励也不一定，毕竟当初的个人等级榜单就是有奖励的。如果势力榜单也有奖励的话，那神品村庄的额外奖励加翻倍效果，收获将会更加巨大。当然，任务持续的10天内，村庄势力升级越频繁，收获也就越多。如果10天内只升1级，那就差得多了。何况这10天里必须持续霸占势力榜前3，一旦跌落前3，则任务失败，惩罚也是很大的。偏偏神品村庄尽管有2倍还多的额外奖励，但升级难度也相应不小，所以想要在10天里持续霸占势力榜前3，魏村就要付出更多。总之，这个任务有利有弊。而势力榜单开启，要不要接这个任务？魏轩思索间决定争取一下魏村其他人的意见，于是打开了聊天频道，所有成员，刚才我获得了一个 A 级任务。魏轩将任务内容以及利弊程度告诉了魏村所有成员。卧槽，10天内只要势力升级，奖励就会翻倍，这不是发了吗？现在我们魏村的升级奖励本来就高出了2倍还多，这要是再翻倍的话，岂不无敌？而且这还不算榜单奖励。大家冷静一下，你们看惩罚，一旦失败，那我们的资源就会减半，所有人的实力也会减半啊。没错，等势力榜单开榜后，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万一到时有其他试炼者村庄直接就是4级或5级呢？不可能吧，谁能跟老大比？老大是神人，但蓝星界那么多人，万一有别的神人也不一定啊。对，主要是我们魏村现在已经是神品了，而且发展难度也比其他势力更高，没必要冒这种风险。怂什么啊？这不是怂，是稳健。一时间聊天频道都在讨论，有想接任务的，也有觉得没必要冒险的。毕竟不确定因素确实多，跟整个蓝星界的所有试炼者势力比前3，难度的确很大。一旦资源和整体实力减半，就会元气大伤，甚至很有可能会因此让魏村万劫不复。魏轩也有些纠结。然而就在这时，丰泽忽然发了一段话。第200章无敌之士。丰泽忽然在聊天频道发言，主人，我觉得这个任务可以接。哦，丰老难道有不同的看法？魏轩觉得丰泽绝不只单纯的看重翻倍奖励这么简单。果然，丰泽说道，是这样的主人，首先我们魏村虽然已是神品村庄，无论资源还是奖励都比其他势力要多不少，但相对的，后续我们要面对的敌人肯定也更多。不说别的，就拿试炼者终极考核结束后，势力榜单也会随之开启，到时也就代表着势力争霸将正式展开。如果我们魏村没有绝对强大的实力，将很难在那么多势力中脱颖而出。其实，随着势力榜单开启，争霸排位赛也会来临。一旦在争霸排位赛中被淘汰，那就很难再有出路了。像我们风氏一族，就是曾经太过保守，以至于在争霸排位赛中被淘汰，沦为了破咒者。所以主人，该稳的时候就稳，但有时也不能太过保守。凡事有利就有弊，这 A 级任务总的来说，其实就是一种机缘，我们得有勇气去把握。闻言，魏轩明白了。说白了就是后面的路还很长，无论争霸排位赛还是万界大战都是十分激烈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那等待的就是被淘汰。保守死得更快，拼搏才能一飞冲天。风老说的对，当机缘来临时，我们得用勇气去把握。其实仔细想想，如果没有老大，哪有我们的今天？没准现在的我们都已经死了，所以还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应该相信老大，相信魏村，大不了就被扣除1半的资源和实力，重新再努力就是了。对，输了一起扛，赢了一起狂。一时间，之前那些犹豫的人有很多都想通了。魏轩也决定到，这个任务接了。于是，魏轩毫不犹豫地接取了这个 A 级任务。公告：村长魏轩接下 A 级任务三甲之士。提示：检测到魏村是神品村庄， A 级任务自动提升为 S 级任务无敌之士。任务内容：势力榜单开启后，魏村必须在所有试炼者势力中排名榜首，持续时间20天。20天内，魏村一旦跌落榜首，则判定任务失败。失败惩罚：魏村资源和所有成员综合实力减80%。任务奖励：任务持续时间内，魏村每次升级，所有奖励翻3倍，且随机挑选1半成员进行天赋觉醒，50%几率提升天赋等级，30%觉醒出新天赋，20%几率觉醒失败。注：此任务将在势力榜单开启后正式生效，但有1个小时的失败缓冲。我次奥！魏轩不淡定了。魏村所有成员都愣住了。我滴个乖乖，任务难度又提高了，连续霸榜20天，一旦失败，资源和所有成员实力都减少80%啊！等等，你们看奖励，奖励翻3倍，神品额外奖励已经有2倍多了，再翻3倍的话，
卧槽，无敌！这特么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每次我们魏村升级，到时都有一半的人会进行天赋觉醒啊！卧槽卧槽！也就是说，只要在那20天内升级越多，那我们所有人的天赋都会不断攀升。魏轩，都特么还愣着干什么？行动起来啊！魏轩说了一句，聊天频道瞬间没人说话了。大家都清楚，这次绝对是一场天大的机缘，毕竟是可以不断觉醒天赋的。但前提是他们得付出足够多的努力，因为难度确实不小。连续霸榜20天啊，一旦跌落榜首，资源和实力都要减80%。说句不好听的，如果失败，那魏村的损失就十分严重了，很有可能会因此破灭。所以必须得大拼特拼。魏轩这时看了眼时间，还有几分钟才天黑。趁着这会的功夫，他立刻打开村庄建设频道，迅速一番操作。很快，公告：村长魏轩任命丰泽为副村长，已开通相应权限。丰泽，丰老，回头你规划一下，成立巡查队、副本队、资源队、开荒队、建设队、职业队、收编队，具体你看怎么发展更有效率就怎么来。现在眼看就要天黑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尽快将荒废古镇变成魏村的第3据点。丰泽主人，您将如此大任交给于我，我定当全心全力规划魏村。关闭聊天频道，魏轩心中涌起一抹紧迫感。如今魏村的一些琐事他已经管不过来了，必须在势力榜单开启时做足准备。本来他还想着回头抽空自己规划一下魏村的，但现在时间紧任务重，交给丰泽也一样。一来丰泽的天赋和实力摆在那，二来丰泽懂得也比较多，三来这老头看似稳重，实际上也鸡贼得很。而他要做的就是魏村发展的大方向，引导大局。魏轩正心想间，忽然荒废的古镇刮起阵阵阴风，随之无数阴魂嘶鸣。天黑了，魏轩起身，直接向前方的残破寺庙而去。下一刻，魏轩的身前出现了一圈透明波纹，紧接着整个身体便穿透过去。提示：您已进入残破的寺庙副本，